清晨的阳光透过薄雾，洒在青青的草地上，微风拂过，带动树枝轻轻摆动，发出沙沙的声音，仿佛大自然在轻语。湛蓝的天空上飘着几朵白云，宛如棉絮般轻盈飘逸，露水晶莹剔透，坠在花草叶子上，如同一颗颗细碎的钻石，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这般美好的景象，却仿佛镀上了一层永恒的魔法，透着一股虚幻而模糊的韵味。星火学院剑道训练场，夏目百无聊赖地站在坚实而光滑的木质地板上，地板表面细腻而均匀，没有一丝凹凸，如同一片延伸开来的镜面。当然，这种光滑并不会使人滑倒，反而增加了练习者对身体平衡与力量掌握的要求。周围剑光闪烁，可以看到一对对15、16岁的年轻学员在柔和的光线下挥洒着汗水，朝气蓬勃。这就是青春啊！夏目心中不由感慨了一句。是的，其实他的灵魂并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一个来自23世纪的平平无奇的高中生。穿越后，又在这个数据化的奇怪世界里待了整整10个年头。少年穿着一袭宽松的剑道服，领口点缀着华丽的金色刺绣图案。他的脸庞清秀而俊逸，额前垂落的刘海宛如一幅柔软的画帘，微微遮住了眉宇间的弧度。那双明亮的眼睛犹如深不可测的星空，透露出一种不服同龄人的成熟和稳重。高处的窗户成为阳光的邀约，晨曦触摸着空气，荡漾着淡淡的光晕。夏目不由打了个哈欠，太早了，每次的晨练总是让人提不起精神来。还有，这家伙可真够慢的。嘿，木根儿，久等了。就在这时，一道磁性而柔和的笑声从远处传来。周围对练的小男生们听到声音，仿佛触电了一般，身体一阵机灵。卧槽！夏目漫不经心地朝门口瞥了一眼，却是差点惊叫出声。来人白衣胜雪，身姿修长，腰间别着华丽的剑鞘，黑发间透出些许微微的波浪，在光线的映射下散发出迷人的光泽。他的脸庞轮廓极为柔和，眉眼宛如画师的杰作，精致而灵动，散发出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这便是夏目从穿开裆裤起就认识的死党雨堂，星火学院大名鼎鼎的校花，堪称男学员的恐怖梦魇。鬼知道刚开学的时候，有多少可怜的小男生被他的外表欺骗到春心萌动。当时情书如雪花般飘来，甚至很多人将夏目视为最大的情敌。结果当他们知道真相后，眼泪差点掉下来。MD， 草率了，居然是个男的！尤其是当夏目拿着那一封情书在他们眼前晃悠的时候，脚趾简直能抠出3室一厅。真是见鬼了！一个男孩为什么能漂亮到这种程度啊？那精致的脸颊，那纤细的柳腰，那洁白无瑕的皮肤，要不是一整座平坦的飞机场和略显低沉的嗓音，恐怕这个误会根本无法解除。哇，快看，校花哥哥来了！有人惊叫道，一旁的女孩们纷纷将视线投了过来。面对又美又飒的雨堂，他们简直毫无抵抗力，连原本想板着脸训斥2句的剑术教练，语气都变得极为柔和，轻描淡写就放过了他。夏目微微别过脸，你搞什么鬼？化妆去了？对方今天明显精心打扮了一番，比平时更加光芒四射，让他都有些不太习惯。要不是心理年龄加起来近30岁了，他估计也有点吃不消。你才化妆呢，本大爷这叫天生丽质。雨堂轻哼一声，双手合十。下午不是有转职仪式吗？总要穿得像样些，希望系统爸爸能分我个好职业。啊，我觉得你现在这个样子，当个奶妈倒是挺好。夏目揶揄了一句，思绪也开始飘飞。这是个数据化的奇异世界，就跟曾经的 MMO 网游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几率觉醒职业，进入那片浩瀚而神秘的遗迹大陆展开冒险。各大组织普遍认为14至15岁的年纪是觉醒的黄金时机，所以职业者学院会让这一年龄段的学生统一参与觉醒仪式。夏目和雨堂正好属于这一批次。一般来说，普通人觉醒成为职业者几率不高，但星火学院的学生大多数来自成长院，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孤儿。不过在这个世界，孤儿并不可怜，而是一种潮流。毕竟大家都是数据流的生命，若是不死在怪物手里，便是永生的存在，不会老去，所以传宗接代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在这场极为真实的游戏中，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甚至随意造人，也不用担责任。神秘的系统爸爸能够存储职业者的 DNA， 从而转化为新的数据生命。成长院里都是这样的孩子，所以又被称为职业者的摇篮。他们有着职业者筛选出的优良基因，天赋普遍很强。几百年来，从那个地方进入学院的孩子，觉醒的概率能达到 95% 以上。没有人会觉得自己是那个 5%， 顶多只是职业不够满意罢了。呸呸呸，不要乌鸦嘴！雨堂不满道，等着吧，老子绝对是风铃刺客。目前来说，总体觉醒的职业种类超过3000种，这还没有算上副职和专属职业。当然，这些职业大体都可以划分为3大类：坦克、输出、辅助。坦克
即为怪物仇恨主要承受者，一般顶在最前方，保护后排的存在。输出分为远程和近战，主要对怪物或者其他敌人造成伤害的角色。辅助则是种类繁多，以治疗为主，还包括添加各种增减益状态，亦或是提供控制，伤害一般不是很足。夏目刚才所说的奶妈，指的便是专门加血的辅助，这是很多人最不想觉醒的职业。这职业虽然极为吃香，在各大队伍里都是关键，但又累又苦，风险还大，对战也往往是第一个被集火的存在。尤其在后期的一季，那可是真会危及到生命的。坦克其实也大差不差，不过他们保命能力十分强大，会比奶妈的生存环境好上一些。经验丰富的 MT 一向是各大战队的香饽饽。当然，大多数人的愿望肯定是觉醒输出职业，毕竟这样承受的压力要小很多，而且独自刷怪或是任务也轻松。其中，风灵刺客便是最顶尖的几大输出角色之一。虽然论伤害他可能进不了前3，但帅啊！攻击招式华丽，保命能力一流，还有机会探索其他职业很难发现的隐藏秘境，堪称完美。夏目自然也想成为风灵刺客，但最终觉醒什么，还得看测试结果和系统爸爸的安排。不过他觉得功夫不负有心人，自己和雨堂这么用心的练剑，结果应该不会偏离太多吧。行了，迟到这么久，赶紧来击剑吧。夏目催促道。觉醒有实战测试，他们这相当于考前抱抱佛脚。嗨呀，既然你这么想说，那爸爸就成全你。雨堂拔剑出鞘，优雅的挽了个剑花，眼神变得锐利起来。老子的大剑已经饥渴难耐了。他一开口，原本优雅的气质顿时荡然无存。不过夏目早已习惯了他的间歇性神经，丝毫不以为意。他故意道：我记得上次某人求饶时喊了3声爸爸来着。啧啧，没办法，在这个年纪，男生的快乐就是如此朴实无华。闻言，雨堂眼睛顿时红了。老夏，我跟你讲，你今天完蛋了，真的完蛋了。我祝你觉醒奶妈。说罢，他一招仙人指路，直接攻了上来。你的祝福我可承受不起。夏目挥剑格挡，身法如行云流水，令人赏心悦目。两人招式又快又狠，谁也不让着谁，剑影密不透风，连一旁的教练都替他们微微捏了把汗。周围的学员们对战的节奏也慢了下来，都在分心关注着这边。毕竟大家都知道，夏目和雨堂二人为了成为风灵刺客，没日没夜的练习剑道，剑术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人。雨堂加油，雨堂加油，打败夏魔王。校花加油啊，亲一个。小女生们红着脸在一旁加油助威，当然呼声几乎全集中在雨堂一个人身上，夏目反倒是被衬托成了一个大反派。那些曾表白过的男学员们则是目不斜视的继续对练，根本不敢多看，他们生怕再看一眼自己就会弯掉。哎，这个校花简直恐怖如斯。第2章觉醒测试。在欢快热闹的气氛中，夏目和雨堂的比试最终打成平局。当然，这只是雨堂单方面的说辞，毕竟他死活不肯认输，从3局2胜到5局3胜，最后变成抢食，硬是拖到下课的时间也没能结束。对于他的耍赖，夏目也懒得计较，就当是老父亲的宠溺吧。因为觉醒仪式的关系，今天学校没有课，所以晨练结束后，打到精疲力尽的两人又回寝室小憩了一会。下午，老师还在讲台上耐心地讲解着觉醒仪式的规则，下面的学生们早已急不可耐。毕竟这些规则早就从高年级学员口中传遍了，他们只想赶紧觉醒，成为职业者，然后踏入神秘的遗迹大陆，走上人生巅峰。这个年纪的孩子总是有着用不完的精力，夏目也不例外。不过他还是耐着性子认真温故了一遍。觉醒仪式一共分为2部分，第一部分是职业契合度测试。等进入觉醒空间后，主数据系统会根据扫描得到的资料，提出一些针对性的问题，用以确定职业方向。这个不用准备，也无法准备，反正每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几乎不会有重复。而且据说有些问题奇奇怪怪的。对此，学院给出的建议就是8个字：如实回答，不要隐瞒。当然，这阶段的测试没有明确的失败与成功，就算随便答也能过，只是个很简单的评测。当然，也没有哪个学员真敢随便答。至于第2部分，自然就是实战演练。敌人是遗迹中的怪物，对于一众没什么战斗经验的孩子，难度可能会比较高。武器方面，除了剑，也可以选择刀、斧，甚至枪械。反正在游戏设定中，他们的初始伤害值差不多。不过近战类的几个顶级职业都可以用长剑，风灵刺客也在其中，所以之前大佬们猜测用剑通关或许对这些职业的觉醒有一定加成，这也是夏目他们要修习剑术的原因。一般而言，实战方面表现得越好，最终觉醒的职业就会越强。当然，这个表现指的不仅仅是最终的结果。对此，神秘的系统爸爸自有一套评判标准，它就像是高高在上的神奇，主宰着所有人的命运。好了，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老师环顾四周，发现没有任何回应，最后又苦口婆心地劝了几句。我知道你们很急，但是只有保持平和的心态，才能觉醒更强大的职业，希望大家谨记。夏目深吸了一口气，看向一旁自信满满的雨堂，问道：你不紧张吗？有啥好紧张的，系统爸爸肯定会眷顾我的。老夏，你到时就跪着求我带飞吧。嘿嘿嘿，少年一脸嗤笑。夏目瞥了眼他桌下捏得紧紧的拳头，懒得再说什么。对方全身上下最硬的，恐怕就数那张嘴了。很快，在指引老师的带领下，夏目两人跟着其他学员们向觉醒会场走去。一路上，雨堂简直像是个大明星，被莺莺燕燕簇拥在中央，男生们也频频回头，看得面红耳赤。夏目双手插兜，在一旁安安静静的当着自己的隐形人。这种小场面，他早已经习惯。唯一可惜的是，自己白长这么帅了。星火学院初中部的觉醒会场很宽阔，像是一个巨大的礼堂，周围布满了奇异的法阵，各色光芒交织成片，空气中飘着奇异的清香，有点像花草的味道，淡雅宜人。夏目微微抬起头，有些好奇和震撼地看向最前方。墙幕上，一扇巨大的拱形光门在虚空中勾勒而出，里面跳动着银色的光弧，仿佛蕴藏着一股庞大的数据流。这应该便是通往觉醒空间的入口了。身为数据化的人类，他们可以通过这种特定的传送阵进入系统空间以及遗迹大陆。夏目只觉得心跳陡然加快，雨堂也不再跟身旁的学员闲聊，那扇虚幻的光门如同一块强力的磁石，把他的视线牢牢吸引住了。觉醒入口处已经挤满了乌泱泱的小学员，人头攒动，大家都在规规矩矩的排队，等待着老师们的指引。夏目是初一9班，排在倒数第二，应该还要等上许久。他们刚一靠近人群，就听到前方传来一阵惊呼声。有人觉醒顶级职业了，还是风灵刺客！啊呀，不要吧，我的风灵！醒醒吧，怎么也轮不到你，跟你有毛线关系？听到其他学员们的议论声，夏目心里顿时咯噔了一下。他和雨堂对视一眼，同时看到了对方眼中的紧张。顶级职业的觉醒不仅仅需要实力，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运气。虽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但正常情况下，学院的同一觉醒批次中几乎不可能会出现两个相同的顶级职业。换句话说，两人心心念念的风灵刺客职业被人给捷足先登了。第3章，黑丝、白丝，耀眼的光芒闪过，拱形门里一位位学员陆续走了出来。有些人兴高采烈，有些人顿足捶胸，满脸懊恼。轩哥牛逼，轩哥求抱大腿，轩哥小弟要不要挂件要不要？其中最早出来的一名男孩被其他学员们围在最中心。他身材高大，很有阳刚气，此时满面春风，嘴角根本掩饰不住得意的笑容。看样子，这人便是那个觉醒了风灵刺客的幸运儿。MD， 怎么是他？雨堂有些好奇地望过去，表情顿时一僵。夏目也苦笑一声，对方算是他们的老熟人了。王宇轩，隔壁3班的班长，开学第一天就给雨堂递情书表白的猛人。这家伙不是成长院出身，仗着自己有点小背景，说话总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犹记当时，夏目和其他几人传阅了对方声情并茂、如怨如慕的小作文，还挑出了10多个错别字和用词不当，气得对方当场就提出决斗。结果面对打遍成长院无敌手的夏目，人高马大的王宇轩连2个回合都没撑过，只得灰溜溜的离去。自那以后，他就对夏目记恨在心。30年河东，30年河西，没想到对方居然走了狗屎运，觉醒了风灵刺客。夏目感觉自己头上顶了个大大的威字，怎么感觉自己拿的像是反派剧本呢？这时，王宇轩带着一众小弟，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雄赳赳气昂昂的走了过来。擦身而过时，他突然停了下来，老气横秋的拍了拍夏目的肩膀，哈哈笑道：听说你对风灵刺客也很感兴趣，咱以后可以多切磋交流啊。觉醒了顶级职业，少年那叫一个扬眉吐气。哼，呵呵，夏目眼角微微一抽，这小屁孩真让人莫名火大。不过现在对方应该掌握了风灵刺客的2个初始技能，他未必打得过。一旁的雨堂却是忍不了，出言讽刺道：七，有什么好得意的，职业强不强，主要还得看人，这种小脆皮当心被怪2下秒了。喂喂，你这也太口是心非了吧。夏目瞥了眼抓狂的雨堂，心中无奈，对方这羡慕嫉妒恨的小表情已经全露在脸上了。听完雨堂的话，王宇轩故意谦虚道：打完挑战，我只剩83%的血量，操作肯定是比不上夏哥的，也就侥幸觉醒个风灵刺客罢了。虽然这么说，但他眼中的嘚瑟已经藏不住了，明显对自己这次的发挥相当满意。话音刚落，几个3班的学员就恰到好处的开始了吹捧。哇，还剩83%的血，太强了吧，我打完都濒死了。我也差不了多少，就20%血，那怪物太灵活，总是被他摸到。
我觉得83%应该到顶了吧？难怪轩哥能觉醒风灵刺客，都是实力啊！你们居然都赢了吗？不是说好只要撑10分钟，一个小女生在风中凌乱？王宇轩听得心花怒放，他摆了摆手，故意轻咳一声：“低调，低调。”夏木看着他们拙劣的演技，心中冷笑。以对方这三脚猫的技术都能胜83%的血量，看来这觉醒仪式的测试要比他想象的简单不少。若是发挥足够出色，他未必不能觉醒风灵刺客。而且比风灵刺客更强的职业也不是没有，就是需要一点运气。83%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测试就不能提高点难度？雨堂双手抱胸，气鼓鼓的开口道：“雨堂同学，话不能这么说，我们可不是你这种大天才。”看着那张漂亮到极致的脸庞，王宇轩态度顿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他脱口而出道：“反正不管你觉醒什么职业，我的小队都有你一个位置。”这温柔的声线听得雨堂面色一变，他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谁要加入你的小队啊？他瞬间躲到夏木身后。卧槽，碰上变态了！虽然长得漂亮，但他可是直男，直男好不好？夏木看着王宇轩一闪即逝的炽热目光，喉头一阵干涩，身形不由后退半步。他隐隐发现一个可怕的真相，对方好像对雨堂贼心不死。不是，你来真的啊？难道是因为有了顶级职业的光环，所以这家伙已经开始放飞自我，不在意世俗的偏见了吗？真是太可怕了！嗨，感受到周围聚焦的目光，王宇轩也意识到自己好像无意间暴露了什么。他连忙挽回道：“我只是单纯欣赏雨堂同学的才华而已，真的。”说完，他又真诚地望向雨堂：“那个不急的，你可以慢慢考虑。”夏木倒吸一口凉气：“这话你自己信吗？”雨堂嫌弃地瞥了王宇轩一眼，连忙推了推前面夏木：“别理他，赶紧走，赶紧走！这鬼地方他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看着两人仓皇离去的背影，王宇轩无所谓地笑了笑，他继续带着一众同学风光无限地向教室走去。等了不到半个小时，终于轮到夏木这一批学员测试了。这死变态，气死我了！雨堂骂骂咧咧地走入光门，他的心态似乎有被影响到。夏木莞尔一笑，紧随其后。下一刻，他感觉自己仿佛穿越了无尽的空间，周围光影折叠，变幻莫测。一阵刺眼的光闪过，夏木身体一轻，踩在了平坦的地面上。系统空间并不算大，像是一个普通的纯白色房间，里面空空荡荡，没有任何摆设，像是铺开的云雾一般。大家都被分隔了开来，所以这片空间只有他一个人。叮！系统扫描中，姓名夏木，年龄15，学员号410239，身体素质优秀。是否开启第一阶段职业测试？轻柔的电子音回荡在房间中，十分清晰。一瞬间，气氛变得紧张了起来。夏木隐约感觉到周围仿佛多了一双双看不见的眼睛，时刻关注着自己。他深吸了一口气，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老师也说过，心态越平和，最后越有可能获得强力的职业。调整了半分钟，夏木觉得自己思维无比清晰，这才慢悠悠地开口道：“是，开启。希望这次测试的问题不难。虽然这不是重点，但为了梦想中的顶级职业，他也得完美作答才行。”夏木对自己的知识储备相当自信，当初他可是差点挤过那个千军万马的独木桥的。学员410239，接下来的问题，希望你遵循本心，在1秒的时间内快速做出选择。一阵阵数据流在虚空闪烁，规则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夏木心中一紧，终于要来了。选择题吗？这貌似是最简单的，自己运气不错。他嘴里默念着老师给的小技巧：如实回答，不要隐瞒；如实回答，不要隐瞒。等待了不到5秒钟，柔和的电子音再次响起，没有任何情绪，只是听上去格外舒服，似乎能让人放下内心的戒备。请问您自我认知的性别是男女？男。夏木大脑差点宕机。等等，这什么鬼问题？他突然有种不妙的预感。答案已收录。电子音陡然变得急促，第二题接踵而至，似乎并不想给他反应的时间。您的爱好是男女？女。夏木一个哆嗦，1秒的时间确实有点快了。答案已收录。这次系统响应的时间变慢了许多，良久才给出下一题。您喜欢的颜色是黑丝、白丝、蕾丝？卧槽！此时夏木眉毛拧成一团，已经将老师给出的技巧抛之脑后。你最好说的是颜色。答案已收录。哎别，等等，夏木急了，他还没回答呢。您最喜欢的运动是单人运动、多人运动？多人运动。夏木迅速作答，不过神色有些纠结。篮球和足球应该算是吧。答案已收录。您最喜欢的姿势是仰卧、俯卧、侧卧？啊，仰。答案已收录。
夏目，草，一种植物。系统一层层剥开他泛黄的内心，夏目只觉得自己多年以来的学霸形象完美崩塌。累了，毁灭吧，他还只是个孩子。第4章，完美斩杀。浑浑噩噩地作答完所有题目后，夏目突然一个机灵，等等，自己穿越的时候，手机好像还没来得及格式化，糟糕了呀！夏目轻叹一声，看来已经没有回地球的必要了。就在这时，轻柔的电子音适时响起，如一位温柔而知性的大姐姐，抚慰着他疲惫的心灵。恭喜学员410239，第1阶段已结束，系统正在评测中，请准备实战测试，可选择是否开始。让我缓会。夏目痛苦地闭上眼睛。第1阶段已经凉了，他只能将翻盘的希望寄托在最后的实战上，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他不由想起了剑术教练第1课时讲过的心诀：诚心守静，一容天地，剑疾如风，身稳若山。深呼吸，不知不觉中，夏目烦躁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他睁开眼，目光逐渐变得坚定。开始吧。系统的电子音很快响起，请选择武器：单手剑、双手剑、法杖锤、双节棍 M24。单手剑。夏目毫不犹豫地开口，看都没看刷出来的稀有武器。叮！夏目感觉右手微微一沉，他低下头一看，一柄普普通通的白板剑已经出现在右手中，因为是数据化的产物，挥动起来非常轻松。下一刻，纯白色的空间缓缓破碎。啾，静谧的林间，夏目环顾四周，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苍翠欲滴的绿意，微风中透着草木的清新气息，真实无比。夏目活动了一下四肢，感觉身体格外轻盈有力。他望着眼前的景象，脑海中飞速回忆着上课学过的知识。这是密林区域，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0-9级地图中的无忧之林。常见的怪物有妖精兔，这是一种可爱又脆弱的生物，它们有着兔子的外形，但身上长满了彩色的皮毛，会用魔法攻击来保护自己。史莱姆，它们看起来像是一堆五颜六色的果冻，但拥有强大的酸性攻击能力，一旦被接触到，会粘住并产生腐蚀伤害。魔花妖，看似美丽的花朵，实际上却充满了邪恶的力量。夏目心念急转，若是不出意外的话，这次考核的 BOSS 应该是他了。突然间，一阵破风声从后方传来，夏目反应极快，直接一个侧向翻滚，躲过了偷袭的藤蔓。他看着不远处那棵长着一张滑稽鬼脸的粗壮古木，面色略微放松了一些。扭曲树茎，树木和土壤的化身，拥有庞大的身躯和坚硬的外壳，可以不断改变形态，借助藤蔓来攻击敌人。这小 BOSS 防御虽高，但攻击手段稀疏平常，而且速度不快，算是新手的福音了。虽然每个人分到的怪物都是随机的，但难度应该相差无几，难怪王宇轩击杀 BOSS 后还能保持那么高的血量。夏目若有所思，赢是肯定的，但最好要赢得干脆利落，而且尽量不要掉血。遗迹世界是有格挡机制的，也就是说，除了特殊的指向性技能，怪物的大部分攻击都能通过武器无伤格挡。他面色沉静，缓缓向前走去。若是仔细看的话，他身体微曲，重心下沉，脚步的节奏不断变换，飘忽不定。Z 字步，进阶战斗技巧之一，可以在躲避进攻时更快速地调整身形。藤蔓再次袭来，夏目持剑精准格挡，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扭曲树茎的攻击间隔并不算太短，对于拥有着超快反应速度的夏目来说，几乎没有太大难度。左右右上上下，左右上下下右左，只用了20秒不到，夏目便完成了近身，随后抽冷子一剑刺在扭曲树茎那张滑稽而诡异的脸庞上。在遗迹大陆中，所有怪物几乎都有弱点，针对其进行攻击，必然能暴击，伤害会高出很多。根据学院整理过的资料，扭曲树茎的弱点便是树根上部的那张鬼脸。果不其然，夏目一剑下去，顿时触发弱点攻击。扭曲树茎头顶那节长长的血条顿时下降了一丝，生命值 98%， 魔法值 95%。 因为还没有成功觉醒，所以更具体的数据夏目无法看到。藤蔓再次从后方袭来，夏目早有准备，闪身拉开一小段距离。这个伤害明显是系统加成过的，否则以他一片空白的面板，估计连对方的防都破不了。这么说来，就算挨上几下，估计也掉不了多少血。不行，既然难度下降了这么多，他得尽力做到完美才行。夏目那股执拗劲瞬间上来了，他手中那柄白板长剑挥舞的速度并不快，但就是能够精准地挡在扭曲树茎攻击的路径上，让那些藤蔓无功而返。继续近身，摸2剑就跑。夏目一点不贪，主打一个稳健。碰不到我，嘿嘿，你就是碰不到我。他的血量自进来起就没有下降过，一直维持着100%。从成长院起就开始磨砺的战斗技巧彰显得淋漓尽致。
若是有其他人见到这幅场面，恐怕会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少年的身姿飘逸潇洒，俨然有种顶级职业者的风范。要知道，他才15岁，而竞技场那些顶尖职业者都是在一技大陆磨砺了数十甚至上百年，才练就那身完美的战法。90%、80%、70%，夏目的战术很成功。他频频触发弱点攻击，仅用了2分钟不到，便无伤将 BOSS 的血线压至 50% 左右。状态来了，他有意控制着对方的血量，在即将半血的时候，猛然一剑划在树干的边缘处，抽身向后飞退，时机卡得刚刚好。BOSS 血量降至 49%， 开启2阶段。前期的 BOSS 都会有2个战斗阶段，第2阶段普遍会加强很多，这算是常识之一。藤万的攻速似乎变快了。与此同时，2个高大威武的树人卫兵出现在一旁，怒吼一声，朝着夏目的方向追去。若是他刚才退得慢点，便不可能同时挡住藤万与树人卫兵的攻击，必然会被扣血。毕竟人的操作是有上限的。好在夏目熟知攻略，他直接退至藤万的攻击距离外，准备先解决树人卫兵。这 BOSS 最难缠的其实就是这2个卫兵，他们死亡间隔不能超过10秒，否则死亡的一方将会再次以 30% 的血量复活。所以大多数攻略都是不理那2个卫兵，留技能一波将 BOSS 带走。夏目一直保持着满血，刚才若是继续硬刚下去的话，直接拼死 BOSS 都没问题，但这不是他的追求。2把沉重的斧头当头劈落，夏目身形微动，极限的躲开了斧头的轨迹，剑光一闪，直接砍在一名树人卫兵灰褐色的脖颈处，触发弱点攻击，直接削了他 20% 的血量。召唤树人卫兵的冷却时间是5分钟，夏目得尽量赶在下一次召唤时解决战斗，否则时间上就有些来不及了。闪避，闪避，格挡，闪避。夏目边打边退，死死卡住2名树人卫兵的身形，让他们无法同时从视线死角落伏。再一剑触发弱点攻击，2个卫兵的血量都变成 10% 左右的红血。斩杀线到了，夏目身形一晃，轻盈地绕至2个树人卫兵身后，一道完美的弧线斩击从他们的颈部划过。随后他头也不回地冲向远处的扭曲树茎。咔！2名树人卫兵原本坚固的外表变得4分5裂，一块块干枯的碎木落在地面，逐渐融于尘土。再快点！挥剑挡下袭来的藤蔓攻击，夏目再次站到那张滑稽的鬼脸面前。他大致计算了一下，刚才斩杀2名树人卫兵花了2分钟左右，也就是说召唤的 CD 还有不到3分钟。扭曲树茎身躯上的鬼脸开始不断变换位置，不过这难不倒夏目，他一边闪避着藤蔓攻击，一边绕着粗壮的树干追砍，连连触发暴击。BOSS 的血量下得飞快，不过为了完美格挡藤蔓的攻击，夏目的进攻节奏很快就被打乱。别掉血，千万别掉血！夏目紧绷着神经，不敢有丝毫大意。他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BOSS 进入红血，8%、6%、5%、3%。随着翠绿的光芒闪动，2名树人卫士再次出现，朝夏目包围过来。这时候他已经不可能退了。看着刷在不远处的弱点，夏目咬紧牙关，赌一把。他直接冲了过去，一剑刺在那张滑稽的鬼脸上。弱点攻击触发，血量降至最后 1%。鬼脸如幻影般消散，又缓缓浮现在右上方。耳旁传来藤蔓的破风声，夏目贴近扭曲的树干，白板长剑从鬼脸的下颚划过。再见！血量清零，即将触碰到他的藤蔓化为无数光点，破碎在虚空中。好险！夏目站在原地，终于松了口气。他看着自己停留在 100% 的血条，露出了兴奋的笑容。第5章满血执念，神卷牧师。周围的场景一阵模糊，夏目再次回到了初始的纯白色小屋，手中的长剑也随之消失。一连串的电子音在耳旁响起。叮！整体评价：巧思藏拙，细腻入微，善于洞察，追求完美。虽然性格虚伪，但您在战斗中的表现值得肯定。获得成就：满血执念。学员410239，您因出色的表现获得一技之神的眷顾，特赐予专属职业神眷牧师。牧师！夏目瞬间呆住。原本一系列评价都还算正面，甚至他还获得了前期极为稀缺的成就，结果最后就觉醒了个辅助奶妈。自己费那么大劲追求满血通过测试，所以就奖励自己一个加血职业，这合理吗？行，很合理。夏目心态有点小崩，没想到宇堂那小子一语成谶，自己真觉醒了个奶妈职业。好在这个牧师不一般，不仅是专属职业，而且前面带有神眷2字，不然他真想重开了。突然他感觉大脑一阵眩晕，像是被针刺了一下，有种触电般的疼痛感。一技大陆 ID 认证完成，数据流融合成功，面板绑定中。10、9、8。
亲，绑定完成，职业觉醒中。觉醒完成后将自动退出。夏目一手捂着额头，另一只手划过虚空，调出数据面板。他倒要看看这个被遗迹之神眷顾的职业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姓名：夏目，职业：牧师，神眷，等级0，生命200，魔法值100，常规属性：力量6，格挡，攻击强度；敏捷6，物理暴击，攻击速度；智力10，蓝上限，法术暴击，法术伤害；耐力10，血上限，1点耐力等于10点血；精神10，回蓝速度。特殊属性：幸运极高，影响击杀掉落和秘境传送位置；魅力高，影响 NPC 好感度和特殊任务剧情触发。职业特性：受到遗迹之神的眷顾，生命力提升100%，每秒恢复1%魔法值，所有伤害治疗转为100%加成，并拥有特殊效果。身为一位高尚的治愈者，治愈型技能不分敌我。职业技能：真言术愈，消耗1%蓝量，每秒恢复目标1%血量，最大不超过自身血量上限，持续30秒，可叠加，最多30层，令人极度愉悦。暗言术痛，消耗5%蓝量，每秒扣除目标1%血量，最大不超过自身血量上限，持续30秒，不可叠加，可传染，伴有疼痛感，有极小几率打断对方施法。通用技能：洞察术，查看目标基本信息，无冷却；法杖精通，法杖魔杖类武器的熟练度获得显著提升。我靠！夏目眼睛瞬间亮了起来，这属性，这天赋，这技能，遥遥领先，真是遥遥领先。他已经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自己过山车一般的心情，尤其是职业特性那行闪闪发光的金色小字，简直亮瞎了他的双眼。有一说一，某些专属职业确实变态的离谱。生命100%加成，最高每秒30%的回血，持续30秒。他就想问一句，还有谁？而且他的技能好像还有特效。看着后面缀着的极度愉悦4字，夏目眨了眨眼，抬手给自己挂了个真言术愈4。夏目浑身一个机灵，仿佛有一双看不见的小手正温柔地给他做着全身按摩，又软又滑，连心神都开始放空了。哦，Kamachi爱夏目发出一声舒爽的呻吟，他享受地闭上眼睛，身体微微颤抖。系统爸爸实不欺我，果然遗迹之神的眷顾就是好啊！嗨嗨，风灵刺客，那是什么东西？奶妈才是自己的天命。足足30秒，夏目确实爽到了。就在这时，雨堂鄙夷的声音在一旁响起。咦？夏目大惊失色地睁开眼睛，他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经被传送到了入口处。很多人都提前觉醒出来了，雨堂也是其中之一。他此时正一脸恶寒地看着夏目。老夏，总感觉你刚才笑得很恶心。夏目老脸一红，可恶的系统，自己到底是什么时候出来的，都不提醒一下。他定了定神，轻咳一声，有些僵硬的转移话题。那个，你怎么样？觉醒的什么职业？你自己不会看吗？说话间，雨堂已经丢了个洞察术过来。哎，不，牧师，你真成奶妈了呀？不会吧，不会吧，我的祝福这么管用？他拍着夏目的肩膀，笑得前仰后合，漂亮的脸蛋明艳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呵，肤浅。夏目满不在乎地开口道：“辅助怎么了？不要瞧不起辅助好吧？哼，等你爽过一次，你就知道奶妈有多好了。”他浑然忘记了自己之前对奶妈职业有多抗拒。哎，骑士，什么鬼？夏目扫了眼雨堂的信息，惊讶万分。还有脸笑我？你不也没好到哪去？雨堂的实力虽然比自己弱一些，但是也完爆大多数学员。他觉醒这种较为普通的职业，自己是绝对不信的。等等，两人默契十足的抬头，似乎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惊讶。部分专属职业是可以隐藏称号的，比如牧师前的神眷，所以这小子也是专属。专属跟各大组织列举的顶级职业不同，并不一定意味着强大，而是指这个职业独一无二。在遗迹大陆，风灵刺客没有上千也有数百，但神眷牧师只会是夏目一个，所以在计算职业数量的时候，各大组织从未将专属算进去，因为每个专属职业都不可复制。喂，老夏，你是不是也偷偷在里面搞事情了？雨堂凑了过来，悄悄贴近夏目的耳朵，压低声音道：“我先说吧，我觉醒了专属职业魅惑骑士，感觉技能还不错。你呢？”虽然面容平静，但他的声音有种压抑不住的兴奋，看来这个职业确实不凡。夏目看着他完美无瑕的脸庞，目光怪异，这职业听上去还怪契合的。他嘴角微微勾起，一脸无辜。哼，你想多了，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牧师。
操，说实话，别跟老子隐藏。雨堂拳头顿时硬了。要真是牧师，对方现在不可能这么平静。如果是他的话，大概得哭死。哼，不说是吧？雨堂突然想到了什么，眼神玩味了起来。他凑近了一些，原本低沉的声线变得甜美悦耳，格外撩人。夏木哥哥，你快说嘛，人家想知道了。第6章，学员大会。卧槽！听到对方口中蹦出的女声，夏木只觉得毛骨悚然。他如同一只受惊的兔子，飞速窜向一旁，心情久久难以平复。好家伙，这也是职业特性吗？两人毕竟从小玩到大的，夏木自然清楚雨堂根本发不出这种魅惑的声音，只能是刚才觉醒时附带的。若是对方想的话，一记大陆里的很多大佬都会为这迷人的声线买单的。周围炽热的目光聚焦在两人身上，让夏木直呼受不了。他硬着头皮低声说道：行行行，别这么张扬，我的确是专属，剩下的等回去再告诉你。这还差不多。雨堂脸上闪过一抹兴奋之色，心情愉悦。虽然夏木觉醒成为奶妈，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但牧师和骑士简直绝配，而且他们还是专属职业，这样以后的组队根本不用愁了。毕竟一季大陆奶合体最为稀少，强力输出满大街都是，到时那不是想怎么挑就怎么挑，说不定顶级职业都得看他们脸色。想到这美好的未来，雨堂已经开始飘了。他撩了下长发，再次恢复优雅的姿态，满脸笑容地冲一旁的小粉丝们挥了挥手。那如春日阳光般的绝美笑容，仿佛沁入众人心底一般，将飘来的视线全部锁死。太魅惑了，这一波属于男女通吃。夏木却是有些待不住了，他想赶紧要找个僻静的地方试验下新技能，刚才浅尝辄止，还没有来得及叠加层数。当然，绝对不是因为没爽够。就在这时，看上去极为年轻的班主任走了过来，他拍了拍手，神色温和。好了，已经觉醒的同学过来登记下职业吧，待会要开学员大会，大家暂时先别回去。得，实验暂缓吧。夏木无奈地停下了脚步，他从班主任手中接过碳水笔，找到自己名字后方的空格，飘逸地写下牧师2字。班主任陈月顿时一愣，他直接甩了个洞察术过来，随后表情变得有些怪异。还真是牧师，怎么回事？在这个班级里，他可是最看好夏木的。对方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剑术上的天赋也很高，按理来说应该不至于觉醒这种鸡肋的辅助职业才对。不过觉醒确实需要一定程度的运气，有些人在测试中发挥得很完美，但结果就是不尽如人意，这种例子在之前也屡见不鲜。对此他也只能在心中道一声可惜。带了数十届学生，各种职业早已司空见惯，辅助的位置虽然重要，但一般都是团队中的小透明，几乎没什么存在感。就算对方觉醒的是个专属职业，一个小小的牧师又能强到哪去？无非多加点血罢了，还危险的要命。跟那些顶尖职业比，可以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正当陈月为夏木感到惋惜之时，雨堂走了过来，十分随意的在自己的名字后面写上骑士2字。陈月接过表格一看，整个人瞬间石化。这两人真的，他哭死。微风轻拂树梢，叶片簌簌作响。宽敞的大礼堂内，朱红色的地毯在脚下铺开，宛如舒展的血脉。正中央的舞台上摆放着一架华丽的钢琴，镀金的琴脚绚丽夺目，琴键洁白如玉。一袭黑色礼服的年轻男子正襟危坐，他手指舞动间，悠扬动听的音符在整个礼堂回荡。只是这优美的钢琴声依旧盖不过下方的窃窃私语。刚觉醒的小学员们就如一只只活力四射的麻雀，叽叽喳喳嚷个不停。大家按指示标牌站好，近战输出来这边。错了错了，你应该是坦克，别往这边凑。治疗呢？治疗！前方的指导老师扯着嗓子大喊。这所学校的老师都是职业者，不过觉醒的职业大多一般，而且等级都不高。毕竟度过了前20级的新手期，后面可就无法随意复活了，所以大家都在卡等级，故意不突破。来的路上，夏木不时好奇地丢出洞察术：剑客、元素法师、枪炮师、武僧、召唤师、铸造师。周围学员们的职业真是五花八门，看得人眼花缭乱。他们9班也出了个相当不错的职业者，苏雨，恶魔召唤师。虽然比风灵刺客差上一些，但也是妥妥的第一梯队职业了。尤其是召唤师不用自己抗怪，只要宝宝够强，单通秘境几乎没什么压力。这个平日里表现一般的小男生兴奋坏了，隔着厚厚的眼镜片都能看出他眼神中的激动。看来他测试超常发挥了，果然觉醒改变命运。夏木扫了一圈，并没有发现王宇轩的身影。咦，这家伙转性了吗？居然不显摆一下。夏木微微一笑，低调地朝举着治疗标牌的老师走去。那里莺莺燕燕一片，几乎全是软妹子，他一个大男生混入其中，格外显眼。
一般而言，系统不会乱分配职业，觉醒辅助系职业的几乎都是没来得及击杀掉怪物的学员，而且估摸着他们是拿个远程武器在后面刮痧，连 BOSS 的第2阶段都没打出来。别看夏目能够满血击杀 BOSS， 但这个测试的难度其实一点都不低。要是换个学员来打，恐怕一开始就会被扭曲树精的藤蔓抽个七荤八素，更别说近身找弱点了。喂，夏大神，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清脆悦耳的声音传来。正欢快聊着天的女孩突然注意到了靠近的夏目，眼神中满是错愕。对他们来说，治疗职业也挺好的，在后面加血就行，前期大把队伍哄着，大不了不突破20级嘛。以后当个老师什么的也轻松自在，何必去领略高处的风景？没走错，我觉醒的就是牧师。夏目一脸平静。哎，真的假的？小女生们一怔，纷纷丢来洞察术。随后他们都沉默了，目光中带着一丝怜悯。星火学院里，夏目虽然低调，但奈何他跟那位大名鼎鼎的校花走得太近，几乎没人不知道他。夏目的成绩很好，各科目分数都高得离谱，和雨堂形成鲜明反差。而且据说他的剑术也很强。牧师不应该啊。夏哥，节哀。一位大眼睛的萌妹子轻声安慰道。其实牧师也没什么不好的。夏目，这话怎么听起来有点怪怪的？没事，我觉得挺好的。牧师可是一个神圣的职业。他摆了摆手，露出阳光灿烂的笑容。神眷牧师的含金量，家人们谁懂啊？一时间，众人的目光更加怜悯。完了，这打击是不是有点大？夏哥好像彻底疯了。没事的，校花哥哥不是觉醒了骑士，这样一来，哇塞，他们好有默契哦。有个鬼默契，这是意外。夏目心中疯狂吐槽，不过他无力与这帮八卦的小女生们争辩。对了，雨堂那小子呢？他转头望向远处，突然不厚道的笑出声来。跟辅助职业一样， MT 同样也比较卡性别。此时雨堂正一脸无奈地站在一群小胖子中央，左右为难。第7章凤凰军团。随着最后一个琴键被按下，优雅的钢琴声悄然飘散，只留下余音袅袅。下方也逐渐变得安静下来，学员们脸上满是期待。终于等到这一天，神秘的遗迹大陆，他们来了。夏目定睛朝舞台上望去，柔和的聚光灯垂落，一袭红影走上台前，他轻轻拍了拍话筒，声音磁性十足。喂喂，听得到吗？女子面容姣好，气质高雅，只是那双迷人的眼眸中仿佛透着一丝淡淡的沧桑。夏目心中不由有些憧憬，对方便是凤凰军团的骨干成员，59级的元素法师，星火学院的校长燕晴。100年前他就已经担任这所学院的校长，现在应该接近200岁了。凤凰军团是神州最强的女子职业者组织，也可以算世界上最强的组织之一，始终霸占着等级排行榜的前6位。当然，这是一个充满曲折和意外的故事。每当从课本中读起那段尘封的历史，夏目都感慨不已。目前职业者的最高等级只有67级，是凤凰军团的创始人，天星学院的校长莫风华。事实上，他现在专注于教育，已经数十年没有踏足过遗迹大陆了。不是不想去，而是不敢去。其他几位60级的职业者也是同样的处境。遗迹大陆每过10级换一次新地图，可以通过探索和击杀特殊怪获得固定数量的额外属性点，提升实力。最终，职业者需要挑战地图进阶 BOSS 才能完成突破，而且一旦突破便无法再回到低级地图。比如说，一名39级的职业者需要单挑或组队打赢 BOSS 才能升到40级，而且无法回到30-39的地图。另外，所有人突破挑战的难度都相同。前19级倒还好，毕竟是新手福利期。从20级开始，这难度就呈几何指数增长，而且一旦死亡未能获救，灵魂便会附身至距离最近的怪物身上。若是天赋者被人类附身的怪物杀死，又没有在限定时间内被救活，那很可能会彻底化为数据流消亡。被附身的怪物亦是如此，死一次便会正常刷新，失去原本的智慧。所以，很多较弱的职业者根本不敢突破20级，毕竟那时他们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怪物，还有化为怪物的人类。曾经那些怪物好杀，但一旦他们拥有了人类天赋者的经验和技巧，那就是噩梦级别的难度了，尤其是那些面板异常强大的 BOSS。 所以30级以后的奶妈是高危职业，基本上第一时间就会被那些拥有人类智慧的怪物集火杀掉。到了40和50级，基本就是各大组织和怪物联盟的博弈，普通职业者进去纯粹是送死。当时的凤凰军团名气并不算大，全靠团长莫风华一个人撑着。他觉醒的便是夏目等人心心念念的顶尖职业风灵刺客。为了快速突破60，莫风华决定放弃追求完美，只收集了3/4的属性点，便尝试带领队伍挑战60级进阶 BOSS 风暴剑皇。最后经过一番惨烈的战斗，凤凰军团最强的20人终于战胜了 BOSS。
他们在用掉了无数珍贵的道具和药剂后，还是死的仅剩下3人。还好剩下1名治疗，所以无人死亡。自此，凤凰军团一战成名，无数女职业者纷纷加入。他们的突破也激励了其他国家的组织，他们纷纷效仿，放弃集齐所有属性点，直接挑战 BOSS。结果很多队伍因为急于求成，死伤惨重，导致 BOSS 被附体，实力一增再增。1周内，加上凤凰军团，只有不到60人突破。就在这个时候，影响最大、直接改变遗迹大陆格局的惨剧发生了。当时神州公认的第一强者不灭战士剑一已经集齐了50到59级地图所有的属性点，他为了获得最高的突破奖励，毅然决然地发起了单人挑战。据传，历经整整12个小时，他与被西兰国法皇附身的 BOSS 拼到了最后一滴血，双双殒命。此后，剑一的灵魂附身在刷新的 BOSS 风暴剑皇上，成为了遗迹大陆的终极噩梦。近100年来，再没有一位职业者能够突破60级。对后面出现的职业者来说，59级是满级，所以大家升级的节奏都开始佛系起来了。反正突破不了60，可以慢慢来，不着急。自那以后，神州没少受各国针对，他们也是苦说不出。谁知道那个疯子会独自去挑战啊？再说了，那些指责他们的国家又不是没去送人头，只不过他们职业者的实力比剑一差太多了，不可能像对方那样直接卡死所有人的突破之路。因为剑一的鲁莽行动，60级的地图上，凤凰军团的顶尖20人队伍也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疯狂针对。不过好在其他突破的职业者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并不像凤凰军团的众人那般配合无间，最终硬生生被他们反杀了大半。只是这场战斗下来，他们2败俱伤，凤凰军团20人的队伍直接缩减1半，而且3个能复活的治疗职业全都死了。其他组织的职业者也不好过，剩下的人数几乎相当，辅助职业一次性全死光了，根本来不及救。灾难性的后果便是60到69级的地图上，怪物联盟一家独大。没有新鲜血液的加入，幸存下来的职业者在这片新地图上寸步难行，还经常受到怪物们的围剿，伤亡惨重。在死到仅剩6个人的时候，神州高层终于说服了莫风华。在冰冷的现实面前，他和队友商量了一下，决定放弃踏足遗迹大陆，转而成立天心学院，为神州培养人才。在此之后，天心学院便一跃成为神州最顶尖的职业者大学，无数天才学员竞相申请，他们的身影活跃在遗迹大陆和各大顶尖赛事的舞台上。或许是受到莫风华的影响，凤凰军团里的很多强大职业者都选择自己创办学校，星火学院的校长燕晴便是其中之一。这可是满级职业者，夏目激动的心情中掺杂着一丝遗憾，可惜对方不是那6人之一，否则自己也算是见证历史了。这时，颇具威严的声音从舞台上传来：“各位亲爱的同学们，请安静一下。”见校长都发话了，学员们也不敢继续喧闹，偌大的礼堂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一袭红色礼服的燕晴朝下方扫视了一圈，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很好，我知道大家现在都很兴奋。今天我们齐聚在这里，共同见证着你们迈向新的篇章。首先，我要向已经觉醒的同学们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恭喜你们成为职业者的一员。在你们即将踏上遗迹大陆之时，我希望通过这次年级大会，能够给予大家一些重要的启示。第一条，坚持追求梦想，勇往直前，不要因为一点困难就退缩不前。老师们都是你们坚实的后盾。第二条，珍惜友情与合作，这些友谊将会是你们在遗迹大陆上最宝贵的财富，只有互相支持和帮助，才能组建最默契的小队，共同成长。第三条，第8章，准备。那些没有觉醒理想职业的同学们，请不要怨愤和沮丧，终有一天，你会发现，沿途的风景其实也很美好。无论是风雨交加的时刻，还是阳光明媚的日子，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你丰富多彩的人生，让你的旅程变得更加精彩。当了100多年的校长，燕晴的演讲经验极为丰富，他的话语简直就像一束温暖明媚的阳光，驱散了很多学员心中的阴霾。14、15岁的学员们正值青春年少，他们听完后，一个个就跟打了鸡血一样，眼睛里泛着纯真热血的光彩。看来，不管是哪个世界的学校，鸡汤总是通用的。不过，可能是因为前世高中鸡汤喝得太多，夏目对于燕晴校长的讲话并不感冒，听得直犯困。他的心已经彻底飘到遗迹大陆里去了。燕晴讲完后，微微一顿，目光瞥向一侧。时隔7年，我们的学员中再次有人觉醒了顶级职业风灵刺客，可喜可贺。那么就让他作为学生代表上来分享一下心得吧。夏目抬起头，一道格外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只见王宇轩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朝台中央走去。当然，在校长面前，他还是有所收敛的，恭恭敬敬行了一礼。没关系的，不用太拘谨。燕晴淡淡一笑，
眼神中带着一丝怀念。他将话筒递给了少年，转身朝台下走去。王宇轩独自一人站在台上，感受着台下各种羡慕崇拜的目光，神情激动。各位领导、老师和同学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初一3班的王宇轩。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为神州的崛起而奋斗。真能装的。夏木听得差点笑出声来。这小子年龄不大，假大空的言论倒是一套一套的。另一边，雨堂撇了撇嘴，真让人不爽。虽然魅惑骑士也不错，但他还是更喜欢风铃刺客一点。王宇轩读完稿，深吸了一口气，红着脸开口道：借此机会，我也想对某位同学说一句，若是你愿意加入我的小队，咱们可以傍晚小树林。话还没说完，一道模糊的红影飞速闪现上台，直接将他拖了下去。嗨，多谢王宇轩同学刚才的精彩发言。燕晴瞥了眼下方满脸不甘的男孩，眼角微微抽搐。下方爆发出一阵哄笑声，站在夏木前方的几位小女生眼里却是闪着光。西西，他想叫谁去小树林啊？那可是风铃刺客哎，应该没人能拒绝吧？反正我不会拒绝的，我也想进他的小队。有人注意到了夏木脸上的怪异表情，好奇问道：夏哥，你知道吗？夏木扶额摇头。燕晴重新站在演讲台中央，脸上风轻云淡，仿佛刚才什么也没发生一般。这种事情他毕竟见得多了，经验丰富，处理起来相当熟练。觉醒了顶级职业后，没点变化才叫奇怪。前些年还有位学员上台连爆粗口，疯狂叫嚣那帮欺负他的学员，差点背上了处分。年轻气盛嘛，都能够理解。不过这是公众场合，有些话再说下去，影响可就不太好了。其实要不是教导主任多次提议，再加上王宇轩觉醒的是风铃刺客，他甚至都想取消学生代表发言这一环节。燕晴很快将这件事抛之脑后，他望向台下，神色变得认真起来。好了，大家安静，学员大会也差不多该结束了。接下来需要通知2件重要的事情。首先声明一点，校内禁止使用技能斗殴，违者会被记过处分，性质严重恶劣的将被逐出学校。不管你觉醒的什么职业，我们都会一视同仁，所以希望大家好自为之，有问题可以多和老师商量。我可不希望明天看到某些同学的宿舍炸了。第2件事，同学们可以回去熟悉下自己的面板和技能，明天上午8点，大家准时在各自的班级集合，一同进入遗迹大陆。第一次进入，我建议大家还是选择神州固定的3个安全点，千万不要随机，这一点班主任到时也会再次说明。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轻叹一声。我知道，即便我强调了很多次，每年还是会有个别自命不凡的同学选择随机传送，我只能说后果自负，到时不要哭得稀里哗啦的来找我，这里面风险太大，你们把握不住的。我希望所有同学都能安全的度过这段新手时期。这次进入遗迹的时间是7天，到时会有经验丰富的学长学姐来指导你们如何快速升级和获取属性点。夏木摸索着下巴，若有所思。众所周知，0-19级地图中死亡并不致命，但若是死了，惩罚还是相当严重的，不仅会被逐出遗迹，而且短时间内无法再进入。对于初次进入遗迹的学员们来说，这简直是巨大的损失。随机传送就是这点不好，无法确定落地位置，一旦传到 BOSS 脸上，那可就直接凉了。思索片刻，夏木准备回去复习一下地图知识，再做决定。学员大会结束后，夏木在礼堂门口碰上了脸色铁青的雨堂，他一下子看出了什么，神色微变。喂，你不会真要去吧？当然，他既然都邀请了，怎么能不去呢？呵呵呵，雨堂咬牙切齿，比女生还俏丽的脸蛋上露出了恶魔般的笑容。你别，校长都说了，乱用技能会被处分的。夏木苦笑，揍他还用得着技能？你也太高估他了。雨堂白了他一眼。放心吧，不会出人命的，顶多让他断子绝孙。夏木，要不要这么狠毒？现在他只想为王宇轩默哀3秒钟。就在这时，一道轻佻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哟，这不是夏哥吗？戴着一副纯白耳机的高大少年正缓缓朝2人走来，脸上满是幸灾乐祸的笑容。牧师，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辣了啊？第9章厕所风波。夏木淡淡的瞥了王宇轩一眼，刻意拉高音量。怎么，你看不起辅助？王宇轩感受到周围不满的目光，气势顿时一泄。哼，我可没这么说。打量着眼前平静从容的少年，他摘下耳机，冷哼一声。夏木，等着瞧，我们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的。你说的对。夏木点头表示认可。王宇轩一下子被整不会了，脸上浮现一丝疑惑。这家伙难道变佛系了吗？不待他继续思考，一旁的雨堂插话道：喂，轩哥，你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啊！王宇轩呆滞的转过头，他不敢置信的伸手指了指自己。你是在叫我吗？
废话，不然呢？雨堂没好气的开口。王宇轩兴奋的几乎要跳起来了。算，当然算数。识时务者为俊杰，看来对方终于意识到了风铃刺客的价值。想到这，他不禁朝夏目投来怜悯和嘲讽的目光。雨堂将王宇轩拉到一边，故意摆出一副苦闷的神色。可是，我只觉醒了骑士职业。闻言，王宇轩丝毫不在意，他拍着胸脯保证道：“没事的，雨堂，只要你愿意加入，我绝对给你最核心的位置，优先分配装备。”身为顶级职业，他在小队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雨堂犹豫了片刻，似乎终于下定了决心。他展颜一笑：“要不吃完饭咱们去小树林详聊？”“好啊，好啊。”王宇轩此时已经被迷得七荤八素了，如小鸡啄米般连连点头。雨堂一阵恶寒，他偷偷冲夏目眨了下眼。夏目见状，只得有气无力地冲过来配合道：“喂，雨堂，你可别被他骗了，咱们不是说好一起组队的吗？别做梦了，我跟你不熟。”雨堂微微别过脸去，表情仿佛带上了一丝嫌弃。夏目嘴角一抽：“兄弟，你这演技略显浮夸呀。”“哈哈，夏目，认清现实吧，你现在只是一个弱鸡牧师而已。”王宇轩心情大好，他居高临下的望向夏目：“怎么样，要不要来求我？说不定还能赏你一个替补队员的位置呢。”“你欺人太甚！”夏目语气激动，一副要冲上来拼命的架势。不过他的心中却是波澜不惊，这家伙太蠢了，他演得好没意思。见对方眼神凶狠，王宇轩有些怂了，他后退两步，看向一旁的雨堂：“那个，我晚上就在小树林等你。”他依然沉浸在自己的美梦中，无法自拔。“不见不散。”雨堂微笑挥手。王宇轩脚步都飘了，要不是肚子有点痛，他高低不会这么快离开。见对方走远，雨堂扭过头看向一旁的夏目，语气瞬间变得阴沉。“MD， 怎么说？老子忍不了了，今晚要不一起做掉他？”“夏目，刚才你演的不是挺开心吗？”想了想，他皱眉提醒道：“行了，别开玩笑，那家伙有隐身技能，你悠着点。”“呵呵，放心，在我面前他用不出来的。”雨堂满脸不在乎，他眼珠微微一转：“我在想到时是麻袋、水漂还是点天灯呢？老夏，要不你赶紧帮忙选一个。”夏目捂着脸，神色纠结。这些是他们曾经整人时的暗号。在成长院的时候，雨堂经常被欺负，无奈之下，他就拉上夏目使出了这些招数。后来那些调皮的小男生们看到他，都开始绕道走。麻袋就是套麻袋拖走，直接扔小黑屋；水漂是指把对方扒光，套个救生圈扔水里飘着；点天灯嘛，不提也罢。反正都是雨堂出的主意，若是把这家伙切开，估计整颗心都是黑的。那就，要不都来一遍？雨堂跃跃欲试。算了，随你吧。夏目已经不敢管了，只能说王宇轩是真正的勇士，相信雨堂开发的小游戏一定会给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夏哥，你真不想现场观摩一下？雨堂露出恶魔般的魅惑笑容，正尝试将他拖下水。好兄弟嘛，干坏事就得一起才有意思啊。到时再说。夏目轻咳一声，突然捂住肚子：“我上个厕所，你先回去好了。”王宇轩其实并没有走太远，他就藏在礼堂走廊的转角后，偷偷看向两人的位置。在看到夏目和雨堂争执不断，最终分道扬镳的场景后，他终于放下心来，露出了得意的笑容。雨堂居然为了自己跟夏目起争执了，哼，那些大人们说的对，人性果然是经不起任何考验的。师生们走得差不多了，夏目又重新回到礼堂，他随便找了间没有人的厕所，迅速钻了进去。不多时，最里面的隔间中传来一声舒爽的呻吟。1层，2层，夏目逐渐放开了，缓缓将真言术的效果刷到了5层，愉悦感一下子翻倍。他浑身跟触电了似的，疯狂颤抖，即便死死捂住嘴巴，还是控制不住的发出不雅的声音。30秒后，他如一滩烂泥般瘫倒在了马桶上，眼神迷离，手指微微抽搐，嘴边溢出了一丝晶莹。卧槽，这要刷到30层还得了。夏目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治疗技能问题好像有点大。谁能想到真言术附带的极度愉悦效果能有这么恐怖？他欲哭无泪，自己刚才好像高兴早了。要是这样加血，那不得把队友搞死。想到这，夏目的心情陡然变得沉重。他就说嘛，每秒30%的持续治愈效果也太 bug 了。果然，天上不会平白无故掉馅饼，神眷牧师就是一个大坑。咚咚咚！就在这时，突然有人敲响了夏目所在隔间的门，吓得他一激灵，差点从马桶上翻了下去。很快，一道蕴含着怒气的厚重嗓音透过门板间的缝隙清晰地传了过来：“同学，你给我出来一下。”第10章。
奇妙的误会。夏目神色一僵，运气真背，学员大会都已经结束了，怎么还有人留在这？而且听声音，门外站着的好像不是学生，该不会是某个老师吧？这就尴尬了。他刚才沉浸在真言术玉的愉悦中，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人进来。砰砰砰，敲击声再次响起。夏目见躲不过去，只得站起身来，硬着头皮推开门。外边站着一个胖胖的大叔，他前额和顶上的头发几乎全部脱光，只剩两颞和头枕部略有残留，看上去格外滑稽。哇，好一个标准的地中海！夏目差点脱口而出，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硬生生克制住了自己作死的欲望。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糟糕。这大叔貌似是他们的教导主任，叫什么名字他已经忘了，反正是个高等级的大地战士。对方似乎并不经常待在学院，只有重要活动才会出席。夏目也只是在开学初的时候见过他几面，不过那火云邪神般的发型着实让他印象深刻。看样子好像要被请去喝茶了。主任，夏目结结巴巴的开口。哦，你知道我？教导主任贺鹏朝夏目身后瞥了几眼，眉头皱起。别套近乎，小小年纪就这么不学好，等会来我办公室一趟，我们好好聊聊。他看着风华正茂的夏目，颇有些痛心疾首，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主任，您误会了。夏目脸涨得通红，有种社死的感觉。就在他准备狡辩之时，眼角的余光刚好扫到对面紧闭的包间门。咦，竟然还有人在。好啊，躲在里面看自己笑话是吧？那就对不住了。秉承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原则，夏目偷偷将右手背到身后，指尖一抹光芒悄然绽放。真言术玉，走你！此时对面包间内的王宇轩正戴着耳机，一边清空肠道，一边跟着音乐的节奏来回摇摆。突然间他菊花一紧，一股酥酥麻麻的愉悦感蔓延全身。王宇轩，夏目再次看向贺鹏，一脸平静地解释道：主任，您听错了，那不是我。他指向对面的包间，右手一搓，微弱的明黄色光芒连续闪动。真言术玉5连刷，还敢狡辩？贺鹏面色不善地盯着他，根本不信。就在这时，另一边的包间内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哦，王宇轩整个人都麻了，这是什么情况？贺鹏也是面色一变，听到背后传出的声音，再看向眼前满脸无辜的夏目，他顿时感觉十分尴尬。嗨嗨，不好意思啊，同学，我刚才好像听错了。他一听到声音就冲了进来，还真没注意到另一边的包间里也有人。没事的，一点小误会罢了。夏目微微一笑，深藏功与名。不过主任，您可得好好劝劝这位同学，不能总在厕所里做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影响实在是不太好。你说的有道理。贺鹏脸色阴沉。那主任，我就先走了。留下这句话，夏目再次刷了一发真言术玉，包间里的声音顿时变得愈发嘹亮。好，你先走吧。教导主任贺鹏随意的摆了摆手，眼神格外危险。这个在厕所乱嚎的学生，简直有辱星火学院的文化。礼貌的告别了教导主任，夏目大摇大摆的离开厕所。临走时，他还不忘回过头，给包间内的老铁再次刷上一发愉悦的治愈术。他已经通过声音辨认出了对方的身份。呵呵，还真是够巧的，让你膨胀，让你嘚瑟，愉悦起来吧。王宇轩捂着嘴，却是叫得更欢了。他虽然意识到了有人在搞自己，但却无力反抗，整个身体就像抽风了一样，完全不受控制。同学，等一下。贺鹏终于想到了什么，他大步追到门口，面色不善地问道：你刚才是不是用技能了？没有啊。夏目两手向前一摊，诚恳道：主任您看错了吧，我怎么会在学院乱用技能呢？您若是不信，可以检查我的魔法值。夏目丝毫不慌，都过去小半分钟了，他用掉的那点蓝早就已经回满，根本看不出端倪。贺鹏丢了个洞察术过去，微微一怔。牧师，好吧，一个神圣的辅助能有什么坏心思呢？一定是自己想多了。他的目光中带着一丝淡淡的同情，这可是一个专门背锅的职业啊，希望对方将来能找到靠谱点的队友，否则……没事了，你走吧。贺鹏想了想，又语重心长地补充了一句：对了，你好好努力，哪怕是治疗职业，将来也是可以发光发财的。谢谢主任，我会加油的。夏目灿烂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随后他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贺鹏摸了摸自己为数不多的头发，若有所思地盯着夏目的背影。这小子心态倒是不错呀，面对自己不卑不亢的觉醒牧师，确实有点可惜了。对了，他貌似还没问对方的名字。就在这时，贺鹏的身后传来一声愤怒的咆哮 ：“MD， 那个地中海，你给老子站住！有本事继续让老子爽啊！”地中海，
贺鹏面无表情地回过头，陡然沉默了下来，眼神中的怒火喷薄而出。只见王宇轩正满脸潮红地站在包间门口，连裤子都没来得及穿上，老二高高翘起，似乎在诉说着刚才的冲动。卧槽，等等，不是我！在看到教导主任那张脸的瞬间，王宇轩本来想骂的脏话直接卡在了喉咙里，他的脸上逐渐褪去了血色。第11章与堂初体验。巧合的是，一位年轻教师正捂着肚子一路疾奔过来，他看到门口发生的一幕，瞬间石化。这不是贺主任吗？还有刚才发言的学生代表，他裤子都脱了吗？死！他倒吸一口凉气，隐约猜到了什么。难怪教导主任强力推荐对方作为学生代表发言，还将他加入重点培养名单。原来他们竟然是这种关系。他的 CPU 快要冒烟了！救命！自己才刚来，什么都没有看到啊！见贺主任投来阴沉的目光，年轻教师额头顿时沁出丝丝冷汗。他急中生智，连忙目不斜视地往厕所里走去，嘴里还吹起了轻快的口哨，想要装作无事发生。待走到最里面的包间时，他砰的一声将门锁死，整个人缩在马桶上，瑟瑟发抖。完了，他就上个厕所，怎么好像把饭碗上没了？年轻教师嘴里念念有词：“贺主任，您可千万别激得我，千万别激得我！外头是死一般的寂静。”王宇轩着急忙慌地提起裤子，一个不小心差点扯到裆。他哭丧着脸，满头大汗：“主任，您放过我吧，我知道错了。”包间内再次传来倒吸凉气的声音。贺鹏皮笑肉不笑地开口道：“哼，刚才叫的时候倒是很嚣张嘛。王同学，说说吧，你错哪了？”作为过来人，他本来只想好好教育和劝诫对方一下，但那一声地中海让他的怒气值瞬间飙升。他明明没有秃，只是头发离开的比较自然而已。王宇轩想起自己之前的表现，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他情绪激动道：“主任，我是无辜的，刚才有人害我。”“哦，怎么害你的？说说看。”贺鹏冷笑着看向他：“无辜？真以为他聋吗？当着自己的面居然还敢撒谎，看来将他加入重点培训名单是自己欠考虑了。实力固然重要，但职业再顶尖也需要人品来支撑，否则说不定将来有一天星火学院的名声都会被对方败坏。”他不禁想起刚才那个潇洒离去的小男生，对方看起来明显就要比王宇轩成熟稳重多了。王宇轩红着脸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那个人，他总不能说对方让自己爽翻了吧？这种事情若不是亲身体会，根本没人会信的。贺鹏对王宇轩已经彻底失望了，他摆了摆手，淡淡开口道：“行了，跟我来趟办公室吧。今天你要是检讨不清楚自己的错误，就别想回去了。”啊！王宇轩浑浑噩噩地抬起头，欲哭无泪。他真是无辜的呀，自己只是在厕所上听了会音乐，怎么就发展成这样了？这简直就是一场飞来横祸。王宇轩至今不知道究竟是谁陷害的自己。他耷拉着脑袋跟在教导主任身后，整个人无精打采，就跟霜打的茄子一般。莫名其妙的，他竟然又开始怀念起刚才那种愉悦的感觉了。他使劲拍了下脑袋，神色扭曲，最好别让自己知道是谁，否则……吃过晚饭，天渐渐黑了。教学楼里依然灯火通明，柔和的光芒见证学员们的成长和努力。高年级的学员卷得十分厉害，他们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无法自拔。一记大陆就像是一片真实的世界，里面光怪陆离，包含着极为丰富而系统的知识理论，并不只是单纯的打怪升级。若是对此了解的不够透彻，很多属性点都没办法拿到。此时，夏木正坐寝室里的靠椅上，安安静静地查看着0-9级的地图资料。只听砰的一声，雨堂怒气冲冲地推门而入。他沉默地将粉红麻袋、绳子、打火机、游泳圈等东西从背包里一一取出，整齐地放入自己的储物柜中，然后锁上，看得夏木心里直发毛。雨堂转过脸，咬牙切齿道：“MD， 我足足等了1个多小时，那家伙竟敢放我鸽子！我跟你说，他死定了！耶稣来了都救不了他。哦，还有这事，他莫非看出了点什么？”夏木假装自己并不知情，他合上书本望了过去，一本正经地开始帮忙分析。他当然知道王宇轩没去赴约，虽然没有看到后续发生的事，但想来那位公正严肃的教导主任应该没这么轻易就放过他，起码也得是个1万字小检讨。他不知道的是，此时教导主任办公室里，王宇轩正安分地坐在小椅子上，听着贺鹏灌输青少年打手枪的第101条危害，眼神呆滞而麻木。不会吧？雨堂微微蹙眉，思索着自己被骗的可能性。突然间，他想到了什么，心中一惊。难道说那家伙开隐身回来偷听我们的谈话？这也太不要脸了！夏木不由为之沉默。那家伙可能没你想的那么聪明，不过这倒是提醒了他。
现在学员们都已经觉醒，以后还是得防着点那些会隐身的职业，否则自己的秘密都被看光了。算了，夏哥，不提他了。雨堂好奇地凑了过来，快跟我说说，你到底觉醒的什么职业啊？就是牧师。见雨堂一副要打人的样子，夏木悠悠解释道，不过还要加上神眷两字。神眷？雨堂震惊，这名头听起来就有点唬人。夏木简单描述了一下神眷牧师的2个初始技能，不过对职业特性他却是只字不提。卧槽，真的假的？你这开挂了吧？每秒30%的回血，这不科学！雨堂大惊小叫，直呼系统爸爸偏心。他神色有些复杂，本以为魅惑骑士已经算是很强的专属职业了，没想到夏木的神眷牧师还要夸张。哪怕是顶级职业，一开始的技能也不可能变态到如此程度，这可是100%比伤害和治疗啊！哎，真是既怕兄弟过得苦，又怕兄弟开路虎。嗨嗨，其实也不能这么算。夏木清了清嗓子，有些尴尬地说道，这层数很难叠的。玉堂听到这，心里顿时平衡了许多。我就说嘛，怎么可能这么 bug？ 是不是蓝耗很高？那倒也没有，就是治疗的话会有一点舒服。夏木不好意思地别过脸去。啊！玉堂瞪大眼睛，他以为对方是在凡尔赛。老夏，你是不是故意刺激我的？啊呀，太不公平了！夏木苦笑摇头，这个说了你也不明白，等会自己体验下就知道了。不出意外的话，雨堂今后肯定是他的御用骑士，还是让他早点习惯比较好。好啊，你尽管给我加血试试，我倒要看看怎么个输。哦呦呦呦！雨堂话还没说完，夏木手中白光一阵闪动，他只觉得一股触电般的爽感传遍全身。谁在摸我？啊，好舒服！雨堂脑袋一懵，整个人像是喝醉了一般，晕晕乎乎的，漂亮的脸蛋上写满了挣扎。不对劲，肯定有哪里不太对劲。这 TM 是治疗术。就在这时，夏木低沉的声音缓缓回荡在他的耳旁，仿佛带着一丝坏笑。是不是感觉不够明显？别急，我再给你多刷几层。第12章，震惊的宿管。啊！等等！雨堂震惊的抬起头，他刚想拒绝，只见夏木手中再次闪过一阵白光。2层、3层，雨堂眼中泛泪，他死死捂着嘴，修长的身体紧贴着墙壁，逐渐软了下去。男生宿舍7号楼，张亮跟往常一样，手里提着几瓶运动饮料和各种零食，3步2步跨上楼梯，都是他帮宿舍里那几个孙子带的，一天天的就知道折腾爸爸，真是给他们惯的，下个楼都不肯。楼道间人影稀疏，这个点宿舍楼里的学员并不算太多，很多人觉醒了不错的天赋，都在操场或者小树林里瞎晃悠，四处显摆。张亮刚走到一半，一阵诡异的声音突然从身旁的门板后传来，他的耳朵顿时高高竖起，好像有情况。他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将耳朵贴向寝室门。啊，夏木，夏哥，我不行了，真不行了。嘿嘿，这才到哪，我还没发力呢。啊，好爽，太快了，你慢点来，慢一点。咣当，张亮手中提着的塑料袋一下子摔在了地上，几瓶可乐脱离了塑料袋，朝远处滚去，里面挤满了细碎的气泡。他恍若未觉，信息量太大，有点接受不过来。张亮抬头辨认了一下寝室号，好像确实是那2个人的寝室。原来夏木同学也跟他们一样吗？之前竟然都是伪装。在觉醒完后，他才终于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可怜的雨堂，想起校花天使般的容颜，他顿时有些口干舌燥。真是没想到。啪！就在这时，他的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吓得他顿时一激灵。喂，亮哥，你鬼鬼祟祟躲在这里干嘛呢？哥几个都快渴死了。一个身材瘦削的眼镜男孩出现在他的身后，满脸疑惑。嘘！见是舍友来了，张亮没好气的比了个噤声的手势，他压低嗓音说道：吓死我了，猴哥，跟你说个大新闻，他们2个好像在。什么？眼镜男孩声音都变调了，他眼中闪过一丝抑制不住的兴奋。真是夏哥他们！卧槽，你小声点，别被发现了。好好，快让我听听。寝室内，雨堂蜷缩在墙角，浑身抽搐。他看着不远处一脸微笑的夏木，眼中满是绝望。操，这家伙绝对是故意的。夏木，你大爷的！他已经爽得快动不了了。哦，看来你还有力气。夏木悠闲地躺在靠椅上，指尖光芒盛放，如繁星般闪烁。真言术得效果，终于叠加到了10层。果然如他所料，自己可以在效果结束的最后1秒叠加层数，这样或许能循序渐进的让人适应这种愉悦感。而且从理论上来讲，他在叠到30层后，几乎不怎么需要耗蓝，就可以一直维持这种恐怖的恢复 buff。只不过有点废人啊！
压抑了许久的声音从喉咙中喷薄而出，雨堂披头散发的跪倒在地上，眼神迷离，手指疯狂扣着地板。救命！爸爸，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快停下啊！他这次态度明显诚恳了许多。见他这副样子，夏目终于不再继续。他轻咳一声，淡淡开口道：“那先说好，你等等不许打击报复。”“我不会的。”“你发誓？”“我发誓啊，绝对不打击报复。你可不许反悔。”“操，你有完没完啊！”持续30秒的恐怖效果让雨堂完全不敢有其他想法，他只想赶紧结束这一切。这要是被其他人看到，他形象就彻底毁了。门外，在张亮等人的带头下，已经围满了一圈好奇的学员们。他们听得面红耳赤，心跳加速，羞怯难安，悸动不已。虽然房间的隔音很好，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话语和喘息声，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无比优秀的想象力。卧槽，玩这么刺激！一个小胖子不由咂舌道，肉嘟嘟的，脸红的像个苹果。cosplay 啊哥！啧，看来夏哥确实憋太久了，这么长时间都没结束战斗。一个长着学霸脸的男孩推了推眼镜，盯着手腕上的机械表，5分20秒，应该已经超过成年人平均水平了。呵呵，瞧不起谁呢？话说，你们有没有觉得校花今天更好看了？有人突然低声插嘴道。闻言，众人心里齐齐咯噔了一下，差点到心不稳。滚呐！就在这时，他们身后突然传来一道暴躁的女声：“你们一个个都围在这里干嘛呢？快给我让开！”如同大夏天被泼了身冰水，挤在门口的男学员们心中一寒，顿时一阵鸡飞狗跳。快走快走，灭绝师太来了！真 TM 扫兴，谁喊的他？老子才刚来。完了，感觉夏哥这波要被扫了。小明，你懂得挺多啊。楼道里的学员越来越多，有人幸灾乐祸，有人捶足顿胸，还有人眉飞色舞的开始编造小作文，反正大家都在看热闹。宿管名叫徐乙，19级狂战士，是个身材火爆、脾气更火爆的姑娘。她在星火学院已经待了将近10年了，人各有志。学院里氛围安逸，福利深厚，而且还有专门的一技大陆通道。对于很多职业一般、想要躺平的年轻人来说，是相当不错的选择。何况星火学院还是洛城区最好的初级学院之一，很多人挤破头都想进。当不成老师，当个宿管也不错。虽然待遇差点，但胜在轻松啊。而且逢年过节经常能收到学生送来的礼物，美滋滋。徐乙很喜欢这份职业，日常调戏这帮小男生也十分有意思。只是这次的事件恐怕要闹大了。唉，当初自己就不该同意让那2人一个宿舍的。回想起刚见到雨堂的时候，他脑子完全没转过弯，在宿舍门口拦了许久才让进。这男孩长得也太漂亮了，不化妆都比大多数女孩子漂亮很多。如果把他分配到正常的4人宿舍，那还了得。要不是夏目从小到大都跟他一个寝室，恐怕校方都准备让雨堂一个人独立出来住了。刚才那个小男生着急忙慌找到他的时候，徐乙完全不觉得意外。他当时就说过吗？这2人睡一起，绝对要出事。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几岁的孩子能懂得了什么？想到这，他脚步加快，狠狠拍打着锁上的寝室门。夏目，快给我开门！喂，听到没有？赶紧开门！再不开我砸了呀！听到敲门声，夏目连忙翻了个身，从雨堂的锁喉中挣脱出来，顺手给他刷了一发治疗术。别闹，有人来了！熟悉的触电感袭来，雨堂身子一软，再次缩至墙角。谁闹了？真是恶人先告状！他气愤地盯着夏目，眼神无比危险。麻袋、水漂、点天灯。夏目干笑着摆了摆手，大步朝门口走去。他刚才就听到门口有悉悉索索的声音，只是懒得去管罢了，估计又是几个没事干的小屁孩。谁知他一开门，徐乙就撞了进来，差点直接摔在地上。门缝里还钻出不少小脑袋，好奇而羞涩地打量着里面的场景。徐老师，你怎么来了？夏目扶着门，疑惑地问道。徐乙稳住身子，刚想说2句，结果他一眼就看到了蜷缩在墙角、可怜又无助的雨堂。他的身子还在微微抽搐，似乎经历了不小的伤害。见状，徐乙直接冲到雨堂面前，缓缓将他搀起，有些心疼地问道：“小唐，你没事吧？”雨堂委屈兮兮地低下头，眼眶中闪动着晶莹的泪光。他一指夏目：“老师，他欺负我。”夏目本想着他能解释一下，结果听完后一脸无语。少年果真好演技，不过想坑自己没门的。徐乙却是完全信了，心中怒气更甚。他转头望向夏目，劈头盖脸地质问道：“小王八蛋，你知不知道自己刚才干了什么？”“我知道啊。”夏目一脸平静，他缓缓将门关上，隔断了那些天真而懵懂的目光。“你……”徐乙气得直跺脚，做了坏事
还敢在他面前如此嚣张的小孩，已经很多年没见了。对方不会觉醒了什么顶级职业吧？他先甩了个洞察术过去，结果大跌眼镜。牧师，居然只是个普通的辅助职业，那你在这给我装什么装？徐乙俏脸一沉，活动了几下手指关节。他今天一定要让对方知道花儿为什么这么红。夏目丝毫不慌，他的目光变得格外深邃。解释是没法解释的，如今想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剩下一个办法了。他咔嗒一声将门锁死，微微向前迈出一步，笑容纯真无邪。徐老师，您要真想知道的话，不如亲身体验一下。第13章，气氛逐渐变质。看着夏目奇怪的表现，徐乙突然有种不妙的预感。他后退半步，色厉内荏地问道：你想干什么？我可警告你，他话刚说到一半，只见一道白光从夏目掌心闪过，紧接着自己的身体就像是通了电一般疯狂颤抖。他摸我！徐乙瞪大了眼睛，他夹紧双腿，脸色通红地看着依然站在远处的夏目，大脑直接宕机。酥酥麻麻的感觉在身体表面蔓延，就像是一双双柔弱无骨的手轻抚着他的肌肤，甚至在上面不断吹气。专属职业。徐乙脑海中一下子蹦出了这条信息。他望向面前平静的男孩，眼神幽怨。这难道是他的技能？好变态啊！徐乙一下子明白过来，自己可能闹了个大乌龙。虽然学员间禁止私斗，但试验下辅助技能还是没问题的。要怪也只能怪夏目觉醒的职业不怎么正经。他轻舒了一口气，还好不是自己想的那样。夏目，原来你……还未等他说完，第二道白光再次闪过，身上的舒爽感直接翻倍。徐乙，你这技能没冷却的吗？夏目瞧了眼面板， 0.4 秒的 CD 就跟快乐风男的 E 一样流畅丝滑，叠起来了，层数叠得很快啊！一道道白光落下，徐乙却是快崩溃了。他已经弄清真相，不准备找夏目麻烦了，谁知对方却不依不饶，自己是宿管老师啊喂，怎么能这样？不要这样，不能在这里。他颤抖着迈出一小步，满脸渴望地看着不远处的寝室门，放我出去！可悲哀的是，原本近在咫尺的大门，现在却变得遥不可及。他逃，他治疗，他插翅难飞。徐乙身子一软，倒在了雨堂准备好的椅子上，视线逐渐变得模糊。放我走！啊！他的话语卡在喉咙里，传出去的只有那声浅浅的呻吟。他的身心已经彻底被这股可怕的愉悦感俘获了。雨堂在一旁看得瑟瑟发抖。有些人在看热闹，有些人却是在照镜子。完了，夏哥杀疯了，连宿管阿姨都没逃过他的魔掌。有没有人能来治治他啊？就在这时，夏目和善的目光一下子落到了他的身上，仿佛在质问：刚才干嘛不说实话？雨堂浑身一激灵，连忙挤出一个谄媚的笑容：夏哥，别生气，刚才是我错了，等会给你捶捶腿好不好？慌张之下，他竟用上了天赋，充满魅惑的御姐音回荡在房间内的两人耳旁。徐乙身子剧烈一颤，猛然转过头来，人都快傻掉了。卧槽，这声音！夏目也是一怔，少年绝美动人的脸庞在他视线中放大，仿佛清纯与魅惑的结合。啊，我的眼睛！夏目一把捂住脸，他感觉一股违和的恶心感涌了上来，自己快要弯了。雨堂，呵呵，敢魅惑自己，很好，非常好。看着身上冒着邪恶气焰的夏目，雨堂神色一僵，有种想要跳窗的冲动。他好像弄巧成拙了。夏目深吸了一口气，猛然抬起手，灿烂的白光仿佛没有间隔般的连续闪烁。真言术10连刷！夏哥，别啊！过了好一会，门外的学员们才重新围了上来。他们有些好奇，宿管徐乙都进去好一会了，怎么都没动静？难道是在搞体罚？就在这时，一阵虚弱的轻吟声从门后传来，带着一丝淡淡的愉悦和羞耻。夏目，不要，求你！断断续续的话语传来，让众学员好奇的表情凝固在了脸上。卧槽，他们听到了什么？灭绝师太竟然在求饶？不会吧？难道说……一幅幅香艳的画面在众人脑海中浮现。不得不说，这年纪的男孩荷尔蒙确实旺盛。虽然徐乙脾气暴躁了点，但对他们确实不错，而且经常分享些小零食什么的。而且她长得还算漂亮，身材也好，好多小男生都喜欢她。即便年纪大了点，但在这片数据化的世界里，根本就不算什么。反正大家又不会老去，所以只要长得好看，上百岁的职业者也不是不可以考虑。而且根本没人会说闲话，都是正常操作罢了。听着雨堂近乎哀求的呼喊声，张亮缓缓站直身体，肃然起敬。他竖起一根大拇指，眼中藏着一丝艳羡。夏哥，真乃吾辈楷模，太牛逼了！卧槽，他到底觉醒了什么职业？铁肾战士吗？我觉得应该是累不死的牛。听说好像是牧师。
铁肾牧师，难怪灭绝师太会顶不住诱惑。学霸脸男孩捏紧手中的机械表，倒吸一口凉气，他喃喃自语道：这不科学，没有人能这么持久，没有人。最终，在几位班主任老师到来后，这场闹剧终于落下了帷幕。夏目三人也毫无悬念的被请去校长办公室喝茶。月上枝头，万物既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内，审判的灯光从头顶照落下来，仿佛有种庄严和肃穆的氛围。审视着面前3张无辜脸，燕青一脸头疼的揉着太阳穴，努力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所以，谁来说说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第14章武校交流赛。刚才听到其他老师委婉含蓄的汇报时，燕青整个人都惊了。建校100来年，风风雨雨无数，但他还真没吃到过这么大的瓜。学员众目睽睽下和宿管乱搞，还是3人行。关键在于，始作俑者竟然是个牧师，一个身体孱弱的牧师对骑士和狂战士用强，最后 TM 居然成功了。是他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茶气氤氲，就如同他的心情一般，变幻不定。徐乙低着头，脸颊红红的，他嗫嚅道：“校长，这只是一场误会，我们只是在帮夏目同学试验技能。”对。雨堂就像小鸡啄米似的连连点头，在燕校长面前，他可不敢乱说了。你们觉得我会信吗？燕晴面无表情的看了过来，嘴角泛起一丝冷笑。唰！就在这时，一道白光陡然闪过，燕晴嘴里的茶水直接喷了出来，整个人愣在当场。喂，夏哥，你疯了！雨堂偷偷扯了下夏目的衣角，面色惨白。淡定，夏目小声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这是最有效的办法了。说话间，他再次冲燕晴丢出一道真言术玉。他似乎有些明白这技能该怎么用了。两人足足有着59级的巨大差距，按理说他的所有攻击都会 miss， 但自己是在上加血 buff 呀，妥妥的友军。你总不能连增益效果都豁免吧？等等，我信了。你先停一下。燕晴双手撑在桌上，咬牙说道。夏目见好就收，果断没有继续。对方可是校长，他不敢多得罪，毕竟以后还得在学校混呢。况且59级的元素大法师，怕不是一抬手就能把他连人带骨灰一起扬了。徐乙一脸不满地看过来，眼中泛着雾气。这小子真是欺软怕硬，自己之前明明也喊了。燕晴微微喘了口气，漂亮的脸颊上荡起一层迷人的红晕。她盯着面前阳光帅气的小男生，神色满是疑惑。夏目，这是你的技能？他不信邪的再次甩了个洞察术过去，对方面板上显示的依然是牧师职业。咦，等等，血量怎么这么高？他心中恍然。是了，专属职业，只有专属职业技能才会附带各种特殊的效果。而且像夏目这种能隐藏称号的专属职业，既可以学习牧师的技能进行转化，又可以学习本职业的特殊技能，上限很高。想到这，燕晴神色变得温和了下来，他冲徐乙招了招手。徐老师，你先回去吧，我和他们再聊2句。既然误会已经解除，徐乙继续留在这里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反倒是差点让他看了笑话。校长，我不会被开除吧？徐乙有些慌乱的开口。燕晴抿了口茶，温声劝慰道：“你不要乱想，没事的。不过你回去得赶紧制止他们传播谣言，否则会有点麻烦。”哦，好的，校长小心。徐乙也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扭头就走。在他身后，夏目头顶缓缓打出一个问号。小心？小心什么？他这明明是增益技能，不伤身的，难道让你身心愉悦也有错吗？很快，办公室的门被轻轻带上。燕晴的目光再次落在夏目身上，黛眉微蹙，身上透着一股威严的气势。好了，夏目同学，不用再隐瞒了，你到底觉醒的什么职业？那个校长，我不需要回避吗？雨堂小心翼翼地指了指门外。燕晴浅浅一笑，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早就告诉你了，对吧？而且有你在，他会放轻松一些。那倒是。雨堂小声嘀咕了一句。不愧是校长，看人真准。夏目有些无奈，他只得老老实实的把告诉雨堂的信息再次复述了一遍。燕晴听得很仔细。神眷牧师，饶是他见多识广，还是被夏目的职业和技能惊住了。百分比回血和伤害放在前期或许不是那么强力，但中后期可是妥妥的神技。尤其他还是辅助治疗职业，这就更为稀缺了。虽然都说辅助地位不高是打砸背锅的首选，但那是指一般的辅助职业。要是强到一定程度，小队其他人肯定会把他好好供着的。不错，你的职业特性呢？他习惯性的多问了2句。该不会以后的技能都是百分比吧？校长果然慧眼识珠。夏目小小的吹捧了一句。行了，别拍马屁。虽然有所预料，但对方确认的那一刻，燕晴的心中还是掀起一丝波澜。
这可是顶级名校的好苗子啊！哪怕是几乎不招收辅助职业的天星学院，都大有希望。燕晴眼睛一亮，星火学院这一届新生的水平属实不一般，没想到除了那位觉醒了风灵刺客的学员外，居然还有隐藏的惊喜。只是他的技能效果有点太出色了。想到刚才那股浑身酥麻的爽感，燕晴不由舔了舔嘴唇。夏同学，你这技能以后还是尽量不要在学校里使用了吧，影响不太好。夏木点点头，他已经得到想要的试验结果了。燕晴思索了一会，缓缓说道：这次7天的历练结束后，我们会有一个武校新生的交流赛，你可以尽量争取一下前10名，会对申请高中有不小的帮助。交流赛？夏木微微一怔。是的，本来是等你们从遗迹回来再公布的。燕晴耐心地解释道，每校只有10个名额，你的话基本可以提前确定了，就跟那位觉醒了风灵刺客的同学一样。哦，对于王宇轩能够先自己入选，夏木几乎没有任何意外。看来顶级职业还是很有排面的。那我呢？一旁的雨堂满脸期待，校长让他留下，岂不是说他的名额也……不好意思，我忘记让你出去了。燕晴一拍脑袋，歉意道：雨堂同学，麻烦你不要把这件事说出去，以免有同学好高骛远。毕竟大家都是刚进一季，还是以稳妥为主，要是提前公布了消息，说不定有些学员为了争夺那几个名额，选择花式作死。看着雨堂沉默的表情，夏木有些不厚道的笑了，不过他还是帮忙说道：校长，雨堂他其实也是专属职业。哦？燕晴转过脸，看着面前漂亮的有些过分的小男孩，微微一笑。雨堂同学，方便展示一下吗？看他的样子，似乎并不意外。也是，跟夏木不同，雨堂毕竟是全校闻名的存在，觉醒骑士确实不符合他平日里的表现。雨堂纠结了一会，缓缓抬起头，神色坚定。下一刻，一道甜得发腻的少女音回荡在夏木和燕晴耳旁。喵喵喵！寂静全场，沉默是今晚的康桥。夏木捂着脸，无语凝噎。足足过了半分钟，燕晴僵硬地扭过脖子，重新看向夏木。我们还是来谈谈你的历练计划吧。第15章，苏雨的邀请。第二天，大清早，隔壁宿舍楼传来一声轰鸣，某间宿舍直接炸了。据说是一位觉醒了机械师职业的学员干的，他的初始技能之一是手工炸弹。可能是因为太兴奋，他大晚上突发奇想，捏了个小炸弹，不断把玩研究，最后还把它随意地丢在了地板上。结果舍友清晨起来上厕所时不小心踩到了。当然，爆炸规模很小，造成的伤害也不算高，以惊吓居多。只不过那位上厕所的无辜学员估计会在心里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托他们的福，夏木起了个大早，他甚至有空去食堂点了2份豆浆油条。吃饱喝足，明晃晃的太阳照在身上，暖和的让人犯困。回到寝室，雨堂才刚洗漱完，一副睡眼惺忪的模样。老夏，早啊！他一边梳理着头上的呆毛，一边熟练地从夏木手中接过早餐。待会真不跟我组队？夏木摇了摇头，认真道：算了，这样效率太低。0-9级地图对他来说危险不大，而且2人若是能分在不同地域，可以共享不同的资源，比如装备、技能书、特殊物品等等。行吧，你到时可别后悔哦。雨堂看着自己面板上较高的幸运，一脸迷之自信。在遗迹大陆，初始幸运属性能带个高字已经是凤毛麟角。加油，要是打到什么好装备，可别忘了我。夏木勾着他的肩膀说道。嘿嘿，借你吉言。雨堂笑得像个小狐狸。到时要是有你能用的，叫声爸爸我免费送你。夏木意味深长地瞥了他一眼。哼，你觉得那些小 boss 里会不会爆骑士的板甲装备呢？雨堂闻言顿时一愣，随后他抿起嘴，面色变得有些复杂。初入遗迹的学员中，好像也只有夏木能变态到去和 boss 单挑了，到时要爆了自己的装备，他岂不是又低了一头？可恶！2人来到班级里，刚过7点，学员们基本上都到了，大家脸上写满了兴奋和期待。此时，学习委员苏雨的座位前围满了人，他似乎也已经选好了一起练级的队友。苏雨就是那位觉醒了恶魔召唤师的学员，平时存在感不高，但现在却被大家众星捧月般的围在中央。很多站在顶端的强大职业者都说过，职业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操作他的人，条条道路通罗马。但不可否认的是，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遗迹大陆就像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从没有公平可言，某些顶级职业完全可以做到以一敌百。就像当初的剑一，连续蝉联7年世界个人竞技场冠军，强到能跟被法皇附身的进阶 BOSS 五五开。无论是恶魔召唤师还是风灵刺客，他们的天赋技能威力都远超普通职业，以后肯定会被学院重点培养。所以其他学员才要争抢着加入他们的队伍，从而赢在起跑线上获取更大的提升。夏木，几个男学员看到夏木和雨堂一起走了进来，顿时怪叫一声。
虽然昨天晚上徐乙回去后拼命解释了一番，勉强压住了风波的扩散，但很多同学依然不相信。夏木丝毫不在意，他淡定地坐回自己的位置上，从包里拿出一本地图资料集，随意地翻着页。雨堂感受到周围女生们好奇而惊讶的目光，一时间坐如针毡。就在这时，苏雨走了过来，他扶了扶眼镜，清秀的脸上挂着友善的笑容。木哥儿，我们队伍里还缺个辅助，你愿意加入吗？夏木抬起头，不禁有些意外。为什么找我？他记得自己和对方并无太多交集，几乎仅限于平时的学业讨论。苏雨沉默片刻，缓缓道：我想试着讨伐下野外的 BOSS， 你技术比较好，这样更有把握一些。一旁的两个小女生眼神一暗，她们虽然也是辅助，但操作方面跟夏木完全没得比。见夏木没有反应，苏雨有些急了，神色诚恳道：我可以带你快速练级的，而且这7天里布甲装备优先你挑。啧，这么好，我都有点心动了。雨堂在一旁感慨道：不好意思，雨堂同学，我们暂时不需要 MT。 苏雨认认真真的回了一句，差点把雨堂呛到。夏木扫了眼旁边的几名队友，全是远程职业，法师枪炮手之类的，心中顿时了然。你要去大墓穴？那里离初始传送点不远，走上几个小时就能到。墓穴里的怪物动作相对死板僵硬，若是有强大的召唤兽顶在前面，还真有击杀 BOSS 的可能。实在不济，他们也能从容逃走。这就是召唤师的好处，有事宝宝扛。而且恶魔召唤师的宝宝血厚防高，初期简直碾压大多数 MT， 所以他们压根不需要腿短的近战职业。木哥果然聪明。苏雨见夏木猜到了自己的计划，也不再遮掩。我承认那里确实会有些危险，但富贵险中求，属性点奖励在前期可是很重要的。夏木摩挲着下巴，若有所思。这家伙这么拼，看来应该也知道武校交流赛的事。若自己真只是个牧师，或许就答应了。可惜，想到这，夏木委婉拒绝道：你还是找别人吧，我已经答应和雨堂一起了。合情合理。苏雨犹豫了片刻，还是放弃了同时邀请他们两个，不然伤害就不太够了。他有些失望道：那好吧，我找别人看。祝你顺利。夏木比了个加油的手势。雨堂嫌弃地瞥了夏木一眼，终究还是没有戳穿他的谎言。什么答应和自己一起，明明没有。组完队伍，教室里又进入了闲聊时间。小月，你到时准备去哪里啊？我想去银月谷拍照。那可能有点远哎。你呢？无忧之林吧，那里的怪都好卡哇伊啊，我超喜欢妖精兔。我也是，那一起去吧。好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班主任迈着轻快的步伐走了进来，打断了学员们热烈的讨论。他再次详细的介绍了一遍进入遗迹的细则，又郑重的提醒众人不要选择随机传送。最后一拍讲台，好了，大家跟我下楼，准备进入遗迹。第16章，进入遗迹，永夜石林。学员410239，形象扫描中。遗迹 ID 认证成功。庞大而幻幽的门户从高空投下，神秘的紫色光芒在其中流动，仿佛映照着所有学员的脸庞。夏木只觉得自己处于一片混沌之中，周围的景象逐渐被分割开来，破碎而扭曲。熟悉而清晰的电子音再次响起，请确认是否进入遗迹。是。请选择固定传送、随机传送。固定点默认为神州学员营地。听到这，夏木没有半分犹豫。随机。虽然老师说了那么多，但那是针对一般同学的。他的幸运属性可是极高，不选随机都对不起遗迹之神的眷顾。至于学长学姐的接待和引导，对他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好处，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繁星般的光芒化为细密的流线，从夏木眼前迅速划过，在虚空中留下一道道绚丽无比的印痕。下一刻，他的身形逐渐消失在了原地。穿越时间的迷雾再次苏醒，壮丽的遗迹崛起于山脉之巅，沧海桑田，岁月无情，但这个世界永不停歇。你是开拓者，亦是无上的主宰，大地见证着你的冒险足迹，走过繁荣与衰败的轮回，迎接挑战，解开谜题的锁链。我们将一起书写新的传说，新的历史，让这片土地再次绽放光芒。清幽的絮语在脑海中回荡，编织成沧桑的史诗。遗迹大陆上很快多了一位身着白色布衣、手执法杖的小小牧师。夏木再次睁开眼，周围一片幽暗，一道纤细的月牙悬挂在天边，将清冷的光辉洒向大地。阴冷的气息裹挟在风中，钻过石林的缝隙，带着一丝腐臭的气味。叮！发现永夜石林，属性点+1。夏木一惊，脑海中迅速翻过地图资料。永夜石林，自己还真是中彩了。0-9级死亡率最高的地图没有之一，而且是独立地图，与其他地域并不相连，
只能通过随机传送到达。主要怪物：石头人，皮肤坚硬如石，覆盖着厚厚的岩石质地的外壳，具有很强的防御能力，攻击缓慢，但威力强大，能够破坏和崩裂周围的环境和建筑物。长牙影狼，狼形怪物，体型高大，毛色漆黑，而皮毛上布满锋利的尖牙，善于前行进攻，速度快且具有强大的爪击力量。暗影魔，身形瘦长且全身覆盖着黑暗阴影的怪物，擅长使用黑暗魔法，能够在黑暗中隐蔽行动，并给予敌人致命一击。相比于学院营地的史莱姆和哥布林，这里简直就是噩梦难度。而且夏目记得这里怪的等级都还挺高的，基本都在5级以上。不过嘛，富贵险中求，有百分比伤害在，这些小怪还奈何不了他。夏目仔细观察了一下石林的地形，这里的石峰形态奇异，错落有致，倒是正好可以用实战课讲的阶梯风筝战术。看来幸运值高还是有说法的。夏目神态平静，他握紧手中的法杖，朝石林中走去。借着月亮的光辉，他很快就看到前方那头游荡的暗灰色石头人。石头人 LV5， 血量900-900，还行，等级差刚好在5级，技能 miss 的概率应该不会太大。夏目在心里估算了一番，决定先动手试一下。反正暗炎术痛是百分比伤害，只要怪物血量不超过2万，自己都能在1分钟40秒杀完。至于超过2万血，现阶段应该不可能碰上那种怪物的。也就是说，他杀一只史莱姆和杀那些小 boss 的时间都是一样的。夏目一抬手，掌心黑光一闪，暗炎术痛直接挂到了石头人身上。只见那个巨大的石头哀嚎一声，一瘸一拐地向夏目走来，似乎在竭力忍耐着什么。有这么痛吗？见他速度不快的样子，夏目顿时放下心来，缓缓将其向后拉扯。他还有闲心给自己上了个真言术玉丝。夏目身心愉悦，只是一层效果的话，还是没什么问题的。负9，负9，负9。石头人的血量缓缓下降，虽然不多，但胜在稳定。让其他0级职业来，能破防还不一定呢。过了20秒，夏目再次抬手，一道黑光落在怪物头顶。Miss， 没事，夏目丝毫不慌，继续挂痛。反正暗炎术痛只有公共 CD， 蓝耗更是一会就能回上来。连续挂了2次，石头人再次戴上痛苦面具，皱巴巴的脸凝成一团。他怒吼连连，可惜却是根本追不上夏目，只有被无限风筝的份。咦，又一只石头人。透过石峰底部的巨大空洞，他再次发现了其他石头人的踪迹。石头人 LV6， 血量1100-1100，抬手真言术痛。很快又一只石头人加入了被摧残的队伍，无能狂怒后一瘸一拐地冲向夏目。因为真言术痛可以传染，所以接下来夏目只需要给5级的石头人挂痛就可以了。30秒的持续时间足够他始终维持着百分比扣血效果。接下来就是展现技巧的时候了。因为石峰里怪物众多，他也怕惊动到其他怪物，所以来回的路线都是计算好的。一路将2个石头人引到石峰中层的位置，夏目纵身一跃，直接跳到了下方狭小的平台上。一阵冷风吹过，2个石头人萧索地站在平台上方，呆呆地望着夏目，却是没有跟着跳下来。紧接着他们绕路向平台围了过来。夏目慢悠悠地从平台上走了下来，一脸轻松惬意。毕竟是前19级的图，难度好低呀。他站在道路尽头，静静地看着2个石头人挣扎着走完最后的旅途。暗炎术痛的持续效果，没有意外地带走了他们不到 30% 的血量。暗灰色的石头碎裂一地，化为数据碎片消散。获得基础经验50，额外经验100。获得基础经验60，额外经验120。越级打怪经验是有加成的，5级封顶，越5级的加成有 200%， 相当丰厚。夏目的经验值猛涨1截，接近0级 20%。他弯腰拾取了一下掉落，1银币20铜币，1金币等于100银币等于1万铜币，几个光滑的石块可以当锻造的材料。真穷。不过5、6级的怪物也不能指望太多。借此一战，夏目倒是印证了自己的战术想法，他觉得自己可以适当激进一些。于是5分钟后，一道身影在石林里左突右窜，将周围的石头人全都吸引了过来。大地震颤，烟尘滚滚。望着身后紧追不舍的石头人大军，夏目一边挂痛，一边迈着轻快的步伐朝石峰中层跑去。第17章雨堂的惊讶。叮！一道灿烂的金芒笼罩在夏目的头顶，他面板上的 LV2 一阵浮动，随后缓缓转变为 LV3。经过了数个时辰的酣战，剿灭了无数支石头人部队，夏目成功升到了3级。遗迹大陆里升级需要的经验是海量的，正常来说学员们需要不眠不休刷1个月左右的同级怪才能升到9级，
实际时间肯定要比这长很多很多。当然，这张宽阔无垠的地图将伴随他们2年多的初中生涯，所以只要不是天天来欣赏风景，升到9级轻而易举。当然，对于想要进入名校的学员来说，9级才是真正的开始。装备、稀有技能、额外属性点、竞技场排名，这些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夏目点开面板，再次将新出现的5点自由属性点加在耐力上。有着天赋的加成，他1点耐力相当于其他人的2点。姓名：夏目，职业：牧师，神眷，等级3，生命640，魔法值160，常规属性：力量6，格挡，攻击强度，敏捷6，物理暴击，护甲值，智力16，蓝上限，法术暴击，法术伤害，耐力32，血上限1点耐力等于10点血，精神13，回蓝速度。前9级的法术类职业升级都会有自动的加点，智力加2，耐力加2，精神加1，剩下5点自由属性点便是由职业者自行分配。所以夏目现在拥有的耐力总数就是10加6加15加1等于32，最后1点则是刚开始探索地图时奖励的额外属性点。他的血量已经接近5级的石头人了，正朝着血牛牧师的道路疯狂冲刺。在清理了一圈后，周围的石头怪已经变得稀疏，带来的经验也不够丰厚了。夏目思索了一番，决定继续深入永夜石林。在此之前，他先解除了面板上公共交流一栏的屏蔽。刹那间，99家的消息疯狂闪动，其中雨堂占了小半。夏哥，你传哪里了？我在梦幻花园，坐标 XXX，要是近的话来找我呀，这里怪应该能掉不假装备。儿子，你怎么不理我？在不？卧槽，你 TM 不会屏蔽了吧？0。哎，一个人刷怪好慢，太无聊了。夏哥，你一定猜不到，刚刚突然碰到个快毕业的高手学姐，她觉得我操作不错，准备带我升级，然后去里面打小 boss， 芜湖起飞。哎，躺赢的人生真是寂寞如雪。啧，掉了你的装备和法杖，小姐姐不要，你看着办，只要一声称呼，立马传你。MD， 夏哥，你不会传 boss 脸上被秒了吧？怎么一直不说话？啊！夏目翻看着消息，莞尔一笑，缓缓回了个问号。下一刻，雨堂带着浓浓的怨气秒回：哟，诈尸了呀！夏目打字道：看到你有高手带，我就放心了。哼，我已经2级过半了，怎么说呢？有人带的感觉就是爽啊！恭喜，我也才3级。不可能！梦幻般的花海中，雨堂惊呼出声，小脸涨得通红，引得一旁女子频频投来好奇的目光。没什么不可能的，我只是把你用来聊天的时间用在了刷怪上。你到底在哪里？永夜石林就是那个很阴间的地方，不过怪倒是挺弱的。你确定？那不是死亡率最高的地方吗？都是假的，明明就是升级福地好吧？你看我都3级了。嫉妒使人面目全非。雨堂扭过脸，眼神恍惚地看向不远处的高手小姐姐。学姐，我想问下，你去过永夜石林吗？就去过1次，怎么了？女孩挥手打出一个巨大的火球，直接将面前的精灵蝶砸成光粉消散。那里是升级福地吗？雨堂问道。女孩沉默了片刻，头顶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你在说什么？升级目的还差不多，我有个朋友传送去了那里。哦，那他运气确实非常不好。怎么讲？那里怪的等级普遍很高，血高防厚，而且都聚在一起，一不小心就容易被秒。我去的时候才刚到9级，里面的怪根本没法打，直接死出来了。不过要是现在的话，应该有机会深入一些。雨堂，他又看了遍夏目回的消息，神情复杂。学姐，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那里也有0级职业者能刷怪的地方？0级？女孩哑然失笑，意味深长道：可爱的小弟弟，等你以后有机会去一次就知道了。雨堂跟雨堂简单聊了会，夏目又扫了眼其他信息，几乎都没什么营养。班级群里一片热闹，大家在学长学姐的指引下都升到了1级，然后化作零散的小队各奔东西。众学员聊天吹水，互相分享着信息和图片，好不愉快。前期只要不自己作死，一般碰不到太大危险，所以大家心情都很放松，简直跟郊游一样。苏雨还特意发了个私聊，问怎么没看到他。夏目简单回了个加油的符号。深吸了一口气，夏目再次将学员消息屏蔽。别看他嘴上说的轻松，其实心里还是警惕万分的。毕竟其他怪未必会像石头人那般好对付。看了眼物品栏整齐摆放的几件白板锁甲，一大堆石头和20枚金币，夏目轻轻一叹，继续朝着石林深处走去。第18章知识秘境。石林中心区域，一扇流转着淡蓝色光晕的奇异门户缓缓张开，周围的空气中像是弥漫着激荡的魔力，不断变换着色彩。
夏目看到他的一瞬间，精神顿时一振。知识秘境。此时7天中的第1天已经过去，他还停留在3级，后面升级需要的经验越来越多。5、6级的石头人已经满足不了他的需求，而一路上遇到的长牙影狼和暗影魔又不具备群刷的可行性。这几种怪速度快，攻击高，群刷的话一个失误就可能会暴毙。夏目可不想这么早出局。好在数小时的探索并不是无用功，面前的知识秘境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惊喜。顾名思义，这就是问答类秘境，学霸的最爱。答对了，不仅能获得大量经验，还有一定几率拿到稀有的物品。当然，难度吗？见仁见智，很多时候都只能碰碰运气。前世虽然只是个平平无奇的高中生，但夏目好歹也是挤过那座独木桥的，心里不免有些小想法。不过，在进入秘境之前，还有些工作需要完成。他躲在石峰后，从物品栏中取出一块光滑的石头，悄悄探出头，使劲朝秘境的方向丢去。反射着冷光的石块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砸落在秘境门前，连续翻滚了几下，发出清脆的声响。突然间，一道修长矫健的身影打破前行，一跃来到石头边上，目光中带着一丝疑惑。夏目直接丢了个洞察术过去。影狼王精英 LV9， 生命值6500，6500，魔法值200，6000多的血量，属于低级职业者看着就得绕道的存在，而且精英模板的伤害起码比普通怪高出1倍。夏目记得自己之前只是轻轻被长牙影狼挠了一下，就掉了120的血，影狼王杀自己估计也就3爪子的事情。现在有2个对策，一是找地形风筝，不过这头狼王速度似乎有点快，自己很难成功。另一个对策则是给自己刷30层真言术玉，直接战撸。思考半秒后，夏目果断放弃了第2个计划。要是雨堂在，他或许会考虑一下，但自己一个人嘛，只能边风筝边尝试用法杖格挡。不过法杖的手感比剑差很多，一旦节奏乱掉，自己恐怕就得交代在这里了。夏目脸色阴晴不定，他深吸一口气，还是准备先找个地方升级，等提升点属性再来，这样容错也高些。反正这种秘境短时间内是不会消失的。就在这时，系统的提示音冷不丁的响起：剑约梅花邀请您加入小队。卧槽，还有人在！夏目吓了一跳，他环顾四周，却没发现任何身影。难道说……他猛然抬起头，只见一位高挑帅气的女子踩在耸立的石峰上，红色的披风轻舞飘扬，如同绯红的火焰在他身边燃烧。见他看过来，女子轻盈的一跃而下，在地面上踏出一圈细碎的波纹。她微卷的发梢在风中摇曳，仿佛是天际的彩霞飘落肩头。夏目连忙甩了个洞察术过去。剑约梅花，职业巨盾战士，等级9，生命15201600，怒气槽5100，竟然是9级职业者，而且看样子装备似乎还不错。哈喽，小学弟。女孩微微一笑，热情地打了个招呼，她的眼中带着一丝淡淡的惊讶。你第一次下一季吗？怎么才3级？夏目，这是你真名吗？哪所学校的？他一开口就甩出无数问题，高冷帅气的形象瞬间消失。一季大陆中升到9级就有一次改名的机会，当然也可以提前用改名卡道具进行更名，不过绝大多数学员一开始都是用真名进来的。是的，我是星火学院的新生。夏目乖巧的点了点头。哦，高材生啊，难怪女孩爽朗的自报家门，我是隔壁战盾学院的陈爽，比你大一届，叫学姐就好了。学姐应该也是第一次来永夜石林吧？是啊，运气可真差。剑约梅花愤愤不平道。随机传送果然够坑，这鬼地方半天都碰不到人，小怪一个个还难缠的要死，我真服了。哎，等等，他后知后觉地望向夏目，神情有些变了。夏目学弟，话说你是怎么活下来的，还升到了3级？嗨嗨，都是运气。夏目谦虚道。我主要是卡了下地形。他没有炫耀的意思，轻描淡写的一概而过。陈爽哦了一声，不过他还是没想明白，就算远程职业能借石林地形风筝，也得先破防才行啊。那些动作迟缓的石头人，护甲和魔抗都高的不行，一个3级的小牧师怎么打出伤害的？夏目没给他太多反应的时间，直截了当的开口道：爽姐，相遇即是缘分，咱们一起把这头影狼王做掉吧。说着，他点击了接受了邀请。夏目加入了小队，小队队长为剑约梅花。啊？陈爽犹豫了一下，他委婉说道：我们2个伤害好像不够吧？要不再等等？9级盾战带个3级牧师去打精英怪，总感觉有点侮辱精英这个词了。没事的学姐，看我血量，我可是有特殊装备在的，奶量管够，只要你顶住就能杀。夏目神秘一笑，似乎颇有把握的样子。随后他一抬手，乳白色的光芒从掌心迸发。
陈爽俏脸一红，感觉浑身酥酥麻麻的，说不出的舒服。你这治疗怎么？说话间，一个个16的治疗数字从他头顶飘出。夏目点到为止，神秘一笑：学姐，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的治疗术其实最多能叠加10层，每秒恢复160点生命，持续30秒，应该足够杀掉那头狼了吧？陈爽小嘴张成了 O 型，结合夏目那夸张的血量，他一下子猜到了什么。你是专属职业？夏目平静点头，那确实可以试试看。陈爽心动了，学姐，我其实还有个伤害型技能。不用，不缺你那点伤害，你专心加血就行，记得空好来哦。女孩连连摆手，一个3级的牧师能打出什么伤害？别开玩笑了。好的，学姐放心。夏目比了个 OK 的手势，示意自己懂的。待会不要太紧张，姐罩着你。陈爽回眸帅气一笑，朝夏目比了个大拇哥。毕竟都是学生，陈爽没有怀疑夏目的话，他现在信心十足，有这么强的奶妈在，他根本不需引狼王。毕竟巨盾战士本就以防御见长，稳扎稳打，慢慢磨死对方就行。想到这，陈爽从背后取下长剑和暗黑色的巨型盾牌，战意十足的望向引狼王。掉落我就开需求拾取了，反正我们职业没冲突。这种小精英掉落一般，他其实并没有太大需求，只是依照组队惯例提了一句可以。夏目没有异议，他也不在乎，只是想早点进知识秘境罢了。那我开怪了。好的，学姐小心。嘿，瞧好吧。第19章，你不要再奶了啦。冲锋打击-60，撕裂斩击-122，-5流血-5流血，巨盾猛击-80。剑约梅花，身形化作一道淡红色的闪电，直直冲向引狼王。巨大的黑色盾牌轰然砸下，将他撞得一个趔趄。他的技能释放非常连贯，几个伤害值飘出，一套直接带走了对方近300的生命值。职业者每5级会出现一个固定的空白技能槽，所以9级最多也仅有3个战斗技能，2个职业自带技能和一个从技能书上获取到的技能。自带技能没法更改，但是额外获取的技能却可以重置。不过技能书主要出自秘境和地图 BOSS， 而且有等级要求，只能在0-9级的地图上获取才行，所以好的技能书十分稀缺，有价无市。夏目猜测，这位盾战士学姐学习的额外技能应该就是冲锋，相当完美。虽然少了保命技能，但战士还是得有冲锋才完整。陈爽技能陷入 CD， 连忙后撤半步，持盾挡在身前。引狼王也回过神来，他抬起尖锐的爪子，狠狠拍在巨盾上。格挡！一股巨力袭来，陈爽连连后退，盾牌从面前划开。引狼王继续跟上，再次一爪从他的左肩划过，击碎了护甲。-120，加16。陈爽瞳孔微缩，速度好快！这头精英怪还是相当强的，平时起码要3个配合默契的9级职业者才能应付。自己一个盾战，又带着拖油瓶的牧师，伤害还是差了些，确实有点刮痧。他缓缓将引狼王拉到墙角，卡死位置，避免对方再一次将盾牌拍开。不过盾战士的攻击速度不快，他出手的时候总会露出破绽的。再次抬手砍下一刀，-82。与此同时，引狼王向前撕咬，-180，暴击，格挡。一个人的话有点难顶。陈爽仔细计算了一下血量，应该没太大问题，除非对方次暴击，否则夏目应该能将他的血量拉上来。又一发盾击，陈爽冲远处的夏目喊道：仇恨已经稳住，可以加血了。此时他的血量已经掉到了1000附近，于是适当停下攻击，转为防御。好的，学姐撑住。夏目其实已经出手了，一道黑光自掌心浮现，暗言术痛终于挂到了引狼王身上。不容易啊，第6次终于没有 miss， 他的蓝量难得少了1小节。引狼王哀嚎一声，动作都开始有些变形，一个个稳定不变的伤害数字不断从头顶飙出。-65， -65。他的眼睛一下子变得血红，疯狂拍打着眼前碍事的金属巨盾，一副快要狂暴的样子。卧槽，发生了什么？陈爽紧咬着牙，他的身躯如同狂风海浪中的一叶孤舟，看上去柔弱而单薄。狼王的攻击频率明显变快了，这样下去要糟。格挡，格挡，-78， -120。随着引狼王左右开弓，陈爽血量飞速下降。夏目不敢大意，一道温和的白光笼罩在陈爽的身躯上。真言术御，加16，加16。真言术御，加32，加32。伴随着逐渐加强的治愈效果，陈爽紧紧抿着嘴唇，脸色越发红润起来。他已经察觉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太对劲，仿佛有一双细腻滑嫩的手轻轻划过的身体，
撩拨着他的心弦。如果说1层效果是享受，那5层效果就明显强过头了。学姐，你还好吗？夏木在远处扯着嗓子喊道。哦对了，刚才忘记说了，我的治疗术有一点点特殊效果，不过你放心，忍一忍就过去了，很快的。你陈爽迟钝的手都在颤抖，连格挡都不利索了。他望着将自己堵在角落的巨狼，神情绝望。MD， 这个骗子绝对是故意的。想起对方刚才亲切的喊自己学姐，还一副单纯乖巧的模样，陈爽气得咬牙切齿，自己被坑惨了。不过看着影狼王头顶不断飘出来的伤害数字，陈爽又瞪大眼睛，陷入了震惊之中。他不是个3级牧师吗？伤害怎么这么变态？那一个个跳动的65，仿佛在嘲笑自己的无能一般。一时间，他大脑一片空白，不小心又被影狼王挠了2下，血量飞速下滑。远处的夏木却是急了：“学姐，别分心啊！”看到影狼王刚才的攻击速度，他清楚地认识到，要是陈爽死了，自己肯定也是凶多吉少。不行，得给学姐上点强度了。他手中治愈的光芒连续闪动，照亮了陈爽惨白的脸颊。陈爽半跪在地，无力地将盾牌挡在面前，身体一颤一颤的。不行了，夏木，夏哥，你不要再奶了，让我死吧。可惜他声音太小，只有影狼王能听到。学姐，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努力的。夏木仿佛感受到了陈爽无奈的挣扎，眼神沉痛而坚毅。他悄咪咪地藏在高耸的石峰后面，抬手又给影狼王挂了个痛。影狼王凄厉地长啸一声，见面前的对手倒下，他直接起脸输出，爪子都快要挥出幻影来了。夏木一惊，看着剑约梅花过山车般的血量，他也顾不得隐藏了，救人要紧。想到这，他连忙将真言术玉的层数缓缓推至15层，然后20层，负100，负200，暴击，负5，流血，负5，流血，加320，负160，加320。陈爽血量平稳上升，他眼神迷离的瘫软在地上，叫的嗓子都沙哑了。呀，夏木是吧？星火学院是吧？哦，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要去举报你，一定。第20章，数学好才是真的好。学姐最终还是爽晕过去了。不过任凭影狼王如何狂暴撕咬，他的血量都不见下跌，简直无敌。始作俑者夏木终于从石峰后走了出来，看着极度专一的狼王，轻舒了一口气。学姐仇恨拉的果然够稳，负65，负65，负65。最后3个数字飘出，影狼王缓缓化为数据流消散，原地爆发出一阵耀眼的光华。夏木眼前一亮，卧槽，出子了！一季大陆中，装备品质共分为5种颜色，由低到高依次是白色、普通、绿色、优秀、蓝色、精良、紫色、史诗、橙色、传说。0-9级的蓝装并不少见，但紫装就相当稀有了。至于传说的橙色，只有特殊任务和 BOSS 才会给。夏木定睛望去，影狼战铠，蓝色，胸部板甲，装备后绑定，22护甲，加10力量，加8耐力，耐久度50%，需要等级9。装备当受到攻击时，有10%几率吸收30点伤害。魔狼撕裂者，紫色。武器单手剑，拾取后绑定，85-120，伤害速度 1.60，加15力量，加8耐力，耐久度80，需要等级9。击中可能使伤口破裂，10秒内持续造成总计200点流血伤害。哇，这件！夏木看得倒吸一口凉气，这就是幸运极高的含金量吗？虽然不知道陈爽现在的装备是什么，但肯定跟魔狼撕裂者没法比。这件攻速快，属性高，而且这个附带效果也很适合伤害一般的盾战士。掉落的胸甲也不错，这波学姐赚妈了。因为是需求拾取，而且夏木人品还是不错的，所以他根本没想着去动那2件不属于自己的装备。他最后只捡走了一双鞋子，聊胜于无。狼皮软鞋，绿色，脚布甲，装备后绑定10护甲，加3智力，加3耐力，耐久度50%，需要等级5。装备移动速度获得略微提高，不过暂时还穿不上，只能放物品栏吃灰了。夏木看着眼前发光的秘境，并没有着急进去。他在这位颇有气质的学姐身边守了许久，直到对方睫毛微颤，才大步流星地朝知识秘境走去。陈爽轻哼一声，缓缓睁开眼，他依稀看到一个从容潇洒的背影消失在了秘境入口。他用力移开盖在身上的巨大盾牌，震惊地望着不远处散发着耀眼光芒的装备，一时间神情无比复杂。请确认是否进入知识秘境？是。海蓝色的光芒瞬间覆盖了夏木的身形，
他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一片狭长而幽暗的隧道，无边无际，漫天星光闪动，犹如点点明珠铺满了整个天穹。每一颗星辰都独具特色，有的明亮如日，有的暗淡如水，彼此相互辉映，妙不可言。几颗流星带着绚丽的尾焰从夏目身旁的虚空中划过，令他满脸震撼。虽然在教科书上读过知识秘境的详细描述，但亲眼所见的光景远非冰冷的文字可以概括。太美了！夏目欣赏了片刻，很快平静下来。接下来正戏也该开始了。大大小小的星辰光球意味着一道道不同的知识题，千奇百怪，包罗万象。进去的职业者需要根据选择的星辰回答3道相应题，难度层层递进，很少有学员能答满3道，大多数时候都是一轮游。光芒越亮，难度越高，甚至还可能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战斗。知识秘境曾经出过的题目，星火学院的图书馆也有整理，虽然不多，但窥一斑可知全豹。夏目觉得难度相当大，学渣估计只有放弃的份。尤其是遗迹古语和密码拼图，抽到基本上就走远了。关键是进入秘境后，通讯系统会被屏蔽，无法求助外界，所以想作弊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简直就像是一场针对职业者的智商测试。夏目闭上眼睛，使劲搓了搓手，呼，系统爸爸保佑，给到能做的题目。说完，他猛然伸手指向前方，一颗十分明亮的星辰陡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朝着他的位置撞来。下一刻，一行行水波般的文字在星空中显现：遗迹大陆之盘。遗迹大陆之盘呈完美环形，刻有金、木、水、火、土5种特殊的元素印记。元素印记随机呈现在遗迹大陆之盘上，刻入的每种印记都将呈现在随机选择的半圆上，每种印记的半圆都是独立选择的。现假设您为阵法师职业，对于每个印记都需要完成不同的分割法线，分割法线为直线，必然覆盖圆盘直径，其余水平线的夹角是均匀随机选择的。通过刻画的法线，可将遗迹大陆之盘分成2个同样的半圆形，然后随机选择其中一个半圆来覆盖所需的元素印记，印记可重复叠加无限次。请问，若选择金与火刻印，至少有1/4的遗迹圆盘被2种印记同时覆盖的几率为？挑战实现，1刻钟。夏目读完后顿时一怔，随后面露古怪之色。这题目该不会是数学概率题吧？2个圆拼在一起重叠1/4，这小学生来了都能猜到啊，不就是一手指的事吗？果然书本上说的没错，知识秘境的第一题难度不会太大。不对，这也太简单了一点，难道自己想少了？还是说新手福利？夏目迟疑了片刻，在心里反复演算了几次，最终还是维持了一开始的答案，1/2。恭喜挑战者回答正确，用时35秒，评价 S。 清脆的电子音响起，下一刻，一道柔和的光芒落在夏目身上，获得经验值13900，金币加50，属性点加1。夏目直接升到了4级，他惊喜的一挥拳 ，Yes！ 没想到居然真这么简单，1万多经验抵得上他刷上100个石头人了，简直是坐火箭一般的升级速度。当然，这也跟他回答的速度快有关。要是最后1分钟才回答出来，不光获取的经验值会削弱很多，而且还未必能拿到 S 评价的属性点奖励。知识秘境就是爽，简直是低等级者的福音啊！还未等夏目脸上的兴奋之色消退，第2道题接踵而来，居然还是个连环套题。第2题，您作为阵法师，若想要集齐5行刻印进行拟态演化，请确定遗迹之盘上至少有一块具有非零面积的区域被5种元素刻印同时覆盖的几率。注：可使用模拟演化器。挑战时限30分钟。咻！一块黄铜色的巨大遗迹之盘宛如坠落的星辰，直直停落在了夏目的身前，泛着古老而神秘的气息。5种元素刻印成星形分布在圆盘周围，如同奇异的象形光符，熠熠生辉。第21章，谁是闪亮之星？夏目摆弄着面前的遗迹圆盘，陷入了沉思。遗迹之盘和元素刻印都很炫酷，但对于解题没太大帮助，毕竟概率也不可能真的靠数。5行嘛，也就是说金木水火土都得要，而且依照眼前模拟圆盘的符文排列，一旦确定了第一个符文，后续的顺序就得固定了。相生相克吗？2道刻印变成了5道，难度明显呈几何指数上升。线性规划等等，不如先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如果每次刻印都重叠1/2的话，非零区域任意3道刻印互相重叠的几率应该是1:4，也就是3/4。放在线形拟合图上是个平行4边形，1/2 4/3。这样的话，夏目大脑飞速运转。若是继续排列下去，每次刻印的叠加范围应该是有规律的，5种刻印的话，应该能够模拟成16片不同的区域，剩下只需要确定第一个刻印的顺序即可。既然如此，对应的结果也就是
5/16。夏目足足思考了5分钟，才给出最后答案。恭喜挑战者回答正确，用时7分21秒，评价 A。答对了，夏目不禁松了口气，还好有前世的高中数学思维托底。获得经验值25800，金币80，随机稀有材料+1，随机技能书+1。夏目一下子兴奋起来，其他奖励或许稀松平常，但技能书可是个好东西，希望是牧师职业的。叮，随机稀有材料幻彩蛇皮已收入背包，随机技能书裁决之手已收入背包。夏目瞄了一眼，略带失望。技能裁决之手，需求等级5，描述释放出强大的裁决之力，给予敌人极大的伤害，并附加额外效果。效果根据不同职业进行调整，适用近战类职业。看描述，技能倒是不错，可惜自己用不上啊。至于那什么蛇皮，先放着吧，既然是稀有材料，总会派上用场的。夏目回过神来，幽静的心目中最后一题已经刷新。第3题，除了5行元素外，冰、风、雷等其他元素力量也可以通过特殊方法转化为刻印。随着发现的变异元素刻印越来越多，遗迹之盘的兼容性也逐渐增强。若是你和另外4位阵法师队友集齐了99枚完全不同的元素刻印，依次在5张遗迹圆盘上编制法阵，确定你们中正好有2人能成功刻画出元素共鸣区域的几率，请精确表达。注：元素共鸣区域即指遗迹圆盘上具有非零面积的区域被所有元素刻印同时覆盖。挑战时限60分钟。卧槽，99种，这些阵法师一定是闲得蛋疼吧？夏目微微吐槽了一句。作为有名的探索类职业，阵法师的技能机制十分独特，很多秘境都活跃着他们忙碌的身影，堪称遗迹之地的劳模。不过看这题目，总感觉阵法师风评被害。夏目这次没有再去拨弄模拟圆盘，他觉得自己已经理清了思路。通过前面2道题，大致的规律已经在他脑海中浮现。前面的推测既然没有错，那么一人成功刻画出元素共鸣区域的几率应该是 n 乘以1/2的 n 一次方。99种不同的元素刻印，那就是99乘以1/2的98次方。接下来5选2，再用一次排列组合。他已经有答案了，10乘以99乘1/2的98次方的平方，再乘以1减去99乘1/2的98次方的3次方。夏目非常自信。恭喜挑战者回答正确，用时2分55秒，评价 S。 萦绕在耳畔的电子音如同天籁。获得经验值51100，金币150，法系特殊材料+1，专属技能书+1，属性点+1。夏目的经验槽瞬间又满了，直接升到了5级。智力+2，耐力+2，精神+1。他直接将升级的10点自由属性点和刚才获得的2点奖励属性点全都加在了耐力上，血量达到960，已经快要突破1000大关了。这还是几乎裸装，真是石头人看到了都得流泪。叮，特殊材料魔力法球已收入背包，专属技能书闪亮护盾已收入背包。夏目首先取出那颗小巧精致、散发着明亮光芒的淡蓝色圆球，它的表面布满了流云般的纹路，像是某种奇异的图案。材料名称：魔力法球。描述：用于制造法杖的特殊材料，其中被灌注了强大的魔法能量，通过遗迹大陆的特殊工艺制造而成。它能够高效地储存和释放魔法能量，承载大量的魔力，是制造各种魔法工具和装备的理想材料。效果：魔法能量储存，当前可提取魔力值1000/1000。夏目眼睛一亮，不错呀，相当于随身带了一个冲蓝宝，而且短期过渡之后还可以找人制作成强力法杖。他把玩了一会魔力法球，才慢悠悠地取出专属技能书。直觉告诉他，这大概率又是一个不太正经的技能。技能：闪亮护盾。需求等级5，瞬发，冷却时间15秒。效果：消耗10%的魔法值，在目标周围生成一层耀眼的光盾，可抵挡、吸收施法者总生命值的100%，无法从内部进行物理攻击，持续时间30s，可最多叠加5层。套上护盾，仇恨拉满，你就是全场最靓的仔。唯一适用神眷牧师。好家伙，夏目直呼好家伙。技能效果是真心变态，以他现在近1000的血量，再给自己套上5层盾，满满的安全感。而且这次的备注看起来好像还挺正常的，似乎没什么陷阱。夏目没有丝毫犹豫，直接选择了学习。闪亮护盾的技能书很快化为一道流光，消失不见。他下意识抬手给自己套了层闪亮护盾，试试效果。唰，无数道灿烂的光芒从他的体内迸射而出，在周围汇集成一个蛋壳般的金色护盾。我去，真得好亮！夏目眼睛都有点睁不开了，他感觉这一瞬间自己仿佛成为了敌家。第22章诡异石门。
不愧是闪亮护盾，果然够闪亮。夏目有些头疼，他觉得自己需要戴一副墨镜，否则套完盾之后，连敌人在哪都看不清楚了。灿烂的金色护盾将他包裹在中心，宛若佛祖下凡。除了亮，怎么好像还有点美颜效果？夏目点开面板里的镜子功能，认真地打量着自己磨皮加滤镜的帅气容颜，神色古怪。难怪说拉仇恨呢。而且这要在野外一开，就跟探照灯似的，那些小怪确实都得围上来。倒也不是不行，省得他一个个拉了。正在夏目思索如何最大化利用闪亮护盾的效果时，耳旁很快飘来了没有感情的电子音：秘境试炼已结束，请问是否退出？是。夏目最后忘了眼群星璀璨的天幕，直接选择退出。下一刻，扭曲的空间通道再现，他的身体再次回到了阴暗的石峰中，只不过并不是之前进入的位置。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周围阴暗的角落里，一双双眼睛齐齐睁开，猛然朝他转来。糟糕了！夏目猛然想起，闪亮护盾还套在自己身上呢。他看着周围石缝间射来的一道道暗影剑，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暗影魔、岩石傀儡、灰翼蝙蝠，这么多怪。-120吸收，-120吸收，-110吸收，-80吸收。我操！你们不要过来啊！夏目落荒而逃。好在抵消了伤害，闪亮护盾也随之消失，追上来的怪物数量并没有刚开始那么夸张，但停下肯定会死。夏目不敢再开盾，只能硬顶着伤害，开始用暗炎术痛风筝。一时间，怪群传来一阵阵痛苦的哀嚎声，伴随着龇牙咧嘴的表情。有几只离得较近的灰翼蝙蝠痛得差点一头栽在地上，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像是被灌了假酒。甚至后方的几发暗影箭也没射出来，看来是真的很痛了。仇恨一下拉得更满，各种小怪在夏目身后穷追不舍，他们的身上不停向外涌动着黑气，一堆白色数字疯狂飘出。夏目估计自己的秒伤都要破1000了，可惜杀一头怪需要1分40秒，他根本坚持不到那个时候。当务之急是赶紧找个有利的地形，比如高低平台，亦或是狭窄点的通道。一路的奔跑又吸引到了不少游荡的小怪，身后的队伍再次壮大。2发锁定的暗影剑从侧方袭来，夏目血量瞬间掉了一小截。还好前期的法师怪少有减速效果，否则他就凉了。夏目赶紧给自己挂了2层真言术，咬牙继续向前逃去。有点小爽，感觉身子在飘，但只是2层效果的话，还可以接受。夏目现在已经有点习惯这种不伤身的愉悦感了。随着越来越多的怪加入追击队伍，他的压力也愈发沉重。喵的，自己明明是个超级大奶，拥有强力的护盾和加血技能，可硬是不敢用。真言术加到4层后，他跑步已经开始带喘息了。7拐8绕之后，夏目眼睛突然一亮，心情也跟着激动起来。只见前方的石峰底部出现了一个开了一大半的暗红色大门，阴冷的风从带着腐臭的气息从门缝间钻出，透着一丝诡异。夏目却很开心，天无绝人之路，这不是绝佳的卡怪点吗？以这些怪的体型根本进不去，那么他只要往门里一钻，就可以无伤把这些追着自己不放的小怪全都清理掉。完美。虽然这地方看着有些不对劲，但他就在门口蹭蹭，又不深入进去，应该不可能碰到什么危险。夏目心思活络起来，他默默记住路线，然后闭上双眼，直接将闪亮护盾套在了身上。大家一起嗨起来吧！瞬间，强光照射全场，那道冲刺中的人影像是一颗闪亮的金蛋，在地面上留下一条优美曲折的光之轨迹。旋转、跳跃，我闭着眼。夏目瞬间吸引了周围所有怪物的仇恨。不到20秒，他已经来到洞口，甚至还刻意停顿了一下，让小怪的攻击将自己身上的光盾效果清掉。随后，扭头给最近的蝙蝠挂了个痛，闪身钻入暗红色的大门中。嘿嘿，接下来就是收割经验的时候了。一股阴冷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里面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清。夏目甩了个洞察术过去，并没有发现任何敌对目标。还好，洞里似乎没有怪，这就方便多了。夏目转过身，望向被门死死卡住的怪群，心情愉悦。遗迹大陆严格意义上来讲不存在任何 bug， 这种地形杀也是运气的一环，很正常。谁让这些怪长那么大的？砰砰砰砰，岩石傀儡的拳头猛烈撞击在暗红色的大门上，发出一阵轰响，似乎相当不甘心。好在这门坚硬异常，连血条都没跳出来，看来是无法摧毁的东西。夏目的目光顿时有些怜悯，他再次甩了发暗炎术，痛出去。再见吧。第一批追击的怪血量已经快要红血了，应该坚持不了多久。就在这时，夏目的视线突然微微一暗。阿烈，他怎么感觉门往里面动了一点？等一下，
貌似有点不太对劲。看着逐渐往里闭合的大门，夏目的笑容僵硬在脸上。不是，这石门还能移动的吗？哐哐哐，伴随着无数怪物的重击，暗红色的大门上嘎吱嘎吱的作响，原本能容下一个成年人的开口逐渐变得狭窄。卧槽，你们有没有点智商啊？夏目气得跳脚，来打我呀！打门做什么？他刚从门缝间探了个头，就立马被2发暗影剑砸了回来。打扰了，现在外面怪太多，他出去就是个死。夏目靠在墙壁上，眼睁睁地看着大门被砸得只剩一道缝隙，心中满是绝望。怪确实是卡住了，但人也没好到哪去。扫了眼黑漆漆的洞穴，夏目欲哭无泪。他那么肥的一波经验，还有掉落，全都没了。第23章套装生命的礼赞。最后一丝光亮消失，暗红色的大门内只剩下一片阴冷的黑暗。没过多久，暗炎术砰的效果消失，伴随着少量经验值入账，门外逐渐陷入沉寂。见洞窟内似乎没有危险，夏目直接给自己套了个闪亮护盾。下一刻，原本黑漆漆的洞窟亮如白昼。夏目适应了一下刺目的光线，仔细观察着周围。湿漉漉的岩壁爬满了奇形怪状的植物，最前方有一条狭长的通道，不知通向何处。地面上堆着森森的白骨，不知是人的还是兽类的，有点吓人。好在闪亮护盾驱散了黑暗，让夏目没那么紧张。他从背包里拿出精致的点心和饮料，简单填了下肚子，顺便上了层真言术玉。爽！虽然身为数据生命，哪怕7天不吃不喝不睡也没什么太大问题，但这样总感觉少了点乐趣。这个世界的食物还是挺美味的，夏目觉得以后自己的小队里肯定要配备一个高级点的厨师职业者。毕竟经过厨师职业者烹饪出来的食物，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回血回蓝，甚至还有各种状态加成。他没有继续往前，而是点开面板，先翻看了一下聊天群。班级群已经聊嗨了，各种动图满天飞。大家自由活动后，互相分享着自己的经历和一路上的收获。女学员们还晒出美美的照片，好不热闹。反正要在这里度过近3个年头，大家一开始都以熟悉为主，很少有像夏目这般前期就把自己逼到极限的。当然夏目也很无奈，永夜石林相当于0-9级地图难度的天花板，书上的资料很少，所以容易碰到各种意外。比如说眼前这个诡异的洞窟，夏目就一无所知。雨堂也在疯狂水群，不时晒2张梦幻花园的风景照，里面的花仙子和精灵蝶都很可爱，引得一群女生羡慕不已。毕竟有大腿可以抱，他这次相当悠闲，只要跟着混经验就行。初步甲套装了，有人要不？交换其他物品装备也行，可以私聊。雨堂像个2道贩子一样，直接发了装备截图。生命之守护长袍，绿色，胸部不甲，装备后绑定，6护甲，加5耐力，耐久度20%，需要等级5。套装生命的礼赞06，生命之松不软帽，生命之守护长袍，生命之英勇披风，生命之大地护腕，生命之黑丝腰带，生命之苍翠裹腿。2套装最大生命值提升 5%。 4套装最大生命值提升 10%， 护甲提升10。 6套装最大生命值提升 15%， 护甲提升20。王银666，还得是堂哥，运气真好，我打到现在都没见过绿色装备呢。宋人弱弱的说句实话，这套装属性 M 一言难尽啊。赵可可确实，要是智力或精神套装就好了，我越级打怪伤害实在是太低了。钱多多雨堂，这套装布料怎么样？好看不？好看，我攒点钱买一套拍照。王银呀，早知我也选随机传送了，简直发家致富。陈月同学，你想多了。20条回复过去，话题逐渐开始歪楼。主要现阶段大家都没什么压力，用不着交易这种实用性不高的套装，攒点钱买药水都比这强。就在这时，苏雨突然在群里开口：雨堂，便宜点卖不？10金币，我买4件就够了，头、披风、护腕和腰带。你有这么多金币？见有人问价，雨堂精神顿时一振。稍等，我头和腰带都还没打出来，换其他2个你要不？这种属性一般的前期套装，10金币的价格已经算相当不错了，主要是给脆皮增加点保命能力，防止突然暴毙。私聊。苏雨简短的回复了一句，直接选择潜水。班级里的同学们议论纷纷，他们被苏雨的大手笔惊到了。这才2天时间不到，他们中有些人光顾着四处乱逛，背包里就几个银币，穷得叮当响。送人，宇哥要买，这是准备开小 boss 了吗？吃瓜点 GPG。王莹，我靠，不可能这么快吧？钱多多，据说宇哥他们都快4级了，这就是恶魔召唤师的含金量吗？王莹，宇哥真大腿，
我累死累活才升到3级，好想加入他们队伍啊！赵可可，我才2级多一点，大哥们别卷了，给咸鱼留条活路吧。王莹，咸鱼突刺点击 IF， 生命的礼赞。这套装倒是不错，虽然品级一般，但挺适合自己的。夏木点开雨堂的对话框，直截了当的问道：套装还有不？给我来一套。既然是雨堂，那他根本不用客气。仅过了10秒，消息便回了过来。哟，这不是大忙人夏哥吗？居然有空回消息了，难得呀。夏木微微一笑，隔着屏幕仿佛都能看到他阴阳怪气的表情。此时雨堂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看着自己头顶上耀眼的 LV4， 心情大好。魅惑骑士的职业特性主要体现在防御上，攻击他的小怪都会陷入魅惑状态，不仅攻击容易 miss 造成的伤害大幅度下降，而且还有一定几率互相攻击。即便这样，他的仇恨也一直是拉满的，后面的高手学姐可以放手输出，所以他每次可以拉一群同级怪，而那位学姐法师则充当工具人的角色，用极致暴力的输出直接秒杀。这片偏僻的区域小怪身板很脆，再加上容易掉落套装部件，两人刷得乐此不疲。学姐也不着急，她似乎在等队友过来汇合。雨堂再次从死去的怪堆中捡起一件腿甲，发语音道：嗨嗨，想要啊，一声亲切的称呼，爸爸直接送你一套。难得见夏木有求于自己，他现在格外膨胀。雨堂弟弟，继续刷腰带不？一旁的学姐凑了过来，有些疲惫地问道。这套装虽然属性很差，但外观有种飒爽的古风感，她还挺想要一套收藏的。毕竟女孩子嘛，对漂亮的衣服没什么抗拒能力，要让她们穿属性高却丑不拉几的服饰，内心肯定是不太愿意的。两人刷了几个时辰，其他部件都重复6、7件了，就是不见腰带，仿佛系统在戏弄他们一般。套装就差最后一件集齐的时候，最为磨人。雨堂一屁股坐在地上，摆摆手：学姐，休息会吧，我不行了，要不咱先去其他地方逛一圈，等等再过来。哎，最后一件了。女孩眼中残留着一丝不甘。你再拉一波就一波。看着对方赌狗般的目光，雨堂倒退一步，连声拒绝道：学姐，学弟精力有限，操作不动了呀。他是真有点累了，毕竟引怪拉怪，计算来回路线都是自己在耗费心神。那好吧，我去其他地方逛逛。雨堂顿时松了口气。就在这时，面板上的聊天框微微闪动，他点开一看，惊讶地发现夏木竟然回消息了。嘿嘿，他会不会裁决之手？需求等级5。描述：哎，捡到本没什么用的技能书，你说卖多少合适呢？雨堂：操，一种植物。他眼睛一下子红了。那可是技能书啊，还是稀有技能，这是5级前能看到的东西吗？雨堂咽了口唾沫，他抬起手指，艰难地在消息框中打字道：爸爸，我错了，看在儿子喜欢学习的份上，这本书要不就赏赐给我吧。泪眼汪汪 JPG。 啧，变脸可真够快的。另一端的夏木莞尔一笑，他还是比较喜欢对方刚才那副桀骜不驯的模样。那我的套装呢？马上就好，爹您稍等片刻。毛毛鞠躬 GIF。 可以，你 GKD， 我急用。 OK， 保证完成任务。大佬请先冰阔乐点 GIF。 雨堂点开远程交易，迅速将除了鞋子外的5件套装部件全都发给了夏木。随后他一个滑步，扑通一声跪倒在准备离开的女法师面前。少年抬起头，魅力四射的脸蛋上满是坚定。学姐，我想要刷装备。第24章血色神殿。看着眼含热泪的雨堂，女法师一脸懵逼。什么？我仔细想了想，第一次来一技之地，不能虚度青春年华，应该破釜沉舟，全力以赴才对。雨堂认真说道，仿佛卷王附体。学姐，我们继续刷怪吧，这次不刷出腰带我绝不休息。也用不着这么拼吧，女孩神色古怪。还有，你不是精力有限，连一波都操作不动了吗？扎心了老姐。雨堂干笑了2声，硬着头皮说道：哈哈哈，怎么可能，我精神好得很，别说一波，就算再拉100波都不会累。真的没问题吗？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讲的。学姐小声嘀咕道，她被雨堂180度的大转变惊到了。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放心，我没问题的。雨堂闻言轻叹一声，呈45度角仰望天空，带着些许沧桑和忧郁的嗓音陡然响起：学姐，我现在已经幡然悔悟，如果上天能再给一次选择，我一定不会拒绝。说人话，不然我走了。我想要技能书。高手学姐。夏木从传送空间中取出雨堂的装备，直接换上。遗迹大陆里可以通过系统将获取到的装备传送给好友，而且到了9级还可以开启拍卖会功能，交易十分便捷。当然也有不少骗子混入其中，经常有人因为网恋和诈骗损失惨重。夏木打开镜子功能，心中一喜。不错，
这衣服很帅吗？整个长袍由浓郁的绿色组成，像是大自然中最鲜艳的叶子一样，清新而优雅。绿色绸缎般的质地轻盈，领口简洁大气，向下延伸至胸部，华丽的披风一甩，配上少年英俊出尘的面容，显得潇洒而高贵。从外观上来讲，10金币明显低了，起码可以翻个2倍。他再次点开面板，夏目，职业牧师，神眷，等级5，生命16061606，魔法值20230，装备套装生命的礼赞5/6，狼皮软靴，新手法杖。属性套装生命加成10%，在换上之前打出来的狼皮软鞋，他的血量一下子突破了1500大关，在这个等级可谓相当夸张。还差件黑丝腰带，套装就齐了，他血量又能提不少。吃饱喝足，夏目又发消息催促了几遍，不过雨堂没回，似乎正在拼命刷怪中。于是他也没有继续干等着，给自己套了5层盾，直接往洞穴深处走去。原本黑漆漆的洞窟，此时已经成了光的海洋，阴森之气全无。一路上都没有怪，十分安全。夏目眯着眼睛，仔细观察周围。这通道很长，明显是人为打造的，墙壁格外平整，像是一条回廊。貌似没在书上看到过相关介绍。遗迹大陆的地图实在太大，而且系统又会定期调整更新一些地形和怪物，所以碰到意外十分正常。反正只要整体上大差不差就行。夏目顺着廊道一路深入，前方再次出现一扇暗红色的石门。石门散发着古老而神秘的气息，上面雕刻着各种图案和纹路，缝隙间隐约闪动着一丝猩红的光芒，只是被灿烂的白光掩盖住了。这是……夏目顿时反应过来，神情一下子绷紧。BOSS 跟之前碰到的精英怪不同， BOSS 的各项属性明显超模，一般是留给5-6人的职业者小队攻克的。大多数 BOSS 挑战难度很大，哪怕是顶级职业也很难在同级别下完成单挑。就算想要尝试，也是等装备和属性点获取的差不多了才敢去。而且 BOSS 间亦有差别，书上将其大致分为6类，由简到难依次是野外小怪首领，这种也被称为野生小 BOSS， 就是苏雨他们这次想要挑战的目标。小怪首领一般等级较低，难度没那么变态，比较适合高手们锻炼技术。毕竟遗迹大陆要放在前世，应该算是个相当硬核的游戏。到了中后期，普通职业者甚至连小怪都未必能打过。稀有隐藏 BOSS 地点比较隐秘，死亡后不会再刷新的 BOSS 技能多变，在探索类地图上比较常见，可能会有特殊的挑战机制。大型任务剧情 BOSS 通常队伍规模比较大，有剧情 NPC 帮忙，不过难度也不低，主要看队伍里大腿数量。副本秘境终极 BOSS 有单人挑战型，也有多人型，难度很高，不过大多数副本和秘境都有完善的攻略，所以只要职业搭配得当，用心准备，很少会团灭。进阶 BOSS 高级地图的门槛难度相当夸张，很多人卡在19级，实非自愿。尤其是30级别以上的进阶 BOSS， 几乎全都拥有着人类的智慧，想想风暴剑皇的恐怖就知道了。地图 BOSS 各种工会和组织疯狂争抢的目标，难度无法预计，但手段不限，可以采用人海战术，以及通过各种特殊道具进行消耗。夏目心里估摸着，自己这次遇到的不是隐藏 BOSS 就是剧情 BOSS。 遗迹之地的剧情是随机触发的，遭遇某个 NPC 路过一个特殊的地点，获得某样特殊物品后，很可能就会进入剧情。眼前这扇暗红色的神秘石门似乎有点像是剧情的起始点。夏目思索片刻，还是没有贸然闯进去。他等闪亮护盾的效果消失后，才借着微弱的猩红光亮，小心翼翼地靠近石门，闪身钻入其中。叮！发现特殊建筑血色神殿，获得经验 X50。血色神殿，待看到里面的场景，夏目瞳孔骤然一缩，脸上写满了震撼。昏暗的地底，一座残破的圆顶古堡矗立在视线中心，顶端的诡异雕像上镶嵌着一枚妖异的宝石，猩红的光芒从其中缓缓洒落，熠熠生辉。它或许有过华美的曾经，但现在只剩下支离破碎的墙垣和刻满奇异符文的石砖。黑暗笼罩着大部分空间，微弱的光线透过洞开的窗户洒下来，勉强照亮了血迹斑斑的绒毯。庄严和神秘交织，破碎与腐朽共舞。夏目壮着胆子走近古堡入口处，阵阵阴风拂过，混杂着潮湿和衰败的气味。墙面上斑驳的裂痕，仿佛昭示着岁月的流逝和无尽的等待。铁链声响起，拖曳着长长的影子，仿佛有恶魔在大殿中徘徊。一切无比真实。夏目轻轻抚摸着门口栩栩如生的山羊雕像，感觉自己仿佛跨越了时空，来到一座失落的神殿。第25章，油画与四魔石。荒芜、死寂、凄凉。耳畔隐约传来古老的钟声，轻轻扣动心弦，仿佛诉说着过往的旧事。咚咚咚，夏目伸手敲在厚重的大门上，礼貌喊道：“有人吗？”
里面没有传来任何回应。等了一会，夏目缓缓推开神殿的门扉，只见神殿4个角落猛然窜出一道道幽蓝色的火焰，照亮了周围的景象。解谜场景吗？夏目若有所思，这设计的相当壮观啊！跟残破的外墙不同，殿内的陈设极为精美别致，有种低调的华丽感。四周的墙壁上布满了精美的雕刻和绘画，柔软的地毯一路铺开，延伸至大厅中央，那里摆放着一个巨大的水晶雕刻，表面印着一大段神秘飘逸的文字，鲜红如血，是遗迹文。夏目有些头疼，这是他最不擅长的科目了。他走上前仔细辨认了一番，只见铭文中写着思考1000里4魔石最终门。夏目用逻辑梳理了一遍，大概意思应该是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寻觅4块魔石，开启终极之门。剩下不认识的字也没办法了，很可能是某种提示。再找找其他线索。周围的光线有些暗，夏目直接开启闪亮护盾，赤白色的光芒瞬间淹没了大殿，将每一寸都照得透亮。四面墙上分别挂着4幅油画，画中描绘着不同的场景：迷雾缭绕的山谷，波涛汹涌的海洋，广袤苍茫的沙漠和烟尘滚滚的火山。在大厅的北墙上高悬着一个巨大典雅的钟表，钟表的指针很奇怪，只有时针和分针，而且全都停留在12点。表的附近也有一行遗迹文，大概意思是掌握时间，你将找到真理。所以4魔石是什么？难道是自己理解错了？夏目没有头绪，他走进那幅山谷的油画，又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遍。等等，山谷最中央的绿色区域似乎微微有些凸起，流转着奇异的光泽。夏目伸手按了上去，使劲一拨，掌心顿时多出了一颗翠绿色的宝石，闪耀的绿色魔石。特殊物品，仅可在血色神殿中心的插槽使用。还有插槽？夏目转回到刚才的水晶雕像处，确实发现它的背后有一个方形的凹槽，正好可以嵌入获取到的魔石。他拿起魔石凑近凹槽，系统的提示音瞬间响起，请选择是否放入闪耀的绿色魔石。否。夏目果断拒绝，肯定没有这么简单，而且现在放进去，说不定待会就取不出来了。他抬头看了下墙上的钟表，指针依旧纹丝不动。时间、油画、不同颜色的魔石。夏目脑海中灵光一闪，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他快步走到其他几幅油画中，取走了其中隐藏的魔石。海洋中是蓝色魔石，沙漠中是黄色魔石，火山中则是一颗红色魔石。就在夏目取走最后一颗宝石之时，深沉的钟声传遍了整个大殿。古老而典雅的挂钟上，分针终于开始缓缓转动，仿佛从时间的封印中脱离。中央的水晶雕刻也流转着迷人的光彩。原来如此，夏目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笑容。虽然没有完全看懂遗迹文给出的提示，但他已经找到了答案。比预想的还要简单一些。学过绘画的应该都知道，油画中的色调其实可以烘托出一天中的不同时间节点。例如，清晨是明亮柔和的黄蓝色，日暮则是略显阴郁的黑紫橙。遗迹之地的很多探索都会运用到类似知识，书上也有一些整理过的经典解谜案例，所以夏目对此印象深刻。具体的规律，前人都有总结归纳，夏目只管用就行。红蓝黄绿恰好是4个常见颜色，所以并不难记。蓝宝石对应的是6点，黄宝石8点，绿宝石10点，红宝石下午2点，也就是14点，刚好代表着从清晨到下午的过渡。他再次来到水晶雕刻的凹槽前，等待着投入魔石的时机。当钟表的时间变化的飞快，在时针指到1的时候，沉闷而持久的钟声再度响起。看来是会准点报时。它的分针相当于秒针，而时针又相当于分针，所以表上走过1小时，实际不过是1分钟罢了。也对，要是按真实时间计算的话，自己起码得等上14个小时，那也太久了。当第6次钟声响起时，夏目眼疾手快地将蓝宝石塞入凹槽，请选择是否放入闪耀的蓝色魔石。是。水蓝色的魔石嵌入凹槽后，很快化为一道流光消失，地面轻微震动了一下，但又很快恢复平静。应该没错。夏目气定神闲地继续等待。接下来几分钟，他依次将剩余3颗魔石按照钟表上的时间塞入凹槽。放入最后一颗红色魔石后，地面的震动更加明显了。在夏目惊讶的目光中，高大的水晶雕刻光芒大作，随后轰然碎裂开来，晶莹的碎片洒落一地，很快化为数据流消失不见。下一刻，雕刻正下方的地面上出现一个黢黑的大洞，深不见底。大洞的中央，一道幽蓝色的传送门正缓缓升起。第26章微光骑士团。叮！破解血色神殿第1层谜题，获得经验加5000，金币加5，可选择继续退出。继续？夏目一脸兴奋。当然得继续，自己竟然碰上传说中的遗迹了。既然是遗迹大陆，自然遍地都是可探索的遗迹。只不过遗迹与秘境副本等不同，
是一次性的。一旦被人探索成功，里面的怪物和机关都将不再刷新，最终变为尘封的历史。因为遗迹的数量极多，难度也高，而且还会源源不断的刷新，所以即便历经了数百年，人类也不过是探索完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经验、属性点，甚至还有高级装备、稀有技能书、特殊物品，引得无数职业者纷至沓来。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能把握住这种机缘的，一般顶多捡些小便宜。甚至有部分遗迹，因为进入的职业者死亡率过高，神州特意在地图上做了警示标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划分。至于血色神殿这处遗迹，要么是难度太高，还未有人成功完成探索，要么就是刚刷新的。夏目觉得很可能是前者。他对这个名字有点印象，而且永夜石林地理位置特殊，无法派高手连续攻克。毕竟一旦失败，下次传送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夏目清楚，自己大概率也只有这一次探索机会。跨入传送门，他的身影如水波般消散。下一刻，他出现在一个装饰典雅的房间之中。房间很宽敞，大概有60-70平米的空间，角落处摆放着一张奢华的大床，华丽的被褥整齐地叠放在床铺上，床幔由华丽的织物和金属丝制成，上面镶嵌着各色宝石和镀金的装饰品。周围的墙面上挂着各种宫廷风的画卷，下方还有遗迹文作阐述，仿佛在诉说着神殿过去的辉煌。中央的天花板上吊着一顶水晶灯，柔和的光芒倾泻而下，如梦似幻。夏目不禁打了个哈欠，他看了眼紧闭的大门，没有贸然开启。遗迹闯关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安全区域，用于状态的调整，想必这就是了。至少目前应该是安全的，可以适当休息一会儿。想到这，夏目直接扑到华丽的床铺上，在上面连续翻滚了几圈。啊，好软！他感觉自己身体快陷进去了，完全不想动弹。此时再来2发真言术玉，心灵瞬间得到了升华。足足睡了2小时，夏目才挣扎着坐起身来，精神上的疲惫感一扫而空。他环视四周，确定墙壁上的画卷没什么机关后，这才施施然朝着大门走去。推开房门，外面透着一丝猩红的光亮，一股难闻的气息飘了进来。叮！发现微光回廊，经验值 X50。门外空荡荡的，夏目甩了几道洞察术过去，一个怪都有没发现。他推门走了出来，地面黏糊糊的，一抹暗红色延伸至远处。他往前走了几步，很快发现了一道纤细的身影倚靠在昏暗的角落。有人。夏目连忙甩了一道洞察术。腐败的骷髅，微光骑士团的荣誉士兵，在1000年前的战争中被叛军所杀。搞什么？原来是具骷髅。夏目心中有所猜测，这一层大概率是要战斗了。可是这骷髅没有血条，难道靠近会复苏？他想了想，从背包里掏出一块光滑的石头，朝着骷髅的位置扔去。咔！破布般的斗篷缓缓划开，森白的骨头散落一地。夏目有些意外，居然还真不是怪。突然间，他胸口一痛，一柄生满铁锈的长剑洞穿了他的身体。-620，弱点攻击。-20，流血。-20，流血。好高的伤害，自己要是普通的5级，说不定直接被秒了。剑刃拔出，带起一捧血花，好在疼痛被极大幅度的削减了，并不影响夏目的动作。他一个扭身，躲掉了接下来的一剑，迅速拉开距离。向后看去，只见一个面容模糊、身披黑袍的高大人影正朝他追来。人形怪！夏目心中一惊，连忙丢了个洞察术。游荡的微光刺客 LV9 精英，生命值3700，能量80100。猩红的光芒照亮了那身血迹斑斑的盔甲，在空旷的回廊中十分瘆人。难怪伤害这么高，竟然是9级的精英。夏目抬手挂了个痛，身形飘忽不定，不断拉扯着往安全屋跑去。或许是因为早已死亡的缘故，微光刺客并没有体会到疼痛的感觉，他提起剑紧追不舍。有了防备，夏目自然不会让他轻易得手，迅速逃入安全屋内。砰！刚关上的大门被一下推开。不是吧？看着眼前被盔甲覆盖的身影，夏目退后2步，脸色难看。说好的安全区呢？这也不安全啊！好在对手只有一个，并不算难打。夏目抬起法杖架住劈落的长剑，一个闪身，反手敲在微光刺客的头盔上，发出一声脆响。-0，未破防。嗨，还是老老实实等1分40秒吧。夏目放弃了操作，他来到微光刺客身后，直接关门。小刺客，敢一个人闯进来，你挺勇啊！血迹斑斑的长剑再次刺来，夏目身上陡然闪烁出耀眼的白色光芒，闪亮护盾。长剑刺在护盾上，被光芒吞没。-300，吸收。-280，吸收。套上盾，夏目丝毫不慌，
对方现在打不出弱点攻击，伤害低了很多。他这么厚的血根本不慌，正好练练手。好久没操作，夏目有些技痒，他直接拿起法杖跟对方肉搏起来。负270吸收，格挡，格挡，负300吸收，负260吸收，负0未破防。刺客的攻击速度本身就快，再加上等级和属性的差距，夏目确实有点反应不过来，但无所谓，他就是玩。有本事你先破了我的盾。仅仅15秒，闪亮护盾的 CD 又转好了。唰，灿烂耀眼的光芒闪动，满是裂纹的金色弧度瞬间完好如初。他甚至没有挂痛，不给对方狂暴的机会，给自己上了层真言术玉，浅浅的回复一下血量。加16，加16。5分钟后，满血满盾的夏目开始拿可怜的微光刺客实验各种战斗技巧。嘿，龙回头 ，Z 字闪避，滑步侧击，抖动震击，追影步。夏目的法杖用得愈发顺手，虽然比起长剑还是少了分飘逸，但他已经能够跟上对方的速度，提前进行预判格挡了。两道身影激战10分钟，滴血未掉，一边未破防，一边全是护盾吸收。夏目感觉差不多了，直接加大难度，他再次给对方挂了个痛。负37，负37。微光刺客血量持续下降，终于跌破 50%。他空洞的眼眸中闪过一丝猩红，长剑上仿佛出现一道重影，猛然提速，一下子荡开了夏目的法杖，狠狠刺在金色的护盾上。负480暴击，负200剑影连击，负300。夏目后撤2步，很快稳住身形。这精英怪狂暴后加强了不少啊！不过他刚刷到8000多的盾，硬的简直令怪绝望。你暴击也没用。夏目继续冲上去磨练对战和走位技术，毕竟之后很可能会遇到 BOSS 怪，他得提前热热身。法系职业敏捷较低，没有战士和刺客那么灵活，闪避和格挡都比较困难，所以需要大量预判和细致走位。狂暴后的微光刺客果然难打了许多，仅仅用了5分钟，夏目的护盾就跌至2000左右。负480暴击，负200剑影连击，不断冒出的虚幻剑影打得夏目疲于方便，果然有些勉强了。他一个闪身拉开距离，看着狂暴的刺客，抬手就是一道真言术玉。别急，你先回点血，好好冷静一下。盔甲下的人影脚步停顿了一瞬，被压制到 40% 的血量开始逐渐恢复。加37，加37，狂暴解除。微光刺客低头望向不远处的夏目，脑袋上仿佛冒出了一连串问号。第27章，极品戒指。游荡的微光刺客走得很安详，在反复狂暴了1个小时后，他浑浑噩噩的目光中透露出一丝释然，终于不用继续憋屈的破盾了。被漆黑斗篷和铠甲包裹的高大身影化为数据流消散，只留下一抹浅浅的蓝光。出货了，夏目心中一喜，他其实也累得够呛，不过这次不仅将近战技巧打磨得异常纯熟，而且还爆了精良装备，可谓收获颇丰。精英怪果然大方，直接给了40银币30铜币。咦，这是微光之强击戒指，蓝色，手指戒指装备后绑定，加13敏捷，需要等级9。装备暴击率提升 2%， 装备暴击伤害提升 15%。 全是戒指，而且这属性在蓝装里都相当极品，可惜是敏捷系职业的，夏目用不上，只能找人卖了。等一下，这里的精英怪该不会专门爆戒指类装备吧？那不是起飞了？夏目心中火热。除了饰品和项链外，戒指装备是最难掉落的，很多快毕业的学长学姐戴的戒指还是绿装，而且属性也不怎么样。别说这枚戒指要真贴校园群里，绝对有一堆学长学姐信息轰炸。他想象到那副场面，顿时打了个冷战。自己可不想闹得全校闻名，而且他还是个刚下一季的小萌新，到时免不了被红眼怪盯上。夏目一屁股坐在柔软的大床上，打开屏蔽的聊天群，叮叮叮的声音不绝于耳，就属雨堂发的最多。哦对，都过去好几个小时了，他最后一件腰带应该打出来了吧？果不其然，雨堂已经迫不及待把腰带发了过来。啊，我和学姐干了2小时，终于把腰带打出来了。夏哥，你在忙不？笑脸点 JPG， 不急不急，你注意安全。我现在反正还没到5级，有技能书也学不了。学姐的队友来了，他们伤害都好足，我就要5级了，哈哈哈。我们等等准备去开荒一个小 boss， 真刺激。那个夏哥，你要是背包满了，我可以帮忙分担一些用不上的东西。你在刷怪吗？啊呀，你故意屏蔽我的对吧？小猫乱抓点 GIF， 难得跟自己这么客气。虽然字里行间没怎么提及技能书，但他估计已经急坏了。夏目差点笑出声来，或许正是知道对方的德行，
他才要屏蔽聊天群的，否则打个怪耳边叮叮咚咚，那注意力都集中不了。他从背包里掏出那本裁决之手的技能书，选择远程交易。是否选择交易裁决之手？是。该物品较为稀有，请再次确认。交易。夏目手中的技能书化为数据流消散。与此同时，正在拉怪的宇堂耳边传来叮的一声：“您的好友夏目选择远程交易一件物品，请查收。”终于等到你。宇堂兴奋的连脚步都乱了，被脚下的藤蔓一绊，差点一头栽倒在怪群中。喂，学弟你小心点。一个穿着花哨的帅气男子手持长弓，抬手轻巧地搭上5支羽箭，朝小怪头顶射去。箭雨，嗖嗖嗖，羽箭在空中分化为细密的流光，迅速朝下落去，飘起一大片伤害数字，同时让小怪的进攻一顿。一旁白衣飘飘的自然医者拉起一根纤细的绿色丝线，连在宇堂身上，将他的血线抬至安全位置。宇堂道了声抱歉，一记钝击拉住仇恨，随后不断后退，等待队友完成收割。怎么啦？是不是被你朋友骗了？解决完这堆小怪，那位南宫剑手笑呵呵地问道：“我就说吧，第一次下一季能打出技能书？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的，欧皇来了都没用。”就是呀，学弟你也太单纯了，人家说不定套用其他群里的信息呢。清脆悦耳的声音响起，旁边的女医师一脸同情。法师学姐高冷地站在一旁，她虽然没说什么，但心里明显也是这么认为的。技能书几乎只有秘境和9级 BOSS 才掉，前期怎么可能拿到？一季大陆又不是过家家游戏，就算卡 bug 也不可能刚进来就杀掉一头 BOSS。当初的剑一都没那么猛，他们下意识地忽略了知识秘境，那根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宇堂脸上挂着淡淡的微笑，丝毫不在意，毕竟是10多年的好哥们，他知道夏目不会跟自己开这种玩笑的。他说有，那就一定有。不可能，夏哥的字典里就没有不可能3个字。以那家伙低调的性子，宇堂甚至怀疑对方拿到的技能书不止一本。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宇堂点开交易栏，顿时发现了静静躺在其中的技能书。夏哥牛逼，破1！果然是被神眷顾的职业，就是牛啊！在大腿学姐的帮助下，宇堂也刚刚升到5级，他直接选择了学习。一道流光闪过，他的技能栏顿时多出了一个惩戒之手的技能。卧槽，真的假的？见宇堂身上冒出掌握技能的光芒，弓箭哥顿时不淡定了，他瞪大眼睛，嘴巴张得比鸡蛋还大。啊！那名漂亮的女治疗者也轻掩着嘴，一脸不敢置信。苏学姐，我去试下技能。宇堂难掩得意之色，他朝远处的树精灵走去，脚步仿佛在飘。哎呀，会长，这不合理！南宫手呆滞的转过脸，牙齿都快咬碎了。他记得非常清楚，自己是初2寒假才获得的剑雨技能，那是荧光洞窟的一个 BOSS 包的，20人组团，死了8个才勉强打过。当初被团长分配到这个技能的时候，他高兴得像个傻子。一开始就能获得技能书的学员倒也不是没有，但那肯定不是自己打出来的，要么是觉醒的顶级职业，学院会提供挑选，要么就是家里有矿。苏林看着宇堂离去的背影，一脸沉默。对方那个神秘的朋友到底是何方神圣？马上就是1年1度的武校交流赛了，他觉得自己身为学生会会长，有必要提醒一下膨胀的校领导和学弟学妹们，这届星火学院的新生里好像有个开挂的。宇堂昂首挺胸地走到一群树精灵面前，大喝一声：“惩戒之手！”下一刻，淡金色的圣光在空中凝聚成一只巨大的手掌，狠狠朝怪群扇去。树精灵疑惑地看了过来，脸上挂着滑稽的笑容。啪！清脆的巴掌声响起，一张张干瘪沧桑的脸上瞬间多出了一个凹陷的5指印记。-66，-66，-66，伤害不高，但侮辱性极强。树精灵们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或者说被一巴掌扇没了。气氛有些沉闷，仿佛暴风雨前的寂静。一滴冷汗从宇堂的额头滑下，他望着双眼通红，疯狂朝自己冲来的树精灵大军转身就逃。我靠，苏学姐，你们快来帮忙啊！这波仇恨值属实拉满了，已经是不死不休的局面。苏林3人站在远处，人都看木了。这就是专属职业吗？都什么鬼技能？若是对战的话，弓箭哥仿佛想到了什么，他摸了摸自己俊秀的脸蛋，顿时倒吸一口凉气。第28章交易，怎么样？霸道总裁点 JPG 夏目有些好奇。技能很酷炫，谢谢爹。拜谢 GIF 宇堂很快发来消息。虽然惩戒之手出场的方式有些特别，但却意外的好用。不仅是群攻，而且怪的仇恨拉得死死的，苏学姐他们只管放手输出就行。他现在拉怪不要太轻松。不用客气，应该的。摸摸狗头点 GIF。夏哥，这技能书你到底哪里弄到的？宇堂实在没能藏住内心的困惑。知识秘境，
夏木大大方方地回复道：“毕竟这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知识秘境，雨堂整个人都懵了。那里不是说难度很变态吗？你抽到的是什么题目？数学。夏木也觉得自己运气不错。数学？对，就是一个概率问题。感觉我抽到的那题还算容易，没有老师行说的那么困难。雨堂，你够了。他最差的就是数学，感觉像在听天书，每次上课都想睡觉。夏哥，你还记得咱们觉醒测试第一阶段的题目吗？我猜你肯定满分吧？哎，净搞些智力题，我好几道都没答出来。夏木，他选择不吭声。有时候人与人的境遇并不相通。雨堂自顾自地发着消息。数学我就会做那种特别简单的。哦对，你猜怎么着？当时第一道题特别简单，竟然问我5万乘5万等于多少，真是笑死我了。25亿。哈，别逗了夏哥，哪那么大，不是25万吗？夏木，雨堂撤回了一条消息。操！聊天框里半天没有新的消息，不知道雨堂有没有选择直接屏蔽。夏木把头埋进被子里，乐不可支，真是个算术小天才。他把黑丝腰带装备上，生命的礼赞套装全部集齐，生命值加成效果提升到了 15%。 夏木，生命值1771177，魔法值230230，这血量已经超过了之前碰到的盾战士，看着就很安全。对了，戒指。他心念一动，将微光之强击戒指属性贴给雨堂，帮忙问问他们有什么好东西可以交易吗？这一层明显不太好打，夏木现在急需提升自己。雨堂已经顾不得尴尬，他连珠炮弹似的发问：9级戒指？夏哥你哪弄到的？难道也是那个知识秘境？对雨堂自然没什么可隐瞒的。夏木随意打字道：在一个遗迹叫血色神殿来着，接下来估计全是精英怪，有点难杀。雨堂，你一个人？他不敢置信地问道。雨堂已经不想说话了，他总觉得夏木在吹牛。他望向一旁的弓箭哥，有气无力地问道：我朋友弄到个戒指，陈学长，你有需求吗？名为悲伤点点的极射弓手并没有太在意，他不无得意地开口道：不用了，哥戒指满的，属性都还不错。他晃了晃手指，翠绿色的光芒一闪而逝，仿佛在炫耀一般。职业者左右手一共可以装备2枚戒指，前期戒指难出，所以大多数学员手上都是空着的。你朋友可以啊，才第一次下一季，连戒指都打出来了，看来幸运值不是一般高。陈东，也就是悲伤点点旁敲侧击道，他心里有些酸酸的。欧皇总能轻易让人破防，或许吧，雨堂也在想这个问题。不过前期的戒指都是白装，属性加成低，估计很难卖的。陈东一撩头发，有些骚包的轻咳一声：那个，要是外观不错的话，我倒是可以收了送人。你确定？这可是蓝装哦。雨堂微微一笑，直接把戒指的属性展示了出来。哇！辅助学姐轻赞一声。扑通，弓箭哥直接给跪了，他双眼放光。堂姐，哦不对，堂哥，这枚戒指请务必交易给我。陈学长，你这叫什么学长？多生分，叫小陈就行。以后下一季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招呼一声就行。陈东一脸谄媚，他搓了搓手。话说，这戒指能不能打个折？雨堂，一旁的苏林二女简直没眼看。将夏木的要求转述后，陈东拖着下巴陷入了沉思。他一个刺客，平时可没有留法系职业装备的习惯。过了片刻，他的目光转向苏林，脸上满是讨好之色。你干嘛？苏林后退一步，一脸警惕。陈东搓着手，会长，你之前不是打到一个低等级的蓝装法杖吗？要不，那是给我妹准备的，你想都不要想，我之后会补偿的。不行。陈东又转向女医师，小叶，你姐那个限定版的写真集，能不能？变态啊，滚！弓箭哥垂头丧气的来到雨堂面前，忐忑问道：那个，你看看这些能换不？说着，他从包里掏出一大堆瓶瓶罐罐。小型生命药剂，描述：使用后立刻回复300点生命值 ，CD 60S。小型魔法药剂，描述：使用后立刻回复200点法力值 ，CD 60S。强效隐身药水，描述：使用后获得持续5秒的隐身效果，受到伤害后失去效果 ，CD 3分钟。速度药水，描述：使用后5秒内速度正 50%， CD 3分钟。抗性药剂，描述：减少最多20点魔法伤害，持续10分钟。学长，你是药剂师？雨堂有些惊讶。不，我女朋友是。陈东挠了挠头发，语气中透着一丝淡淡的得意。我每次出门，他都要在包里塞一大堆药剂，怎么劝都不听。哎，其实我也用不太上。雨堂，
想撒狗粮直说。这片世界没有早恋一说，学院根本不会去管这个问题，甚至很多队伍都是一对对恋人组成的。我先帮你问问看吧。雨堂跟夏目转述了一遍。可以，生命和魔法药水各来一组就行，隐身药水、速度药水、抗性药剂全要了，还有稻草娃娃。夏目很快回复。不愧是毕业生，身上的杂货还挺齐全的嘛。这药水来得非常及时，简直是雪中送炭。夏目很满意，甚至免去了中间的差价，毕竟他也不差那点金币。陈东就更不用说了，他女朋友就是药剂师，这些药剂没了再做就是，反正成本极为低廉。这次交易，他感觉自己占了大便宜，一个劲的道谢。陈东将闪烁着微光的幽蓝色戒指换上，不时美滋滋的欣赏两眼，整个人都开始飘了。皆大欢喜。小陈啊，是不是该继续带我练级了？雨堂背着小手轻声提醒道。陈东眉开眼笑的跑过来，把胸脯拍得砰砰响。木有问题啊，老板请躺好。第29章，一落千年的守护。交易完成，夏目也没有继续休息，他大大方方地推开门，走在寂静而昏暗的回廊中，脚步声显得格外清晰。远处仿佛传来盔甲沉重的挪动声。夏目思索片刻，在身旁放了个草人吸引注意，自己则躲在一旁，从背包中取出一块光滑的石头，直接丢向转角处。咔嗒，石头重重地砸落在地面上，又翻滚了几圈，从墙壁上弹开。接着，一道穿着厚重盔甲的身影从转角处浮现，手持剑盾，迅速朝着草人冲了过来。这次的怪似乎跟刚才不一样，不像刺客。夏目屏息凝神，朝对方扔了个洞察术。游荡的微光骑士 LV9 精英，生命值6700，6700，魔法值200，血量好高。不过夏目最不怕的就是这种血厚防高的怪了，被百分比伤害完克。他刚想动手，突然一惊，只见廊道的尽头闪过一抹红影，火焰一记雨鱼，2秒钟的读条后，一发燃烧的火球从天落，直接把不远处的草人点燃。-600暴击，-30燃烧，-30燃烧。破烂的草人在火光中逐渐消散，夏目也借机看清了远处被一袭红袍掩盖的骷髅身影。游荡的微光法师 LV9 精英，生命值3300，3300，魔法值1400，1500。又是微光骑士团吗？夏目轻叹一声。即便岁月逝去，身化骷髅，他们依旧在守护着这座血色浸染的神殿，伴随着遗迹化为永恒。2个精英怪不太好打，而且旁边万一有刺客在，自己的处境只会更加被动。好在刚才交易了药剂，夏目很快有了主意。他淡定地从一旁走出，手心黑芒一闪，暗言术痛落在了骑士身上。-67。与此同时，又一道隐秘的身形在微光骑士身旁浮现，技能的效果传染至了一旁悄悄摸过来的微光刺客。3个精英怪同时注意到了突然出现的夏目，法师迅速开始读条。撤！虽然这是指向性技能，但存在一定的施法距离，只要他脱离技能范围或进入视野盲区，对方就无可奈何。果然，只是读了一半，法师怪便不得已取消了施法，往夏目的方向跑来。就在这个时候，微光刺客和骑士已经追了上来，刺客的速度比夏目快一些，很快拉平了距离。盔甲上笼罩着黑光的骑士跟在后面，他举剑指向夏目，一道淡金色的光芒激射而来。-120，迟缓。夏目只觉得身体微微一沉，糟糕，被减速了。他连忙回头，法杖向前一横，轻盈地架住了刺来的银白色匕首。格挡。-180，-15，流血。-15，流血。夏目望着刺入肩膀的匕首，眼皮一跳，这刺客居然用的双匕，简直不讲武德。见法师快要追上来了，夏目不敢耽搁，直接给自己灌了瓶速度药水，扭头朝安全屋跑去。50%的加速不仅抵消了刚才的迟缓效果，而且还略有盈余。5秒后，夏目刚好将怪拉扯到房门附近，随后他推门而入。骑士和刺客的血量都掉了10%左右，他们跟着就闯了进来。夏目刻意没有卡视野，看着远处独条到一半的满血法师，他悠闲地挥了挥手，再见。随后他直接将强效隐身药水喝下。隐身消仇恨大法，这是书上提到过的技巧，在面对110及巡逻怪时非常有效，可以利用仇恨将前后排隔断。失去了目标，微光法师顿时愣在原地，他停了1秒后，机械般的往回走去。刺客和战士也如同无头苍蝇般在房间里乱转，他们头顶不断飘出伤害数字。就在他们也想离去时，只听砰的一声，房间门猛然被夏目关上。接下来关门打狗，耀眼的白光铺满了整个房间，闪亮护盾华丽登场。虽然是2个精英怪，但面对骑士和刺客的组合，夏目一点都不慌。
毕竟骑士仅仅是血量和双抗高，攻速和伤害都要比刺客差一大截，对他来说就是个玩具，跟普通小怪也差不了太多。负180，吸收，格挡。负150，破甲，吸收，格挡。负200，吸收。负120，迟缓。负200，吸收。夏目专心防御着刺客的攻击，不过骑士时不时的迟缓还是有点烦人。近1800的护盾很快被磨没，夏目给自己补了3层治愈效果，掉到1000的血量再次被拉满。照这样下去，他未必能扛住刺客的狂暴，所以在对方血量被压到 55% 的时候，夏目给微光刺客放了个真言术玉，强行抬了手血线，先不让他狂暴，先把骑士灭了再说。50%、40%、30%，闪亮护盾破了，又再次恢复，一次次将光芒洒遍全场。夏目现在都有点适应这股刺眼的强光了。如他所料，骑士的狂暴似乎是提升双抗和血量恢复速度，对战局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仅仅用了1分多钟，那副高大威武的盔甲便倒在了地上，化为数据流消散。房间里只剩下一个半血的微光刺客，独木难支，任2把匕首舞出花来都没用，伤害几乎全被闪亮护盾吸收。夏目毫不费力地将其带走，可惜这次没出好货。将掉落的金币拾起，夏目大步朝门外走去，还剩个微光法师了。夏目甚至连盾都用不着套，暗炎术痛挂上，他直接开始卡回廊的转角。对方的火球术需要2秒读条，夏目在 1.5 秒的时候躲至转角后，让对方失去视野，随后在法师怪取消读条后冒个头，诱骗他继续放技能，时机掌握的恰到好处。只要地形不是太空旷，前期的法师怪就是来送经验的。一袭红袍的骷髅法师走走停停，始终放不出一个火球术，最后2米的距离宛若天堑。负33，负33，最后一丝血量被暗炎术痛带走，微光法师的身体也跟着崩裂开来，又只掉了1金币。夏目无奈，这里的精英怪爆率有点低啊，看来之前是人品爆发了。不过想想也对，毕竟这些怪可是能掉落稀有蓝色戒指的。继续埋头刷吧。回廊如同一个巨大的迷宫，里面一片漆黑。夏目一路上用光滑的石头勾引，又杀了几个游荡的骑士怪，还爆出了一把神殿钥匙。神殿钥匙描述可开启某一扇特定门户，注意插入错误的锁芯会导致钥匙损毁。这钥匙也太脆弱了吧，夏目心中不由吐槽了一句。随着他的深入，周围的廊道变得愈发狭窄，也没有碰上新的精英怪，好像要到头了。难道这就是第2层？有点太过单调了吧。又一个转角处，前方突然透出朦胧的光线，周围的景象一下子清晰可见起来。咦，怎么有5扇门？夏目疑惑地看向前方，只见廊道的尽头共有5扇紧闭的大门，门面上刻画了各种精美的图案，流转着奇异的魔法光亮。经过岁月的洗礼，锁孔已是锈迹斑斑，不过应该可以插入刚才获得的钥匙。可是自己只打到1把钥匙啊。夏目仔细观察了一番门上的图案，从左到右依次是头戴王冠的骑士、月夜下的女祭司、阴影中的刺客、挥舞着法杖的白胡子魔法师。中央的大门上是一片迷雾，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夏目思索了片刻，眉头逐渐舒展，他拿起手中的神殿钥匙，胸有成竹地向前走去。第30章宫廷棋局。同学们，今天的历史课我们来玩一个有趣的游戏，名为宫廷棋局。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动态棋局，曾风靡遗迹大陆，它融入了不同的职业特色，在低级的遗迹探索中出现得很频繁。有些同学平日里喜欢玩的卡牌游戏《遗迹征服者》就脱胎于此，不过职业和玩法更加复杂罢了。初始版本的宫廷棋局其实只有4个职业，分别为骑士、法师、女祭司和刺客。骑士移动范围最广，刺客可以走斜对角，法师一次只能移动1格，骑士克制刺客，刺客克制法师，法师克制骑士，女祭司在场可以形成反克制。前期的布局十分统一，主要是侦查和拿资源，注意别走到迷雾区域，否则很容易失去棋子。你们也可以用迷雾来设计对手，一般是骑士先行，然后部署刺客，法师和女祭司放在最后即可，像这样。棋局也分白天和黑夜，在夜晚的时候，我们最好选择让女祭司先行动，她的视野范围最大，可以提前发现敌人。夏目记得很清楚，因为讲完规则后，宇堂整节课1把都没赢过，最后差点跟他急眼。他凝视着门上精美的魔法壁画，心下了然。所以如果按照宫廷棋局中的规则，迷雾是最后才能探索的，月亮下的女祭司应该先行。夏目走上前，直接把钥匙插入女祭司对应的锁孔，缓缓转动，图案上的魔法符文像是通了电一般，一道道光从缝隙间钻出，咔，门开了。夏目轻轻推开门，只见门后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殿，墙壁和天花板上刻满了神秘的宗教壁画，
周围一个个房间被分割得整整齐齐。夏目两眼放光，果然是宫廷棋局，只不过自己以身入局，仿佛成为了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接下来该探索资源了，会不会有宝箱在呢？他搓了搓手，打开了离得最近的一扇门。好吧，是骷髅，准确的说是2个披着神袍、手持法杖的骷髅。他们转过没有一丝肉块的脸，眼眶中的火焰微微跳动，仿佛在说：“大爷，来玩呀！”怪吓人的，打扰了。夏目默默把门关上。砰！房间门被一脚踹开，2个骷髅明显不准备放过这个打扰他们的不速之客。暗炎术，痛！夏目抬手就是一道黑光，随后给自己上了层闪亮护盾，耀眼的白光将大殿淹没。他已经做好准备，万一有其他房间的怪冲出来，他就立马喝隐身药水逃走。好在什么都没有发生。2个骷髅站在不远处，身上冒着黑气，血量一点点下降。-45，-45。夏目这时才看清他们的属性。虔诚的微光女士 LV9 精英，血量4455-4500，魔法值1200-1200。这么多房间，不会都是这种怪吧？那可真是发达了。遗迹的掉落可比副本强太多了，再加上他的强运，夏目觉得自己的戒指应该是要出了。面前的2个骷髅手中浮起一片白光，下一刻2道弧线形的光束落在夏目的护盾上。-300，吸收。-300，吸收。神圣攻击吗？伤害还挺高。2.5秒读条，伤害600，15秒就是3600。当然，夏目不可能站着不动让对方打，有房间在，他可以来回卡几次位置。再次应吃了对方的攻击，夏目跑到门的边缘处，趁女祭司读条时消失在了他们的视线中。施法打断！2个骷髅见状，直接冲入房间，朝着夏目就是一法杖。格挡。-160，吸收。哟呵，学聪明了。看到2张近在咫尺的骷髅脸，夏目直犯恶心。他补了个痛，开始跟2个女祭司贴身肉搏。格挡。-0，未破防。格挡。-160。15秒很快过去，夏目再次补了个盾。这样打下去，他毫无压力。而且看得久了，2张骷髅脸也隐约变得眉清目秀起来。2位女祭司的骨架高挑饱满，曾经或许也是风情万种的美人。红粉骷髅不过如是。血量下降到一半时，2位女祭司挥舞着法杖，纯净的圣光落在他们身上，血量一下子恢复了500点。而且他们又开始读条施法了。夏目见状，再次挂了个痛，朝门外跑去，将视野卡得死死的。就这样进进出出，出出进进，夏目成功磨死了2个女祭司。一抹蓝光绽放，戒指，右键戒指，治疗之微光扳指，手指，戒指，装备后绑定，加8智力，加6精神，需要等级9。装备，提升法术造成的治疗效果，最多15点。装备，提升治疗暴击率 1%。虔诚导言02，治疗之微光扳指，魔力之微光指环。2，套装，提升法术造成的治疗效果，最多21点。卧槽，还是套装戒指，这属性，这效果，好吧，对他还真没什么用。他不需要智力属性，反正是百分比耗蓝，蓝量高了反而会导致魔力法球的效果减弱。至于所谓的法术治疗提升，那是对一个技能的整体提升，他的持续恢复技能享受不到太大加成。不过对于其他治疗职业来说，这应该算是神技了。要是打出另一个套装戒指的话，效果差不多可以媲美9级的紫戒指，可以用很久。夏目打算卖掉。客户吗？自然是宇堂那边的几个冤种学长学姐了。通过之前的交易，夏目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身家应该都不会差。反正都快毕业换地图了，一些用不到的特殊道具和药剂不如留给自己，可以让他少走很多弯路。不过若是对方实在出不起价，他也只能考虑留到以后挂拍卖行，但那样的话对他当前没有太大帮助。夏目点开面板，直接把戒指的属性拍给了宇堂。正在刷怪的宇堂突然惊叫一声：“小学弟，你又怎么了？”后面的自然医者无奈道：“战斗时不要分心啊。”他优雅地牵起一根翠绿的丝线，将宇堂的血量轻松抬了上去。宇堂没说话，只是机械地将戒指属性转发到了小队。我朋友打到一个戒指，问问你要不要。女医师淡定地瞥了一眼，随后呼吸猛然开始急促。要。另一个呢？他不会也打到了吧？这戒指比他手上那个加耐力精神的小蓝装强出太多了，而且效果完美契合他的技能。同样是蓝装，为什么差别这么大？真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等等再说。这次轮到宇堂急了，他看着自己疯狂下落的血量，大喊道：“学姐，你别愣着呀，加血，快加血！”第31章，不稳定的药剂注射器。
雨堂的内心已经变得麻木。同样是第一次下遗迹，有的人杀小怪都费力，而有的人已经开始屠杀精英了。夏哥真是恐怖如斯。一大波怪刷完，那位漂亮的辅助学姐雪衣急不可耐地冲了上来。雨学弟，你朋友想要交易什么？最好是比较稀有的道具，装备和药剂也行。雨堂将夏目的要求重复了一遍。稀有道具，金币不要吗？少女苦着脸在背包里翻了半天，没找到什么等价的东西。刚才她还嘲笑陈东来着，现在对方的困境在她身上重演。道具类物品基本都是一次性的，他们也不多，等等还得留着对付 BOSS。而且他可没有一位药剂师朋友。200金卖给我怎么样？如果打出套装，我可以出500金。因为有个明星姐姐的缘故，金币他倒是不缺。500金？雨堂眼冒金光。班里同学们还在为1金币奋斗，自己的死党已经快成暴发户了。请客，回去后必须得请客。他连忙将消息发了过去。不要金币。夏目淡淡的瞥了眼聊天框，果断选择拒绝。开玩笑，自己现在又不缺金币，而且等9级了，把戒指挂到拍卖行里，说不定价格会更高。学姐，还是拿其他东西交换吧。雨堂也从500金币的诱惑中走了出来，沉声说道：要是有什么不需要的道具，都可以拿出来看一下，我朋友说不定用得上。他猜测夏目现在的处境恐怕相当危险，所以急需提升实力的物品，不然的话，刚才陈东也不可能交易成功。听到他的话，雪衣也反应过来，毕竟是即将踏入高中的学生，他收集的道具和特殊物品不在少数，有些是探索和怪物掉落，有些则是任务奖励。他自己觉得没用，不代表其他人也这么想。想到这，雪衣眼睛一亮，他又找苏玲凑了一些，一起展示给雨堂。快乐的知更鸟。描述：迷你化的机械鸟，它外观轻巧可爱，身体由精细的金属构成，能够唱歌并发出愉悦的声音。效果：能够让目标沉浸美妙的歌声中，暂时消除对方的敌意。嘲讽草人。效果：自动吸引附近敌人的仇恨，承受一次法术攻击后消散，冷却时间30分钟。不稳定的药剂注射器。描述：炼金实验中的失败品，提醒有明显的副作用，请谨慎使用。效果：最大生命值提升100%，力量、敏捷、智力全部降低50%，持续10分钟，冷却时间1小时。小型瞬移服。描述：探索、战斗或完成复杂任务时必备的小道具。效果：该道具使用后可以瞬间将角色传送到指定位置，不超过5米，可穿越障碍物，冷却时间30分钟。干扰药剂。描述：使用后能让自己的位置变得模糊，持续10秒，冷却时间10分钟。雪雪限定版写真集。描述：高级工艺师加工绘制而成的艺术品，内容已被锁定，需要密钥才能开启。效果：储存有雪雪精美的独家照片和视频，解锁后可随时翻阅。等等，貌似混进来一个奇奇怪怪的东西。雨堂眼睛睁得老大，你不会真想拿这个交易吧？雪雪好像是那个超有名的宅男女神，偶像歌手，还特别喜欢 cos 一季大陆的高级 NPC 角色，比如九尾狐、雪女、猫娘之类的。怪不得雪衣学姐长这么漂亮。一旁的陈东情不自禁咽了口唾沫，悄悄别过脸去。嗨嗨，拿错了。雪衣手一翻，红着脸将写真集收入背包。这些你看看吧，顺衣服最多给3张，剩下的我们自己要用。他想了想，又神色纠结地补了一句，声音细若蚊蝇：那个，如果价格不够，想要换其他的，也不是完全不行。对，自己是在帮姐姐积累优质粉丝。闻言，雨堂神色怪异。没事，我先帮你问问看吧。他觉得以夏目那阴沉的性格，根本不可能会关注这类明星。将特殊道具介绍发过去后，夏目几乎秒回。换了。不稳定的药剂注射器只有3个吗？应该是没有了。学姐说这些价值不够的话，可以补金币。雨堂打字道：可以。夏目也没客气。小型瞬移服可以从商店里买到，也就10几个金币，其他几个特殊物品就更不用说了，效果都不怎么强。要是不补差价，他就真成冤大头了。好在有不稳定的药剂注射器，夏目还算满意。OK， 比手势，雨堂简单回复了一个表情包，又忍不住提到：哈，夏哥，偷偷告诉你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买戒指的学姐居然是明星雪雪的亲妹妹，她刚才还想着拿姐姐的限量写真换呢。哦，夏目心中微动，咕咚一声咽了口口水。什么？雪雪？不认识。不过他要是没带够金币的话，也不是不可以考虑。没关系的，学姐金币足够的，她本来还想用写真预支剩下的那枚戒指呢，被我言辞拒绝了。雨堂得意洋洋道：我知道你肯定不感兴趣的，对吧？夏目，我真是谢谢你啊。他硬着头皮说道：哈哈，
那当然，我很少关注那些专门玩 cosplay 的明星的，还是你了解我。咦，你怎么知道他姐姐是个 coser？ 黑人问号连点 JPG 语堂发现了滑点，夏目手指顿时僵住，思索了好一会儿，他才补救道：我突然想起来的，学院里不是有个 cosplay 社吗？里面经常挂那个明星的海报，好像就叫雪雪来着。我们之前录过好几次的，你难道都忘了？哦，这样啊，你可真够敏锐的，我完全没注意到。语堂不疑有他，毕竟夏学霸的记忆力是出了名的强。夏目不由松了口气，好险，刚才差点露馅。他才不会告诉对方，雪雪的 cos 展自己一场不漏全都看完了，还去过2次虚拟会场。这倒不是什么追星，他只是纯粹有些好奇，4、50级地图上的人形怪到底长什么样子。提前了解点信息总是没错的，比如精灵少女为什么总是穿的很少？猫耳娘的尾巴能不能玩捆绑？狐妖真的喜欢穿白丝吗？第32章精英统领月亮女祭司。开门，查水表了。交易完成后，夏目又开始了愉快的刷怪之旅，补充了各种道具，外加有强效隐身药水在，他根本不怕，就算碰到 BOSS 怪也是能逃掉的。大殿里四周总共分布着数十个紧闭的房间，有些房门已经腐烂不堪，推上去发出呲咔的刺儿响声，有些则紧锁着，似乎需要钥匙才能打开。一连开了3个房间，其中1间是空的，另2间里都是骷髅女士。有了之前的经验，夏目解决得很轻松，不过也不能太大意，就跟开盲盒一样，这些房间里说不定有统领级小 BOSS 存在。夏目边想着，边一把推开左数第7扇门，这扇门看上去似乎比之前的门要大一些，上面也没有太多锈迹，也该爆点自己用得上的装备了吧。下一刻，耀眼的金光在他视野中闪烁，哇，好多宝箱！夏目眼睛都看直了。宽敞的房间里，足足10个精美的宝箱整齐地排放在墙边，散发着诱人的气息。等等，这数量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夏目冷静下来，甩了个洞察术过去。华丽地宝箱，描述装满了神殿的秘密财宝的华丽宝箱，幸运的探索者哟，赶紧打开它吧。呵呵，就知道没这么好的事。夏目冷笑一声，这描述可不是正经宝箱该有的，而且宝箱中央的链条和锁孔太新了，还流转着诱人的光泽。在这个近乎真实的遗迹世界里，一个放置了1000年的宝箱怎么可能保持着最初的模样？肯定是宝箱怪幻化的。因为两者差别极小，所以每年都有无数职业者死在宝箱怪手里，堪称遗迹大陆最恐怖的死亡陷阱。只能说贪心作祟。对于那些高难度的陷阱和机关，大家都懂得要谨慎小心，但到了宝箱怪这里，那可就说不好了。宝箱怪更像是一种伪装极佳的陷阱，大多没有血条，但可以被威力较大的攻击或技能摧毁。所以想完全区分的话，还是得打开看看。没有多少探索者能在宝箱面前守住本心，他们即便有所怀疑，也会抱着试一试的侥幸态度。毕竟遗迹里的宝箱可是有一定几率开出传说级装备的。夏目看着满屋璀璨的宝箱，深吸一口气，最终还是默默地关上了门。既然已经确定是宝箱怪，那就没必要尝试了。他又不喜欢作死，这东西不但解决不了，而且又不掉装备，尝试没有任何意义。夏目继续一路刷过去，这次没有碰到新的怪物，余下的房间里似乎全是那种会加血的骷髅女士，并不难打。看来房门上的图案和里面的怪物是对应的。消失在遗迹大陆历史中的微光骑士团，或许就是由这4种职业者组成的，倒是挺有意思的。开到第20扇门的时候，夏目脸色一变，飞速后退。这里的几个房间居然是连通的。明亮的房间中挂着一幅巨大的神殿画像，画像中的女祭司身穿白色教服，手捧宝珠，一脸虔诚地注视着高空。画像下颇有年代感的金色靠椅上，一个头戴白色面纱的人影缓缓站起身来，手中法杖指向门口的不速之客。在他面前的红毯上，6个跪在地上的骷髅女士纷纷从沉睡中苏醒，转身望向夏目的位置。月亮女祭司 LV9 精英统领，生命值21000，21000，魔法值5500，5500。卑鄙的入侵者，竟敢亵渎神殿的威严，吾将赐予你死亡。夏目，用不着这么暴力吧，大家好好聊聊天不行吗？不过果然是小 boss。 见骷髅女士拉近距离开始读条，夏目心中一紧，连忙放了个嘲讽草人在身旁吸引火力。随后他从背包里掏出快乐的知更鸟，对着月亮女祭司使用。精巧可爱的机械鸟一边唱歌，一边扑扇着翅膀朝对方飞去。优美的音符化作涓涓细流，在空中蜿蜒流淌，最终环绕在头戴面纱的人影周围。女祭司举起的法杖逐渐落下，呆立在原地。见道具生效，夏目也没有着急喝隐身药水，他抬手给骷髅女士挂了个痛。刷刷刷，6道圣光攻击整齐划一的落在嘲讽草人身上，
伤害一出，草人瞬间化为烟尘消散。夏目转身就跑。现在空房间已经很多，风筝起来更加方便，但6个骷髅女士的伤害他还是有点吃不消的。而且快乐的知更鸟控制时间很短，他需要争分夺秒。有了，倒是可以利用一下那个。灿烂的光芒洒满了大殿，夏目给自己套了个盾，带着一群骷髅女士直接撞开了宝箱怪所在的房间。随后他一口喝下强效隐身药剂，悄无声息地溜了出去，顺便贴心地带上房间门。5秒时间一到，他立刻饮下干扰药剂，钻进隔壁房间，贴近墙角。几名待在房间里的骷髅女士一头雾水，入侵者去哪里了？6个骷髅女士同时看向墙角的华丽宝箱，眼眶中火焰微微闪动。难道是藏在那个箱子里？他们走了过去，伸出仅剩下森森白骨的手掌，猛然将宝箱掀开。轰！一声巨震，随后带起连锁反应。轰轰轰！隔壁的夏目倒吸一口凉气。宝箱怪也分很多种，有爆裂型宝箱怪、吞噬型宝箱怪、毒物型宝箱怪等，甚至还有特殊的生命型宝箱怪，里面说不定会钻出一只带生命条的迷你怪物。自己遇到的应该是爆裂型宝箱怪了，还好刚才没贪，否则现在应该被炸成灰了。等了几秒，夏目从房间中出来，视线刚好撞上另一边的月亮女祭司，对方已经彻底摆脱控制，正朝自己这边走来。另一处房门中，几副破破烂烂的焦黑骨架钻了出来，衣服都被火焰烧没了。虔诚的微光女士 LV9 精英，血量3904500，魔法值8001200，这爆裂伤害有够夸张的。夏目手中黑光一闪，再次给残血女士挂上了暗炎术，痛-45，-45。因为传染的效果，一个个伤害数字快速飘出。夏目又给自己刷了层闪亮护盾，直接朝另一边跑去。他不时钻入房间，将视野牢牢卡死，不让他们独挑成功。经验 X850， 经验 X850。骷髅女士很快死得差不多了。月亮女祭司发出一声愤怒的尖笑，她拉近距离后，抬手打出一道金色锁链。-200，吸收。靠，居然还有3秒的禁锢效果。夏目暗骂一声，金色锁链将他困在原地，动弹不得。好在这 BOSS 是个奶妈，伤害应该没那么变态，他有2层盾在，不可能被秒。想到这，夏目静下心来，给 BOSS 挂了个痛，等待禁锢解除。-210，-210。女祭司停在不远处，开始读条。夏目禁锢解除后，转身就朝房间钻去，不过已经来不及了。一道璀璨的星火从天而落，狠狠砸在他的光盾上。-1650，吸收。夏目心中微微一沉，不愧是9级 BOSS 怪，普通技能的伤害都这么高。要是出暴击的话，他还真有点撑不住。好在这里房间较多，禁锢技能的 CD 又长，他可以不断风筝对方。夏目本想将 BOSS 拉到房间里肉搏，没想到对方一法杖敲下来，800血直接消失。无奈之下，他只能继续在一个个房间中游走，拖延时间，等待闪亮护盾 CD 刷新。经过一番漫长的拉扯，月亮女祭司的血量终于下降至 50%。谁知他一个3秒读条的治疗术，又把血线抬升至 80%。夏目毫无办法，他就这么一个伤害技能，也只能慢慢磨了。第33章月神之戒。治愈系 BOSS 格外难杀，每次血量降到1半以下，就开始快速回血。而且除了那个3秒读条治疗术外，月亮女祭司还有个持续恢复技能，刚好能抵消暗炎术痛的效果。夏目足足磨了半个小时，直到对方魔法值见底，才终于将其击杀。一声哀嚎，月亮女祭司的身躯化为数据流消散。夏目长出了一口气，要不是闪亮护盾极大提升了自己的容错率，结果还真不好说。一抹深紫色光芒的出现，适时缓解了他内心的疲惫。出货了！女祭司礼服蓝色，胸部不甲，拾取后绑定14护甲，加6智力，加10耐力，加10精神，耐久度6060，需要等级9。特殊效果，装备后气质获得提升。女祭司的治愈法杖蓝色，武器法杖，拾取后绑定65-90，伤害速度 3.20， 加10智力，加6耐力，加8精神，耐久度8080，需要等级9。特殊效果，装备后气质获得提升。月神之戒紫色唯一，手指戒指拾取后绑定，需要等级6。装备黑夜中移动速度提升 20%， 冷却减 10%。装备在黑暗状态下的视野显著提升。装备治疗时有几率在目标身上形成一层月神之盾，可吸收治疗量 X20% 的伤害。两蓝一紫，两件蓝装怎么说呢？属性中规中矩，但提升气质的特殊效果很少见。即便还没有穿，
夏目已经猜到这衣服和法杖应该相当华丽，若是放拍卖行里，恐怕能拍出天价，起码1000金起步。毕竟那些网红明星们就喜欢这种偏时装性质的华丽装备，穿上拍个照就可以轻松收割大笔流量。可惜是拾取后绑定，夏目没法交易，不然他还真有卖的想法。一季大陆中的货币系统与现实是互通的，1金币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前世的90-120左右，可以吃到2块精致的草莓蛋糕，喝上一顿简单的下午茶，或是换一件基本款的衣服。如果不在学院，下一季也是要收费的，固定地区的群体传送费用就是1金币，与2000金币失之交臂，夏目心微痛。不过看到背包里静静躺着的月神之戒，他又激动起来，恨不得立刻装备上。紫色戒指还是无属性的，远非副本产出的那种大陆货可比，效果简直完美。他感觉自己可以一直用到19级，赞美一技之神。紫色装备一般在等级要求上都会有所降低，夏目看了眼经验条，觉得自己清完下2个房间应该就能装备上了，提前解决掉了小 boss， 后续房间里再没有碰到任何危险。夏目还特意去宝箱房间看了一遍，那10个华丽的宝箱依然整齐地排放在墙角，金光闪烁，散发着诱人的财富气息。直到倒数第2个房间，夏目幸运值再次爆发，刷到了另一枚套装戒指——魔力之微光指环。手指、戒指装备后绑定，加6智力，加8精神，需要等级9。装备每5秒回复7点法力值，装备降低每次施法所需的魔力值最多9点。虔诚导言02，治疗之微光扳指，魔力之微光指环。2套装提升法术造成的治疗效果最多21点，这效果比夏目想象的还要好，对身为蓝量消耗大户的辅助治疗职业来说堪称神器，比一般紫装都要强，甚至其他魔法职业也能用得上。所以他也不客气，直接将价格抬到了700金币。毕竟那位学姐刚才应该就已经被他榨干了，估计拿不出其他好东西来。雪衣几乎一口答应下来，生怕夏目反悔。他有些肉疼的掏出700金币给了雨堂，完成了交易。换上新戒指后，女医师容光焕发，使劲拉着其他2人炫耀：这次大考稳了！哇，会长你看你看，这颜色真漂亮，上面还有魔力晶片，它在发光哎！感觉我姐的戒指都没这个好看。不行，我回去就拍照发朋友圈。是还不错。苏林别过脸，心里有点酸酸的。这戒指比他手上的还要好那么一点，不过700金币属实太贵了，单买一个戒指完全没必要。雨堂学弟，把那位大神也拉进聊天群呗，让我们也认识一下，下次可以一起下副本。雪衣眼中闪过一抹好奇之色。这个我问问看。雨堂迟疑了一下，他知道夏目性格较为孤僻，不怎么喜欢跟其他人打交道。果不其然，听完雨堂的转达，正在找钥匙的夏目只是简单的回复了一句：不加。他懒得去进行这种无意义的社交，而且一旦混熟了还怎么喊价。叮咛的好友雨堂向您转账700金币。嘿嘿，夏爹给点抽成呗，快用钱扇我脸，点 GIF。雨堂冒了个泡。夏目莞尔一笑，随手赚了10金币，配上一张生动的表情包。爸爸给你的零花钱拿去花，点 JPG。臣妾还想要点 JPG。给你脸了，点 JPG。脸是什么东东？它值钱吗？点 JPG。2人斗了绘图，雨堂凭借着比城墙还厚的脸皮，又成功从夏目这里拿到了20金币的打赏。他已经在畅想该怎么花这笔巨款了。在月亮女祭司的房间里仔细搜索了一遍，夏目终于发现了端倪，墙上挂着的画像竟然是可以朝左移动的，钥匙就在画像后的凹槽内，藏得并不算隐秘。它所对应的应该就是骑士之殿的大门。夏目又仔细探索了一番，确定没有遗漏任何线索，这才缓缓朝着来时的方向走去。第34章骑士王的决斗场。骑士大殿，放眼望去，殿内没有过多华丽的装饰和壁画，显得简单而朴素。中央摆放着一座巨大的圆台，周围矗立着一尊手持武器和盾牌的石质雕塑，高大而威严。只是因为时间过于久远，有些雕像已经模糊，看上去像是被风化了一般。圆台的最前方，一座足有3人高的石质雕塑正散发着奇异的光亮。他身材高大威猛，头戴王冠，身披精美的铠甲，一手握枪，一手握盾，胯下骏马扬起前蹄，高昂的鬃毛凝固在空中，太帅了！夏目轻赞一声。不过这关该怎么过？把石像拆了吗？他甩了个洞察术。石化地骑士描述：曾经的微光骑士在神殿保卫战中被石化法阵所困，永久沉睡在大殿之中。石化地骑士王，微光骑士团团长，神殿荣誉护卫，在背叛者偷袭后与下属一同石化于此地，只能在时光的边缘注视着神殿的陷落。居然是骑士团首领吗？
看来至少也是个小 boss。对这段尘封的剧情，夏目没什么感触，他在心里嘀咕了几句后，缓缓走上前去，近距离打量着这些风化的骑士雕像，总有种莫名的不安感。于是夏目将强效隐身药剂攥在手里，一旦情况不对，他准备立马开溜。转了一大圈，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石像也没活过来攻击他，这让夏目有些疑惑。不过他并不着急，至少这些五官分明的骑士雕塑比隔壁的骷髅看起来顺眼多了。晃荡到骑士王身前，夏目暗道一身得罪，一把握住翘起的马腿爬了上去，开始到处摸索。再怎么说，钥匙也不可能放在底下那些小卒子身上。从上把钥匙获取的难度推测，这层应该都是傻瓜式解谜，所以大概率在骑士王手里。啊，有了，还真被他挂在腰间。而且钥匙颜色竟然也是灰白色的，像是一个不起眼的挂件，站远点确实有些看不出来。发现神殿的钥匙，是否收取？夏目想都没想，直接选择收取。该思考的时候要思考，该莽的时候就得莽，犹犹豫豫的反而容易上当。翻身跳下马，夏目警惕的回过头，发现雕像还是没有动静。怎么回事？难道钥匙就这么白送了？夏目思索片刻，缓缓朝中央处的巨大圆台走去。这次就算对方放他走，他也不想走，毕竟4种职业中骑士怪是最好对付的。他还等着刷装备呢。就在夏目走到圆台最中心时，边缘处的法阵突然一圈圈亮起，随着灿烂的光芒升起，一个淡青色的护罩将整个圆台笼罩在中心。周围的机关响动，巨大的平台缓缓向上升起，悬停在半空中。夏目淡然一笑，在护罩升起的瞬间，他已经明白这里的机制了。死亡决斗场，高等级遗迹里经常出现的场景，一般都是5人小队进行的挑战，没想到单人也能触发。刺眼的光芒从淡青色护罩中迸射开来，夏目站在光芒中，由内而外散发着一股闪亮逼人的气息。要是戴个墨镜，那就更有范儿了。不得不说，这看上去有些沙雕的护盾技能相当好用，救了他无数次。虽然他有着秒加 30% 血的超强回复技能，但那个更坑。咔咔，圆台周围，骑士们身上的石皮逐渐崩碎，显露出里面完好如初的亮银色盔甲。很快，一名复苏的骑士率先跳上圆台，手持印刻着星辰和水晶符号的剑盾，与夏目遥遥对峙。他的面容被头盔包裹得严严实实，气势凛然。都过了1000年还能动，里面该不会全是僵尸吧？夏目内心吐槽了一句，重新甩了个洞察术。复苏地骑士 LV9 精英，生命值15006700，魔法值2200。果然是刚复苏，连血量都是残的，很合理。夏目抬手给对方挂了个暗炎术，痛，身形向后拉开，保持距离。只见冲来的盔甲脚步一顿，身躯微微颤抖。咦，居然还能体会到痛感。前面骷髅杀的太多，他都快忘记自己的技能是有附加效果的了。不过面前的骑士似乎是意志坚定之人，依然一瘸一拐地朝夏目冲来。负67，负67，负67，才20%多的血，胜之不武啊！夏目给自己加了层盾，目光平静地看着顽强走来的骑士，不断计算着距离。对方还未走到他身前，便化为数据流消散。获得经验值 X650，离6级又近了一步。好轻松，这可比刚才的骷髅怪简单太多了。夏目心情愉悦，不过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掉落的装备呢？别说装备，连金币都没有爆。倒下的骑士化为蓝色的数据流消散，原地空无一物。这决斗场难道是专门用来刷经验的吗？就在他愣神之际，又是2名复苏的骑士跳上圆台，从不同方向朝夏目攻了过来。夏目预感到了不妙，他一边给自己刷盾，一边走位给敌人挂痛。格挡，格挡！一名骑士给他施加了迟缓效果，所以即便夏目走位小心，还是被另一侧袭来的长枪捅到了一下。负250，吸收。只是简短的交战了几个回合，2名覆盖着银色铠甲的骑士便毫无悬念地倒在了夏目脚下，依然没有掉落任何东西。在他们消失不久，第3波敌人又来了。夏目在心中估算了一下，每波敌人的刷新时间应该是固定的，大概半分钟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之前的敌人没清理干净的话，会继续留存在场上，让挑战者的压力越来越大。虽然这些骑士怪的血量低，但防御和伤害都是精英模板，所以正常打难度相当大。可惜对夏目来说，这些复苏的骑士就是一个个行走的经验包，被挂上暗炎术，痛就可以直接等死了。20多秒一波怪，相当稳定。上场的骑士每波增长1个，在第6波的时候数量终于维持不变，后续每波都是6个。虽然有些吃力，但好在夏目前期将闪亮护盾刷到了5层，所以一路有惊无险地撑到了第12波。
周围矗立的骑士雕像几乎都被清空了。随着一声嘹亮的嘶鸣，一匹深棕色的骏马载着那道高大魁梧的身影一跃而上，来到了悬空的圆台上。骑士团，随我冲锋！夏目虽然没有听懂，但猜测对方应该是要进攻的意思。他后撤2步，谨慎地看向那位骑士首领。骑士团首领埃尔维斯 LV， 生命值450002100000，魔法值19003千，忠诚的佩尔斯 LV， 生命值12000012000，魔法值300。佩尔斯就是那匹马，大爷的，连匹马的等级都看不透，这应该已经是剧情 BOSS 的模板了。在0-9级的地图上，这种看不到等级的 BOSS 怪是被大幅度削弱过的，并不会影响技能的命中，只是各项属性会比普通的9级 BOSS 强上很多。如果对方真是全胜状态，21万的恐怖血量，普通的9级小队不知道要打多久。第35章，骑士王的宝箱。暗炎术，痛！夏目率先出手，成功给一人一马纷纷挂上 debuff， 负1771，负120。夏目第一次遇到血量超过自己100倍的敌人，单体伤害竟然突破了4位数。骏马佩尔斯一声嘶鸣，载着微光骑士团首领朝夏目发起了冲锋，将其余几个短腿的骑士小怪直接甩在身后，速度好快，仿若一道白影在眼前一闪而逝。夏目根本来不及反应，他身体微侧，将法杖横挡于身前。埃尔维斯长枪猛然往前一刺，直接荡开了夏目的法杖，狠狠砸在明亮耀眼的护盾上。负4481，暴击，吸收。夏目叠了5层的盾几乎瞬间告破，他血量最高，但身板太脆了，根本扛不住。看着调转马头，重新锁定自己的骑士首领，夏目面色泛苦。等级压制，属性压制，群殴还能出暴击，怎么玩？正常情况下肯定要先杀马，不过对他来说，有杀马的时间 ，BOSS 都死好几回了。这个时候，后面小怪也追上来了，他赶紧给自己补了层盾。等等，夏目灵机一动，他不退反进，主动朝着那几个随从模样的骑士跑去。他可以借助那些骑士小怪卡住 BOSS 的冲击，跟之前对战月亮女祭司不同，这次他只需要撑够一个暗炎术痛的时间就可以。秒伤1771的话，45000的血量应该只需要25秒，实在不行他可以用药剂拖延过去。负300，迟缓。一道金色的圣光落在夏目身上，他的动作顿时变慢了许多。这个距离可能来不及。夏目感觉到身后那股强劲的气势，抬手在面前放了个嘲讽草人，紧接着一个翻滚跑向侧方。锋利的长枪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将草人扎了个对穿。借助这个停顿的时机，他磕了瓶速度药水，拖着迟缓的身体躲在2名骑士身后，任由他们的长剑斩落在护盾上。负260，负260，还行。相比于 BOSS 那割裂大动脉般的恐怖攻击，这些小骑士简直就是在刮痧。不过实际上，他们的伤害并不低，至少要比外面那些游荡的骑士怪高出许多。夏目突然觉得25秒格外漫长，借助速度药剂，他不断调整走位，一边与那2个骑士怪周旋，一边卡住 BOSS 的视线。骑士团首领埃尔维斯冲了过来，却被2个笨重的小弟挡在身前，无从下手。很快 ，BOSS 的血量降到10%左右，进入2阶段。只见骏马佩尔斯一撩前体，接连将2名骑士踹飞了出去。夏目的身影暴露在一人一马面前，他看得目瞪口呆。还能这样？被踹飞在地的骑士没有再次爬起，他们的身躯上涌动着一缕缕诡异的白色气雾，缓缓朝埃尔维斯的头顶汇聚。光照外，还未复苏的雕像身上同样飘出一阵烽烟般的气息。埃尔维斯停在远处，血量不再减少，反而逐渐恢复到了3万。哐当！他将左手的盾牌甩落在地上，改为双手持枪。夏目注意到这一切，眼神微凝。看来2阶段不仅是回血加抗性，连攻击姿态都变化了。不知道有没有新的技能？他这次没有拉远距离，反而绕向骑士团首领的后方。有这匹马在，跑反而是找死。不能让对方冲锋，得贴着打。一抹黑芒在他手心闪烁，朝 BOSS 笼罩而去。Miss， 负1771。第3次才挂上痛，埃尔维斯也开始苏醒。他怒吼一声，转身持枪朝夏目杀来。他一枪刺出，空中出现无数幻化的枪影，宛若流星滑落。负200，吸收。负200，吸收。负200，吸收。不得不说，有点炫酷。夏目面色不变，身形一矮，朝马下钻去，规避掉了剩下的伤害。护盾 CD 又好了，耀眼的光芒在马腿处绽放。只要躲在这里，对方应该拿他也没什么办法。没过几秒，夏目只觉得身体如腾云驾雾一般飘在空中，紧接着重重地砸在远处的光照上。负999，
吸收。他竟被佩尔斯一蹄子踹飞了出去。这该死的马！埃尔维斯血量渐红，他举起手中的长枪，摆出投掷的动作。夏目自然不会让对方得逞，他灌下强效隐身药剂，身形消失在了原地。虽然只有5秒，但已经足够了。5秒结束，还在发愣的埃尔维斯血量只剩下最后 8%。夏目在喝下干扰药剂，突出一个稳妥。咻！厚重的长枪在空中划过优雅的轨迹，插在了夏目身旁不远处的骑士尸体上，狰狞而冷酷。夏目轻轻松了口气，结束了。5%、4%、3%，格挡，负661，吸收，负1100。BOSS 的最后一击带走了夏目大半的血量，这也是他计算好的。在未出暴击的情况下，对方几乎不可能将自己一下秒掉。负1771。埃尔维斯血量清零，他静静地坐在马背上，身躯仿佛被风吹走的细沙，缓缓化为数据流消散。主人一死，佩尔斯也没有了存在的意义。他低垂着头颅，有些悲伤和无助地趴在地上，跟随那位骑士团首领一同消失在了悬空的决斗场中。夏目有些遗憾，当初自己若是觉醒的风灵刺客，或许能和对方痛快地战上一场。不过仔细一想，他要是真觉醒的风灵刺客，现在恐怕根本走不到这里。叮！获得成就：决斗场的王者，经验加5000，力量加5，耐力加3。系统的提示音响起。夏目挺意外的，没想到还能在这里获得一个成就。成就给的属性点都是固定的，有就不错了，没得挑。所以夏目心态很好。虽然力量他不需要，但3点体质可是实实在在的。他扫了眼自己血量，已经是1840、1840，而且经验条也快满了。可惜这个骑士团首领太抠门，竟然什么都没报。就在他感叹之时，周围的光照逐渐消失，平台也缓缓朝下落去，最后定格在了2米左右的高度。周围的骑士雕像已经不在，大殿显得格外空旷。夏目从上面一跃而下，他回头望去，顿时惊异一声。只见圆台正下方的凹陷处，一个古朴的宝箱静静地躺在中央，流转着暗金色的光泽。第36章守护与荣耀之戒。难怪前面没有掉落，原来都藏在这里。夏目脸上难掩惊喜之色，他先是等了1分钟左右，给自己刷满盾，然后快步朝宝箱走去。虽说这次遇上宝箱怪的可能很小，但还是稳妥一点比较好。华丽的紫光从宝箱缝隙间溢了出来，若干金币、5件绿装、3件蓝装、1件紫装，还有些通用的道具。绿装和蓝装都是板甲职业的，夏目只是扫了一眼就没再关注。唯一的紫色装备依然是一枚戒指，守护与荣耀之戒，紫色唯一。手指、戒指装备后绑定，加12护甲，加12耐力，需要等级5。使用使最大生命提升750点，持续20秒，冷却时间30分钟。装备在受到致死伤害时保留1点血量，并在接下来的3秒内免疫所有伤害。冷却时间12小时。夏目眼睛都看直了，这虽然是骑士的戒指，但属性和效果也太契合他了吧。全耐力临时提升生命上限，免死效果，而且需求等级降了。他毫不犹豫地装备上，在生命的礼赞套装加成下，他的血量直接达到了恐怖的2116点，足足是同级石头人的2倍还多。等再刷几个怪，升到6级，月神之戒应该也能装备上了，这样自己的戒指栏已经可以提前宣布毕业。夏目心情相当不错，他没忘记截图将这份喜悦分享给雨堂。爹，这是留给我的吗？雨堂秒回，你猜？哇，这戒指属性完全超模了呀，我就知道夏哥你最好了。雨堂撤回了一条信息。靠，怎么绑定了？你这是哪截来的图？夏目，你故意的。读完雨堂气急败坏的留言，夏目嘴角勾起，心情更加舒畅。他再次将另外几件蓝装拍到聊天框里，果断选择了留言屏蔽，无视了雨堂接下来的消息轰炸。当然，这绝对不是没拿到写真集的缘故。戴上紫色戒指后，夏目安全感十足。他一甩翠绿的披风，转身朝门口走去。神殿钥匙在他的指尖不停旋转，散发着莹莹的光亮。下一扇门应该是刺客大殿了，这也是夏目最难应付的，毕竟他是100%伤害，最喜欢那种又肉又笨重的敌人。刺客功高血薄，相当克制他。灰白色的钥匙被锁孔吞没，幽蓝色的光在顺着门上的线条逐渐亮起，殿门逐渐向里打开，露出了里面的光景。精美的王座之上，漆黑的长袍微微荡起，修长的影子在阴暗的光线中若隐若现。骑士团首席刺客纳加莎 LV9 精英统领，生命值，能量。夏目心中一惊，洞察术怎么突然失效了？他猜测对方可能处于某种特殊状态，所以看不到血量信息。来都来了，夏目没有迟疑，
继续朝店内走去。咔咔咔，身后的大门缓缓关闭，将魔法阵的光亮抽走。房间内寂静而昏暗，只剩下4角的火炬摇曳着明黄色的微弱光亮。看着王座上静默如影的刺客首领，夏目没有轻举妄动。他先将四周仔细地观察了一遍。店内空间并不算太大，陈设极为简单，除了刺客首领外，他并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精英怪。等等，面前的地板似乎有些特殊。夏目俯下身子，只见地板的缝隙间透出一缕缕银白色的光亮，仿佛蜘蛛的丝线。这是面前的金属地板被划分成了无数个1米乘1米的正方形格子，上面画着奇异的图案和符号，一路延伸至王座正前方。不过因为光线太暗，夏目只能看清脚边的方格。陷阱迷宫吗？这倒是遗迹里的常客了。如果只是陷阱的话，夏目反而要轻松不少，毕竟陷阱是有规则的，只要自己不触发，就不会被袭击。想到这，他抬手给自己套了层闪亮光盾，耀眼的光芒笼罩在阴暗的房间里，仿佛净化了一切。王座上的身影竟一下子消失了。夏目惊讶抬头，只见那张高大的椅子上，此时摆放着一个精美的沙漏，暗褐色的细沙正从顶部缓缓下落。居然还有时间限制！夏目仔细观察着方格上的图案，并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规律，只是王座正前方的那个格子上涂满了黑色，应该是最后需要抵达的地方。他有些无奈，自己的遗迹文和密码学都是薄弱项，而且又没有觉醒相关的职业，只能硬闯过去。刷满5层护盾，夏目随机挑选了一个看上去顺眼的方格图案，一脚踩下，咔，地板凹陷了下去，像是触碰到了什么机关。紧接着，2股灰色的烟雾在他身旁浮现，朝着闪亮护盾发起了攻击。-580，暴击，吸收。-320，吸收。-320，吸收。-40，毒素，吸收。-40，毒素，吸收。精锐的微光刺客 LV9 精英，生命值4200，4200，能量80100。2名刺客，一左一右。夏目抬手先挂上痛，开始走位用法杖格挡。有1万多点吸收值的护盾傍身，他根本不慌。1分40秒后，2名刺客纷纷倒在了地上，化为数据流消散，只爆出一地银币。夏目一边给自己补盾，一边默默记下了刚才图案。随后，他踩在右边一块十分复杂的莲花图案上，地板格子微微塌陷，一道洁白的亮光将他的身形吞没。夏目蓦然发觉，自己竟已出现在了右前方的格子上。右4，上5，离目标近了。他看向前方，再次挑了一个鱼鳞形图案踩下。轰的一声，脚下冒出大片火光，将夏目的身形淹没其中，炸得他灰头土脸。-999，吸收。-999，吸收。-999，吸收。嗨嗨，爆炸陷阱吗？夏目观察了一番周围的3块地板，左侧是叶脉的形状，右侧像是机械齿轮，前方的一块跟刚才的莲花图案很相近，只是右上角缺了几条弯曲的线条。难道这意味着往左上跳格？要是这样的话，自己的落点应该离黑格不远了。夏目没有犹豫，直接踩落在那朵莲花图案上，神秘的白光闪过。下一刻，他的身形重新回到起始点，看着完全重置的地板图案，夏目神色僵硬。很好，这个不能踩。第37章，刺客首领的戏法。通常情况下，遗迹探索小队想要获得更好的收益，除了招募强大的战斗职业外，还需要额外配备2到3名副职业者。阵法师、秘文学者、陷阱大师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副职业者战斗能力很弱，但都拥有特殊技能。比方说，陷阱大师能够快速洞悉陷阱符号的含义，让部分陷阱失效，为队员扫平道路。秘文学者在语言学习上有天赋加成，能够通晓大部分遗迹语。阵法师则更加全能，既可以破解遗迹中的法阵，又能布置法阵削弱敌方，强化队友。不过低等级地图的遗迹很少涉及到阵法，所以标配就是陷阱大师加秘文大师，一个负责解除陷阱，一个负责破解谜题。如果自信一点，也可以只要陷阱大师，毕竟遗迹文大家在学校里或多或少都接触过一些，集思广益也能勉强识别出一些关键信息。所以事实上，刺客大殿的陷阱迷宫难度并不算太高。只可惜夏目身旁根本没有陷阱大师在，他只能靠势来辨别地板上每个图案的效果。这已经是他第15次回到原地了。连续击杀了数波刺客，夏目终于达到6级，生命值成长为2277。他毫不犹豫地将月神之戒佩戴上。现在正好是黑夜时间，移速正 20%， 冷却负 10%， 闪亮护盾的 CD 减少到了 13.5 秒，保命能力更强了。夏目手指刮了刮下巴，目光落在前方地板上的一幅图案上，陷入了沉思。陷阱的规则他已经完全摸索明白。选择好起始方格后，每次只能在上下左右4个方向中选择一个方格移动，不能斜跨和跳格，也不能使用位移道具，
否则就会重置。每格地板的效果只会触发一次，所以可以重复经过。最后的目标是踩在那块黑色的方格上，否则无法抵达对面。沙漏里的细沙下落得越来越快，上半部分已经接近透明。虽然不知道时间结束会发生什么，但肯定不是好事。夏目深吸了一口气，闭上了眼睛，脑海中浮现出一片纵横交错的巨大网格。所有图案已经全部记住了，总共是67幅不重复的，包括战斗、陷阱、传送、障碍、连锁反应。这些图案的排列是有一定规律的，战斗和陷阱图案最多，能使用的传送图案最少，总共只有4幅，这也是夏目经过多次尝试得出的结论。他计算了一下，如果能找到正确的顺序，传送格应该可以帮他快速抵达终点。但即便是相近的图案，效果也有着极大的区别，所以接下来一步都不能走错。一条条线路在网格中飞速穿梭，全部指向最前方那个唯一的暗格。有了！仿佛一道闪电划过脑海，夏目陡然睁开双眼，他给自己套上护盾，飞速冲向左数第2个地板。传送！右4上5。紧接着他往后退了一格，地面剧颤，密集的尖刺从前方激射而来。夏目没有任何停顿，平静地往右挪了一步。面前的2格地板骤然化为石柱升起，挡住了袭来的尖刺，发出清脆的响声。10秒后，待攻击停歇，夏目再次回到左边的格子，朝上跨了一步。轰！橙红色的火焰冲天而起，如同波浪般翻卷，映照出少年从容不迫的神情。-999，吸收。-999，吸收。-999，吸收。夏目硬吃伤害，没办法，这2个陷阱必须要过，否则想要到下一个传送格，至少得经历一次战斗，至少1分40秒。现在沙漏的时间所剩无几，不能再拖了。向后退一步，触发斜角传送，他的身影直接出现在了右上角，距离终点只剩4步。不过还没完，夏目连退2步，触发障碍和横向传送，这次是左上角。最后3步，夏目调转方向，朝右侧走去，前方的几个地板依次陷落，如同漆黑的深渊。找到你了！夏目露出自信的微笑，向下一步，走出一个横向的 L 字形，踩在了最后一块刻着莲花图案的方格上。随着传送的白光消散，他已经稳稳地站在终点前的石板上，整个轨迹刚好组成一柄尖刀的形状，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夏目抬起头，只见沙漏的顶端暗褐色的沙粒所剩无几。他停顿3秒，给自己补了层盾，顺势丢出一个带着诡异笑容的嘲讽草人，然后谨慎地朝前跨出一步。他可没忘记，这座大殿除了陷阱外，还有个隐身的 BOSS 没打呢。如同墨水被打翻，最后一块地板上的漆黑色彩缓缓朝四周蔓延，其他方格上的图案都被那抹死寂的黑暗浸没。唰！一道冰冷而银亮的光芒从夏目眼前划过，嘲讽草人瞬间一分为2。-6666，致命一击。夏目瞳孔微缩，好恐怖的伤害，这应该是触发秒杀机制了吧？看着突然浮现的黑袍轮廓，夏目抬手打出一道暗言术，痛，不给他继续隐身的机会。-180，洞察术能看到信息了。骑士团首席刺客纳加莎 ，LV9 精英统领，生命17820-18000，能量60200。比起前2个 BOSS， 首席刺客的血量明显低了很多，但这对夏目而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毕竟他就算打个弱鸡的小怪，也需要1分40秒。刺客伤害高，攻速快，他这点护盾量还真不一定顶得住。用草人试探出伤害，夏目心下快速做出决断。他先喝下速度药水，短暂拉开距离，然后使用守护与荣耀之戒的主动效果，血量加750，最后给自己注射了一针不稳定的药剂。最大生命值提升100%，力量、敏捷、智力全部降低50%。夏目的面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生命值6054，魔法值125，本就可怜的智力值差点被削减成个位数，快比肩战士的怒气槽了。一个闪亮护盾套下去，伤害吸收多了足足6000，肉到令人绝望。当然，面对刺客首领还是得小心，毕竟有等级压制，而且布甲职业本身比较脆。果不其然，一袭黑袍的纳加莎已经追了上来。他一抬手，树柄锋利的匕首从宽大的袖口处飞了出来，刺在夏目的护盾上。-392，吸收。-392，吸收。-392，吸收。-30，中毒，吸收。一连串伤害飘出，还附带着中毒效果。加速药剂的时间结束，夏目迅速转身，重心下沉，手持法杖紧紧盯着黑袍身影的动作。刺客首领脚步一闪，纤细的身影幻化为成群的夜鸦，飞舞在空中，难辨真假。下一刻，雪亮的匕首光芒映入眼帘，夏目挡了个空。不行，太快了，动作跟不上。
敏捷的巨大差距导致双方的出手速度完全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两柄锋利的匕首轻易绕过了拦截的法杖，刺在护盾上。负1350，吸收。负1050，吸收。负30，中毒，吸收。借助月神之戒的移动速度加成，夏目走位拉开一小段距离，神色略显古怪。技能倒是花里胡哨的，但这伤害怎么说呢？貌似有点瓜啊。第38章欺诈木雕。进店的时候，夏目就已经将周围的环境观察过一遍，这里十分空旷，没什么能利用到的地形。好在刺客首领的伤害不算太夸张，他给自己挂了5层真言术，不断走位闪躲拉扯，始终将血量维持在一个比较健康的水准。20秒后，守护与荣耀之戒的效果消失，夏目的血量跌回4500左右，不过形势算是稳住了。负180，负180。BOSS 的血量持续下滑，很快被压制 50%， 进入2阶段。那袈裟再次化为飞舞的黑鸦近身，他高举的双臂上闪烁着漆黑的光芒，透着一丝诡异的能量波动，似乎要放大招了。夏目眼睛微微眯起，心里已经有所警惕，所以在看到对方动作的一瞬间，他掌心一扣，直接使用了之前交易到的小型瞬移符，身形迅速消失在了原地。下一刻，无数交错的匕首虚影伴随着疾风切割而过，夏目重新出现在不远处，心有余悸。这技能看着伤害就很高的样子，虽然还剩下近3000吸收量的护盾，但他也不敢尝试硬抗对方的技能。一击未中，黑袍身影如同沉入一团烟雾之中，逐渐消失在了夏目的视线中。紧接着，大殿4个角落分别出现一个精英级别的微光刺客，朝夏目围了上来。什么意思？打不过就开始召唤小弟了？夏目淡定地给自己补了个盾，往墙边靠去。这一举动倒是正合他意，可以趁机把闪亮护盾的吸收量叠上去。在不稳定药剂的加成下，他的血量足有4554点，5倍的话就是2万多，只需要1分钟左右就能叠满效果。就眼前几个小刺客，根本奈何不了他。负260，吸收。负260，吸收。格挡。负260，吸收。1分40秒后，4名精英刺客不出意外的倒在了夏目面前，他的护盾反而越打越厚，吸收量都快超过1万了。就在这时，隐藏在大殿中的那道身影动了，他以极快的速度从背后贴近夏目，锋利的匕首绽放着冷光，如一道金红般贯穿了亮闪闪的护盾。负6666，吸收。夏目吓了一跳，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这应该是点名技能。所谓点名，就是一些 BOSS 会在职业者队伍中随机抽取一名角色，释放高伤害值的锁定技能。碰到这种 BOSS 一般得赌运气，万一运气不好被点名到治疗或者后排输出职业，又没来得及使用保命道具的话，小队恐怕就得减员甚至团灭了。可惜夏目孤身一人，而且护盾又足够厚，刺客首领那伤害极高的点名技能压根没起到作用。见 BOSS 没有别的手段了，夏目神色轻松，再次给对方挂上暗炎术，痛，走位继续拉扯。他的容错相当高，血量降低到 25% 后， BOSS 故技重施，再次召唤小怪后进行点名刺杀。负6666，吸收。这一次夏目应付得更加从容，有精英小怪的缓冲，他盾又快叠满了。对方想要秒杀自己，起码得打出2万以上的伤害，哪怕有等级和属性的巨大压制，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经历过一番徒劳无功的反抗后，那袈裟憋屈地倒在地上，逐渐化为数据流消散。一抹艳丽的橙红色光芒倒映在夏目瞳孔之中。出城了！夏目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正常情况下，前期的地图不会掉落城庄，只有世界 BOSS 和高层遗迹探索才有微小的概率能够获取，那几乎可以说是破坏职业平衡的装备。难道是因为自己幸运太高？夏目打开背包，下一把神殿钥匙也在 BOSS 的掉落之中，看来不需要额外花时间寻找了。当看到那个散发着橙色光芒的物品，夏目微微一怔。欺诈木雕，橙色，为描述铭刻着上古法阵的魔法造物，由匠心独具的工艺制成。它承载了神秘的魔法能量和古代智慧，拥有欺诈的能力，能够改变自身数据磁场，屏蔽和欺骗感知。效果：调整一项或多项数据，包括但不限于职业、等级、生命值、法力值，受到伤害时伪装消失。携带时生效，效果被破除后30分钟内无法再次使用。夏目打量着手中神秘而精美的木雕，嘴角微微抽搐。靠，这道具居然还能伪装成橙装，害他白高兴一场。不过倒是有点用处。夏目心念一动，面板顿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夏目最帅，职业管理员，等级9，生命值99999999，魔法值99999999，姓名居然也可以改。
夏目的自身等级一跃从6级变成了9级，血量和魔法值全都变成了9999，娱乐性一下子拉满。难怪刚进来时洞察术都看不到 BOSS 血量。他尝试着卡了下 bug， 装备月之女祭司掉落的9级蓝装，可惜被系统提示等级不足。可惜了，果然还是骗不过系统爸爸。第39章，首席法师的陷阱。夏目玩得不亦乐乎，虽然局限性很大，但欺诈木雕这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尤其等以后地图等级上去了，敌人有了智慧，说不定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不过那应该是很久以后了。夏目收起欺诈木雕，再次看向其他掉落。怎么又是紫色戒指？夏目轻叹一声，自己现在对戒指都没需求了，来点饰品套装之类的多好。暗杀指环，紫色，手指、戒指，装备后绑定，加15敏捷，加5耐力，需要等级8。装备强化隐身效果，破影一击造成的伤害额外提高 50%。装备击中时可能使目标中毒，在10秒内造成总计300点毒素伤害。PVP 神器啊！夏目想了想，没有拍给雨堂。这枚戒指对于快毕业的学员来说，效果可能没有那么好，卖不出高价。毕竟进入新地图后，怪物的血量和属性都会翻几倍，毒素伤害显得有些鸡肋。不过对于初中学院联赛的刺客选手来说，这戒指绝对是顶配。属性高，强化隐身和爆发，还能挂毒。在大家前期血量都不多的情况下，300点的持续伤害已经很高了。要是有毒素天赋的刺客，估计愿意出天价来购买。所以他准备等9级后放拍卖行，狠狠赚上一笔。剩下几件也都是刺客的装备，3绿1蓝，夏目没仔细看，反正到时跟着一起挂上就行。离开刺客神殿，夏目马不停蹄地走到那扇绘制着白胡子法师图案的大门前，将神殿钥匙插了进去。门上的魔法纹路亮了起来，闪烁着神秘的光芒。他内心有些期待，不知道最后一个 BOSS 会爆什么好东西。希望别再是戒指。法师神殿的布置相当豪华，即便过去了1000年，依然金碧辉煌。古老的水晶吊灯洒落光芒，殿内布满了精巧的雕塑，华丽的装饰和奇异的符文散发着独特的魔力气息。大殿两侧是巨大的书架，一具具穿着法师袍的骷髅围靠在一起，仿佛在探讨着什么。角落里还有几个法师骷髅踮着脚尖，手上还捧着卷轴，骨骼都快散架了。正中央摆放着一座刻满符文的实验台，上面摆放着无数羊皮卷，似乎记载着那个年代的法术研究。桌案前的身影已经化为一具骷髅，肥厚的骨架上光芒点点。夏目甩了个洞察术过去，首席法师梅洛，克朗格的遗躯。描述：一位死去1000年的老法师，身上还携带着些许遗物。这又是什么情况？夏目不太相信有天上掉馅饼的美事。他谨慎地从背包中拿出几块光滑的石头，朝那位首席法师的遗体砸了过去。咔咔，过了半分钟，无事发生。夏目谨慎地朝那边走了过去，一路上的法师骷髅都没有任何反应。微光法师的遗躯。描述：梅洛，克朗格曾经的实验助手，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没有血条，好像确实用不着战斗。夏目随意地扫了一眼实验台，伸手拿起一张破旧的羊皮卷。废弃的魔法卷轴。描述：神殿首席法师的研究草稿，记录了几种常用的法术模型，使用遗迹文学时获得小幅度增长。看到使用效果后，夏目眼前一亮，这种好东西可不多见啊。遗迹文一直是他的弱项，毕竟那些诡异扭曲的文字实在太难学了，没天赋学起来简直要命。他现在仅仅掌握了一些基础词语，要是碰到大段的长句，就只能连猜带蒙了。在他看来，能增长遗迹文学时的道具简直比成装还要诱人。毕竟自己现在的职业就适合单刷遗迹，顶级装备迟早都会有的。夏目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使用，古老的羊皮卷在他手中消散。丁使用成功，遗迹文学10+1。他兴奋地翻开另一卷羊皮卷，试图破译上面的信息。感觉好像没什么变化，还是完全看不懂。难道加的是潜力？夏目有些不太确定。不过这里羊皮卷多的是，俗话说得好，量变产生质变，多使用几张应该就有效果了。丁使用成功，遗迹文学10+1。丁使用成功，遗迹文学10+1。丁使用成功，遗迹文学10+1。将桌上10几张羊皮卷全部用完，夏目还是没感觉到明显的区别。他又盯上了一旁的书架。描述：昔日神殿首席法师的魔法藏书。好吧，想太多了，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加学识的。夏目随手翻阅了几页，只能看懂一丁点。不过令他有些惊奇的是，这些原本扭曲繁杂的文字在他眼中突然变得亲切顺眼了很多。他能够轻松记住一些字母的写法，难度仿佛被大幅度简化了一般。不错不错，就算卖不了钱，留着当课外阅读资料也好。
等以后学习遗迹文的时候，就可以拿来装备了。看，这可是古代神殿法师的藏书，独此一份。又晃荡了近1个小时，夏目在书架上挑挑拣拣，选了10几本看上去最精美复杂的魔法书，收入背包。为此，他还把背包里的光滑石块清空了一部分，心满意足。最后，夏目缓缓走回研究台前，开始仔细打量椅子上的首席法师遗体。骨头都裂成这样了，总不能突然复活吧？咦，这是什么？夏目看到骷髅的脖子上挂着一条淡银色的吊坠，链条卡在颈骨和肩骨的缝隙中，亮晶晶的坠面已经垂落到了胸腔的位置。梅洛·克朗格的吊坠破损。描述：梅洛·克朗格的遗物之一，承载着他的美好回忆。夏目，这就是所谓的遗物？太坑了吧！再看看其他。梅洛·克朗格的斗篷破损。描述：梅洛·克朗格的遗物之一，在激烈的战斗时被扯碎。不就是块破布吗？谁要啊？梅洛·克朗格的魔力手镯破损。描述：梅洛·克朗格的遗物之一，经过漫长的岁月，已经失去了贮存的魔力，只是件普通饰品。样式倒是还可以，能卖些金币，不过死人戴过的东西，会不会有些不太吉利？夏目一边碎碎念，一边迅速将手镯拆下来，收进背包。法术能量之戒，紫色。手指、戒指，装备后绑定，加25智力，需要等级9。装备使你的法术击中敌人的几率提高 1%。装备施法时有一定几率进入节能状态，使下一个技能的法力值消耗返还 100%。装备施法时有一定几率进入能量涌动状态，使下一个技能的法力消耗和伤害提升 80%。又是，卧槽，这什么？夏目瞪大双眼，差点没反应过来。一众垃圾遗物里，居然淘到个极品！纯智力加成3，装备词条减蓝耗，加命中，加伤害，简直不要太夸张。0-19级的地图上，应该很难找到比这个更强的法系戒指了。甚至那些极度缺蓝的炮台职业可以一直用到更高等级。只可惜是戒指。夏目比较了下，还是自己手上戴的那2枚更合适一点。这戒指自己用实在太浪费了，毕竟它不需要智力，法力消耗也不怎么高。不管怎么说，先收着吧。夏目小心翼翼地将戒指从骷髅的指节上摘了下来，放入背包。下一刻，变故突生。失去了戒指，梅洛·克朗格的遗体开始从指节处一寸寸风化，逐渐消失在夏目的眼前。只听砰的一声巨响，法师神殿敞开的大门被狠狠砸上，无数道蓝光落在周围僵立的法师骷髅身上，散发出一股强烈的魔法波动。他们正在逐渐复苏。第40章迷雾与修整。吱嘎，殿门再次打开，绚丽的魔法光亮透了进来。夏目半靠着试验台，有些疲惫地揉了揉眼睛。终于结束了。周围的书架被砸得稀碎，各种魔法典籍摊落在地，有些上面还燃烧着蓝色的火焰。一切都在诉说着刚才这场大战的惨烈。就知道遗迹大陆里没有天上掉馅饼的美事。那枚极品法系戒指应该就是殿内唯一的机关，一旦拿走，周围的骷髅就会复苏。无数火球呼脸的滋味并不好受，其中还夹杂着寒冰和雷电，差点一瞬间把夏目带走。好在他及时用了抗性药剂和不稳定的药剂，又给自己加持了闪亮护盾，这才得以幸免。借助强效隐身药剂和加速药剂，夏目不断利用法师大殿的书架和各种陈设进行卡位，让能攻击到他的骷髅始终不超出5个。为了维持血量，他把能用的道具都用了：嘲讽草人、干扰药剂、小型瞬移符。而且为了给分散的骷髅挂痛，他第一次从魔力法球中抽了些魔法值出来。即便如此，他还是差点死，最后只剩下10%不到的血量，强行靠着9层效果的真言术玉勉强撑了过去。太恐怖了！几十个精英法师骷髅一起上，谁能顶得住啊？夏目猜测这里应该跟之前那个宝箱怪的房间差不多，一开始就没准备给贪婪的职业者留活路。果然，探索遗迹的时候，贪心是大忌。这枚戒指并不值得他中断探索，下次遇到这种不劳而获的情况，需要更加谨慎才行。夏目复盘了一阵，神色变得更加沉稳和冷静。他最后看了一眼凌乱的法师大殿，转身朝门口走去。再次站在被魔法光芒照亮的廊道尽头，面前的5扇门已经全部开启。骑士首领阿尔维斯和他的骏马佩尔斯，不知名的月亮女祭司，首席刺客纳加莎，大法师梅洛·克朗格。虽然还不清楚他们的故事，但这些微光骑士团的核心人物都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遗迹大陆果然是个神秘而充满挑战的地方。法师大殿里并没有神殿钥匙，也不再需要去寻找，因为最后一扇绘制着迷雾的大门已经缩回两侧的殿墙之间，露出中间漩涡一般的传送阵。或许在夏目取下戒指前，这扇门就已经处于开启状态。夏目神色凝重，
刚才系统并没有给出通过第2层的奖励，看来还未结束。这也跟宫廷棋局的设计差不多，除了在遭遇战中击败对手之外，深入迷雾也是一种获取胜利的方式。收集资源，强化棋子，然后踏破迷雾，迎接最终的胜利。不过先不急，还剩下5天，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探索迷雾中的空间。现在需要休息。虽然他们是数据生命，进入遗迹后就算7天不怎么睡觉也行，但精神上的疲惫感还是无法消除，会影响操作状态。如果像其他同学那样到处旅游打卡的话，夏目倒也未必需要休息，但他连续经历高强度的战斗，反应力已经开始逐渐下滑。刚才要不是他盾后、容错高，还有各种交换到的小道具，可能这趟遗迹之旅已经止步于此了。接下来的 BOSS 可能更加强大，他需要及时调整好状态。沿着来时的路回到那间宽敞明亮的安全屋，夏目瘫倒在柔软的床铺上，沉沉睡去。2个时辰后，夏目伸了个懒腰，精神饱满地醒了过来。这应该已经是第3天的早上，月神之界的第1条加成效果已经消失。夏目感觉身子重了一些，脚步没有之前那般灵活，闪亮护盾的 CD 也重新变回15秒。他翻看了下面板，显示进入遗迹的时间是2天11小时。居然已经这么久了吗？解除遗迹聊天栏的屏蔽，班级群热闹异常，消息已经统计不过来了。宋人兄弟们，有离得近的吗？我在落日峡谷看到5级稀有精英怪了，加入后发具体坐标。点赞点 JPG。钱多多，我赶过去应该只要5个小时。照片点 JPG。金岑，哇，你这是在哪？真漂亮啊！钱多多，椰林海滩就在落日峡谷正东方。金岑，可以，下次有空的话就去打卡拍照。程强，宋哥带上我们呗，我和张晨就在落日峡谷。赵可儿，我去5级精英。你们等级都这么高了吗？留下了羡慕的泪水点 GIF。宋人，不高，做了几个小任务，现在也就4级半而已。狗头点 JPG。钱多多666点 GIF。苏雨，有人在主城吗？麻烦帮忙买点恢复药剂，不白跑。赵可儿，我就在交易区。苏雨，好，私聊。王莹，卧槽，苏雨大佬。程强，苏雨大佬 ，BOSS 打过没？宋人，吃瓜点 JPG。金岑，嘿嘿，快了，你们是没看到，前面宇哥的召唤物直接带我们杀穿。王胜，哎，主要 BOSS 血量距 TM 后都快6000了，你们敢信？而且防御还高，我们的伤害才勉强到2位数，还经常吃 miss， 只能慢慢刮痧。钱多多，多少级的 BOSS 啊？金岑，6级，比队长等级还高，所以超级难，这就是一季大陆 BOSS 的含金量吗？金岑，那僵尸王好吓人，我看着都心惊胆战的。瑟瑟发抖点 JPG。夏目随意的翻着众人的聊天，看得津津有味。血多，要不你们来试试这里的 BOSS。雨堂这次倒是安静了很多，没给他发什么乱七八糟的消息，很可能正在努力刷怪练级中。他突然想起来，对方身边好像还有个肥羊学姐来着，貌似正好是法系职业。想到这，他打开聊天框，把法术能量之戒拍了过去。第41章，大型遗迹卷轴。哇，苏学姐出蓝装了！雨堂看着静静躺在地上的那件树精斗篷，眼神放光。树精斗篷，蓝色，背部披风，拾取后绑定，加12护甲，加8力量，加6耐力，需要等级5。使用恢复30点损失的生命值，冷却时间20分钟。刷了上千只树精，终于掉了件像样的装备。属性挺适合你的，穿上吧。高手学姐淡淡的瞥了眼，毫不在意。哟呵，小学弟运气不错呀，第1次下一季就能穿上蓝装，回去可以好好炫耀下了。陈东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这怎么好意思？雨堂有些迟疑。要不我出金币买吧？不用。雪衣摆了摆手，微微一笑，就当还你人情了。刚才那对套装戒指要是挂上拍卖会，他恐怕没那么容易买到。就是跟我们这么见外干什么？下次有空一起下本，在毕业前还能带你几次。陈东相当看好雨堂的潜力。对了，你朋友打到新戒指没？要是有敏捷的，我可以花金币买。哪那么快？陈哥你想太多了。雨堂失笑道，他又不是搞戒指批发的。丁宁的好友夏目发来一条消息。雨堂脸色微微一僵，靠，不是吧？他颤抖地打开聊天栏，下一秒惊呼出声，这家伙开了吧？绝对是开了吧？怎么感觉大家进的不是一个遗迹？看到雨堂脸上的表情变化，陈东精神一振。敏捷的？不是，法系戒指。雨堂麻木地回答道。还真是戒指啊。雪衣轻掩小口，真羡慕你朋友的运气。不过法系戒指我们大概率是用不上了，会长装备都已经毕业。
身为第一梯队的毕业生，他们身上除了戒指、饰品和项链外，基本都是强力的蓝紫装。雨堂咽了口唾沫，要不还是看看吧。说着，他把能量法术之戒属性效果展示给众人。卧槽！陈东捂着眼睛，噔噔噔倒退了好几步。有脏东西！对方该不会是进了什么秘境宝库吧？怎么全是这种极品的戒指？太让人眼红了。雪衣倒吸一口凉气，原以为刚才那副套装戒指已经是极限了，没想到还有更夸张的。苏林看完戒指效果，呼吸一滞。谁说他装备毕业的？这不还差好多吗？他黛眉微蹙，轻抿着嘴唇。这戒指真要卖吗？最好能交换，各种稀有道具和特殊物品都收，不够可以用金币贴。雨堂将夏木的话原封不动地复述了一遍。苏林心中一动，他身上的金币并不多，但特殊物品倒是不少，反正都要升学了，留在背包里也没什么价值。不过雨堂的朋友要那么多道具和特殊物品干什么？难道这些戒指是全靠这个换来的？毕竟看戒指的级别，起码也得是9级的 BOSS 才有几率掉。这根本不是第一次进遗迹大陆的学员能对付的。苏林自以为猜到了事情的真相，他想了想，直接开始调用人脉，到处搜集特殊道具。神圣护照卷轴残，描述：圣庭留下的古老卷轴，极具收藏意义。效果：使用后生成一个保护罩，能够抵挡任意一次技能或攻击。机械改装炸弹，描述：一种高级爆炸装置，通过机械和工程学技术的改装和优化，具有自主触发功能和防护措施。效果：对半径5米范围内的敌人造成100至200点火焰伤害，并使他们昏迷2秒。集结号角，描述：一只古老的号角，其中蕴藏着白银之手的神秘力量。效果：使用后可以召唤一位强大的白银之手骑士，提供额外的战斗支援。虚空护符，描述：充满虚空能量的符咒。效果：使用后能够在30秒内减少受到的伤害，并提高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幽灵宝珠，描述：里面藏有克制灵魂的力量。效果：使用后可以将周围的幽灵类敌人禁锢在原地，使其在1分钟内无法移动和攻击，任何伤害都会打断这个效果。夏木看到雨堂发来的一长串特殊物品清单后，不由咂舌。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物品，也不知道对方从哪获得的。不过论价值的话，离换取法术能量之戒还差得远，毕竟这些道具大多数都是一次性物品。可以再贴1万金。夏木回道，他也不算狮子大开口，毕竟这枚戒指挂拍卖行应该能卖到15000金以上，算上10%的税，也有14000金。这些道具加起来的价格肯定不到4000金，但胜在种类齐全，收集起来相当麻烦，多出的部分全当是辛苦费了。现在探索遗迹要紧，夏木也懒得斤斤计较。听到夏木的回复，苏林面色为难，他一时间还真拿不出这么多金币来。似乎读懂了他的表情，一旁的雪衣大大方方的开口道：会长，不够的话我先垫上。这枚戒指简直太超模了，一定要拿下。尤其等以后技能多了，能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对法师来说堪比成装。没事，用不着。苏林摆了摆手，他犹豫再三，还是神神秘秘的从背包里掏出一个奇异的卷轴。这是0-9级地图的大型遗迹卷轴，价值肯定在1万金以上，你朋友说不定会感兴趣。雨堂面色恍惚，这好像确实是他们第一次下副本吧。自己还在为一件蓝装欣喜若狂，夏木就已经快把高手学姐家底掏空了。大型遗迹卷轴，单人，等级限制0-9。描述：黄金王朝的入场券，在遗迹的深处隐藏着强大的宝物、传说中的武器、珍贵的装备或者世界上已经失传的知识，但同时也要面对更复杂危险的谜题和更强大的守护者。使用：形成一座远古传送阵，通往失落的黄金王朝，死亡或7天后将自动退出，使用次数1/5。苏学姐，这是只剩最后一次传送机会了吗？雨堂好奇问道。对，我之前用过几次，获得了好几件紫装套件，还有上千金币。苏林眼中闪过一丝回忆，里面稀有物品很多，甚至可能会出现传说装备。会长，雪衣望着苏林，欲言又止。苏林摆了摆手，没事的，反正我升学后就用不上了，而且最后一次机会就算用了，也未必有大的收获，还不如卖给那位神秘的学弟。可是只剩一次，应该抵不上1万金币吧？雨堂据理力争，开始帮夏木砍价。对，正常卖确实抵不上。苏林微微一笑，不过我猜你那位朋友的幸运值应该很高，等他9级快毕业时去遗迹，收获应该远不止1万金，所以这是双赢。到时如果需要了解遗迹里的信息，也可以让你朋友加我好友，我不会隐瞒，这算是额外附赠。看了被吊起好奇心的学姐，雨堂一脸无奈。我会转告他的。理所当然的，夏木在看到遗迹卷轴后，两眼放光，
想都没想就选择了交易。他已经从神殿遗迹里尝到了甜头，自然不会放走送上门来的机会。就算没有其他附带的特殊道具，他都会选择交易。可供团队进入的大型遗迹卷轴，拍卖行里绝对能卖到3万金朝上，因为不仅仅是装备，里面还有各种成就、永久道具和极品材料，那些几乎只要一上架，就会被各种组织瞬间秒掉。而单人遗迹因为难度过高，价格肯定得腰斩，一般拿到的职业者会留着自用，反正前期不会真的死亡。赌一赌，单车变摩托。夏目心情激动，果然是肥羊学姐，连这种好东西都拿得出来，赚大了。只可惜传送次数就剩最后一次了，要是有5次，说不定他能把那什么王朝的宝库全部搬空。第42章迷雾惊魂。好漂亮的戒指！接收到夏目传送来的法术能量之戒后，雨堂忍不住多看了2眼。戒指上的宝石呈幽紫色，里面仿佛漫天星辰在闪烁，充斥着华丽的魔法波动。雪衣和陈东两人也凑了过来，啧啧赞叹：“好了好了，你们就别盯着看了。”苏玲将戒指戴上，随后直接隐去了装备外观，她不想太引人注目。不过大家都能看出来她内心的喜悦，毕竟在前期装备和技能是大于操作的，这枚戒指完全可以让她刷怪的效率提升一大截，而且有机会在以后的学院竞技场上获取更高的排名。另一边，夏目拿出遗迹卷轴把玩了片刻，重新将其收入背包，起身向廊道走去。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他准备等9级装备毕业后再进入黄金王朝，这样才能利益最大化。先看看迷雾里有什么。这次交易到了不少实用的道具，夏目现在信心十足。重新来到午膳开启的大门前，他径直走向中央处的传送阵。刷！下一刻，夏目的身形消失在了原处。雾蒙蒙的空间，一切都被寂暗的灰色笼罩，周围的景象有些看不真切。这是……夏目环顾四周，这里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庭院，外墙已经大面积脱落，到处是碎石残垣，几乎看不出原本的模样。夏目试探着往前走了几步，左侧的迷雾中突然钻出一个黑袍的人形怪，提着剑向他砍来。迷失的幽灵死士 LV9， 生命值1000，竟然不是精英怪，难得呀！夏目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不由有些遗憾。普通怪几乎不可能掉落好装备，这是遗迹大陆的通识。他不紧不慢地抬手给对方挂了个痛。-10，伤害低得可怜。不过对方动作比起精英怪慢多了，夏目轻易就格挡掉了对方劈落的长剑。他没有急着开盾，现在情况未明，还是先观察一波再说。法杖敲在幽灵死士身上，冒出个位数的伤害，终于有能破防的怪了。-5，再次走位，格挡。身躯僵硬的幽灵死士根本摸不到他。就在这时，右侧的迷雾中再次走出一个幽灵死士，紧接着是后方。夏目面色一变，就知道不可能这么简单。正如宫廷棋局设计的一样，迷雾区域有丰富的资源，可以极大的强化提升棋子，但同时也凶险异常，前期进入等于送死。-82，格挡。-82，还好伤害并不高，而且没有技能和狂暴，如果数量不多的话，他甚至都用不着开盾。毕竟在这种空旷的地形，闪亮护盾的负面效果无法忽视，能不开还是不要开比较好。夏目给自己挂了3层真言术，强烈的舒爽感让他心神一荡。+68，下降1小节的血量逐渐维持平稳。他一边拉扯，一边在周围寻找通路。庭院并不算太大，夏目用步数测量了一下，大概是8米乘10米的样子。东南西北4面墙壁上各有一个可以推开的木门，除此以外便是周围散落的墙垣了。这鬼地方怪恐怖的，总让人有种不安的气息。由于迷雾的遮掩，外加几只紧追不舍的幽灵死士，夏目也没有时间停下来仔细观察。获得经验 X600， 获得经验 X600， 获得经验 X600。2分钟过去了，第一批幽灵怪已经死得差不多了，但没有任何掉落。别说装备，连金币都没有。夏目却是眼睛一亮，这怪的经验给得很丰厚，几乎不逊于精英怪了，而且伤害不高，动作迟缓，简直是一块练级宝地。虽然死了3个，但追在身后的幽灵死士并未减少，反而还增加到了5个，也不知是从哪里刷出来的。夏目思索片刻，给自己套上闪亮护盾，耀眼的光芒瞬间在庭院中绽放，仿佛冉冉升起的太阳。-82，吸收。-137，暴击，吸收。-82，吸收。他眯着眼睛观察四周，围攻他的怪并没有立刻变多，还是5个。足足过了10几秒，又有5、6个新的幽灵死士从迷雾中出现，朝他围了过来。又搜寻了一遍，夏目没有发现更多有用的线索。不过强光太过刺眼，再加上幽灵死士把他团团围住，忽略掉一些细节也是正常的。
这一记真够阴间的。夏目被骨头的咔咔声吵得心烦意乱，他给身旁的幽灵们补了个暗言术，痛，然后打开北墙的木门，也就是一开始进来后正前方的那扇门，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吧嗒！令夏目没有想到的是，身后的木门竟然自动闭合，将跑得较慢的几个死士关在了另一边。沉重的敲门声传来，木门纹丝不动，像是被锁上了一般。夏目借着闪耀护盾的光亮打量着木门，上面的把手竟然神奇地消失了。这似乎意味着他无法再回到刚才的庭院。一滴冷汗从夏目额头划过，他刚才确实是随机选了一扇门，应该不至于一点容错都没有吧。他环顾四周，灰色的迷雾依旧弥漫在空气中，散发着阴冷和诡异的气息。依然是庭院，地上隐约能看到断裂的墙垣，一片破败，似乎与刚才的地方没有任何区别。夏目套着盾快速绕墙跑了一圈，除了一开始封死的那扇木门外，剩下还有3扇可以打开的门，分别位于东、西和北，跟刚才的境遇几乎一模一样。所以接下来该怎么走？望着面前重复的景象，他陷入了沉思。第43章换阵与刷级之旅。丢！两发冒着黑气的暗影弹砸在夏目的护盾上，打断了他的思绪。-106，吸收。-106，吸收。这地方怎么还有法师怪？夏目心中一惊，连忙甩了个洞察术。迷失地幽灵法师 LV9， 生命值750，魔法师90100。法术一般都是锁定的，这里地形十分空旷，他很难卡视野，这就麻烦了。好在身后还跟着几个残血的幽灵侍卫，正好可以利用一下。夏目反倒不急着将他们收掉了，他放慢脚步，让幽灵侍卫将他团团围住。虽然法术攻击是锁定的，但无法穿透地形和其他怪物，所以几个幽灵法师只得僵硬地取消施法，举着法杖朝夏目围了过来。-82，吸收。-82，吸收。格挡。-55，吸收。格挡。近距离下，几个不太聪明的幽灵法师开始用法杖敲夏目的乌龟壳，被夏目轻松格挡，威胁顿时下降了不少。不过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夏目现在都不敢用暗言术，痛，毕竟痛是会传染的。一旦身旁几个残血的保镖死了，他就会暴露在一群法师怪面前，到时处境只会更危险。周围的法师怪还在不停刷新，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夏目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带着一群贴身保镖在庭院来回走动。到底是哪里不一样？夏目闭上眼睛，周围那烦躁的声音仿佛一下子消失了，他的脑海中开始快速回放起刚才庭院中看到的景象。灰白色的迷雾，高大的院墙，分布在4个方向的木门，地上散落的墙垣碎片，幽灵死士和法师。他好像有思路了，不过还需要验证。夏目思索片刻后，推开了正北方向的木门。熟悉的庭院，熟悉的迷雾，甚至连倒塌的墙垣碎片都分布在同样的位置。果然是迷幻阵法。自己现在所见到的只不过是无限重复的影像罢了。身后的木门迅速闭合，将几发射来的暗影弹挡了下来。看着迷雾中心出现的几名幽灵死士，夏目不再犹豫，抬手给身旁的残血保镖们挂了个痛，送他们回归原始数据流。获得经验值 X600， 获得经验值 X600。这种时候，要是有个阵法师队友在就好了。迷幻阵法需要找到阵心所在，击败其中看守的精英或是 BOSS 怪，这样才能破解法阵。只有阵法师能够通过阵盘和技能推演得知阵心的位置，否则就只能不断尝试。一旦中间的路线发生了偏离，恐怕永远也到不了阵心的位置。除非幸运女神降临。通过刚才的试验，夏目已经知道木门都是单向通行的，无法原路返回，所以一旦走错，很可能会被卡死在里面，而且还得面临这些不断刷新的小怪。好在他已经有了对策，既然无法准确知道阵心的位置，那他就将所有的可能尝试一遍。夏目并不着急，这么好的练级地点可不多，站着不动就有经验怪源源不断的送上门来，完全没必要那么快出去。外面的同级怪一般只给200经验左右，组队分到的更少，不如在这里升到9级。他瞥了眼经验条，36600、300000，从5级后需要的经验就呈跨越式增长，而且死一次当前等级的经验清零。正常来说，学员们第一次下一季7天内平均能升到4级左右，毕竟很多人都是来观光体验的，因为即便课本和视频看了那么多遍，亲身经历也是截然不同的感受。今后的2年甚至更久，他们都会在这片辽阔的地图中度过。学院给到的考核指标只是在第1学期内升到9级，所以除了要参加交流赛的天才选手，大家并没有特别着急去升级。等大部队到达9级，应该都是学期结束后的事了。就连那些世家子弟开始也会选择独自历练，几乎不太可能让人带着升级。普通任务和地图上的非精英怪给的经验很少，
哪怕是潜力出众的学员，不眠不休地刷怪，也就能升到6、7级。毕竟大家前期都只有2个职业技能，主要还是以点杀为主，熟悉技巧。夏目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先升级。前面几个小 boss 已经打得十分吃力了，后面的只会更难。他不趁现在把等级差拉平，到时药剂和闪亮护盾都救不了自己。想到这，他给自己套上一层厚厚的盾，身形缩到墙角，手中暗炎术痛连发，开始了枯燥无味的升级之旅。迷雾中的幽灵死士源源不断的冒出，朝着夏目的方向聚拢。但因为后面的怪身形被前面的卡住，所以能同时攻击到夏目的怪一直只有3个，刚好在护盾的承受范围内。负82吸收，负82吸收。夏目甚至都懒得格挡，任由那几柄锈迹斑斑的长剑落在闪耀的护盾上。小怪伤害不高，15秒差不多刚好能破盾，掉落的血量仅需一个2层的真言术玉就能很快补回来。后面围过来的怪只能干看着，手中长剑无处安放。每秒钟他们的头顶上都会飘出一片石。1分40秒一波怪，经验来得相当轻松。就是眼前不断晃悠的黑袍看上去有些阴森。不知过了多久，最后一批聚拢的幽灵死士化为数据流消散，迷雾终于不再刷出新的小怪，庭院里变得格外安静和冷清。呼夏目伸了个懒腰，终于结束了。他扫了眼经验条，1086003000000。夏目简单计算了一下，若有所思。看来一个房间里刷出的怪是有限的，不多不少，正好120个，换算成经验就是72000。如果想升到7级，还需要清理3个房间，前提是迷雾会不停刷怪。那就继续吧。通过封死的木门，夏目轻松确定了正北方向木门的位置，推门而入。前期的阵法布置相对简单，他仅需要验证2个假设即可。假设1，换阵空间是有限的；假设2，换阵空间是规则的矩形。所以只要连续朝着同一个方向走下去，就可以确定出换阵的边界。这样一来，不管起始点为何处，他都能够将换阵里面的所有空间走过一遍。第44章，史上最快。定，3小时后，升级的金光浮现。夏目将多出的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到耐力上，血量提升到了2438点，多了近200血量，而且怪物的伤害变得更低了，现在一剑只有70出头，15秒连破盾都难。夏目抬手挂了个痛，将聚在身前的一波怪收掉，获得经验值 X450， 获得经验值星号450。相应的，越级挑战的奖励也变少了。清完怪，夏目推了推正北方向的木门，木门纹丝不动。到头了。也就是说，他现在只能选择往东和西走。夏目给自己叠满盾，先推开左边的门。又是法师怪，这次没法用缩墙角战术了，毕竟法师是远程打击的，要是聚上10几个，几波暗影弹下去就能把他的护盾干碎。他思索2秒，直接冲了上去，挂上通后粘住其中一个法师怪不放。没有掩体，那就主动创造掩体。对方见夏目冲来，下意识地敲来一法杖，动作呆板而僵硬。夏目抬手招架，格挡。下一刻，对方手上冒出一团灰气，毒条暗影弹。夏目试图绕一下对方的身位，可惜幽灵法师不规则地扭动着，手中凝聚的法术牢牢锁定着他。负98吸收，负98吸收，果然躲不掉。夏目改变战术，开始利用面前的幽灵法师卡其他怪的视线，这样一来他能少受很多攻击。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幽灵法师越聚越多，周围已经没有了视线盲区，就算夏目不断调整位置，也只能挡住一侧的视线。7、8个暗影弹同时砸到护盾上，还有暴击的，伤害非常高。夏目上万的护盾已经被打掉了一大半，没必要继续恋战了。反正后面的庭院还很多，碰到法师怪直接跳过就可以。他没有时间将所有的庭院都刷一遍。这个庭院依旧只有2扇门可以打开，分别是左侧和下侧。夏目硬抗着一堆暗影弹，快速跑到左侧的木门处，推门而入，往西边一直走到头，可推开的木门只剩下1扇。夏目心中顿时了然，他调转方向，开始朝南方行进。战士怪停下刷完，略作休息，法师怪则是清完几波就跳过。进下一个门，夏目的选择相当果断，毕竟这些经验怪应该就是迷雾区域的福利，多刷一点是一点。怎么感觉有点像是在玩贪吃蛇？4天的时光转瞬即逝，夏目靠在破损的墙垣上，眉宇间尽是疲惫之色。现在他一闭上眼睛，脑海中就是那一袭袭黑袍的幽灵身影，都快要刷吐了。整个迷幻阵法应该是一个9×117的超大空间，也就是说，同样布置的庭院应该有153间，阵心将会落在其中任意一个方格中。目前已经探测过的庭院有69间，完全清理的有1半多，里面绝大部分里都是幽灵死士和法师。夏目只碰到了5间特殊庭院，2间里面是一群类似甲壳虫的幽灵怪物，足有成年人大小。
虽然不难打，但十分吓人，尤其是当近距离欣赏他们的复眼和口气时，简直要命。要不是这些特殊庭院的木门会被封锁，必须清理完才能开启，夏目真是连1秒都不想多待。另2间庭院里都是精英怪，其中一个比较好杀，另一个会吸血的刺客怪就相当折磨了，异常克制夏目。按言数，痛的伤害还没有对方吸血回得多，因为没有爆发手段，他足足耗费了3个多小时才勉强将对方斩杀，甚至还消耗了大量交易来的道具，隐身药剂、加速药剂、眩晕炸药、迟缓卷轴，外加几个稀有的一次性道具。这一战打得夏目心疼不已。最气人的是，2个精英怪并没有任何掉落，只给了一点经验，相当于打白工。不过这也是破阵所需，没得选择，毕竟没有阵法师队友的情况下，他不敢赌运气乱走。最后一间特殊庭院倒是不算麻烦，就是费时间。4个角落分别摆放着倒计时6个小时的烈性炸弹，刚进去的时候吓得他直冒冷汗。仪器陷阱与炸弹拆解是高级学院才有的选修课，夏目一个初中生根本无从了解，他看不懂连接线路，只能胡乱捡了几下。最后瞎猫碰到死耗子，竟然成功消除了其中一个炸弹的倒计时。至于结局，那肯定就是剩下3个炸弹全被引爆了。好在加起来只有区1万点的真实伤害，连盾都没破，这让提心吊胆近6个小时的夏目长出了一口气。后续的燃烧伤害也不算太高，他轻松逃出一片火海的庭院。因此他还解锁了一个特殊成就，爆炸就是门艺术，精神提高了5点。虽然夏目知道守护与荣耀之界在，自己被炸死的几率很小，但就怕会突然触发一些致死的机制。话说回来，这遗迹可真够危险的，要是其他探索者小队被锁在里面又不会拆炸弹的话，恐怕只能绝望等死了。当然经历了这么多危险，回报还是很丰厚的。他打开面板，上面的数据已经焕然一新。夏目 LV9， 生命值28982898，魔法值410410。他手中那柄没有任何加成的白板法杖已经换成了女祭司的治愈法杖。不得不说，这柄法杖漂亮的有些离谱，难怪对气质有特殊加成。杖尖由巨大的蓝宝石构成，宛若一颗闪耀的明星，散发着夺目的光芒，似乎是千年来积淀的智慧和权力的象征。细看之下，宝石周围还镶嵌着微小的钻石和红宝石，如同恒星环绕着行星。柄部的材质仿佛是上古星光凝结而成，看似晶莹剔透，却又散发着深邃的光泽。它完美的融合了华丽和优雅，散发出一种不可言喻的神秘气息。女祭司礼服也相当好看，不过因为是女款装备，而且穿上后属性没有太大提升，所以夏目并没有选择装备。夏目满意的抚摸着光滑温润的杖身，他现在应该是遗迹大陆有史以来最快升到9级的职业者了吧。之前的记录来自一名世家子弟，总用时9天11小时，还经常被老师当作反面教材。毕竟他是硬生生用资源和陪练堆上去的。那位枪系职业者没有组队，而是直接派9级职业者将整片练级区域包场，把怪打到丝血后让他来斩杀。创造这种无聊的记录，只能说是闲得蛋疼。所以即便破了记录，夏目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得意的，运气罢了。时间已经过去了6天半，还剩下不到12个小时就要回归。没有了升级需求，剩下的房间自然通过的飞快，夏目只需要按照自己记忆中定好的路线走就是。连续闯过10几个房间，迷雾骤然消散，夏目的眼前闪过一道红光，周围的景象跟之前截然不同。他精神一振，自己应该是找到阵星了。系统贴心的提示音适时响起，丁已进入特殊 BOSS 区域，请做好战斗准备。第45章，恐怖的红衣主教 BOSS 战。夏目面色一变，拥有系统提示的 BOSS 可远非之前那几扇门内的统领怪可比，估计比完全版的骑士首领还要恐怖。不过现在他已经升到9级，血量不低，而且又有诸多药剂和道具傍身，未必不可一试。他平复了下心情，开始打量着眼前的大殿。是的，大殿跟之前的残破庭院不同，这里才真正有些神殿的样子。高耸的天花板上会有绚丽多彩的壁画，仿佛在描绘着神明的传说。巨大的圆顶顶部镶嵌着血红色的魔法石，闪烁着莹莹的光亮。神殿大厅的墙壁布满涂鸦般的符文，四周矗立着一根根粗壮的石柱，上面雕刻着神圣的图案，给人一种庄重而肃穆的感觉。大厅中央摆放着一座巨大的祭坛，像是由黄金打造。祭坛上放置着贡品和燃烧的香炉，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味。周围点燃的蜡烛投射出暖黄色的光芒，照亮了整个大厅。若有若无的歌声绕梁而行，仿佛女妖在低吟。夏目心神绷紧，给自己刷满护盾，手上随时捏着一瓶强效隐身药剂。BOSS 在哪？难道又是刺客？就在这时，祭坛上缓缓飘出一缕缕淡红色的烟雾，
显得极为诡异。一袭绯红色的法袍拖拽在地上，绚烂如燃烧的火焰，丝丝金线勾勒出华丽的图案。微风拂过，裙摆轻舞，容颜绝美的女子手持一柄小巧精致的魔杖，如同跨越了千年的时光，袅袅婷婷地降临殿中。她脸上覆盖着烈焰般灵动的眼罩，秀发黑如鸦羽，镶嵌一朵红花，玉带束腰，叠翠点缀，气质超凡脱俗。她将目光转向夏目，轻启朱唇，声音威严而动听：“是你打扰了我的沉眠。”卧槽，居然不是骷髅！夏目已经被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连忙甩了个洞察术过去。红衣主教 LV 一记 BOSS， 生命值16万每16万，法力值13000，13000，法师 BOSS。 这是夏目没有想到的，感觉伤害会很恐怖。见夏目没有搭理他，红衣主教脸上浮现出一丝怒容：“可悲的老鼠，就让神明赐予你死亡的宽恕吧。”说话间，他魔杖轻点虚空，一团燃烧的烈焰缓缓凝聚成型。夏目自然不会傻到去跟 BOSS 交流感情，他一个闪身躲在了一根宽大的石柱后。这神殿地形相当克制法师，他完全不怕。给自己注射完不稳定药剂，以防万一，夏目开始叠盾。烈焰风暴，晦涩的读条结束，一圈圈扩散的烈焰以石柱为中心猛然升起。躲在后面的夏目吓了一跳，飞速往外跑去。-2250，吸收。-2250，吸收。只是被蹭到2下，护盾直接下去一大截。夏目看着后面喷发成火柱的烈焰，神色难看。要是再慢一拍，自己恐怕就要被火柱吞没了。这 BOSS 果然没那么好打。他脚步不停，卡在对方施法后的停顿，飞速冲上前去，抬手挂了个痛。啊！痛苦的低吟声响起，红衣主教酥胸微微起伏，精美的脸庞凝成一团，手中的火焰骤然消散。咦，法术居然被打断了！夏目微微一喜，老是跟那些瘆人的骷髅怪打交道，他都快忘记自己的暗炎术痛有额外效果了。看来这痛苦比想象中还要强啊，连 BOSS 都抵抗不住。要不是伤害型法术无法对自身使用，夏目都想亲自体验一下这种痛感到底有多恐怖。夏目蹭到一下后转身就跑，与那道恐怖的红袍身影拉开距离。-1600， -1600，好痛！卑微的蝼蚁竟敢伤我！痛痛痛！你的生命将葬送于此，成为永恒的祭品！红衣主教疼得身体颤抖，话都说不利索了。夏目站在远处的石柱后，气定神闲地欣赏着这一幕。这 BOSS 好看归好看，也不怎么强嘛，貌似就会放狠话。见红衣主教再次高举魔杖，夏目猜测对方想要故技重施，连忙从石柱后跑了出来。谁知这次并不是烈焰风暴，虚空中一道绳索般跳动的火线蜿蜒而来，紧紧缠绕在夏目闪耀的护盾上，一个个伤害数字飘出。-1000，吸收。-1000，吸收。有点意思，这 BOSS 还挺聪明。被火焰绳索缠住，夏目倒是没有惊慌，他开启守护与荣耀之戒的主动效果，然后再次给自己套上闪亮护盾。加6659护盾，加上原有的吸收量，抵挡20秒应该不成问题。他继续跑到柱子后，火绳一下子被隔断，护盾上燃烧的火焰也逐渐消失。红衣主教开始读条，是烈焰风暴。不过这次夏目早有准备，提前后撤，竟是毫发无损地躲过了这个技能。时间已经过去了10秒， BOSS 的血线下降到 90%， 周身突然被火焰包裹，一层虚幻而华丽的火焰护盾将其笼罩在内。-1600，吸收。-1600，吸收。-1600，吸收。什么意思？比拼护盾？夏目躲在暗中观察。过了4-5秒，红衣主教再次抬起白皙美丽的手臂，魔杖顶部闪过一道耀眼的光辉，咻！一束光芒瞬间轰击在夏目的护盾上。-820，吸收。夏目吓了一大跳，什么攻击？怎么会这么快？不过看到伤害他又松了口气，这应该只是那根魔杖的普通攻击。也是，再多就不合理了。就前期而言，红衣主教的技能已经相当丰富，又有群攻，又有单体，还有护盾，十分麻烦。而且这才第一阶段。-1600，吸收。-1600，吸收。-1600。再次躲过了一发烈焰风暴后，夏目发现 BOSS 的火焰护盾已经消失了，血量开始再次下降。神殿的地形对夏目相当友好，有各种柱子卡位，并不容易连续吃到技能。哪怕红衣主教伤害十分变态，也奈何不了他。计算好时间，夏目再次冲上前补了个痛。不过他被对方的火绳缠住，护盾吸收量又少了一大截。被烈焰风暴蹭到一下，又挨了几下普攻，夏目有惊无险地撑过了第一阶段。痛外来的入侵者，我承认是我小瞧了你，不过接下来
你将会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生命值降到一半，红衣主教又开始放起了狠话。他的身形悬浮在祭坛上空，手中魔杖高高举起，烈焰将赐予我永恒。不继续进攻了。夏目眉头微蹙，心里有种不安的感觉。他上前2步，想要释放暗炎术痛，可惜红衣主教的头顶出现了一个大大的 miss， 连续几个技能丢失，夏目果断停手后退。他知道对方现在应该处于无敌状态。红衣主教嘴里念念有词，似乎在吟唱着什么，低沉而神秘的声音回荡在大殿中。夏目能够感觉到地面似乎发生了一些莫名的变化，一圈圈暗红色的热浪正在脚底缓缓扩散开来。第46章第3阶段，5个火红色的巨大魔晶蓦然出现在了大殿中，围绕着祭坛缓缓旋转，一圈圈模糊的焰浪席卷而来。负350，吸收。负350，吸收。负350，吸收。焰浪的伤害不算太高，15秒伤害是5250，以夏目5796的最大血量，应该连盾都破不了。要是能在晚上进来就好了，这样更保险点，毕竟月神之戒也能发挥作用，减少护盾的 CD。可惜当时他没有选择的机会。焰浪持续扩散，伤害似乎还在一点点提高，像是温水煮青蛙。夏目没有迟疑，迅速靠近正前方的一个火红色晶体，抬手挂了个暗炎术痛。烈焰魔晶，生命值6500，魔法值00。他猜测将这5个魔晶清理掉， BOSS 应该就会下来。红衣主教召唤出的魔晶生命值并不高，但夏目清理掉还是需要100秒。他绕着祭坛跑了一圈，给每个魔晶挂上痛，然后举起法杖，狠狠敲在其中一个暗红色晶体的下部。负88，升到9级，又更换了女祭司法杖。他的普通攻击伤害总算不是个位数了。不过这柄法杖的攻击速度只有 3.20， 意味着不考虑敏捷，夏目每隔 3.2 秒才能攻击一次。当然，格挡不算在内。身为一个远程法系职业，又没加敏捷，近身战斗肯定比不上战士刺客之流。地面上的暗红色变得更加清晰，焰浪伤害也逐渐高起来了，一直增长到600点才停下。负500，吸收。负500，吸收。负500，吸收。夏目的护盾已经坚持不了多久，而5枚魔法晶体的血量才堪堪掉了 20%， 得用道具了。夏目有些无奈，道具的冷却时间都很长，每场战斗基本只能用1次。他本来还准备留到 BOSS 最后爆发时当底牌用的，没想到提前就被逼出来了。不过保存血量更加重要。嗑了一瓶抗性药剂，减免最多20点魔法伤害后，夏目捏碎了一次性的虚空护符，30秒内减少伤害，提高移动速度和攻击速度。焰浪的伤害一下子减少到了360点，给了夏目叠盾的机会。他频频挥舞法杖，开始集中精力解决靠他最近的魔晶。70%、60%、50%。天空偶尔会落下火球，不过伤害不是很高，夏目的盾完全够用。30秒后，虚空护符的效果消失，焰浪的秒伤重新回到480点。不过烈焰魔晶的生命值只剩最后 29% 了。最后一击，充满着神秘气息的华丽法杖狠狠敲在火红色的晶体上。负65，负80。在夏目护盾被清空的那一刻，眼前的烈焰魔晶上浮现出一道道细密的碎纹，如同蛛网般蔓延，随后轰然爆炸。负1990。夏目虽然预感到了不妙，提前后撤，还是没有逃过爆炸的余波。他的血量直接降了1小半。随着晶体的破碎，焰浪的伤害也从500降到400，已经无法对夏目造成明显威胁了。他给自己挂了3层真言术玉，开始着手解决剩下4个半血的烈焰魔晶。轰轰轰，3声巨大的爆鸣几乎同时响起。这次夏目有了经验，只是躲在石柱后挂痛，所以没有被爆炸波及到。负100，吸收。负100，吸收。只剩最后一个烈焰魔晶，夏目不急不缓地花1分钟给自己叠满了盾，才挂痛将其引爆。一脸晕色的红衣主教再次降临场中，秀发飘舞。他刚欲开口说句台词，夏目生怕夜长梦多，快步近身上前，挂了个暗炎术痛。负1600，负1600。磕下干扰药剂，直接让 BOSS 的火绳丢失目标。夏目重新退回到石柱后，静静观察着对方的出手。红衣主教被他无耻的打法折磨得丝毫没脾气，连续几个技能都被夏目卡位躲掉，血量一点点下滑，直到 20% 的时候，他身上的火焰波动更加狂暴了，整个人像是被一团烈焰包裹，把准备上前挂痛的夏目又吓了回来。卧槽，不会还有3阶段吧？这放在0-9级地图，属实有点赖皮啊。夏目原本激动的心情骤然冷却，说实话，
他刚才都已经准备收取战利品了。好在红衣主教没有回血手段，他只是给自己套了一层烈焰护盾，再次开始读条。烈焰风暴。夏目已经记住了对方技能的发音，所以他连忙从柱子旁撤出，开始不断贴着墙跑。只是这次原本的烈焰风暴得到了极大的加强，随着暗红色圆环在地面上一层层收缩，3道旋转的火焰光柱冲天起，几乎笼罩了小半个场地。第47章橙色传说。即便夏目走位很小心，他还是被喷薄而出的火柱夹在中间，根本无法逃走。-2250吸收，-2250吸收，-2250吸收。仅仅吃了一个技能，他2万多的护盾直接被打没一半，还在持续产生燃烧伤害。没有强效火抗药水，实在是太痛了。看着血量只剩最后 20% 的 BOSS， 夏目心情极度糟糕，总感觉到嘴的鸭子正在扇动翅膀，随时有飞走的可能。最后30秒，一定要撑住。他冲上前去，抬手挂了最后一个暗炎术，痛。如果对方没有保命手段的话，伤害应该是够击杀了。他刚想转身离开，红衣主教愤怒地甩出一道火红的烈焰绳索，一下子将他死死缠住。-1800减速吸收，-1800减速吸收，-1800减速吸收。怎么还有减速？这跟刚才不一样啊！夏目暗道一声不妙，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仿佛被套上了一道沉重的枷锁，完全走不动道。就算生命值翻倍，这个伤害他也吃不消。没有15层以上的真言术估计他还没走到石柱后人就凉了。想到这，夏目毫不犹豫地用上了最后一张小型瞬移符。他的身影闪烁至石柱后，一下子脱离了烈焰绳索的控制，减速效果迟了半秒才逐渐消失。火焰在红衣主教背后升腾，化为一个个巨大的火球，朝着夏目的位置覆盖而去。似乎是新技能，身前的石柱都被砸得断裂开来，夏目的周围变成了一片火海。他虽然没有直接受到伤害，但却被困死在当中。原本用来卡 BOSS 视野的石柱，反倒是把自己给卡死了。就在这时，一袭华美红袍的身影踏着火焰向他款款走来，绝美的脸上仿佛透着一丝嘲弄。灿烂的白光在火焰中闪耀，夏目再次套上一层闪亮护盾。他刻下加速药剂，沿着断裂的石柱缺口逃入火海。没办法，对方用的是魔杖，伤害极高，就算贴身战斗，自己也没把握活下来。一抹抹淡淡的金芒在夏目手心闪动，他已经开始叠真言术的层数。-800燃烧吸收，-800燃烧吸收，-820吸收。火焰的燃烧伤害夹杂着魔杖的普攻，夏目的护盾几乎瞬间被融化。他逃出火海时，周身闪亮的护盾光芒已然消失。夏目没敢省道具，迅速朝身旁放下一个嘲讽草人，随后又从背包里拿出集结号角，直接吹响。高亢而嘹亮的号角声响起，一位浑身覆盖着银色甲胄的骑士挡在了夏目身后。这个肉盾应该能替他争取不少时间，夏目眼中透着一丝期待。威猛高大的银色身影冲破燃烧的火海，朝红衣主教发起了冲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一个个巨大的火球砸过，白银之手骑士冲锋的身影还未等靠近，便瞬间化为数巨流消散。秒杀！夏目只觉得眼前一黑，说好的强大呢？这种召唤型道具真不靠谱。随着红衣主教走近，嘲讽草人也逐渐燃烧成了灰烬，没有发挥出任何作用。夏目一刻不敢停留，他跑到另一根石柱后，灌下强效隐身药水，企图拖延时间。-1600吸收，-1600-1600。红衣主教的护盾终于消失，他的血条一点点下滑。最后18秒，夏目舔了舔舌头，心跳加速，太刺激了，有种在刀尖上跳舞的感觉。隐身药水对 BOSS 级别的怪已经没有太大效果，红衣主教只是迟疑了2秒就发现了夏目的踪迹。他高举魔杖，开始缓缓读条。又是烈焰风暴，这次夏目身上没有盾了，他只得快速朝反方向的祭坛跑去。空旷的地方利于躲避，他可不想再被卡死在角落。啊！痛痛痛！突然间，红衣主教闷哼一声，读条一致，竟是暗炎术痛剑攻，触发了小概率的打断。糟糕，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夏目没有任何喜悦的情绪。烈焰风暴其实是最好躲避的，他并不怕，但剩下的技能就没法躲了。他现在完全暴露在 BOSS 的视野里，离最近的石柱还有一段距离。果不其然，那道红衣身影只是停顿了片刻，再次开始读条。这次是烈焰绳索，燃烧的火线在空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朝夏目缠绕而来。神圣护罩开！无奈之下，夏目撕开交易到的神圣护罩卷轴，残一个淡金色的护盾与蔓延来的火绳相互抵消。
借助这个时间差，他顺利跑到了石柱后。-1600，-1600，红衣主教头顶跳动的数字，仿佛是一道道催命符，预示着他的死亡。10%、9%、8%。大殿内到处都是燃烧的烈焰，夏目的血线如同开闸的水龙头，疯狂下降。-800，闪亮护盾的 CD 还没有到，无奈之下，他只能用上了自己唯一的回血手段——真言术玉。10层、20层，这种时候要他放弃是绝对不可能的。25层、29层，整个身体如坠云端，像是通了电一般，爽到无法呼吸。-800、-820，加1681。夏目瘫倒在火海中，羞耻的大喊大叫，他的意识已经快要迷失了，视线也变得极度模糊。3、2、1，最后一刻，视线中出现了一颗从天而降的巨大火球，他下意识地开启闪亮护盾，轰，火光迸散。夏目微微扭过头，隐约间他看到了一抹耀眼的橙色光芒在祭坛上一闪而逝。第48章史诗级提升。叮！破解血色神殿第2层谜题，获得经验加35000，金币加50，大型遗迹卷轴加1，职业技能书加1。系统清晰的通报声在耳畔响起，不过夏目仿佛没有听到一般，他四仰八叉的躺在地上，浑身麻软，不时抽搐2下，明显还未从真言术玉的后遗症中摆脱。刚才那道光应该不是幻觉吧？所以说真的出城了，这概率跟彩票中头奖也差不了多少。不愧是未被探索的遗迹，奖励果然丰厚。毕竟很多职业者在遗迹大陆待了上百年，都看不到一件成色。一时间，夏目有些弄不清楚，到底是红衣主教的强度太超模，还是自己运气太好。他缓缓坐起身来，看着周围的一片火海，心情复杂。刚才都没注意，守护与荣耀之戒得3秒无敌效果，竟被最后一个火球打出来了，进入了12小时的冷却。好险！要是没这戒指，他此时应该已经被传出遗迹大陆了，那估计得气到吐血。遗迹大陆3大悲剧：第一，传送时限到了没打完；第二，与 BOSS 同归于尽；以及第三，最后一击被抢，为他人做嫁衣裳。在漫长的人生中，职业者碰到任何一件，恐怕都会记忆深刻。因为遗迹大陆的货币系统跟现实挂钩，很多职业者都指着遗迹中的收获养家糊口。夏目休息了一会，这才拖着抽搐的双腿，慢悠悠地走到祭坛前，将红衣主教的掉落拾取。其他的物品先略过。夏目的目光落在那个闪耀着橙色光芒的装备上，呼吸粗重。永恒的烈焰徽记，橙色唯一。饰品，灵魂绑定。装备，效果可切换。你的攻击和技能有一定几率产生一条烈焰绳索束缚目标，造成自适应伤害和 50% 减速，持续3秒。你的攻击和技能有一定几率产生燃烧的焰浪，对目标及周围的敌人产生自适应魔法伤害。使用，召唤燃烧的火球打击范围内的敌人，造成自适应魔法伤害，冷却时间1小时。纯攻击型的饰品刚好弥补它爆发伤害的不足，而且伤害效果还可以在群攻和单体间切换，异常全面，这样以后刷小怪就不用那么痛苦了。橙色装备之所以被无数人追捧，就是因为它无等级限制，可以从1级一直用到满级，所有的效果和伤害都会随等级提升而增强。夏目记得神州最广为人知的传说装备月之复苏项链，效果之一就是死亡后可以满血复活1次，并传送至随机位置，冷却时间24小时。这对于任何级别的职业者来说都是神迹。他的佩戴者正是凤凰军团的领袖莫风华。只不过橙色装备的唯一缺陷就是灵魂绑定，即便用不上也无法解除绑定，所以不存在转让的可能。若是团队的话，他会随机选人绑定，十分看脸。据说目前神州那批拥有橙色装备的顶尖高手，幸运值无一例外都在中等以上。当然副职业链到顶后也能做出伪橙装，不过也就比紫色装备强些，跟真正的橙装无法相提并论。恐怕在神州历史上，夏目是第一个能在9级时就拥有传说级装备的人了。这要是去参加学员竞技场，简直是降维打击。他赶紧将闪烁着金色烈焰的徽记扣在胸前，然后隐去装备外观，要低调。随后夏目再次看向其他几件装备，四蓝一紫，唯一一件紫色装备居然还是魔杖。赤焰狂潮，紫色。武器，远程魔杖，装备后绑定。80-105，火焰伤害速度 1.0， 加12智力，加3耐力，耐久度80-80，需要等级9。夏目看到 1.0 的攻击速度后微微一怔，什么魔术机关枪啊？难怪明明是紫装，却没有任何装备效果，这伤害属实太残暴了。
2件蓝装是衣服和披风，都是比较极端的智力装，夏目就没有换，准备到时挂拍卖行。另2件倒是相当不错，刚好是夏目没有的部位。主教的炎阳勋章，蓝色，颈部项链，装备后绑定，加10耐力，加15火焰抗性。使用为自身提供一个火焰护盾，吸收最大生命值 10% 的火焰护盾，冷却时间5分钟。这项链对其他职业者来说，可能只是一件堆火抗的蓝装，最大的价值莫过于装备部位特别稀有。但在夏目眼里，这条项链绝对是紫装的级别了。它生命值的 10%， 跟其他人可不太一样。另一件蓝色装备是主教的垫肩，肩部布甲，装备后绑定，9护甲，加15智力，加8耐力，耐久度6060，需要等级9。这肩甲一般，属性比较贴合法师。虽然挂拍卖行也能赚取不少金币，但夏目目前不缺金币，还是用来提升自己比较好。毕竟肩甲在秘境和副本里也不怎么常见。不多时，夏目将所有装备换了一遍，面板数据变得相当恐怖。很难想象，这是第一次进入遗迹大陆的新手职业者。夏目，职业牧师，神眷，等级9，生命32433243，魔法值610610，装备套装生命的礼赞6/6，主教的炎阳勋章，主教的垫肩，赤焰狂潮，狼皮软靴，月神之戒，守护与荣耀之戒，永恒的烈焰灰烬。就这身装备，哪怕他真只是个普通牧师，也能把那些刚到9级的顶级职业按在地上锤。夏目拿起红衣主教同款魔杖，试着挥了挥，一束耀眼的红光贯穿了空气，速度极快，几乎没法闪躲。魔杖很是精致漂亮，沿着手柄伸展出去的是一根流线型的尖杖，仿佛由光洁的纯白色玛瑙制成。握柄上布满了细密的银色花纹，里面像是装着一团流动的烈焰，充满了神秘的气息。这似乎有点太引人注目了。夏目想了想，选择隐藏装备外观，让它看上去就像一根普普通通的小木杖，就很 nice。 距离回归还剩下不到6小时，通关下一层估计没什么可能了。夏目看着祭坛中新出的传送阵，打算先进去瞄一眼。不过他并没能如愿，丁宁的等级还未达到下一层要求，是否选择退出？夏目，自己不是9级吗？等等，他突然间想起来，刚才的通关奖励还没仔细看呢。大型遗迹卷轴，团队，等级限制10-19。描述：血色神殿的入场券。曾经的光明神殿有着一段旷日持久的历史，与微光骑士团之间一同维持着大陆的秩序，最终被邪恶的力量侵袭，沉沦于历史之中。使用：形成一座远古传送阵，通往血色神殿第3层，最多可传送10人，死亡或放弃后自动退出，使用次数1。夏目，怪不得难度这么夸张，原来这里是大型团队遗迹啊！失敬了。课本上倒是有提起过，很多大型遗迹都是独立的空间，可能会分布在不同等级段，甚至有跨度40级的大型遗迹。没想到这就被他碰上了。纸上得来终觉浅，很多事情还是要亲自走过一遭才能有更深刻的印象。既然如此，那就3年后再说吧。夏目平静地收起遗迹卷轴，不再多想。他继续看向背包中奖励的那本技能书。技能：减速光环，需求等级5。描述：领域技能，可主动开启，使半径5米范围内的所有目标减速，对首领级以上的敌人无效。效果：根据不同职业进行调整。适用：辅助职业。第49章猎杀者。光环类技能还真是挺少见的。夏目仔细读了遍描述，若有所思。范围内对所有目标生效，减速效果用途相当广泛，刷怪、战场可操作性都极强，堪称万金油。不过每10级就一个自由技能槽，相当珍贵，夏目自己肯定不会用。但这技能还真不能轻易出手，搞不好成资敌了。毕竟在遗迹大陆里 PK 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对方死了还能捡尸，发点小财。30级以上的 PK 是神州严令禁止的，毕竟会真正危及到生命，一经发现会被追杀到天涯海角。所以很多心怀不轨的人就盯上了刚进遗迹大陆的新手学员。死亡惩罚可是很重的，如果没有被复活的话，不仅会掉落当前等级的所有经验，传送出遗迹大陆，还会爆出背包总金币的 10%， 最多不超过100枚。虽然神州也颁布了相关条例，但因为惩罚相对较轻，屡禁不止，甚至于连学员内部都会出现霸凌现象。美其名曰友好切磋交流，那些专门卡在9级和19级杀新手的组织，最喜欢搜集的就是控制和减速技能。他们有专门的辅助职业负责压阵，刺客或其他高攻职业进行袭杀，哪怕觉醒了顶级职业的学员遇到了都插翅难逃。
数十年的战斗经验和属性差距摆在那，不是职业优势能轻易抹平的。所以减速光环这种神技一旦挂在拍卖行上，估计不出3秒就会被那些人秒掉。夏目可不想到时被自己亲手卖出去的技能恶心到，他准备先放手里，等以后找机会跟其他学员交换，反正技能书总是不会贬值的。店内的火焰仍在肆虐着，熊熊燃烧，热浪滚滚而来，呼啸着吞噬一切。夏目简单扫了眼四周，没有发现什么遗漏之处。随后他用欺诈木雕给自己改换了下属性，踏入传送阵选择离开。一道白光闪过，神殿中央变得空空荡荡，沉闷而死寂。诡异幽暗的石峰群中，一位身穿翠绿色长袍，手持一根小木杖的身影缓缓浮现。一只小萌新 LV7， 职业牧师，生命值550550，魔法值500。正是用欺诈木雕改换过数据的夏目，难得来一次，还没有好好逛过这片独立地图呢。残月挂在天边，小风轻拂，星河闪烁。行走的长牙影狼和高大的石头人仿佛成为背景中的一环，为这抹夜色增添了些许神秘。再次走过这些布满怪物的崎岖道路，夏目的心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这些普通的小怪，他已经提不起任何兴趣了。只要不被围住，扔魔杖就可以轻松解决。相比之下，还是探索遗迹更好玩。逛了1个多小时，夏目也开始碰到稀疏的职业者身影。他们跟之前遇到的剑约梅花学姐一样，都是9级，而且装备也不错，寻找稀有怪和 BOSS 的踪迹。不过这些人明显都不是学员，从走位和身法看，就像是混迹遗迹10几年的老油子，操作变形的同时却又显得极为熟练。夏目没有上前搭讪的打算，他只是在远处扫了几眼后便默默离开。那些人自然也发现了大摇大摆从石峰小径上走来的夏目，神色皆是十分怪异，脸庞这么稚嫩，难道还是个学生？9级前就选随机传送，胆子可真够大的。毕竟没有学院的庇护，学员独自走在野外，简直就像是待宰的羔羊，随时都有可能暴毙。要是9级装备不错的牧师，他们还有兴趣邀请组队。7级吗？呵呵，真不知道对方该怎么活下来。他们可没有给自己添个累赘的想法，难得随机到这里，至少得刷够本才行。而且这一带很可能有猎杀者存在，他们这些苦命的打工人根本得罪不起。夏目自然不清楚这些人心里的小九九，他只管继续探索这片陌生的地图，反正还有几个小时就得回归了。突然间，身后传来一声清脆悦耳的声音：“同学，请等一下。”夏目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身穿校服的漂亮女孩出现在小径的转角处，明眸皓齿，琴手蛾眉。此时她清丽的脸庞上梨花带雨，惹人怜爱。什么情况？夏目微微蹙眉，随手甩了个洞察术。程静怡 LV9， 职业兵法师，生命值750750，魔法值1000。什么事？夏目淡淡开口。女孩双手有些局促地放在身前，轻声问道：“同学，我看你是牧师，不知道有没有学复活术？我一位战士朋友死在精英怪手上了，所以没学。”夏目闻言诧异地瞥了他一眼，冷声打断道：“这样吗？”名为程静怡的女孩似乎有些意外，她伸手擦了擦眼角，快步走了上来，露出一个甜美可爱的笑容。“那同学，你也是刚来这里吗？要不我们一起组队刷怪吧？”“不用。”夏目果断拒绝了他的组队邀请，径直往前走去。谁知他的态度越冷淡，对方反倒是追得越起劲，简直像块牛皮糖一样，甩都甩不开。“哎，同学，我学过自由技能了呢，清怪很快的，你只要再负责在旁边加血就行了。我知道一块好地方，里面的怪特别脆，而且经验和掉落都很丰富，就是没奶妈太容易死了。哎，我还想多打点金币补贴家用呢。这样掉落分你1/3，哦不，1半怎么样？”“喂，你别走呀，你到底要怎么样嘛？”见少女锲而不舍地在自己身旁晃悠，夏目终于停下脚步，轻叹一声：“你说的地方在哪里？带我去吧。”“嘻嘻，好嘞。”程静怡见夏目答应下来，也是暗中松了口气。对方态度这么冷淡，她都快对自己的魅力产生质疑了，明明是专门培训过的。接受了组队邀请，两人结伴行。“同学，你这身衣服好帅气啊，哪里打到的？你手上的木棍该不会是魔杖吧？虽然样子奇怪了点。哎，我也好想要一根魔杖，但估计买不起呢。学弟，我是星火学院的学生，你呢？哇，这要巧啊，看来我们很有缘分啊。学弟这么帅，有喜欢的女孩子了吗？加个好友吧。出去以后可以随时找我玩哦，我平时都有空的。”一路上，程静怡的嘴就没怎么停过，一副自来熟的模样。夏目只是敷衍地附和着，若有所思。一处幽暗的洞窟前，他停住脚步：“学弟，你怎么不走了呀？
前面的女孩好奇地转过头，笑靥如花。夏目靠在石壁上，静静地望着她，语气冷漠：“你说的刷怪点就在里面。”“放心，这条路我走过很多次的。”女孩拍着胸脯，自信满满。“不是这个问题。”夏目眼眸微垂：“你加入他们多久了？”“学弟你在说什么啊？我怎么听不懂？”程静怡疑惑道，她精致的小脸上恰到好处地浮现出一抹委屈。“你不会觉得我想要害你吧？你太心急了。”夏目微微摇头，伸手指向他校服左胸处的精致徽记。“那我再说明白点，这位猎杀者小姐，星火学院的学员，可不会把校徽带反。”程静怡神色骤变。第50章战斗。哈哈，小学弟，我只是不小心罢了。程静怡慌乱地调整着校徽的位置，试图做最后的解释。“还是反的。”夏目好心提示道。“你该不会不知道，我们校徽是横着带的吧？”女孩心态炸了，她眼神一下子冷了下来，表情不再甜美纯真，跟之前判若两人。“哼，你什么时候怀疑我的？”夏目打了个呵欠，嘴角微微勾起。“一开始假借队友死亡，问我会不会复活术，不就是想确认我的身份吗？先套信息再动手，这是猎杀者才有的风格。你表现出来的意图实在太明显了。一般来说，那些背景深厚的学员如果觉醒了辅助职业，家里必定会在前期准备好复活术的技能书。而且刚才一路上他的问题也都围绕在夏目的装备和人际关系上，话术也是精心准备的，能够让人放下警惕。程静怡的样子确实纯美动人，要是换个小男生，说不定前面已经把底都交了。可惜夏目一眼就识破了他的身份，对方的名字肯定也是假的，应该是专门用改名卡来伪装学院的学生，不知道已经骗过多少学员。够聪明，现在的学生真是越来越难骗了，没想到老娘也有失手的一天。女孩听完夏目的话，自嘲一笑，从背包里掏出一根卷烟点上。“不过我很好奇，既然你都知道，为什么还要跟来呢？”“因为我也有个问题。”夏目淡淡回答。“你应该就是冲我来的，可我只不过是个7级的牧师，何必要这么谨慎？碰到直接动手不就好了？”“让我猜猜。”夏目挥了挥手上的魔杖，平静地看向眼前的女子。“你刚才似乎对我手上的魔杖很感兴趣，这说明你有个隐身的同伴，看到了我之前的战斗，他没有十足把握，所以才让你把我骗到这里来。”啪啪啪，鼓掌声响起，一道低沉的声音从石头后响起。“厉害，不愧是世家出身，警惕性够强。不过小朋友，这里只有一条通道，你待会准备怎么逃呢？我刚刚用显影药剂看过，你周围没有保镖，你们组织的人目前应该还没人传送到这里吧？”很明显，这人误会了什么。夏目懒得反驳，淡淡问道：“你们想要什么？”“那自然是钱喽。”程静怡撩了撩头发，笑容妩媚：“我们要的不多，500金币，相信这对你而言只是点小钱。对了，小弟弟，其实有一点你猜错了，这洞窟里真是一块炼级宝地，你只要乖乖交了金币，姐姐待会可以带你快速升级哦。”“才500金币？”夏目嗤笑一声：“你们什么时候这么好心？”猎杀者最喜欢做的就是盯上一个职业者，把他的身家全部掏空，没有利用价值后再虐杀。所以神州的通缉名单上，猎杀者得高层赫然在列。可以料想，500金币之后肯定还是500金币，直至沉没成本压垮他的心理防线。当然，你愿意给更多的话，我们也不介意。见夏目一副不屑的样子，程静怡冲他眨了眨眼睛，笑着说道：“反正现在死了也不会真死，我们又何必要得罪你呢？交了保护费，咱们就是朋友，以后还可以常联系啊。”阴沉的声音再次从石头后传来：“小朋友，你可要想清楚，这里是独立地图，要是不小心死出去，下次进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最后给你10秒钟考虑。”“哎，等等，别这么强硬嘛。”程静怡摊了摊手，冲夏目说道：“我们也只是生活所迫，小弟弟，你就别让我们难做了，交了钱我们还会保护你。”两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软硬兼施。夏目观察了一番地形，这里不仅狭窄崎岖，而且前后都只有一条通道，完全不适合短腿的法系职业发挥。要是进了前面漆黑的洞窟，那更是刺客的天堂，指不定还有陷阱。你们还真以为吃定我了？夏目镇定自若。不然呢？你一个小小的牧师还能反抗不成？程静怡哈哈大笑，仿佛听到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夏目没有回应，手中黑芒一闪，给他挂了个暗炎术。痛啊，好痛！什么东西？程静怡没想到夏目敢突然动手，他面容扭曲，疼得浑身发颤，连法杖都抓不稳了。快动手，别让他跑了！夏目气定神闲地站在原地，丝毫没有逃跑的打算。他感受到了那个刺客正在快速接近。就在淬毒匕首落下的一瞬间，
闪亮耀眼的白光猛然从夏目身上绽放，仿佛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负576，吸收。负35，毒素，吸收。啊！我的眼睛！只见一名身着黑衣的年轻男子捂着眼睛伏在地上，泪水从指缝间缓缓淌落。第51章倒计时回归。那名刺客的内心是崩溃的，这什么鬼技能，眼睛都快被亮瞎了。程静怡离得稍远些，不过也被绚丽的白光刺得睁不开眼。他只得闭目放了个范围控制技能，冰霜星星。一圈淡蓝色的冰环从脚下铺开，如同舒展开的莲花，将夏目的双腿冻结在原地。负112，吸收。法师的威胁不大，夏目没有急着处理他，而是抬手给现身的刺客挂上痛，随后举起魔杖平 A。负15，负95，负15，负90，负180，减速。夏目仅仅攻击了2下，便触发了饰品的效果，一条燃烧的火绳缠绕在刺客的身上，让对方身体陷入迟缓。他现在已经能够读出对方的信息。暗夜 LV9， 职业毒物刺客，生命值1125-1520，能量值90-100。这人装备很好啊，血量都快跟之前遇到的盾战士学姐差不多了。要知道，除了 MT 外，其他职业很少会去堆血量，尤其是刺客这种高攻高敏的脆皮职业。这说明对方装备提供的耐力附属性很高。什么鬼伤害？又挨了2魔杖，黑衣刺客的血量已经不足1000，他已经开始慌了。之前看到夏目刷怪的时候，他就觉得对方的伤害不正常，没想到越2级打自己伤害也这么高，而且身上那股剧烈的痛楚让他几乎要喊出声来，完全不合理啊！这货真的是个牧师。不过他并没有放弃，毕竟对方的表现恰恰证明了他是头超级肥羊。暗夜灌了瓶恢复药剂，一瘸一拐地朝夏目走来，2柄薄如蝉翼的匕首上闪烁着绿油油的光芒。另一边，程静怡已经看呆了，强忍着巨大的痛楚，他念动着咒语，一根根冰刺在手中凝聚。严寒之刺，负90，吸收。负90，吸收。负90，吸收。一根根冰刺击打在闪亮护盾上，造成一连串伤害和减速效果。暗夜也完成了近身，双臂飞速刺来。毒伤，负410，吸收。负30，毒素，吸收。格挡，格挡。夏目一个后撤走位，魔杖预判招架了对方的普通攻击。相比起刺客首领，对方的攻击角度简直朴实无华。不得不说，某些人卡在9级肯定是有原因的，也就能仗着装备优势欺负那些新手学员罢了。夏目穿插了一记平 A。负210，暴击，凿击。技能是无法闪避的。暗夜一匕首戳晕夏目，与一旁的女法师配合着飞速进攻。负180，吸收。负180，吸收。负360，减速。负400，吸收。负30，毒素，吸收。夏目醒来后，潇洒走位格挡了袭来的匕首，然后卡着 CD 给自己套了层盾。操！见一顿小爆发后，夏目的盾都没破，暗夜心态已经彻底炸裂了。这 TM 是什么乌龟壳？那股突如其来的剧痛还未消退，他现在身心正受到双重摧残。所以说自己到底惹了个什么怪物？血量再次降到1000以下，暗夜已经萌生了退意。抬手一个晕眩炸弹扔出，将夏目控在原地。随后他迅速跑向一旁的女法师，急促喊道：减速，先撤。程静怡神色恍惚，他们这组合已经配合了数年，就算打一些新手期的9级学员小队都是一面倒的屠杀，今天居然被一个7级的牧师逼到跑路，见鬼了！这就是世家子弟的强度吗？别人辛辛苦苦打出的极品装备，他们唾手可得，才7级就有这种超模的魔杖，技能也配置完美。要是自己当初也有这种待遇。女孩紧紧抿着嘴唇，手中寒冰之力酝酿，化为冰箭激射而出。负550，暴击，吸收。破碎开来的冰冷仿佛是他最后的倔强。护盾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白光，牢不可破。夏目感受到身上的减速效果，没有往前追。他计算了下2人的位置，从背包中掏出机械改装炸弹，飞速扔出。就你有道具吗？负150，晕眩。负150，晕眩。大范围的爆炸让2人动弹不得。一颗颗燃烧的火球从夏目的身后漂浮而起，悬在空中，将他衬托得如同火焰中的君王。是时候验证一下橙色饰品的威力了。火焰终将降临。刚用道具解除眩晕效果的暗夜仰起头，瞳孔中倒映着无尽的火光，震撼莫名。我打 NM 啊！他没有理会一旁的女法师，吓得转身就逃。轰！负99，负99，负99，密集的伤害数字飘出，
燃烧的火焰逐渐消散在石镜上，将空气灼烧成虚无。透过散去的尘烟，夏目看到2个墓碑矗立在荒芜的场地中，闪烁着亮晶晶的光芒。他走过去拾取了一下，总共12金币，刺客要多一点，足有8枚。这种不义之财，还是自己帮忙收着吧。钱财的损失倒是其次，被清理出这片独立地图，恐怕那2人心里要后悔死。自作孽不可活呀！第一次在遗迹大陆里 PK， 夏目只用了1分钟就调整好了心情。他唯一的感觉就是传说级装备实在太变态了。距离回归还剩下最后一点时间，夏目想了想，给自己套了层闪亮护盾，往前方漆黑的洞窟走去。然而就跟预想的一样，里面是一条死路，什么都没有。夏目踩了2个致盲陷阱和1个爆炸陷阱，灰头土脸的溜了回来。果然跟老师说的一样，那些猎杀者嘴里就没有一句真话。丁学员410239，回归时间已到，请在10秒内确认，否则将自动开启传送。系统的提示音姗姗来迟。10、9，夏目最后扫了眼这片给自己留下难忘经历的永夜石林，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归。下一刻，他的身影化为幽蓝色的数据流，消失在了这片独立的区域中。第52章，完美融入。神州西区一处豪华别墅的地下室，一男一女2道身影从扭曲的传送光门处浮现，女子姣好的面容上还透着一丝错愕。不远处，穿着黑袍的看守者皱眉问道：“暗夜、白眉，你们怎么提前出来了？”我们程静怡张了张口，欲言又止。他不由回想起少年最后冷酷而平静的神情，以及那如流星般将自己淹没的火焰之语。与之相比，暗夜却是要平静不少。他整理了下衣冠，淡淡开口：“带我去见老大，有重要消息禀告。”昏暗的房间里，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靠在沙发上，他穿着一袭黑色的宽大风衣，袖口微微折叠，望着恭敬站在面前的2人，他指节轻扣桌面：“我需要一个解释。永夜石林不是那么好进的，错过了这次机会，又得要等上很久。老大，我们似乎被盯上了，没想到有人伪装新手钓鱼执法，属下一时不察，这才……”暗夜握紧拳头，不甘地开口道。男子冷哼一声，脸色难看：“不是叫你们谨慎些吗？不要平白去招惹强敌。”话音刚落，屋内的温度仿佛下降了几分。可是对方只是个7级的牧师，程静怡轻轻抿着嘴唇。哦，听完女孩的解释，沙发上的男人面色终于发生了变化。他知道对方不会编造如此荒诞的借口，可这也太离谱了。暗夜和白眉虽然在9级中算不上很强，但属性和装备都不错，而且这些年来经历过无数 PK， 怎么可能会输给一名7级职业者？还是以近乎被对方碾压的方式。这么说来，那人应该有传承装备。果然是神州联盟做的吗？或者是那几个组织的年轻一辈？男子面色陡然变得阴沉，他思索片刻，淡淡开口：“先把名字给我，我派人查一下。”暗夜犹豫了2秒，有些不确定道：“我记得他好像叫一只小萌新。”猎杀者首领听完后眼神一凝，紧接着勃然大怒：“混蛋，这么明显的陷阱都看不出！你们2个现在立马给我滚出去！”啊，是。星火学院传送出口处，人声鼎沸，潮水般的学员们聚在一起，大家叽叽喳喳地讨论着遗迹内的经历，好不热闹。第一次体验总是让人兴奋，不少学长学姐们捧着书本从远处经过时，也不由投来目光，跟着会心一笑，似乎想起了自己当初美好的经历。穿着一身校服的夏目完美融入人潮，跟着推推搡搡的学员们一同往外挤去。夏目 LV5， 生命值550，魔法值610。这次他只伪装了等级和生命值，因为升级没点智力，他的蓝量在法系职业中本来就偏低。轻松悠闲的校园生活，他又回来了。在遗迹中获取的装备已经和他绑定，可以随时在现实中复现，但夏目并不想太过高调，所以全部选择了隐藏，只保留属性。不过其他人正值青春年少，爱显摆的心思完全藏不住。哇，你们快看！一个小女生双眼冒光地指着前方，一个男生头戴礼帽，穿着黑色和暗金色相间的长袍，看上去有点像中世纪的吸血鬼男爵，十分引人瞩目。不少学员都围在他身旁。另一边有女孩穿着洁白的修女服，清纯可爱。当然顶天了就是绿装，不过样式略微好看些罢了，毕竟大家普遍才4、5级，也打不出什么蓝装。还有些稀奇古怪装扮的，显然大家还沉浸在遗迹大陆的冒险生活中，神采奕奕。剧情、任务、探险、刷怪升级、观光拍照，每个人的7天都有所不同，而他们还将会有无数个难忘的7天，直到毕业。大家不要急，一个个排好队出来，然后去找你们班主任报到。
那位同学，装备先收一下，快点。还有那边几个，等回班级后，你们想展示多久都可以。数百人鱼贯而出，乌泱泱一片，管理的老师喊得声嘶力竭。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最乱的，后面等分批次进入后就会好很多。短短100米，夏目足足走了20分钟。找老师报道完后，环视一周，却没看到雨堂。这家伙人呢？他打开面板自带的聊天框，最近的消息还是1天前。他说跟那几位新认识的学姐学长打小 BOSS 去了，该不会提前死出来了吧？夏目想了想，连忙往宿舍楼跑去。推开门，雨堂正懒洋洋地躺在靠椅上，嘴里塞了把零食，鼓鼓囊囊的，像只可爱的仓鼠。木锅儿，嫩回来了。他含糊不清地开口道。夏目甩了个洞察术。雨堂 LV6， 职业骑士，生命值820820，魔法值360360。看样子在打 BOSS 前就突破6级了，那还好，几乎没啥损失。发生什么事了？夏目问道。雨堂坐直身板，3口2口嚼完嘴里的薯片，两眼放光。老夏，你是不知道，我们打的那个9级树精 BOSS 体型那叫一个大，而且伤害也高，2阶段召唤的小怪太多，我根本扛不住。这种在死亡线上游走的感觉太 TM 刺激了。雨堂口若悬河，说的停不下来。最后团灭了？夏目淡淡问了句。怎么可能？高手学姐伤害拉满，打赢了好吧？雨堂神采飞扬，那是个稀有 BOSS，2阶段会随机点名用藤蔓把人捆走，多亏我替雪衣学姐挡了一下，不然搞不好真团灭了。哦，不错嘛。夏目微微挑眉，这个判断和执行力可不是谁都能有的。嘿嘿，那是，本 MT 可是最靠谱的专业奶妈护卫。老夏，你以后被 BOSS 点名，我也会替你挡。不需要，别给我乌鸦嘴。夏目脸色一黑，心里却是涌起一丝暖流。啧，看在兄弟的份上，有没有给我留什么好装备啊？蓝装紫装都行，我不挑的。雨堂一脸谄媚的凑了过来，他可是知道夏目有多猛的。呵呵，想得美。夏目懒得搭理他。你那 BOSS 没掉好东西吗？提起这个，雨堂顿时眉飞色舞。还不错，掉了几件蓝装，我分到一个蓝色的盾牌。学姐说等他们出来后再寄给我。夏目点点头，武器的蓝装还是挺值钱的，看来这个学员小队人品还算不错。死出遗迹大陆后是无法和里面的人发送消息的，这也是为什么夏目后面没有收到对方的任何消息。但在小队里，一旦阵亡，会以灵魂视角看完接下来的战斗，也可以听到小队的交流。当然，如果没有掌握复活术的职业者或者复活道具的话，灵魂状态维持不了多久，最后只能被传送出遗迹。雨堂说完自己的经历，抬起那张魅惑动人的脸庞，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夏目。所以老夏，快说说你怎么搞到那些装备的？他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在遗迹里对方可以屏蔽消息，现在总不能。运气不错，开了几个宝箱，里面全都有。夏目淡淡开口。啊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个挂逼！雨堂抓住夏目的肩膀使劲摇晃着，极度使他质壁分离。这和学姐他们的猜测也差不多，否则根本没法解释，毕竟对方才第一次进遗迹。至于夏目之前说什么在遗迹中屠杀精英 BOSS， 那肯定是逗他玩的，自己又不傻。这人嘴里没一句真话，他都习惯了。等等，雨堂这才想起来查看夏目的信息，很快他便瞪圆了眼睛。哈哈哈哈，不是吧？你才5级？尊都假都？夏目没好意思打击他，他故意摆出一副无奈的样子。5级不是很正常吗？牧师升级本来就慢。雨堂笑声一致，好像的确很正常。对方是个脆皮牧师，而且又不像自己有人带飞，就算有100%比伤害，单刷也快不到哪去。一个人刷怪能升到5级已经很厉害了，更何况对方还白捡了那么多好装备，在学员中应该是妥妥的隐形富豪了。只不过从小到大，雨堂已经习惯了各方面都被夏大魔王碾压，现在突然间超过他一次，简直扬眉吐气。不能骄傲，不能骄傲！雨堂上扬的嘴角都快收不住了，他清了清嗓子。嘿嘿，夏哥，要不咱去虚拟场练练，正好展示下你送我的新技能，嘿嘿嘿。第53章，你怎么能明目张胆的开挂呢？觉醒后，学员可以在学院开通自己的虚拟训练室，进行日常的模拟训练和对战。基础项目都是免费的，有些进阶的训练项目则需要花费一定的金币。其实这也是一件特殊道具，叫智能学伴，出产自40到49级地图的机械王国。虽然掉落率较低，但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各大学院几乎人手一个。而且随着游戏进程的改变，智能学伴的版本还在持续迭代，推陈出新。雨堂因为回来的早，已经办好了一切手续，他热情地招呼着夏目过去体验。夏目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稍等，我买个东西。他点开虚拟配送 APP， 直接花费39金币，
下单了一款高档墨镜 ，PC 防弹片、抗冲击，基本免疫强光和辐射。这次下一季，他总共获得了1000多金币，再加上学院提供的生活费，短时间内应该不会缺钱。其实一季大陆的拍卖会上应该有墨镜道具，不过价格肯定不低。夏目准备先拿普通墨镜平替一下，作为过渡，等以后有机会再换。在数据世界里买东西，体验简直不要太棒。刚下完单没多久，背包里便多出一个崭新的墨镜盒。夏目打开扫了两眼，样式十分独特帅气。雨堂望着夏目手中的墨镜，心中不由有些好奇：“你买这个干什么？耍帅？等等你就知道了。”夏目神秘一笑，再次下了一单。训练室里人还挺多的，基本都是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两人走进去的时候，正好看到一道道身影化为白光，消失在房间里。夏目在指导老师那登记开通训练账户之后，跟着跃跃欲试的雨堂走向场最前方那个发光的魔方。丁氏否选择进入虚拟训练室？是。夏目选择完成后，身形瞬间消散，周围一片纯白，有点像一开始的系统测试空间。夏目还在照着之前上课学过的知识，熟悉训练室的功能时，雨堂已经发来了邀请。您的好友雨堂邀请您进入决斗场云顶擂台，是否选择接受？是。夏目淡淡一笑，这家伙还真是急性子。天空中，一座四四方方的擂台悬浮于无边无际的云海之上，由白云构成的石台延伸出去，将整个擂台环绕起来，看上去神秘而壮观。夏目活动了一下四肢，跟在遗迹大陆中没有太大区别，几乎感觉不到重量。他看向对面的雨堂，对方已经穿戴好装备，身上基本都是散剑，花花绿绿的。左手是白板盾牌，右手则持着一柄异常纤细的剑器，有点像西洋剑，上面缠绕着翠绿色的花纹，应该是在遗迹大陆中打到的新装备。容颜依旧秀美脱俗，远看跟女孩子几乎没有差别。木根儿，别说我欺负你，你先适应下环境。雨堂自信十足地喊道。夏目环顾四周，擂台的边缘处空空阔阔，只剩几缕流云在浮动，掉下去应该就直接判负。要是武校交流赛也是这种擂台，倒是可以好好利用一下。想到这，夏目抬手先给雨堂上了一发真言术玉，熟悉的愉悦感袭来，雨堂悚然一惊。什么情况？他们不是敌对状态吗？怎么还能给对手用治疗技能？木根儿，等等！他有些急了，飞速朝夏目冲了过来。魅惑无过，魅惑状态生效，使目标的攻击和伤害性技能伤害降低，并有较大几率丢失。夏目惊讶地发现，雨堂身上竟然出现了一层淡淡的谍影，难以选中。不过，足足3级的差距，外加自己用的可并不是攻击技能啊！夏目抬起手，一道道灿烂的金芒落在雨堂身上。真言术10连刷啊！雨堂奔跑中的身影陡然停顿，他半跪在地，身躯不断颤抖。夏目，你赖皮，就说你认不认输？这样赢，你好意思？雨堂抬起头，一脸倔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夏目再次抬起手，纯净的光芒在掌心闪烁，宛若一位慈悲的神官。啊！雨堂瘫软在地，面色通红。夏哥，停手，快停手！我认输。不要，夏爹，我错了。这还差不多。夏目淡淡的瞥了他一眼，挥手打散手中的光芒。3分钟后，雨堂终于缓了过来，他神情复杂的看向夏目。不行，重来！还有你不许用那个技能。为什么？我可是牧师，哪有牧师不用治疗术的？夏目义正言辞。就是不行，你这太赖皮了。雨堂紧握着拳头，气急败坏。哪有强行奶到对手认输的打法？求求你当个人吧。好好，不用就不用。夏目有些遗憾地摊了摊手。没关系，他底牌多着呢。看到对方目光不时落在擂台的边角，似乎在计算着什么，雨堂突然有种心惊肉跳的感觉。但他还是鼓起勇气，向夏魔王重新发起了挑战。PK 开始。哼，老夏，给你看看我的新技能裁决之手。雨堂本来不想用在对战上的，但刚才被夏目狠狠折磨了一通，他已经放开了。金灿灿的巨大手掌在空中凝结，猛然朝夏目扇去，随后雨堂整个人也跟着欺身上前，一个大比兜，有点意思。夏目自然不会让对方得逞，他淡淡一笑，从容不迫地戴上墨镜。下一刻，极为耀眼的白光骤然迸发，仿佛一轮明亮的太阳陡然升起，穿透了缥缈的云层。操，我的眼睛！刚拉近距离的雨堂感觉自己眼睛都快亮瞎了，眼泪哗哗往外流。他终于明白，刚才夏目为什么突然要买墨镜，这难道也是新技能？雨堂心中震惊，没想到对方这次居然弄到2本技能书，这已经不能用运气来解释了，简直是赤裸裸的开挂呀！金色的巴掌狠狠拍落在闪亮护盾上，只砸出了一个66的伤害数字，便迅速消散，仿佛被这灿烂的白光融化了。你这又是什么鬼技能？
快关了！雨堂闭着眼睛痛苦喊道：“就是很普通的护盾啊。”夏目一脸无辜，不得不说，戴上墨镜果然舒服多了，一点也不伤眼，视野十分清楚。见雨堂仍然闭着眼睛在原地打转，夏目差点被逗乐了。他从背包里取出一个精致的软皮小盒子，放在对方面前。诺，给你的。他心中若有所思，看来以后自己的小队得人手一副墨镜才行。雨堂弯腰在地上摸索了半天，终于从小盒子里掏出那副宽大的蛤蟆镜戴上。他站直身体，气得直跳脚。我说老夏，你就没点正常的技能吗？这让他怎么打？要是去刷怪，对方的治疗术和护盾都有点费队友啊。别在意这些小细节，戴上墨镜不就正常了吗？夏目安慰道。他看得很开，反正效果强就完事了，其他总会有解决办法的。雨堂思索片刻，这话说的好像确实没什么毛病，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戴上墨镜后，强光逐渐失去影响，他很快完成了近身，纤细的长剑飞速刺在护盾上，然后脚步一错，利用攻击间隔一个回旋走位，击打在了夏目背后。负108迷惘吸收，负62吸收。雨堂的天赋技能之一是每次释放技能可以给敌人施加一层可叠加的迷惘效果，最多10层，叠满后拥有极高的减伤。魅力差距越大，敌人所造成的伤害就越低，所以之前他在遗迹里能够轻松拉住一群怪。见夏目护盾被打掉近200，雨堂又觉得自己行了。嘿嘿，老夏，你有点脆啊。他暗自计算了下，对方一共才550血量，护盾顶天也就300-400左右，拿什么反抗自己这个皮糙肉厚的骑士？我砍，走位，我再砍。夏目只是懒洋洋地退了2步，连胳膊都没抬。咦，一顿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下来，雨堂终于发现好像有哪里不对，这盾怎么一直不破的？第54章遗迹管理员。剑光斩落在护盾上，发出金铁交击的清脆声响，然而护盾的光芒依旧灿烂耀眼，丝毫没有暗淡的迹象。夏目打了个哈欠，虽然现在他身为牧师，没必要再跟雨堂比拼剑术，但结局并没有任何不同，他甚至都没有格挡。负62吸收 ，Miss， 负62吸收。这伤害就算站着不动，让他打上半分钟都破不了盾。雨堂还在锲而不舍的刮痧，不时放个技能叠加迷惘状态。见30秒快到了，夏目再次给自己套了层盾，吸收量加3243。雨堂抬起头，看到好不容易在护盾上打出来的碎裂印痕又恢复如初，一时间有些破防了。靠，你这乌龟壳到底多厚啊？不打了，算平局吧，这样下去我们谁都不掉血。那可不一定，我还没出手呢。哈哈，你一个牧师能有什么？魔杖击射出的火焰光弹速度快到不可思议，在空中划过一道短暂而优美的弧线，闪电般的砸在雨堂精致魅惑的脸上。一圈燃烧的烈焰细绳迅速缠绕住他的身体，让他的动作一下子变得迟缓。负200暴击，负180减速。雨堂脸上的笑容瞬间变得僵硬。靠！刚才发生了什么？血条消失术？那个小 boss 打他都没这么痛过。夏目面色古怪，心里也是有些意外。对方运气可真够差的，这一击不仅是暴击，还触发了饰品的被动伤害效果，外加自己有3级的等级压制，命中率加成极高，让对方的减伤天赋没能完全发挥出来。他调整了下位置，再次朝对方甩了一魔杖。这次雨堂有了准备，反应极快的将盾牌挡在身前。格挡，这也是 MT 的优势，可以利用格挡机制轻松挡住对手的普通攻击和技能。当然，如果是红衣主教的那种火球术，肯定是挡不住的，顶多少扣点血。而且对方怪容易 ，PK 就不会那么顺利了，还是有很多方法破解的。比方说绕位攻击，骑士身体比较笨重，格挡身前的技能还行，如果是侧方和身后的攻击，就有些力有未逮了。夏目借助对方减速的间隔跑到左斜角，随后一发魔杖直击雨堂左腿。这次雨堂虽然看到了，但动作完全跟不上。夏目魔杖的攻击速度实在太夸张，几乎没给他反应的时间。负95，这伤害！雨堂头皮发麻，他见势不妙，连忙摆手道：“夏哥，等一下，我状态不好，先暂停，中场休息。”等身上的火绳消散，他一脸呆滞的走了过来。你这又是什么技能？还带火焰，伤害太夸张了吧？雨堂拧着眉头，怎么也想不通，一个牧师伤害凭什么能这么高？2下就打掉他半管血，完全不合理。夏目收起魔杖，淡淡一笑，这就叫做平 A 平 E。雨堂茫然的复述了一遍。你的新技能吗？嗨，就是普通攻击的意思。夏目突然想起来，这个世界好像没这种叫法，说顺嘴了。他想了想，还是将魔杖的属性展示给了雨堂，对方人都看傻了。卧槽，
紫装，等等，不对啊，不是显示要9级才能装备的吗？雨堂很快发现了滑点。你有降等级需求的道具？夏目微微摇头，他用欺诈木雕略调了一下面板，开口道：“你再用下洞察术试试。”雨堂照做，随后一脸见了鬼的表情。遗迹管理员 VIP， 职业 GM， 等级生命值99999999，魔法值99999999。卧槽，这没听说能改面板的，难道说对方真是隐藏的遗迹管理员？雨堂揉了揉眼睛，再仔细打量了一遍，随后像是接受了什么一般，表情突然变得兴奋起来。他小声嘟囔道：“我就知道，你肯定开挂了。”夏目笑得前仰后合，过了半晌，他才开口道：“骗你的，一个小道具而已。不过我确实已经9级了，麻烦先保密。”对雨堂倒是没什么不能说的，反正是快10年的兄弟，两人之间很少有什么大的秘密。谁知雨堂根本没在意夏目后面的话，反倒是紧紧抱着他的大腿不松手。管理员大哥，也给我件紫装吧，求求了。喂，不是跟你说了吗？那是开玩笑的，我不是什么管理员。夏目赶紧把面板调回5级的状态，只要没人打掉他血量，他就能一直保持这个数据。老夏，你滚开，快让管理员出来见我。靠，你来劲了是吧？快撒手。嘿嘿，管理员，你今天要是不给紫装，就别想走了。我们现在好像还是 PK 状态吧？哥哥，你忍心对人家动手吗？人家只不过想要件紫装，能有什么坏心思呢？小气，失传已久的少女夹子音重现江湖。夏目脸色一黑，一弹响指，密密麻麻的巨大火球漂浮在他的身后。呵呵，你有本事再说一遍。操！雨堂咽了口唾沫，乖乖松手站好。大哥，我错了。第55章课外书。出了虚拟训练室，雨堂脸上的表情还是木木的。老夏，你掐我一把。好，你忍一下。哎，你用这么大力干什么？不是你让我掐的吗？对了，老夏，那个遗迹好玩吗？不好说，有点复杂，又有点简单。你下次碰到，也许就知道了。靠，谜语人给爷滚！回到寝室，雨堂终于回过神来。橙色装备啊，自己还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强度这么夸张的装备。他咂了咂嘴，神情变得兴奋，由衷为夏目感到高兴。老夏，那咱们交流赛岂不是可以乱杀了？夏目瞥了他一眼，你当时没认真听吗？这次学院的交流赛改规则了，是单人擂台赛。不小心忘了，那好吧，我只能勉为其难拿个亚军了。雨堂脸上透着一丝遗憾。别大意，万一其他学校也有人觉醒了顶级职业呢？还有那家伙的风铃刺客，夏目提醒道。气，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总感觉有些怪怪的。雨堂不以为意，他懒洋洋地靠在躺椅上。等盾牌到了，我一只手都能吊打他。吹牛吧你，一只手都拿不了盾牌。靠，我就这么一说，非要挑刺是吧？武校交流赛的时间定在3天后，相信班级群里很快会公布相关信息。夏目已经提前确定了名额，所以不需要再进行选拔测试，而雨堂则要跟学院的其他同学一起争抢剩下的8个名额。这几天学院正常上课，不过下午4点半就会准时放学，剩下时间则留给训练和选拔。遗迹文课，原先夏目最头疼的科目之一。遗迹文是必修课，因为这是一种靠努力也能掌握的技能，而且神州的遗迹学者永远都在缺，大多数探索小队请不到合适的遗迹学者，只能靠自己来翻译。毕竟20级后，这些知识说不定是能救命的。可是那鬼画符般的文字，错乱颠倒的语序，让舌头打颤的奇怪发音，简直是所有学员的噩梦。别说考 A， 班级里连考 C 的学生都寥寥无几，几乎清一色的不及格。看不懂，完全看不懂。而且教他们的老师还是位古板又傲娇的半精灵遗迹学者，直接戴上痛苦面具。半精灵是人类职业者和遗迹大陆中精灵结合后产下的孩子，本来就有语言天赋加成的，再加上他还觉醒的遗迹学者，当然会觉得遗迹文无比简单。甚至他有时还心血来潮，想用纯遗迹语教课，完全不管学生死活。哒哒哒，上课铃一响，身材娇小的琳娜踩着标准的恨天高走进教室。她遗迹语水平极高，而且等级也有39级，当年本是高级探索小队中的一员。但据说后来琳娜跟小队进入一个大型遗迹后，被里面的场景吓到了。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她选择退出小队，成为一名遗迹文教师。貌似是因为跟校长宴请有救，所以她才答应来这所学院任教。这都是高年级学长学姐传的，毕竟这所学院遗迹学老师就3个，而且琳娜老师还是个漂亮的半精灵，学员们自然会八卦多一点。雨堂已经趴在桌子上做好了睡觉的准备。他其实也不想当一名学渣，但奈何真的学不会啊。学到现在他就只会那几句打招呼的遗迹语，
发音还不标准。同学们开始上课，琳娜的嗓音听起来沙沙的、哑哑的，像是在浅唱低吟，就如同老式唱机播放出的旋律，带给人一种迷离而复古的感觉。虽然好听，但却令人更想睡了。以前夏木也是其中的一员，但今天不一样，他觉得自己就像被打通了任督二脉，那些奇怪的发音竟变得格外亲切起来。果然，血色神殿的羊皮卷是有用的。琳娜看着底下昏昏欲睡的学员们，轻叹一声，开始心不在焉地点击着自己精心设计的 PPT。还记得刚入学的时候，大家每堂课都全神贯注，还会惊叹于他标准的一记文发音。这才过了多久？没办法，缺少这方面的天赋，学起来确实事倍功半。好在隔壁班有个觉醒了一记学者的小家伙，让他能够不那么无聊。琳娜拍了拍手，轻声道：“好了，都醒醒，给大家一些时间，先做些简单的翻译练习吧。”下面哀嚎一片，开始小声讨论起来。夏木扫了眼投影，心中无奈，对方嘴里的简单跟学员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即便是他，现在也只能勉强翻译6-7成，主要是很多单词记不住。不过相比之前，他感觉排列和理解起来简单了许多。趴在一旁的雨堂终于醒了过来，他睡眼惺忪地望向夏木。下课了？没呢。夏木从背包里拿出一本厚重古朴的书，随意翻看起来，正是从神殿首席法师那里顺来的魔法藏书。这书一看就很有格调，雨堂顿时来兴趣了，他两眼放光。老夏，这又是什么好东西？不懂了吧？这可是宫廷大法师的典藏技能书，很珍贵的，看了说不定能领悟到属性点呢。夏木一脸神秘。啊，真的假的？前方也投来2道充满智慧的目光。当然是骗你们的啦。雨堂一把抢过夏木手中的古书，贪婪地阅读起来。这书写的什么？禁忌魔法。夏木淡淡开口。呵，有点意思。雨堂挑眉。3秒后，他决定放弃魔法和属性点。算了，你还是留着自己看吧。真是一个词都看不懂。这书好像还是用古遗迹语编写的，很多地方写法都跟现在有区别，更难读了。一位戴着眼镜的男生惊叹道。夏木，这书你是从哪买的？逛夜市淘到的。夏木微微一笑。可以啊，看这样子得不少钱吧？另一位小女生问道。不多，3个铜币。众人，你骗鬼呢？传阅了一圈，收获了一众惊叹。夏木拿回书，开始认认真真地对照着单词表学习起来。掌握一门语言最快的方式就是多读课外书，以前的夏木就是这么干的。咦，这里面居然还有详细的人体经络图，莫非真是一本魔法书？似乎还是双人的，难道是传说中的组合技？他不由兴奋起来。有没有可能自己掌握了那些法术的原理，可以凭空施法，不占用技能格？一时间，夏木想入非非，翻阅得更勤快了。他沉迷于遗迹文的海洋，无法自拔。正当他看得起劲时，周围的光线突然暗了几分，一道优雅的身影不知何时站在了他的身前，脸颊红红的，似乎带着一丝淡淡的怒气。夏木同学，你在看什么？书啊。夏木见琳娜表情不太对的样子，一时有些心虚。老师，这是我新买的课外书。课外书？哼，小小年纪就这么不学好。银灰色长发的精灵女子听完后，明显更生气了。什么情况？看到琳娜的表情，夏木顿时觉得有些不妙。这书到底是什么意思来着？神殿的书架上应该不会有杂书吧？难道真被自己说中了，是某个禁忌的邪恶魔法？整个封面他只能认出最前面的宫廷2字，最后的词有点像解析，但写法上又截然不同。想到这，他硬着头皮开口道：那个老师，我只是想多学习一下遗迹文表达。哦？琳娜眼中含着一丝讽刺，伸手指着书封面那一行大字。那你告诉我，你看这本宫廷双修姿势详解，到底是想学习什么呢？第56章，琳娜。琳娜话音刚落，班级里鸦雀无声，一时间变得落针可闻。紧接着，雨堂率先大笑出声，疯狂捶着桌面，眼泪都笑出来了。噗哈哈哈！老夏，真是没想到啊，你居然当众看小黄书，让你装，露馅了吧？还什么禁忌魔法，也就能糊弄他们这些学渣。噗，哈哈，不愧是夏木，难怪他刚才听得那么认真。别这么说，夏哥至少是懂学习的。就是，简直是无辈楷模呀！你别说，你还真别说，我学习热情突然高涨了。班里一改之前死气沉沉的氛围，肆无忌惮的笑声传遍了走廊。几个小女孩一边红着脸捂嘴偷笑，一边将目光瞥向夏木手中的古书，眼中透着一丝淡淡的好奇。宫廷里的双修姿势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感受到琳娜和周围学员们投来的眼神，夏木不安地扭动着身体，神色窘迫。完了，他的风评被害。他也没想到，
那个首席法师梅洛克朗格居然是个老色鬼，魔法藏书里居然混了本宫廷双修秘典，真是把他坑惨了。本想体验下文艺青年的格调，现在他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好了，你们不许笑了。林娜拿起那本宫廷藏书翻了几页，似乎也意识到了哪里不对。这书上的遗迹与表达比较陈旧，虽然对自己来说相当简单，但面前这小家伙可能还真看不懂。那他刚才翻那么起劲干什么？林娜面色古怪地瞥了夏木一眼，轻声道：下课来我办公室一趟。停，别笑了，至少夏木同学还懂得看课外书学习遗迹语，你们呢就不能认真听课？林娜重回讲台，狠狠一拍桌子，语气中颇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底下的同学们停顿2秒，紧接着笑得更大声了。哈哈，老师你认真的吗？把书给我，我也能学。哈哈，救命，笑不活了。林老师好可爱。林娜，夏木神色无奈，这只半精灵真的是博学的遗迹学者吗？怎么看上去傻乎乎的？他意识到对方似乎是想替自己挽尊，可这还不如不帮呢。接下来的课完全上不下去，众人议论纷纷，不少男生都在缠着林娜，让她翻译那本宫廷小黄书的内容，突出一个求知欲高涨。雨堂难得碰到夏木出糗，在一旁调侃了半天才心满意足地放过了他。他当然知道夏木手中那本书是从遗迹得来的货真价实的宫廷藏书，但对方确实手气够差的，偏偏选了本小黄书带回来。下课铃一响，林娜便心急火燎地收拾好东西，抱着夏木的那本书快步往外走去，身后的教室依旧一片欢声笑语。夏木慢悠悠地跟在后面，不时打量一眼半精灵优雅迷人的背影，心中思索着待会该如何解释。话说他还是第一次来遗迹学老师的办公室，位置相当偏僻，在另一栋办公楼的最里面，似乎占了不小的空间。光看门窗的装饰就有种古色古香的格调，简单中透着一丝奢华。遗迹学老师从来都是各大高校的香饽饽，哪怕不是遗迹学者，待遇也比普通老师高很多，妥妥的高薪职业。所以很多遗迹学者即便能力足够，也并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下大型遗迹，他们情愿在高校当个老师混日子，偶尔跟随自组队伍去探索一次没什么危险的小型遗迹，提升一下能力。遗迹学者的升级跟战斗职业不同，他们除了正常等级外，还有另外的学识等级，可以靠解析各种遗迹文提升。学校的师资介绍中，林娜的学识等级已经达到42级，非常高，这意味着她在40级前的地图上几乎不会碰到陌生的遗迹文，所以她甚至能用遗迹文流利的讲课，连很多高等学府的讲师都做不到这一点。当然，自身水平高不代表教得好，这也是为何没学校来挖墙脚的原因。胡思乱想间，林娜推门而入。办公室里的布置相当典雅，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香氛气息，落地窗半开，几棵绿植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跟前世的教师办公室相去甚远。夏木猛吸了一口清新自然的空气，这才是生活啊！哎呀，林娜老师真是难得呀，怎么今天还带学生来了？一位身材极佳的女老师从桌案上抬头，诧异地望向门口站着的2道身影。或许是受半精灵血脉的影响，林娜性格冷淡，平日里很少关注学生，也从来不留作业。用她的话说，就是懒。反正她认真教了，学得会就学，学不会也不勉强。对此，校长燕晴也没什么办法，对方愿意留下执教就已经不错了。毕竟身为神州联盟的正式成员，林娜每个月光各项补贴就是一大笔钱，根本不缺金币。另一位戴着金丝眼镜的男老师淡淡的瞥了一眼夏木，似乎有些轻微的不满。不是大家说好都不要带学生来这里吗？他待会还得做研究呢。不得不说，星火学院的遗迹学老师颜值一个比一个能打，而且气质远超常人，不愧是以优雅著称的遗迹学者。老师们好。夏木礼貌开口，脸上挂着一丝微笑，表现出普通学生应有的神态。窗边那位帅气大叔推了推镜框，只是高冷的点了点头，没说什么。你好呀，同学，是犯了什么错被抓过来的吗？清晰，也就是另一位遗迹学老师翘起修长圆润的大白腿，笑眯眯地开口道。他是3个老师中性格最温和的，深受学生喜爱，不过知识等级却也是最低，还不满30级。嗨，就是上课看了会课外书，夏木企图蒙混过关。哈，要认真听课啊，林娜老师水平这么高，你得懂得珍惜。清晰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中却是更好奇了。别说看课外书，就算上课睡觉打呼噜，这只高冷的半精灵大概也不会多管，顶多嘴上斥责2句。清晰不由将目光转向林娜，难道这家伙突然转性，开始关心学生了？林娜淡淡的瞥了夏木一眼，独特的烟嗓在空气中飘荡开来。你们可别被这小家伙骗了，他应该探索过遗迹的高层。第57章，隐秘第遗迹史。林娜话音刚落，办公室剩下2名老师的目光立刻聚焦在了门口的少年身上。夏木神色顿时一僵，
一滴冷汗从额头滑落。他收回刚才的评价，这只半精灵情商虽然低点，但眼光却相当毒辣。老师，我怎么可能下过遗迹？这本书真是从地摊淘来的。他脸上露出无辜的表情，企图狡辩两句。什么书？让我看看。清溪一下子抓住了重点，他凑了过来，好奇地打量着琳娜手中那本古书的封皮，随后脸部红心不跳地打趣道：哎呀，小小年纪就看这种课外书，可不是什么好习惯。夏目无法反驳。就是啊。琳娜美眸扫了夏目一眼，将书轻轻放在桌上，她尖尖的耳朵微微抖动，不知道在想什么。柳军老师也走了过来，他戴上柔软的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捧起那本小黄书。好东西。身为遗迹学者，看东西不该戴上有色眼镜。清溪虽然嘴上调侃着夏目，但也很快加入了欣赏的队伍。两人不时用遗迹语交流两句，似乎在进行学术讨论。夏目在旁边看得一脸无语。你们看这么起劲，怎么好意思说我的？双标啊！何况他还看不懂。似乎是猜到了他的想法，清溪笑着摆摆手。夏同学，你还小，有些东西把握不住，这本书让老师们先帮你保管几天吧。柳军老师连连点头，眼神中满是探索欲。这夏目瞥了眼默不作声的琳娜，心中了然。你们想白嫖就直说嘛，搞这么多弯弯绕绕的。清溪老师，我们不能平白没收学生的东西，这样吧，要不我出200金币把书买下来，夏同学你看如何？柳军老师似乎想到了什么，总算说了句公道话。200金币。夏目大吃一惊，他一时分不清楚是这书价值太高，还是遗迹学老师太有钱。他一时有些犹豫。琳娜拉着他坐在沙发上，轻声解释道：夏目同学，你可能不清楚，这本书上有古代魔法神殿的标识，一般只有高层遗迹里才能够获取。它的收藏价值很高，而且对遗迹学者有着特殊意义，市场价一般也在100金币以上。夏目听明白了，看来柳军老师还是挺照顾自己的，恐怕琳娜老师把自己带过来也有这方面的意思。行，换了。夏目爽快答应，这书放他手里确实没多大意义。对了，刘老师，学生有个不情之请，不知平日里是否能跟您学习些遗迹学知识？交易完成，帅气大叔迟疑了一下，随后摇摇头：我研究任务重，估计没空。你找琳娜老师吧，她闲得很。你找青老师吧，他也没什么事。琳娜顺势踢起了皮球。喂，琳娜姐，这可是你的学生。清溪不满道。但我懒。半精灵一句话终结聊天。清溪露出被打败了的表情，扭头望向夏目，有些不好意思道：夏同学，你还有那种书不？夏目淡淡点头。清溪眼睛一亮，顿时坐直了身体，胸前波涛汹涌。好嘞，老师平时都有空，你下课来老师家补课都行。跟那两人不同，虽然他也是遗迹语老师，但才只有30多岁，还没怎么下过遗迹呢。所以一个字，穷。夏目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清溪虽然水平差点，但教自己完全足够了。见几人聊完，琳娜给夏目泡了杯茶，优雅地坐在他的对面，直入正题。所以你第一次去那边就碰上了遗迹？噗，柳军刚喝的水全喷了出来。你是新生？因为琳娜3个年级都教，所以开始他没往这方面想。他连忙甩了个洞察术，表情顿时变得十分精彩。5级牧师。夏目同学你都不认识？清溪简明扼要地介绍道。就一直跟雨堂走一起的那个。夏目不由扶额，校花名气太大，连学院的老师都一清二楚。哦，柳军似乎知道了，他有些难以置信道。不过5级就进遗迹，不可能吧？琳娜你是不是搞错了？好了，你们别帮着转移话题。琳娜淡淡开口，能进入那种遗迹的职业者少之又少，哪可能不识货，还卖给一个学生？那要是他长辈传下来的呢？柳军思索道。琳娜语气一顿，她似乎没想到这一茬。夏目连忙喝了口茶，心中朝刘老师比了个大大的赞。就在这时，一旁的清溪差点笑出声来。哈哈，怎么可能？夏目同学是成长院出身，哪来的什么长辈？这书肯定是他自己弄到的。夏目脸一黑，一口水差点喷出来。他头疼不已地看着清溪，这老师什么情况？为什么对自己了解的这么清楚啊？见夏目投来疑惑的目光，清溪连忙心虚地低下头，他可不会轻易暴露自己是 CP 头子的事实。现在没借口了吧？琳娜轻叹一声，声音难得变得温柔下来。放心吧，夏目同学，不用这么警惕，我们不会说出去的。只是这本书的标识让我想起了一些久远的事情。你还没有学过古代遗迹史这门课，可能不清楚，大多数遗迹都存在于独特的时间线上，而且会伴随着过去的改变而产生新的变化。老师，可以详细讲讲吗？夏目听得津津有味。高等级的遗迹进程是可以被职业者改变的，比方说你在遗迹中灭掉了一方势力，那么这一势力
就会消失在后面的时间线中。借用下中州一位著名学者的话，所谓的遗迹大陆，就是在用数据截取时间，用数据重置命运。我们便是芸芸众生命运背后的主导者。宫廷时代是遗迹大陆广为流传的时间线之一，那时大陆上3大组织并立，分别为宫廷、魔法神殿、辉光骑士团。目前这3大势力依旧活跃于遗迹史之中。魔法神殿一向跟宫廷走得比较近，所以宫廷的书籍也会带魔法神殿的标识。你进入的遗迹大概率跟这2者有关。夏目听完后疑惑问道：“老师，你有没有听说过微光骑士团？”微光？林娜黛眉微蹙，这我倒是不曾耳闻。柳军却是想到了什么，出言补充道：“小夏同学，你说的大概是辉光骑士团下属的分支吧？那时候辉光骑士团正值鼎盛时期，各种追随的小骑士团不计其数，倒确实有这个可能。”林娜点点头，表情似乎有些失望。不仅是骑士团，魔法神殿也有很多分店，你的等级太低了，应该碰不到那种级别的遗迹，所以这个标识很可能只是个巧合。一旁的清溪手捧茶杯，静静听着2人讨论，眼神中仿佛流露着未被知识污染的清澈。夏目毕竟有过亲身经历，他大概能够听懂。所以我进入的微光骑士团遗迹应该只是主遗迹的分支。你要这么说的话也没什么问题。柳军语气亲切了不少，他有些好奇地问道：“对了，小同学，你是怎么在那里活下来的？”夏目自嘲一笑，露出一副落寞的表情：“我解开第1层的谜题后，就被传送进一个图书馆，外面全是游荡的精英怪，根本没法打，所以我一直待在里面，最后带了几本书就回来了。”闻言，林娜不由瞥了他一眼，若有所思。原来如此。柳军面露同情之色，他拍了拍夏目的肩膀：“第一次去那里就碰上遗迹，也不知道算是幸运还是不幸。你要是还能记得遗迹的大概位置，下次可以找同学一起去，这里我们就不多打听了。”谢谢老师指点。夏目连连点头，显得格外乖巧。他抬头望向对面的半精灵，好奇地问道：“林娜老师，您难道曾经也去过类似的遗迹吗？”这不是什么秘密。林娜淡粉色的眼眸中透着一丝怀念。当初那个极度危险的大型遗迹里，也散落着这种独特的书籍。我在其他遗迹中从未见到过类似的魔法标识。我所在的探索小队不小心触碰到隐蔽的机关，几乎全军覆没。若非变成怪物的他们舍命相护，我根本逃不出去。自那以后，遗迹的入口就神奇地消失了，我也再没有机会去见他们一面。他盯着夏目的眼睛，轻声开口：“就当是听个故事吧。不过几十年过去了，那处遗迹的名字我依然记得很清楚，它叫血色神殿。”第58章上古精灵与杂谈。夏目默然无语，他没想到仅凭一本小黄书，林娜几乎直接锁定了他所经历的遗迹，这就是高级遗迹学者的含金量吗？不过既然对方没有明说，那他就继续装傻，反正将自己的经历说出去，对方也未必会相信，而且没有任何好处。血色神殿的前2层已经通关了，他总不至于把自己辛辛苦苦打到的遗迹卷轴上交吧？他又不傻。想到这，夏目神色平静地望向林娜，装出一副认真听故事的样子。精灵和半精灵的情绪虽然难有起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感情。至少这一刻，他能感受到了林娜心中的那缕悲伤和思念。或许在那支小队里有他珍视的人吧。血色神殿这名字我倒是略有耳闻。柳军伸出2指推了推眼镜，微微蹙眉。他还是第一次听林娜说起自己的往事。帅气大叔快速坐回自己的位置，在散成一团的资料堆里埋头翻找起来。有了！不到1分钟，柳军拿起一份薄薄的资料，仔细阅读着上面的内容，神色变得极为复杂。原来你去过那里。我说柳大学者，咱能不打哑谜吗？清溪坡有种学识被碾压的感觉。什么血色神殿？他听都没听说过。夏目也一脸茫然地望向柳军，表示很感兴趣。血色神殿是活动型遗迹，位置飘忽不定，首次在40到49级的地图上出现，记载中是西兰国的顶尖探索小队第一批进入，最后集体失踪。根据最后传来的消息，他们似乎遇上了难以对付的怪物。听到消息后，各国的顶尖遗迹探索小队也曾出动，但他们遍寻无踪，最后大多数只能都选择放弃。血色神殿入口的出现基本毫无规律可言，似乎全凭运气。后来陆续又有不少职业者碰到，但大多数都被卡在进入关卡，没有任何收获。传闻神州的那位也独自进去过，他出来后非常遗憾，还跟神州高层吵了一架。不过这都是捕风捉影的消息，无法论证。柳军将资料合上，轻叹一声，想不到这种昙花一现的遗迹居然还是跨等级的，虽然不知道里面具体有什么，但肯定是机关重重，危险异常。夏目听完，神色也变得凝重。靠，别这么搞啊！死这么多人，日后等他进遗迹的时候，岂不是要面对拥有智慧的小怪和 BOSS？ 这难度
不得直接翻倍。那肯定啊，天上可没有掉馅饼的事。清溪眼中闪过一丝向往，不过很快被落寞取代。他的天赋主要点在遗迹语上，其他方面的知识水平太差了。别说顶级遗迹，就算是小型遗迹，都没什么人来邀请自己。不然，他怎么会天天闲在这当老师？有些遗迹还是不要进为好。见夏目没什么反应，林娜神情再次恢复冷淡，她轻声问道：“你那边还有这种类型的遗迹学书吗？我可以高价收购。”有啊。夏目果断点头。要不是林娜，他还真不知道这些书这么值钱。他直接从背包里掏出10本首席法师藏书，豪气地甩在桌上。司清溪倒吸一口凉气，看夏目的眼神完全变了。这小子简直就是个大财主吗？克朗格旅行笔记，公猪的产后护理，上古精灵与杂谈，帽子戏法与性别转换。为了照顾夏目，他在一旁小声地念了出来。不过这些标题都什么鬼？确定不是恶作剧？林娜原本清冷的神情陡然一变，她陡然站起身，目光死死盯着中间那本书。上古精灵与杂谈。夏目同学，这本书对我有大用，我愿意出3000金币交易。如果你有什么想要的东西，比如技能书之类，都可以商量。他似乎想到了什么，有些患得患失起来。哎呀，这么贵！清溪吓了一跳，默默缩回了伸出去的手。这种书很少见，他也很想要一本收藏，但为了保持老师的光辉形象，他又不好意思讲价占学生便宜。3000金币都抵得上他大半年的工资了。3000金币！夏目心中一震，眼中仿佛闪过财富的金芒。这波属实是天降横财。他面带好奇地问道：“林娜老师，这本书莫非真的记载了精灵语？按理来说，就算书中记载了新的语言，他们也无从学起，因为不成体系。算是有点相关吧。”林娜没有隐瞒，她优雅地撩了下银灰色的长发，耳垂处悬挂的月牙耳环闪烁着晶莹的光芒。可能是因为我有精灵血脉，所以触发了一个学者任务。原来如此。夏目恍然大悟。一旁的柳君露出惊羡的目光。学者任务触发条件极为苛刻，可遇不可求，他目前只接到过几个，而且都是些普通任务。那你有空时，我可以来请教遗迹学的问题吗？虽然林娜非常厚道，但夏目还是决定再加个条件。好。林娜歪头思索片刻，无奈地答应了下来。不过最近我要去遗迹大陆一趟，不在学校。等我回来后，你可以随时来办公室找我，反正他们应该也不会介意。好的，多谢。柳君饶有兴趣地看着夏目，他发现这个少年似乎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成熟和稳重，以及旺盛的求知欲，是个好苗子。他拿起公猪的产后护理和帽子戏法，随意地扬了扬。这2本书倒是挺有趣的，想来你应该用不上，我还是200金币一本收购，如何？没问题。夏目爽快点头。不过他看向对方的目光中带着一丝古怪，这老师的研究还真是剑走偏锋呢。话说回来，遗迹学老师果然财大气粗，短时间内他就进账3600金币，财富激增，有空可以去拍卖行消费一波了。夏目同学，那我就买这本书吧，200金币可以吗？这种氛围，清溪觉得自己不买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哎，不是把学生拉来谈话吗？怎么他的钱包莫名其妙就缩水了？不好意思，秦老师，这本暂时不卖。夏目面带微笑的将《克朗格旅行笔记》收入背包，还好对方帮忙翻译了。他记得首席法师就叫梅洛·克朗格，所以这本书很可能跟对方的经历有关，说不定藏着某些有用的信息。清晰。他委屈兮兮地看着夏目，什么意思？凭什么轮到自己就不行了？区别对待是吧？还是说他猜到自己囊中羞涩，所以才……夏目礼貌地解释道：“秦老师，这本我想留着自己看，要不到时再送您2本，就当做学费了。”清溪一秒变脸，喜笑颜开。哎呀，夏同学真是太客气了，到时想学什么尽管和我说。来，我给你加点茶水，咱慢慢聊。第59章，选拔与决斗邀约。从办公室里出来，夏目收获满满。不过他突然想起来自己已经旷了大半节课，于是连忙一路小跑赶回教室。得知他是被林娜叫过去的，班主任并没有为难他，反倒是神色古怪。那几位遗迹语老师在学校地位特殊，他们都没怎么去过对方的办公室。其他同学在底下发出阵阵偷笑声，误以为他被狠狠地训斥了一番。夏目哭丧着脸坐回位置上，雨堂立马兴奋地凑了过来：“喂，老夏，快说说，林娜老师怎么罚你的？他用钱砸我。”用钱？对，就是你想的那样。从夏目口中得知真相，雨堂沉默了。他一把拽住夏目胳膊，眼中放光：“老夏，咱商量个事。我突然发现自己对遗迹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能不能借我2本课外资料学习一下？”呵呵，不借。小黄书也行，
我不挑的。夏夏，帮兄弟一把。滚！夏木懒得搭理他。好了，大家安静，雨堂，坐好。台上的班主任看不下去了，他一拍桌子，大声吼道：你们不要以为这节是班会，就给我不当回事。下面通知2件重要事情，都认真听好。第一件事，大家尽快开通自己的虚拟训练室，后面的实战课程会用到，下次进入遗迹要半个多月后，大家可以在训练室提前适应，省得到时面对怪物手忙脚乱。第二件事，想必大家都已经听说了，3天后我们将开展武校交流赛，所以这几天4点半后就不上课了。老师也会尽量少布置作业，将时间留给训练和选拔，有意愿参加的同学可以找我报名。简单说一下选拔标准，等级至少要5级，战斗职业全校一共10个名额，辅助职业就不要来凑热闹了。然后反应测试85分以上，操作测试90分以上。当然，觉醒职业要是特殊，也可以酌情考虑。其他人要是没事，可以去当观众，好好学习一下。这次交流赛对学院非常重要，入选的同学肯定是有加分的，要是能拿到名次。话音刚落，下面一片哀嚎。班里符合这标准的就没几个人。雨堂一挑眉，他的操作和反应测试都是95加，而且装备领先，妥妥的种子选手，入选完全没压力。至于夏木，他不用参加选拔，已经被校长提前内定了，都没什么问题吧？班主任环视一圈，开口道：好了，想要报名的先举个手，我看一下。夏木朝周围扫了2眼，不出意外，雨堂、宋仁、苏雨，还有2个当初跟苏雨走一块的远程职业举起了手。苏雨反应测试未能达标，不过他有职业优势，入选问题不大。除了雨堂，其他人都只有5级。苏雨他们为了攻克精英头目，耗费了不少时间，所以等级落后也是正常。班主任略微有些失望，但他还是面带微笑的鼓励道：不错，希望这次我们班也能出一个参赛选手，不过大家也不要有太大压力，重在参与吗？雨堂瞥了夏木一眼，心说班主任消息不够灵通啊，这希望早在1周前就已经实现了。下午的训练，夏木自然也不用参加，不过他还是陪雨堂走了一趟，就当凑个热闹。日落西斜，天空开始呈现出一抹橙红色的余晖，投下一片温暖的光晕。此时操场上已经挤满了围观的学员，王宇轩也在其中，他站在训练老师身旁，神情高傲，一副指点江山的模样。虽然之前经历了诸多不顺，重点培养名额也被取消，但他在遗迹中的收获还是很不错的。当他看到雨堂几人后，顿时心中一紧，慌忙走了过来。雨堂同学，你听我解释，那天真不是故意放你鸽子的。雨堂笑眯眯地看着他，气质从容优雅，迷倒了一圈少年少女。没关系的，要不我们来切磋一把吧？我很想知道风铃刺客有多厉害，开开眼界。王宇轩见雨堂非但没有生气，还要跟自己切磋，顿时脸一红，心花怒放。啊，就在这里吗？人太多了吧？他怕雨堂待会输得太惨，面子过不去，毕竟一个骑士怎么可能单挑得过顶级职业？何况他的血量比对方还多一点点。没关系的，我只是想见识下学院第一人的风采，如果王哥不愿意就算了。雨堂轻叹一声。夏木在一旁使劲憋笑，这家伙真是蔫坏的，还跟他学起了伪装，故意把好装备都脱了，乍一看血量只有500点不到。我当然愿意。王宇轩果然上钩了，他用怜悯和嘲讽的目光看了眼一旁的夏木，风度翩翩道：雨堂同学，这样吧，我不用隐身技能，咱们就简单打一场友谊赛。多谢。雨堂眼神中仿佛透着一丝崇拜，宛若戏精附体。都让一让。这时训练教官也挤开人群走了过来，见雨堂主动向风铃刺客发起挑战，他眼神中不由露出一丝错愕。这职业间的差距已经无法用操作来弥补，不过这样也好，他很期待王宇轩的表现，正好可以给其他学员树立个典范。毕竟星火学院的排名不算高，要想在这次交流赛上拿个好名次，也只能依靠顶级职业的优势了。于是乎，这位教练主动当起了比试的裁判。听说王宇轩下场对决，不少学生闻讯而来，甚至路过的高年级学长学姐们也忍不住来凑个热闹，一睹顶级职业的风采。没人觉得校花会赢。拥挤的人群中间空出一大片场地，王宇轩和雨堂相对而战。一人高大帅气，笑容阳光；一人容颜阴柔秀美，气质脱俗。王宇轩伸手一探，2柄漆黑的匕首落入掌心。他接受完决斗邀请，有些扭捏的望向不远处的少年。雨堂，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不点到为止。雨堂呵呵一笑，谁跟你点到为止？既然接受了，那可就由不得你了。一袭翠绿色的甲胄覆盖在他的身上，随后花纹繁复的藤木盾牌从天而降，落入少年手中。周围响起一片惊呼声，有被雨堂帅到。王宇轩看得头皮发麻，卧槽，这装备好像有点不太对劲。不过等他反应过来时，已经晚了。雨堂掌心浮现出耀眼的金光，裁决之手。
一个巨大的金色巴掌陡然浮现在空中，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扇在了王宇轩的脸上，差点把他直接打飞出去。啪！负69。雨堂身形一闪，紧随其后，他的嘴角微微勾起。好戏才刚刚开始。第60章，那一巴掌的风情。这一巴掌将高大少年扇的在原地连续转了3圈，他脸上挂着一个嫣红的手印，神情呆滞。痛倒是没有想象中的痛，可周围这么多人看着呢，这也太丢人了。刺客虽然自带隐身技能，但必须要脱战后才能用，除非是高级别的强制隐身技能。雨堂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绝佳的机会，转眼间他就来到王宇轩侧方，一剑刺出，技能加平 A， 动作凌厉而优雅。负123，迷惘。负82，少年已经被打懵了，慌忙后撤，随后手中的匕首胡乱挥舞。格挡，格挡！雨堂举起盾牌，轻松挡下对方的攻击，随后他脚步一错，身形轻盈的扭动，再次转到王宇轩侧后方，狠狠斩下一剑。负82，装备差距过大，2剑直接戳掉半管血。王宇轩眼神中满是慌乱，脚步都开始有点不稳了。围观的学员们满脸震撼，他们都是来看王宇轩表演的，结果对方上来就被一个骑士摁在地上打，毫无反手之力。训练教官扶额摇头，一个灵活的刺客反被骑士各种绕位，简直菜得没眼看，感觉平时的战斗课都白上了。不行，这样下去会输。看着雨堂那张没有表情的精致脸庞，王宇轩狠狠一咬牙，终于恢复了平静。风铃打击。风铃刺客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周身环绕的风铃，这些白色的小东西不仅伤害不俗，还能继承攻击特效，例如减速、中毒和麻痹。一股青色的气息浮现在少年的身上，他移动的速度顿时快了很多，暂时拉开了一小段距离。随后环绕在身侧的几个白色风铃脱离了他的身体，朝雨堂攻去。负10，吸收。负10，负10，吸收。风铃的攻击力不高，但胜在频率密集，一个个伤害数字迅速跃出。可惜雨堂根本不当回事，下午上课的时候，高手学姐就已经把之前小 boss 爆出的蓝色盾牌寄来了。他的装备效果就是可以减少和吸收普通攻击的伤害，风铃的伤害也在被抵消的范畴内，所以他几乎怎么没掉血。不过麻烦的是，对方的移动速度变快了。加10，加10。王宇轩一摸手上的扳指，血量逐渐开始恢复。这是他从遗迹大陆的宝箱中开到的绿色极品戒指，不仅加了3点敏捷，而且还能在10秒内持续恢复100点血量，简直是天胡开局。利用风铃拉扯，王宇轩稳住血量，开始边打边退，不给雨堂贴身的机会。负55， Nice Nice。 负55，负10，负10，负10，吸收。王宇轩额头已经冒汗，完全打不动。换上装备后，雨堂有近千的血量，接近他的2倍。况且骑士皮糙肉厚，再加上各种莫名其妙的攻击丢失，现在他才勉强刮掉对方1/6的血量，只能赌一把了。王宇轩深吸一口气，他收回风铃，开始利用速度优势绕着雨堂转圈卡视野。只要拖战3秒，自己就能进入隐身。他的第2个技能是背袭，隐身状态下背袭不仅有 50% 的额外伤害加成，还能晕眩对方 1.5秒。风铃刺客是高机动和高爆发的职业，只要能风正2波，不是没有翻盘的机会。现在他已经将比试前说的那些话完全抛在脑后，不论如何，先赢下这场对决再说，否则顶级职业风铃刺客被一个骑士吊打，自己绝对会成为学院的笑柄。王宇轩心里暗自后悔，他之前实在太过大意，居然开局就被对方掌控住了节奏。3、2、1。可惜雨堂早就洞穿了他的想法，毕竟风铃刺客已经被研究透了，初始自带的2个技能对众人来说完全不是什么秘密。如果对方没有其他底牌，那这场比试基本就结束了。金色巴掌从天而降，再一次朝王宇轩的右脸呼来，刚好卡在时间点上。金光袭来，少年身形顿时一滞，他吓得蹲在地上，双手抱头缩成一团。砰！负69，一股巨力从手臂上传来，王宇轩直接被金色手掌拍翻在地。不远处的教官看得摇头叹气，这少年心理素质太差，已经失去了唯一反攻的机会。这么强的职业，可惜了。不过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希望这孩子能从中汲取到深刻的教训。果不其然，雨堂几步就追上王宇轩，一顿追砍，直接将他血量清空，打出保护罩。KO！ 全场沉寂了数秒，随后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卧槽，校花牛逼！啊呀，太帅了！不行，我要弯了，谁来救救我？弯就弯了，我早就……呸！这真是风铃刺客吗？怎么感觉不过如此？会不会是故意放水的？哼，巴掌都呼脸上了，你来放个水试试。一阵冷风吹过，
王宇轩躺在柔软的草地上，仰望着那片淡金色的天穹，神情满是复杂。自从觉醒了风灵刺客以来，父母、老师、同学，甚至是校长都对他亲眼相加，恨不得把自己捧上天。但宇堂这一巴掌彻底把他打清醒了。原来觉醒的职业不能说明一切，如果再这么膨胀下去，自己就真的废了。喂，你没事吧？掀起来。略显阴柔的声音在耳旁响起。宇堂俯下身，优雅地朝他探出手，脸上依旧挂着迷人的笑意。王宇轩眼瞳微微放大，神情不断变化。原来他是在用这种方式点醒自己吗？想到这，他心神一荡，红着脸说了句谢谢。这倒是把宇堂整不会了。他眼皮微跳，一把将对方从地上拉起。身形交错时，他极小声地附耳道：以后麻烦离我和夏哥远点，否则劳资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听到没？啊，原来你……王宇轩神色骤变，有种美梦破碎的感觉。这还是他第一次听宇堂说脏话，对方在学院里表现的形象一向是完美无缺的，深受所有同学喜爱，怎么会？宇堂微微眯起眼睛，说出的话一点不留情面。你什么你连夏哥一根毛都比不上，就你这稀烂的操作，真是白瞎了这么强的顶级职业，拴条狗都比你强。我一声晴天霹雳，王宇轩脑海中的完美形象开始全线崩塌。丢下失魂落魄的少年，宇堂扭头往人群中走去，不时跟认识的学员们打着招呼，笑容一如既往的温和大方。打得很不错，几个细节处理得上都很完美。训练教官老杨也走了过来，眼神颇为赞赏。谢谢教官，不过要是他没有轻敌，我很难赢得这么轻松。宇堂轻轻摇头，一脸谦虚。老杨眼睛顿时一亮，这少年不仅操作表现相当完美，而且态度谦逊，对自己有清晰的认知，说不定真有机会替学院拿个名次，值得大力培养。不行，他得赶紧跟校长说一声。等等！王宇轩突然在背后大声喊道：宇堂，我会努力的，我一定会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个职业。他的眼神认真而坚定。加油！宇堂嘴角抽搐，勉强挤出一个淡淡的笑容。这家伙到底怎么回事？啧，你这一巴掌貌似让他觉醒了什么特殊属性。这时夏木也拨开人群走了过来，脸色古怪。宇堂额头青筋直跳。老夏，我突然想跟你决斗，你又打不过我。夏木一句话直接破防。你那技能纯赖皮，有本事只比剑术？神经病啊！我又没加力量和敏捷，打个毛线？因为这样比较公平。滚！第61章，丰厚的奖励。看热闹的人群逐渐散去，宇堂等人在确认学员信息后，跟着教官老杨朝室内训练场的方向走去，据说要进行一次初步筛选。令人没想到的是，王宇轩竟然也低头走在队伍最后面。他原本是不用参加这次训练和选拔的，但不知他跟老杨说了些什么，对方还是将他算了进去。这一举动让其他学员的心里也平衡了许多。虽然大家都知道觉醒了风灵刺客的王宇轩最后必然是那10人之一，但特权阶级总是令人心里不爽。尤其这些日子，对方总是那副趾高气扬的模样，连老师都不放在眼里，恨不得其他人都是他小弟。大家虽然嘴上不说，心里早就堆满了意见。只不过是运气好罢了，强的是风灵刺客，又不是你王宇轩。宇堂那一巴掌简直是替他们狠狠出了口气。天色渐暗，夏木简单朝宇堂挥手告别，随后双手插兜，一脸悠闲地往回走去。谁让他是内定选手呢？真没办法。时间有点富裕，先去学会一技文吧。秦老师现在肯定也在休息。夏木犹豫了一下，抬腿朝另一栋楼走去。自从吸收了羊皮卷后，他对一技文兴趣高涨。只是他刚走到一半就被人截住了。校长好。夏木眼神错愕，他还是第一次在校园里偶遇对方。一袭浅红色长衫的燕晴不知从哪里晃了出来，神情端庄而平静。夏木同学，跟我来一下。好吧，原来不是偶遇。夏木似乎嗅到了麻烦的气息，再一次被请到校长办公室。燕晴没有泡茶，他坐在办公椅上，开门见山地问道：夏木同学，你真的进入一技了？夏木满脸无奈，看来那只半精灵把他卖得干干净净。夏木淡淡开口：只是运气而已，就捡了几本古籍。似乎是猜到了他的心思，燕晴轻笑一声：不要怪林娜老师，他这次下一季前特地让我多照顾你一下。用不着这么警惕，我特意调查过你们的经历，这里不是成长院，老师们是绝对不会害你的。夏木微微一笑，语气敷衍道：我自然信得过校长。燕晴轻叹一声，转移话题：这次武校交流战，学校方面也有很大压力，不知你有没有把握拿到名次？夏木摊了摊手，眼神真诚：校长，我只是个辅助牧师，小小年纪就学别人韬光养晦，也不知道是谁教的。
燕晴嘀咕了一句，拿起桌上的一小叠资料。我看过你的成绩，反应和操作都是满分，而且见到教练也对你赞不绝口，称你的天赋极为罕见。夏木同学，你该不会以为我内定你作为参赛选手，仅仅是因为职业吧？难道不是吗？夏木意有所指。王宇轩那是特例，顶级职业是命运的选择，他的出现本就代表了很多东西。我想每所学院都会这么做的。燕晴耐心地解释道。一开始林娜跟我说，交流赛想要拿好名次，让你上就行，我还不太相信，现在却是有点明白了。林娜老师，她太抬举我了。夏木不知该说什么好。燕晴笑了笑，眼中泛起一丝淡淡的波澜，仿佛在回忆着什么。你可能不太了解林娜老师，她曾经的性格跟你很像，非常像。夏木一怔，他也早就觉得林娜老师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她的学识水平多少有点太夸张了。燕晴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她注视着夏木的眼睛。内定名额可不是白给的，不然其他学生也会有意见。你如果觉得压力太大，现在还可以商量，毕竟1对1的规则确实对辅助职业。夏木自然听懂了对方的意思，他站起身来，神色平静。您如果不相信我，可以随时把名额收回，我没有意见。说罢，他往门口走去。其实对于这场学院交流赛，夏木兴趣并不大，还不如趁这段时间多学点遗迹文。燕晴淡淡一笑，开口道：你确定不想参加？这次交流赛前几名的奖励可是高级工程师定制的滑翔翼。闻言，夏木停下脚步，迅速坐回椅子上。滑翔翼可是野外探险的必备品，价格高昂，唯有中级以上的工程师才能制作，而且图纸也十分稀有。他记得老师曾经提起过，拍卖行里最便宜的滑翔翼也要300-400金币。虽然他们这些学生有机会低价找学院购买，但肯定是一些大陆货，怎么可能比得上高级工程师定制？那可是有钱都很难买到的。话说回来，这次学院还真是够大方，莫非关系到区里的排名？怎么这么快就想通了？燕晴看着夏木行云流水般的转身动作，忍不住打趣了一句。夏木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地开口道：校长，其实奖品不奖品的都无所谓，主要是身为星火的一员，我决定要为学校争光。第62章，名额确定。哎呀，你这么快就翻译好了呀？古典的办公室里回响起清晰柔美的喊声，惊动了窗外的鸟雀。他拿起夏木递上来的卷子，有些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卷面被清秀工整的字迹填得满满当当。虽然翻译上略有瑕疵，但大体意思完全正确，让他来也不过如此了。清晰再次上下打量了夏木一番，眼神中满是好奇。这么多新字符，你是怎么记住的？他可不是林娜，没有那种天生的遗迹与亲和度，所以也只能像普通人一样死记硬背。只不过遗迹学者的通识天赋是3分钟内能在脑海中自动将遗迹文转换成熟悉的语言，甚至能读出来，所以即便不学习他们也能进行一定的翻译。而且学识等级提高后，记忆和思维都会得到强化，所以学起来事半功倍。夏木并没有提起羊皮卷的事情，只是微笑着说道：可能是现在有些感兴趣了，再加上老师讲得好，所以理解着记就没那么痛苦。这倒是个不错的学习方法。清晰眼睛顿时一亮，有夏木的成功案例在前，他决定让自己班级里的学生也试试这个办法。哎呀，说不定自己以后就能成为西区的王牌名师，从此走上升职加薪的道路。来，小夏，给老师具体讲讲。夏木扫了眼墙上的钟，轻声道：下次吧，秦老师，我还有点事，先走了。清晰一怔，到底谁是老师？怎么对方看起来比他还要忙？难得碰到一个这么聪明又听话的学生，他还没教尽兴呢。他伸了个懒腰，目光落至窗外，似乎猜到了什么。哦对了，今年好像是交流赛名额确定的日子吧？你应该是想去为他们加油鼓劲吧？这2天赖在我这学习，还以为你不感兴趣呢。是不感兴趣，但我也要参加，至少得露个面。夏木淡淡开口。哎，什么？清晰疑惑抬头，大脑差点宕机。随后他扑哧一笑，哈哈，不是说单人赛吗？你一个牧师怎么参加？难道靠对方运血吗？抱歉，夏同学，没有打击你的意思，只是……夏木嘴角勾起一丝淡笑，转身朝门口走去。老师，说不定我运气好，真碰上几个晕血的呢。清晰，直到夏木的身影消失在办公室内，他才僵硬地转过头，望向远处埋头研究的柳军。他真没在开玩笑？谁知道呢？柳军悠悠回了一句。不过这位小同学可不简单，听说他操作和反应都是满分，这可是星火学院建校以来从未有过的记录。尊都假都？清晰瞪大眼睛，随后一脸自恋。哎呀，那也正常，毕竟是我这位未来名师手下的学生。柳军手一抖，一口水差点喷出来。来到训练馆时，主教官老杨正在跟校长燕晴说些什么，他的情绪似乎有些激动和意外。台上的9名学员也在翘首以待，
除了雨堂外，其他人都没想到，除了王宇轩外，学员中还有一位内定选手，难怪最后一个名额迟迟没有确定。夏木抬眼望去，都是老面孔了。王宇轩站在最中间，他的神色比之前沉稳了许多，身上的装备好像更换了不少。5级的苏雨竟然也入选了，好吧，其他班的学员水平确实弱了点。这次回去，班主任估计得笑疯。看到门口处的人影，燕晴顿时一个闪现，直接将他带了过来，虚空中的火焰印痕一闪而逝。夏木只觉得眼一花，就站在了众人身前。燕校长，这就是那名内定的学员。杨永寻下巴都要惊掉了，一个5级的牧师。下方的学员们早就乱成一锅粥了，入选的学员们也纷纷投来目光，脸上惊疑不定。夏木，怎么会是你？王宇轩瞳孔骤然一缩，失声喊道：“这不可能！别嚷嚷了，夏哥进那不是必须的吗？否则指望你这个手下败将拿名次啊！”雨堂懒洋洋地开口道。你，王宇轩气得说不出话了。雨堂将夏木拉到一边，轻声道：“喂，老夏，你这也太出风头了吧，不像你平日的风格啊。”夏木摊了摊手，无奈道：“反正总是要夺冠的。”靠！雨堂仔细一想，对方说的竟然还挺合理的。怎么样，训练成果如何？有把握拿亚军吗？夏木轻声开口。那是当然。雨堂刚想逞强2句，但他似乎想到了什么，轻叹一声：“唉，没把握。单挑对坦克职业太不友好了，特别容易被封着。那家伙有家里支持，换了身装备，我现在很难打赢他。而且不出意外的话，其他学院应该也有觉醒顶级职业的学员。”雨堂泪眼汪汪地抬起头：“夏哥，我现在就去一建成装翻盘了。”夏木一挑眉，简单回了2个字：“滚蛋。”紫装勉强也行。没有。操，老子好不容易酝酿的情绪。呵呵，要的话下次自己打去。最终夏木实在受不了了，随手把遗迹中打出的几件板甲蓝装丢给雨堂，反正也不怎么值钱。雨堂欣喜若狂的接过一看，顿时陷入了沉默之中。所有装备下方那行红字是如此显眼：需求等级9。好了，大家安静一下，明天就是1年1度的武校交流战，下面由我来宣布一下这次交流赛出战的名单。燕晴摆了摆手，平静而威严的声音回荡在训练馆内：王宇轩、雨堂、夏木、陈泽远，你们有什么异议吗？夏木扫了眼一旁静静站着的老杨，也不知道燕晴刚刚跟他说了什么，他现在看自己的目光似乎带着一丝期待。好的，如果没有，校长，请等一下。王宇轩终究还是没忍住，出声打断道：其他人我没有意见，但夏木根本没来参加训练，他一个牧师，凭什么能跳过选拔？这对其他学员不公平。闻言，底下的众人也炸锅了，议论纷纷。就是说啊，不公平，一个5级的牧师凭什么被内定？那我也可以参加。你就算了吧，夏木大神成绩超好的。成绩算个屁啊，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划分出顶级职业？辅助怎么单挑？难不成把对面奶死吗？奶量够大的话，倒是可以磨死。哎，你们别吵了，先听校长说吧，选夏木肯定有理由的。对此，燕晴似乎早有预料，她平静地解释道：夏木同学的实战水平已经得到多位老师的一致认可，所以并不需要进行额外的训练。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现场向他发起挑战。没有什么比一场战斗更有说服力了，这也是他提前跟夏木商量好的。我不服，我要挑战。我也要。也有人提出了关键问题：校长，战胜他难道就有机会参加交流赛吗？燕晴点头。下面的学员们情绪顿时更加高涨。就在这时，老杨中气十足地呵斥道：行了，别乱凑热闹，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吗？陈独，你去跟夏木打一场。他口中的陈独正是原本这次选拔中成绩排名第10的学员，6级冰灵法师，差一点就能入选正赛。听到教官的话，其他学员顿时安静了不少。毕竟陈独要不是近身战斗略差，不见得输给台上那几个人。陈独是个高高壮壮的男孩，体型看上去跟青灵的法师有些不搭。他早就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了，飞身翻上训练台。陈独本以为自己的名额已经确定，谁知半路却被突然冒出的夏木截胡，而且还是个比自己等级低的辅助职业。这不是黑幕是什么？就算拿不到什么名次，只要参加交流赛露个脸，对以后申请学院都是十分有帮助的。他肯定不愿意放弃这次机会。虽然知道夏木成绩不错，剑术也很强，但那都是过去式了。觉醒后，职业才是一切。他看着神色自若的夏木，冷哼一声：夏木，我们就在这片场地比，你没有意见吧？可以。我劝你还是早点认输吧，否则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夏木上前几步，神情淡漠：陈同学，要不这样吧，接下来我不用任何技能，你只要能打掉1滴血，就算我输，如何？第63章。
全格挡与极限走位。一语过后，全场鸦雀无声，燕青都傻眼了，他完全没料到夏目会这么说，这也太疯狂了。事实上，神州有很多职业选手都做到过类似的事情，靠的就是细腻到极致的走位和操作。可夏目只是个学生，还是辅助职业。你不会是认真的吧？陈独咽了口唾沫，将信将疑。难道对方知道没有机会，所以干脆用这种方式退场？他想要出言讥讽两句，却又怎么也开不了口。至少在气势上，他被彻底压制了。当然，夏目挥了挥手中的法杖，随意道：“我可不会开这种玩笑。”说罢，他直接发起决斗申请。这次干脆就速战速决，一次性就让所有人都闭嘴，免得到时还得经历车轮战的折磨。经历了各种精英怪的战斗洗礼，夏目现在的操作已经炉火纯青，至少欺负小孩子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怎么，这你还要考虑？望着一脸犹豫的陈独，夏目故意激将道。事实上，对方的资料宇堂早就跟他透露过了。这名叫陈独的学员心态很差，战斗时特别容易紧张，尤其是近身缠斗的能力极为薄弱，这也是他敢夸下如此海口的原因。望着夏目发来的决斗申请，陈独额头开始沁出丝丝冷汗，他仿佛能感受到对方身上那股强大的压迫感。不用技能掉血就算输，他怎么敢的？陈独咬紧牙关，默默选择了接受。他的心跳开始加速，只要打掉一滴血，这不是有手就行。不对，要是夏目到时耍赖不认怎么办？就在陈独胡思乱想之际，夏目已经飞速朝他冲来，手中的法杖仿佛隐藏在弯曲的光线中，被镀上了一层浅白色。卧槽，什么情况？陈独吓了一跳，第一次见到牧师肉身冲锋的。他连忙开始搓寒冰弹，可惜两人距离很近，2秒的施法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夏目脚步微微一晃，直接消失在他的视线中。陈独感觉后背挨了一法杖。-35暴击。新手法杖的伤害果然感人，足足4级的等级压制才打出这么点伤害。不过对方的血量总共只有400多点，这一下直接被打掉近1/10。陈独吓了一大跳，不过等他看完对方造成的伤害，心中顿时一松。他忍不住嘲讽道：“夏目，你不会就这点本事吧？吃劳兹一击！”说罢，他急速转身，手中的寒冰弹朝身前扩散。咦，人呢？寒冰弹可没法锁定不在视野中的目标。就在这时，他的后脑勺再次受到重击。-50弱点攻击。掌心的冰蓝色法力消散，陈独迅速后撤，视线警惕地扫视着四周。怎么回事？自己刚才难道被卡视野了吗？紧接着，他就看到夏目闲庭信步般的朝他走来，当头便是一杖。-50弱点攻击。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陈独明显慌了，连这一下都没能格挡掉。夏目不由摇头，对方反应也太慢了，难怪连那几个5级职业者都没打过。站桩流法师嘛，真没意思。啊呀，我跟你拼了！陈独胡乱挥动着手中的法杖，试图造成一些伤害。不过他的法杖加的属性虽然高些，但反倒是没有新手法杖攻速快，被夏目轻松挡下。格挡，格挡，格挡！陈独知道论操作自己完全不可能是夏目对手，心中不免有些绝望。他只得再次选择释放技能，企图预判夏目的位置。只不过人跟遗迹中的怪物不一样，无法360度转身自动锁敌，所以夏目只要站在视野盲区，对方手上的技能就无法造成任何威胁。而且施法期间是不能移动的，简直就是个活靶子。-20 -50弱点攻击。-50弱点攻击。一法杖，再来一法杖。凭借一把新手法杖，夏目都快把陈独脑袋都敲出包来了。竟然是容影技巧！教官老杨看得连连赞叹。这位内定选手虽然是个辅助职业，但操作和步伐很有意思。不用技能的话，每个职业的移动速度相差无几。按理来说，通过卡视野躲技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夏目却偏偏做到了，而且看样子似乎十分轻松。燕晴在一旁轻声道：“老杨，你也看出来了吧？他完美掌控住了战斗的局势，通过对手细微的肢体动作提前预判躲闪，这种精湛的技巧简直不像是自学出来的。”自学？怎么可能？老杨心中大震，台上的场面一度十分暴力，简直不像是职业者对战，反倒像是流氓打架，还是单方面的殴打。停，下个别再打了，我认输，我认输。陈独终于破防了，哭得像个100斤的孩子。不对，他就是孩子。行吧。泛着白光的新手法杖停在陈独的头顶，又被夏目潇洒收回，他转身欲走。就在这时，一直低着头的陈独眼中突然闪过一丝阴险之色，他手中冰蓝色的光芒逐渐膨胀。嘿嘿，抱歉，夏目，你给我。
陈独猛然抬头看向前方，不过他却震惊地发现面前的人影已经消失。夏木去哪里了？台下隐约传来一阵阵哄笑声。糟糕！一滴冷汗从陈独额头滑落。你当我瞎呀？陈独身后，夏木面无表情地举起法杖，狠狠敲落在他的头上，将最后一丝血量清零。-50，弱点攻击。决斗结束，观战的学员们沉寂2秒后爆发出阵阵惊呼。夏木满血获胜。陈独瘫软在地，眼中闪烁着点点晶莹。人本来就不怎么聪明，现在被敲得更傻了。台下已是一片嘈杂。卧槽，近战牧师恐怖如斯啊！就硬生生敲死啊！这 TM 谁受得了？反正我是不敢挑战夏哥了，人家本来就是内定，估计就是来走个过场，你还真以为有机会啊？我就说校长怎么会选夏哥出战，这简直是纯纯的操作碾压。哎，夏哥要是觉醒刺客，那岂不是无敌了？有道理，好可惜，牧师敏捷力量不够啊。看完夏木的表现，风评顿时逆转，台下再没有人质疑夏木内定的身份。一个辅助职业能够不用任何技能，用操作无伤战胜6级的陈独，这简直超出所有人的想象。王宇轩气急，他刚想说些什么，却见夏木扭头看向自己，眼神中仿佛带着3分冷酷、3分讥讽、3分薄凉和1分杀意。王宇轩感觉脑瓜子一凉，他不由自主地低下头，硬是一句话没敢说。果然是自己命中的宿敌。操，不对啊，他堂堂风灵刺客，为什么要派一个牧师？王宇轩暗恨自己的不争气。哼，参加就参加吧，对方就算操作再强，也不可能弥补职业天赋带来的巨大差距。王宇轩不由握紧双拳，这样也好，接下来的武校交流赛中，自己一定会让他输得一败涂地。第64章启程与传送。夏木自然不知道王宇轩竟自己脑补了这么多东西，他刚才只是随意朝那边瞥了一眼而已。木哥儿，厉害啊！苏雨第一个走上前来恭喜，他的眼神中带着一丝惊叹。哼，老夏打这种级别的对手，那不是砍瓜切菜。雨堂一点也不觉得惊讶，他故意大声道：对方就算是耍赖，也没可能赢的。陈独恨恨地朝这边看了一眼，随后黑着脸扭头就走。这地方他是1秒也不想多待了。哎，雨堂，你是不是也跟夏哥对练过？战绩如何？一个短发妹子走了过来，大大的眼睛里充满好奇。她叫妍飞，是6班的入选队员，平素跟雨堂颇为熟人。啊，这个嘛，怎么说呢？雨堂挠了挠秀美的脸颊，45度仰头望天。我们差不多5-5开吧。哇，夏哥有这么厉害吗？短发妹子惊讶道。这些学员里，雨堂和王宇轩的实力可是独一档的，其他人对上基本没有任何胜算。那是，我跟你说，我们那天足足大战了800回合，老夏终于被我抓住破绽，一招夺命连环剑。雨堂绘声绘色地描述着，脸部红心不跳。不远处，夏木用关爱智障的眼神看着他，笑而不语。你开心就好。这时，其他几位参赛选手也围了过来，和夏木混了个脸熟。总共8男2女，基本都是各班最顶尖的职业者，除了苏雨和另一个6级的枪械师，其他人都是近战。只能说前期 PK 远程劣势比较大，风筝战术很难实现。不过等到20级以上，形势就要开始反转了。刷怪升级，包括获取成就点，远程职业都会相对轻松一些，而且存活率也更高。夏木和众人一一打过招呼，便开始等待燕校长讲解武校交流赛的赛程，这也是他今天来的主要目的。简短的致辞后，燕晴将夏木等人叫了过来，言简意赅地说道：各位同学，明天上午6点我们在校门口集合，我会先送你们去赛场抽签，这是具体的安排，你们回去可以仔细看一下，到时可千万别迟到。说着，他给每人发了本精美的小册子。夏木接过来一看，还整得挺复杂。他打开翻了几页，发现里面的内容非常详细，不仅包括比赛的流程和规则，还有场地的图片和介绍。最后提到了一些明确的禁止事项，比如不能使用道具和药剂，不能辱骂对手和做出不文明举动等。哎，这次武校交流赛竟然是在月影学院举行吗？一旁的雨堂面露惊喜之色，他轻轻撞了下夏木的肩膀，小声说道：夏哥，苏学姐他们就是月影学院的学生，不知道这次去能不能碰到。哦，夏木微微一怔。神州西区的5大初级学院分别是战盾学院、荣耀学院、星火学院、天域学院和月影学院。月影学院最卷最难进，常年排名第1。星火学院则比较推崇个性化发展，师资力量很强，所以深受学生喜爱。不过学员的整体水平在武校中只能排到中等，甚至近些年还有下滑迹象。当然，西区地大物博，学院多如牛毛，自然不止这5所。不过其他的要么远不如这5所老牌名校，要么就是对背景有着严苛的要求。比如那2所名声在外的贵族学院，
一般学员根本不用考虑。没想到那几位带雨堂练级的学长学姐，居然是月影学院的学生，难怪身上的好东西这么多。夏目再次翻看了一下手册，跟他之前的猜测差不多。这次的武校交流战采用擂台赛的形式，没有复杂的地形和障碍物，比的就是一个操作。而且因为学员们都是真身上场，所以只要掉落擂台也视作失败。总体来说，规则可谓相当之简单，要么清空对手血量，要么想办法把对方逼出擂台。这里面操作空间非常大。夏目嘴角微微勾起，说不定可以试试那个战术。第二天清晨，金辉出现，鸟鸣声声。夏目洗漱完毕，跟着满脸兴奋的雨堂一起来到校门口。才刚过5点半，大家就都来了。王宇轩双手插兜，傲气地靠在大门口，跟其他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仿佛冠军奖杯已经握在手里一样。不过其他几位选手也不怎么理会他，有人在翻看小册子，沉思战术，有人闭目冥想，调整状态。看见两人，短发妹子妍飞一脸神秘地跑了过来，拉着雨堂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你们知道吗？月影学院这次足足觉醒了3个顶级职业，感觉这次交流赛前几名又要被他们包了。当然保真，这可是我让姐们帮忙打听的消息，不会有错的。嗨，怕什么？我们不也有顶级职业在吗？你说是吧，老王？雨堂故意 Q 了一下王宇轩，生怕他听不见。王宇轩一甩头发，拽拽地丢下一句：交给我。雨堂笑得前仰后合，你这家伙不会没认真看规则吧？真以为能随便挑战吗？我看了。王宇轩支吾道，他扭头望向旁边的男学员。喂，那个谁，快把小册子借我下。啊！几人在门口足足等了20分钟，一袭红色法袍的燕晴姗姗来迟。她高耸的黑色尖顶帽上覆盖着流动的星辰图案，胸前的魔法徽章熠熠闪光，宛若一位从古代宫廷中走出的神秘魔法师。没有了往日和蔼可亲的形象，现在的燕校长浑身散发着汹涌澎湃的魔力波动，仿佛要将虚空泯灭。这一刻，众人才真正意识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位59级的恐怖强者。那种数据层次上带来的压迫感，简直令人窒息。夏目轻轻舔了舔嘴唇，这才是他向往的境界。虽然一直不突破20级，也能享受风花雪月，但真正的生活不就需要些新鲜和刺激感吗？那样才会让他有活着的感觉。更何况2阶数据是互通的，高等级的职业者即便回到现实世界中，也能拥有呼风唤雨的能力。比如现在，燕晴缓缓抬起玉手，默念咒语，扭曲的银色光门在虚空中缓缓扩张，无数璀璨的符文穿梭其间，宛若一条闪耀的红光隧道。读条完毕，他扭头望向神色呆滞的雨堂等人，微微一笑：还愣着干什么？快进来，我们出发。第65章抽签。高级法师的通用技能传送门。夏目虽然听说过，但像这样亲身体验还是第一次，真是方便。难怪平时校长来无影去无踪的，他进学院好几个月，也就只有最近见对方多些。武校之间都铭刻过传送标记，所以不出意外的话，出了这扇门就是千里外的月影学院。夏目跟在众人身后，身形逐渐没入光门之中。毕竟也经历过好几次传送了，倒也没有什么不适应。虚空像是一条斑斓的彩带，连接着两端，眼前的光线越发灿烂而耀眼。再次睁眼时，周围已经是一片喧闹之景，清脆而响亮的声音陡然在耳旁响起：欢迎大家来到月影学院。砰！彩带漫天。月影学院的学员们早已等待多时，他们热情地迎了上来。夏目伸手捏起雨堂头发上粘着的几根彩带，好奇地环视四周。6个光门呈环形排布在宽阔的场地上，流转着灿烂的微光。远处的天空上悬挂着巨大的横幅，上书武校交流赛几个大字，相当隆重。不愧是1年1度的大比，新人的狂欢。燕晴对此司空见惯，他跟领头的学员交流了几句，便带着夏目等人往校内走去。道路两旁的树木上挂满了装饰品和欢迎横幅，不少学员们正在一旁好奇地打量着他们，不时伸手指指点点。刚出炉的新鲜美食和小吃，大家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这位学妹，我看此件与你有缘，现在清仓大甩卖，不要998，也不要98，9个金币就能带回家。模拟决斗了解一下，学长学姐手把手指点战斗技巧，特殊附魔有需要吗？自带材料全免费。哇，这里好热闹啊！雨堂彻底看花了眼。我们学院怎么没活动的？妍飞在一旁大声解释道：我听说其实上届是有的，欢迎活动一般都是由主办学院来准备。再说了，其他同学不都得来这看比赛吗？也没必要重复呀。有道理。夏目望着面前一道道青春洋溢的身影，又低头扫了眼时间，6点20。这些人都不睡懒觉的吗？就在这时，周围围观的学员们多了起来。哇，你们快看，那妹子谁啊？太正点了吧！
妈妈，我恋爱了。不行，我已经沦陷了。你们谁胆子大，赶紧去要下联系方式。急什么？人家才刚来，又不会走，让我看看。这好像是星火学院的队伍，上次燕校长来还是我接待的呢。他不会也是参赛选手吧？待会该为谁加油啊？好纠结。听到周围的窃窃私语，雨堂嘴角微微勾起，露出一个恶魔般的笑容。他先是大大方方的着朝周围挥了挥手，俘获了一众惊艳的目光。紧接着，他一把拉住了夏木的手臂，装出一副十分亲昵的样子。人群中仿佛传来一道道心碎的声音。夏木玩心大起，他满脸嫌弃的甩开对方的手，冷酷无情道：“走开，不要再缠着我了。”雨堂捂着胸口，神情忧郁地望着夏木离去的背影，一脸心痛与落寞。看着两人惟妙惟肖的表演，严飞等人死死掐着大腿，强忍住没笑出声来。王宇轩则是紧握着双拳，一脸嫉妒。另两个男选手想笑却又笑不出来，他们仿佛回忆起了开学时那段不堪回首的辛酸经历。不过这种有意思的事情怎么也得让兄弟学院体会一下。果然，那些个月影学院的学长们听到夏木的话后，槽牙都快咬碎了。马德，凭什么？虽然那小子确实有点帅，但女神倒贴的样子真的好可怜。有些男学员已经在脑海中补出了无数狗血小剧情，眼泪哗哗直流。家人病重，欠下巨债，被青梅竹马抛弃，重度抑郁。啊呀，好心疼！3秒钟，我要知道那男的信息。你自己不会用洞察术吗？夏木，咦 ，TM 的居然只是个5级的牧师，这年头连辅助都能轻松泡到妞了吗？啊呀，羡慕嫉妒恨。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不是我？我想转学。同学，你欠的债，我来帮你还吧。那个夏木不会也是交流赛的选手吧？那等等可有好戏看了。哼，到时被人打成猪头，也怪不了我们。终于，有2个月影学院的学长鼓起勇气走了上去，一脸关切道：“学妹，你没事吧？不要想那些伤心事了，我们这里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如果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带你好好逛逛。就是，学妹你这么漂亮，以后肯定会遇到更好的，不介意的话，咱们加个联系方式。”雨堂抬起头，微微一笑：“多谢2位学长，可我是学弟啊。”深沉的声线直击2人灵魂。抱歉，刚才只是个小玩笑，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嘿嘿嘿！雨堂一甩秀发，转身追上大部队，只留下2个呆立在路中央的木雕学长，皮这一下就很开心。我是学弟啊，学弟啊，弟！2位帅气的学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们脑海中回荡着雨堂低沉的声线，痛苦地捂住眼睛，近乎同时发出一声惨叫。啊！不行，弯了，要弯了！靠近一些的学员都听到了雨堂的话语，他们先是不敢置信，随后陷入了深深的沉默，泪水无声地从几个男学员眼眶滑落。这场甜甜的相遇才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而且有些不合世俗的观念默默闯进了脑海中，一股幽怨的氛围笼罩着人群。雨堂偷偷回头瞥了眼，头皮发麻。老夏，我是不是做的太过了？呵呵，你也知道。夏木嘴角微微抽搐，这是精觉醒了魅惑骑士之后，雨堂要是再精心打扮一番，还真没多少人能抵挡住。无论男女，你们2个小家伙待会可别这么玩了，要是真出了事，我可不会管你们的。燕晴不知何时来到2人身边，脸上藏着一丝浅浅的笑意。这位200多岁的老阿姨刚才明显也看得很起劲。知道了，燕校长。雨堂一脸乖巧，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干。燕晴笑着摸了摸他的头，转身指向远处的巨型平台。到地方了，你们先去抽签吧。第66章相遇。夏哥，你第几组？第2。夏木拿起精美的签卷，上面刻了一个大大的2字。还好还好，我是第4组，咱们决赛见。雨堂叠起手中的签卷，大大咧咧地开口道：“你小心点，对手可没那么弱的。”夏木提醒了一句：“哎呀，你不懂了吧？我这叫做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藐视敌人。我只看到了藐视，重视我都藏着呢。只要不碰到你这种开挂选手，本大爷还是有一战之力的。”呵呵，我没开挂。啧啧，开的人一般都说自己没开，这是常识。滚！喂，老夏。走了2步，雨堂突然转过脸盯着他，眼神纯净而深沉，仿佛闪着细碎的荧光。如果我败了，一定要记得我们间的约定。夏木连忙扭过头，心跳差点漏了一拍。这家伙，他仔细回忆了一下，却完全记不起约定的内容。什么约定？他疑惑问道。就是送我件橙装啊。雨堂一脸委屈。你不会忘记了吧？简直太过分了。夏木眉头皱起，缓缓吐出一个字：滚。哎，别那么绝情啊，夏管理员。呵呵。2人一边拌嘴，一边看向分组名单。除了天域学院，
其他几所学院的选手已经抽完签了，同组的对手基本都能知道。夏目扫了眼名单，略有些意外。一共5个小组，每组10人。第2小组内只有自己一个星火学院的选手，其他都是外校的学员。第1组分了足足3个，苏雨也在内，还真是够随机的。咦，雨堂居然跟那家伙分在一组了。夏目心中略带担忧。虽然开始的时候雨堂能轻松战胜王宇轩，但那全靠对方的自大和出其不意。现在王宇轩不仅更换过装备，而且能隐身，雨堂不太容易取胜。而且第4组组有3名月影学院的学生，随机到顶级职业的可能性很大，堪称死亡之组。雨堂明显没有思考这些，笑容依旧灿烂。反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干就完事了。王宇轩却是激动到颤抖，他扭过头来朝雨堂说道：“雨同学，这次我一定会让你看到我的进步的。”雨堂无语转身：“别理那傻叉，夏哥，我们赶紧去逛逛吧，好不容易来一次。”第1场比赛是在下午3点，所以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去参观月影学院。夏目点头，他也没什么可准备的。要是还有人能打赢现在的自己，那才是真开挂了。等等！不远处的燕晴喊住了想偷溜的2人，笑着说道：“你们2个到时准备睡大街吗？先跟我去招待宿舍。”充满科技感的礼堂中，学生会的志愿者看着一旁出现的几道身影，满脸意外：“哟，东哥，雪衣学姐，你们怎么有空来凑这热闹？这叫什么话啊？我们就不能关心一下可爱的学弟学妹们吗？”风骚帅气的弓箭手笑呵呵地说道：“想当初咱可也是10大代表队之一呀。”哼哼，志愿者挠挠头，干笑几声。他心说，谁还不知道摸鱼剑得赫赫威名，上场就没怎么打出过伤害，基本全靠苏会长带飞。要不是他女朋友是苏会长的闺蜜，对方估计懒得带他。行了，别吹牛了。雪衣掩嘴轻笑：“我们快走吧，别让人家等着。”也对，可惜他说那位运气逆天的朋友今天有事没来，否则我还真想去膜拜一下，沾点好运。行了，净整这些歪门邪道的，要是被会长知道，又要说你了。这可是有说法的，怎么能叫歪门邪道呢？陈东一脸不服气。再说了，他又不是我妈，阿莫都没这么管着我。要是会长在面前，你还敢这么说？雪衣坏笑道：“那当然，我铮铮铁骨。”哦，背后突然传来一阵冷哼。陈东一个机灵，急忙改口：“再说了，苏会长那种才貌双全、聪慧过人、贤淑端庄、善良温柔、冰清玉洁的女孩子，肯定不会忍心责备朋友的。”噗嗤，雪衣忍不住笑出声来：“谁是你朋友？”苏林一脸嫌弃的往门口走去：“你当初就是这么讨小莫欢心的，等我回去就告诉他，让他多管管你。”哼哼，我觉得很有道理，刚才的话我可都记下来了，是时候让莫姐看看你的真面目。雪衣在一旁火上浇油：“天天撒狗粮，真当他没脾气的吗？”“哎，别啊，会长，我对阿莫绝对是真心的。你们听我解释。”陈东哭丧着脸追在2人身后。月影学院非常大，至少是星火学院的2倍，而且教学楼都很新，满满的科技感。不愧是武校之首，就是阔气。一路上跟赶集似的，到处都是热情的叫卖声，看来学长学姐们也准备借这个时机大赚一笔。还别说，因为这场交流赛，不少参赛的学员都准备买些装备提升实力，这些东西都不愁卖。连雨堂都沦陷在学姐热情的推销中，花费10金币买了一些散装。毕竟大家都只去过一季大陆，根本打不到什么好装备，别说蓝装，就是绿装都少见。哪怕是觉醒了顶级职业的王宇轩，都不得不朝家里伸手。当然，某人是个例外。2人坐在简陋的小吃摊上，品尝着烹饪师学员精心制作的美食糕点，悠闲异常。好好吃。雨堂嘴里塞满了食物，像只可爱的仓鼠。既然夏目主动提出请客，他才不会客气。摊主是个看上去阳光帅气的学长，手臂肌肉发达，正不停颠锅翻炒着什么，旁边还有台造型奇异的果汁机。空气中油脂飞溅，发出清脆的嘶嘶声，配合着各种食材落锅的声音，宛如一首优美的交响乐。夏目甩了个洞察术：魔法秘药炒鸡块，使用后在30秒内恢复800点生命值和1000点魔法值，并使智力提高6点，持续30分钟。乃至云菇肉片，使用后在30秒内恢复500点生命值，并使耐力提升4点，持续15分钟。紫足果汁，使用后在30秒内恢复600点魔法值，并使智力和精神提高2点，持续30分钟。每份菜的分量都不大，但出乎意料的好吃，而且还有属性加成，2人大快朵颐。一季大陆的烹饪师还真是个不错的职业。待2人吃饱喝足，那位摊主学长笑眯眯地走了上来：“陈慧，30金币。”多少？雨堂听完差点跳起来：“怎么这么贵？你们这是家黑店吧？30金币都够在外面的大饭店吃上很多顿了。”
摊主不悦道：“这位小同学，不能这么说，咱这可是一记大陆的食材和烹饪方式，肯定要贵些。再者，菜单上可是明码标价的，你刚才难道没仔细看吗？”哎嘿嘿，这个嘛，雨堂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他刚才光顾着点了，完全没有计算价格。老板，能不能便宜点？那位学长脸红了一下，无奈的别过头。哎，看在你们是今天第一单的份上，破例给你们打个8折吧。夏目环顾四周，果然这小摊上冷冷清清，除了他们外，一个人都没有，基本都被高昂的价格劝退了。30金币打8折就是24金币，对于夏目而言根本不算什么。他正准备掏钱，突然身旁响起一个骚包的声音：“小雨堂，好久不见啊，想我们没？”陈东一把拦过雨堂肩膀，笑呵呵地冲摊主说道：“老顾，再来3杯落日梅汁，要冰的，连这些全记我账上就好。”第67章，一个人的表演。不是说等我们过来吗？你怎么一个人就不声不响地吃上了？雪衣略带责备地开口道。而且老顾这的菜可不便宜啊。正在制作果汁的摊主耳朵一动，气呼呼道：“喂，雪大美女，说什么呢？我这已经是良心价了好吧，在其他地方可吃不到这么全的食谱。”雪衣摆摆手：“知道了，不用老跟我们显摆，你定这么高价哪个新生吃得起？小心被人投诉。”那又不是我的问题。见雨堂有些茫然，陈东在一旁解释道：“他叫顾凡，是跟我们同一届的觉醒的烹饪师职业，而且做菜的天赋相当不错。有句话他倒是没吹牛，整个学院里就他收集的菜谱最全。”雨堂舔了舔嘴唇，颇为回味，味道确实不错。陈东看着堆叠起来的餐盘，突然眼皮一跳，有种不妙的预感。等等，雨堂学弟，你们这是吃了多少钱？不多，也就30金币。对陈哥来说，洒水啦。雨堂回到座位，悠闲地将杯中最后一点果汁喝完。什么？陈东傻眼，你是真敢点啊！这冤大头他突然不想当了，自己都舍不得吃这么好。夏目仔细打量着几人，那位神情恬淡高冷的女法师属性高装备好，血量居然都破2000了，可能弄了不少成就。弓箭手面板也不差。至于雪衣学姐，眉眼确实跟雪有那么点相似，一看就是个美人胚子。雨堂学弟，这是你朋友吗？怎么不介绍一下？雪衣也注意到了一旁的夏目，笑着说道：“哦，对。”雨堂差点忘记，几人在现实中还没见过面呢。各位学长学姐，这是夏目，和我从小玩到大的死党。老夏，这几位是我在遗迹中认识的朋友，他们人都很好的。咦，这位小兄弟莫非就是陈东腾的一下坐直身体？不过当他用洞察术扫过夏目的面板后，顿时有些失望。一个5级牧师怎么想都不可能。嘻嘻，夏目小学弟，很高兴认识你。雪衣伸出纤细白皙的手掌，跟夏目轻轻握了握，笑容灿烂。待会学姐带你们俩好好逛一下学院，这里可是有好多有意思的地方呢。啊，太感谢学姐了。影帝下上线，露出腼腆羞涩的笑容，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当时雨堂跟我说他认识你们这些大高手，我还有点不相信呢。嘿嘿，你小子会说话。陈东有些飘了。我跟你们讲啊，当初我可是拿到过武校交流赛的第3名呢。真的吗？那学长一定被那几所高校录取了吧？嗨嗨，还没考试，不过应该是稳的。厉害呀，陈学长，你也不错，一个牧师居然能来参加交流赛。侥幸而已，我主要是来学习的。一旁的雨堂看得直乐，夏哥演技不输当年啊。夏目抽空朝雨堂使了个眼色，他顿时了然，冲摊主大声喊道：“喂，顾老板，刚才那些再上一份，我朋友他们还没吃呢。”顾凡回过头来，一脸惊喜：“好嘞，马上来。”陈东，他干笑一声：“等等，雨堂学弟，多谢你的好意，不过这就不用了吧，我们不饿的。”谁说的？雪衣抿嘴一笑：“忙活了半天，我还没吃东西呢，难得有人请客，怎么好意思拒绝呢？你说是吧，苏姐？”苏玲犹豫片刻，也跟着微微点头，她的目光落在夏目身上，若有所思。陈东心中沉痛，这难道就是刚才耍帅的代价吗？早知道。雨堂见他这副心在滴血的样子，笑着说道：“嗨啊，学长放心，上次多谢你们的照顾，这顿饭理应由学弟来请才对。”那怎么好意思，学弟你太客气了。陈东很想拒绝，但一想到被掏空的钱包，那些话又说不太出口。马上要情人节了，他还想攒钱买礼物呢。雨堂学弟，你身上带了这么多金币？雪衣有些惊讶地问道。要知道，除非那些背景不错的富家子弟，前几次进遗迹大陆的学员几乎拿不到什么收获，身上能有个10金币已经很不错了。雨堂虽然跟着他们分到不少金币，但应该还抵不上这顿饭钱才对。嘿嘿，当中介挣了不少。雨堂得意洋洋道。
虽然他没钱，但夏目有啊。夏目的钱四舍五入一下，不就是他的？提起这事，苏林几人顿时面色古怪。陈东小声问道：“雨堂，你那位神秘的高手朋友今天真没来吗？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他有点事儿。你们才刚觉醒不久，能有什么事情比武校交流赛更重要？”陈东笑呵呵地凑近：“雨堂学弟，你就别藏了。”夏目歪过头，装出一副疑惑的样子：“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们刚才在聊什么呢？”雪衣似乎想到了什么，眼睛一亮：“对了，夏目同学，你应该也见过雨堂同学的那位朋友吧？就是……哦，这么说来，我似乎有点印象。”夏目摩挲着下巴，有些笃定地开口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说的那人应该就是我们新生中的风云人物——风林刺客王宇轩，他可是我们学院的骄傲。”哎，雨堂震惊。啪！陈东一拍手掌：“原来如此，对上了，都对上了。还有什么职业能比风林刺客更容易发现隐藏的宝箱？”夏目轻叹一声：“不过他性格比较狂妄，来之前还跟我们说月影学院名不副实，没什么厉害的选手，他一只手就能全挑翻，是吧，雨堂？”啊，呵呵。雨堂干笑一声，勉强解释道：“所以我才不愿意带他过来，到时他肯定会让学长学姐下不来台的。”他偷偷瞥了眼夏目，这家伙有必要吗？哦，有点意思，这家伙很狂啊。陈东一挑眉，虽说那人低价卖给过他极品戒指，但一码归一码，对方如此轻视月影学院的学员，他心中还是很不满的。苏林优雅地抿了口果汁，他美眸一凝，淡淡开口道：“既然是顶级职业，有些傲气也是正常的。那我们学院必当全力以赴，希望不会让他感到无聊。”雨堂不由瞪大眼睛。哎，第68章规则与针对。在学长学姐的带领下，夏目和雨堂把月影学院参观了个遍，包括他们上课和训练的地方。不得不说，学生会的名头就是好使。月影学院的训练设备很齐全，还有重力训练室和枪械俱乐部。雨堂玩得不亦乐乎，狠狠过了把神射手的瘾，毕竟骑士之后也是可以装备枪械的，当然顶多用来引怪。夏目注意到苏林中途离开了一会，回来时脸上带着一丝淡淡的愠怒，他心中微动，看来有变数。不过他什么都没问。快到中午的时候，各校的观战学员们陆续都来了，场面变得乱糟糟的，校园内人头攒动。赛前分组也最终确定下来，名单公布的同时也显示了等级信息。咦？雨堂看着比赛群里的消息，微微一怔，他的分组竟然变了，由第4组改为第5组，对手大多是来自战盾学院和本校的，有3个5级的，似乎轻松了不少。与此同时，王宇轩那一组变为2个月影学院的学生和3个天域学院的学生，其中一个还是天域学院的核心种子，7级的顶级职业飞花散手，堪称死亡之组。这应该是巧合吧？夏目随意瞥了眼自己的分组，跟之前差不多，只是多了个同院的学员。学姐，分组的结果怎么跟抽签不一样啊？雨堂疑惑地问道。这不是什么大事了，我们会对抽签结果再复检一次，以免有些学院内战太多。雪衣微微一笑，意有所指道。这项工作主要由我们学生会负责。哦，雨堂似乎明白了什么。陈东笑嘻嘻地比了个虚的手势，毕竟不是什么正式的比赛，总得尽可能照顾下自己人嘛，这放哪个学院都一样的。还能这样？雨堂大开眼界。陈东揽过2人肩膀，嘿嘿，你们可不要乱传哦，我们肯定是秉承着公平公正的原则的，只要实力强，最后总能脱颖而出。学长说的有道理。夏目微微一笑，扭头看向身旁的少年，雨堂，咱们要好好加油啊。雨堂一脸惊悚地盯着他，连这你都算到了？陈东一脸神秘，我跟你们说啊，不仅如此。苏林不满地轻哼一声，行了，小东你别老是大嘴巴，到时又给我惹麻烦。闻言，陈东顿时止住话头，嗨嗨，你们2个刚才当我什么都没说。知道了，学长。交流赛将近，燕晴在群里通知大家集合，正好苏林等人也准备去趟竞技场，几人就此分别。毕业阶段一般没有课，都是在为升学做准备。除了下一季提升属性和装备外，剩下就是参加竞技场和各种活动，如果打到一定排名的话，也是加分项。苏林学姐他们在装备和属性上已经没有太大提升空间了，所以最近准备最后冲一冲竞技场排名。待夏目和雨堂回到月影学院提供的休息场地，来观战的同学们已经挤满了大厅，基本都是个学院的新生，清澈的大眼睛里透着好奇和惊叹，毕竟他们还是第一次亲身体验如此盛大的学院活动。栏杆旁，王宇轩正一脸得意地朝班里的同学吹嘘着什么，意气风发。见雨堂来了，他连忙收敛兴奋的表情，装作自然地路过，淡淡开口道：刚才我浅试了一下月影学生的水平，感觉也不怎么样，咱们2个晋级决赛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哦，
雨堂终于来了兴趣，他瞥了眼颇为自得的少年，心中有些意外。你已经跟他们交过手了？王宇轩点点头，摇了摇2根手指，嘴角的笑意根本掩饰不住。那边的擂台我16连胜，还打赢了一位月影的学长，啧，简直不堪一击。雨堂，夏木伸手比了个赞，厉害啊！那是王宇轩心里正美着，突然发现这话是夏木说的，激动的情绪顿时卸掉大半。他忍不住开口讽刺道：“哼，月影学院的选手就算弱一点，也不是你个牧师能打赢的。待会好好看，好好学。没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夏木笑眯眯地看着他，心情似乎很好。见夏木一脸无所谓的样子，王宇轩眼中闪过一抹错愕，也没再说什么。自从上次当众输给雨堂后，他明显收敛了许多。这时燕青走了过来：“你们都看过分组名单了吗？每组只有2个出线名额，大家尽力争取，输了也不要气馁，毕竟对手实力都不弱。王宇轩，这次你那组实力很强，千万别给我大意。”校长，我明白。王宇轩捏紧拳头，心中暗自激动。强才好，强才能体现他的与众不同。今天就是风铃刺客在赛场上大展神威的时候。整个比赛场的设计十分特殊，月影学院花高价打造了5个镜面空间，分割成不同的赛台，这样5组的比赛可以同时进行。观战的学员既可以选择去某一赛场为自己学院的选手加油助威，又可以在大厅收看所有擂台的实况转播。这跟大型竞技场有些相近，不过规模小了很多，而且比赛场景单一，全是没有围绳的擂台。雨堂看着中央处的对战屏，心情紧张。这次比赛每组共进行6场比赛，按照输赢场次取前2名，参与前10名的争夺。虽然可能因为分组不均导致那些有实力的选手落选，但这样才更有悬念。毕竟运气本身也是实力的一部分，尤其对于一技大陆的职业者来说更是如此。第69章首战与赌注。时间1分1秒的过去，台上的2位主持人上台开幕，顺便介绍了本次比赛的裁判和解说。裁判就是5大学院的校长，解说则是来自月影的2位学生会成员，他们会坐在外厅，根据比赛的精彩程度进行随意切评讲解。大家好，我是本次武校交流赛的解说橙子。一个十分卡哇伊的女学员大声开口，她声音甜美，笑起来脸上露出2个小酒窝，赏心悦目。一位身着燕尾服戴着黑框眼镜的少年紧跟着说道：“大家好，我是阿叶，很高兴能在毕业前主持最后一场武校交流赛。这届的学弟学妹们看起来很有精神啊，真是期待。怎么，阿叶学长想起自己当初参赛时的英姿了？”橙子窃笑道：“英姿谈不上，不过当初确实勉强进了前10，本来还想再冲一冲，结果被会长狠狠制裁了。”阿叶滔滔不绝：“那毕竟是会长嘛，就算带个摸鱼的队友也能拿到冠军。”橙子意有所指。底下传来一片哄笑声，显然不少人看过录像。雨堂似乎也想到了什么，跟着笑出声来。可惜某位爱吹牛的弓箭手不在，不然此时脸肯定是黑的。橙子，你在内涵什么？没有，少女一脸无辜。阿叶轻咳一声：“好了，咱不提往事，想必大家都清楚，这届的比赛规则跟以往不同，是单人赛，更考验个人能力，这就避免了有些选手躺赢。这次可不是我提的哦。”橙子歪头笑道，随后他露出一副惋惜的神情。不过规则改后，辅助选手基本都没法参赛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他觉醒的是雨灵使，也是辅助职业的一种，此刻难免想打抱不平2句。就算不改，也没几个辅助选手能登台啊，你在期待什么？阿叶一脸疑惑。扎心了，阿叶学长。好了，后台的选手数据已经随机匹配完成，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5组各自的第1场比赛，分别由月影学院的陈轩对战荣耀学院的徐哲，天域学院的橙子学妹，咱解说哪一场好呢？这还用问？橙子白了他一眼，吊起了大家的胃口。那当然是第4组月影学院的王超润对战星火学院的王宇轩。风铃刺客的威名，相信大家绝对不会陌生。刺客对刺客，双王之战啊！阿叶一本正经道。听到王超润这个名字，台下的学员们差点笑出猪叫声，夏木也忍俊不禁，肩膀一耸一耸的。什么鬼名字？这人要是成长院出身，运气的是负数吧？哈哈，超润兄加油，打死那个装逼犯！雨堂乐不可支，不过他心里也清楚，以王宇轩的实力，挺进决赛还是非常轻松的。布满星光的高台，几位校长坐在柔软精美的沙发椅上，静静看着大屏幕。青姐，咱们应该有大半年没见了吧？一位长相普通但风姿绰约的白衣女子开口问道。她就是月影学院的校长洛飞羽。燕晴想了想，黛眉微蹙，差不多应该有了。小洛，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曾经在凤凰军团，他们正好是一个开荒队伍的，这么多年，对方的性格他很清楚，几乎从不搞叙旧这一套。
何况只过去半年，微不足道的时光罢了。听说你在古君洞府寻找火焰印痕？洛飞羽微微一笑，燕晴心中一动，你想干什么？巧了，我这里刚好有一块。洛飞羽轻抚光洁的下巴，视线落在屏幕上，语气中带着一丝淡淡的挑衅。晴姐，不如我们来打个赌。那个王宇轩应该是就你们学院的王牌吧？要是第一场他赢了，我就把火焰印痕给你。如果输了嘛，你手上那件传承装备没必要继续放仓库里吃灰了。传承装备是在59级的高级秘境中出产的一种成长型装备，可以给低级职业者使用，属性略低于同级别的紫装，不过它的掉落率跟买彩票也差不了多少。燕晴一怔，随后没好气地回应道：你想得美，这价值完全不对等。那件传承护腕他可是准备留着当传家宝的，虽然暂时还没有加，但以后的事谁说得准呢？洛飞羽笑容不减，他优雅欠身。那如果再加上3颗落羽宝珠和一组高级火焰精粹呢？而且无论输赢，我都会把火焰印痕给你。这么多稀有材料，换一件用不上的装备。燕晴确实心动了，她沉默片刻，忍不住问道：你要传承装备做什么？你大概想不到，林团长他10几年前就结婚了。洛飞羽侧过身，附在燕晴耳旁小声说道：你说什么？燕晴震惊地捂住嘴巴，而且她的孩子都跟这些选手一般大了呢。白衣女子似乎想起了什么，眼神中带着一丝温柔。你是说？燕晴盯着屏幕中那个古怪的名字，陷入了沉思。想什么呢？他的孩子一出生就被贵族学院预定了，怎么可能来我们这里？洛飞羽似乎猜到了他的想法，一脸无语。我也是去年才从别人口中得知的。他咬牙切齿，那女人当初信誓旦旦地跟我们说自己是单身主义者，结果暗中却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连婚宴都没叫我们，实在是太过分了。燕晴默默点头。不过嘛，他孩子倒是可爱的紧，就冲那生小姨，这次生日礼物绝对不能太寒战，得准备一个大大的惊喜。我也跟你一起去拜访。燕晴连忙道：行，那礼物就算我们一起送的。洛飞羽笑眯眯地开口，他知道燕晴已经没有了拒绝的理由。你呀，心思还是那么重，整天就知道算计别人。燕晴摇了摇头，轻叹一声：行，我答应这个赌注。不过我倒是很好奇，你就这么自信能赢我？这个王什么的选手到底是何来历？同为刺客职业，他不相信对方能打赢处于金字塔顶端的风灵刺客，除非装备或是操作差距太大。这你就不用管了，我只能说他出身很普通。洛飞羽神神秘秘地说道，显然胸有成竹。等着瞧吧。燕晴顿时感觉有些不妙。毫无疑问，王宇轩的身份已经被对方摸透了，但这个名字古怪的刺客他却一无所知。此时一旁的天域学院校长陶莲终于听不下去了，他忍不住插了一嘴：身为校长，你们俩怎么能带头赌博呢？这不太好吧？燕晴二人扭头，异口同声道：要你管！陶莲。第70章，先手优势。王宇轩，加油！轩哥无敌，虐爆他们！赛场的观众席上，王宇轩的同学们纷纷高声为其呐喊助威。风灵刺客的首战吸引了大批的学员，导致其他几组的赛场冷冷清清，门可罗雀。让我们简单看一下选手的资料，两人都是刺客职业，血量也相差不大。但风灵刺客前期的爆发很高，而且风灵的伤害不低，相当于随身带了一个远程职业。我们的王超润选手有点危险啊，橙子解说很专业。虽然我很希望咱们学院的选手能赢，但王超润机会不大，毕竟风灵刺客天赋太全面，速度、爆发、风筝样样不弱。阿叶显然持有相同的意见。不过话也不能说太死，前期大家技能不多，主要还是看操作，希望这次两位王同学都能带来精彩的表现。大屏幕上及时显示了对战信息。王超润，等级6，职业刺客，血量599599，能量100-100。王宇轩，等级6，职业风灵刺客，血量621621，能量100-100。擂台上两人相对而战，王宇轩依然是那副目中无人的样子，而他的对手王超润是个打扮极为骚包的帅气少年，上身黑色骷髅衬衫搭配破洞涂鸦牛仔裤，嘴里还叼着跟草杆一样的东西，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社会小青年。这位超润兄还挺有个性。雨堂神色好奇，画风有点怪，他真的是月影学院的学生吗？有点意思。夏目盯着台上那位少年松松垮垮的站位，仿佛发现了什么。面对刺客中的王者，却是这么一副吊儿郎当的态度，对方要么是认命了，要么就是有2把刷子。夏目猜测，大概率是后者，毕竟月影学院新生中的前10应该不至于太弱才对。王超润率先开口：喂，你就是王宇轩对吧？
王宇轩高冷地应了一声，懒得搭理对方。王超润拱了拱手，笑容怎么看怎么猥琐。嘿嘿，轩哥，咱们打个商量如何？你要不现在就认输，不然小弟怕待会下手没个轻重，不小心打疼你。哼，你是不是没读过书？难道不认识风铃刺客？王宇轩怒气顿时涌上脑袋。月影学院里居然有比他还装的人。读过啊，说实话，我成绩还不错的。王超润顿时不服气了，讥讽道：风铃刺客是风铃刺客，你是你，别混为一谈。你什么你？你不会真觉得觉醒风铃刺客就无敌了？王超润嘴炮功力很强，不带一点脏字。王宇轩回想起自己前几天被雨堂暴打的一幕，眼角抽搐。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经过教官的训练，他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上头了。深吸了一口气，王宇轩淡淡开口：哼，希望等会你不要输得太难看。王超润打量了他几眼，笑着说道：你人还怪好嘞。赛前的放狠话环节到此结束，毕竟言语过激可是明令禁止的。解说台，橙子笑着说道：咱们学院的王王选手的气势相当不错，面对风铃刺客气势也完全不落下风，看来是有备而来。阿叶学长更看好哪一边？阿叶干笑一声，心说这不是废话吗？但身为月影学院的毕业生，他又不能说的那么明显，只能含糊道：我觉得超润选手大概有一线机会能赢。哦，既然阿叶学长看好超润选手，那咱要不要加一个小赌注？我赌星火学院的王宇轩能赢，学长输了可要请我吃饭哦。橙子坏笑道：嗨嗨，赌博伤身，我可是好学生。阿叶苦笑：没事儿，小赌怡情嘛，相信英明的校长大人肯定不会在意的，咱这都是即兴娱乐，不算赌博。高处的平台，其他几位校长不着痕迹地瞥了眼洛飞宇，还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阿叶轻叹一声，一顿饭他还是请得起的。那橙子学妹，你要是输了呢？嘻嘻，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给学长一个请吃饭的机会吧。阿叶，他熟练的转移话题。好了，闲聊到此为止。我们看到比赛倒计时已经结束，场上的两位选手都是第一时间发动了隐身。哎，我记得有个说法，风铃刺客的隐身技能好像要更特殊一些，我们学院的选手会不会有些吃亏啊？橙子担忧道。你说的有道理，就看王宇轩选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了。阿叶看得很专注。柔和的灯光洒落，比赛台上空空如也，仿佛在进行无形的交锋。其他学员虽然看不到，但也被这种凝重的气氛感染了，一个个屏气凝神地看着前方。前行中的王宇轩不规则的绕场随意走动着，他紧张地关注着四周，丝毫不敢大意。突然间，一个极为模糊的背影出现在他的视野中。结束了。王宇轩脸色阴沉，嘴角勾起一丝冷笑：让你嘴硬。刺客间的对决，胜负往往就在出手的一瞬间，先手基本必胜。他身体微微前倾，脚尖瞬间发力，两把匕首带着急促的破空声突袭而至。背袭。第71章，感受痛苦吧。解说台上，阿叶也看到了这一幕，话语如同连珠炮弹般脱口而出，让一旁的橙子完全插不上嘴。王宇轩果然抓到了机会，他应该是发动了背袭技能，这样一来，结果已经没有悬念了。哦，等等，我们的超润选手竟然及时转身！天呐，他招架住了，这是什么反应速度？不过背袭的伤害还是打出来了，他的血量直接掉了近1/3，很危险啊！刺客被先手的话，这局基本没希望了。确实，橙子在旁边弱弱的补了一句。场上局势瞬息万变，王宇轩见对方招架住了自己的攻击，没有陷入晕眩，也是大吃一惊。而且看对方脸上淡定的表情，这操作明显不是偶然。两人的出手速度在伯仲之间，对方就算战斗技巧优于自己，也不可能赢的，毕竟自己还有风铃辅助。他改变战术，迅速后撤2步，几个环绕在周身的白色风铃陡然脱离原先的轨道，朝王超润袭去。负十，负十，负十。王宇轩一个侧步，匕首间冒起了绿光，这是他的新技能毒刃。王超润眉毛一挑，仿佛也感受到了压力，他身形一转，抬起匕首格挡掉了这次攻击。不过技能的效果是无法抵消的，他还是陷入中毒状态。负十，负5，中毒。负10，负5，中毒。更麻烦的是，现在风铃的攻击也会附带毒素，对方只要借助天赋带来的速度优势拉开距离，自己的血量很快就会降至斩杀线。哼，不愧是顶级职业。可惜对方并不知道，对自己来说，血量其实并不重要。王超润看着自己飞速下降的血线，面色依旧没有太大变化。他舔了舔嘴唇，飞速冲向王宇轩，手中的匕首仿佛凭空变成了一把细沙。这是毒刃。阿叶眼光很毒，一眼就看穿了王宇轩刚才施展的技能。作为一本性价比很高的技能书，毒刃前期跟风铃刺客还是挺搭的，毕竟风铃也能吃到毒素效果。
看来他准备采用风筝战术。我们的超润选手要是没有其他底牌，这场估计连技能都放不出来。风灵刺客果然太 up 了。橙子眼睛一亮，指着屏幕说道：“咦，快看，我们的选手使用了抛杀，王宇轩被致盲了。可是抛杀的控制时间应该很短，目前敌方选手的血量还没有任何损耗，就算一套全力爆发，也不可能直接秒杀。”阿叶分析道：“确实很难。”橙子点点头。王选手义无反顾地冲上去了。哎，这是做什么？他们身形怎么错开了？要绕后打弱点吗？时间好像来不及啊。阿叶一脸疑惑，这打法完全没道理啊！看来我们的选手还是太年轻。突然间，他站了起来，目瞪口呆地看着大屏幕，声嘶力竭地吼道：“刚才发生了什么？”星火学院的王宇轩选手直接倒下了。他血量明明还很健康，不过现在我们的超润选手在无压力输出300200，倒地的王宇轩选手根本没有反抗，他的血量被对手清空了。橙子也看得目瞪口呆。让我们恭喜王超润选手拿下第一局比赛，他竟然正面战胜了顶级职业风灵刺客，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全场震惊，连月影学院的学生都在打听王超润的资料，这人藏得实在太深了。星火学院的气氛逐渐沉默下来，虽然王宇轩心高气傲，但没人能否认他的实力。结果第一场就莫名其妙的输了，简直让他们士气大减。雨堂一脸茫然地拍在栏杆上，使劲揉了揉眼睛：“夏哥，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夏木沉默不语，他也没看明白。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那个王超润8成是个奇葩的专属职业。时间波回到15秒前，王宇轩被沙子迷了眼睛，一边扭动一边快速倒退。他胜券在握，丝毫没有慌张，只当对手是在垂死挣扎。可是，在两人身形交错之时，王超润从容而淡定的声音清晰从耳畔传来：“哎，小轩啊，既然你不肯认输，那就不要怪我无情了。”“你要干什么？”王宇轩突然有种不妙的预感，他心一沉，迅速摆出招架姿势。“抱歉。”王超润坏笑一声，左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狠狠向下一掏。“猴子偷桃！”闻言，王宇轩仿佛意识到了什么，神色无比惊恐，双手迅速下压。“不要！”可惜他还是慢了一步。咔，仿佛有什么东西碎掉了。下一刻，王宇轩只觉得一股剧烈的疼痛从两腿间传来，他发出一声公鸡般的嘶鸣，紧接着眼中逐渐失去高光。第72章，赌上瘾了。燕晴一拍椅背，愤怒起身：“飞宇，你这是在耍赖！”洛飞宇淡定地喝了口茶：“你倒是说说，我怎么就耍赖了？”你……燕晴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冷静下来。那个王超润到底是怎么回事？特殊天赋而已，晴姐，你也应该猜到了，不是吗？洛飞宇笑盈盈地伸出手，这场赢得着实侥幸，我那些珍贵的材料差点就拱手让人了呢。燕晴没好气地瞥了对方一眼，这说辞还能再假点不？他再次坐下，淡淡开口：“传承装备还在仓库，晚些我取来给你。”“好，燕校长的信誉我自然是信得过的。”洛飞宇轻笑一声，率先将火焰印痕交易了过来。燕晴脸色稍霁，反正这件传承装备当初就是自己用贡献点从林团长手里捡漏的，现在物归原主，倒也不是什么坏事。正好让他给个解释，凭什么10多年前的婚宴不邀请他们这些好姐妹，还一直瞒着？一想到林团长无比惊讶的表情，燕晴脸上顿时浮现出期待的笑容。比赛仍在继续，雨堂和短发妹子相继战胜了自己的对手，不过因为他们的对手实力较弱，两位解说都没怎么给主屏幕画面，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带过。终于，屏幕中滚动出夏木的名字，轮到他上场了。他的对手是天域学院的一位女学员，剑术大师，一个30级后很强的职业，可以御剑战斗，不过前期强度只能算中等偏上。少女长着一张娃娃脸，留着齐耳短发，手里拿着一柄月白色的长剑。此时她正站在四四方方的擂台上，一脸好奇和惊讶地打量着夏木。“同学，你是牧师？”“夏木微微一笑：“我家系很厉害的。”女孩似乎没理解他的意思，她娇俏地扬着下巴，眼中燃起一丝战意。“正好我伤还不错，就看你能挺多久了。”高台上，燕晴若有所思，她将目光转向天域学院的校长陶莲。“陶校长，不如我们也来赌一局？我记得佳佳是你小徒弟的得意门生吧？”陶莲身体一缩，有种被饿狼盯上的错觉，他苦笑着摆手：“燕校长，我可不跟你赌。那星辰石你也不要？”燕晴不以为然：“没有人能逃过真相定律，没有人。”陶莲呼吸一滞，他是怎么知道自己急缺星辰石的？他犹豫片刻，仔细看了下对战的信息。夏木，5级的牧师，这女人到底在搞什么鬼？这要是都能输，他那小徒弟不得买块豆腐撞撞死？罢了，说吧，
你想要什么？他苦笑摇头，这赌注他还真拒绝不了。燕晴伸出5根手指，轻声道：“半组高级元素精粹。”可以。陶莲爽快点头。高级元素精粹虽然难搞，但远没有星辰石稀有，在彩头上他占了大便宜。一旁的洛飞羽笑呵呵地望了过来：“哟，青姐，你怎么还赌上瘾了？”他心中却是有些疑惑，这个名为夏木的小牧师，苏林可没跟自己提过。小赌怡情，这可是你学生说的。燕晴呛了他一句，嘴角勾起淡淡的弧度。他相信林娜的眼光，夏木应该输不了，至少不会败在那个女孩手里。洛飞羽一旁的陶莲本能的觉得有些古怪，但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劲。一个5级的牧师，就算是专属职业，又能拿什么赢？阿叶，你快看，这场比赛居然有个牧师耶！橙子一脸兴奋。阿叶神色诧异，星火学院难道没人了吗？竟然派牧师参加交流赛？牧师怎么了？橙子不服气道：“咱们辅助职业有控油乃有伤害，操作好的话也很能打的。”哈哈哈！橙子学妹说的是。阿叶尴尬附和了一句。不过大家都心知肚明，辅助职业除非操作和装备碾压，否则单挑基本就是白给。他切出比赛台看了一眼，若有所思。夏木同学架势摆得很好啊，难道是想近战？不过跟剑术大师拼操作可不是明智之举，这是个上下限都很高的职业。这位叫程佳佳的选手我好像听说过，刚入学就成为了剑道社的助教，好像从小就有名师指点。我觉得第3组他应该是稳拿一个名额的。橙子学妹真是消息灵通。嘿嘿，那是。看来夏木选手第1场就遇到难以战胜的对手了。阿叶摩挲着下巴，眼中闪过一丝好奇。既然如此，我们就一起来解说下这场比赛吧。这是本次交流赛出现的第1个辅助职业，恐怕也是最后一个。相信台下的学员们应该跟我一样，都对牧师的单挑手法很感兴趣。嘿嘿，希望夏木学员能多赢2场，替我们辅助职业证明。橙子玩笑道。两人正解说着，大屏幕上倒计时开始。5、4、3。程佳佳气定神闲地站在原地，完全没把夏木当回事。他优雅地行了个剑道礼：“夏同学，要不你先进攻吧，给你些表现机会。”他还是第1次跟牧师对战，总觉得有点太欺负人了。夏木脸上闪过腼腆的笑意：“谢谢程同学，不过打打杀杀多不好，其实我也可以给对手加血的，要不你试试看？”“好呀。”程佳佳眼神纯真，好奇地打量着面前的男孩。这位叫夏木的对手长得怪好看的。夏木抬起手，掌心微光涌动，紧接着一道真言术玉就落在了程佳佳身上，仿佛指尖划过肌肤般的触电感，让她身体一颤。女孩倒退一步，红着脸嗫嚅道：“你这治疗术还挺舒服的。”夏木轻叹一声，这女孩完全就是温室里的花朵，丝毫没有警惕感。那就抱歉了。他微微一笑，指尖再次闪动着柔和的微光，感受到体内压抑不住的愉悦感，程佳佳顿时瞪大双眼：“你这两人很和谐吗？半天不动手，我们这些观众都看着急了，恨不得上场推他们一把。”橙子笑嘻嘻地说道。阿叶半开玩笑道：“估计这位程佳佳选手也是第1次跟牧师打，不知道该怎么出手，要我上场都得蒙。这胜利来的实在太轻松，完全没压力啊。”两位学弟学妹似乎还在聊天，让人不禁有点好奇啊。橙子一脸八卦：“哎，夏木选手终于有动作了，这好像是治疗术吧？”“应该不是，他们上场后是敌对状态，治疗术只能对友方使用。”阿叶有些不确定道。不过程佳佳选手完全没掉血，难道是某种诅咒？我还真不记得牧师前期有这种技能。让我们来看一下程佳佳选手的表情特写，他的脸很红，好像十分痛苦的样子。咦，这是什么情况？程佳佳选手好像撑不住了，他似乎陷入了某种特殊的状态。阿叶看得目瞪口呆，直接爆了粗口：“卧槽，这位牧师选手有点东西啊！”橙子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太对劲。此时外厅和内厅一片震惊，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技能还会影响选手本身吗？这属实有点恐怖啊。陶莲看得面色铁青，他一拍椅背，猛然站了起来：“燕校长，你这是在耍赖！”燕晴淡定地喝了口茶：“你倒是说说，我怎么就耍赖了？”你陶莲伸出的手直哆嗦，他一脸心痛，不光到手的星辰石要飞了，还得搭上半组高级火焰精粹。洛飞羽撑着下巴，乐不可支。另2位较为年轻的校长也憋着笑看热闹。这画面似曾相识。第73章，从未见过的全新打法。哼，歪门邪道而已。陶莲有些不甘地看着大屏幕：“叶校长，咱们的赌局可还没结束。据我观察，你那学生好像没什么伤害能力吧？他要怎么赢呢？这就不劳陶校操心了。”燕晴语气随意，一副神秘的样子。说实话，其实他也不知道。场上，
程佳佳已经陷入了深深的悔恨中，她完全没想到夏目的技能这么古怪，早知道自己第一时间就应该冲上去打一套爆发。那个牧师血量很少，自己有机会直接将其秒杀，还是太大意了。10层真言术的效果下，他连手指头都是麻的，感觉身心都处在极度愉悦之中，动弹不得。程佳佳看着场内越聚越多的学员，不由死死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发出奇怪的声音。真是丢死人了。程同学，你还好吗？夏目脸上挂着人畜无害的微笑，一步步朝他走了过来。程佳佳没有回答，他微微眯起双眼。机会，只要对方再靠近一点，自己就能斩出那一剑，然后绕后卡掉视野，不让他再放出那个技能。自己只有一剑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程佳佳身子微微弓起，被挡住的右手死死握住长剑，强行抑制着体内那一波波令人欲罢不能的愉悦感。脚步近了，更近了。正当他准备反击之时，夏目突然停了下来。女孩神色一僵，技能释放距离似乎不太够。紧接着，脚步的主人缓缓后退。不要！程佳佳心中的希望之火被浇灭了。你小小的半步后退，伤害却那么大。还未等他反应过来，2道圣洁的光芒再次落在身上。你无耻！程佳佳眼泪都要下来了。她原本绷紧的神经松了下来，逐渐放弃抵抗。等了片刻，夏目快步来到女孩身前，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一把将她提起，然后从擂台上丢了下去。啊！砰！评委、解说、观众，大屏幕上事实显示出夏目获胜的结果。愣了许久，橙子终于回过神来，他身体陡然一哆嗦，干笑着开口道：“那个，感谢夏目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比赛，这结局还真是出人意料呢。”呵呵。阿叶罕见的沉默下来，他内心正在疯狂咆哮：“你告诉我，这 TM 哪里精彩了？早知道自己就不该提议解说这一场。”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嗨嗨，夏目选手另辟蹊径，居然想到利用规则将对手请出擂台，这真是很有创新精神。”以口才见长的他，此时都开始词穷了。把女孩从擂台上摔下去，可真有你的。台下，与唐扶额轻叹，明明可以随便压制对面，非要隐藏实力玩这一手，夏哥又开始恶趣味起来了。那群可怜的选手估计怎么也猜不到，他们即将面对的是多么恐怖的魔王。王宇轩好不容易缓解了下身的痛苦，他看完夏目刚才的对决，眼神不由一凝，想起了某段不太美好的回忆。少年咬牙切齿，怒气冲天，心里大声吼道：“原来是你！”他此时真想把那个该死的地中海主任拽过来，让他瞪大狗眼，好好看个清楚。自己那一天没有在厕所打飞机，绝对没有。夏目从擂台赛回归时，总感觉大家看自己的目光有些怪怪的，是被自己的聪明才智吓到了吗？那也正常，满血又怎样，掉下擂台就算输，这可是规则里明明白白写的，只是大多数同学没往这方面想而已。看完这场比赛，不少参赛选手心思顿时活络了起来。夏目的完美表现仿佛打通了他们封闭的思维，原来还可以这样玩。接下来的几场对决里，数名其他学院的选手有样学样，开始莽夫式的逼走位，企图将对手压出擂台，看得2位解说一脸无语。能来参赛的选手都不傻，目前还没人掉下擂台。不过这样的打法确实产生了些效果，尤其是那些人高马大的近战职业，就那么往对方身前一杵，死死卡住走位，直接让人进退两难，乱了节奏。10几岁的少年正处青春发育时期，差距尤为明显，那些身形瘦弱的选手打得异常难受，根本灵活不起来。星光所化的高台上，陶连校长气得差点破防，让他再这么打下去成何体统？比赛规则的设计明显有很大问题。王超润起码还是清空了对手血量的，这个夏目他简直不当人子，竟然把人小姑娘从台上丢下去。燕晴扶额摇头，似乎也有些不好意思。他想过夏目能赢，但没想过是以这种方式。老陶战队学院的校长何远之轻轻拽了一下陶连衣角，小声道：“从擂台摔下来判输，这个规则当初还是你提议的呢。”陶连神色顿时一僵，原来是自己参与设计的规则呀，那没事了。他终于回忆起来，当时自己在会议上心血来潮提了一嘴，说是要锻炼学员们的战斗思维，没想到竟酿成如此惨剧。一旁的洛飞宇狠狠拍着浑圆的大腿，笑得前仰后合。夏目的技能虽然古怪，但他并没有太当回事。一个短腿的脆皮职业，碰上刺客直接凉凉，不足为虑。何况他才5级，只要有了防备，一套伤害就能灌死。还是需要重点关注一下那个叫王宇轩的小家伙。听苏林说，他装备很可能非常豪华，再加上觉醒的是顶级职业，连王超润都打得十分惊险，最后只能被迫暴露底牌。可不知为何，
洛飞宇总感觉他没有预想中的那么出色。各小组的第一场比赛很快结束，引发了不少争议，尤其是夏木和王超润那2场，其他选手完全没看懂。程佳佳发起了强烈抗议，想要重赛，但他的请求最终还是被评委驳回。20分钟的休息后，被洛飞宇重点关注的王宇轩正迈着艰难的步伐登上擂台，他的脸色十分难看，腿仍在不停抖动。这场的对手是第4组唯一的7级职业者，天域学院的飞花散手张楚然。高台上，陶莲眼睛微微一转，望向燕晴：“燕校长，不如我们再赌一局？”燕晴淡淡一笑：“不赌，我暂时没什么想要的了。赌赢了就收手，这才是正解。何况那位7级的小姑娘一看就很强，她又不傻。”陶莲顿时急了，不过她也没时要办法，只能求助似的望向洛飞宇：“洛校长，不如我们来一局？反正楚然那丫头迟早会碰上你们学院的。”洛飞宇似笑非笑，他直接开口打断道：“请容我拒绝。陶校，赌博是不好的，还有，我们怎么能拿学员们的努力和奋斗当筹码呢？”陶莲，他差点被自己的口水呛到。操，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第74章爆冷。咦，王宇轩怎么又碰上强敌了？这感觉好像有点针对吧？橙子都有些不忍心了。确实，不过我们相信学院组委会肯定是公平公正的，应该只是他的运气问题。阿叶含糊了2句，连忙转移话题。张楚然应该是这次交流赛等级最高的选手吧，而且还是同为顶级职业的飞花散手，就看王宇轩能不能抓到机会晋升了。确实，飞花散手前期的伤害非常恐怖，即便是灵活的风灵刺客也顶不住人家的一套爆发。橙子点点头，就看谁先占到先机了。阿叶若有所思，感慨道：“这一届学弟学妹都很强啊，真希望自己当初觉醒的也是顶级职业。哎，学长，梦里什么都有。我们看到2位选手上台了，张楚然打扮很惊讶，有种侠客风，听说他好像刚入学就被评定为天域学院的校花。阿叶学长这倒是了解得很清楚呢。”橙子坏笑：“嗨嗨，我也只是听朋友说的，我有一个朋友系列，不是你想的那样。”2人插科打诨了一阵，倒计时结束。阿叶学长认真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王宇轩已经进入了隐身，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想要沿着擂台边缘绕后。我们的张楚然选手明显察觉到了这一点，他开始朝4周打出暗器，角度很刁钻啊。还好王宇轩没被抓到，现在他可能在等待一波机会。这是要墙上吗？感觉有点不理智啊。不好，破影了！”橙子惊呼。阿叶微微皱眉。张楚然选手走位相当完美，各种暗器封死了王宇轩的走位，他根本无法完成近身，只能用风灵打伤害。这波走位风筝太精彩了，不愧是第一个升到7级的选手。王宇轩选手还能掏出底牌吗？他用装备回了口血，不过好像杯水车薪啊。到斩杀线了，他能上演绝地翻盘吗？没有奇迹发生，让我们恭喜张楚然选手拿下这一局。毫不夸张地说，这场比赛堪称远程打近战的教学局，就是让我不由回忆起被苏会长支配的恐惧。哈哈，橙子笑了笑，颇为惋惜地开口道：“王宇轩选手确实有点可惜，他分到的这组实力太夸张了，不然凭借风灵刺客的职业优势，怎么也能冲进前10。虽然只比了2场，但连输2场的王宇轩几乎已经无缘最后的出现。有时候运气就是这样的。”阿叶摊了摊手，希望这次的比赛能让王宇轩选手获得成长，不要沉浸于这场过眼烟云般的失利。毕竟他刚开始就已经站在了绝大多数人难以企及的位置。阿叶学长的话很有哲理啊。哪里，有感而发罢了。台下的观众掌声雷动，直到那张美丽动人的脸庞消失在视线中，王宇轩才愣愣地反应过来，万念俱灰。上台时信心满满，结果打了半分钟，不知道自己人在哪里。这次跟觉醒的职业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操作上的碾压。他被那个女孩秀妈了，连对方衣角都碰不到，就像当初面对雨堂一样。不过张楚然的速度明显更快，伤害也更高，他的血线就像开闸的水龙头，止都止不住。直到底下的学生会志愿者提醒，他才失魂落魄地走下擂台。这次的武校交流赛，自己估计要成为笑柄了。怎么样，对上他有把握吗？夏木扭头看向旁边的少年，风吹动他的发梢，偷偷亲吻着细密而修长的睫毛。没。雨堂老老实实地回答道，随后一脸期待地看过来。难道对方有什么良策？哦。夏木淡淡开口。雨堂？什么叫雨堂抓狂？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比如子。夏木思索片刻，微微一笑，我会帮你报仇的。操！雨堂心中仿佛有10000匹草泥马飞奔而过。夏木你大爷的，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我该上场了，你加油，先出线再说。
夏木潇洒起身离开座位，只留下雨堂一个人在风中凌乱。看到夏木再次上场，橙子抿着嘴唇，用指尖轻轻挠了挠白皙的脸颊。阿叶学长，要不我们再看一场？阿叶虽然嘴上说着不想，但他心里还是很好奇的。也好，夏木选手这次匹配到的对手是月影学院的暗杀者，他应该没机会使用那一招了吧？我猜测夏木选手应该是专属职业，我刚才休息时听说他还是个学霸呢。橙子穷鼻微皱，我也这么认为，不过他毕竟是个辅助，就算是专属，单挑也……话说到一半，阿叶突然瞪大眼睛，等等，什么意思？夏木选手这回怎么突然戴着墨镜上场了？第75章光明的洗礼，好酷！橙子不由吹起了口哨，开始放飞自我。我赌5毛，这位小学弟回去应该能收到大把情书了。呵呵，阿叶轻笑一声，面色复杂，总觉得他做了我当初想干却没敢干的事情，不过这样有点狂啊。嘻嘻，我觉得挺不错的呀。橙子眼眸弯弯，他突然想起了什么，及时补充了一句：那个，奉劝大家一句，最好不要随意模仿哦。他简单想象了一下一群墨镜小伙在擂台上疯狂互殴的样子，不由打了个寒战。到时这场交流赛估计味道都变了。夏哥，你这有点帅啊。对面月影学院的选手曾子帆看到陆七上台，眼睛顿时一亮。他琢磨着自己是不是也该搞套墨镜装。嘿嘿，过奖过奖。夏木开局一如既往的腼腆礼貌，他打量了对手一番，诚恳地建议道：你也可以试试浅色墨镜，或许更搭一点。少年一脸兴奋，多谢夏哥指点。行走于暗影中的刺杀者，缺的就是一副墨镜。不过夏哥，这场比赛我可不会手下留情的，要不你直接认输算了。曾子帆把玩着手中的匕首，神色逐渐认真。来都来了，总得试试嘛，不然怎么对得起老师和校长的悉心教导？夏木微微一笑。评委高台上，燕晴不由打了个喷嚏，他现在的心情有些糟糕。王宇轩的2连败意味着他这次基本无缘前10，所以现在星火学院能够依靠的只有雨堂和夏木2人了，其他选手实力都不够出现。雨堂那组较弱，他保持着全胜战绩，但夏木面对能隐身的爆发职业，他真的有办法凭操作赢下比赛吗？洛飞宇瞥了他一眼，嘴角勾起一丝歉意的微笑。这次交流赛的前10名，他们月影至少要占上一半。5秒的倒计时结束，曾子帆朝台下挥挥手，帅气的打了个响指，身形消失在擂台上，进入了隐身。夏木则打了个呵欠，一动不动。他只是往擂台的侧方走了几步，心中快速计算着对方到来的时间。无论是什么刺客，面对法系职业的第一选择都是绕后打伤害，他只要卡死左边的空档，对方就只剩下一条路线可走。看对方刚才的表现，应该不会谨慎过头的绕上一大圈，所以他大概会有2到3秒的迟疑，然后直接从侧方贴过来。咦，夏木同学怎么突然不动了？难道他想要放弃这局？橙子疑惑的开口。这个决策倒也没什么问题，刺客太克制牧师，如果没有保命技能，一套技能下去应该就得残血。阿叶思索片刻，解说道：现在我们的曾子帆选手应该也是这么打算的，直接绕后就行，牧师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夏木选手为什么要站在那个位置啊？橙子好奇问道。应该就随便走了几步吧。阿叶想了想，突然一怔，等一下，他不会是在卡对方的进攻路线吧？这没意义啊，就算知道了又如何啊？进攻路线也能卡吗？我就那么一说，这属于相当高端的操作了，对付刺客有奇效，不过你得计算特别精准才行，不然就是个笑话。那夏木选手这应该是偶然吧？我猜也是。3、2、1，擂台上的夏木陡然扭过身子，朝着空无一人的右侧方微笑道 ：“Surprise！” 曾子帆正准备被刺，蓦然听到这声招呼，手中的匕首差点下掉。对方怎么知道自己在这？少年刚才站原地犹豫好几秒，盘算着夏木是否设下陷阱，但怎么想都是没有。而且你一个牧师，就算看破了，又能拿我怎么样？曾子帆一咬牙，快步绕到侧方，2柄匕首闪烁着幽暗的光泽，相互交错朝夏木袭来。暗袭！他冷哼一声，脸上挂着轻蔑的笑容。抱歉，这局已经拿下。夏木淡定地抬起手。下一刻，无尽的光充斥着整片空间，就像是一轮烈日冉冉升起。-132，吸收。啊，我的眼睛！曾子帆痛苦地捂着脸，蜷缩在地上来回翻滚。他突然有些明白夏木为什么要戴墨镜了。观战席上的学员们也跟着发出惊叫，一个个东倒西歪，完全睁不开眼睛。虽然他们离得很远，但还是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场外的解说席上，阿叶兴奋不已。天哪，夏木选手好像真的预判到了对手的位置，可惜还是躲不过曾学弟率先出手。哪呢？橙子反应慢了一拍，他瞪大眼睛，仔细寻找着屏幕中那个暗杀者的身影。
就在这时，刺眼的光束从屏幕中透了出来。啊！两行清泪从橙子脸颊滑落。阿叶飞速侧过脸，待眼睛适应的差不多了，他才小心翼翼地看向大屏幕。那个被光明吞噬的墨镜少年是如此的俊逸，如此的耀眼，如此的欠揍。他恨不得上去将对方打一顿。都什么破技能？这解说不当也罢。橙子依然埋头趴在台子上，痛哭流涕。要瞎了，要瞎了！呜呜！话说自己刚才把眼睛睁那么大干嘛啊？第76章，获胜的办法。咻！一道优美的弧线从空中划过，曾子帆轰然坠地，发出一声闷响。一回生，二回熟。确认完比试结果，夏目拍了拍手上的灰尘，从擂台上走下。所过之处，大家纷纷让出一条道路。洛飞羽眯着眼睛，心中突然有种不妙的预感。他隐隐觉得自己好像高兴早了。燕晴则是面带微笑，一副意料之中的满意表情。实则他心里早已翻起惊涛骇浪。难道夏目的每个技能都这么变态吗？而且这个诡异的护盾技能应该不是一开始就有的，那就说明……嗨嗨，不好意思，刚才事发突然，让我们稍微缓一会。橙子学妹应该也是这样想的吧？阿叶揉了揉酸涩的眼睛，缓缓开口：“橙子连连点头。场外，一道倩影望着从擂台上走下的少年，咬牙切齿。正是当初邀请夏目组队的陈爽，也就是剑约梅花。学姐，你认识他？一旁比同龄人高半个头，身材壮实的少年好奇问道。不认识。陈爽矢口否认。那为什么学姐你的表情？少年一脸古怪。这位学姐可是他们学院的训练助教，才初二就一身豪华装备，操作实力都非常强。平素对方都是一副英姿飒爽的形象，怎么看完比赛后神色一直变幻不定？啊，学姐那是在为你们担心啊。这届交流赛的对手似乎很强。陈爽双手抱胸，干笑一声。夕阳，你可得加把劲，争取挺进前10。放心吧学姐，我会竭尽全力的。阳光刚毅的夕阳握紧拳头，手臂上肌肉微微隆起。他犹豫片刻，还是忍不住开口问道：陈学姐，你能看出那位夏目选手的技能路数吗？说实话，要是对上他，我还真没什么把握。陈爽点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回忆。那家伙确实是个劲敌，我猜哦，他那技能应该能让人非常舒服和享受，提不起战意来。很舒服？夕阳面色古怪，我怎么看着不像啊？学姐你确定吗？陈爽微微别过脸，藏住一抹红晕。所以说只是猜嘛，我又没体验过，哪里知道这些。夕阳摩挲着下巴，突然眼睛一亮。谢谢学姐，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办法对付他了。什么办法？陈爽神色疑惑。夕阳尴尬一笑，红着脸道：这个嘛，说出来就不灵了，还神神秘秘的。行，期待你的表现。嘿嘿，学姐放心。时间一晃而过，已经到了傍晚时分，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王宇轩终于发挥出了风铃刺客应有的优势，轻松拿下这一局。可惜已经回天无力。宇堂继续连胜，不过除了他和夏目，其他选手都已经输过至少1场。月影学院和天域的学生太强了，他们基本没有表现的机会，感觉就是来走个过场。嗨嗨，橙子学妹，这一局比赛夏目选手好像又出场了，他的表现完全不像是个辅助啊。阿叶的声音已经开始泛出。我知道。橙子点点头，直接选择切屏。让我们来看下第一组的比赛吧。来自月影学院的冰魄术士段瑞成对战星火学院的恶魔召唤师苏雨，两者都是靠召唤物打伤害的。不过苏雨选手已经连输2场了，等级在 PK 中还是挺重要的，除非你学夏目选手玩抛人运动。哈哈，橙子，你还是想看的对吧？阿叶笑道。不，我一点也不想。橙子神色倔强，人不能在同一个大坑跌倒3次。擂台上，夏目打量着对面戴着墨镜的壮硕男孩，神色略显惊讶。对方看上去似乎相当自信，有点意思。夏目，你那些小伎俩已经被我看穿了，乖乖认输吧。夕阳推了推10银币一副的地摊货墨镜，气势十足。夏目装出一副大惊失色的表情。不会吧？难道说……夕阳用指节一抹鼻子，擦掉了溢出的一丝血迹，神色从容而镇定。没错，赛前我奖励了自己2次，你那个古怪的技能对我无效。夏目一时无言，陷入了深深的沉默。鉴定完毕，对方确实是个狼面。他记得赛前的准备时间好像没多久吧？面前的阳光男孩还真是个奇才。对此，夏目只能心中轻叹一声。技能有没有效，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倒计时结束，夏目率先出手，一发柔和的真言术玉落在夕阳身上。夕阳眉头一挑，眼神空虚而冷静。原来就这，
他提着剑就朝夏目冲来。夏目开盾，熟悉的闪亮光芒照亮了整个赛场。操，我的眼睛！西洋倒地，捂着脸翻滚。夏目，兄弟，你不是戴墨镜了吗？西洋泪流满面。马德，这镜片是假货，不挡光。夏兄弟，你给我个机会，咱们重新来过。夏目一脸无语，谁要跟你重来啊？他直接赏了对方一套真言术御10连。不得不说，西洋的准备还是有效果的，他竟然还能拄着剑站起来，虽然有些勉强。可惜夏目不只有一个10连，才刷到16层，西洋已经成了一滩烂泥。他匍匐在冰凉的地板上，嘴里哼哼唧唧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夏目走了过去，用力将他提起，朝擂台下一扔。走好，不送。台下几个志愿者已经铺好弹性十足的气垫，稳稳将西洋接住，仿佛早有预料。其中一个胖胖的志愿者还冲夏目挥了挥手，喊道：喂，下次别乱丢，都往这里扔就行了。 No problem。 夏目从善如流，比了个 OK 的手势。月影学院的学生会还是相当人性化的，知道不能让选手着凉。闻言，二组的其他几位选手心中一震，似乎受到了不小的惊吓。还有下次，把我们当什么了？虽然心里气愤，但他们拿夏目一点办法都没有。对方的技能他们根本看不懂，一个亮瞎眼的护盾，外加命中及失去战力的小法术，除非他们能破解其中的玄机，或者一下子将夏目秒杀，否则基本难逃西洋等人的悲惨命运。没法打，完全没法打。这个牧师也太恐怖了。第77章单败淘汰赛。哎呀，我就知道橙子最终还是没忍住，偷偷切屏看了个结尾。阿叶额头接连冒出3条黑线，对方该不会一直这么打下去吧？那些觉醒了顶级职业的选手呢？就没有人能来制止他吗？好吧，他运气不错，二组确实没有。看来那2个月影学院的学弟学妹这次恐怕难逃毒手了。阿叶，我记得这3场比赛好像没有人让夏目选手掉过血吧？橙子突然提了一句。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的。阿叶悚然一惊，难道他才是星火学院隐藏的王牌选手？很有可能哦。橙子拖着香腮，或许等他跟那几人交过手，我们就知道了。第一天的赛程落下帷幕，夏目不顾周围学员们好奇和探寻的目光，自己一人独自溜回月影学院准备的临时宿舍，倒也没人强行拦他。他把通讯调成屏蔽模式，从背包中翻出克朗格旅行笔记，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虽然认不得上面的文字，但培养下语感也好。过了许久，雨堂才满脸疲惫地推门而入。他一屁股坐在夏目的床垫上，忍不住抱怨道：你这家伙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害得他们到处找你。夏目轻笑一声，缓缓合上书本。谁找我？雨堂扳着手指头数道：校长啊，咱班同学啊，还有些其他学院的都在打听你的技能。哎，我都快被他们烦死了。你可以不理他们哦，除了校长。夏目淡淡开口。我又不是你。雨堂没好气地说道。老夏，你该不会又把通讯屏蔽了吧？靠，就知道。他瘫倒在小床上，仰头盯着纯白色的天花板，一脸坏笑。哎，老夏，你还别说，今天有好几个其他院的妹子来要你通讯，其中几个长得还挺漂亮的。你说我是给呢，还是不给？你先给我起来，别把床弄脏了。不要，你先说我再起来。老子数到3。夏目眼中闪过一道危险的光芒，手心的微光蠢蠢欲动。3。雨堂自然清楚他的德行，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蹦起，坐回到对面。切，就知道拿这个威胁我，有本事来击剑，看我不虐死你。觉醒职业后，夏目手里相当于有了核武，雨堂不敢轻易试探他的底线。我装备不了剑，魔杖怎么样？那不来。一夜无话。第二天，阳光明媚，鸟语花香。砰！熟悉的声音再次响起，两旁的志愿者已经见怪不怪了。他们扶起瘫倒在软垫上的女同学，开始进行唤醒和安抚工作。夏目6连胜，以小组第1名的成绩出现。第二则是他第1轮碰到的选手天域学院的程佳佳，对方低着头，似乎还没有从那场比赛的阴影走出。不过见到其他选手都栽在夏目手上，他现在心情也平复了许多。雨堂也是小组第1出现，第2名则是来自战队学院的选手，觉醒的是神圣盾战。不出任何意外，第4组进入前10的是张楚然和王超润，王超润屈居第2。但夏目感觉他之前那场比赛很可能放水了，这家伙似乎看见美少女就走不动道。剩下2组的第1都是来自月影学院的选手，荣耀学院差点全军覆没。接下来就到了最有意思的环节，因为是交流赛，所以设计比较简单，前10的排位采用的是单败淘汰制。简而言之，第1场输了就无缘前5，只能跟败者组争夺剩下的排名。因此除了实力以外，
签运也非常重要。夏目第一场抽到的是张楚然，那位极为漂亮的小姑娘特意朝这边看了一眼，似乎觉得自己稳了。雨堂则抽到了那位神秘的超润兄，他脸色难看。那家伙和夏目并称为交流赛2大毒瘤，他的技能好像可以让选手体验真实的痛感，让王宇轩和其他2位4组的男同学苦不堪言，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不过王超润好歹还算有些绅士风度，并没有对女学员下此毒手，毕竟他本身的操作和反应就非常恐怖。要不这样，夏目心生一计，附在雨堂耳边轻声说道：“不行不行，我才不干！”雨堂听完疯狂摇头，他手里有盾，倒也不是特别害怕那家伙搞小动作。我总感觉那家伙还有底牌，你正常打恐怕很难赢啊。夏目摩挲着下巴，用诱惑的口吻道：“难道你就不想会师决赛？”雨堂心动了，他一脸犹豫，都比过这么多场，他万一认识我怎么办？应该有机会。夏目神色淡定，我看他经常去看张楚然的比赛，没怎么在大厅待过，可能并不知情。行，那我再考虑考虑。雨堂一脸纠结，不过当想到前3名封后的奖品，他终于下定决心。解说台上2道熟悉的身影迅速落座。大家好呀，我是解说员橙子。我是阿叶。阿叶换了件深棕色夹克，显得成熟稳重。因为是轮场比赛，选手们还在后台准备，那我们先聊几句。好呀好呀。橙子天真活泼的声音从话筒中传出。这次的交流赛真是特别精彩呢。阿叶学长，你觉得谁最有可能夺冠？陆修染或者张楚然吧，他们的操作基本没有缺陷，而且伤害高，足够灵活，近战职业一旦走位失误，就会被活活风筝死。阿叶认真分析道。橙子，你觉得呢？那必然是夏目选手。阿叶，嘿嘿，我开玩笑的，难得有个辅助职业进前10，咱总得支持下不是吗？橙子掩嘴轻笑。阿叶长出一口气，你吓我一跳。话说回来，夏目选手这次签运确实不太好，直接对上了所有选手里爆发最高的楚然妹妹，不然应该很有机会进前5的。橙子一脸惋惜，哈哈，是的，大快人心，可算找到人来制裁他了。阿叶神色一松，不然这场1年1度的交流赛真得被他弄成抛人游戏。噗嗤，橙子不由笑出声来，他回想起了那道贯穿全场的刺眼光芒，他的护盾应该能挡不少伤害吧？没用，除非他那护盾是钛合金做的。阿叶不以为意。橙子想起张楚然那暴风骤雨的攻势，也跟着玩笑道：“我怎么感觉钛合金都要被打穿，最起码也得来个机甲外骨骼。”第78章，雨堂 vs 王超润。好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阿叶望着屏幕中大步走上台的王超润，下身隐隐发凉。首先开场的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王超润选手，这几场比赛下来，他被冠以痛苦贼之名，相信很多男选手碰到他都得抖上3抖。他的对手是星火学院的雨堂。橙子神色古怪，这位学弟真的好好看啊，阿叶学长觉得呢？阿叶咕咚咽了口口水，连忙转移视线，小声嘀咕道：“有些可惜了。”可惜什么？橙子一脸坏笑，我听说雨堂选手刚到学院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呢。嗨嗨，没什么。阿叶汗流浃背，他不着痕迹的转移话题。对了，不知道我们的王超润选手有没有了解过，他要是错把雨堂选手当女孩，那输赢可就真不一定了。确实，雨堂选手以小组第一出现，实力和操作不容小觑。星光高台上，洛飞宇看着不断卖弄风骚的王超润，脸颊微微抽搐，这小子又开始犯病了。哈喽，美丽的小姐姐，待会给个联系方式呗。王超润一撩额前长长的刘海，目不转睛地盯着雨堂，他心中懊恼，这么漂亮的美少女，怎么之前没人跟他提起过？那些人都眼瞎吗？你这人好生无趣，一点诚意都没有。雨堂摇摇头，清冷迷人的声线撩人心弦，太好听了吧？王超润咽了口口水，已经意乱神迷。啊，这个难道就是爱情吗？张楚然，我要和你分手。想到对方嘴里说的诚意，王超润心中若有所思，他挺直腰板，自信开口道：“雨同学，要不这样，待会你先进攻20秒，期间我不会还手。若你最后还是输了，就得给我个联系方式，如何？”不得不说，这小个人虽然猥琐了点，但长相还是不赖的，尤其是嘴边始终挂着的那抹邪笑，有种放荡不羁的痞气。哦，超润同学客气了，那便如你所愿。雨堂一脸清纯魅惑，心中却是冷笑连连。哼，让20秒，这次不把他打出翔来，自己以后语字倒着写。夏目的计策果然有用，这家伙也太不经骗了。另一边，王超润风度翩翩的伸手做了个请的手势，内心却在尖叫：哦吼吼，他刚才叫喊我名了，他心里一定有我。随着倒计时结束，解说台上的2人顿时一愣，什么情况？王超润选手竟然没有第一时间隐身，这是在故意放水吗？橙子惊讶道：
或者说他太自信了。阿叶皱眉，要知道羽堂选手虽然是骑士，但也有远程进攻手段的。我们可以看到羽堂同学率先出手，哇，这一巴掌煽实了啊！橙子伸出五指挡在眼前，似乎场面有些不忍目睹，看着都疼。阿叶神色僵硬，好在伤害不算太高，王超润为他的轻敌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我觉得可能没有，阿叶学长，他好像在傻笑。橙子无语，阿叶似乎明白了什么，逐渐陷入沉默。是个狼面，这家伙不认真看其他选手比赛的吗？好的，羽堂选手冲了上去，王超润还不还手，他想要干什么？这个走位，我的天！王超润选手用的好像是传说中的容影技巧吧？橙子也跟着惊呼起来。容影一般需要高速度差才能实现，而且需要对敌人动作的完美预判。羽堂选手走位本就非常出色，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我觉得可能是运气吧，或者说刺客的直觉。阿叶沉声道。不管怎样，王超润选手现在的状态非常恐怖，只是他真的不进攻吗？他在等什么？此刻羽堂心中充满了震惊，裁决之手确实打了王超润一个措手不及。不过与其说是他狠狠扇了对方一巴掌，不如说那个变态硬把脸往巴掌上凑。他前面明显有个闪躲动作的，但不知为何又放弃了。话说回来，这家伙的反应速度实在离谱，比夏哥也逊色不了多少。接下来的事就更出乎羽堂意料了，对方竟然还会用容影。刺客的灵活度更高，加上他堪比夏目的反应力，自己视角被卡得死死的，根本砍不到人。羽同学，友情提示一下，还有10秒哦。王超润的声音从背后传来，自信中透着一丝高深莫测。说让20秒就让20秒，他王超润信誉杠杠的，从来不对美女撒谎。这家伙，羽堂额头见汗，看到对方一脸惊讶和疑惑的样子，王超润如同大夏天喝了瓶冰可乐，心里简直爽翻。这种极限操作，恐怕1000次对决里他也就能实现这么一次，但一次就足够了。现在的羽堂恐怕已经对自己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吧。嘿嘿嘿，有美少女 buff 在，王超润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此时他盯着羽堂的动作和脚步，精力前所未有的集中，几乎发挥出了150%的实力。那道瘦削的身形如影随形，让人眼花缭乱。哼，你再这么打，人家就不给联系方式了。羽堂故作生气，他精准地找到了对方的命门。闻言，王超润脚步顿时一乱，超神状态直接消失。啊！一个错位，两人直接面对面。羽堂计谋得逞，嘴角微微勾起，提剑追着就是一顿暴砍。负112，迷惘。格挡，格挡。负76，格挡。负76，格挡，格挡。负76。乱掉节奏后，王超润抱头鼠窜，他被羽堂压制的毫无还手之力，血量直接掉落大半。刚才的容影只是意外，实际上他的操作和走位水平跟羽堂相差不大，顶多在反应力方面稍微强些。我们看到王超润选手容影突然被破，对方抓住机会发起了猛攻，他现在的状态很危险。阿叶逐渐兴奋起来，他选择对攻，不过现在好像已经晚了呀。刺客打骑士伤害还是有点低的，羽堂选手血量很厚，而且还有盾牌格挡，这样下去要输。他怎么不用抛杀呀？橙子在一旁看得心急，毕竟这是他们学院的种子选手，想办法找机会脱战隐身啊。现在就算拉开距离也没用。阿叶摇了摇头，羽堂选手很聪明，那个远程攻击技能应该也转好了，一直捏在手里，不可能给他脱战的机会。场上局势几乎一边倒，王超润见羽堂还有1半多血，知道自己没什么机会了，他最终后退2步，绅士的开口道：美女，你可真厉害，这场算我输了。嘿嘿，承让承让，你也很厉害。羽堂见对方血量无几，彻底没有了翻盘希望，终于憋不住了，他恢复了自己原本的声音：羽堂同学，你……王超润终于意识到不对，他扫了眼羽堂的脖子和平坦的胸口，倒吸一口凉气，心中仿佛有什么东西碎掉了，那是他逝去的爱情。嘿嘿，没想到吧，老子是男的。羽堂一脸愤怒：你个某某，刚才忍你很久了，给我去死吧！说罢，他提剑飞速向前斩去，银白色的剑光在空气中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落在王超润的脖颈处。负197，弱点攻击。之前对方的血量就仅剩下132点，伤害都已经溢出。羽堂挽了个剑花，静立擂台中央，柔和的灯光洒下，他俏美秀丽的脸上写满了优雅。正当羽堂以为自己赢下这场比赛的时候，突然感觉哪里有些不对。比赛结果怎么还没有播报？他回头一看，顿时大吃一惊。王超润的眼眸变得猩红，充斥着冰冷和死寂，仿佛换了个人一般。苏醒，猎杀时刻！抛杀！少年迅速抬手，漫天的细沙蒙蔽了羽堂的视线。卧槽！
雨堂吓得连忙迟钝挡在身前，防备着对方的阴招。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技能？特殊装备？他暗自后悔，早知那些话等比赛结束后再说了。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呵呵，你小子竟敢玩弄本大爷纯真的感情！此时，名为超润的少年已经想明白了一切。他一步跨出，瞬间来到雨堂背后，他头顶锁住的最后一滴血格外显眼。少年举起匕首，目光不善地打量着雨堂撅起的屁股，怒吼一声：“吃老子一记千年杀！”银光如闪电般落下，拐过一条危险的弧度。噗！啊！赛场外，微风轻拂，卷起片片凋零的橘红色花瓣，一路飘向远处。王超润胜。第79章绝望之盾。望着眼中含泪，一瘸一拐向自己走来的雨堂，夏目实在没忍住，喷笑出声：“我不行了！”哈哈哈哈哈哈！夏哥，你好过分！雨堂委屈巴巴地说道：“嘿，不好意思，刚才突然想起一些有趣的事情，真不是在笑你。”噗！哈哈哈哈哈哈！夏目有点编不下去了，他伸手捂住咧开的嘴巴，含糊不清道：“谁让你这么膨胀的？”虽然听不见他们的对话，但想想也知道，雨堂最后肯定自己暴露了，否则王超润也不会。不行，不能细想。夏目好不容易止住脸上的笑容，他拍了拍雨堂的肩膀，神色认真地问道：“那家伙的技能到底什么是效果？”他已经猜到了大概，但具体还得确认一番。雨堂抿着嘴唇，犹豫了半天，才支支吾吾地说道：“就是会造成一些真实的痛感，那个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行，清楚了。夏目看到他那副遮遮掩掩的表情，心中顿时了然，应该就是真实的痛感。这么说来，对方的天赋相当不错，可以选择位置的暗炎术痛吗？虽然痛苦程度可能更胜一筹，但很可惜被自己的闪亮护盾完克。至少目前为止，对方的伤害绝对破不了盾。夏哥，你可要帮我报仇啊！雨堂捂着屁股，咬牙切齿，他已经快没脸见人了。放心，你先好好休息一下。安顿好雨堂，夏目目光投向擂台。第二场比赛正好结束，月影学院的黑冰射手陆修染轻松战胜了对手，晋级5强。他也是夺冠的大热门。作为风筝能力最强的几个远程职业之一，他的爆发伤害虽然没有飞花散手高，但射程更远，而且自带控制，非常麻烦。接下来应该是自己的比赛了。夏目扫了眼屏幕上滚动的名字，气定神闲地走上擂台。张楚然正俏生生站在对面。小姑娘穿着朴素，但长相确实很漂亮，面若桃花，唇红齿白，一头淡蓝色的头发格外吸睛。夏同学，你好。见夏目上台，张楚然微微一笑，简单打了个招呼。说实话，他心里也对夏目的技能有些犯怵。不过好在对方等级低，又是脆皮的不假职业，不出意外的话，自己的一套爆发应该能击败他。你好。夏目礼貌点头，他想了想，诚恳地说道：“你不是我对手，还是早点认输吧。”张楚然顿时一怔，这话应该他来说才对吧？哼，你未免也太过自信了，等会我是不会给你放出技能的机会的。小姑娘似乎很有把握，她注意到了夏目的那个技能需要叠层，自己只要在短时间内把伤害打满就能获胜。她之前遇到的前几个选手，要么是没有防范，要么就是伤害不够高，所以才让会被轻松击败。自己和他们可不一样，不同颜色的光线在擂台上跳跃，晕染出独特的光影效果，氛围感十足。解说台上，橙子和阿叶同时换上了一副墨镜。橙子的墨镜是茶色的，看上去小巧精致。他伸手扶了扶镜框，笑着说道：“阿叶，今天我们的夏同学应该不会整出新活来了吧？”这可说不好。阿叶神色无奈：“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单挑能力这么强的辅助职业，就看张楚然选手的发挥了。不出意外的话，结局应该是没有悬念。”好的，倒计时结束。我们看到场上的两人几乎同时戴上墨镜。夏目选手想要故技重施，不过对手看过他的比赛，心里肯定早就有所防范。张楚然选手果然上来就冲了，争分夺秒啊！飞花散手的技能近距离伤害更高，也更好命中。看来他不想给对方闪避的机会。橙子认真思索道：“一套技能打满的话，以夏目同学现在的身板，应该是吃不消的。啊，该死的闪光，怎么戴着墨镜还是有点难受啊？确实，我觉得接下来的比赛，擂台的聚光灯可以都关掉了，让夏目选手站中间就行。”阿叶忍不住吐槽道：“哈哈，那我们可要全程戴墨镜了。”高台上，陶莲蓦然转过脸，不甘心地望向一旁的燕晴。燕校长，真不毒。燕晴微微闭眼，一脸佛系地靠在沙发椅上，缓缓吐出2个字：不毒。夏目和雨堂果然没让他失望，能有2个前10的名额就已经很好了，足够维持学院声望，他没有太高的要求。
毕竟这次月影学院和天域学院来势汹汹，招的新生里妖孽众多，打不过属实正常。夏目毕竟只是个牧师而已，难道还能寄希望于他夺冠吗？燕晴可没有这么不切实际的想法。擂台上，夏目望着冲过来的少女，气定神闲地甩了个真言术玉。张楚然小脸微微一红，身体轻颤，差点乱了脚步。不过他上台前就做好了心理建设，手上动作不停，无数暗器如飞花般打出。接招吧，暴雨梨花！叮叮叮叮，暗器风暴骤然来袭，击打在闪亮护盾上，发出一道道清脆的声响。-35，吸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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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伤害数字小，但异常密集，仅仅1秒的爆发，夏目护盾直接掉了近400点。张楚然继续甩出2个弯曲的银色回旋镖，镖身从护盾两侧划过，在回归时打出了双重伤害。-188，吸收。-188，吸收。-94，吸收。-94，吸收。以夏目的反应力，其实可以格挡和躲闪，但似乎没必要。他抬起手，微光绽放，接连2道真言术玉落在女孩身上。张楚然如同喝醉了酒一般，身形踉跄。他紧紧抿着嘴唇，望向夏目的眼神中满是疑惑和不解。真是奇了怪了，这护盾怎么还没破？第80章，你别过来，我自己会动。不到半分钟，张楚然绝望地躺倒在平滑的地板上，神色逐渐迷离，仿佛被一股深沉的愉悦包裹。地面铺满的各式暗器化为齑粉消失。他用尽一切手段，但夏目的光盾依旧没有半分破碎的迹象。怎么会这样？按理说，有着足足2级的等级压制，这套技能应该已经将对方秒了才对。女孩想要问个清楚，但夏目新的一发治愈术将她拖向深渊，几乎说不出话来。他攥紧粉嫩的双拳，强行撑起半个身子，愤愤不平地看着不远处的少年。这家伙简直无赖！台下这么多学员看着呢，这让他以后怎么？他捂住嘴巴，强行不让自己发出声音，但身体还是止不住地颤抖着。夏目却是毫不在意，比赛嘛，能赢就行，以什么手段赢其实并不重要，反正这种场面今后迟早要习惯的。他一个牧师，总不能不用治疗吧？想到这，夏目再给地上的少女补了一道治愈之光，随后缓缓向她走去。呵呵，愉悦起来吧！台下群情激愤。张楚然可是天域学院的小校花，拥趸众多，很多男学员见到他被如此凌辱，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张楚然加油，干掉他啊！别硬撑着了，认输，快认输啊！夏目，我要跟你决斗！哎呀，这个畜生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女神？王超润眼神也变得通红，直接冲到台下。你们快让我上去，我也想加入。哦不，我真的看不下去了。啊不要，夏目，你别过来。张楚然看到对方的动作，神情顿时变得格外激动，仿佛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他才不想像那些学员一样被对方耻辱地丢下擂台，那也太丢脸了。夏目停住脚步，微微一笑，没事的，不用担心，我会尽量快一些。不要，你别碰我，我可以自己动的。见他靠近，少女发出一声虚弱的尖叫，她咬紧牙关，勉强让自己恢复片刻清醒。随后，夏目便目瞪口呆地看到对方吃力地用双手撑住身体，拼尽全力爬到擂台边缘，然后一个咕噜翻了下去，刚好砸在铺好的软垫上，还弹了2下。全场沉默。夏目不禁嘀咕了一句：何必呢？直接认输不好吗？毕竟他也不是什么恶人。场外，2位解说面面相觑。嗨，橙子学妹，你怎么看？阿叶终于打破了尴尬的气氛。打脸来得太快，他现在无法给出任何评价。而且这场比赛已经远远超出了他能解说的范畴，他太年轻，还没有接触到那些奇怪的知识。我坐着看。橙子根本不接话茬，他45度仰头望天，像个没有情绪的机器人一般播报道。好的，那么让我们一起恭喜夏目选手战胜强敌，进入5强的角逐。接下来的一场对决将由月影学院的陆修染对战荣耀学院的顾明。见状，阿叶无奈地摇了摇头，跟着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不过他心中百思不得其解，夏目的护盾为什么能那么厚？这不科学！星光高台，校长陶莲面色难看，他完全没想到天域学院这一届最出色的学员居然止步于前5，而且还是以这种方式。那个叫夏目的学员到底是什么来头？他的护盾有古怪。战盾学院的校长一针见血地点评道：我觉得应该是特殊机制，要真能挡下1000多点伤害，对方不直接无敌了。他的技能好像都有点问题。荣耀学院的校长也跟着说道：这打法实在有点赖皮了，规则设计的确实不合理。
陶莲一下子蔫了，自己提出的规则，到头来却把他们学院的学生坑惨了。要是没有掉落擂台算输这条，他们也不至于拿夏目一点办法都没有。毕竟除掉那些特殊效果，对方几乎打不出任何伤害。我觉得挺合理的。一旁的燕晴则是坐直了身体，悠悠开口道：“这样正好可以激励一下那些辅助职业。”众校长纷纷沉默。这确定是正常的激励？还好武校交流赛的影像是非公开的，否则转播都要被打上马赛克。燕晴看着镜头中的那道身影，两根白皙的手指轻托下巴，一副思索的模样。夏目的晋级着实有些出乎他的预料，他不禁回想起当初少年在办公室的表现，神情惊讶。难不成对方真有把握夺得前3，甚至是冠军？他不由有些期待起来。日落西沉，接下来的几场比赛都打得中规中矩，台下反响强烈。月影学院发挥强势，直接锁定了前5中的4个名额。除了星火学院，其他几个学院的主力选手纷纷被淘汰，只能争夺后面的名次。这一结果也在洛飞宇的预料之中，毕竟这一届月影学院的学生水平已经呈现出接近碾压的姿态。这次的交流赛也是个很好的亮剑机会。100年来的风风雨雨，月影学院现在已经成为了老牌强校，但接下来还需要打破头顶的桎梏，拥有与那2所贵族学院齐平的资格。既然当初从军团退下创立学院，那就要做到最好最顶尖，让全神州都知道西区的月影之名。他洛飞宇一生不弱于人。这次的武校交流赛冠军的奖励也是他亲自指定的，就是为了激励本校的学生，让他们能鼓足干劲。只是他唯一没算到的就是夏目取代了张楚然的位置。不过4对1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夏目的技能虽强，但却有伤害不足的致命缺陷，因此他很有信心。此刻月影学院里一片欢腾，高年级来观战的学员们也兴高采烈。这场交流赛他们差一点包揽前5，简直是从未有过的盛况，再次奠定了月影学院牢不可破的地位。其他学院也不行吗？去年还有天域学院能跟他们争一争，今年对方直接全军覆没，连最强的种子选手都败在一名牧师手里。虽然冠军还未定，但前5里有4个是自己人，怎么说总不能让那名牧师选手一穿4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第81章真假校花之战。第2天的比赛一结束，月影学院一下子变得冷清了很多，其他学院来观战的学生都跟霜打的茄子一般，没有了之前的劲头。尤其是天域学院，简直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学院间互相比拼的心思可不少。身为西区排名第2的学院，这次交流赛连一个前5都没进，这让他们格外郁闷。甚至有人开始质疑比赛的公平性，为什么要让张楚然提前对上夏目？但凡换一个选手，他也不至于如此轻易的落败。他们全然忘记了，刚开始10强第1轮比赛名单公布的时候，自己笑得有多开心。这牧师就是个 bug， 一点伤害都没打就进了前5，感觉对手一个个都像演员一样。星火学院的学生倒是很开心，去年他们也没人进前5，今年反倒是有所突破了。虽然觉醒了风林刺客的王宇轩倒在了入围赛，但他们有夏目，而且看夏目的比赛很有意思，反正倒霉的都是其他学院的学生。众人纷纷买好瓜子点心，当起了乐子人。第3天是败者组开场，宇堂的对手竟然是张楚然。2位校花之间的比拼看点十足，柔和的灯光打下，站在擂台上的2人仿佛化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姿容各有千秋。真要论样貌的话，宇堂更胜一筹，只可惜她是假的校花。哇，那妹子谁啊？好正点！有新来的学员不明真相，被迷了眼。就是啊，张校花的魅力都被压制了。嘿嘿，你应该问那汉子是谁才对。看过比赛的学员无奈科普道。哈哈，别开玩笑，怎么可能吗？我没开玩笑。啊！此刻擂台上2位校花对视一眼，颇有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一个走路还有点不利索，一个身子微微发颤，头埋得很低，似乎还未从昨天的折磨中缓过来。5秒的倒计时结束，宇堂直接先手发起进攻，金色的巴掌从天而降。张楚然埋头躲避，巴掌扇在了他的左臂上。负66，宇堂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发起了猛攻。他知道张楚然爆发很高，所以不能给他拉扯的机会。少女似乎有些慌乱，抬手打出暗器语，不过因为时机不到位，被宇堂直接用盾格挡掉。魅惑5步，负122，迷惘格挡，负76。宇堂迅速完成近身，开始磨血量。他伤害其实不低，而且有减伤效果。张楚然有点打不动。张楚然想要靠走位拉开距离，但却被宇堂提前看破，紧跟了上来。宇堂看着脚步频频出现失误的对手，心中轻叹一声，看来昨天夏哥已经把人家心态打炸了，自己算是捡了个便宜。不然以他在之前比赛中的完美表现，
自己还真未必是对手。解说台上，阿叶情绪激动，几乎没给橙子插话的机会。两人打得相当精彩啊！羽堂选手用完技能后直接冲了上去，这是要打快攻吗？对方一波暴雨梨花，可惜被盾牌挡住了啊，没怎么掉血。张楚然选手似乎有些着急了，是要绕后吗？没有，我们的羽堂选手直接选择了正面对拼，看来他对自己的操作十分有信心。飞花散手的近身战可不弱的，羽堂选手撑得住伤害吗？哎，又打空了，好高的 miss 率，这样下去楚然选手有点危险啊。羽堂选手打得好凶啊！橙子终于接了一句，他躲都不躲的，真就硬吃伤害。毕竟是骑士，哪怕差了一级，血量优势还是很大，不容易被秒。阿叶点头。哎，这是张楚然选手走位出现了明显失误，被羽堂直接带到，没拉扯开。糟糕了呀！他刚才想要卖个破绽，虚晃一枪往左走，但演得太不像了，脚步都没有落实。羽堂同学可没那么好骗。橙子微微一笑，紧接着有些惊讶道：“他好像又失误了。这个绕后不仅没绕成功，还把自己送到了对手的剑上。可以看得出来，他确实有点心急。张楚然选手虽然意识和操作都十分不错，但 PK 经验不足，心态还是不够稳。阿叶不有点频道，这下没有机会了。羽堂选手剑术很高明啊，一个斜向刺剑带走了对手最后一丝血量，有惊无险的拿下比赛。不过他最后也只剩 20% 的血量。让我们一起恭喜羽堂选手赢得今天的首场比赛，真是打得美如画啊！”阿叶率先起身，鼓起了掌。观众席上也掌声雷动。不得不说，前10的比赛比之前精彩了不止一筹。当然，除了夏木。输了比赛，张楚然情绪变得更加低落。他紧紧抿着殷红的嘴唇，漂亮的眼睛里雾气充盈，一副要落泪的样子。羽堂连忙上前安慰道：“张同学，别哭嘛，你打得真的很厉害，我也是胜在侥幸。”“谢谢，你也很厉害。”张楚然抬头看向一脸友善的羽堂，失落的情绪略有缓解，心里轻赞一声：“他怎么生的比女孩子还好看？”“嘿嘿，一般一般，交个朋友啊，以后一起下副本。”“好的呢，我加你还是？我来吧。对了，你和那位夏木选手……哦，我跟他不熟。”羽堂义愤填膺：“我跟你讲，他性格超级恶劣的，就喜欢欺负漂亮的女孩子。”“真的吗？我也这么觉得，他太坏了。”“就是说。”最后，两人一边聊着，一边肩并着肩走下台，一副亲密无间的样子。啊，太棒了！屏幕前观战的学员们嘴角勾起，眼神玩味。两位超级美女走在一起，真是赏心悦目。不过，天域学院的学生们率先反应过来，目光炸裂。等一下，那家伙好像是个男的吧？一切发生的太过顺其自然，他们刚才完全没想到这一茬。不好，他们的校花啊呀！第82章。痛苦贼 vs 于月木。聊这么开心，你刚才是不是在背后说我坏话了？夏木见羽堂回来时满脸春风，淡淡问道。羽堂笑容顿时一僵，这家伙好敏感。没有，怎么可能呢？夏哥你想多了。他干笑一声，眼睛不由瞥向别处。我刚才是在帮你们缓和关系来着。呵呵，夏木一脸不信。夏木你什么意思？连兄弟都不肯相信了？哦，是吗？友情提醒一句，张同学在后面看你表演呢。啊，哪儿？羽堂闻言一怔，他果断向后拉开距离，故作愤怒道：“夏木，你别太过分了，怎么能这么对我朋友？我要和你决斗！”他偷偷将目光投向身后，顿时傻眼。那位天域学院的校花根本就没过来。完蛋！好，决斗是吧？我答应了。夏木面无表情。别，夏哥，我开玩笑的，你怎么还当真了呢？哼，呵呵呵。败者组排名确定，羽堂斩获第6，第7、第8都被天域学院拿到，也算正常。下午是胜者组的比赛，第1局王超润轮空，夏木轻松战胜了陆修染。对方战术不错，试图借助射程优势封正夏木，不给他释放技能的机会。可惜这里是擂台，夏木就这么一步步顶着减速压了上去，然后在对方惊恐的目光中来了个真言术玉10连刷。啊哦！陆修染满脸潮红的倒了下去。我认别！他话还没说完，夏木直接走过来将他提起，从擂台上扔了下去。扑通！月影学院的种子选手败。两位解说看得默然无语。同样的套路，同样的结局，朴实无华中却又透着一丝神秘。夏同学还真是越来越熟练了。阿叶感慨一句，现在应该叫夏魔王了，这是其他选手给他起的外号，我觉得名副其实。橙子扑哧一笑，连我们的陆修染选手都败了，不会真让他一穿四了吧？阿叶沉默片刻，开口道：“我们还有王超润在，夏木只要打不出伤害，他就能不断隐身，关键就在于怎么破盾。”橙子点点头：“是的，
目前还没有选手能让夏目选手掉血，我都有点看不懂了。他明明才5级。阿叶计算了一下，开口：“我们在这猜也没有用，下一轮不出意外的话，夏目应该会对上我们的超润选手。”哈哈，2位折磨型选手碰上，场面一定很有趣，就是结果有点难以预料。橙子看热闹不嫌事大。别这么说，咱们得超润同学还是有点操作的，至少对女同学还保持着风度。阿叶玩笑道。月影学院内战结束后，夏目果然对上了王超润。这名刺客选手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要不是自己获得了闪亮护盾技能，这场比赛还真不好打。擂台上，王超润眼睛微微眯起，也没有了之前那副随意的姿态。他猜测，如果破不了夏目的盾，自己的技能效果就无法发挥。看完之前的2场比赛，王超润还是一头雾水，只能先试试看了。倒计时开始，王超润戴上黑色墨镜，直接进入隐身。夏目开盾，耀眼的光铺满擂台。哼，这家伙怎么能比自己还帅？王超润心中略有不满，在金色护盾的映衬下，夏目光彩照人，面容圣洁而俊秀。不过，敢欺负我女神，你死定了！王超润眼睛眯起，缓缓靠近。自从得知雨堂是男孩后，他在心中又把张楚然追了回来。当然，这只是他单方面的想法而已。王超润没有急着动手，他绕着擂台不规则地走动着，紧紧盯着夏目手上的动作。前期不可能有这么强的技能，一定有什么破绽。夏目似乎猜到了对方的想法，他静静站在原地，没有任何动作。2人突然比起了耐心，10秒、20秒、25秒的时候，夏目突然抬手，一道金光闪过，逐渐暗淡的护盾再次变得明亮。原来如此，王超润眼睛一亮，他似乎明白了些什么。如果没计算错的话，护盾的冷却时间是25秒，也就是说，自己只要对方衔接护盾的时候攻击，就能造成伤害。只是这冷却时间也太 TM 短了吧，几乎无缝衔接啊！王超润有些头疼，他必须要一击结束战斗才行。好在对方没什么伤害，他可以隐身多试几次。想到这，王超润逐渐有了一丝把握。不过为了求稳，他还需要再确定一番，毕竟对方给他的感觉有点太淡定了。夏目开始到处走动，看上去似乎有些着急，拿着法杖东敲一下，西敲一下。解说台上，橙子一脸疑惑，他们2个怎么一直不打啊？难道是想要拖平局吗？阿叶扶了扶墨镜框，仿佛看破了一切。不对，我们的超润选手非常聪明，他在等一个机会。什么机会？橙子没听懂。阿叶耐心地解释道，从前2局的比赛来看，夏目选手的盾非常厚，如果硬拼的话很难有机会，所以王超润选手想要等对方的技能 CD， 剩下的选手中也只有身为刺客的他才能做到这一点。原来如此，橙子恍然大悟，兴奋道，好聪明啊！夏目同学已经开始急了，他在找对方的位置，不然等护盾的间隔期被对方抓住机会，可能会撑不住爆发。而且我们的超润同学可是能秒人的。阿叶嘿嘿一笑，他仿佛已经看到了夏目惨败的结局。23、24、25，擂台上，王超润一边走位绕远，一边默默计数。只见夏目再次抬起手，给自己套上盾，这已经是第3次了。王超润看着脸色愈发难看，跟空气斗智斗勇的夏目，一脸成竹在胸。应该不会有错了，对方的技能 CD 是25秒，而护盾的持续时间应该也是差不多时间，顶多 0.5 秒的差值。否则的话，对方不可能每次都在这个时间精准套盾，总不能是在引诱自己上套吧。王超润沈然一笑，他觉得自己已经看穿了一切，他不准备继续等待了。再次默数到20秒，他直接从夏目身后绕了上去。23、24，就是现在！趁夏目抬手之际，2道锋锐的冷光划破空气，交错击打在闪耀的护盾上。-212，晕眩，吸收。王超润绕至前侧，心中冷哼一声。1.5秒的晕眩，以他的反应速度，足够了。他眼中闪烁着淡淡的红光，2柄匕首猛然向下刺去。抱歉，再见了。叮，清脆的声音响起，王超润一脸错愕，怎么可能？护盾为什么没有消失？紧接着，他看到少年那张面无表情的俊秀脸庞，呼吸顿时一滞。糟糕，自己好像被这家伙算计了。第83章，痛并快乐着。王超润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对方是故意卡在25秒重置护盾的，那就说明他护盾的 CD 时间比持续时间要更短。太变态了吧，这怎么打？一定有什么地方搞错了，不然区区一个5级的牧师怎么会有这么厚的护盾？连那位飞花散手的爆发都未能破开，他就更不用尝试了。想到这，王超润眼神一凝，手中凝聚的细沙朝夏目轻轻一扬，致盲，得跑路了。他一点伤害不敢贪，转身飞速后撤，
同夏目拉开距离，准备脱战进入隐身。这是刺客最稳妥和赖皮的打法，上去晕眩对手后打一套小爆发，然后躲开进入隐身，再上去打一套。不过前期技能少，控制时间也短，这次王超润根本没时间打爆发，而且夏目也不会给他轻易隐身的机会。暗炎术，痛！一道黑气从他的指尖迸发，缠绕着新手法杖，最后落在王超润的头顶。至于为什么是痛，毕竟真炎术玉不是伤害技能，会让其脱战。当然，其中难免也夹带了一丝为雨堂报仇的念头。王超润闷哼一声，只觉得浑身疼痛，有些使不上劲来。他心中大骇，他之前听其他学员分析过夏目的技能，明明应该是令人沉迷的愉悦感才对，怎么到自己时就变得这么痛？难道说对手竟然还有其他技能？负6，负6，负6！王超润面色微沉，虽然伤害很低，但他现在已经失去了脱战隐身的机会。要认输吗？夏目平静地望着他，淡淡开口：“只要对方现身，这场比赛就已经结束了。”闻言，王超润站直身体，嘴角微微扬起，笑得很痞气：“哼，夏目同学，你可不要小瞧我啊！这点疼，算得了什么？”说完，他直接冲了上来，两柄匕首上下翻飞。事到如今，他也只能背水一战了。虽然知道夏目的护盾很厚，但不亲自试一下，他怎么会甘心？夏目略带惊讶地看着朝自己冲来的少年，这家伙好强的意志，可惜没有用。他再次给自己套了层盾，随意地将新手法杖架在身前。解说台上，阿叶激动到大吼。王超润选手顶住了夏目的技能，他依然面不改色。第一个勇士出现了，他向对手发起了疯狂的进攻。两人打得很激烈啊！橙子不由赞叹一声，没想到夏目同学的反应这么强，他好像格挡了不少攻击吧？确实，刺客的攻速比法系职业快太多，基本没法格挡，更别说像他这样挡得如此轻松了。阿叶也十分惊讶，咦，超润选手的血量好像在掉。橙子突然注意到了一丝不同，这是新技能吗？因为刚才血量变化太少，他差点都没发现。很有可能，看来夏目同学是大户人家的子弟啊！阿叶调侃了一句。不过王超润没有放弃，他还在进攻，到底能不能破盾呢？他试图绕后，想要找护盾的弱点，可是夏目选手没有给机会，他走位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我们的王超润选手一点便宜没占到，基本没什么机会了。橙子悠悠一叹，我现在心里有点堵，不会真被夏目选手一穿丝了吧？这名辅助职业的选手强得跟开了挂一样，比完都不掉血的。擂台上，王超润依然在负隅顽抗，血量降到最后 20% 后，他不仅攻速变得更快，而且攻击偶尔还附带吸血，硬生生将血量撑住了。这应该也是他的天赋能力。夏目有些头疼，暗炎术痛都持续好长一段时间了，这家伙攻击节奏居然也没有乱，该不会有什么受虐倾向吧？这么打下去没完了。夏目看着眼眸通红，神色愈加癫狂的王超润，心中突然有了新的想法。他抬起手，掌心涌动着一丝微光。真炎术玉，走你！正在全力进攻的王超润动作一致，神色仿佛恢复了一丝清明。他眯起眼睛，仿佛沉醉在一片温柔乡中。这什么啊，好舒服！夏目动作不停，连续5发真炎术玉灌了下去。极度痛苦与极度愉悦的双重刺激下，王超润仿佛已经快忘记自己还在比赛，他整个人飘飘欲仙，站都站不稳了。他身体从左晃到右，又从右晃到左，视线开始模糊。有点意思，再来，我还能大战800个回合。夏目犹豫片刻，决定满足他的要求。10层真炎术玉再次奉上。你慢点，受不了的！王超润大喊大叫。夏目脸一黑，一把拎起瘫软如泥的少年，朝台下扔去。这次没有软垫。啊，我的鼻子！王超润的脸和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发出一声惨叫。夏目没有理会他，施施然走下擂台，看上去轻松而从容。看台上一片沉寂，随后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和欢呼声，大多都是星火学院的学生。最后一位月影学院的选手凝视着这一幕，汗流浃背。第84章，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尽力在表演。喜哥儿，你有把握不？一道道饱含期待的目光落在中央的少年身上。他也是月影学院那3位觉醒了顶级职业的选手之一，目前还保持着全胜战绩的鬼影剑客凯西。大家放心吧，我会全力阻止他的，冠军属于月影。少年掷地有声，眼瞳中仿佛充满自信。此话一出，周围的少年少女们顿时兴奋起来。是啊，喜哥一定没问题的，他对特殊效果有很强的抵抗能力，相信喜哥。喜哥加油啊，你是最厉害的，一定要阻止夏魔王，冠军属于咱们月影。看到大家情绪比自己还高涨，凯西额头沁出一丝汗水。
那个，大家让一让，我肚子有点疼，先去上个厕所。MD， 这帮同学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连王超润都输了，他拿头赢啊！对方光那一手护盾，他就破不了，怎么办？真想直接认输，但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他又不好意思承认自己怕了，好纠结。好的，西哥，时间应该来得及，我们去帮你占厕所。西哥，我已经规划好路线了。西哥，这是我新买的纸，还是你最喜欢的榴莲味，请不要嫌弃。凯西，滚呐！不用了，让我一个人静静，我需要思考对策。凯西干笑一声，委婉拒绝道。尿遁计划似乎已经失败。甩开热情的同学们，凯西走在空旷的楼道间，神情低落。作为月影学院最后一个守门员，他此时压力山大，但真的打不过呀。鬼影剑客虽然抗性极高，能大幅度减弱诅咒和特殊效果，但那是减弱，不是免疫，他完全没信心抵御住夏目的技能。就在这时，楼道间响起了清脆的脚步声，一位身材高挑的黑长直女孩走了下来，黑色丝袜包裹着她白皙精致的小腿，校服的裙角微微飘起。她轻靠在墙上，双手抱胸，似笑非笑望着凯西。哟，让我猜猜，这位选手，你是准备跑路了？嗨，怎么可能？凯西连忙捂着小腹，故作痛苦道：“我只是肚子有点痛而已。”他现在严重怀疑对方上把是故意输给自己的，毕竟他根本不缺那点奖励。女孩微微一笑，转身离开。那就好，我会在看台上为你加油的。凯西望着他离去的背影，轻嗅那缕淡淡的余香，心中苦笑。这下没法找借口逃了。星光高台上，洛飞羽已经无法维持优雅的表情，他眼皮微跳，装作不经意地冲燕晴说道：“那个燕姐，你们学院的这个夏目选手到底是从哪里招来的？”其他几位校长也竖起耳朵，他们都对夏目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成长院啊，还能是哪里？燕晴神情淡定，内心却笑开了花。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洛飞羽脸色难看，他这么出色，为什么没有选择月影？我当初明明特意叮嘱过，我记得夏同学那时确实先申请过月影来着，但好像被拒了，说是没达到入学标准。燕晴轻笑一声，我很好奇，你们的入学标准到底是有多高，连反应和操作双满分的学生都不要？什么？洛飞羽拔高了语调，他黛眉微蹙，似乎想到了什么。莫非？燕晴犹豫片刻，隐晦地提到，当然，他的确在成长院惹了不少事情，不过我觉得那不完全是他的过错，而且这孩子心性不坏，所以不该用那种低劣的手段限制他的未来。虽然了解的不多，但成长院那地方管理可是混乱的很。至于夏目到处收保护费，敲诈勒索无良管理层，还挑唆其内斗的秘密档案，肯定另有隐情。我知道了，多谢燕姐告知。洛飞羽脸色阴沉，他准备回去找招生官好好聊聊，对方到底是吃了多少回扣才敢选择当睁眼瞎的。哼，洛校长可得好好管管手底下的人啊，凡事欲速则不达。陶莲在一旁淡然开口，意有所指。近些年月影学院的成长速度越来越快了，逐渐有一家独大，脱离武校联盟的意思，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毕竟当初成立联盟的时候，天域学院可是一直压着月影一头的。燕晴微微一笑，轻飘飘地说道：“陶校长莫非不知，夏目当初也申请了天域学院，好像也未达到标准呢。”陶莲神色一僵，怒火陡然升腾。操，还有这事？不要让他知道是谁做的，否则……吃了这么大一个瓜，剩下两位校长面色也开始不停变化，陷入沉思。见状，燕晴连忙安慰道：“抱歉，怪我没说清楚，夏目同学当时一共就申请了3所学校，所以你们不要多想。”这个剩下2名校长对视一眼，神色无奈，一时间他们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擂台上，夏目百无聊赖地站在灯光下，等待着最后一场比赛的开始。其实也只是走个过场罢了。凯西的比赛他看过，只能说平平无奇，上场能赢都有侥幸的成分在。鬼影剑客虽说是顶级职业，但那是40级有了关键技能以后，现在要伤害没伤害，要位移没位移，就是个活靶子。无论是张楚然、陆修染还是王超润，都可以轻松吊打他。但这名学员的运气真得很好，硬是一个强的没碰到，就这样一路懵懵懂懂地闯入决赛。望着姗姗来迟的凯西，夏目不知该如何评价。他腿好像在抖。凯西面容复杂地看着不远处的夏目，似乎暗自下定了决心，一步步坚定地朝他走来。这是要干什么？夏目一怔，赛前可没有这环节。你好，夏目同学，很高兴认识你。凯西风度翩翩地伸出手，十分友善。你好。正当夏目猜测对方的意图时，凯西突然压低声音：“夏哥，待会能不能别下手太狠，好歹让我输得体面一点。”
这个嘛，夏目看着一脸正气的凯西，不禁有些无语。拜托了夏哥，女神在下面看着呢，我必须守住尊严。凯西语气中带着一丝哀求。你尽力表现吧，我想他应该能看到的。夏目淡漠拒绝。我可以出金币。夏目眼睛一亮，立马改口。嗨嗨，看在你一片真情的份上，我也不是不可以破例一次，你出多少？这家伙穿着精致，一看就不是成长院出身，估摸着是跟苏学姐差不多的大肥羊。小弟1个月的生活费只有500金币，大哥您看300成吗？凯西十分真诚。勉勉强强吧。夏目不动声色地暗示道。话说小凯呀，你想要输得多体面？凯西瞬间秒懂，他眨眨眼，神色略显兴奋。夏哥，你待会能不能让我打掉点血，不然咱面子上有点过不去。可以。夏目犹豫半秒，爽快地答应下来。不过嘛，那就是另外的价钱了。第85章完美谢幕。夏目同学，你那些小把戏对我没用，请拿出真正实力来吧，否则这场比赛你会输得很难看。凯西站回原位，剑指夏目，大义凛然地高喊道。他明显已经进入状态了。台下不少月影学院的学生都跟着激动起来。不愧是学院的王牌剑士凯西，光是这股气势就让人信服。夏目神情凝重，双手握紧法杖。你是个很有实力的选手，值得我全力以赴。足足收了对方2个月生活费，他现在脾气好得出奇。哦，难道你之前没有用全力？凯西微微一怔。他们不配。夏目故意大声说道。你还有点意思，不愧是顶级职业。王超润、陆修染、张楚然、程佳佳等人，他们心里有句脏话，不知当不当讲。雨堂在台下笑得前仰后合，夏哥这是收了多少金币，竟演得如此浮夸。喂，兄弟你演过头了。凯西心里却是有些着急，他只得硬着头皮继续说道。哼，无知者无畏，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强中自有强中手。鱼鳞浅溪，岂知坤月9天？今日吾当给你一个深刻的教训，月影学院的名誉岂能容你玷污？夏魔王，你的好运到此为止了。观众席上掌声雷动，一片叫好声。席哥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来着？不知道，没记住，但他好有气势。听君一席话，不如听席哥一句话。帅啊，一个牧师凭什么看不起我们？席哥赶紧给他个教训。加油，冲啊席哥！解说台上橙子感动莫名。这把不管输赢如何，凯西选手都已经把我们学院的气势打出来了。我想夏目选手应该感受到了压力，毕竟鬼影剑客对特殊效果有极大抗性，很克制他。阿叶眉头紧锁。道理上确实如此，但是为什么总感觉哪里怪怪的？倒计时结束，凯西选择直接冲上去。哇，他打得非常自信，是研究出怎么破盾了吗？好亮！夏目选手开盾，他好像再次释放了那个不知名的恐怖技能。橙子突然瞪大眼睛，惊呼道：咦，好像无效哎！我们的凯西选手继续进攻，加油啊，打败夏魔王！夏目选手的脸色很难看，他的走位虽然完美，但凯西走位同样不差，他粘得很紧，这场对战实在太精彩了。不好，这是……擂台上，夏目思索片刻，缓缓给凯西加了一层真言术。演戏吗？特效的逼真才行。凯西动作一顿，他拄着长剑，身体不断颤抖，仿佛在竭力忍耐着什么。没用的，中了我的技能，你还是乖乖认输吧。夏目笑得像个反派，他缓缓走近，指尖亮起一道道微光，却又不断取消。反正有闪亮护盾在，没人能看清他有没有释放技能。台下观战的学员们义愤填膺。你，凯西半跪在地上，随后一点点缓慢起身，看上去格外吃力。他大吼道：不，月影学院需要我，夏目，我会战斗到最后一刻。你休想让我屈服！这个冠军，我绝对不会让你轻易得到啊！夏目，你知道吗？我不甘心。的确，我的运气很好，我明明没有超润哥那么快的反应，也没有修染哥那么细腻的操作，最后却站到了决赛台上。所以，我想赢，我想竭尽全力，连他们的那份荣耀一起赢回来。此时，场内观战的学员已经多到挤不下了，台下纷纷泪目，连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们也感动到热泪盈眶。呜，西哥，好样的！不行了，谁有纸巾？风沙太大了。好坚强的意志啊！我不该说他是运气选手的，我错了。西哥加油啊，坚持住！陆修染和王超润也沉默了，他们对凯西的印象逐渐改观。至少体验过夏目的绝技后，凯西这份强大的意志力着实他们感到敬佩。这是个狠人啊，要他们肯定撑不住。最前排一道高挑的倩影微微别过脸，不忍心再看，他轻声呢喃着：我就知道你可以的。
似乎感应到了场内学员们的呼唤声，凯西握紧手中的长剑，无比倔强地从地上站了起来。他微垂着头，语气决绝：“夏木，你准备好面对我全力以赴的一剑了吗？”“什么？你竟然没事？这不可能！”夏木连连倒退，表情似乎异常震惊。“哼，我已经找到你的弱点了。”凯西缓缓抬起头，神色疲惫中透着一丝自信。他猛然冲了上来，大喝一声：“啊！给我破！升龙一击！”剑盾相交，发出刺耳的摩擦声。众人直觉的眼前一花，凯西的身影已经出现在了夏木的身后，仿佛人剑合一。什么情况？卧槽！一时间，无数人站了起来。两位解说也惊呼起来。阿叶急声道：“我的天！凯西选手在没破盾的情况下，直接斩掉夏木1半多的血量，看来他已经找到半分，破解了对方近乎无敌的防御技能。这太不可思议了！”橙子一脸惊喜。目前凯西选手的血量还维持着满血，他凭借着惊人的意志力站到了现在，能翻盘吗？他真的能翻盘吗？加油，再来一剑啊！阿叶双拳紧握，面露期待之色。胜利就在眼前。听到台下各种惊叫和呼喊声，凯西知道节目效果已经打出，接下来也该谢幕退场了。于是他仰起脸面向观众席，向前缓缓伸出手，一副挣扎和脱力的表情。如果再给我点时间，我就可以。话音未落，他便晕倒在了擂台上，似乎陷入了昏迷。另一边，夏木控制着欺诈木雕，让自己的血量一点点回升。他后退2步，装作惊魂未定的扭过头，望向倒地的少年。真是位可敬的选手，是我错了，不该小瞧月影学院的。他那一剑恐怕耗尽了全部心神。这次我就不动手了，你们谁上来把他带下去吧。两位志愿者闻言，连忙小跑着上台，将凯西抬了下去。临走时，少年还偷偷冲夏木眨了下眼，合作愉快。夏木微微一笑，心里却不怎么愉快。这波表演的如此完美，按理来说得加钱。第86章夺冠与奖品。凯西真是很可惜啊，如果能再坚持一会，胜负犹未可知。橙子一脸惋惜。确实就差一点，不过他已经尽力了。阿叶神色无奈，不过他还是很有风度的起身带头鼓掌。好的，让我们一起恭喜星火学院的夏木选手获得了交流赛最后的冠军。恭喜！星光高台上，3位校长面色古怪，他们似乎看出来了一些东西。燕晴默默低头，装作不知情。洛飞羽面露愠色，他深吸一口气，一拳砸在椅子上。我出去透透气。虽然没有证据，但他感觉这两人在演戏。凯西这个学员他还是了解的，毕竟也算是朋友家的孩子。他能力一般，但装模作样的本事倒是不小，再加上长相自带领袖气质，在新生中颇有威望。在校内训练中，他连进前5都费劲，现在却展现出这种令人惊艳的操作，其中肯定有猫腻。不过洛飞羽也不打算继续追究，不管是真的也好，演的也罢，凯西好歹替月影学院挽回了一丝颜面。要是被夏木满血一穿4，那就太难看了。想起夏木曾申请过自己学院，洛飞羽心中的怒火腾的一下就了窜上来。他翻开通讯面板，找到负责招生的丁主任，直接拨了过去。喂，小丁啊，现在赶紧过来一趟，对，我有事想找你聊聊。夏哥厉害啊，不显山不漏水的。夏哥太不厚道了，居然一直瞒着我们。木哥儿，你真是牧师吗？怎么会这么强？夏哥，我是6班的，加个通讯吧。夏木一下台，同学们呼啦一下子围了上来，眼中闪烁着好奇的光彩。连班主任都赶过来了，拉着他的手一顿夸。运气，都是运气。夏木又恢复了平时的姿态，一脸谦和。他不是很适应这种聚光灯的场面，要不是冠军的奖励异常丰厚，他都懒得过来拿一趟。远处，月影学院的学生们看得咬牙切齿，这本该是他们的殊荣。想起凯西最后的英勇表现，很多小女生已经开始偷偷抹泪了，就差一点点。王宇轩看着人群中的夏木，默默将帽子压低，遮住眼睛。转身的瞬间，他右拳紧紧攥起。夏木，你等着瞧吧，30年河东，30年河西，莫欺少年穷。好不容易应付完热情的同学们，校长燕晴来了。他将夏木带到一边，开口就是暴击。说说吧，最后收了什么好东西啊？演得那么卖力。夏木一脸无辜。燕校长，你在说什么呢？我可不是那种人。燕晴笑盈盈地看着他。你可是有前科的。但在燕校长的教导下，我已经金盆洗手，改邪归正了。夏木反应很快。行了，别拍马屁，我可没这么教导过你。燕晴笑骂道。这次就算了，到时去参加联赛，你可不能再这么乱来，小心被禁赛。夏木连连点头，他知道燕晴是在好心提醒自己，他其实也不想的，奈何对方给的太多了。燕晴想了想，问道：这几天有什么打算？
因为武校交流赛的缘故，学校放了一个8天的小长假，让学生们出来见见世面。月影学院和星火学院虽然都在西区，但相隔甚远，一个在最东方，一个在西北，要是没有传送阵，乘魔力飞艇都得要上小半天。难得来一次，自然是不可能马上回去的，大多数学生都会选择在当地游览一番。开一次大型传送门可是很烧钱的，一年也就这么几次能免费蹭的机会，当然得好好珍惜。先去拿冠军的奖励吧。夏木老老实实的回答道。真是个小财迷。燕晴微微一笑。也好，这次我们请来的高级工程师在业界可是非常有名气的，你态度好点，可以多向他提要求。谢谢校长指点。时间过得很快。第二天中午，盛大的颁奖典礼如期举办，灯光闪烁。除了精美的奖状外，前10名的选手还能领到一个随机礼盒，里面放着各种稀有的小道具。夏木打开自己的礼盒，里面是3张随机传送符、1组爆裂烟花、5瓶缓效恢复药剂、5瓶强效隐身药剂。随机传送符描述：强力而稀有的魔法道具，需要谨慎使用。效果：使用后随机传送至半径100米内的任意位置，不会被卡进墙体。冷却时间1小时。爆裂烟花描述：一点即爆的烟花，你甚至不需要用火。效果：使用后喷射出绚丽灿烂的花火，可当信号弹使用。冷却时间5分钟，请勿对准人脸，否则将造成伤害。缓效恢复药剂描述：使用后每5秒恢复10点生命值、10点法力值，持续15分钟，不可叠加。总体来说还不错。夏木只是大致扫了一眼，便放回背包。对他来说，滑翔翼才是重点。燕校长其实刚开始没有说清楚，只有交流赛的第1名才能资格向高级工程师定制滑翔翼。第2和第3名拿到的滑翔翼，虽然比校园卖的好上一些，但没有那么值钱。夏木瞥了一眼，凯西手持一副精美的滑翔翼，上面的图案像一只飘逸的彩色巨鹰，大气而华丽。王超润的则相对小一些，如同一片漂浮的薄云。他的心情略显激动，有了这个后，自己就能体验一下飞翔的感觉了。当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飞，首先得找一处悬崖或高点才行。颁奖典礼一结束，夏木便迫不及待地跟在燕校长身后，去找那位高级工程师定制属于自己的滑翔翼。骆校长请来的高级工程师名叫徐璐，是个笑眯眯的胖子，看上去很面善。听完夏木的诉求后，这位胖哥微微一笑：你的意思是外表普通，但性能要顶配，对吧？夏木点点头。可以是可以，这倒是省我事儿了。徐璐淡淡开口。不过我这边材料都是固定的，所以外表好不好看，滑翔翼的性能都一样，你确定不要外观吗？夏木犹豫片刻，问道：性能真的没法提高了吗？徐璐倒是没有不耐烦，他笑呵呵地解释道：能加是能加，但我目前只能提供这么多材料，要是你能够找你们校长要到些合适的稀有材料，我可以帮你融合进去。您稍等。夏木眼睛一亮，他打了声招呼，转身就走。过了不一会，他兴奋地跑了回来，从背包中掏出幻彩蛇皮和魔力法球，递给徐璐。您看看这2个材料可以吗？特殊材料，好东西啊。徐璐抬起头，诧异地看了他一眼。你和燕校长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夏木敏锐地注意到，在提及燕校长时，这个胖子的语气有些细微的不自然，亲昵了很多，仿佛带着一丝羞涩和崇拜。他眼珠一转，嘴角微微勾起，表情逐渐变得纯真。徐哥，不瞒您说，燕校长是我姑奶奶的朋友，平时对我很照顾。对了，来的路上他还提过您。闻言，徐璐顿时精神了，有些紧张地问道：那个夏同学，他都说什么了？哦，他说您是他的旧识，让我礼貌一些。夏木装出一副回忆的样子。好像还说您是位声名赫赫的高级工程师，对每个作品都精益求精。徐璐不由傻笑起来。嘿嘿，那是自然。既然是燕校长的晚辈，那咱也不能小气了不是？小夏，我这里正好有些用不上的材料，就当是给你的见面礼了。第87章，将愉悦进行到底。徐叔，魔力法球也能用来做滑翔翼吗？夏木有些好奇地问道。虽说洞察术显示这东西应该用来做法杖，但工程职业可是万金油，啥材料都能用上，而且滑翔翼也是要靠魔力催动的。那可不，我跟你说，别和外面那群蠢货一样被思维局限，很多材料的描述看看就得了。遗迹大陆是个非常自由的地方，一切皆有可能。徐璐语重心长地开口道：这材料用来制作法杖才是真正的浪费，除非你能做出传承装备来，否则特殊道具和滑翔翼才是最优选择。哦，忘了你还是新生，传承装备你们老师以后应该会讲，就是可升级的装备，强度相当于同等级子装，目前只有50到59级地图有概率打到。这些姑奶奶都和我讲过。夏木乖巧地点点头，努力维持着人设。
他心中却是大惊。那你传承装备，怎么还会有这种破坏平衡的东西？那岂不是说自己的装备优势很可能会被那些豪门子弟直接抹平？要知道，很多强大的高等级职业者内心还是希望留下子嗣传承的，若是某天丧生一技，好歹能有些个来祭奠的人。不过听徐璐的语气，传承装备好像非常稀少，这倒是勉强还能接受，至少武校里面基本不会出现拥有这种装备的学员。哦，我倒是忘了你家学员员。徐璐一拍脑袋，好的，你等5天后来取吧，我要好好想想该怎么融合。燕校长的这2样材料还真是有点难住我了。谢谢徐叔。夏木一脸真诚，不过你也不必太过费心，就算少加1、2样材料，那也是精品中的精品。哎，那怎么能行？徐璐连连摆手，你小子就放100个心吧，你徐叔出手必是精品。徐叔牛啊！夏木思索片刻，有些不好意思补了一句，那个徐叔，其实燕校长叮嘱我不要在外面乱说的，我也是看您比较亲切，一时才。哈，你小子现在知道怕了。徐璐愈发觉得夏木顺眼起来，我到时可得跟燕青姐好好说道，让你长长教训，省得替他招惹麻烦。徐叔，别啊！听到这句话，夏木放心了，这胖哥还怪可爱的。辞别了工程大师徐璐，夏木来到顾学长的小吃摊，简陋的圆桌上摆满了香气飘飘的菜肴，雨堂正笑靥如花地冲他招手。夏哥，这里。苏林3人也在，此时纷纷投来视线，连摊主顾凡都多看了他几眼，显然是清楚这位交流赛冠军的光辉事迹。哟，这不是我们的夏魔王吗？雪衣娇笑一声，美眸中满是好奇。陈东也苦笑摇头，仿佛第一次认识他一般。夏学弟，你这友谊赛，我们有点接不住啊。他想起自己当初不断传授比赛经验，鼓励对方的场景，顿时有些尴尬。学长学姐说笑了，只是运气而已，要不是擂台赛的设计，我很难拿到冠军。夏木大大方方地坐在椅子上，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苏林气鼓鼓地盯着他，夏同学，先不说这些，你才是那个卖给我们戒指的人，对吧？他已经问过，王宇轩肯定不是那个人。什么戒指？夏木装出一副茫然的样子，他相信雨堂是绝对不会透露的。算了，没什么。苏林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他其实也只是猜测，毕竟夏木等级低，又没有什么进攻手段，确实不像是雨堂口中那个下过一计的朋友。不过真有这种巧合吗？苏林不清楚，反正他觉得眼前的小学弟很不简单。哎，夏学弟，你那个特殊技能，要不也让我也体验体验？陈东舔着脸凑了过来，他揽着夏木的肩膀，笑嘻嘻地说道：我今天也想愉悦一下。比赛结束，愉悦牧师的威名传遍武校，看完比赛的都脸红心跳，但又不自觉会产生些好奇之心。就在这里。学长你认真的？夏木心中一震，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要求。噗，雨堂嘴里的饮料直接喷了出来，连连咳嗽。这不是想长长见识吗？再者说，只要学弟你手下留情，不就没事了？陈东挤眉弄眼。那好吧。夏木抬手给对方挂了层真言术，陈东一个哆嗦，满脸享受的赞叹道：名不虚传啊。阿玲、雪衣，你们要不要也来试试？很舒服的，陈东笑着说道。你个猥琐男，去死！雪衣红着脸说道，不过他心中却是有些异动。苏林也一脸抗拒。见状，雨堂笑着劝道：学姐不用担心的，一开始其实跟泡温泉一样，没太大感觉。真的吗？雪衣眼睛一亮，泡温泉可是他的最爱。真的？那夏学弟，要不……雪衣转过脸，声音有些扭捏，他实在不好意思。一旁的陈东不乐意了：雪衣你这也太双标了吧，凭什么雨堂学弟开口你就乐意，我说就成了猥琐男？你说清楚，你有人家雨堂学弟可爱吗？雪衣理直气壮。陈东哑口无言，他瞥了雨堂一眼，顿时红着脸转移视线。夏木笑着给雪衣和苏林挂了个真言术，两女顿时俏脸泛红，掩着嘴不敢说话。夏木给自己也刷上一发，扭头望向雨堂，有点像在散烟。可能是因为刷的太多，身体产生了抗性，现在只要效果在10层以下，夏木的动作都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嗨嗨，老夏，我就不用了。雨堂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他仿佛回想起某段惨痛的回忆。夏学弟，他不要我要，再加点效果。陈东明显已经愉悦起来了。哦，夏木嘴角勾起，手中微光不断闪烁。没问题的，学长。哎，等等，我还没准备好，太快了，你先停一下啊！陈东大惊失色，感觉身体像是被通了电一般，爽到无法呼吸。他好像已经明白台上那些选手是怎么输的了。不好意思学长，刚才忘记说了，这技能有时候不受我控制。夏木暗中使唤，他假装拼命按住右手，
但白光却依旧在指缝间闪个不停。既然陈学长主动凑上来，他恰好可以借此机会绝了其他学员的念想，省得到时人人找他刷技能。愉悦可是有代价的。敖学弟，你怎么不早说？救命啊！陈东望着周围朝他指指点点的学员们，眼中满是羞耻与绝望。不多时，他像是一滩烂泥般软倒在地上，深陷愉悦之中。第88章裁缝。古博士，你说这又是何必呢？昏暗的房间内，一名头戴鸭舌帽的黑袍男子缓缓开口，他嘴里叼着半截燃烧着的烟卷，细长的烟雾在空中缭绕，浅灰色的长发如瀑布般垂落下来，挡住右耳处那枚镶嵌着宝石的蛇形坠饰，显得神秘和诡异。墙角，一位面容沧桑的男子被铁链牢牢锁住，他衣衫褴褛，浑身像是被利器切割过一般，伤痕累累，皮开肉绽，暗红色的血液逐渐凝结。他的呼吸急促而粗重，显然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黑袍男子走近，一把抓住他的头发，猛然向上抬起，他的嘴角勾起一个残忍的笑容。博士，你可要想清楚，这里的消息已经被我封锁，若是再拖上一段时间，你们可就都没有复活的机会了。爸爸，爸爸！不远处，一个5、6岁的女孩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模糊的视线逐渐变得清晰。古明望着倒在血泊中的妻子和2个孩子，心如刀割。他内心的防线终于被击破。东西可以给你们，但你得先把我的妻子和孩子放了。你当我傻吗？黑袍男子不屑地瞥了他一眼，他抬起手中的长刀，轻轻一挥，锋锐的刀芒从小女孩脖颈划过，害怕和恐惧的抽泣声戛然而止。你，古明目眦欲裂，他疯狂挣扎着，但身上缠绕着的诡异锁链就像活物一般，无法摆脱。哼，这下安静多了。黑袍男子淡漠地转过脸，我只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交出那东西，或者死。古明紧紧咬着牙齿，他痛苦地闭上双眼，泪流满面。那几张图纸要是落到这群人手里，绝对会是一场灾难。但现在的他已经管不了太多了，他没有选择。不多时，一位头戴鸭舌帽的黑衣男子从阔气的庭院中走出，灰发下的眼眸中闪动着一丝嘲弄的笑意。永别了，博士。他把玩了一阵手中精美的小匣子，随手将其放入背包，闲庭信步般的朝门外走去。弑神装甲启动，开启跃迁模式。随着男子的话音落下，一艘漆黑的迷你战舰轻轻降落在他的身前，阳光透过云隙洒下来，舰身上的金属呈现出迷人的光泽。黑衣男子毫不犹豫，径直钻入主控舱，随着战舰一同穿越虚空，消失在苍穹之间。剑身如黑色幽魂般划过天际，留下一道神秘而深邃的光影。轰！在先前的庭院内，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骤然响起，碎石飞溅，火光如潮水般漫向天空。神州联盟监察部，何主任来回踱着步，一脸焦急。古博士已经失踪36个小时，他肯定是出事了。继续追查。一位冷面帅哥淡淡开口。先锁定方圆10公里的区域，对方跑不远。一旁有人轻叹一声：哎，那家伙刚愎自用，非得把密匣带回去研究，现在好了，惹祸上身。现在不是说风凉话的时候，得赶紧想办法救人才对。身材瘦削的副主任扶了扶银色的镜框，开口道。就在这时，大门被迅速推开，一人气喘吁吁道：报告，主任，我们查到了，5分钟前有一架未登记的战舰从监测地点升空，正在锁定位置。柳部长已经去追了，让我过来通报一声。另外，他犹豫了一下，不忍地开口道：区域内几所豪宅接连发生剧烈爆炸，火势非常大，我们怀疑古博士一家就在其中。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搜查爆炸区域啊！何主任腾的一下站了起来，情绪激动。尸体要是被烧毁的话，人可就没法复活了。他想了想，又觉得哪里有些不对，连忙叫住那名年轻人，提醒道：等等，让去的人小心一些，敌人可能还有同伙。是。冷面帅哥抬头望向天空，眼神中略带担忧。柳倩这丫头实在太冲动，连那人的信息都没摸清楚就追，真以为打赢几场联赛就无敌了。他跟众人简单打了声招呼，身形瞬间消失在大厅之中。窗外晴空万里，一位神情干练的短发女子迅速完成信息登记，随后来到摩天大楼顶部的一片空旷区域。这里风景绝佳，可以俯瞰整座城市。微风拂过每一根发梢，衬托出女子从容而自信的气质。此时柳倩神色凝重，她抬头望向追踪显示的方位，轻喝一声：星穹启动。随着蔚蓝色的光晕在虚空中荡漾，一艘神秘而华丽的战舰陡然出现在女子的身前，静静地等待着她的下一道指令。哇，夏哥，这衣服好帅啊！雨堂看向一处颇为冷清的摊位，两眼放光。武校交流赛虽然结束，但热闹的氛围还在。出来摆摊的学长学姐反倒变得更多。
不仅仅是月影学院，还有其他学院的学长学姐们也来凑热闹。他们在迅速收割新生们的钱包。进入遗迹大陆的初始阶段，对新学员来说并不好熬，脆弱的面板，枯燥无聊的升级，还要随时面临各种意想不到的危险，简直如履薄冰。提前买一些装备、药水、道具肯定不是坏事，不然到时提前死出来更亏。此时，夏目和雨堂就在校园内闲逛，搜罗着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苏林等人也正好同行。陈东落在最后，他拉起帽子，耷拉着脑袋。经历过一次社死之后，他兴致奄奄，完全没有了之前的话痨劲。夏目扭头看向雨堂指的地方，轻咦一声：“这袍子确实很帅。”这件挂在最外面的帅气黑袍迎风舞动，飘逸而优雅，上面篆刻着各种华丽的图案。细腻的面料在阳光下闪烁着微光，散发出高贵与神秘的气息。哦，原来是他啊！一旁的雪衣突然出声道，显然认识摊主。雪衣姐，这是遗迹大陆的裁缝工艺吗？雨堂好奇地问道。雪衣压低声音道：“他是跟我们一届的，当初觉醒的就是裁缝职业，特别喜欢设计些奇装异服。我记得那时我和苏姐还带他打本刷材料呢。不过啊，我建议你们别去买，那家伙的东西死贵的，而且属性也不怎么样，除了耍帅，几乎毫无用处。”哦，原来如此。雨堂听完后顿时熄了买的心思，他可没多少金币，得省着点用。夏目却是突然来了兴趣，他微微一笑：“走，我们过去看一眼再说。”第89章，陈胖子。夏目等人刚走到摊位前，一个圆滚滚的身影便迎了上来，脸上堆满殷勤的笑容。苏会长，什么风把你们吹来了？他的脸颊鼓鼓的，双下巴明显，笑起来时眼睛也随之眯成了一条缝，颤动的肥肉紧贴着身体，让人难以忽视。夏目看着近乎2倍于自己的庞大身影，呼吸一滞。这 TM 是个初中生，雨堂也差点惊掉下巴。这胖子竟然是个裁缝，而且门口那些帅气十足的衣服还是他自己设计的，真是人不可貌相啊！陈胖子，好久不见！陈东终于恢复了一点精神，笑着打起了招呼。他以前可是对方的老客户。阿东，我最近可是研究了些新款式，你要不看看？呵呵，不用了。陈东有些异动，但察觉到2道监视的目光，顿时连连摆手。毕竟是有女朋友的人了，不能再穿得那么花哨。我们这次是带2位学弟过来逛逛。苏林学姐淡淡开口。陈胖子，有什么好东西都拿出来吧。好嘞。身材臃肿的摊主似乎早已习惯了这个称呼，他好奇地打量了夏目和雨堂一眼。哎，你不是那个夏目？交流赛他虽然没怎么看，但夏目这位冠军他肯定是熟悉的，毕竟对方在月影学院的名气太响，甚至有学员开始偷偷卖战斗的小视频了。夏目微笑点头，礼貌回道：“陈学长好。”“你好，你好。”陈胖子伸手跟他握了握，又瞥向一旁的雨堂，只多看了一眼，他就红着脸扭过头：“嗨嗨，这位小学弟，你要不在我这买个面具，把魅力收一收？”好歹是看过比赛的，他对雨堂也不陌生，不过近距离看，对方的脸庞似乎更加精致秀美。面具？雨堂闻言兴奋起来。好啊，陈老板，你先拿出来看看。他一开口，立刻让陈老板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违和感。他咽了口唾沫，扭动着肥硕的身躯向里走去。不得不说，这里售卖的品类还挺齐全的，从衣服到鞋子几乎都有，都是不假。品级方面，大多是绿装，还混杂着几件属性普通的蓝装，主要样式非常独特新颖。制造类职业在获得遗迹中的图纸后，都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和改换，非常自由。陈胖子学长一看就是在设计上下过苦功的，那些服饰光摆放在那里，就让人有种强烈的购买欲。夏目朝旁边扫了眼，骚包的弓箭手学长已经满眼放光，恨不得全都是穿一番。苏林2女也忍不住多看了几眼，一段日子不见，陈胖子的手艺似乎又有精进。哇，这面具好漂亮啊！雨堂大呼小叫，他从柜台上拿起一个小巧的半脸面具戴上，回头笑道：“你们看这个怎么样？淡银色的半脸面具犹如一轮悬挂夜空中的明月，线条细腻柔和，银光在其表面轻轻闪烁，仿佛透着一丝神秘的韵味。配上少年明亮动人的眼眸，如同一只狡黠微笑的狐狸，好漂亮啊！”雪衣和苏林都被迷住了。陈东和胖子同时转头，生怕道心不稳。雨堂又挑拣了一番，似乎还是对这个银狐面具最满意。嘿嘿，我觉得不错，陈哥，这面具多少钱？陈胖子想了想，伸出5根手指：“第一次来，给你打6折吧，50金币。”雨堂，打6折还要50金，难怪雪衣学姐不建议自己来。这面具是纯装饰类道具，根本不加任何属性，要不是制作太精美，5金币都嫌贵。你这黑商就不能便宜点吗？雪衣试图帮忙砍价。你是不知道，
这面具有多难做？当初为了设计这个款式，我可是苦思冥想好几周的。陈胖子一脸委屈，50斤已经是成本价了，换别人我还不卖呢。一口价25金币怎么样？姑奶奶，哪有开口砍一半的？真不行。陈胖子眼珠一转，再次看向雨堂。雨学弟，你看这面具多适合你啊！要是没那么多金币的话，我们也可以分期付款的。胖子，你别坑人，这面具根本值不了这么多。苏林和陈东也帮腔道：谁说的？这可是我的心血。30金币，不行，就50金币，没得商量。夏木见胖子一副倔强到底的样子，不由轻笑一声：哪有这么做生意的？上来一口价喊死。不过这些东西是倒是真不错。他也走了过去，翻看着桌上的一叠面具，大部分都是女士的，这胖子很懂啊。银月之舞、黎明花雨、星辰启梦、双韵妖姬。雨堂刚才挑的就是银月之舞，算是偏中性的面具，样式看上去最为精美华丽。夏木突然看向柜台的一侧，简陋的玻璃柜中单独摆放着几个不太一样的面具。黑翼幽灵，描述：戴上后略微提升气质。神秘幻影，装备：全属性+1，梦幻轻怀。装备：智力+3，精神+3。夏木瞳孔微缩，他一眼就看中了最左边的黑色面具——黑翼幽灵。这款面具上覆盖着精致的魔法纹路和雕刻，仿佛一条条透明的血线，既神秘又威严，散发出不可捉摸的魅力和威严。尤其是眼部的设计，深邃而锐利，呈现出一种幽灵般的存在感。陈学长，那个怎么卖？夏木突然开口问道。陈胖子一怔，他笑呵呵地说道：不愧是交流赛的冠军，学弟眼光真是毒辣。那几张面具可是我的镇店之宝，不过价格嘛……他想了想，伸出5根手指，又收回来2根。300金币，看上哪个了？学弟，我跟你说，就你这副长相，面具一戴，出去情书绝对收到手软。吃，雪衣不屑地开口道。陈胖子，你镇店之宝到底有多少个？也不知道换个新鲜点的词。夏学弟，面具秘境副本里有掉落的，顶多样式比这个差些而已，现在这阶段根本用不着买。这怎么能一样呢？我这可是精品中的精品，每个样式都是绝版好吧？胖子狡辩道。是，不就是模板随机生成吗？当然碰不到一样的。雪衣直接拆台。你胖子气急败坏，这女人怎么老针对他？不就是当初卖衣服时要价稍微高了那么一点吗？当然，那时他好像一个不小心暴露了低廉的材料价格，但作为一个制造类职业，总得有点职业的傲气吧。再说了，他可是未来的裁缝大师，设计费和手工费不能低。对，这很合理。300金币，我买了。夏木略作思索，直接开口道。他懒得和陈胖子扯皮，这家伙一看就是那种油盐不进的类型。不行，我跟你说，少1分。陈胖子说到一半，突然反应过来，一脸震惊地望向夏木。你刚才说什么？身后的众人齐齐投来目光，似乎有些不敢置信。一个新生，哪来这么多金币？口说无凭。夏木爽快地交易了300金币。看着被惊喜砸晕的陈胖子，夏木微微一笑，上前压低声音道：陈学长，不知道你这里有没有那种特殊的衣服？第90章湖心危机。走出陈胖子的裁缝店，雨堂一脸不可思议。夏哥，你到底买了多少东西？刚才那个抠门的陈胖子笑得跟个弥勒佛似的，跟夏木勾肩搭背，最后居然还把银月之舞直接送给了自己，这让陈东等人直呼神奇。铁公鸡拔毛，难得一见啊！没买什么，一个小订单而已。夏木微微一笑，并没有多解释。呵，夏学弟还真是神秘。雪衣拢了拢额前的秀发，嫣然笑道：好了，剩下的时间你们2个自己玩去吧，月影学院附近好玩的景点可是很多的，还有繁星竞技场，有问题随时联系。学姐，你们不一起吗？雨堂不舍地问道。我们准备去遗迹大陆。陈东打了个哈欠，懒洋洋地说道。离大考还有段时间，得保持状态才行。小雨堂，下次有机会记得来找我们玩，毕业前还能带你升级。那个什么，夏学弟也可以。他瞥了眼夏木，欲言又止。谢谢学长。还未等陈东说完，夏木欣然接受。虽然我没什么伤害，但加血很厉害的。嗨，算了，你就不必来了。陈东捂脸，要是夏木进了队伍，他都分不清楚对方到底是跟自己一伙的，还是跟怪一伙的。哈哈哈！苏林和雪衣回想起刚才陈东的窘态，顿时笑了起来。还真是难得见这话痨吃瘪。辞别了苏林学姐等人，夏木和雨堂选择离开月影学院。校园外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和十字交错的道路，充斥着虚幻和浓浓的科技感，令人颇为震撼。比起星火学院外的景象，少了一层烟火气。
透过闪烁着晶莹光亮的玻璃橱窗，可以看到各种新奇的遗迹造物、套装、武器、机械制品、特殊道具。大多数店铺都是为职业者开启的，比起校园内的小摊，种类更加丰富，但同时价格也要高昂许多。雨堂看花了眼，他突然惊叫一声，指着最前方的圆拱形建筑，脸上满是兴奋。夏哥，那就是繁星竞技场吗？竞技场是职业者证明自己实力的地方，也是快速博取名利和财富的地方。每年都有不计其数的职业者走上这条充满鲜花与荆棘的道路，如果被某些大战队看上，便能一举成为耀眼的明星。繁星竞技场是神州最为知名的竞技场，也被称为学员竞技场。因为这里注册的成员大多是知名院校的学生，所以氛围和谐，很少有残酷的生死斗。据说神州官方和各大组织都派人在竞技场驻守，他们会挑选一些有潜力的职业者进行培养，参加各种大赛。不过眼前的繁星竞技场应该只有30级以下的对决，更高级的比赛得去中区的主赛场看。夏目抬头望向高耸的圆顶，若有所思。竞技场的比赛形式一般分为2v2、3v3 和5v5，覆盖全等级。要申请最强的那几所院校，竞技场是必须要打的，而且排名还得达到一定要求。当然，因为怕某些学生浑水摸鱼，大多数高校只看2v2的排名。毕竟若是5v5，有些配合默契的强队，4人也能杀穿对手。夏哥，要不去玩2把？雨堂怂恿道。我跟你说，有我顶着，绝对嘎嘎乱杀。算了吧。夏目没好气地瞥了他一眼，这家伙心里一向没数的。竞技场可不只有新学员，而是面对所有9级职业者开放，有些卡等级的职业者属性高的离谱。他才进过一次遗迹大陆，装备大多都是垃圾，而且还有280个自由属性点没获取。现在去竞技场实在太早。好吧。雨堂无奈，他望着矗立在城区中央的繁星竞技场，眼眸中闪闪发亮。迟早有一天，他也要站在竞技场的顶峰，成为不败的传说。接下来两人又打卡净月湖，花费2枚金币租了艘高级快艇泛舟湖心。落日下的余晖洒在澄澈的湖面上，波光潋滟，仿佛映照着一轮轮美丽的圆月。夏目悠闲地靠在船头，享受着和煦的微风和河面的清新气息，心旷神怡。他望着碧蓝的天穹，怔怔出神，不知道遗迹大陆的各个世界又是怎样一番光景。上次几乎全程都在探索遗迹，而且永夜石林那个阴气沉沉的鬼地方也没什么可逛的。夏哥，待会我们去哪里玩好呢？雨堂开着租来的小艇在湖面横冲直撞，周围4溅的白色水花沾湿了他的发丝和秀美的脸庞。都行，你决定吧。夏目懒得思考。好嘞，那我们……就在雨堂兴奋的规划行程时，夏目眼神突然一凝。那是什么？只见晴朗无垠的天穹中，2个追逐的黑点在视线中逐渐放大。雨堂突然惊呼：卧槽，夏哥，你快看群消息，老师连发好几条消息，让我们赶紧回学校。可是租艇的时间还没到呢，要不再玩会？夏目瞬间联想到了什么，他一个翻身从船头爬起，淡淡开口道：你先坐旁边去，换我来开。第91章速度与激情。发生什么事了？雨堂看着夏目略显严肃的表情，顿时觉得有些不妙。他连忙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两人之间向来默契十足。夏目摇摇头，我暂时也不清楚。他熟悉了一下快艇的操作模式，直接将限速装置拔掉。哎，夏哥，你要干什么？雨堂乖乖系好安全带，一脸吃惊地望着夏目。他记得工作人员曾特意提醒过，这个装置是他们紧急救援时用的，不能随便乱拔，否则要扣钱。就在这时，远处陡然响起刺耳的警报声。雨堂惊奇地看到城市中小型防护罩如同燎原的星火般不断亮起，随后一束束耀眼的光波蓦然向高空激射而去。轰！恐怖的爆炸自天空席卷，紧接着如同烟花般灿烂的流弹自高空中倾泻而下。40级以上的职业者，雨堂人都吓傻了。别看他们敢在艳情面前嘻嘻哈哈，但高级职业者的恐怖那是普通人无法想象的。他们战斗起来，恐怕连天地都要变色。咻！清脆的啼鸣声响起，火红色的华丽身影在城市的上空骤然舒展，修长的羽毛流转着迷人的色彩。那是一只类似凤凰般的生物，上面静静坐着一道优雅的身影。虽然看不清模样，但夏目清楚，他们的校长出手了。燕晴蓦然抬起手中的法杖，指向天空，华丽而耀眼的法球上，火元素在不断跳跃编织。流星火雨，密集的火雨自他周身席卷向上，将天空中的流弹淹没。恐怖的冲击波在头顶扩散开来，建筑群安然无恙。街道上，店铺内，学员们仰头望天，眼中闪烁着震惊和崇拜。要死了，要死了！雨堂看着快要降临湖面的零星流弹，瑟瑟发抖。谁来帮我们挡一下？求求了！
他们的位置比较偏，又在湖中央，想跑都没法跑。早知如此，他肯定会安安分分地待在城区。MD， 谁知道会有职业者搞恐怖袭击啊？还偏偏在他们出来玩的时候，周围传来一阵惊恐的尖叫声，湖面上的一艘快艇疯狂冲向岸边，只恨速度不够快，万一被炸得尸骨无存，连复活都是种奢望。可惜湖畔也处在榴弹的覆盖范围内，根本无从躲避。夏目眼瞳中倒映着漫天的火焰轨迹，神色平静。跟学校报备了吗？雨堂连忙点点头，他咽了口唾沫。夏哥，要不我们一起跳湖算了，虽然……不用。夏目淡然开口。放心，我有办法。你抓紧，我待会没办法分心。喂，你要干嘛？雨堂已经猜到他想要做什么，神色惊恐。相信我的传记。等等，这不是相不相信的问题啊。夏目没有回答，他一踩油门，这艘迷你小艇就像一支离弦的箭般射出，加速再加速，狂风裹挟着水流从顶棚灌入。第一颗榴弹在前方不远处落下，平静的湖面上猛然掀起数米高的巨大波浪。夏目迅速甩动方向盘，整艘快艇仿佛在跳舞一样，开始在湖面上螺旋走位，忽左忽右，忽上忽下，穿梭在爆炸与浪潮之中，像一只优雅的海燕。砰砰，一颗颗榴弹落在小艇周围，掀起的浪潮差点将其打翻。啊！雨堂衣服已经湿透，他惊魂未定。哇，老夏，好刺激！此时他已经没有开始那么害怕了。以夏目那恐怖的反应和计算，避开这些榴弹或许真不是什么难事。夏目优雅一甩方向盘。是吗？待会还有更刺激的。啊！望着近在咫尺的榴弹，雨堂的心已经提到嗓子眼了。他死死抓着头顶的扶手，感觉胃里在翻腾。水雾弥漫，夏目全然不敢眨眼。他再次一个大角度转向，快艇在水面划出一道完美的圆弧，避开了剧烈的爆炸和冲击，随后沿着卷起的波涛迅速攀升，从顶点处直接飞了出去。空气中，晶莹的水中仿佛定格在了这一秒。身后数枚榴弹砸下，恐怖的冲击力将快艇推出去很远，像还在飞。水波中，几艘没来得及躲开的小艇瞬间化为残骸。砰！快艇砸落在翻卷的水面上，迅速凹陷下去，两人差点直接被甩出座位。因为余波的殃及，夏目的血量掉了一小截，好在问题不大。看着天空逐渐消失的阴影，他不由松了口气。好险！哦，雨堂趴在窗户旁大吐特吐，似乎要把胃都一起吐出来。他好不容易缓过来，整个人瘫倒在座位上，震惊地望向一旁的夏目。老夏，你这都不难受的吗？哦，还好。夏目也觉得稍有些头晕，不过刚才注意力太集中，他倒是没有特别明显的不适感。成长院之前有开放过模拟驾驶舱，他已经能适应在极端环境中的飙车。小艇慢悠悠地驶向岸边，湖畔周围人多了起来，似乎都在讨论刚才发生的事件。小伙子，你们没事吧？几位工作人员看到两人平安归来，顿时围拢过来。没事儿，我们运气好，刚才离爆炸比较远。夏目一脸受到惊吓的表情。船有点破损，没关系吧？人没事就好，这是你们的押金，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避避吧，刚才太吓人了。谢谢。夏目和雨堂还了船，迅速向外溜去。很快，一名工作人员惊呼道：你们看，这快艇后面怎么都被炸空了？我们没事，现在就回来。雨堂挂掉电话，松了口气。是班主任打来的，生怕两人出事。刚才雨堂说他们在净月湖时，他已经亲自赶来救援了。这都什么事吗？看着焦痕遍布的街道，雨堂皱眉开口：咱们西区已经很多年没出现过袭击城市的事件了吧？高级职业者杀伤力太大，严禁在现实世界随意出手，一经发现立马会被挂上通缉名单。这是神州联盟一致通过的提案，即便那人实力再强，也难逃制裁。可能是其他区的职业者。夏目摩挲着下巴分析道：看样子像是被什么人追赶着，所以孤注一掷了吗？夏哥，你怎么知道？雨堂一脸好奇。猜的，我看不像，他就是在针对未来的神州第一骑士。呵呵，你想多了。与此同时，燕晴等人看着那张通缉名单，脸色难看。银蛇，男，49级阴影刺客，隶属于深渊教团，代号狂影，身上携带重要物品，请各区协助抓捕。哼，区区一个49级的刺客，居然敢当众挑衅月影区，深渊教团疯了吗？陶莲冷哼一声：我这就去把他抓来。燕晴轻声道：陶笑，你先等等，咱们保护学生要紧，对方若真想藏起来，一时半会也不好找，这种事还是让专业人士来吧。洛飞羽思索片刻，也跟着补充道：秦姐说的对，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保护学生，顺便控制住周围所有传送门，别让他轻易逃走。有理，我们几个去传送门那守着。陶莲点头。
燕校长、骆校长，我们的学生就拜托你们照看了。放心。骆飞宇优雅一笑，我已经让老师们在学校各处布下反引装置，他来就是自投罗网。第92章交手。因为刚才发生的爆炸袭击，街道上人少了许多，几乎看不见学员们的身影，应该都收到消息了。夏木和雨堂也在往校园赶，只是刚走到半途，夏木突然瞥见一道高挑修长的身影在街角闪过，他背后的剑鞘模样很特别，像是一轮弯月，好熟悉，自己似乎在高级竞技场的录像中见过这种形状的剑鞘，不过有点记不清了，应该是一位不太知名的选手。不过他怎么会突然跑到西区来，还刚好出现在月影学院附近？夏木心中一紧，对方莫非就是那个追击者？毕竟月影区也不是什么有名的度假点，中区的高级职业者很少会来，这种巧合明显不太合理。既然他出现在这里，那就说明……他脑海中快速勾勒出月影城区的地图，可惜刚才雨堂研究的时候，他只是随意扫了两眼，略有印象，所以顶多能记个七七八八。这地段应该是商业区，店铺林立，而且岔道很多，地形复杂，确实适合躲藏。而且那位袭击者如此猖狂，大概率是个能隐身的职业，不太妙。虽然无冤无仇，对方不见得会袭击他们，但防一手总是没错的。看着周围愈发稀少的人流，夏木思索片刻，沉声道：“我们分开走。”啊！雨堂脸色发白，夏哥，你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我感觉有些不太对。这几瓶强效隐身药剂你带着，待会直接往东边走，在第一个路口右拐。夏木认真叮嘱道：“记得保持冷静，别乱回头。”那你呢？雨堂一脸担忧。我不会有事的，放心。夏木神色自若，保持联系，咱们学校见。雨堂没有废话，不过他才走了2步，就突然停住，然后四处打量，一副紧张兮兮的样子。怎么了？夏木有些疑惑，难道对方也有所发现？雨堂转过头，有些尴尬地问道：“嗨嗨，夏哥，我问个问题，东是哪边？”夏木望着雨堂离去的背影，夏木的眼神陡然变得深邃，他调转方向，朝着另一侧走去，正是刚才那位神秘女子消失的位置。这种大热闹，怎么少得了他呢？他夏木可不是什么忍气吞声的人，刚才胡姓的流弹之仇必须得报。显影之城，一处偏僻的楼道，柳倩眉头一挑，侧身将手中的粉末挥出，墙角漫天飞舞的粉尘勾勒出一道黑袍身影。他脸色难看，手持2柄短剑朝短发女子攻来。柳倩，你不要欺人太甚。银蛇心中烦躁，对方就跟个橡皮糖一样，始终黏着自己，怎么也无法甩脱。侦查部的特殊道具吗？月影区强者众多，弑神装甲又被直接打烂，他必须赶紧找到能用的传送门才行。柳倩丝毫不慌，她眼中闪烁着炽热的战意。心眼破，弯月形的长剑骤然出鞘，化为一道月华斩向银蛇。银蛇抬剑格挡，月光在短剑上绽放，随后骤然破碎，消失在银蛇的视线中。他只觉得背后一疼，身体陷入僵直。负2920，迟缓，麻痹。糟糕！银蛇额头沁出冷汗。眼前这个女人是49级的剑术大师，他原以为自己就算打不过，也能轻易逃脱，但现在看来是自己想简单了。竞技场的王牌选手果然强得离谱，他连自己什么时候中招的都不清楚。不过退缩可不是深渊教团的风格。银蛇一咬牙，选择嗑药硬拼，他开启急速奔跑，身形如风般冲向不远处的短发女子。数道剑影悬在柳倩身后，他手持银白色的奇怪剑气，轻轻一挥，斩月裂空。密布的剑影将银蛇包裹，仿佛生成了一片银色的剑光领域。负999，负999，负999 ，miss miss。银蛇见势不妙，直接开启暗影斗篷，将闪避拉满。死亡标记，幻影迷踪，影无斩。四周出现了无数个银蛇的身影，他们手中的短剑如同一条条是舞动的毒蛇，朝中心处的柳倩窜去。谁知女子脚步轻滑，优雅转身。他目光中满是自信，竟无视了周围的人影，抬剑横挡在前方。叮！格挡！格挡！银蛇瞳孔骤然一缩，他的幻影竟然被看穿了。不过他反应迅速，手中短剑猛然向上一挑，一道森冷的寒光划过女子白皙的脖颈。割喉！负3280，弱点攻击。负200，流血。一击得手，他终于找回了自信，准备继续近身缠斗。阴影刺客的爆发可是很高的。柳倩嘴角微微勾起，对方似乎太着急了，没有注意到暗影斗篷的效果已经结束。影刃附魂，随着银色的剑光闪过，柳倩身后的飞剑直接扎入银蛇的影子中，让他动弹不得。
柳倩后撤一步，高举起长剑，破晓之剑，天罚！黑袍男子仰起头，阴沉的眼眸中闪过一丝微不可察的惊恐。负9999，暴击！炽烈的十字剑芒闪过，将地面轰出一片巨大的坑洞，银蛇的身影蓦然消失在了原地，踪迹全无。第93章，您的好友夏影帝已上线。嗨嗨！一片烟尘中，银蛇缓缓起身，她的脸色十分难看。这女人很强，单挑的话，她完全不是对手。无奈下，只能利用保命道具传送走。她灌下一瓶恢复药剂，开始环顾四周。传送的位置非常好，这里应该是某个大型商场的安全通道，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光线昏暗。透过门缝的光亮，可以隐约看到外面走动的人影，声音略显嘈杂。银蛇简单瞥了眼信息，毫不犹豫地将身上的通讯装置丢在地上，一脚踩碎。他严重怀疑监察部的人就是靠这种方式定位他的。当务之急是跟组织派来的人取得联系，把资料送出去。到时只要教团的人宣布得手，对方的目光肯定会跟着转移，他就彻底安全了。银蛇压低帽檐，刚准备走出去混入人群，突然间他目光微微下移，瞳孔骤然一缩。这是墙壁边缘一个奇怪而诡异的血印，在昏暗的光线下格外清晰。组织的记号。深渊教团中大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标记和代号，因为成员间很少碰面，他也无法认全所有标记。不过应该没人敢冒充。银蛇不动声色地走了过去，用手轻轻在墙上一抹，印记很新鲜，人应该没有走远。银蛇略作伪装，然后利用开锁技能轻巧地撬开安全门，大大方方地走了出去。商场里全是普通人和低阶职业者，就算被发现也没人敢在这里动手，况且他还有几个保命道具。刚走两步，银蛇就发现远处的墙壁边缘有个模糊的血印，他的嘴角微微勾起，看来对方也知道自己的通讯被盯上了，很聪明的做法。他双手插兜，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混迹在商场的顾客之中，沿着印记符号向前追去。妈妈，我要上厕所！一个小男孩奶声奶气地说道。乖，这里在维修，我们去楼上。母亲劝慰道。听到这对母子的对话，靠在墙后的银蛇眼神微微一动。等两人走后，他犹豫片刻，大摇大摆地走向挂着维修标牌的卫生间。这里是商场的角落，头顶的监控装置似乎早已经被破坏，不出意外的话，组织接应的人就在里面了。深渊教团的人都是一帮疯子，难得碰到如此谨慎的成员，倒是有点意思。银蛇没有多想，不管怎么样，早点完成任务，他也能轻松一些。他才刚从转角进去，一道冰冷刺骨的声音骤然在耳旁响起，让人遍体生寒。东西呢？谁？银蛇吓了一跳，连忙朝一旁看去。只见不远处戴着面具的黑袍身影正平静地望着他，眼神仿佛幽深的古井，没有任何感情。黑色长袍的领口和袖口点缀着神秘的血色图案，跟刚才一路上的标记有些相似，整体的造型格外帅气，让人感受到一种无与伦比的自信和霸气。神秘男子的面具一看就不是凡品，上面覆盖着奇异的魔法纹路和雕刻，仿佛一条条透明的血线，既神秘又威严，还透着一丝丝令人惊惧的疯狂。银蛇甩了个洞察术，心中顿时一凛。黄泉，职业死灵法师，等级生命值，魔法值，等级至少差了5级，对方肯定是教团的高层。我问你，东西呢？黑袍男子再次不耐烦地问道，语气似乎有些抑制不住的狂躁。在我身上。银蛇如梦初醒，他赶紧将密匣拿出，不过他没有立刻递过去，而是小心翼翼地问道：大人，我该如何离开这里？教团是不是有别的计划？怎么离开？还需要我教你吗？黑袍人影语气森冷，眼神中仿佛透着一丝嘲弄。至于后面跟着的那个疯女人，我自会帮你处理掉。深渊教团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欺辱的。谢大人。银蛇眼睛一亮，没有柳倩的阻拦，他想离开西区可就简单多了。他思索片刻，迟疑道：那我的奖励是不是？呵呵，等你先活着离开这里再说吧。如果东西没问题，组织是不会亏待你的。戴着面具的黑袍男子随意地走了上来，一把从银蛇手中拿过密匣，随后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对了，人都处理干净了吗？与这件事相关的都已经全部被我清理掉，古博士一家应该也不再会有复活的机会。很好。神秘的黑袍人顿了顿，轻笑一声：你做得很好，孩子。可是大人，银蛇面露不甘之色，但碍于黑袍人的强势，他不敢继续多嘴，毕竟对方看着就不像是个善茬。放心，到时教团会派人来接应你的。若是那人问起，你只需要说幽冥自有黄泉渡，万般因果皆归途，他们就什么都明白了。呵呵呵，黑袍人眼瞳深邃，一脸癫狂。幽冥自有黄泉渡，银蛇念叨了2句，
恭敬道：“大人，我记住了。”“大人。”银蛇扭头一看，身后已经空无人影。对方已经瞬移走了吗？他轻轻喘了口气，只觉得身上的压力陡然一轻。跟50多级的死灵法师待一块，说不怕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反正任务也已经完成，接下来自己只要随便找个地方躲好就行。那疯女人敢追来，就是个死。银蛇嘴角勾起一丝微妙的弧度，心里美滋滋的。他已经开始期待教团的丰厚奖赏了。第94章物归原主。僻静的街角处突然刮起一阵冷风，从远处吹来的寒意穿过袖袍，带动着落叶翩翩起舞。柳倩后退2步，紧握着弯月般的长剑，目光满是凝重。阁下是何人？前方一袭宽大的黑袍在风中飘扬，漆黑而狰狞的面具上仿佛有血液在流动。神秘的黑衣人看似镇定，实则内心慌的一批。草，盲盒开的随机传送符果然不靠谱，怎么传人脸上去了？不过夏目并不想这么轻易就脱掉马甲，暴露欺诈木雕的存在，所以这场戏还得接着演下去。他扬起脸，眼神中仿佛透着一丝看破红尘的沧桑，轻蔑地反问道：“丫头，柳承志是你什么人？”骗子心理学第一课必须要先声夺人，掌握谈话节奏，尤其是在掌握信息差的情况，对方一时间很难反应过来，哪怕是聪明人。演戏和诈骗其实是一个道理，要充分带入角色，让人不由自主地相信你就是他们想看到的那个形象。夏目深谙此道，不然他也无法在鱼龙混杂的成长院混得风生水起，甚至差点走上传销头头的不归路。至于刚才提到的柳承志，是原先神州竞技队的总教练，虽然现在退下来了，但庞大的关系网还在。只要眼前的女子参加过中区的竞技场，就不太可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或许还曾受过对方的指点。当然，就算没碰见过也不碍事，夏目自有另一套说辞。阁下莫非认识爷爷？柳倩心中一惊，果然被唬住了。她望着夏目深邃如暗渊的眼眸，芳心大乱。他是怎么看出来的？难不成是爷爷的旧识？黄泉好像没听爷爷提起过这个名字啊。看他的打扮，完全不像是联盟的人，而且又是死灵法师职业。呵，夏目仔细观察着柳倩的神情，见对方刚才的话不似作伪，才放心大胆地开口道：“像，确实像啊。哎，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老柳都有孙女了。”柳倩暗中松了口气，对方既然认识爷爷，应该不会轻易朝自己出手。他黛眉微蹙，不卑不亢地问道：“敢问前辈，为何拦住在下？”毕竟一位来历不明、看不清等级的强者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而且刚巧是这个时间节点，说不怀疑那是假的。对方八成与那位狂影有关。小姑娘，再往前走你会死的。夏目嘴角微微勾起，优雅的轻抚胸口。先自我介绍一下，深渊教团黄泉。他根本没想过去打消对方的疑虑，而是选择直接引爆。骗子心理学第2课，对方的情绪越平静，就越能发现破绽，保持一定的紧张和恐惧是必要的。闻言，柳倩瞳孔骤然收缩，她握剑的手在轻微颤抖，身体绷得笔直。你是来杀我的？这完全符合他的猜测。原本是这样没错，夏目语气越来越放松，眼神也带着一丝居高临下的压迫感，完全进入了角色。不过还好你先碰到的是我。他扬起手，无比随意地将手中的银色密匣朝女子扔了过去。这是你们要的东西。骗子心理学第3课，要让对方从绝望中生出希望，这时候最能赢取信任。柳倩一脸错愕地接住密匣，大脑顿时有点转不过来。前辈，您……夏目语气陡然一沉，眼中仿佛写满了故事。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不要问，你只当从没有见过我。骗子心理学第4课，不要多言，剩下的让对方自行脑补。柳倩眼神茫然地握着精美的银色小盒，有些不知所措。对方不是深渊教团的人吗？为什么要帮自己？若只是爷爷的故交，拦住自己已经是仁至义尽，用不着做到这一步。难道说这位实力强大的黄泉前辈是联盟派至深渊教团的卧底？女子的心中仿佛有一道闪电划过。对，这样一来就全说得通了。她不暴露身份，肯定是有难言之隐，怪不得不让自己多问。前辈，你不会有事吧？柳倩眼中不由泛起一丝担忧，在心里她已经将眼前的面具男子当成一位亲近的长辈。深渊教团里可都是一帮疯子，对方现在将密匣交给自己，回去又该如何解释？夏目轻叹一声，意有所指道：只要银蛇一死，他们就怀疑不到我头上。不过丫头，你就不必再追了。好，那我先把密匣送回去。柳倩犹豫片刻，点头道：前辈可还有事情吩咐？夏目见女子收起密匣，心有那么一丝丝痛。不过没办法，一来这东西是个烫手山芋，他用不上，正好物归原主；二来女子的警惕性很高，光凭言语很难走脱。对他来说，
银狼那种人反而更好骗，因为他们弱点明显，更加自私，也更加怕死。前辈，柳倩又问了一句。夏目仿佛刚回过神，他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与痛苦。哎，丫头，若是不麻烦的话，帮我照顾下一位叫雨堂的苦命孩子，不用太刻意，每月给些生活费就行。这件事不要让其他人知道。骗子心理学第5课，适当吐露一些小秘密，拉近与对方的关系。雨堂，柳倩默念一遍，爽快答应下来。前辈放心，举手之劳罢了。他心中不禁有些疑惑，对方若真在意那个孩子，为何不自己去做呢？莫非他怕被深渊教团的其他成员发现？想到这，柳倩既心酸又欣喜，对方显然把她当自己人了。丫头，谢谢。夏目转过身，脚步微微停顿。哼，黄泉寒破若风凉，一叶扁舟渡冥乡，或许我们日后还有再见的机会。随后他故作潇洒地向道路尽头走去，似乎准备直面一场可怕的暴风雨。一定会再见的。柳倩热泪盈眶，她总觉得对方像是在交代后事。等一下，雨堂，刚才光顾着点头答应，他还没问清楚那个孩子在哪。想到这，柳倩连忙朝着那道背影消失的地方追了上去。黄泉前辈，接头人刘希书，那袭黑袍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在这时，道路旁的一位少年突然蹲在地上，发出一声惊叫：啊，有死灵！什么死灵？哪呢？几个路人顿时好奇地围了过去，却什么都没看到，最后一哄而散。柳倩的注意力一下子被死灵2字吸引，她好奇地走了过去，望着一身校服的少年，俯身问道：你刚才真看到死灵了？少年抬起头，露出一张清秀帅气的脸庞，他的眼中似乎还残留着一丝恐惧。姐姐，我发誓，绝对是真的。不用怕，他们应该没有恶意。柳倩轻轻将他拉起，顺手甩了个洞察术，眼中透着一丝疑惑。夏目，你是学生吧？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太危险了。我在找雨堂，他是我好朋友。之前爆炸时我们不小心走散了。少年声音有些发颤。哦，原来是。柳倩说到一半突然反应过来，他瞪大眼睛，音调不禁拔高几分。等等，你朋友叫什么名字？他觉得自己好像找到了黄泉前辈留下的答案。第95章发财。嗡，一辆银色的动力摩托在街道上飞驰，引擎发出阵阵嘶鸣，就像流光闪烁的箭矢。尾气在空气中划过淡淡的痕迹，周围的景象不断跳跃。我朋友回消息了。坐在后座的夏目一脸惊喜地喊道：他没事，就在学校。风灌入喉，让他的声音有些断续。哦，柳倩一个漂亮的急刹在街道旁停下，她淡淡开口道：既然这样，小同学，你一个人回去应该没问题吧？既然人已经找到，他也得赶紧把蜜夏送回去。我可以的，谢谢刘姐姐。夏目乖巧地走下来，有些艳羡地开口道：你也是学生吗？好厉害啊！见他的目光一直盯着自己的车，柳倩微微一笑，果然是小孩子呢。这辆科技感十足的稀有摩托是在20到29级地图上获取的，算是他的心爱之物，直到现在还经常使用。犹记当初自己身旁的好友同学们也是这般表情。想到这，他摇了摇头。不，姐姐已经工作了，今天只是刚好来附近购物。对了，这2天外面可能会有点乱，你好好待在学校，别让你朋友和老师担心，听到了吗？夏目连连点头。柳倩笑着摸了摸他的脑袋，装作不经意地问道：对了，小夏，你是哪所学院的学生呀？星火学院。柳倩不是西区长大的，对这里没什么印象，于是她随意道：行，那快回去吧，一路小心。谢谢姐姐。夏目挥手告别。十字路口处，他望着逐渐远去的银色摩托，神色逐渐平静下来。他双手插兜，懒洋洋地往月影学院走去。就算对方发现破绽，那也只会找上雨堂，跟他没什么关系。何况自己那蜜匣是真的。另一边，柳倩一手开车，一手拿起通讯器，语气淡漠：东西拿到了，现在就回来。还有，他停顿了一下，轻声道：老莫，帮我查一个人，西区星火学院的雨堂，对，应该是个孩子，这件事不要让其他人知道。还有，刚到月影学院大门口，夏目一眼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对方脸上满是焦虑。他沈然一笑，走了上去。夏哥，雨堂见面就是一顿输出，你 TM 干什么去了？怎么又屏蔽通讯？说好的在校门口碰面，结果对方却一去不回。雨堂想起夏目之前的话，差点以为他出事了。毕竟夏目再怎么强，也不可能是高级职业者的对手，估计一个照面尸体都得凉透。不好意思，刚才碰到个熟人，就上去聊了几句。夏目从容地解释道：你还会有熟人？雨堂表示不信。是啊，一个大土豪。夏目玩笑道：哦对，
我还把你照片给他看了，他觉得你似乎有点像他失散多年的儿子，还准备给你的账户打钱。雨堂一指旁边，冷笑道：呵呵，你给我滚远点！哎，说说而已嘛，人家又不会当真的。夏目摊了摊手，无所谓道：要是真给你打钱了，你就收着呗，反正也没什么损失。哼，我雨堂铁骨铮铮，自力更生，从不受嗟来之食。雨堂斜睨了他一眼，不屑道。蓦然间，系统传来提示音：叮，你有一封未知邮件待查收。雨堂面露疑惑地打开，耳畔仿佛响起一阵金币掉落的清脆声响。2000金币已到账。雨堂，不是大哥，你玩真的啊？他漂亮的面容一阵扭曲，似乎陷入了深深的纠结。啊，好多金币，好多。这么看来，多个爸爸倒也不是完全不行。夏目看着他不断变换的神色，笑着问道：怎么样，是不是真给你打钱了？他也没想到柳倩动作会这么快。2000金币。雨堂点点头，老老实实的回答道：他有些手足无措。这么多？夏目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哎，你要是不愿意的话，还是给人家还回去吧，千万别勉强。雨堂思索片刻，似乎在内心说服了自己。没事儿，夏哥，反正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妈妈，多一个亲人也好。夏目怔怔地望着他，似乎被触动了。他轻声道：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也可以叫我一声爸爸，我可以帮你传达。去死！雨堂气得差点拔剑。他突然想到了什么，有些狐疑地看着夏目。我说老夏，你该不会是拿我账户洗钱吧？夏目差点笑出声。呵，你知道洗钱是什么意思吗？雨堂懵懂地摇摇头，反正总感觉这钱来的有点奇怪。你要嫌多的话，可以分我一半。那可不行，这是爸爸给我的零花钱，顶多请你吃几顿大餐。雨堂取出2枚金币，放在指尖轻轻弹起。他倾听着金币翻滚的清脆声响，满脸陶醉，仿佛在做梦一般。老夏，咱这回也发财了，走，吃好吃的去。第96章黑鸭死亡执行官。靠近商业中心的一处街道上，一位身穿灰色风衣、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提着公文包，不慌不忙地混在人群当中朝前走去。他面容冷峻，身上像是披着一层淡淡的阴影，难以探查到信息。走着走着，他的身影陡然消失在拐角处。望着空无一人的小巷，他轻声道：狂影，不用躲了，出来吧，你可终于来了。昏暗的角落，银蛇解除隐身。银蛇看着面前的男子，神色激动，没想到自己如此受重视。黄泉前辈说的没错，组织果然担心他的安危，另派人来接应了。死亡执行官，职业机械操纵师，等级生命值、魔法值，其他信息跟黄泉一样都是未知，看来对方应该也是组织的高层。不过比起黄泉，眼前之人看上去明显要正常很多。男子推了推眼镜，淡漠地扫了他一眼。我是这次来接应你的人，代号黑鸭。银蛇略微躬身，急切道：黑鸭大人，这次西区强者众多，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男子点点头，东西呢？我检查一下。哦，密匣我已经给黄泉前辈了。银蛇解释道。黄泉？那是谁？黑鸭微微蹙眉，看向银蛇的目光带着一丝质疑。银蛇并不慌张，他低声轻吟道：幽冥自有黄泉渡。那位大人说，只要您听到这句话就明白了。黑鸭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眼中带着一丝不耐。明白什么？银蛇额头开始冒汗，他试探着说道：下一句好像是等等，我想起来了，万般因果皆归途。黑鸭抬起手，繁复的魔法纹路在他的手中组成一柄奇异的枪械，枪口正对银蛇眉心。你是不是疯了？银蛇瘫软在地，他仔细回想了一遍，还是没发现什么明显的破绽。那位黄泉前辈要是想杀他，似乎也不是一件费力的事情，他何必选择这种方式？这里面一定有误会。想到这，他连忙把之前的经历完完整整的复述了一遍。黑鸭认真的听完，眉头紧锁，他知道银蛇说的大概率应该是真的，那问题一定就出在那位神秘的死灵法师身上。黄泉，深渊教团里50级以上的职业者不算太多，而且他大多都认识，还从未听说过这般任务。而且这次的任务，组织明明就派了自己一个人来接应，怎么想都不对劲。蠢货，他用了伪装。黑鸭语气阴沉：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银蛇想起黑袍人那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和满满的压迫感，一脸笃定。你难道觉得我会被骗？他若是用了伪装，我不可能看不出来。黑鸭沉默。论伪装和欺骗，深渊教团可是行家，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员能够通过眼神和动作轻易读出他人内心的情绪。他内心其实也不愿意相信，
银蛇会像个3岁小孩一般被人耍得团团转。所以，那个突然出现的死灵法师到底是什么人？莫非他们的情报泄露了，有其他组织入场？见面前的男子没有任何回应，银蛇心里咯噔一声，他的心陡然沉到了谷底。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向组织说明一切，把东西找回来。那人一定还在西区。找回来？风衣男子的嘴角裂开一个危险的弧度。哼，哈哈！狂影，我以为你不会这么天真的。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暴露，又丢了密匣，我们凭什么保你？不，这不是我的错，是你来得太晚。东西本来已经到手了。银蛇歇斯底里地咆哮着，眼中满是绝望。但现在他丢了。黑鸦平静地凝视着他，像是在看一个溺水之人做着最后的挣扎。抱歉，窃取密匣之事是你个人所为，跟教团无关。在此，我将赐予你永恒的死亡。不，你不能这么做！银蛇猛然一咬牙。黑鸦，看在我为组织流过血的份上，放我走吧。前一刻，他还在幻想着教团丰厚的奖赏、强力的装备、道具、奴仆，没想到一念天堂，一念地狱。他现在只想活着，活着就已经足够。黑鸦蓦然摇头，语气依旧没有半分波动，但却更令人胆颤心惊。虽然我很想放过你，但神州联盟不会，而且你知道的太多了。不，我不会泄密的。啊！黄泉！银蛇恨得咬牙切齿，自己沦落到如此绝境，都是拜他所赐。他知道求饶已经没有意义，所以干脆直接进入隐身状态，开启急速奔跑，拼命向一旁的街道逃去。身后，风衣男子仍然静立不动，似乎并没有追赶的意思。他气定神闲地抬起手，一个灰色魔方般的晶体缓缓悬浮在半空。我先走了，把这里全部炸平。遵命，主人！智能的电子音从晶体中传来。奔跑中的银蛇只觉得一股极其恐怖的能量气息从背后升起，他扭头一看，瞬间头皮发麻。不是吧，这个疯子！只见半空中突然出现了一座庞大的机械武器库，无数的炮口调转方向，指向他所在的位置。轰轰轰！负9999，负9999，负9999。在无数惊叫声中，恐怖的炮火将街道覆盖，周围的高楼亮起乳白色的保护罩，但依然难逃塌陷的命运。尖锐的警报声不断响起，但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尘烟散去，银蛇望着破碎的守护卷轴，面色苍白，他的血量也只剩下最后一丝。他在心里怒骂一声，毫不犹豫地捏碎手中的长距离传送符。他决定离开以后，先在遗迹大陆里躲上个20年。那个机械操纵师太恐怖了，绝对是59级的顶尖职业者，连召唤的机械宠物都能轻易将他秒杀。白光逐渐散去，银蛇看着眼前熟悉的风衣男子，一时间惊恐到说不出话来。传送干扰器，你应该没怎么见过吧？黑鸦将迷你的黑匣扔到一边，转过身微微一笑。他抬起手中那只铭刻着各种符文的华丽枪管，语气逐渐变得冰冷。再见了，狂影！砰！绚丽的魔焰自枪管中绽放。银蛇只觉得身体失去了重量，他的灵魂缓缓飘起，痛苦而无力地看着那道悠然离去的背影，心中满是恨意。他还有救，还没有彻底死亡，只要等对方走远。不过当看到悬浮在自己尸体上方的奇怪晶体时，银蛇的表情骤然凝固，他发出了无声的呐喊。不！巨大的炮管如同变魔术般从晶体中心延伸而出。轰！第97章联谊会与暗杀行动。外面爆炸连连，但月影学院依旧安稳如故，一片欢闹的景象。毕竟有2位满级强者坐镇，根本无人敢来侵扰。为了防止对方混入，学院的传送门一直未曾开启，夏目等人也只能暂时待在月影学院。雨堂无聊地坐在活动中心的椅子上，目光扫过周围。月影的学生会临时组织了一场简单的联谊会，旨在加强武校之间的交流，同时也想消除之前爆炸带来的各种不安。遗迹征服者、堡垒大亨、黑暗蜂巢，竟是些策略类游戏，没意思。雨堂原先或许还有点兴趣，但每次跟夏目玩就是在找虐，对方战术太脏了。他很想现在就进遗迹大陆，可惜他们年纪小，进入遗迹大陆有一定限制，毕竟那地方待得太久，容易腐蚀心智，让人分不清虚幻和现实。他喝了口果汁，抱怨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去啊？放心吧，快了。背后传来凯西的声音。这次深渊教团明显越界了，要是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恐怕联盟不会饶过他们。不愧是大家族子弟，消息就是灵通。哎，西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快给我们讲讲。雨堂好奇地打听道。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深渊教团在搞事情，凯西摆摆手，理他们作甚？一帮疯子想 PK 去遗迹不好吗？非得来这里？我猜可能是闲得无聊。
夏目悠悠插了一句：“谁知道呢？”凯西扭头望向他：“夏哥，来跟我们玩暗杀局啊？不会的话，凑个人数也好。”“好啊。”夏目仰起头，微微一笑。他感觉凯西似乎有话要对自己说。暗杀局又称暗杀行动，跟前世的狼人杀有点像，共分为3类角色：刺客、宫廷神职、民众。宫廷神职又分为能辨别刺客身份的预言术士，可救人可下毒的宫廷医师，能够守护他人的带刀侍卫。游戏的胜利条件就是将另一方消灭。一旁的雨堂瞪大眼睛，邀请他：“你疯了吧？雨堂同学也一起来吧。”凯西开口道：“都是交流赛前10的学员，大家正好增进下感情。”他现在已经颇有一丝学生会长的风范。雨堂刚想婉拒，夏目替他抢先答应下来：“没问题，他肯定来的。”凯西直接比了个 OK 的手势：“行，我去调试机器。”雨堂，你们会后悔的。纯白色的数据空间，几位学员相对坐，互相聊着天。王超润正在对张楚然大献殷勤，可惜对方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显然并不感冒。见凯西领着夏目有说有笑的走过来，众人纷纷愕然，这两人关系什么时候这么好了？夏哥你们肯定认识，就不用多介绍了。咱们交流赛虽然有些小摩擦，但比赛外还是可以做朋友。凯西的话让人如沐春风。哼，谁要跟他做朋友？张楚然气鼓鼓的将脸扭向一边。其他几位跟夏目交过手的学员也有些尴尬。虽说交流赛上没法留手，但对方把他们当垃圾一样扔下擂台，确实太伤尊严。张同学，都是误会。夏目一脸歉意的解释道：“哎，我毕竟只是个牧师，没有伤害，只能靠这些小伎俩去胜，赢得侥幸。侥幸。”见他一副谦逊有礼的样子，张楚然抿了抿殷红的嘴唇，态度稍缓。他没有再说什么，毕竟是比赛，赢才是最优先的。算了，我们没有怪你的意思，只是那技能确实有点……陆修然苦笑着打起了圆场。想起那段印刻在身体记忆中的愉悦感，他不由打了个冷战。私下里还行，这大庭广众的，真羡慕凯西的天赋技能。众人落座，夏目是5号位，正巧在程佳佳身旁，他干笑着打起了招呼：“程同学，缘分呐！”一旁的少女红着脸瞥过来，咬牙轻声道：“骗子！”夏目。这时坐在1号位的凯西开口道：“规则大家都清楚吧？”众人点头。那个，我提一句，手刹保护啊。王超润似乎想要争取些游戏体验。可以，反正先给你一刀再说。10号位的李莹笑嘻嘻地说道：“她就是月影学院最后一位顶级职业者，交流赛前5中唯一的女学员。”夏目简单瞥了眼，黑长直，打扮得很漂亮，这应该就是凯西惦记的对象。润哥，你等等，可别玩脏套路，否则我拿到钥匙第一个毒你。陆修然也开玩笑道：“月影学院社团活动很多，策略类游戏盛行，他们几个经常聚在一起玩，彼此之间相当熟悉。”别啊，放心，这次让你们见识下顶尖的逻辑和技术。王超润一脸自信，他可是这游戏的高玩。夏目还在仔细研究规则：4名、3刺客、3神职，其中任何一个阵营覆灭，游戏结束。来到这片世界后，他还是第一次接触这种游戏，挺新奇的。不过据说在20级后的地图中有很多类似的扮演型剧情，提前适应下也好。夏目，你难道之前没玩过这种沉浸式游戏吗？王超润好奇地问道。夏目摇摇头，成长院虽然有数字模拟器，但他主要用它来训练。没事的，跟我们玩几把就熟了，非常简单。王超润似乎想到了什么，嘿嘿一笑。谢谢超润兄。夏目不动声色。雨堂盯着王超润猥琐的笑脸，脸色难看。他会找机会报那一笔之仇的。暗杀行动很快开始，一张透明的身份牌悬浮在夏目的身前，他没有着急掀开，而是先阅读了一遍周围人的表情。策略类游戏中，读表情是非常重要的，高手可以通过对手的动作和眼神判断出很多东西。王超润虽然掩饰得很好，但他偷看张楚然的目光中还是透露出一些东西。这家伙似乎有点小得意啊，不是宫廷医师就是带刀侍卫。见夏目看过来，王超润连忙收敛目光，摆出一副扑克脸。凯西表情沉稳，一看就是老演员了，读不出太多东西，反倒是他旁边的女孩大概率是个带身份的。我靠，什么啊？能不能重来？某人已经开始演起来了。那可不行哦，拿到什么就是什么。张楚然笑盈盈地望着他。好吧。雨堂一脸失落。夏目不用看都知道，对方是刺客没跑了。他缓缓点开自己面前的身份牌，一个蒙面的黑衣人形象在虚空中逐渐勾勒。这局有点意思。第98章，看不懂的身份。随着周围陷入纯粹的黑暗，暗杀行动正式开始。带刀侍卫先行。李莹在房间内琢磨良久，最终选择守护王超润。他猜测对方大概率摸到了一张不错的身份牌。随后轮到刺客的回合。幽暗的大厅内
三人头顶亮起幽蓝色的火焰，氛围感十足。古旧的圆桌上，夏目望向系统随机分配的队友宇堂、张楚然，都是熟人。见夏目也在，宇堂面色有些惊喜，直接嚷嚷道：“先杀王超润！”可以。张楚然则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这种游戏他同样擅长，只是跟夏目做队友，他内心总有点小小的抗拒。我觉得不妥。夏目思索片刻，开口道：“第一晚很难死人，咱们不如换种玩法。”他主要担心王超润是宫廷医师，第一晚就把他一起带走，所以他要让对方无从下手。那你想杀谁？张楚然轻哼一声。夏目若有所思地看向他，微微一笑：“你。”宇堂愣住，这玩法确实够刺激。张楚然，啊，哪有一上来就自杀的？他才不要。夏目劝慰道：“放心吧，张同学，你肯定死不了的，而且还能借机假扮预言术师。”不行，我才不干。张楚然显然不太情愿。要自杀你自己自杀去，我不会演。夏目一脸惋惜：“我倒是想，可惜没人会救的。”说完，他直接将暗杀目标选为张楚然。你这家伙少女气的直跺脚。他看向一旁宇堂，跟我一起杀夏目，我正好学习一下他怎么表演。没问题。宇堂飞速答应。3、2、1，两票对一票，暗杀对象确定，张楚然。少女瞪大眼睛看着一脸歉意的宇堂：“你，嗨，都是他逼的，对，就是这样。”宇堂指着夏目，尴尬一笑。夏目默默朝少女比了个加油的姿势。他刚才可什么都没做。哼！张楚然望着身份牌上被剑刺穿的小人，轻咬背齿。他突然有点不想玩了。王超润一个人出现在敞亮的药房里，手里捏着一瓶毒药，笑得不怀好意。不好意思，这轮他准备直接开毒，玩的就是一个出其不意。交流赛没能打过，但暗杀行动可是他的绝对主场，怎么也得让夏目体验一番受挫的滋味。就在这时，系统的提示音响起：“丁至8号位选手死亡，请问是否救援？”王超润眉头一皱，默默放下了手中的毒药。靠，有没有点人性啊？张校花惹你们了，上来就刺杀他。他选择递交治疗药，然后不由将怀疑定格在剩余2位女选手和夏目身上。哼，就让你多活一轮吧。决策结束，众人重回房间，灯光再次变得明亮。首先是竞选代理人，就是做总结陈述的人拥有更多的投票权。3位刺客全部参与竞选，只有程佳佳和李莹没有动作。没想到第一个发言，我这里没什么信息，就简单说2句吧。王宇轩第一个发言，他没有暴露身份的意思，准备先划水观察一番。随后轮到张楚然，他面无表情的开口：“我是预言术师，夏目就是刺客。另外，如果我当选代理人，我会从没参选的2人开始预言。最后说一句，大家先把5号投出去。”少女心中似乎颇有怨气，众人笑呵呵的看热闹。虽然张楚然发言漏洞不少，但他的预言动机确实很合理，估计是真的。宇堂无奈的看着夏目，对方一顿操作，似乎把自己玩死了。这已经是死局，要是张楚然真被杀，他也只能选择交气。想到这，他也只能跟着落井下石。我觉得8号发言很诚恳，夏哥一看就不像是什么好人。几人说完，轮到夏目，这个发言位置刚刚好。他扫了眼后面竞选的3人，基本已经确定谁是预言术师。既然李莹没有参选，那就只能是那个人。想到这，他气定神闲的开口：“不好意思，张同学，你演的确实不错，但很抱歉，我是医师。昨晚死的是1号凯西同学，我觉得他或许有些身份，就出手救了他。等竞选结束，大家应该就能相信我的话。”张楚然啊，宇堂啊，这个反转来的猝不及防，他突然有些心疼张同学。王超润，草，这家伙穿我衣服。关键巧合的是，他昨晚确实救了人，还没法直接拆穿对方的谎言。现在暴露身份的话，他也得跟着陪葬。其他人脑子也有点乱，总觉得哪里怪怪的，但又说不上来。这局刺客的运气真是不好，竟然预言到了宫廷医师身上。要是换个人，他们或许真就信了。现在关键就看凯西怎么说。对此，3号位的陆修染和2号位的叶墨简单评论几句，并没有太多营养。终于轮到凯西，他自信一笑：“没人捞一下队友吗？你们刺客玩的真怂，我才是真的预言术师。李莹是好身份，万分感激夏目同学出手相救。咱这局先把8号出了，然后我觉得2、3号中大概率有他的队友。接下来我说下预言的顺序。”看到凯西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得意态度，王超润气炸，还真给这家伙装起来了。奈何现在没有轮到他发言。几名刺客玩的也太狂了，这是准备把他们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吗？不过这2人配合确实默契。夏目恰到好处的地话，凯西娴熟而自信的扮演，再加上种种巧合，
现在同阵营里恐怕就他一个人知道，张楚然才是真正的预言术师。王超任深吸一口气，这把局势有点不妙，他要认真玩了。第99章内讧。毫无疑问，凯西当选代理人。听到无人阵亡的系统提示音，他就知道这局稳了。和夏哥配合果然舒服，剩下2个刺客已经无处遁形。顺位发言，叶墨和陆修染相继对凯西一顿喷，表明自己绝不可能是刺客，然后将矛头直指对方。程佳佳弱弱地表示想要抬走张楚然，这让被架在枪口的少女更加自闭了。再次轮到夏木发言，从王超润愤怒的眼神中，他已经完全摸清了对方的身份牌，这次得保一手队友。他清了清嗓子，平静而从容地开口道：大家可能还不相信我的话，认为我是和凯西在演戏，所以这次我们先从发言不好的人里推，然后我把毒药留给张同学。我大胆猜测一下，后面或许有刺客会出来保他也说不定呢，比如跳医师混淆视听，毕竟我是先发言的，到时也辩解不了。众人一怔，夏木不说，他们还真想不到对方会是假的医师，毕竟刚才他发完言后，张同学明显有些心虚的样子。现在看来，事情好像不简单。雨堂看着一片混乱的局势，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心态也有点炸。虽然夏木把所有人都戏耍了一遍，但没有意义啊。这一回合若是张楚然被投出去，晚上真医师再把夏哥毒死，这局还是必输啊！好乱，干脆不想了。犹豫2秒，雨堂决定先当墙头草。那个，我先声明，我的身份肯定是好的。其次，夏哥说的很有道理。闻言，张楚然更加自闭，但他毕竟是策略游戏的高手，已经大概摸清夏木的想法，只能说玩得真脏。他并不愿意配合，倔强道：夏木真的是刺客，你们不要被他骗了。可惜依旧没人相信他。9号位，王超润看着女神楚楚动人的侧颜，忍不住挺身而出。他觉得作为高玩，自己有机会扭转乾坤。接下来的话很重要，希望大家听仔细。我才是真正的宫廷医师，夏木是假的。我第一回合救的是楚然同学，不知道夏木怎么猜到我会用药的，但他和凯哥肯定是刺客，他们联手在演戏，楚然同学才是真的预言术师。你们回想一下，夏木竞选时的发言，明摆着就是穷途末路之下给刺客队友递话。凯哥发言状态不错，但他给出的预言次序很有问题，完全比不上楚然同学。通过刚才的发言，3位刺客已经完全锁定，夏木、凯西和陈佳佳，没有任何容错。大家只要照着投票就行，敢穿我衣服，晚上我会把夏木毒死，让他见识一下谁才是真正的医师。王超润的发言相当自信，他越分析越起劲，感觉原本濒临破碎的局面逐渐被拉了回来。李莹却是差点笑出声。好啦，润哥，别再演了，没用的。夏木都知道后面有人想假扮医师，你还敢这么说？虽然你的气势确实很足，但楚然同学的表现根本就不像是个预言术师。你看，他都有点自暴自弃了。我觉得不如一条路走到黑，出你算了。晚上夏木再把楚然同学毒死。他拍了拍王超润的肩膀，笑嘻嘻地说道：放心，我们不会再被你骗了。另外，你可能没有晚上了，拜拜。MMP 会不会玩啊？这女人没救了。不对，难道自己刚才的判断错误？她才是最后一个刺客。王超润额头沁出冷汗。轮到凯西做总结陈述，他神色轻松。超润兄，你可是自己跳出来的哦，不要怪我哦。还是你怎么不说你是带刀侍卫呢？被夏哥预判了吧？你想想你竞选时说的话，你能当得起这个医师吗？这把就出9号，恕我直言，你的演技还是不过关啊，太浮夸。夏哥，张同学就交给你处置，还有个刺客也没必要藏了，直接投吧，毫无压力啊。票选环节，王超润几乎吃到满票，连张楚然都默默地投给了他。带着些痞气的俊秀少年整个人都麻了，这帮家伙带不动，真的带不动。他看着一旁的女孩，轻叹一声：哎，输就输了，楚然同学，一场游戏而已，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他们几个实在太蠢了，这都看不出。还有凯哥，你有脸说我玩套路？你这摆明就是在欺负新手。你们几个瞎投票的人，等等就看他晚上死不死吧。我真是服了。遗言结束，王超润愤愤不平地进入观战模式，只留下一脸懵逼的众人。凯西无语，他从未见过如此理直气壮的刺客，对方明显入戏太深。幽火缭绕的空间，夏木刚要说话，张楚然主动开口：你们还是把我杀了吧。虽然刺客局势大好，但对他而言简直不要太折磨。好，夏木笑眯眯地说道：辛苦张同学了，这不是最优解，但游戏过程同样重要。你看着那张欠揍的笑脸，张楚然怒气飙升，不由攥紧粉拳。雨堂在一旁不敢吱声，他默默选定了暗杀目标。谁让你们非得邀请夏哥的？他有种预感，
等会还会有人破防。第二轮发言环节，气氛明显沉寂不少。张楚然倒了，没有遗言。善死！李莹眉头紧锁，脸上失去了笑容。他深深地看了凯西一眼，轻声开口道：“我觉得这个代理人有问题，要不我们一起把他投出去吧？”或许是因为王超润最后奇怪的发言，刚才他特意没有选择守护凯西，结果对方还真没死。哼，这个骗子刚才伪装的可真好，自己居然被耍了。凯西大惊失色，他也开始觉得哪里有点奇怪。雨堂装出一副苦思冥想的样子，随后附和道：“好啊好啊。”我也觉得他不太对劲。夏木痛心疾首：“你们怎么能不相信凯哥？我昨晚可是毒死了张同学，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刺客，我们肯定赢了。”程佳佳扫视一圈，神色呆滞。如果王超润是药师，他就是那个刺客帮凶；如果夏木是药师，凯西给出的预言就是真的，那没参选投票的自己身份同样解释不清。莫非刺客竟是他自己？不对不对，一定是哪里搞错了。程佳佳绞尽脑汁思考半天，最后捂着头趴在桌子上。你们要是不确定的话，可以先把我投出去，反正应该是赢了吧。别急，陆修然语气沉稳，他此时已经猜到李莹的身份，神色逐渐认真起来。凯哥，玩得可以啊，我确实是好身份，但你的预言我不想接，摊牌吧，我就是那个带刀侍卫，昨晚并没有守护你，所以王超润才是真药师，张同学是被你和夏木杀的。王同学，我知道你在看，不好意思，没想到这家伙浓眉大眼的，居然把我们都给耍得团团转。程同学，叶同学，听我说，大家不要分票，先把代理人投出去，然后夏木，最后一个刺客应该是雨堂，他全程都在划水，不像好人。别放弃，这把还有机会。第100章无力的挣扎。听完陆修染的发言，剩下几人豁然开朗，毕竟是学院的顶尖选手，大家分析能力都相当不错。荣耀学院的叶墨轻叹一声：“凯哥，夏木，你们两个真会玩，不过到此为止了。其实我才是带刀侍卫，昨晚守护的是我自己，凯哥身份明显有大问题，夏同学也是刺客同伙。”他歉意地抬起头：“哎，张同学，真对不起，刚才是我太菜了。全票走1号，陈同学你千万别弃票，我们能赢。”张楚然，纯白色的空间里，他静静地看着这一幕，已经不想说话。明明占尽优势，可王超润他们却想尽办法把局势拉入深渊。他突然觉得夏木很可怕，这家伙到底隐藏了多少东西？凯西急了：“不是，你们一个个的到底在搞什么？”我说陆修染，你身份没问题，不要在这里添乱好不好？王超润那是什么发言？他就是在搞心理战，然后让张楚然自杀诬陷我，好阴险的套路。不是，这么大优势，你们非要这么玩？夏哥，我想想，不可能，夏哥肯定也是真医师，否则那不纯坑队友吗？而且你们告诉我，如果他不是医师，又怎么能得知第1回合的结果的？你们怀疑他也太离谱了，我真是搞不懂。现在只需要找出最后一个刺客就行。卧槽，你们都什么眼神？凯西快要崩溃了，他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我明白了，叶墨同学，你就是最后一个刺客。大家听我认真分析，刚才自从老陆说完后，他就死咬住我不放，而且一开始我就说了，2、3号必定有一个刺客。程佳佳同学可以先放一放，我来预言，大家千万要理智，别被王超润误导。听完凯西极度真诚的发言，众人的眼神隐隐发生了变化，开始认真思索起来，好像也有那么点道理。矛头直指叶墨，李莹和陆修染默默低下头，好像被打动了。那就再信你最后一次。叶墨看着陆修染投来的怀疑目光，差点破防。不是，兄弟，你意志要坚定啊！怎么感觉自己被卖了？等等，投票开始，投票结束，叶墨全票出局，你们会后悔的。他无力地瘫倒在座位上，身形缓缓消失。这帮人简直不可理喻。见游戏还没有结束，凯西陷入沉思。开局拿到预言术师的惊喜不在，他现在只觉得煎熬。叶墨竟然不是，所以最后那名刺客到底是谁？程佳佳还是雨堂？他深吸一口气，伸手指向程佳佳的身份牌。预言术发动。操！怎么又是好人？第3回合，无人死亡，李莹成功自首。他又是第一个发言，于是神色不善地看着凯西。呵呵，你该不会告诉我，场上全是好人吧？事不过3，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会信了。雨堂看热闹不嫌事大。对啊，这预言加密也太硬了吧，大家不要听他狡辩。夏木摩挲着下巴，坚定地说道：“我肯定相信凯哥，那就跟他一路走到黑吧。咱们先把雨堂送走，我来帮大家分析一下。现在，不远处的凯西顿时投来感激的目光。还是夏木靠谱，我也相信凯西同学。”程佳佳弱弱地补了一句：“你们居然还能相信他，我真是服了。”
陆修冉冷冷地看着凯西，他已经不想再思考。凯哥，我们已经给过你很多机会，但你却一次次拿来欺骗我们，别再挣扎了。你接下来的发言，我一个字都不想听。初一号，凯西，他真的尽力了，奈何队友带不动啊。把雨堂投出去不就赢了吗？这些人怎么表现的一个比一个奇怪？他一个预言术师，好不容易活到现在，没被杀又不是他的错。冷静，自己有额外半票，加上必然站在自己这边的夏目，现在只需要拉拢程佳佳就能赢。想到这，他将目光投向不远处的少女，一脸真诚地开口道：程同学，你仔细回想一下我的发言，我如果不是预言术师，我没必要这么演，而且这轮肯定要把你推走，对不对？夏同学的医师身份也已经坐实，他肯定跟我是绑在一起的。你再想想雨堂同学做了什么，他完全没有存在感，必然就是最后一个刺客。现在最关键的一票就在你手中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出正确的选择。相信我，我们能赢。程佳佳面露难色，她确实被对方的真诚打动了。最后的票选开始，4票对2票半，凯西出局。凯西眼睁睁看着夏目给自己挂上死亡一票，大脑一片空白。操，一种植物。只是少年仍然想不通，夏目如果是刺客，那张楚然怎么死的？他一脸憋屈地进入观战席。最后一轮没有任何意外，李莹被暗杀，游戏结束。众人翻看着系统给出的行动记录，纷纷陷入沉默。呼，真是惊险！夏目开口打破沉闷的气氛，他腼腆地看向众人，这游戏还挺有意思的，要不大家继续啊？第101章晨光协会。夏哥，你这……凯西脸都绿了，想起自己刚才滑稽的表现，他想在地上挖个洞钻进去。继续继续！王超润红着眼嚷嚷道。不过夏目，你这次不许耍赖玩自刀，上来连杀2次队友，这是人能玩出来的操作？规则明明允许的。夏目小声辩解了一句，但感受到其他几人同仇敌忾的目光，只能答应道：好吧，没问题。一局游戏而已，这些人表情这么严肃干嘛？系统重发身份牌。夏目继续观察周围同学的表情，这次王超润明显学聪明了，不露任何表情。程佳佳眼神明亮，似乎拿了张不错的身份牌。李莹的身份好像有点问题。雨堂又拿刺客了。凯西表情好吓人。最后夏目掀开自己的身份牌，宫廷医师，运气不错，至少不用担心第1轮被毒杀了。纯白色的房间陡然暗了下来，夏目一个人出现在宽敞的药房中，他把玩着手中的2瓶药，眼神微动，还挺逼真的。另一边，雨堂打量着身旁的刺客队友，一脸嫌弃：怎么是你？哟，雨堂同学，这次学会好好说话了。王超润阴阳怪气道：你个死变态！谁变态了？王超润轻哼一声：爷那叫绅士风度。再说是你先惹我的，怪不到我头上。等等来训练场单挑。好啊，你把夏目也叫来，我已经找到破盾的方法了。7，就凭你。2人一见面就吵了起来，看得一旁的李莹头疼不已。行了，我们杀谁？他。2人同时指向对方。等等，不是说好不能自杀的吗？李莹无奈，好像是的，那就先杀夏目。王超润开口道，不过他很快又转变主意，不行，不能让他死得这么轻松，我们怎么也得搞点套路。雨堂却是满不在乎，没事儿，莹同学，夏哥不能自刀，关我们什么事儿？王超润眼睛一亮，看不出来，你小子脑子倒还挺活的。没错，夏目这回又不是刺客，咱正好利用一下，嘿嘿嘿。你们2个，李莹扶额摇头，倒也不是完全不可以，我们先统一下意见，待会谁来当预言术士？我来吧。雨堂和王超润对视一眼，同时发声。雨堂一脸鄙夷地看向王超润，就你还演戏，刚才可是被我们耍得团团转，待会指不定被老夏一眼拆穿。王超润涨红了脸，总比你一个划水的好。那是我没认真。雨堂自信满满，待会我先拉拢老夏，让他替我们打工，他绝对不会有怀疑的。真的吗？王超润虚着眼，总感觉对方有点不靠谱。那还能有假？以我对他的了解，那就信你一回。见时间差不多了，李莹催促道，所以我们到底先杀谁？雨堂和王超润同时摩擦着下巴，目光缓缓落在他的身上。我觉得夏目的套路挺好用的。确实，要不莹姐你先小小的牺牲一下。不好意思，莹同学。2人一唱一和，逐渐统一意见。不得不说，还挺有默契，仿佛已经忘记了之前的小摩擦。你们2个，李莹逐渐到了爆发的边缘。有毒吧？暗杀目标，锁定。另一边，夏目看着被小剑刺穿的身份牌，面露疑惑之色。居然没杀自己，有点小感动。看来雨堂果然就是刺客之一。作为回报，夏目毫不犹豫地赏给对方1瓶毒药。
兄弟，走好！行动结束，竞选代理人，只有夏木没参与。雨堂自信发言，演技精湛。我是预言术士，夏木是好身份。接下来说下预言的次序。夏木眉头微微一挑，有点意思。我才是真预言术士，昨晚预言的也是夏木同学。程佳佳起身发言，他气势明显有些不足，导致后面行事几乎一边倒。雨堂强装镇定地看着夏木，心里不由有些紧张。投票环节开始，夏木果断选择投给雨堂。见如此轻易就得到对方的信任，雨堂内心不由感到一丝愧疚。自己这么欺骗夏哥，真的好吗？不过他脸上的笑容很快就消失了。您已死亡，请转交代理权。雨堂看着跟自己一同出局的李莹，再望向一脸期待的夏木，仿佛意识到了什么。原来这家伙看上的是自己的代理权，大起大落，不过如此。这游戏真没法玩了。看着两位队友相继升天，王超润无奈交牌。见众人的眼神有些不对，夏木适时伸了个懒腰，提出想要出去透透气。他担心再玩下去，自己就要被无限针对了。窗外已经开始出现稀疏的星子，暗淡的天光下，夜风浮动着纱帘，将微凉的气息送入室内。一切真实而虚幻，仿佛是一场无法醒来的梦境。夏木微微仰起头，眺望着宁静的夜空，眼眸中仿佛盛满了对未来的期待。他喜欢这片世界，尽管大家都是数据构成，但数据也是有温度的。看不出来，你还挺有雅兴的。身后的阴影中，凯西缓缓走了出来。夏木并没有意外，他从一开始就知道对方的目的。什么事？真够敏锐的，我都开始好奇，你之前到底经历了什么？凯西来到他身旁，摇头苦笑。夏哥，有没有兴趣加入晨光协会？凯哥还是大组织的人啊，厉害！夏木笑着恭维了一句。晨光协会是西区非常有名的大型组织，主要招收30级以上的成员。凯西能被对方提前看中，说明他的潜力和背景都相当不错，算不上只是预备成员。凯西谦虚了一句，不过晨光协会福利很好的，而且我也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和夏哥一起参加竞技场联赛。看出来了，是个想抱大腿的。夏木微微一笑，客气道，我考虑考虑。好，那夏哥要是有想法了，可以随时来找我。凯西略显失望，他知道夏木是在婉拒，不过这事情也急不得，毕竟强力的辅助职业非常难得，尤其像夏木这种集护盾、治疗和控制于一身的完美牧师。虽说他的技能有点不太正经，但瑕不掩瑜。两人互换联系方式，夏木打了个呵欠，刚想回去，却见一道美丽的倩影披着月光朝他走来。第102章魔王。夏木，要不要加入我们丰盈之梦？张楚然扬起光洁的下巴，脸色似乎有些不情不愿。丰盈之梦在月影城区相当出名，是一个综合型组织，侧重于潜力学员的培养，很多骨干成员还是未毕业的学生。夏木打量着眼前这位面容精致的小姑娘，内心并没有太大意外。虽然同为新生，但觉醒顶级职业后，很快就会有各种组织找上门来挖人。张楚然能抢在其他学员前面升到7级，本身就说明了问题。他微微一笑，张同学，你邀请别人就是这种态度？哼，我才没打算邀请你。少女双手抱胸，一脸傲娇。我只是想邀请雨堂，你是顺带的。那你为什么来问我？你以为我想啊？我说不动他。少女仿佛想到了什么，咬牙切齿。雨堂居然跟这家伙学坏了，但没办法，强力的坦克向来都是紧缺的，尤其对于他们这种脆皮职业来说，到时下副本也方便不少。夏木顿时了然，他想了想，淡淡开口，刚才晨光协会也来邀请我们了。凯西。张楚然黛眉微蹙，有些小小的不甘心。好吧，看样子我晚到一步，不过提醒你一句，晨光协会虽然强，但对于新人的培养向来不怎么上心，你现在加入为之过早。谢谢，这就不劳张同学操心了。夏木随意敷衍道。谁管你？少女长发一甩，扭头就走。看到夏木他就来气，啧，老夏，你怎么欺负人啊？雨堂不知什么时候从夏木背后窜出，重重地拍了下他的肩膀。我又没说什么。对了，我们真要加入那个什么晨光协会？雨堂兴奋握拳，眼中带着一丝淡淡的憧憬。我看看，西区3大组织之一，貌似还挺有排面的。见他很感兴趣的样子，夏木故意拉长声调。可惜啊，凯西同学好像只邀请了我。雨堂，老夏，你什么意思？他急了。夏木扫了他一眼，轻声道：开玩笑的，我就没准备加入。随后他耳朵一动，微微侧身，目光落在一旁的草丛。喂，偷听这么久，也该出来了吧？清凉的夜风吹过，王超润修长的身影缓缓浮现。他一脸惊讶：你什么时候发现的？没等夏木开口，雨堂已经看穿了一切，他目光中满是鄙视。我就猜到，
你个跟踪狂肯定在楚然同学后面。王超润脸一红，强行辩解道：什么叫跟踪？我那叫暗中保护，保护懂吗？夏木和雨堂同时发出嘘声。你们……王超润眼角微微抽搐。夏木一本正经地劝道：超润兄，你这样做确实不太道德。啰嗦！王超润一脸烦躁，别误会，我没有刻意跟着他，只是正好找你们有事。我们？雨堂指了指自己，一脸惊讶。怎么，你还真想挑战夏哥？确实有点兴趣，不过不是现在。王超润双手插兜，一脸傲气。夏木，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加入联盟，组建一支竞技场战队？咱们都是专属职业，配合起来优势很大。神州联盟是官方组织，大而松散，相对自由很多，而且门槛比较低，几乎适合所有学员。缺点就是竞争太激烈，他们这些学生很难得到上头的关注，作为过渡刚刚好。雨堂愕然，他居然有那么一点点心动。这家伙诡异的痛苦技能加上夏木的愉悦，去竞技场的话，简直就是一场屠杀。有点意思。夏木眼神微动，说起来他也正有此意。对于刺客来说，反应是第一位的。王超级在这方面的表现极强，与职业完美契合，而且他心态好，操作强，除了个别奇葩的小毛病外，潜力十足。他需要这样的队友。没想到自己还没提，对方就主动送上门来了。看到夏木异动的表情，王超润心中一喜，他轻咳一声：你们要是同意的话，可以把身份资料卡给我，我先去联盟注册，以你们的实力，考核应该不会有问题。当然，夏哥你若是愿意加入风吟之梦的话，小弟也是愿意的。雨堂嗤笑一声，对方的心思都快写脸上了。夏木却是诧异的看着王超润：谁说我要加入联盟了？啊，你什么意思啊？少年一愣，组建战队倒是可以，不过应该是你加入我们才对。夏木悠悠开口：这不是一样吗？王超润有些无语，随后他忽然意识到了什么，眼神一凝：莫非你已经有工会了？夏木点点头。王超润有些意外，他找人查过夏木的资料，对方目前应该没加入任何组织才对。啊！雨堂也大吃一惊，不是，等等，老夏，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夏木嘴角微微勾起，就在刚才。王超润摩挲着下巴，有些迟疑。晨光协会吗？倒也是个不错的地方，反正我刚通过考核，还没加入联盟，现在退出也来得及。不过你可想清楚了，我们没有背景，在那里很难混的，还不如先进联盟。夏木摇摇头，不是，难道是风吟之梦？王超润眼睛骤然瞪大，他激动的差点跳起来。他上前一把勾住夏木的肩膀，猥琐一笑：嘿嘿，夏哥你这个闷骚男，原来在玩欲擒故纵。我就说嘛，你怎么可能对张校花的魅力无动于衷？不过咱先说好，得公平竞争。谁跟你公平竞争？望着嘴碎的王超润，夏木依然摇头：抱歉，你又猜错了。王超润的笑容僵在脸上，他面色不善地看向对方。操！夏木，你搁这耍我玩呢？没有啊。夏木看向面前两位急躁的少年，郑重开口：魔王，这就是我的工会。第103章强制邀请。魔王？雨堂傻眼。夏哥你别吓我，这名字听着怎么有点像邪恶组织？王超润也是一个机灵，刚才难道还有其他人在场？等等，魔王，这是西区的隐秘组织吗？为什么他全然没有印象？哦，我还没创建呢，不过很快就会有了。夏木看着两人疑惑的表情，淡定地解释道：原来如此。王超润反应过来，声音突然高了8度：我操，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夏木笑眯眯地看着他：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目前就我和雨堂2个人，你现在加入，将来可就是元老。雨堂一脸懵逼，自己怎么就加入了？不过好像也没什么问题，确实有意思。但王超润轻拍额头，将目光转向雨堂：雨堂，你不会准备和他一起疯吧？想创建工会，你们2个拿得出那么多金币吗？在一季大陆创建工会需要5000金币，而且后续还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比如工会驻地、工会等级的提升、人员和 NPC 的招募，管理起来十分复杂。夏木神情不变：这你放心，我们走的是精英路线，不会招太多成员。至于初始资金嘛，看着夏木投来的目光，雨堂面色一苦，纠结道：钱的话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你们2个不也是第一次进一季吗？哪来这么多钱？王超润心中无比震惊。雨堂有些不好意思：那个，我刚认了个爸爸。王超润确认资金来源没有问题后，少年的眼神变得格外复杂。这2人居然是认真的。创建工会，这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相比于加入大工会，他们所走的道路注定崎岖和坎坷，
但或许就跟夏目所说的一样，会很有意思。王超润的内心燃起一团火焰。超润兄，欢迎加入。宇堂难得放弃了成见，现在把对方拉上贼船才是最重要的。等等，理智终于压过热血，王超润疑惑道：相比大公会，我们完全没有优势啊！到时装备、技能书什么的怎么获取？小王啊，不能总想着不劳而获。夏目语重心长地劝诫道：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我们要迎难而上，化不可能为可能。我相信，迟早有一天，魔王会成为一季大陆最强的组织。宇堂拼命鼓掌，眼中仿佛闪烁着小星星。呵。王超润沉默，这饼画得太大，他有点吃不下。还一季大陆最强组织，你怎么不上天呢？小王，你看看，这可是我们特意留给你的戒指。夏目从背包中掏出暗杀指环。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什么？王超润扫过戒指属性，眼睛立马直了。卧槽，你们从哪里弄来的？紫色戒指还是极品属性，这可是有钱都买不到的。他颤抖地伸出手，谁知那枚华丽的漆黑戒指陡然消失在面前。夏目收起戒指，轻轻拍了拍少年肩膀：努力吧，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王超润，快给我看一眼，再给我看一眼。少年眼神已经变了。夏目嘴角微微勾起：放心，这枚戒指就放在工会仓库，只要你的贡献足够，它就是你的。怎么获取贡献？王超润疑惑。是啊，夏哥，我也想要换装备。宇堂也跟着兴奋起来，他知道夏目手上还藏着不少好东西。让我想想。夏目沉思片刻，似乎有了主意。我记得工会升级最快的方法就是对外宣战吧，要不这样，你们每消灭一个工会和怪物势力，就算一个贡献点。宇堂啊，王超润啊，两人对视一眼，齐齐陷入沉默。对了，我们还能顺便抢走对方仓库的物资，完美。夏目似乎沉浸在对未来的畅想之中，说得眉飞色舞。宇堂听得瑟瑟发抖，这装备他不要了还不成吗？王超润蓦然转身：夏哥，我仔细想了一下，我可能还是比较喜欢躺平的生活，装备什么的够用就行。呵呵，你以为听到我们的核心计划，你还走得掉吗？夏目阴沉一笑，手上微光闪烁，真言术10连刷啊！王超润眼神迷离，逐渐瘫软在地，他一个哆嗦。夏目，你们要干什么？当然是劝说你加入啊！夏目一脸理所当然。宇堂，给我绑上！见王超润失去反抗能力，宇堂眼睛顿时一亮，报仇的时间到了。见他从背包中掏出粉红色麻袋，王超润真的受惊了，这两个家伙明摆着就是惯犯。喂，你们玩真的呀？别过来，我要叫人了，我真的要叫人了。嘿嘿嘿，放心吧，你叫破嗓子都没用。宇堂的脸上逐渐挂起残酷的笑容。啊！半个小时后，萎靡不振的王超润重新站在夏目面前。夏目抬起头，语气淡然：你想好了？我想好了。王超润眼神涣散：你是自愿加入的？我是自愿加入的。为什么要加入我们工会？因为这是一个让我证明自己的机会。说说看，我们魔王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友好、和谐、阳光的正义组织。夏目满意地点点头。我们的目标是那个消除大公会的欺压，为一季大陆的命运而崛起。说得太笼统。消灭所有挡在我们面前的势力。大声点！消灭所有阻挡我们的势力。很好，考核通过。夏目拍了拍少年的肩膀，郑重开口：王超润，从今天起，你就是魔王的一员了。第104章，再入一季大陆。5天后，月影学院的封锁解除，恐怖分子银蛇被击毙。传言有人在建筑的天台发现他烧焦的尸体碎块，死状极为凄惨。深渊教团单方面称对方早已叛逃，所做的一切跟他们无关。群星协会看热闹不嫌事大，公开宣布对此事负责。目前两公会在一季大陆内外打得不可开交，神州联盟依然没有任何表态，似乎有什么大动作。月影区的袭击事件持续发酵，不断登上热搜，不过这已经跟夏目无关。学员们倒是挺兴奋，毕竟亲眼见证高等级强者出手，也算是一场难忘的经历。远处艳琴高挑修长的身影出现在传送平台上。星火学院的同学们，赶紧来这里集合！再说一遍，星火学院的同学们。小王，我们走了，一季大陆见。夏目微笑着挥手，向身旁的少年告别。再会。宇堂成功报仇，态度也转变许多。好的，会长。王超润眼中泛着激动的泪光，回想起这几天经历的种种，他不由长叹一声。看来想要离开这艘贼船，恐怕是无法如愿了。魔王们，
少年抬头仰望着璀璨而绚丽的传送门，一时间目光格外复杂。回到学院，夏目望向静静躺在背包中的羽翼，心情激动。魔影之翼描述：黑暗色调的羽翼，魔力浓郁，具有多种功能和效果。装备后，使用者能借助风的力量在空中自由滑行，需要一定的操控技巧。使用每秒消耗50点法力值，获得在空中停留和飞行的能力，无法在地面使用。特效：移动加速，装备魔影之翼后可以获得 10% 的移动速度加成。特效：跳跃增强，通过翅膀的辅助，玩家可以短暂的进行更高或更远的跳跃，越过障碍物或到达平台。特效：光学隐身，可以调节和改变周身色调，与环境融为一体，使敌人难以发现。特效：魔力充能，魔影之翼将优先消耗内部存储的魔力值，当前存储魔力值1500，可进行魔力灌注或吸收空气中的魔法粒子自动恢复。耐久度6060，需要等级5。竟然有4个特效，徐老哥果然用心了。其中移动加速是大多数滑翔翼都具备的通用特效，跳跃增强也很常见，但剩下2个特效就是融合稀有材料带来的。一般而言，制作的装备很难将所有材料的效果全部继承，越是珍贵稀有的材料，继承的难度就越大。不愧是燕校长都赞扬过的高级工程师，精益求精，这滑翔翼已经算是前期的极品。对方肯定自己垫了不少材料，真是个大好人呐。夏目已经迫不及待想去遗迹大陆尝试一番。小假期结束，再次进入正常而悠闲的校园生活。不过夏目却是有些苦恼，这次风头出得太过了，导致他现在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每天都有一堆迷弟迷妹们围在周围，连补课老师清溪都不例外，每次一见面就调笑他。哎呀，我们的小明星又来了。总之，这种明星生活让他很不适应。雨堂则是笑呵呵的在一旁看戏，反正他早已习惯这副众星捧月的景象。值得一提的是，王宇轩因为比赛失利受到很大刺激，最终选择转学，而且还是转去东区的一所老牌强校。他家里背景相当不错，再加上自己又觉醒的顶级职业，去哪都有学院要。宴请挽留无果，对此十分惋惜。毕竟他一走，星火学院就没有顶级职业撑场面了。只有个技能很变态的牧师。日子一天天过去，很快又到了进入遗迹大陆的时间。这次更加弹性，7天后会进行第一次传送提示，最多可以待到第9天。幽蓝色的光芒从头顶洒落，熟悉的传送门再次开启。夏目不由瞥向四周，同学们的身影如同一束束星光，逐渐消失在大厅内。他神情平静，目光中透着一丝期待。学员410239，形象扫描中。遗迹 ID 认证成功，请确认是否进入遗迹。是，请选择固定传送、随机传送。固定点默认为神州学园营地。固定传送。这次夏目没有选择随机传送，因为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叮！发现风花之城，属性点+1。周围人头攒动，一片喧闹，几乎全是面庞青涩稚嫩的学生。神州的学园营地有很多个，但既然是通过星火学院的传送门进来的，那这里自然就是星火学院的营地。不过有些普通学院没有自己的营地，所以也会借助星火学院的初始传送点。刷级队、奶替都有，来2个会群攻的输出。下副本练操作了，来毕业生按需求分配。学弟学妹们装备清仓大甩卖，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这种熟悉的氛围，夏目扫视一圈，微微一笑。吆喝的大多数都是其他学院的学生，毕竟老牌强校的学生一般都有自己的固定队伍，很少会找外人组队。他刚从人群中挤出，一个圆脸女孩就凑了上来。同学，一起组队升级吗？独狼型学员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升级队伍总会要个加血职业的。谢谢，我已经有队伍了。夏目婉拒。相比于野外，城区内格外繁华，看上去就像是古代的宫城。NPC 也不少，可以领基础任务升级，拿点普通装备。不过夏目现在已经满级，这些就完全没必要。夏哥，这里。雨堂在远处招手，一下子吸引了众多学员的目光。不过当听到他的声音后，男学员们的神色都变得有些僵硬，纷纷低下头去。不是吧？夏目走过去，朝两旁望了望。小王呢？雨堂看了眼消息，他应该刚下传送点。各大主城之间也是有传送点的，不过需要花费一些金币。月影学院的初始营地设置在蓝月之都，距离风花之城不算远，大概50银币就能快速到达。夏目点点头，一甩披风，继续朝前走去。好，那我们先去工会注册点。第105章莫老头与车队。尊敬的冒险者，您好，请问需要办理些什么？一个白胡子老头笑眯眯地看向夏目二人，见他们没有回话，又自顾自地说道：风华之城历史悠久，
向来是各大工会注册的首选地，请容我向二位介绍。夏目内心有些惊讶，这个世界的 NPC 跟真人几乎一般无二，似乎拥有着不俗的智慧。老爷爷，我们想注册工会。宇堂开口道。就在这时，砰的一声，大门被推开，王超润姗姗来迟。他没好气地开口道：靠，这么有历史意义的场面，你们两个也不等我？有。宇堂歪头一笑，某人嘴上说着不要，心里倒是很诚恳嘛，现在归属感都变得这么强了。王超润眼神飘忽，他别过脸，眼眶微黑。嗨嗨，怎么说，现在我也是魔王的一员。想到能亲身参与工会的建立，少年昨晚辗转反侧，兴奋的一夜没睡。小友不要急躁，注册工会的流程很复杂，我们慢慢来。白胡子老头笑呵呵地安慰道。首先我需要确认一下你们的身份资料。哦，居然是刚来的新人吗？不错不错，英雄出少年啊。5000金币准备好了吗？宇堂从背包里掏出1800金币，一脸肉疼地递给夏目。他豪横的生活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但这是完全属于他们的工会。想到这，宇堂眼中再次焕发光彩，似乎被这种庄严的气氛触动。王超润一咬牙，从背包里掏出500金币。夏哥，还有我的一份。这是少年特意问家里要的，几乎是他现在的全部家当。好，我就知道没看错人。夏目拍了拍他的肩膀，一脸欣慰。交完钱，对方的沉没成本就太高了，以后想退出都难。接过沉甸甸的金币，白胡子老头满意地点点头。接下来这是成员登记表，至少需要15个成员签名才能成立工会，你们去把其他人一起叫来吧。好。夏目微微一笑，这并不是难事，外面有的是天真懵懂的学员，10银币要个签名，肯定有大把的人愿意。原本宇堂准备拉班级里的免费劳动力，但被夏目拒绝了。他现在还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此事，毕竟是新成立的工会，低调发展才是王道。很快，12张陌生的面孔出现在注册大厅中，奋笔疾书。白胡子老头叠起一张张签名表，随后深深地看了夏目一眼。好了，你的工会魔王已经成立，之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夏目点头致谢，他打开面板，直接将那10几个工具人踢出工会，随后带着满面春风的宇堂和王超润走出注册大厅。不久后，有学员回忆，风花之城又多了一个新的小工会，还为了凑人数花钱找他们去签名。还有，他的会长很低调，似乎是一位名叫张三的法外狂徒。城内一家叫日不落的小酒馆，干杯！干！干！2杯西瓜汁，1杯葡萄汁，3人举杯痛饮。酒也有，但是太贵，还是果汁更有性价比。啊，痛快！宇堂擦了擦嘴边的紫色痕迹，笑容满面。会长，咱们现在去哪？会长，我知道一个升级点，那里人少怪多，就是还得组个法师。王超润也是一脸兴奋，就是你们得跟我到蓝月那边。太远，不去。夏目直接否决。我打算旅行一趟，你们随意。旅行？宇堂愣了愣，随后两眼放光。我也要。王超润面露纠结之色。夏哥，这样会不会太堕落了？夏目抿了口果汁，微微一笑。沿途若是遇上怪物群落，正好可以历练一番，应该不影响升级。其实他主要想早点把属性点拿满。好像有点道理。王超润一时间竟无法反驳，但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太对劲。他们才3个人，难道不是应该避开怪物群落吗？那里面的怪可是成群结队的，而且还懂得配合，一般大公会才会带人去刷级。那我们跟车队吧，我问问学姐他们。宇堂低头开始发消息询问。0-9级地图还未开放坐骑，只能靠双腿赶路，但要是长途跋涉，耗费的时间太长，所以可以跟 NPC 车队，只是中途无法随心改道。夏目也正有此意。哎，有了，苏学姐说让我们去城里找找看，有没有一个叫莫老头的车夫，运气好说不定还能触发隐藏剧情。宇堂突然惊呼道。哦，这个我好像有点印象，不过隐藏剧情什么的估计没戏。王超润将水杯放下，摇了摇头。那个车夫好像连车费都要比别人贵上许多，而且经常绕远路去危险地段，死亡率很高，咱们9级都没到，我觉得好，就他了。夏目一锤定音，他将杯中果汁饮尽，起身朝外走去。王超润无奈跟上。喂，你好歹听人把话说完啊。3人在城中四散寻找，最后终于在城东一个偏僻的车马行找到了那个叫莫老头的车夫。这车队虽然简陋了些，但弄得还挺干净。此时马车上坐着2个跟他们年纪相仿的女孩子，正好奇地扒开帘子朝外打量，似乎在等待发车。你们几个可是要坐车？莫老头爽朗的笑声传得很远，他戴着顶粗广的草帽，怀里还抱着个5-6岁的小女孩，似乎是他孙女。小女孩睁着明亮的双眸，咯咯直笑。
当然，因为是 NPC， 他们将永远维持现在这个形象。夏目简单扫了下标牌，车队的路线在系统中都有提示。起始点风花之城，途径无忧之林、落日峡谷、椰林海滩、刀锋山林、风暴港湾，包括奥数之都和星光郡这2座城镇，沿途总计20个地点，每2个地点相隔不算太远，车队走得快，大概4到5个小时就能过图，再加上中间的停留，8天应该足够。走一趟，稳稳的20个属性点到手，还能顺便观光旅游。想到这，夏目爽快地付了钱，带着宇堂和王超润钻入马车车厢。魔王公会第一次踏上出征之路。第106章，哥布林营地。青山绿水，白云飘渺，车轮与地面不断摩擦，夹杂着马蹄的墩墩之音，扬起阵阵尘土。马匹披挂着华丽的马鞍和缰绳，蹄声清脆地踏着大道，拉动沉重的马车前行。莫老头和商队队员们穿着各色服饰，一边操纵马车，一边谈笑风生。商队里加上夏目3人，共有5位职业者，也算是个小型的剧情。除此之外，那些 NPC 护卫战斗力也不算太弱，遇到普通小怪也能抗衡1、2。夏目翻开地图，认真地研究着商队的行经路线，他感觉这一路应该不会太安稳。这老头还真是不走寻常路。哈喽，小姐姐们，交个朋友啊，我是月影学院的王超润。一上车，少年本性显露，开始对车厢内的2位女学员挤眉弄眼。你好，我们是青山书院的学生。其中一位长相秀气的小女生怯怯开口，我叫蓝雅欣，她是我的同学梦瑶。他们都是9级，一位法师，一位弓箭手，都改过名字。哇，月影学院，你们不会还是新生吧？梦瑶惊呼一声，她气质清新，面容姣好，眸子清澈明亮，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不得不说，月影学院的名头在西区格外响亮，没多少学员不知道。对，我们才第2次下一季，有经验不足的地方，还需要学姐指点1、2。王超润脸上挂着痞气的笑容，十分自然地坐到对面，看得夏目和宇堂一脸无语。好说好说。梦瑶目光落在夏目和宇堂身上，好奇地问道：他们也是你的同学吗？这位学妹长得真好看。夏目和王超润偷笑，宇堂则是一脸无奈。学姐，我是男的。2位女孩一怔，随后眼睛瞪得滚圆，似乎受到了成吨的暴击。一个男孩子居然长得比他们还漂亮，有点过分了呀！车厢内的气氛陡然陷入沉默。好在王超润性格活跃跳脱，很快又把话题找了回来。2位美女，你们是来旅游的吗？不是的，雅欣运气比较好，我听说这支车队可能会碰到隐藏剧情，就带他一起来试试。梦瑶大大方方地解释道，似乎完全不把夏目他们当外人。你们咧？王超润刚想说些什么，夏目微笑着开口道：我们还没探索过几个地方，就想着先开开眼界。哎，这样吗？可是等级不够的话，跟这个车队会很危险的。蓝雅欣有些疑惑。夏同学第1次是去的哪里？大木学，当时被班上几个同学拉去打小 boss 了，还没成功。夏目假装回忆道：咦，原来是那个鬼地方啊，全是骷髅架子，我去的时候直起鸡皮疙瘩。梦瑶连连摇头。你们想要去旅游的话，我和雅欣可以推荐几个地方，景色都非常不错，比如这次的椰林海滩，还有银泉谷，不过要去深一点的地方。学姐下次有空的话一起去啊。王超润趁机要到联系方式。嘻嘻，好呀，我和雅欣可以给你们做向导。太阳渐渐落下，余晖洒在马车上，映衬出马匹奔跑的身影，透过狭小的窗户可以看到外面波澜壮阔的景象。无忧之林应该快过去了。属性点+1。就在这时，马车突然停了下来，外面传来商队众人的吆喝声，他们似乎在生火做饭，颇有些生活气息。几人走下马车，就见莫老头抱着可爱的小孙女，愁眉苦脸地向他们走来。哎，几位冒险者，前面是一座哥布林营地，里面怪物众多，我们正在考虑绕路的事情，可能要耽搁诸位的行程了。闻言，梦瑶和蓝雅欣面色一变。哥布林营地，那些绿皮怪物可是相当恶心，而且总是成群结队出现，堪称无忧之林最不好惹的生物。莫师傅，没关系的，我们不急。蓝雅欣一边说着，一边偷偷观察夏目等人的表情。宇堂咽了口唾沫，脸色发白，他有种不好的预感。夏哥可是从来不按常理出牌的。王超润则是强装镇定，他看向2位学姐，柔声安慰道：没事的，我先去探查一下情况，要是怪物太多的话，我们还是绕路比较好。我和宇堂跟你一起去吧。夏目淡淡开口。2位学姐，你们就留在这里，千万不要出来，否则万一引到怪物就麻烦了。2女连连点头，直到3人的背影消失在层叠的古墓中，梦瑶才反应过来，神色格外古怪。等等，不是说探查吗？你一个牧师跟着去干嘛？瑶瑶，要不我们也去帮忙？蓝雅欣抿了抿嘴唇，
握着法杖的手在微微颤抖。孟瑶一把拉住他，算了，既然只是侦查，我们去了也没什么意义，万一引到怪反而会害了他们。尽管0-9级地图上不会真的死亡，但惩罚也相当严重，不仅会对灵魂造成损伤，而且经验会掉回9级0%，没人愿意尝试。可是蓝雅欣面露犹豫之色。孟瑶轻叹一声，眼中闪过一丝落寞。你忘了吗？他们可是月影学院的高材生，就算打不过，应该也会有办法逃脱的。说的也是。另一边，夏木和雨堂跟在王超润身后，蹑手蹑脚地摸向哥布林营地。这座营地相当大，像是由各种拼凑而成的材料建造，比如树枝、兽皮、骨头等。在营地周围散落着不明生物的残骸，看上去凌乱和肮脏，充斥着一种令人不安的氛围。前行走在最前的王超润神情紧张，他握紧匕首，打量着远处高台上的几个哥布林射手，脸色难看。哥布林射手 LV8， 生命值950，魔法值100，居然还有哨兵。营地门口还有零星几个哥布林战士，或站或躺，似乎在休憩。哥布林战士 LV9， 生命值1200，怒气值0100。这鬼东西就跟哇啦哇啦的鱼人一样，老远就能看到人，被盯上就麻烦了。王超润又往前走了几步，面色凝重，透过半开的木门可以看到里面的哥布林数量相当多，起码有40-50只，或许还有法师怪和精英头目，他们上去就是送。不行，完全打不了，还是先撤退吧。身后夏木也在认真观察着怪物的分布，他微微眯起眼，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这好像可以一波啊。第107章，我有一个好主意。会长，这里全是高级怪，我们先撤吧。王超润现在已经熟练带入工会成员的身份，2-3个怪他还敢秀一秀操作和身法，几十只就打扰了。这要被围住，连骨头渣子都不带剩的。雨堂没有说话，他转过身，已经准备开溜了。忽然间，夏木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别走啊，我有一个好主意。”“我不听。”雨堂直接捂住耳朵。“什么主意？”王超润却是很感兴趣，他的眼神中还流淌着涉世未深的清澈光芒。夏木见雨堂死活不肯配合，逐渐将目光转移到王超润身上。这家伙虽然身板脆了点，但操作好，速度快，说不定也很适合自己的计划。王超润心中一紧，有种被猛兽盯上的感觉。你想干嘛？夏木想了想，附耳过去。待会你引几个巡逻怪出来，我给你套盾，先这样，再那样，然后……王超润狐疑地看着他。会长，你真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不信你问雨堂。夏木一脸自信。一旁的少年想起当初被火球支配的恐惧，默默点头。王超润逐渐放下心来，他眼中闪过一丝淡淡的兴奋。那我可以试试。雨堂看着一脸天真的王超润，心里不由为其默哀3秒钟。连夏哥的话都敢信，还是太年轻啊。见王超润答应下来，夏木脸上露出温和阳光的笑容。他拍了拍对方的肩膀，递过去一副墨镜。拿着吧，等会看你表现。王超润戴上墨镜，整个人气质一变。会长，我去了。夏木一脸鼓励地伸出大拇指。加油！王超润颇有风范地点点头。他转身的瞬间，再次进入前行。雨堂盯着他消散的背影，突然想到一句不合时宜的话：风萧萧兮易水寒。王超润走位很小心，他特意卡住高处2只哥布林射手的视野，踮着脚尖走到一只打盹的绿皮战士身旁。因为足足差了3级，所以隐身的效果并不好。周围2只哥布林战士已经朝他所在的位置投来目光，满是褶皱的脸上透着一丝警惕。王超润没有等待，他举起匕首，狠狠插入面前那只哥布林战士的双眼。-222，弱点攻击，真实伤害。嗷！打盹的哥布林从睡梦中惊醒，疼得龇牙咧嘴，胡乱挥舞着手中的木棒。王超润身形不停，显形的瞬间，他一个转身，手中匕首划过一个完美的弧度。猴子偷桃！-270，弱点攻击，真实伤害。哦，另一只想要进攻的哥布林战士没反应过来，一下被击中要害，他跟死了亲妈似的，眼眶暴突，痛不欲生。不过怪物毕竟不是人类，身体构造也截然不同，他们并不会因此彻底丧失战力。正当这只哥布林战士怒气攒满，准备反击之时，王超润的身影已经消失在他的面前。少年来去如风，迈着潇洒而轻盈的步伐，绕到最后一只哥布林的身后，匕首迅速往后直刺。千年杀！-235，弱点攻击，真实伤害。哇咔！原本有些打瞌睡的哥布林战士瞬间精神了，他挺着肚子跳起，一手捂着红肿的屁股，扭头死死盯着突然出现的人类。嘿，你们有本事跟我来啊！王超润退开2步，挑衅般的朝3个哥布林勾了勾手。3只哥布林战士怒气飙升，
木棍和大斧当头砸落。负178，格挡。负178，王超润血量骤减一半，吓得他赶紧往丛林溜去。会长，救命啊！在他惊讶的目光中，戴着墨镜的夏目施然从密林中走出，抬手给他套了个盾。来了！耀眼的光芒以王超润为中心，瞬间爆发。负178，吸收。负178，吸收。见伤害全被抵挡，少年顿时嘚瑟起来。他转过身，刚想给对方来2匕首，突然间笑容一僵，只听砰的一声，营地简陋的木门被撞开，一双双绿油油的眼睛隔着刺目的光芒望向他的位置。连高台上的2个哥布林射手都怒吼一声，眯着眼将手中的弓弩对准王超润。卧槽，什么情况？王超润额头冷汗直冒，他望着怪群边闲庭散步般的少年，目光炸裂。夏目，你个坑货！明明说好让他引4、5个出来用炸药解决的，怎么那些哥布林一下子全跑出来了？等等，对方的光盾好像不对劲。王超润终于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但已经晚了。见那些哥布林目光全集中在王超润身上，雨堂也壮着胆子从树后走出来，一脸幸灾乐祸。跑起来，快跑起来，小王加油啊！王超润心态炸裂，扭头竖了个中指。操！这2个畜生！负178，吸收。负182，吸收。负166，吸收。负280，暴击，吸收。无数道攻击从背后袭来，混杂着木剑和燃烧的火球。王超润玩命向前奔逃，开始带着几10只哥布林开始在营地周围兜圈子。他现在只能祈祷身上的盾能再坚持一会。不远处，夏目也抬腿跟上。他才发现营地里居然还藏着2只9级的小精英，大收获呀！眼看几只哥布林法师开始读条，夏目直接将传说饰品切换成焰浪模式，给对方挂上暗炎术，痛楚的效果不断传染扩散。但或许是因为王超润顶着极度拉仇恨的闪亮护盾，这些小怪居然都没朝夏目这边看一眼，依旧倔强地追在王超润的身后。少年吓得在林间四处逃窜，又吸引了不少落单的野怪。几只妖精兔和萌王开心地加入了追逐的队伍。看到这一幕，雨堂陷入沉默。还好刚才没答应，否则现在被一群绿皮怪撵着跑的就是自己了。夏目娴熟地混进怪群中，不断挂痛。翻滚的焰浪席卷，冒出一片伤害数字：负10、负12、负13、负10、负80，燃烧；负12、负80，燃烧。因为暗炎术痛的攻击频率高，所以很容易触发焰浪效果。15秒后，大多数怪都少了1/3血。王超润身上的盾也摇摇欲坠，上面满是蛛网般的裂痕。要不是他走位好，此时已经凉透了。夏目贴心的又给他补了个盾，顺便上了一层真炎术，缓缓恢复着少年掉落的血量。王超润脚步一个趔趄，他恨恨扭头看着混在怪群中与哥布林战士勾肩搭背的夏目，气得头上直冒烟。操！求求你当个人吧！第108章，坦白。林间树木葱茏，交织成一片茂盛的绿色天幕，阳光透过树冠的缝隙照射下来，点缀出斑驳的光影。脚下的泥土湿润而柔软，仿佛带着大自然的生命气息。王超润拼命奔跑，他的大脑在飞速运转，不断计算着前行的路线，确保自己能够卡住大部分怪物的视线。体力值开始逐渐下降，一种久违的疲惫感充斥着身体。金光闪烁的护盾已经满是裂痕，他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小王，别放弃，你可以的。夏目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他已经跟这些绿皮哥布林打成一片，差点还一屁股坐在可爱的妖精兔身上。别看这些怪长得吓人，但实际还挺友好的。王超润一个翻滚躲到树后，避开袭来的剑士，随后起身继续沉默地奔跑。他已经发现身后怪物血量的变化，心中极为震惊。夏目是怎么做到的？说不定他们真能全歼整个哥布林营地。想到这，王超润干劲十足。虽然极限操作有点累人，但这可都是经验和装备。不知不觉中，他已经带着一群怪物在营地周围溜了一圈。雨堂正悠闲地站在原地看戏，他甚至拿出半包梦瑶路上送的瓜子，嗑得津津有味。王超润气得嘴都歪了。不好！他一个走位失误，没有卡好远程怪的视线，被飞来的箭矢和火球砸个正着。负188，吸收。负188，吸收。负188，吸收。负255，吸收。负255，吸收。小王，别分心啊！夏目在后面好心提醒。夏目你大爷的！王超润把操作拉满，左躲右闪，在林间各种蛇皮走位。你 TM 再不用炸药，老子人要没了！看着周围血量下滑近半的哥布林战士，夏目轻叹一声。半分钟，
不得不说，刺客身板确实脆，王超润能抗这么久，已经超出他的预期。这个猥琐的家伙走位倒是挺飘逸的，一看就是下过苦功。也该换人了。他不由将目光投向一旁悠哉的雨堂。闪亮护盾，走你！刺目的光再次从林间迸发，瓜子散落一地。雨堂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他哀嚎一声：“不要啊，夏哥！”王超润身上最后一点护盾很快被打没，他看着呼啦啦扭头的怪群和夏目，扶着一旁的古木，喘得像条狗。不远处，3个哥布林战士正一瘸一拐地向他走来，脸上带着愤怒而残忍的表情。显然，对方一开始的偷袭给他们造成难以磨灭的创伤，连闪亮护盾都没能拉走仇恨。王超润神色一僵，转身继续逃亡。不得不说，拥有减伤技能的雨堂比王超润抗揍多了。他甚至没有太多妖娆的走位，便有惊无险地撑到了时间结束。怪群如同割麦子般倒下，数据流接连碎裂，满地都是银币和装备。只剩最后2个小精英还倔强地追在雨堂身后，嘴里叽里呱啦喊个不停。少年终于忍不住了，他回头对着2张丑陋的绿皮脸一顿暴砍。可惜细长的剑尖居然被周身包裹的光盾挡住，没打出任何伤害，反倒是2个精英哥布林在疯狂砍盾。老夏，你这是什么破盾？雨堂吓了一大跳，转身撒腿就跑。夏目若有所思，自己套盾的时候好像没出现过这种问题啊，莫非是远程职业的缘故？不过现在不是思考这些的时候，夏目换上魔杖，在急速走 A 中将2只精英怪最后的血量清空。与此同时，森寒的匕首在空中交错，绽放出宛若清冷月辉般的光芒。王超润这边也解决了战斗。少年看着满地的掉落，两眼放光。卧槽，是套装！英勇哥布林软甲，绿色，胸部皮甲，装备后绑定，12护甲，加6敏捷，加3耐力，耐久度20%，需要等级8。套装密林哥布林勇士06，英勇哥布林软甲，英勇哥布林风帽，英勇哥布林披风，英勇哥布林护腕，英勇哥布林腰带，英勇哥布林裹腿。2套装提升5点敏捷。4套装提升5点敏捷，5点护甲。6套装提升15点暴击伤害。这效果相当不错，正好可以把自己身上2个白板换掉。王超润满怀着期待和兴奋，在场地中转了一大圈，除去腰带，其他都全了。在夏目和雨堂古怪的目光中，王超润不死心地围着营地绕了好几圈。少年沉默片刻，最终仰天发出一声悲戚的咆哮：啊！就很气。讲道理，这套装属性只能说还行，但差一件总让人觉得心里不太舒服。雨堂倒是很开心，他从那2只精英怪身上捡到一件不错的蓝色板甲护腕。夏目默默收起金币和剩下的装备，招呼道：小王，别找了，走吧。王超润如梦初醒，他神色复杂地望向夏目。夏哥，刚才那是……虽说夏目一言不合就给他上强度，但他自己其实也乐在其中。他们3个人居然灭掉了一整个高级哥布林营地，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别看王超润刚才躲避的手忙脚乱，其实他心中也一直在计算怪物的攻击伤害。粗略算下来，夏目给的光盾能够承受的伤害上限恐怕都超过3000了。一个5级的牧师，这合理吗？难怪交流赛的时候他们几个死活破不了盾，而且他的伤害也不正常。王超润想起刚才怪物身上掀起的火浪，眼神闪动。看来交流赛的时候对方放了海。恐怖的控制，强大的护盾，不俗的群体伤害。少年舔了舔嘴唇，不由开始兴奋起来。这个工会貌似有点搞头。等等，5级！王超润微微一怔，突然间想到了什么。他好像听家里人说过，有些特殊道具能够隐藏等级来着。不过低等级地图应该没这种道具吧？而且对方才来过一次遗迹大陆，难道运气真有这么好？见王超润这副神色，夏目也知道瞒不下去了。对方既然加入工会，迟早会发现自己的秘密。想到这，他郑重地望向兴奋的少年，头顶的等级飞速变换，语气中透着一丝沧桑。其实我是真的魔王，曾在这片遗迹埋下无数宝物，现在急缺一批启动资金和忠诚的手下来开疆扩土，恢复往日的荣光。第109章隐藏剧情的猜想。微风轻拂，林间传来悉悉嗦嗦的声响。蓝雅欣握紧手中的法杖，一脸紧张。谁？嘿，蓝学姐，我们回来了。雨堂第一个跳出来，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是你们呀？一旁的梦瑶松了口气，她疑惑道：怎么去这么久？有探查到什么吗？刚才他们隐约能看到那边传来的耀眼光芒，还以为出什么事情了。好消息！夏目装出一副兴奋的样子。那座哥布林营地其实是空的，我们应该用不着绕路。是的，外围几只落单的
也被我们清理掉了。雨堂默契十足。王超润沉默片刻，跟着附和道：“对对对，就是这样。”少年思绪飘飞，还没从之前的震撼中缓过来。等下魔王重回巅峰，雨堂肯定是大教主，那自己怎么也得混个二教主当当。不行，以后自己得多表现，绝不能让那些后加入的新人抢了先。想到这，王超润斗志昂扬，充满了干劲。太好了！两个女孩对视一眼，皆看到对方眼中的惊喜。我们运气不错。是的呢。就在这时，一脸沧桑的莫老头慢悠悠地走过来。我们做了些吃的，你们要不要来点？袅袅炊烟飘起，裹挟着烤面包的香气，令人垂涎欲滴。夏目鼻尖微动，没想到这商队还管饭。篝火的映照下，行商们的面庞逐渐展露出风雨洗礼过的粗糙和坚毅。他们中有的满头白发，眼眸沧桑，有的年轻而充满憧憬，怀揣着对未来的渴望。莫老头将火堆旁的小孙女抱起，笑呵呵地领着众人坐下，开始分发食物。其实就是撒满各种香料的烤面包和清泉水，经过队伍里烹饪师的加工，显得格外美味。夏目一边听着众人的交谈，一边慢条斯理地啃着面包，他眼眸中出现一丝恍惚。这些真的只是 NPC 吗？他们似乎有着完整的人生，复杂多样的情绪，甚至还有孩子。最低级的地图上已经是如此，那更高级的地图呢？哪边才是现实？难怪一批批职业者会沉沦其中，逐渐成为一记大陆芸芸众生的一员。夏目突然有些期待。吃过简餐，孟瑶兴冲冲地开口道：“莫师傅，我的同伴已经侦测过了，前面的哥布林营地是空的。”空的？几位行商一愣，顿时摇头道：“不可能，这个哥布林营地是最近才建成的，已经有不少冒险者死在其中。你们自己去看看不就得了？”王超润猛灌一口清泉水，随意说道：“也好。”莫老头犹豫片刻，把孙女放在一旁，起身带着几名行商和护卫朝哥布林营地摸去。过了不久，几人兴高采烈地跑回来，果然是空的，看来我们不需要绕路了。是啊，这次运气真好。夏目观察着莫老头和行商们的表情，面色略显古怪，他似乎明白了该如何触发隐藏剧情。休整完毕，商队继续前行。孟瑶拉开马车上的帘幕，好奇地打量着空荡荡的哥布林营地，美眸瞪大。这么大的营地，居然一只哥布林都没有，好奇怪啊！谁知道呢？我们来时也不敢相信。夏目摊了摊手，会不会有陷阱？蓝心雅小声嘀咕道，似乎有些紧张。放心吧，要是有危险，我会保护你们的。王超润一脸自信。哈哈，你才6级，还是先保护好自己吧。孟瑶笑道。对了，我听朋友说，莫老头的商队喜欢往怪堆里凑，中途还老是要改道，非常烦人。幸好我们不用。他们难道没试过把怪清了？雨堂眼神闪烁，试探着问道。孟瑶无语凝噎，半晌才悠悠开口道：“果然是高材生，要想清怪，前提他们也得打得过才行。”雨堂顿时闭嘴，自己好像问错人了。他打开通讯面板，开始询问万能的苏学姐。对方语音秒回，还带着战斗的回声。有些地方没办法。什么意思啊？雨堂心中疑惑，却是没再打扰。不过很快他就明白了。半个时辰后，莫老头等人停在一座断裂的桥前，面色愁苦。夏目等人再次一脸无语地走下车。这老头事儿挺多呀。几位冒险者，实在抱歉，这桥前些日子还好好的，没想到突然就看样子是被洪水冲断了。咱们要不还是从其他地方绕路吧。莫老头唉声叹气。夏目向前望去，底下的河水波涛汹涌，里面似乎有黑影窜动。莫老头的孙女正站在河边，瞪着圆溜溜的眼睛看向下方，咿呀道：“爷爷，漂亮的大鱼。夏哥，怎么办？这要绕路吗？”雨堂此时终于明白了苏学姐的意思，有些不甘道：“鬼知道等等他会绕到哪里去。小雨啊，不要急，车到山前必有路，看你王哥的。”王超润精神一振，现在到他表现的时候了。他背着手走到莫老头身旁，高声问道：“绕路也太远了吧，诸位，这座桥难道没有修复的手段吗？”在一记大陆，一切皆有可能。众位行商对视一眼，陷入思索。最后，终于有一位胡子拉碴的中年大叔站了出来：“小伙子，我听过一个传闻，这座桥曾受水精灵庇护，如果能够得到他们的帮助，说不定可以修复断痕。”水精灵？王超润望着呼啸而过的湍急河水，顿时有些傻眼。小王，可以啊，居然真给你找到办法了。雨堂揶揄道。王超润苦着脸，眉头紧锁。传闻是传闻，他们上哪找水精灵去？或许周围有机关呢？蓝心雅轻声开口，一语点醒梦中人。对啊，有道理。王超润一拍手掌，顿时兴奋起来。他毕竟才第2次进入遗迹大陆，对这里远没有2位青山书院的女孩熟悉，依然会陷入思维定式。搞那么玄乎，还水精灵，
不就是解个谜的事情吗？他王学霸的名头可不是盖的。那我们分头找找看。孟瑶笑靥如花。我和雅欣去东边，你们去西边，有发现就用通讯联系。好。夏木和雨堂顿时答应下来。王超润望着两女离去的优美背影，陷入纠结之中。怎么，想追就去，别婆婆妈妈的。雨堂笑骂了一句，待会你可别后悔，然后隐身跑去跟踪他们。王超润脸一红，怒道：操，老子才不是那样的人。小王，快点走了。夏木催促道。好嘞。王超润屁颠屁颠跟上，一脸谄媚。夏哥，我不夏会长，我刚才表现如何？还行。嘿嘿。马屁精。雨堂无奈摇摇头，这家伙没救了。沿着河流一路往西，三人并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地方。河岸野草丛生，他们弯腰低垂，像是伸展迎接天空的臂膀，清新的空气带着淡淡的湿润扑面而来。偶尔一只蝴蝶停在花草间，展翅飞舞，为其增添上一丝生机与灵动。夏木眼神微凝，他已经有所发现，河岸没有问题，但水流不对劲。刚才的水流气势磅礴，现在却格外平静，尤其是偏中间的位置，仿佛汇聚成一个个细小的漩涡，暗流涌动。越往前走，感觉越明显。我们回去。夏木淡淡开口。王超润还在埋头爬草，闻言顿时一怔。怎么了，会长？没事，你可以待在这继续找。夏木没有解释，他脚步匆匆，沿着来时的河岸线飞速奔跑。他现在需要验证自己的想法。河水在身边掠过，溅起晶莹的水花，似银龙般闪烁。啊！王超润一脸茫然。让你跟上就跟上，哪来这么多废话？雨堂瞥了他一眼，毫不犹豫地转身追了过去。他很清楚，动脑子的事情100个自己也比不上夏木。喂，这就不找了吗？我觉得前面应该有线索。王超润大喊道。他犹豫片刻，拍了拍满是泥土的双手，无奈跟上两人的步伐。你们回来了。莫老头坐在河边，不知从哪里掏出一根老式烟斗，吧唧一口吐出淡淡的烟圈。别信那些乱七八糟的传闻，当不得真的。夏木微微一笑。我再试试。说罢，他不再理会莫老头和其他好奇的行商们，一步步朝着断裂的大桥走去。第110章，水精灵的测验。汹涌湍急的河流上方，原本连接两岸的桥梁此刻被分割，恰似一道横亘在水面上的断裂巨龙，震撼而壮观。断口处像是被锋锐的刀锋切过一般，流转着朦胧的白光。夏木走到大桥偏中央的位置，低头朝下看去，堆叠的残骸裸露在河面上，显得破碎而凄美。细小的气泡不断从中心处冒起，像是在圈定某片区域。果然如此。攻击触发式机关吗？夏木掏出魔杖，对准断口下方平静的水面。咻！随着一束橙红色的光芒击穿河面，银色的浪潮飞速涌起，从桥中央不断升起，最后化为一个精致小巧的魔方，在夏木身前不断旋转。什么鬼东西啊？看到这一幕，追上来的雨堂和王超润目瞪口呆。他们好奇地走上来，仔细打量着缓缓旋转的水魔方。这好像是个魔方。雨堂研究半天，终于得出结论。确实。王超润赞同，继续开始拍马屁。会长厉害啊，这都能找到。夏哥，接下来怎么弄？要不碰一下试试？雨堂问道。夏木点点头，主动让开位置。雨堂犹豫2秒，颤抖着伸出手，轻轻触碰旋转的水魔方。下一刻，魔方上覆盖的水珠陡然凝实，化成一幅幅简单的流水图案。丁系统提示音骤然响起：特殊任务，水精灵的测验，请在30秒内将水魔方的图案全部还原，若失败则将受到水精灵的惩罚，请选择接受。雨堂，等等，这不是选择吗？否字难道被吞了？我不接受，不。喂，听得懂人话吗？雨堂满脸焦急和抗拒，这一看就不是他能完成的任务。真是好奇心害死猫，他现在极度后悔。然而他的抗议没有任何效果。精致的水魔方自动出现在他手中，模糊的水幕将他的后路封死，同时也把夏木和王超润隔开。水精灵的测验开始。30、29。卧槽！雨堂拨弄着手中的水魔方，急得抓耳挠腮。这个他真不会啊。手中是个2阶魔方，上面印刻着好几种不同的图案，颜色却是相差无几。绘制的图案像是弯曲的水波形状，方向和数量之间有差别。30秒，这 TM 简直为难啊！雨堂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将魔方上的几种图案认清，然后随意转了2下。此刻时间已经过半。喂，夏哥，听得到吗？救命！雨堂放弃挣扎，大喊道。可惜他的声音传不出去，于是他干脆将魔方往水里一扔，
随后装备好长剑，疯狂砍起眼前模糊的水幕。放我出去，我不玩了！30秒转瞬即逝，扑通，落水的声音响起。夏目和王超润惊讶地发现，水幕另一边的桥面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雨堂落入水中，拼命挣扎。我操！救命啊！见一道道粗大的黑影朝自己游过来，少年吓懵了，扯着嗓子一阵乱叫：“喂，雨堂，你还好吗？”夏目高喊：“我 TM 当然不好啊！”雨堂在水中不断扑腾，急得快哭出来了。我操！有东西在咬我屁股，滚开！他的血量在一点点下降。夏目走近一点，给他套了层真言术。先别急，你把刚才发生的事完整说一遍。操，我很急啊，老夏，那些家伙还在咬我，你有没有办法把我先救上去？夏目认真打量着雨堂所在的漩涡，缓缓摇头，估计不行，这应该是任务惩罚，外力无法介入，稳妥起见，还是得想办法破解水魔方。喂，小雨，接着。王超润却是从背包里掏出一根细长的绳子，朝雨堂甩去。这家伙工具还挺齐全，谢了润哥。雨堂满脸激动，没想到关键时刻这家伙居然还挺可靠。不过还没等他高兴2秒，一头巨大的飞鱼突然从水中窜出，一口将绳子咬住。绳子另一头的王超润发出一声惊呼，少年一个踉跄，差点也被拉下水。他连忙松开手，不敢再动。小雨，你再忍一忍，王哥我现在也无能为力。雨堂眼中的光消失了，他泡在冰凉的水里，哆嗦着开口：“那是个2阶魔方，要在30秒内还原。而且，喂，你干什么？”话音未落，夏目和雨堂就惊讶地发现，王超润一把按在重新漂浮起的水魔方上，邪魅一笑，他俊秀的脸上仿佛闪烁着圣洁的光芒。放心吧，哥可是魔方高手，2阶魔方而已，小 case。王哥牛逼，王哥加油！雨堂眼中燃起希望之火，他现在只想回到地面。夏目却是没有任何动作，他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不过也好，让小王先试试，他应该能补全雨堂遗漏的地方。30秒后，扑通，水花四溅，王超润哭丧着脸，高声大喊道：“会长，救命啊！”第111章特殊技能水上行走。桥又短了一截，夏目倾斜着身子，给泡在河里的2人分别挂上真言术，问道：“小王，到底怎么回事？滚开啊！别咬我！”王超润双手疯狂拍打水面，他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大声解释道：“我大意了，那图案样子都差不多，实际操作起来要比普通魔方很多倍。刚才一拿到魔方，他就傻眼了，所有方块几乎都一个颜色，只有上面的图案不一样。王超润光复原底层就花了10多秒，根本来不及。月影学院人均益智游戏大师，魔方还原自然也不在话下。若是正常的2阶魔方，他有信心能在20秒内还原，但碰到这种变异的，就算多给1倍时间，都机会渺茫。老夏，现在该怎么办啊？雨堂神情绝望，他很少见夏目玩魔方，所以并不觉得对方能破解水精灵的测验。难道说这场旅途才刚开始，自己就要挂了吗？血量不断下降，又被夏目的治愈技能拉回，2人虽然一时间死不了，但也逃不出去，被那古怪的漩涡牵扯在河中心。你们还记得那几个图案分别是什么吗？夏目不急不缓地问道，他那副冷静的样子让王超润微微定下心来。少年思索片刻，回道：“我记得波浪的数目是3、4、5、6、7，其中7有2个，不过方向不同，非常容易搞混。还有……原来如此。”夏目点点头，他大概明白王超润为什么会失败了。面对不熟悉的图案，大脑本身需要一定时间来反应和处理，没法快速适应这种变化，所以需要一点小小的替代。他闭上眼睛，在脑海中大致勾勒出王超润描述的图案，然后将红、橙、黄、绿、蓝、白分别带入对应波浪，3条波浪就是红色，4条就是橙色，以此类推，这样就简单多了。剩下就是让思维慢慢熟悉这种感觉。夏哥，你在干什么？王超润见夏目许久没有动静，不禁好奇问道。别急，我先学习一下公式。夏目点开面板，娴熟地查找着资料。这里信号不太好，你们再撑一会。说罢，他转身往莫老头等人的方向跑去。魔方他确实玩的不多，因为这种东西没什么难度，熟练后无非就是比拼手速和大脑的反应，而且2阶魔方本身也比较少见。喂，别丢下我们啊！王超润欲哭无泪。现场学可还行，总之他现在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小王，你在这里死过吗？雨堂仰起头，静静望着那片晴朗的天空。王超润摇摇头，没有，不过我听人说那种感觉很糟糕。是的，不过一瞬间就会过去，没有太多痛苦。靠，你别吓人啊！王超润感觉背后凉飕飕的。
我们这不还没死吗？总会有办法的。我看看这河里的怪能不能杀。他掏出匕首，使劲向下戳去，可惜隔着一层厚厚的水流，完全没有威力。20秒后，真言术的效果逐渐消失，两人的血量不断下滑。小雨，你别说，一记大陆还挺刺激的。王超润似乎想通了，他逐渐放弃抵抗，双手摊在水面上。这种奇妙的感觉，他刚才尝试了各种办法，但始终挣脱不出这片漩涡，甩出去的钩索道具也会被那些怪鱼咬掉。呵呵，哪里刺激了？我裤裆都快被咬烂了。雨堂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操！王超润似乎想到什么，脸色顿时一垮。就在这时，明亮刺眼的光芒在雨堂周身绽放，让两人几乎睁不开眼。夏哥，王超润在水中扑腾2下，努力睁开眼睛朝上看去。微风轻拂水面，只见断裂的桥上，一道戴着墨镜的帅气身影静静地站在那里，翠绿色的宽大长袍随风飘舞。喂，老夏，你终于想到办法了吗？雨堂眼里终于有了点精神，他不由激动起来。夏木伸出手，毫不犹豫地按在水魔方上。卧槽，住手！你别想不开啊！王超润惊呼。这测试跟实力无关，明显就不可能完成。水流凝聚，精致小巧的银色魔方出现在夏木手中。水精灵的测验开始。30、29。夏木短暂观察2秒，绘制着各种图案的魔方在他脑海中迅速转成鲜明的颜色。紧接着，他左手握住下边缘，右手食指轻盈拨动。首先复原底层角块，然后 ROLU。夏木面色古怪，是自己幸运值太高吗？怎么感觉有点简单？这魔方并没有打乱的太复杂，仅仅几步顶面图案就已经恢复如初，细腻的波浪线条绘制在一起，宛如流动的河水。夏木心情放松，接下来的指法更加流畅丝滑。丁测验结束，总用时15秒，评价 S。水精灵，你小子有点屌！获得成就水精灵的认可，智力+5。获得特殊类通用技能水上行走。夏木眼睛顿时一亮，竟然还有意外收获。通用技能水上行走，需求等级1，瞬发无冷却，效果消耗50点法力值，使目标能在水面上自由行走，持续10分钟，受到伤害后消失，且无法对落水目标释放。夏木没有犹豫，直接点击学习，一道柔和的蓝色光芒没入体内。下一刻，他手中的水魔方砰的一声破碎开来，化为柔和的水珠，消失在空气中。轰！汹涌的水流猛然一滞，紧接着迅速向上翻滚。困在水中的雨堂和王超润惊讶地发现，冲天起的水柱覆盖在大桥的断裂处，形成了一片巨大的蓝色薄膜，水汽蒸腾。哇，好漂亮！远处传来女孩的惊呼声。或许是因为这边的动静太大，梦瑶和蓝雅欣提前赶了回来，结果就看到眼前这震撼的一幕。桥面断裂的区域被蓝色的水流接上，看上去完美无缺，宛若神迹。夏学弟，这是？梦瑶拉着蓝雅欣走上前来，好奇地打量着蓝色的水桥。我们发现一个魔方机关，修复完后就变成这样了。夏木轻描淡写地说道。魔方？哪里？梦瑶一脸兴奋。我最喜欢玩魔方了。还原后它就消失不见了。夏木真诚开口。哦，好吧，没想到夏学弟也是魔方高手，下次可以切磋交流一下。梦瑶笑嘻嘻地看着他。我应该不是学姐对手，这次只是要求还原2阶魔方，没什么难度的。夏木腼腆地解释道。哦，原来是这样，那确实不难。梦瑶信以为真。一旁的蓝雅欣望向四周，疑惑道：哎，另2位学弟人呢？哦，他们说天气热，就下去泡个澡。夏木一本正经地开口。啊，在河里吗？蓝雅欣听完后，小脸红扑扑的，好不容易才憋出一句：学弟还挺会玩。就在这时，桥底水花翻滚，冒出2颗水灵灵的小脑袋。雨堂和王超润同时扯开嗓子大喊：喂，谁来救救我们呐？第112章，技能妙用。梦瑶望着水圈中的2人，一脸震惊。他们这是溺水了吗？蓝雅欣则手忙脚乱地掏出绳子等救援道具。夏木往下扫了眼，经过刚才的事件，中心处的水流似乎变得湍急了许多，低下的怪物也消失不见。不过雨堂2人的情况不太妙，正在被一股股水流推离中心。老夏，救！呸呸！掀起的水浪将雨堂的脑袋淹没，他连续灌了好几口水，难以发出声音。学弟，接着！蓝雅欣朝他们的方向甩出绳子。王超润刚想伸手去接，却又被后面的水流推远，距离差了不少。少年急得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摆脱那群烦人的怪物，现在却又碰上新的危机。他们刚刚去看过，这条河长的离谱，鬼知道最后会被冲到哪里。
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桥上传来女孩们的惊呼，夏木竟然从桥上一跃而下。会长，老夏！王超润和雨堂顿时愣住，随后感动到热泪盈眶。对方这是准备下来陪他们一起被冲走吗？呼！少年的背后，宽大而华丽的暗黑双翼迅速展开，在湿润的微风中优雅穿梭，如同天空中的黑色飞鸟。卧槽！被水流冲远的王超润怪叫一声，心中羡慕不已。这家伙有点帅啊。不过滑翔翼又不能渡水，他待会怎么上去呢？夏哥牛逼！雨堂却没有考虑太多，他连忙从水中伸出手，快救我！夏木在空中侧身，猛然来了一个弧形漂移，直接飞到雨堂身前，一把将他拉出水面。巨力从手臂上传来，雨堂惊叫一声，整个人腾云驾雾般被拉向天空。别松手啊喂！少年吓得大叫。没事的。蓝色的水魔法在夏木的掌心一闪而逝，他嘴角微微勾起，脚尖轻点水面，如同利剑般冲向王超润的位置。银白色的水流如同一层铺开的软垫，在下方稳稳地拖住他的身形。雨堂晃晃悠悠地落下，在水面上连退几步，眼中满是惊讶。这都行？一时间，他忘记了之前的悲惨经历，在波光闪烁的河面上撒欢狂奔。另一边，王超润不敢置信地望着脚下的水面。夏哥，这是你刚才获得的新技能？他一下子猜到了什么，这技能明显跟水精灵的测验脱不开关系。水上行走还蛮实用的。夏木微微一笑。溜啊！王超润试着在水面走了几步，发现完全不会掉下去。他回过头盯着夏木，好奇问道：对了，夏哥，你怎么还原那个魔方的？是不是有什么特殊技巧？夏木想了想，没有啊，就正常还原，先这样，再那样，最后就好了。你用了多久？15秒吧，我一开始没熟悉，操作太谨慎，否则应该还能快点。夏木回忆道。他本来以为会有其他陷阱的，比如上面的图案会变，没想到真就是普通还原。这样看来，水精灵的测验还挺友好的，而且奖励也不错。王超润，少年瞬间自闭，他以后再也不敢称自己是魔方高手了。喂，你们没事吧？远处，梦瑶双手拢在嘴巴，大喊道：没事，学姐也下来一起玩啊。雨堂挥舞双手，可以吗？蓝心雅眼中放光。夏木笑着点点头。不多时，水面上又多出2道活泼优美的身影，脚下河水汹涌，却拿他们无可奈何。哇，夏学弟，这技能好神奇啊！梦瑶开心地凑过来，又是滑翔翼，又是水上行走的特殊技能，这个学弟貌似不一般，都是学校里买的，不值一提。夏木一指王超润，超润兄也有。王超润一脸幽怨，他的滑翔翼只是大陆货，也就样子好看点，哪比得上工程大师亲手做的精品？真的吗？你们学校福利也太好了，哪像我们什么都没有。梦瑶羡慕极了。闻言，雨堂沉默，他也啥都没有。此时，行商们也坐不住了，他们纷纷围到岸边，一脸惊奇地看着踏步而行的5人。喂，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莫非这里真有水精灵？夏木从蓝学姐那借来钩索道具，直接瞄准岸边释放。很快他身体一轻，再次站到莫老头身前。老头拍拍背后尘土，站直身体。尊敬的冒险者，看来你已经成功获得水精灵的认可，那我们继续启程。咿呀呀，他的孙女也睁着亮澄澄的眸子，一脸乖巧和好奇地望向夏木。好，夏木点点头，转身看向河面的4人。大家上来吧，我们继续出发。别急啊，夏哥，我还没玩尽兴呢。雨堂正在享受水面冲浪的快感，其他几人的表情也差不多，似乎并不想这么快上来。见状，夏木悠悠开口：有件事刚才忘记说了，我那个技能是有时间限制的。雨堂闻言顿时一怔，他看向脚下已经开始暗淡的水蓝色光芒，脸色逐渐僵硬。不要啊！第113章消失的路。听完夏木的话，王超润等人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飞速用绳子和钩索冲到岸边。梦瑶甩动着被河水打湿的长发，无语道：学弟，你太坏了。夏木微微一笑，抬头望向蔷薇色的天空。以后有机会玩的，现在还是赶紧上路吧，接下来说不定还有新的事件发生。说的也是，这老头真坑。雨堂抖了抖湿透的衣裳，小声嘀咕一句。王超润打量着商队的众人，若有所思。怪不得没多少人见识过商队的隐藏剧情，原来问题出在这儿。每次发生的事件很可能都是随机的，而且相互之间有一定关联。若是刚开始他们没有消灭哥布林营地，可能就不会经过这条河，自然也无法通过水精灵的测验。虽然道理都懂，但这难度多少有点太夸张了吧。少年一脸蛋疼，要不是夏木在，他甚至都发现不了河水中的机关。想到这，
王超润狐疑地望向夏目，技能变态就算了，解谜也这么厉害，莫非他真保留着魔王的记忆？一旁2个女孩脸上挂着纯真可爱的笑容。雅欣，我们这次运气真好。是的呢。收拾好帐篷和烤架，商队整装待发。河面上的大桥其实并没有完全修复，只是中央的断裂处被水流覆盖，正常走的话肯定会直接掉下去。不过当夏目给众人和马匹施加水上行走技能后，行商们便顺利从蓝色的水桥上走过，抵达另一边。这让王超润和雨堂看得十分眼热。当然他们心里也清楚，凭他们自己的能力肯定是拿不到这技能的。马车逐渐驶出无忧之林，一路上很顺畅，暂时未碰到其他事件，车厢内气氛变得更加融洽。经过刚才的事件，雨堂对王超润观感好转不少，也不怎么拿话挤兑他了。落日峡谷，夏目最期待的地图，因为这里最适合练习滑翔翼。夕阳西下，太阳的余晖洒在峡谷上，整个峡谷都被染成了一片金黄。高耸的峭壁反射着橙红色的光芒，映衬出刀削般的轮廓线条，下方流淌着清澈碧透的溪流，如同一条弯曲的银河在山间穿行。溪水闪烁着宝石般的光芒，静静流淌在石头间，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河中树木茂密，各种鲜花和灌木掩映其间，增添了一抹生机和色彩。行商车队驶在耸立的岩壁间，抬眼望去，悬崖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野花和藤蔓植物。当太阳的最后一缕余光落在这些植被上时，它们身形舒展，像是在欢迎众人的到来。落日峡谷是一张很受欢迎的图，怪物难度不算太高。夏目等人一路上看到很多职业者在峡谷间杀怪，各式各样的技能不断在峡谷间闪烁。不少职业者都注意到这支商队，有人还特意凑上来攀谈，似乎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接到任务。可惜莫老头不怎么搭理他们。夏目等人看着地图上那条横切而过的诡异路线，心中大概明白，这老头又要不走寻常路了。天渐渐黑下来，商队已经深入落日峡谷，周围的怪群密集起来，不时传来阵阵嘶吼声，看得雨堂众人心惊肉跳。跟在后面凑热闹的职业者也消失不见。 NPC 的特权，只要举着火把就能吓退野怪，很真实。当然要是职业者这么做的话，绝对会把仇恨拉满。梦瑶已经没了交谈的兴致，他紧张地打量着隐匿在峡谷间的各种怪物，小声开口道：这条路线是改过的吗？怎么感觉不太对劲？没事的，我们待在车里很安全。王超润一脸淡定，要是真出事的话，莫老头肯定会发布任务。话音刚落，车队突然停下，车厢外传来莫老头中气十足的声音：几位尊敬的冒险者，前面的路被堵死了，可否帮忙探查一下？丁氏否接受莫老头发布的任务。消失的路。任务描述：峡谷前方的路被碎石堵住，请在周围搜集有用的线索，找到继续前行的路线。任务奖励：经验、金币。王超润看着众人古怪的目光，神色一僵。靠，还真来啊！这种全是怪的鬼地方，下去会死人的。如果我们拒绝会怎么样？蓝雅欣弱弱地问了句。大概会绕路吧。雨堂有些不确定道。那少女有些犹豫。夏目想了想，打断道：这样，学姐你们先留下车上，我们下去清个怪。雨堂、王超润。夏目望着他们，淡淡开口：还想不想升级了？两人对视一眼，艰难地咽了口唾沫，随后认命般地点点头。梦瑶却是一怔：啊，我们也可以帮忙的。夏目温和地拒绝，语气中却透着一丝疏离的淡漠。不用。梦瑶还想说些什么，王超润抢先开口打起了圆场：嗨，这种危险的事情交给我们就行，学姐在车上养精蓄锐，待会咱还得指望你们找线索呢。他转动着手中的匕首，笑容自信而张扬。嘿嘿，我可是月影学院的王牌，很强的。那你们加油。放心吧。三人走出车厢，雨堂坏笑着拍了拍王超润的肩膀：可以啊，老王。哦不，这位月影学院的王牌，待会引怪的任务就交给你了，我负责殿后。靠，你别搞啊，我很脆的。王超润脸色一垮，额头已经冒出冷汗，他求助般地望向夏目。会长，加油小王，相信自己，你可以的。夏目笑眯眯地开口。辅助职业果然还是需要团队来配合的。天色昏暗，峡谷中的风凉飕飕的，周围覆盖的植被间隐约藏着一双双视人的眼睛。岩石巨虫、毒物妖蛇、藤蔓树人，无数怪物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孤零零的商队。王超润丝毫不怀疑，只要他走出车厢前的安全区，那些7、8级的巨虫和毒蛇就会恶狠狠地扑上来。他脸色一苦，要不还是宇哥来吧，这片地形我施展不开啊。前面有碎石挡着，后面道路崎岖狭窄，躲都没处躲。雨堂连连摆手：王哥您请，我技术还不过关，怕连累到你们。别这么说，宇哥的实力我最信任不过。你是不是忘了，我可是你的手下败将？不，
我只是取巧，真正实力还是不如你的。行了。看着两人客套的样子，夏目逐渐开始不耐烦。他一把将王超润推出安全区，给他套上闪亮护盾。小王，你要勇敢迈出第一步。刺眼的光芒在寂静的黑夜中扩散。王超润看着疯狂朝自己冲来的毒蛇，怪叫一声，撒腿就跑。第114章线索啊，好亮！蓝雅欣和梦瑶靠在帘幕旁偷看，结果被刺目的光线闪个正着，眼泪都下来了。此时王超润仿佛成为峡谷中的一轮太阳，到处乱窜。他的身后无数怪物紧追不舍，仇恨被牢牢吸引。雨堂倒吸一口凉气，这么多怪，别愣着，等会你来接替他。夏目淡淡开口，小王撑不了多久的。啊！雨堂震惊地望着他，瑟瑟发抖。老夏，你变了。你说什么？夏目回头微微一笑。夜幕下，他俊秀的面容显得有些阴森。没什么。雨堂一个机灵，磨磨蹭蹭地追了上去。啊，我真不行了，夏哥救命啊！王超润已经竭尽全力的走位，但奈何跟着的怪物太多，身上的光盾根本撑不住。-130吸收，-130吸收，-125吸收，-120吸收，-220暴击吸收，-5毒素，-5毒素。无数伤害飘出，光盾上已经布满裂痕。还有5秒，坚持住！夏目一边给怪群挂痛，一边大声鼓励道。眼见光盾就要破碎，王超润一咬牙，从包里掏出一瓶加速药剂，咕咚咕咚灌入口中。借着短暂的加速效果，他与怪群拉开距离，勉强挺到最后1秒。咔！光盾破碎，闪亮护盾带来的仇恨消失。藤蔓怪、巨虫和毒蛇们纷纷将目光转向夏目，眼中似乎还残留着一丝痛楚。该你了，小心点！夏目认真叮嘱一句，将闪亮护盾套在雨堂身上。雨堂哀叹一声，背着盾拼命往另一个方向跑去。在两人的来回拉扯下，怪物如同割麦子般倒下，只留下一地掉落。璀璨的光芒消失，寂静的夜色再次回归。莫老头和其他行商们跟没事人一般鼓起了掌，仿佛在为他们的表现喝彩。雨堂累得瘫倒在地，一脸无奈。关键时刻，这些 NPC 是真的一点用都没有，真穷。王超润帮忙拾起地上掉落的各种材料和垃圾装备，有些心酸。这可都是他用命换回来的。小兄弟，如果不介意的话，这几块蛇肉可以让我来处理吗？随队的那位厨师行商突然开口道，正好用来做蛇羹。丁是否接受任务？美味的蛇羹。任务描述：向行商提供5块毒物妖蛇肉，并协助制作蛇羹。任务奖励：食谱毒物蛇羹。夏目等人看到飘出的任务提示，顿时一怔。雨堂眼睛一亮，居然是特殊食谱，这能卖不少钱吧？王超润也很开心。毒物妖蛇在落日峡谷很常见，我觉得挂拍卖行起码200斤起步。我们学校也有觉醒厨师的同学，瞧你们那点出息。夏目将5块蛇肉递交，回头说道：我们现在可是工会，以后肯定是要招厨师的，食谱当然得留着。对哦。雨堂一拍脑袋，他差点忘记自己现在已经不完全是学员的身份了。王超润不由舔舔嘴唇，也跟着傻笑起来。那怎么也得招个大厨。梦瑶和蓝心雅已经从车厢下来，他们望着一片死寂的峡谷，眼神中满是惊讶和震撼。你们，嘿嘿，孟学姐，现在安全了。王超润帅气地转着手中的匕首，重新恢复活力。接下来咱们一起找线索吧。哦对了，先吃蛇羹。蓝雅欣看着少年灿烂而阳光的笑脸，呼吸不由一滞。他突然意识到，这一路的顺畅可能并不是因为运气。商队旁，篝火再次架起，那位行商厨师娴熟地往大锅中撒下各种材料，炖煮没多久，细软的蛇肉便与翠绿的葱花交织在一起，随着搅拌勺在大锅中轻轻一翻，悠悠的香味随之满溢，让人仿佛置身于春日的山谷中，充满生机与活力。金黄色的鸡蛋片漂浮在透明的蛇肉汤中，微微颤动着，释放着馥郁的蛋香。一旁切成细丝的火腿散发出淡淡的咸味，白气蒸腾。美味的蛇羹。效果：食用后在30秒内恢复1000点生命值，并获得10点毒素抗性，持续30分钟。有毒抗的食物，还不错。夏目端起莫老头递过来的汤碗，慢慢喝了起来。蛇肉的口感并不腥气，反而细腻软糯，汤汁味道也很鲜美，喝完身上暖洋洋的。一记大陆的料理果然不错。夏目舔了舔嘴唇上残留的汤汁，意犹未尽。看来为工会寻找一名合适的烹饪大师，也该早点提上日程了。这也太好喝了吧！雨堂眯起眼睛，一脸幸福。确实。王超润盯着空空如也的大锅发愣，他开始回想自己认识的厨师朋友。
吃饱喝足后，在两位学姐懂事的相让下，夏目从行商厨师那接过美味的蛇羹食谱，收入背包。黑夜已然降临，星星和月亮在天幕上绘出无边的宇宙星河。道路尽头，一座巨大的碎石堆横拦在峡谷的缺口处，无法通行。接下来该做正经任务了。几位少年少女从背包中掏出手电或便携式光源，开始在周围的山林间认真探索起来。第115章符文石与神秘印记。咦，你们快来看，这里有遗迹文。梦瑶率先有了发现。只见陡峭的岩壁旁，一块奇怪的符文石高高矗立，正中央刻着一个巨大的符号，不过纹路十分暗淡。梦瑶正站在符文石旁，手中的光筒照向右侧的区域，那里刻着一行工整的小字，全是由遗迹文组成的。雨堂立刻凑过去，嘴里振振有词，身上仿佛绽放着学霸的光芒。王超润一脸惊讶：“你看得懂？”“当然看不懂。”雨堂神色骄傲。王超润一头黑线：“看不懂你在得意什么？”他努力地辨认着上面的文字。“我命运。”吾将遵从命运的指引。夏目走过来，平静地将其补全。正掏出笔记本查意思的蓝心雅顿时一震，惊讶道：“学弟好厉害！卧槽，你遗迹文水平这么高了！”雨堂怪叫一声：“那当然，要多读课外书知道吧？”夏目掏出一本宫廷典籍，在他面前晃了晃。“七，我怀疑你是看了那本小黄书。”雨堂一脸不信：“什么书？”王超润顿时竖起耳朵：“没你的事儿。”夏目连忙岔开话题：“这石头好像也有古怪。”“是的。”梦瑶伸出手在符文石前晃了晃：“可以往里输入魔力，你们来。”他不是魔法职业，自然没有魔力可传导。“我来吧。”蓝雅欣跃跃欲试，少女刚准备释放魔力，却被夏目轻轻拦住。“等一下！”众人疑惑：“老夏，你是不是发现什么了？”雨堂惊喜问道。夏目打量着符文石上那一圈星星构成的图案，若有所思：“先不急着输入魔力，我如果没猜错的话，这附近应该还有其他符文石。”“真的假的？你连这都能预判？”王超润半信半疑。“我也不确定，总之大家先找找看。”夏目淡淡一笑。孟瑶两人对视一眼，爽快答应下来。他们已经发现，面前这位小辅助才是对方绝对的核心。几人分头搜索，没过多久，雨堂大喊：“我这有一块藏在拐角的地方！”“我也找到了。”蓝雅欣在队伍频道留言。夏目望着面前符文石上刻有螺旋形装饰的太阳图案，心中已经有所猜测。符文石的旁边同样有一行小字：“用无尽的光明和流水孕育新的生命。”有意思，文字居然是分开的。既然如此，那符文石的激活应该就得按照固定的顺序。夏目在原地停留片刻，继续走向下一处符文石。奇怪，这块石头旁边怎么没有字？王超润举着手电在石壁上不断摸索，却没有任何发现。夏目抬头扫了眼，这块符文石藏在角落里，要稍小一些，上面的符号也异常简单，是一个向上指的箭头。雨堂那边的符文石上刻着交织在一起的树叶和枝干图案，有种萧瑟凄凉的感觉。蓝雅欣那边则要简单很多，就是一条条流水的波纹图案，波纹间还勾画出一些细微而模糊的轮廓。这都什么意思啊？好抽象。孟瑶抓着头发嘀咕道。雨堂思索片刻，似乎有了主意。会不会是要把魔力依次灌进去？你这不是废话吗？王超润无语。现在就是顺序的问题，应该要从遗迹文里找线索。好复杂。蓝雅欣将拍好的图片放在一起，黛眉微蹙。为什么只有2块石头旁有遗迹文呀？吾将遵从命运的指引，然后是用光明和流水孕育出新的生命，两者之间好像完全没有关系。王超润反复念叨了好几遍，一筹莫展。2句话，5块符文石，数量也对不上，中间肯定缺少一些内容。我猜测剩下的遗迹文很可能藏在其他地方。那大家分头再找找吧。孟瑶提议道。随后，众人的目光都落在夏目身上，似乎在等待他的决策。夏目想了想，指着最开始的符文石对蓝雅欣说道：“朝里面灌入魔力试试。”啊！少女一怔，神色明显有些意外。这么随意吗？刚才劝自己再等等的也是夏目，莫非对方已经知道答案了？少女摇摇头，将这个荒诞的想法抛到脑后。他们才刚找到线索，不至于这么快。太冒险了吧？王超润在一旁劝道。喂，夏哥，万一输错不能重来，那可就麻烦了。夏目微微一笑，说道：“没关系的，既然是魔力输入，就算错应该也可以重来。而且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一次性蒙对。”“怎么可能？5块符文石，若是要固定顺序的话，全部蒙对的几率可是1/20。”王超润哑然失笑，随后他眼睛一亮：“不过你说的有道理，若是没有风险的话，试试也好，至少先走个流程。”
万一可以重来的话，我们只需要都试一遍，总能找到答案。闻言，蓝心雅点点头。那我就放心大胆的试了。说罢，少女伸出纤细的玉手，轻轻附在最下方的一颗星星符号上，淡蓝色的魔力自她掌心猛然绽放，空气中魔力激荡，符文石上精美的星星一颗颗亮起，仿佛要化为一片璀璨的星空。哇，好神奇！梦瑶看得满脸激动，她还是第一次碰上如此复杂的剧情，至少可以跟朋友吹1年。没过2秒，蓝雅欣却是面色一变，不对，需要的魔力好多啊！她身上的魔法值正以100点每秒的速度迅速流逝，才15秒左右，少女身上的魔力就被直接抽干，一点都没剩。而符文石最上层的几颗星星图案还没被点亮，她连忙从背包中取出魔力清泉喝了起来，恢复着干涸的魔法值。我也试试。见状，雨堂走上去，好奇地伸出手。3秒后，他败下阵来。骑士的智力加成比较低，他本身没多少魔法。夏目最后上前将剩下缺魔法值补足，符文石上的图案终于被完全点亮，像是一片闪烁的星群，散发着黄澄澄的光芒，格外好看。他轻声感慨一句：果然，这就是命运的色彩吗？第116章，传送门与食人领主。王超润面色凝重，按照众人的蓝量损耗，一块符文石大概需要2200点魔力，加上回蓝的时间，起码要1分半钟。那5块符文石就需要10分钟，毕竟他们相隔较远，还得算上赶路时间。如果要把所有顺序都试一遍，明显不太现实。莫老头的车队也不可能一直停留在这片区域，他估摸着明天一早，对方就会启程赶往下块地图。又是现实任务，真是一点喘息机会都不给。不过他们已经顺利完成2个事件，就这么放弃，又有点不甘心。夏目却是没在意王超润脸色的变化，他带着众人来到刻有箭头图案的符文石前，微微颔首。继续。雨堂一脸诧异地望着他，老夏，你是不是找到答案了？闻言，众人纷纷投来清澈而纯真的目光。不可能吧，哪有这么快的？自诩月影学霸的王超润第一个不信，才刚接触到线索，他连思路都没理清呢。我就简单试试。夏目不忍心打击他们，毕竟你知道的，我运气一向很好。群星招式、宇宙和命运算是比较通用的解释，箭头符号应该就是风向和指引的意思。所以吾将遵从命运的指引，很明显就是指其中的顺序，先命运后指引。这也是为什么刻着箭头的符文石不需要遗迹文解释。而另一边，将太阳的螺旋图案作为起始，寓意光明、波浪和枝叶分别代表流水与生命，所以才有那句用光明和流水孕育出新的生命。2句话连起来，图案的顺序就是群星、箭头、太阳、流水和树枝。总之是个极为简单的文字游戏。夏目估摸着再给王超润他们一些时间，应该也能反应过来。几人再次轮流输入魔力，符文石上的箭头图案也亮了起来，在黑夜中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芒。接下来带有太阳、流水和树枝的符文石被夏目等人依次点亮，峡谷间逐渐变得缤纷多彩，金色的太阳、银色的流水、绿色的树枝，无数魔力在空中交织。5个符文石从不同方位激射出一道道奇异的光束，在碎石堆附近形成一道透明而扭曲的传送门户。卧槽，不是吧？王超润顿时傻眼，真一次成功啊！1/120的几率，这不科学。夏目扭头微笑，我就说我运气很好吧。天哪，简直是活着的锦鲤！2个女孩也激动的手舞足蹈，兴致冲冲的对着夏目拜了半天。雨堂舔着脸凑过来，老夏，你这运气也分我一点呗。再说，夏目神秘一笑，双手插兜往中心的传送门走去。都愣着干嘛？走吧，进去看看。好。王超润走了几步，又回头望向身后的符文石，他思前想后，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嗨，别想了，我跟你说，夏哥从小运气就好，他每次选择题都能蒙满分的，贼恐怖。雨堂拍了拍王超润的肩膀，随意道：这么厉害？王超润脚步一顿，心中豁然开朗。他仔细回想了一遍对方刚才激活符文时的顺序，再结合那2句遗迹文，很快找到了关键，一时间头皮发麻。根据答案反推过程，明显要简单许多，但那家伙当时可是没怎么思考就直接选的，真是不可思议。他再次望向雨堂，一副看傻子的目光。你有没有想过，那些选择题对方或许不是蒙的？传送的光芒一闪而逝，夏目等人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处在一片巨大的石室中心，头顶的荧光石散发着柔和的光亮，能够勉强看清周围的景象。这难道是什么遗迹吗？梦瑶一脸兴奋地问道。在遗迹大陆待了1年多，他们俩还没见过真的遗迹呢。应该不是。夏目摇摇头，落日峡谷又不是永夜石林，遗迹的难度要这么低，
肯定早就被人探索完了。总之先看看吧。雨堂好奇地打量着四周，众人逛了一圈，石室中共有4扇大门，不知是由什么材质做的，洁白如玉。夏目伸手触碰门面，系统立刻跳出提示：是否选择进入大门？他犹豫片刻，看向一旁的王超润：小王，去探探路。OK。王超润这次答应的相当爽快，他伸手按在最左边的一扇门上，很快消失在众人的视线中。没过多久，石室内再次浮现少年的身影，他迟疑中透着一丝兴奋，说道：里面是个9级的 BOSS， 足足有3万血，打不打？有夏目这个超级大奶在，雨堂信心十足，他毫不迟疑的点头：当然打。我们可以加入吗？蓝心雅忐忑地望向夏目：大家一起进去吧。夏目略作思索，便答应下来。这么高的血量，大概率是个剧情 BOSS， 伤害肯定很低，没什么风险。几人同时触碰石门，走了进去。最前方，一个身形巨大的石头人正凝视着他们，他浑身上下全是隆起的石块，连接处干裂的缝隙清晰可见。食人领主 LV9 精英，生命值30000，30000，魔法值00。等夏目套完盾，雨堂一马当先冲在前面，手中圣光闪烁，一只金色的大巴掌在空中成型。嘿，先吃我一记！巨大的巴掌从天而降，狠狠扇在食人那张仿佛由晶体构成的脸庞上。负55，伤害不高，侮辱性极强，仇恨直接拉满。好！石头人起身，一拳如泰山压顶般砸下，恐怖的力量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负320，吸收。负55，震战，吸收。夏目淡淡扫了眼，果然伤害低得可怜，这还是等级压制的情况下。王超润缓缓绕到石头人身后，开始修脚。负208，暴击。负120，负120。换上一副墨镜的梦瑶从背后掏出长弓，瞄准食人的眼睛，蓄力一箭射出。负460，弱点攻击。蓝雅欣2秒读条后，手中凝聚出一块巨大的冰晶，猛然轰出。负520。两位学姐毕竟是9级，伤害都不低，这样就简单了。夏目随手挂上痛，开始用魔杖平 A。负300，负90，负300，负90，负160，燃烧。食人领主血量飞速下滑，其余几人纷纷侧目。梦瑶和蓝心雅还是第一次见到夏目出手，心中被震惊填满。这家伙真是牧师。第117章碎石法阵。2道灵活的身影在石巨人身侧左突右窜，看上去是如此渺小。长剑与匕首切割在对方青灰色的表皮，发出阵阵刺耳的摩擦声。轰！巨大的石拳再一次落下，地面巨震，石片飞舞。雨堂和王超润身上连续冒出2个伤害数字，难以维持平衡，差点摔倒在地。小王，回来！夏目随手给他挂上真言术玉，指挥道：石巨人的伤害很低，但那是对他而言。像王超润这种600多血的小脆皮，被砸2下，估计人直接没了。他现在可没有复活手段。闻言，王超润只得不甘地退回，从背包里掏出一把破旧的木弓，开始摸鱼练习剑术。他现在的伤害确实有点挂，有跟没有都一样。另一边，雨堂倒是愈发游刃有余，随着他魅惑层数不断叠加，食人领主普通攻击造成的伤害已经很难超过300。夏目暗暗点头，有对方在，他的确要轻松很多。食人领主攻速慢，伤害低，跟血色神殿的精英统领比，难度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即便是普通的满级小队也能轻松将其击杀，剩下的不过是时间快慢罢了。食人领主的血量很快下降到 50%， 不过他狂暴后也没有新技能，只是攻速略快一点，很快便被众人打倒在地。银色数据流轰然破碎，冒出几缕漂亮的蓝光。在夏目的示意下，雨堂兴奋地捡起掉落，一共3件蓝装，还有些晶体矿石，似乎是不错的材料。蛮使者胸甲、晶石披风、狂暴石斧，其中晶石披风居然是纯智力加成的法系披风。夏目因为有生命的礼赞套装，完全看不上，选择让给蓝雅欣。小姑娘不好意思的接过，连连道谢。她身上装备都很一般，明显没怎么打过副本。雨堂则是看着蛮使者胸甲叹气，虽然是蓝装，但这装备要9级才能穿上，而且还没夏目送他的那件胸甲好，实在鸡肋。看过夏目之前交易的那些豪华装备，他眼光也被养刁了，普通的蓝装没什么意思。见状，夏目将这些装备收起，准备带回去卖掉或丢工会仓库。BOSS 一死，几人开始观察这间巨大的石室。最中央处，一个奇怪的阵盘摆放在凸起的玉石平台上，光芒暗淡。夏目甩了个洞察术：碎石法阵阵盘1/4。描述：
某位阵法师提前布置好的特殊法阵，可用于改造地形，需要注入魔力才能激活。当前魔力值零3000，又是浩然大户。在夏目几人轮流上阵，给阵盘注满魔力后，暗淡的阵盘散发出耀眼的白光，穿过头顶荧光时间的小洞，直冲天际。玉堂眉开眼笑，到现在他也很清楚莫老头的任务该怎么完成了，只需要修复这个碎石法阵就可以。几人退出这间石室，再次选择另外一间进入，里面同样是10人领主，远看跟刚才的几乎没有太大区别，同样是3万血量。有了之前的经验，几人轻松将其解决，没有任何意外发生。一路将另外2个大门内的10人领主消灭，4个碎石法阵阵盘都被激活，耀眼的白色光柱冲天起。只听轰的一声，头顶的地面发生剧烈震动，仿佛有什么东西坍塌了。地震持续好一会，最终缓缓归于平静。众人重新回到开始的石室，只见中央处多了一个小型传送阵，跟进来时的差不太多。这次总应该结束了吧？宇堂语气轻松。夏目点点头，一脚跨入透明而虚幻的传送阵。下一刻，传送的光芒浮现，几人的身影再次出现在地面。一轮圆月高挂星空，幽寂的峡谷间虫鸣阵阵，原本拦在前方的碎石堆已然消失不见，道路重新变得通畅。火堆旁，黝黑的木屑随风飘舞，休憩的行商们似乎都被刚才的巨响惊动，议论纷纷。发生什么事了？大家快看，那边的碎石堆已经倒塌了！哇，不可思议，简直是神迹！见夏目等人回来，莫老头欣喜地走上前。尊敬的冒险者们，前面的道路已经打通，我们去峡谷上扎营休息吧。好，辛苦莫师傅。夏目笑眯眯地点头。看来这一路上应该不会太无聊了。耳畔响起系统的提示音：丁，恭喜你完成任务消失的路，获得莫老头的好感加50，金币加15。不错，路费竟然又赚回来了。至于莫老头的好感，想来应该是触发后续剧情用的。一旁，王超润狂喜，除了金币奖励外，他还能获得丰厚的任务经验，一下子从6级升到7级，身上冒出白光。宇堂有些羡慕，他则因为之前死过一次，经验离升级还差不少。见状，夏目思考2秒，也手动给自己升了个级。商队继续启程，一路赶往峡谷之巅。两侧是陡峭的悬崖，从车厢向外看去，如同悬空行走一般。浓郁的夜色下，周围宛若深渊。不过这种关头，莫老头还是相当靠谱的。车队众人经验丰富，一看平常就没少带人走弯路。从狭窄的小道绕出，视线已经是一片开阔。放眼望去，星月近在咫尺，火光在夜色中闪烁。行商车队逐渐放缓速度，最终停在峡谷上方一片高台处，应该是提前设置好的安全点。周围没有任何怪物。夏目等人走下车，看到莫老头他们已经在铺设帐篷和毛毯，似乎正准备扎营休息。因为海拔较高，温度陡然变低，风中带着些许森寒的凉意。宇堂看了下时间，还要5小时才能启程，好没意思，我去睡会。一路的解谜和战斗，他一直冲在最前面，早就累瘫了。说罢，少年摇摇晃晃地朝其中一个支起的帐篷走去。那我们也去休息了，晚安夏哥。小王2个女孩嬉笑着打声招呼，走向另一个帐篷。王超润一脸不忿，扭头看向身旁的少年，凭什么他们叫你夏哥，到我就成了小王？夏目想了想，可能你长得比较嫩吧。王超润陷入沉思，半晌才闷闷开口，老子明明就很成熟。夏目沈然一笑，没有搭理自闭的超润同学。他迎着风站在陡峭的崖壁上，看向被黑夜吞噬的峡谷，眼中盛满了星光。好高啊，在这里用滑翔翼简直不要太爽。就是有个问题，跳下去很可能找不回来。嘿嘿，夏哥，我就知道你也忍不住。王超润走到崖边，深吸一口气，闭眼享受着迎面而来的凉风。少年转过头，从背包里掏出一片菱形的水晶碎片递过来。这次比赛的奖励盲盒弄得倒是还不错，正好能用上。夏目接过一看，眼睛顿时亮了起来。暗淡的传送道标，描述蕴含空间传送之力的碎片可用于临时传送，使用一次后道标完全破碎。使用注入魔力，在选定地点留下传送锚点，脱站后再次注入足够魔力值，等待5秒即可传送至初始设定的地点，距离初始点地图范围不能超过5000米。好东西啊，可惜是一次性的，而且限制颇多，否则或许可以制作专属传送点。王超润小心翼翼地上前一步，踩在高耸的悬崖边缘，他的身后薄云般的滑翔翼在风中舒展。夏哥，你随便找个帐篷设置就行，我先走一步。随后少年如同翱翔的飞鸟般一跃而下，身影消失在暗淡的夜色中。芜湖起飞。第118章法阵与 BOSS。落日峡谷，风在耳旁呼啸，刮得脸颊生疼。
两旁的悬崖峭壁间，仿佛隐没着一双双猩红的眼眸，注视着空中掠过的那道身影。暗黑的双翼展开，与静谧的夜色融为一体，御风而行。因为有月神之界在，夜色挡不住夏目的视野，他可以清晰地看到远处的一草一木。咻！钩索抛出，缠绕住山巅的树枝，夏目身形一荡，轻飘飘地落在另一片崖谷之上。滑翔翼和钩索的配合，能让他进行较短距离的飞行，这也是职业者比较普遍的玩法。毕竟想要自由自在地待在蓝天之上，起码也得突破40级，那对夏目来说实在太过遥远。休息片刻，等待储存的魔力值恢复满额，夏目继续朝着远处陡峭的山地飞去。这是……正在飞行的少年目光陡然一凝，他发现右侧的山腰处隐隐有赤红色的光芒闪烁，似乎有点像魔法阵。夏目顿时来了兴趣，他身形一转，直接飞向那抹光华覆盖的区域。咻！钩索缠绕住远处的山石，将夏目带到一处幽邃的洞窟前，里面隐隐有赤红色的光芒绽放，伴随着爆裂的技能声响。看样子应该是有其他职业者在，而且说不定正在打 BOSS。 夏目嘴角微微扬起，眼中闪烁着兴奋之色。这片山洞相当隐蔽，而且还是在山腰处，肯定藏着好东西。毕竟跳崖后的落点一般就在这里，他现在相当于一步到位。夏目从背包中掏出菱形的传送道标，上面的光芒已经有些微弱，说明距离已经快要到极限。他心里有些惊讶，刚才自己飞的时候完全没觉得有多远。夏目停顿片刻，抬头凝视着幽暗渗人的巨型洞窟，突然想到了什么，他决定再加一层保险。欺诈的光芒覆盖全身，他的面板陡然一变。王宇轩 LV7， 职业风灵刺客，生命值880880，能量值120120。稳妥，反正对方走都走了，衣服正好借来穿穿。身旁没有其他人在，夏目也懒得隐藏自己夜视的能力，他紧贴着墙壁向山洞内走去。里面的路弯弯绕绕，非常狭窄，有些地方只能容一人通过。滴答滴答，水滴落在地面，发出清脆的鸣响，在幽暗的环境中格外瘆人。时间流逝，崎岖的道路逐渐变得通畅，离红光越来越近了。爆裂声再次从远处传来，伴随着怪物愤怒的咆哮声，在山壁间不停回荡。地面在不停颤动，细碎的石块从头顶落下。夏目视线瞥向一旁，突然一怔，他突然弯下腰，从角落捡起一块破碎的阵盘，面色沉凝。这是阵法师。阵法师这个职业可是大组织的标配，各地几乎只要一出现学员觉醒阵法师，必然会被各大组织招揽抢走。强大的团队增益，种类繁多的控制技能，超一流的守护能力，威力巨大的必杀技，很难想象如此多的能力全部集中在一个非战斗职业身上。只要有时间和材料，提前布置好阵法，这个副职业简直强得像个战神，堪称破解遗迹和探秘宝藏的最佳辅助。当然，缺点也很明显，单人基本没有战斗力，所有能力全部依赖阵法，而且烧钱，极度烧钱。光各种各样的阵盘图纸就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培养一名高级阵法师，上千万金币都未必够用，所以只有大组织才能供得起。洞窟深处到底是哪个大组织？夏目心中愈发好奇，他丝毫没有退缩的意思，大摇大摆地钻入红光之中。自己现在不是敌人，并不会触发法阵的效果，自然也不会被那位阵法师发现。里面竟然是山石铺成的环形结构，藤蔓密布，底下是个类似竞技场般的巨大平台，仿佛一直延伸到山脚。夏目沿着粗糙的台阶往下走去，一路上又看到不少阵盘，有些已经破碎，有些还荡漾着奇异的光彩，夏目没去触碰。他眼神闪烁，看来这里原本的怪物很多呀，不知道对方有几个人，现在是否打到最终 BOSS， 自己有没有浑水摸鱼的可能性。白来一趟可不是夏目的风格，能抢 BOSS 他绝对不会手软，毕竟一记大陆从来没有先来后到的规矩。他的技能有100%伤害，只要 BOSS 的血量够高，抢到的几率非常大。洞窟深处再次传来怪物的嘶吼和咆哮，夏目不再耽搁，直接开启滑翔翼附带的光学隐身，从平台的边缘一跃而下。蓦然间，他神色一凝，只见最下方仿佛玉石制成的平台一直延伸至山壁角落，如同铺展开的白色绸缎。平台上精美的阵盘错落有致地布置着，光芒穿梭在阵盘之间，勾勒出一幅幅华丽的符文图案。尽头处，一扇巨大的青铜古门正处于半开的状态，冰蓝色的阵法光芒从门内透了出来，映照出一幅神秘的光景。第119章锦歌流年。峡谷、山石洞天、青铜古门。空中的夏目神色激动，这里绝对藏着了不得的 BOSS。 他轻飘飘地落在宽敞的白色平台上，迅速朝青铜古门摸去。就在这时，只听砰的一声巨响，青铜古门竟被一只灰色的大手直接推开，随后一个庞大的身影映入眼帘，
日暮魔王 LV， 隐藏 BOSS， 生命值98753万，魔法值224000，隐藏 BOSS， 这可是死亡后不会再刷新，整张地图独一无二的 BOSS 怪。夏目看着残血的日暮魔王，眼皮微跳，看来系统都希望他抢下这只 BOSS， 既然对方主动送上门来，那就却之不恭了。夏目直接磕下速读药剂，朝前冲去。冰蓝色的法阵扩散，日暮魔王动作略显僵硬而迟缓，他眼中闪烁着燃烧的火焰，看不清五官的脸庞狰狞而恐怖，仿佛裹在一团灰色的阴影之中。不过看样子他似乎正准备逃跑。这 BOSS 智慧还挺高。夏目边跑边抬起手，掌心闪动着黑色的光芒。暗炎术，痛，负1300。日暮魔王身形一颤，发出痛苦的咆哮。青铜古门的另一边传来一声轻疑，对方似乎并没有想到门外还有其他职业者在。叮叮叮，突然间空气中短暂回响起金币跃动的轻快声音，如同银铃般清脆悦耳。紧接着一束耀眼的紫色电光从门内激射而出，从 BOSS 脑后贯穿。负3100，弱点攻击。卧槽，这什么伤害？夏目面色一变，他之前的猜想可能有误，门那边应该并不是一个组织。BOSS 只剩最后一丝血皮，生命值54753万，负1300，生命值41753万。一阵炽烈的红光闪过，负360，生命值38153万。看着没有任何动作的日暮魔王，夏目心中一沉，不好，快到那边职业者的斩杀线了。火焰终将降临，无数燃烧的火球从夏目背后升起，猛然朝着远处的日暮魔王当头砸下，伴随着暗炎术痛最后跳动的伤害数字， BOSS 血量直接清零。轰！日暮魔王庞大的身躯缓缓到底，化为银色的数据流崩碎在空中，随后光芒大爆。夏目给自己套上闪亮护盾，迅速冲了上去，看也不看便将所有掉落全部捡入背包之中。紫装好像还有技能书，发了，接下来赶紧溜。就在夏目准备捏碎随机传送符逃命之时，黑白二色的光圈从青铜门内扩散开来，将他的身形覆盖在内。周围环境陡然一变，脚下传来剧烈的震动，被黑白二色分割的方形竞技场缓缓升起，边界线仿佛被刀锋切割过一般，极为平整。这是……夏目瞳孔微缩，他发现自己手中的随机道具都处于无法使用的状态。特殊道具吗？有点麻烦。他皱眉向前看去，与此同时，黑白竞技场的另一边，身着白裙的女孩正手持法扇，缓缓朝这边看来。她肤色白皙，如凝脂般细腻光滑，纤长的双眉如远山青苗，澄澈明亮的眼睛像是一颗天然的黑色翡翠。墨绿色的长发披散在肩上，她身姿窈窕，散发出一种温柔和内敛的气质。少女的面容似乎太过精致，看上去反倒没那么亮眼。夏目甩了个洞察术过去，心中顿时惊讶不已。锦歌流年 LV8， 职业法师，生命值15302300，魔法值13003500，八级。难道对方和他一样是新生？不过这血量和魔力值明显不对劲，有点太离谱了。他记得当初战盾学院初2的陈爽学姐也才1600血量，而且他可是盾战士，血量本身就受到天赋加成。看魔法值就知道，眼前的8级法师明显是主堆智力的，也就是说2000多的血量只是附带。他身上的装备得有多好？少女同样在打量着夏目，她轻启朱唇，声音如流云般温柔宁静。阁下这般可不似君子所为。那真是抱歉，我不是什么君子。夏目随意地推了推墨镜，再次给自己加了层闪亮护盾。他发现少女神色极为平静，似乎没有被抢走 BOSS 的愤怒，仿佛对他而言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耀眼的光芒将竞技场包裹，少女神色淡然，她的眼睛里闪烁着妖异的红光，似乎完全不受周围光线的影响。夏目打量着四周，如闲聊般的问道：“这是特殊道具？”“它叫黑白竞技场。”少女解释道，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宁静。“5分钟内，你无法离开此地。”“哼，你就这么有把握拿下我？”夏目冷笑。白裙少女轻抚法扇，动作优雅迷人，她的嘴角微微勾起。“王宇轩同学，我倒是希望你撑得久一些。”“等等！”见对方准备动手，夏目眼珠一转，这样有点不公平，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锦歌流年肯定不是名字，对方真是财大气粗，居然提前使用了改名卡。少女扬起俏脸，饶有兴趣地望着他。“叶锦歌，好名字。”夏目微笑。“叶同学，你看 BOSS 已经死了，杀我也没有意义，不如咱们合作一把。你要是同意，后面的掉落全让给你，我跟着长长见识就行。”
放心，我王宇轩可是东区名校的学生，向来说话算话，从不出尔反尔。闻言，叶景歌轻笑一声：“你这人真是有趣。不过，如果我不答应呢？”少女一挥法扇，虚空中仿佛有数枚金币掉落，发出清脆的鸣响。紧接着，一团耀眼的雷光在扇面迅速凝聚。这是什么职业天赋？夏目神色凝重，他第一次感觉到同龄人带来的压力。不过同为新生，对方真当他怕了不成？他迅速向前冲去，掌心微光一闪，真言术痛挂在少女身上。负21，送！耀眼的雷光从叶景歌身前激射而出，狠狠砸在夏目的光盾之上。负1800，吸收！靠，这家伙的伤害怎么感觉比 BOSS 还高？夏目脸色难看，他顿时转变策略，掌心闪过柔和的白光，真言术玉。叶景歌面色微变，似乎有些意外。不过他很快想到解决之策，从背包中拿出一枚精致小巧的阵盘丢在脚下，淡蓝色的光芒将它包裹。姐，少女黛眉微蹙，似乎发现了异样。身上的负面效果被解除，但那种淡淡的愉悦感依然还在。她只觉得身体仿佛浸泡在温热的泉水中，懒洋洋的不想动弹。夏目自然也察觉到这一点，他抬起手，连续几道真言术玉迅速落下。不过这次叶景歌有了准备，他瞬间抬手，一个可爱的玩偶出现在空中，替他承受了真言术玉的效果。哦，愉悦的声音从粉红兔子的嘴里发出，多少有点怪异。少女俏脸微红，轻哼一声，温软的声音在风中回荡：“王同学，这就是你的手段吗？”第120章平分秋色。见叶景歌不受技能效果影响，夏目顿时感觉有点棘手。这女孩特殊道具可真多。夏目不敢硬接少女的技能，于是毫不犹豫地朝她冲去，准备近身战斗。不过令夏目意想不到的是，叶景歌非但没有选择拉开距离，反而举起法扇，摆出一副格斗的架势。他的眼中似乎闪过一丝淡淡的兴奋。王同学，请！魔杖与法扇相接，擦出淡淡的火花。同为法系的单手武器，攻速几乎不相上下。夏目早就留意到少女这把奇怪的扇子了。魔杖还算正常，但法扇他听都没听说过，甚至不像是0-9级地图能出产的武器。格挡，格挡，格挡，格挡！少女身法极为精妙，像是一位武术大师，招招凌厉而迅捷。可惜这是一记大陆，受到自身数据的限制，很难100%发挥实力。夏目神色从容，在操作这方面他无惧任何人。两人操作难分伯仲，一时间谁也没掉血。格挡！又一次细腻的走位挡掉袭来的法扇，夏目侧身一魔杖点在少女左肩。负80，再来！少女似乎有些不服气，很快还以颜色，法扇从非常刁钻的角度发起进攻，跟夏目互换一次血量。负68，吸收。负80，远看上去像是两位剑客在对决，动作赏心悦目。既然对方要这么玩，夏目自然奉陪，反正他也没什么伤害。而且这家伙确实挺厉害的，他虽说不至于落败，但也很难占到上风。他心中暗自琢磨对方的身份。5分钟很快过去，黑白竞技场的效果消失，夏目和叶景歌两人又回到洞窟内的白色平台上。冰蓝色的法阵光芒瞬间落下，夏目身形陡然一滞，感觉动作迟缓许多。他毫不犹豫地捏碎随机传送符，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传送光芒闪烁的瞬间，他隐约看见另一抹高挑的倩影，他的双手各拿着一块小巧的阵盘。是那位阵法师吗？夏目心中涌起一丝淡淡的好奇，不过也没有细想。传送的光芒消失，他的身影出现在洞窟外陡峭的岩壁旁。夏目不由松了口气，运气不错。微凉的山风拂过，他展开漆黑的双翼，纵身一跃，披着皎洁的月光，继续朝远处飞去。青铜古门前，叶景歌一把拉住身旁少女皓白的手腕：“哎，小师，不用追了。”秦师扭过头，有些不解的开口：“小姐，我已经定位他了，他抢走了我们的 BOSS。”女孩跟叶景歌同龄，长着一头漂亮的冰蓝色长发，连眼瞳都是冰蓝色的，面容如同瓷娃娃一般美丽，格外引人注目。不过她的表情很冷，即便是面对她口中的小姐，语气也没什么波动，就像是在跟陌生人说话一般。没事。叶景歌微微一笑，她随意摆弄着背在身后的法扇，声音依然如云朵般轻盈柔软。我们再去门内看看吧，说不定还藏着其他好东西。秦师沉默片刻，收起手中的阵盘，他冰蓝色的眼瞳微微睁大，似乎透着一丝疑惑。小姐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夜色如海潮般退去，天际出现一丝微光。夏目独自一人站在山巅，衣袍猎猎作响。他开始查看刚才那个隐藏 BOSS 的掉落。日暮法袍，紫色，胸部不甲，装备后绑定，18护甲，加17智力，加16耐力。
耐久度8080，需要等级9。装备暗影抗性提升10点。装备法术命中几率提升 2%。装备提高所有法术和魔法效果造成的伤害和治疗效果最多20点。日暮胸甲紫色，胸部皮甲，装备后绑定。23护甲，加17敏捷，加15耐力，耐久度8080，需要等级9。装备暗影抗性提升10点。装备攻击和技能造成的暴击几率提升 1%。装备闪避提升 2%。魔王披风紫色，背部披风，装备后绑定。15护甲，加16智力，加15耐力，加6精神，耐久度8080，需要等级9。装备造成伤害时有 10% 几率使目标陷入恐惧状态，所有伤害降低 25%。特殊效果，装备后气质获得提升，有助于获取邪恶阵营 NPC 的好感。不愧是隐藏 BOSS， 掉落的3件紫装的属性和效果都非常出色，尤其是魔王披风，完美契合夏目的需求。本来血量就超标，一旦挂上伤害降低的恐惧 buff， 其他职业者和 BOSS 怪物更加打不动他了。至于唯一那件用不上的日暮胸甲，相信能让小王产生新的动力。日暮魔王的掉落中还有几件蓝装和绿装，其中3件还有一双夏目能用的鞋子，灰烬便鞋，蓝色，脚，鞋子，装备后绑定。10护甲，加9智力，加10耐力，耐久度6060，需要等级9。装备使移动速度获得小幅度提升，聊胜于无。夏目毫不犹豫将3件装备换上，真实面板再次提升一截。夏目 LV9， 职业神眷牧师，生命值3828，魔法值800，近4000的血量，一个盾下去就能让人绝望。对了，自己好像还捡了本书。夏目在背包中搜寻片刻，他的手中出现一本黑色封皮的古书，上面星星点点的黑光流转，仿佛缠绕着浓郁的邪恶气息。这是技能书。夏目看完介绍，不禁倒吸一口凉气。第121章，魔王降临。特殊类技能魔王降临为1，瞬发，冷却时间1个自然日。描述：日光落幕，浩劫降临，你将自暗夜中崛起，化身日暮魔王，为众生带来灾厄与毁灭。效果：化身日暮魔王，并获取其部分技能，同时自身技能将被封印，持续1小时或死亡。化身后属性根据职业本身属性进行调整。适用职业全部。这是变身类技能。夏目惊呆。除去职业自带的技能和自由技能外，职业者还有几种可以学习的特殊类技能，这些技能都不占用原本的技能格，所以非常稀有。当然，相对应的学习和使用的条件也非常苛刻。变身类技能就是其中之一。丁氏否学习魔王降临。是。注意，原有变身类技能将被覆盖，无法恢复。否确定。是。夏目自然没意见。变身类技能只能学一种，要想学习新的，原先的技能就会被覆盖。不过他之前也没学过类似技能，当然不会在意覆盖的问题。黑色的书籍在虚空中缓缓燃烧，耳畔仿佛回响着恶魔的低语。紧接着，技能书燃烧后的灰烬化为一缕流光，逐渐没入夏目眉心，形成一个极淡的符文印记，不靠近很难看清。技能说明变得更加详实。特殊类技能魔王降临为1，瞬发，冷却时间1个自然日。效果：化身日暮魔王，并从其技能分支中选择一条，同时自身技能将被封印，持续1小时或死亡。化身后从 BOSS 模板降为精英模板，护甲值提升 200%， 生命值提升 500%， 魔法值提升 500%， 与所有人类阵营处于敌对状态，无法在遗迹大陆外使用。夏目有些惊讶，要是给一般的职业者学习，这加成只能算一般，容易暴毙，但对他这种主家体质的人来说，生命值提升 500%， 属实有点逆天。以他现在的血量再提升5倍，那都快接近2万了，想想都令人激动。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变身后会与所有人类阵营敌对，这也意味着只能单打独斗。要是打 BOSS 的话，还未必有本身的100%技能强。想到这，夏目突然一怔，等等，这变身技能好像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啊！总不能跑到主城去搞屠杀吧？他又不是真的魔王。算了，不纠结了，多个强力技能总是好的。夏目决定继续享受愉悦的旅途。晨曦已经浮现，这时间雨堂他们应该已经醒了。夏目想到刚拿的几件装备，嘴角微扬，准备在聊天群里给王超润和雨堂一点小小的刺激。他解开屏蔽，刚想发2条信息，却发现群里已经被疯狂刷屏。夏目眼神一凝，雨堂，卧槽，有其他职业者来了，10几个人，
好像还是一个工会的。王超润，王超润，没事吧？雨堂，应该，不过他们一副喝醉酒的样子，搞不好要来闹事。你们两个跑哪去了？王超润，我和夏哥正在练滑翔翼，你帮我看看右侧崖边有人不？我马上赶回来。雨堂，暂时没有，你小心点，我和学姐跟他们周旋一下，希望不是什么坏人。雨堂，夏哥，雨堂，老夏，雨堂，操，又屏蔽我。王超润，喂，怎么打起来了？什么情况？雨堂，这帮猛虎公会的流氓盯上我们了，满口污言秽语，妈的，要不是打不过。王超润，我来了，学姐还好吗？雨堂，不怎么好，商队的护卫太菜，根本打不过他们，我先和孟学姐他们突围，你见机行事。雨堂，喂，老夏，你再不回来，家要被偷了。王超润，快，直接往前跑。雨堂，这帮畜生，莫老头他们被杀光了。王超润，别冲动，等夏哥吧，咱先猥琐一手，我问问有没有月影的学长在附近，干他丫的。夏目读完最后一条消息，面色逐渐阴沉。一记大陆总是不缺这种人渣，尤其是面对一帮初出茅庐的学生，更是无比放肆。毕竟这里是野外，又是半夜，短时间根本不可能有人来救。他想了想，问道：“你们跑掉了吗？”雨堂，老夏，你 TM 怎么才回？哭泣，哭泣，哭泣。王超润，莫老头没了，学姐也没了，哭泣。夏目蹙眉，怎么回事？雨堂，我喝了隐身药剂，还用掉传送符，才勉强跑掉。学姐也用了，但还是被追上。我们现在已经收不到他们的消息，估计凶多吉少。雨堂，我们现在随便找了个小山洞缩着，周围全是怪，完全不敢出去。王超润，夏哥怎么说？这帮人太嚣张，咱找机会灭了他们。他们现在在哪里？王超润，大概还在车队那，毕竟是安全区，还有现成的营地。雨堂，魏老夏，你别想不开啊，他们10几个人呢，都是9级，装备比学姐他们好很多，估计在这混了很多年。王超润，会长，冷静，我已经呼叫学生会支援了。夏目思索片刻，将最后一段消息发送出去。等我，很快来接你们。山风拂过，晨曦出现，为昏暗的天空注入一丝活力。夏目站在山巅，暗黑色的魔王披风缓缓舞动，散发着令人恐惧的气息。他眼神冷冽，从背包中掏出暗淡的传送道标，缓缓注入魔力。第122章诡诈大师。崖顶，商队所在的安全区。NPC 和马车此时已经消失，仿佛从未来过。对于大多数职业者来说，这些无限重置记忆的 NPC 不过是可有可无的存在罢了，他们可悲的人生早已注定。火堆持续燃烧，映照出一张张5大3粗的面容。咕咚咕咚，满脸酒气的汉子将水袋中最后一点酒倒入口中，顺势抖了抖，直至里面发出空荡荡的回声。他打了个酒嗝，醉醺醺地说道：“大哥，这几个学生妞真犟啊，非得跳崖自杀，兄弟几个拦都拦不住。什么垃圾书院，听都没听说过，反正也没前途，不如跟着我们算了。就是咱猛虎公会好歹也是落日一霸，装备技能书什么没有，有必要那么抗拒吗？学生仔都这样，不撞个头破血流，不懂得珍惜。再说老三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那张丑脸，上来那么问谁能答应啊？你 TM 再说一句，老子这叫真诚。”被称为老三的汉子梗着脖子说道：“话说那小男孩模样真不错，可惜给跑了。呵呵，老三你口味真重。操，你敢说你没点想法？行了，你们都少说2句。”坐在最中间的方脸汉子眉头紧锁，那个后面来的刺客有点邪乎，又是滑翔翼又是传送符的，搞不好是大学院的。咱们这次可别捅了娄子，等天亮赶紧走。怕什么？一群乳臭未干的初中生而已，说不定连血都没见过，老子不知道宰过多少个了。不一样，那家伙技能有古怪，马的老子被捅了一笔，真 TM 痛。一名9级武僧一脸蛋疼，下次别让我逮到他，否则……众人看向他，一阵哄笑。老六，要不要去医院治治啊？顺便搞点小药丸。哈哈哈，没看老子疼着吗？闭嘴，滚！就在这时，一道戴着墨镜的黑袍身影自崖边浮现，脚边碎石滚落深渊，发出清脆的摩擦声响。谁？老三立马反应过来，扭头望向身后，手中的长管猎枪已经上膛。看到夏目孤身一人，他紧绷的神经顿时松了下来，不怀好意的笑道：“哟，这位迷路的小同学，你的同伴难道什么都没跟你说吗？”“嘿嘿，这是给哥几个送钱来了。”其他人也没有当回事，依旧悠闲地坐在火堆旁。“快，把身上值钱的东西交出来。小同学，你也不想体验死亡核调经验吧？”夏目嘴角微微勾起。“听说你们是猛虎公会？哦，有点意思。”方脸汉子站起身来，玩味地打量着夏目，
眼神逐渐冷了下来。竟然是风灵刺客！听到这话，众人脸色瞬间一变，酒都醒了一半。他们这才开始用洞察术查看夏目的信息。顶级职业？怎么会有顶级职业？那可是万中无一的天才，进大公会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只要中途不夭折，各种名校闭着眼睛都能进，美女、财富、名望，一切唾手可得，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老三握着枪的手都在抖，要是当初他觉醒的是顶级职业，就不会一直窝囊的待在这片鬼地方了。夏目淡淡一笑，缓缓走上前。所以，你准备怎么赔偿我们呢？你不要欺人太甚！围在篝火旁的职业者都站起身来，脸上浮现怒容。方脸汉子突然大笑起来，威胁我们，就凭你一个小毛孩？等你成长起来，老子或许要退避三舍，但现在你小子在装什么？他脸色陡然阴沉，双眼变得通红。你知道吗？老子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帮走了狗屎运的家伙。老六，控住他，别让这小子隐身。寒冰气息从一名法师脚底弥漫，逐渐朝夏目席卷而去。夏目平静地举起魔杖，下一刻，无尽的光在崖顶绽放，仿佛将天空的昏暗驱散。什么鬼东西啊！我的眼睛瞎了，要瞎了！猛虎公会的职业者们顿时东倒西歪，一个个捂住眼睛，不敢抬头。方脸汉子内心震惊不已，对方这是什么技能？还是说特殊道具？夏目抬手给后排的暗杀者挂上暗炎术，痛，阻止其隐身逃跑，又给自己挂上一层玉。他看向前方眯起眼睛的方脸汉子，淡淡开口：正好，我也没准备放过你们。魔王降临！一股黑焰从他周身燃起，恐怖狰狞的青灰色身躯自地面拔起，逐渐膨胀至2米左右，流露着恐怖的气息。请选择日暮魔王技能分支。元素法王能够驾驭各种元素，施展出毁灭性的魔法攻击。诡诈大师拥有高机动性的身法技能和捕捉弱点的能力，时刻准备给予对手致命一击。暴怒行者拥有原始的嗜血渴望，用最直接的方式正面碾压对手。视野变得广阔，夏目适应了下变大的身躯，心中惊讶不已。技能还可以自己选择的吗？那就诡诈大师。夏目毫不犹豫地确定天赋。下一刻，2柄斜月般的匕首出现在坚韧而粗糙的青灰色手掌中，散发着死亡的气息。原本神卷牧师的天赋和技能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3个崭新的能力。看来变身后的属性和技能数量都是跟本身挂钩的。日暮魔王为 LV9， 生命值19140，19140，能量值200-200。夏目望着全新的面板，若有所思。生命值确实提升为5倍，但魔力值却变成了能量值。看来变身后选择不同的天赋分支也会产生差异。伴随着夏目完成变身，耀眼刺目的光线陡然消失，他身上的附加状态被完全清空。感受到崖边的诡异动静，方脸汉子勉强睁开眼，向前看去，整个人顿时愣在当场，只觉得一阵凉气从背后钻出。这是变身技能，但就算是那种极其稀有珍贵的变身技能，血量也不至于如此之高吧？这个学生到底是什么来头？他来不及思索太多，只是扭头怒吼道：一起上，杀了他！卧槽，什么东西？老三颤抖地举起猎枪，迅速射出一颗爆裂弹。其余人也反应过来，强忍着心中的恐惧发起进攻。一时间，各种技能向夏目飞来。山风吹拂，夏目握紧手中的匕首，深灰色的眼眸中闪烁着一丝兴奋。如果是身为牧师的他，面对10几位9级职业者的围攻，恐怕只会束手无策。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猎杀开始，目标锁定，夜晚缺医生 LV9， 职业医师，生命值1410，1410，魔法值2680，2680，日暮戏法。漫天技能穿透了那道恐怖身影，夏目优雅地从日暮的阴影中走出，手中匕首刺入那位医师的心脏。负810，弱点攻击。对面唯一的医师神色惊恐，抬手想要给自己治疗，但下一刻，另一把匕首在空中划过一道森冷的轨迹，快速切开了他的咽喉。负760，弱点攻击。秒杀！医师瞪大眼睛，他无力地瘫倒在地上，灵魂绝望飘起。看着不远处那道青灰色的恶魔身影缓缓转过脸来，方脸汉子等人不自觉地后退半步，身体开始剧烈颤抖。第123章宣战。日暮戏法。技能描述：消耗30点能量值，在原地生成一个虚幻的假身，瞬移至半径10米内的敌人身旁，并对其进行标记，造成的伤害提升 15%。击杀标记目标后重置冷却，并获得20点能量值，冷却时间15秒。标记的医师被击杀，夏目的技能 CD 又转好了，他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就在这时，
方脸汉子朝他发动了冲锋。晕眩打击，-270，眩晕，-380，暴击。他手中长剑直刺夏目咽喉。与此同时，远处躲在角落里的暗影术士缓缓读条，给夏目套上虚弱。砰！枪声响起，裹挟着火光的子弹在空中分裂，化为弹片朝夏目席卷而来。-188，-188，-188。一时间，10多位猛虎公会成员齐齐发动攻击，他们配合默契，控制技能衔接得十分紧密。可惜夏目血量太多了，一轮集火不过才掉落4000血量，不疼不痒。霜冻星辰，另一位兵法师终于按耐不住，将自己的控制技能交了出来。崖顶的地面上骤然凝结起一层白霜，朝夏目的方位蔓延而去。等的就是你！夏目眼神一凝，日暮戏法发动，瞬间锁定目标。两柄匕首交错而过，上面覆盖着粘稠而浓郁的阴影。影之势，-1200。与此同时，夏目的血量猛抬一截，+1200。影之势技能描述：消耗30点能量值，用阴影的力量覆盖匕首，击破目标弱点，进行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并回复造成伤害100%的生命值。冷却时间5秒。那位残血的兵法师吓得面无人色，他连忙闪现拉开距离，迅速往嘴里灌了瓶缓效恢复药剂。你们快拖住他，减速！位移技能。夏目有些惊讶，低级法师很少会去学保命技能，因为这样伤害很低。看来对方没少在野外 PK。不过，你以为这样就安全了吗？夏目冷笑一声，猛然朝前方撒出一圈匕首。归寂之刃，-880，-510，-510，闪避，格挡。刚逃过一劫的兵法师还没来得及松口气，脸上的表情便缓缓定格。归寂之刃技能描述：消耗50点能量值，朝半径5米范围内的所有敌人投掷一次匕首，并附带处决效果，对血量低于20%的目标造成更高伤害。冷却时间20秒，每击杀一个敌人减少2秒。夏目微微蹙眉，这技能虽然炫酷，但伤害似乎弱了点，而且冷却也长。还好他血量多，有更高的容错机会。没给对方任何喘息机会，夏目再次使用日暮戏法，来到那位叫做没穿内裤的猎枪手身后，一笔割喉。老三！方脸汉子急了，他望向夏目，服软道：兄弟，别杀了，我们认栽。你要多少赔偿说个数吧。他们身上的金币加起来可不是个小数目，要是被爆了，得亏出血来。他是真没想到，这么恐怖的家伙竟会混在一群初出茅庐的小绵羊里。晚了！青灰色的身影丝毫不做理会，日暮戏法再次发动，又一位脆皮的术士倒下。方脸汉子目眦欲裂，他从背包中掏出一个幽蓝色的圆环，猛然朝夏目丢去。禁锢之环，蓝色的光幕从圆环上垂落，将青灰色的身影笼罩在其中。夏目脚步一僵，感觉身体被圆环牢牢锁住，动弹不得。不过他并不担心，猛虎公会现在减员数人，对他已经造不成威胁。快跑，去另一边的平台！方脸汉子喊道。众人纷纷展开滑翔翼，从峡谷上一跃而下，朝另一边的崖顶飞去。夏目静静地望着空无一人的火堆，目光深邃。他们似乎猜错了一件事情。老大，那家伙能维持多久？一名重剑骑士心有不甘地问道。他们10几个经验丰富的职业者，竟然被一个小毛孩打得抱头鼠窜，回去要被公会里其他人笑死。我 TM 怎么知道？方脸汉子的咆哮在风中回荡。今天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下次都给我把招子放亮点，问清楚再动手。老大，当时不是你让我们动手的吗？操，我让你说话了吗？方脸汉子暗自后悔。在得知那2个小姑娘是青山书院的，他心里完全没当回事。结果后面的2个学生来头一个比一个大，其他人也蔫蔫的。终日打雁，却叫雁啄了眼。以往碰上的那些个普通学院的学生仔，看到他们都畏畏缩缩，连头都不敢抬，甚至主动交上金币保命。一记大陆向来不是一个公平友善的地方，当初他们亦是如此，从被人肆意欺辱的学生，到现在却反过来压迫别人，成为自己当初最憎恨的模样。方脸汉子落在地面上，微微松了一口气。还好那家伙不会飞，否则我们……不好，他追来了！他身旁的弓箭手颤抖地指着身后，发出一声惊呼，连手中的弓都拿不稳了。方脸汉子转身一看，顿时头皮发麻。卧槽！只见天空上一个青灰色的展开漆黑的双翼，披着晨曦的微光向他们快速追来。快，集火，把他打下来！控制技能呢？别让他落地！见视线中出现猛虎公会众人的身影，夏目直接甩出一道钩索，缠绕在崖间，他的身形在空中一荡，直直冲了过去。咻！魔法和弓箭打在坚韧的表皮上，冒出一个个伤害数字，
让夏目前冲的趋势一缓。不过距离够了，刹那间他的身形消失在原地，只留下一道即将破碎的虚影。日暮戏法，青灰色的巨大身影在人群中游走，犹如一位漠然的死神，迅速收割着猛虎公会成员的生命。突然间，系统的提示跳出：丁宁已击杀10位猛虎公会的成员，是否对选择对猛虎公会宣战。宣战后10小时内将暴露自身和驻地位置。当前地图对方公会总人数78人。夏目眼神闪动，嘴角微微勾起。是。第124章反应。天光出现，狭小幽暗的山洞里探出一颗小脑袋。雨堂朝四周打量片刻，整个人又逐渐缩回洞中，面泛苦涩。这已经是落日峡谷深处，外面都是悠闲晃悠的高级怪物，他们两个想要出去，只能慢慢磨。王超润倒是平静，他毕竟是刺客，来去相对自由，只要注意别靠怪物太近就行。他双手抱胸，淡淡问道：咱等人还是先练会籍？练级吧。雨堂检查了一遍药水储备，缓缓点头。他打开聊天群，神色略带担忧，也不知道老夏怎么样，他应该不会有事吧？王超润笑道：那家伙不找别人麻烦就不错了。也是。雨堂想了想，对方说的很有道理，这次就当吸取教训，咱毕竟不是会长，还是等9级装备搞齐再出来，不然一点战斗力都没有。王超润仰头望向天空，咬牙切齿：猛虎公会，这仇我王超润记下了，3年之内必报。你那些喊来的学长学姐呢？雨堂好奇问道。王超润神色一僵，人家能来支援就已经很不错了，你还真指望他们帮我们去找猛虎公会麻烦？哦，我看看有几位学长今天应该能到，咱先离开这个鬼地方再说。老王，你说那帮人不会在外面堵我们吧？雨堂惴惴不安。王超润摩挲着下巴，也不是没有可能，那你先待在后面，我去探路。他突然想到什么，一脸古怪地望向雨堂。会长，嗨嗨，夏同学不会经常这么晚消失吧？雨堂沉默。王超润顿时了然，他扶额摇头。靠，你要不再想想办法联系他，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他万一真碰上那群家伙，恐怕凶多。丁宁的工会杀戮过多，已向猛虎工会宣战，您的位置坐标将在10分钟后公布，持续10小时，请随时做好战斗准备。王超润愣住，雨堂愣住，两人对视一眼，目光炸裂。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王超润咽了口唾沫，浑身颤抖。雨哥，你说我现在退出工会还来得及吗？雨堂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呵呵，你觉得呢？闻言，王超润颓然瘫倒在地。不是，一定要玩这么刺激吗？我的小心脏有点受不了。跟上次相比，这趟移籍大陆之行简直就是地狱难度。他堂堂月影学院新生中的王牌选手，武校交流赛第3的精英，都快被夏目的各种神奇操作整崩溃了。之前好歹还是杀怪，现在直接跟其他工会开战，他明明还只是个初中生啊！安了。雨堂轻轻拍了拍他的背，笑着说：老夏既然敢开战，一定是有把握的，何况猛虎工会应该不是什么大工会吧？王超润面色复杂地望向他，你就一点不惊讶吗？当然惊讶啊！雨堂靠在冰冷的石壁上，嘴角微扬。不过习惯就好，真是服了。王超润轻叹一声，唉，既然上了这艘贼船，那我也只好陪你们疯一把。嘿嘿，老王好样的，我们果然没看错你。话说，那枚戒指能不能预支一下？老王，我就知道，你果然暗藏祸心。靠！魔王，你是？方脸汉子瞪大眼睛望着眼前的青灰色恶魔，神色呆滞。他做梦也没想到，对方居然有资格发动工会战。哪有工会因为这么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挑起战争的？这孩子到底是什么来头？冷汗顺着额头滑下，方脸汉子看着一地墓碑，悔得肠子都青了。这一次自己似乎给工会惹上了大麻烦。走好，不送。青灰色的身影与他擦肩而过，留下一声嘶哑的低语。下一刻，一柄匕首刺入方脸汉子的后心，最后一丝血亮清空。当前地图猛虎工会人数6478，才杀了14个吗？夏目取消魔王降临，重新变回圣洁的牧师模样。他开始捡尸，70金币，81金币，65金币，68金币，100金币。夏目惊喜，这帮人还挺富的啊，身上就没有低于500金币的。啧，懂事。一波进账1000多金币，夏目心满意足。果然，想要快速崛起，还得靠发战争才啊。猛虎工会分会长雷天震带人打完副本，正准备休息一会，就见工会群里消息疯狂刷屏。他微微一笑，会里好久都没有这么热闹过了。大半夜的，这帮家伙难道又从 NPC 或学生手里抢到什么好东西不成？随手点开聊天群，
雷天震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月影学院学生风灵刺客变身恶魔的技能，对于方脸汉子等人的脾性，他再清楚不过，都是些欺软怕硬的家伙。平时一个个不都聪明的很，怎么突然招惹到这种可怕的敌人？真是麻烦。看着一个个挥下去的头像，他脸色阴沉。这个王宇轩到底是何方神圣？会长，让我带人去杀了这个小子吧！敢在我们的地盘这么嚣张，真是活腻了。副会长于成在一旁开口道：“他那个变身技能肯定有很大的限制，不可能一直维持。就是这口气必须出，他肯定还在那附近，跑不远。”另一人高大壮硕的男子插话道：“不过老张他们也太菜了吧，被一个学生当击杀。”雷天震思索片刻，一挥巨斧：“走，弟兄们，替老张他们报仇！”就在这时，系统的提示音响起：“丁，魔王公会已向您的公会发起宣战，双方坐标位置将于10分钟后公开。”什么？众人一惊。雷天震看到这个公会名，心中顿时涌起一阵刺骨的寒意。老张他们莫不是惹到什么邪教组织的人了？第125章峡谷追击。10分钟后，雷天震瞪大眼睛，一脸疑惑地看着地图上公开的坐标，怎么才3个人？而且连公会驻地都没有，这就是所谓的魔王公会？真是白金下一场。他们猛虎公会虽然规模不大，但在落日峡谷混迹多年，也小有名气，再怎么也不可能连3个职业者都打不过。对方是来送死的吗？此时整个公会群已经炸了，众人议论纷纷。什么情况？3个人？难道是学生创立的公会？他还真当我们猛虎公会好欺负不成？老大，怎么说？我们现在就过去宰了那几个小家伙，他们连9级都没到，就那个叫王宇轩的强些。对方的变身技能似乎很麻烦。呵呵，我就不信他一直能变身，何况我们60多个人，还怕他一个？依我看，老张他们整天喝酒闹事，好几个月没下副本，被人杀了也是活该。雷天震迟疑片刻，最终还是选择动手。事出反常必有妖，他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不过要真因为对方是顶级职业就轻易妥协，那猛虎公会干脆别在这片区域混了，传出去也会变成一个笑话。10小时不可能那几个小家伙逃掉。但想起方脸汉子死前传回的信息，雷天震还是谨慎地叮嘱道：“你们身上多带些道具，小心别被那学生阴了。”漆黑的双翼在空中展开，一道身影如同轻灵的飞燕，在峡谷间优雅地穿梭。暗灰色的魔王披风在风中飘舞，细腻的金色纹路在背后明灭不定。不多时，他眼睛一亮，一个大弧度转身，整个人轻飘飘地朝谷底落去。不远处的小山洞前，雨堂正顶在前面，和王超润两人吃力地刷着8级的森林狼，血量看上去不太健康。夏木缓缓走了过去，抬手给他挂上一层真言术玉。咦，老夏！体会到这种熟悉的愉悦感，雨堂惊喜转头，却发现夏木正缓缓戴上墨镜。等等，不要啊！一轮小太阳在谷底冉冉升起，吸引了无数怪物的目光。雨堂和王超润交替着拼命奔跑，熟练的让人心疼。20分钟后，周围的怪被清理一空，两人累得瘫倒在地上，看着夏木悠闲地捡起掉落的材料和金币。会长，能不能解释一下工会战的事情？王超润一脸愁苦地望着地图，一个个小红点正在往他们所在的位置赶来。真要打呀！猛虎工会的驻地本就在落日峡谷，距离这里不到2个小时的路程，而且他们在这片区域混迹多年，对地形相当熟悉。你是不是傻啊？雨堂瞥了他一眼，这玩意能随便取消吗？就算我们答应，猛虎工会也不可能答应啊！靠！王超润抓着头发，实在想不出夏木怎么打。3打60，他们又不是神仙。老夏，你真把那些追我们的家伙全都杀掉了？雨堂终于忍不住问道。夏木点点头，我去的时候他们正好在睡觉，完全没有防备。雨堂一脸不信，但他也没有追问下去，只是轻叹一声。总之，莫老头和学姐他们的仇算是报了。喂，别搞得跟生死离别似的，听着瘆得慌。王超润掏出块面包咬了口，看向夏木。所以夏哥，我们到底怎么办？他们已经追来了。等。夏木微微一笑，轻吐出一个字：放心，待会有你们发挥的机会。嗨嗨，王超润差点噎到，他一边咳嗽一边摆手。不，我不想发挥，自己就不该问的。这可是亲手消灭一个工会的机会啊，而且还能获取贡献点。你难道一点想法都没有？夏木拿出日木胸甲，在身前比了2下，随后若无其事地将其放回背包。不过要是害怕的话，你躲在后面也可以。等等，谁说我怕了？王超润蓦然站起，脸色严肃。会长，小王愿为工会赴死。很好。夏木欣慰笑笑，虽然他一个人也可以，
但有王超润的天赋在，会更轻松一点。雨堂撇撇嘴，不动声色地离两人远了一点。夏目转过脸，盯着他那张美丽的脸，若有所思。我有一个很不错的计划，需要你们配合一下。雨堂听完后，认命般地点点头，一脸无奈。王超润却是眼睛一亮，嘴角微微勾起，发出毛骨悚然的笑声。小王，灭掉猛虎公会，给你记一个贡献点。夏目拍拍他的肩膀，放心，组织是不会亏待你的。谢谢会长。王超润眉开眼笑，他想起夏目刚才拿出的装备，心潮澎湃。打完这一架，自己就是有极品紫装的男人了。夏目望着少年干劲十足的表情，终究没忍心道出真相。在他这里，紫装可不是一枚贡献点就能换到的，毕竟太轻易得到的东西，大多数人往往不懂得珍惜，万一对方带着装备退会呢？再说王超润等级还低，就算拿到也穿不上，不如先帮他存着，等试用和考察期过了再说。夏目发现自己已经学会站在工会会长的角度上思考问题。第126章战术刺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猛虎工会分会长雷天震惊讶地发现，夏目三人的坐标居然始终没什么变化，像是故意在等他们一样。会长，这三个小兔崽子是不是喊人了？一旁的爆裂拳手沉声问道。有可能，总之大家小心一点，注意周围。雷天震看向后方，挥了挥斧头，都打起精神来。好的，老大。后方几个远程职业有气无力的应声，哈欠连天。天都还没亮呢，大半夜赶路，真是折磨人。他们在遗迹大陆生活多年，早已养成跟外界差不多的休息习惯。一路上遇到不少刷怪的职业者，他们纷纷避到一边，不明所以的看着一大群凶神恶煞般的汉子呼啦啦往里冲去。有相识的小队心中不由纳闷，猛虎工会今天这是怎么了？虽然他们的风评不怎么样，但在这一带实力确实非常强，而且跟不少工会相熟，一般职业者根本不敢招惹。随着猛虎工会的众人深入落日峡谷，周围的怪逐渐多了起来，道路旁不时窜出几只森林狼和巨型毒株，被他们顺手解决。见距离已经近了，雷天震语气一肃，分队先找机会把他们围起来。毕竟经常下副本，工会众人配合默契，很快便组成一支5人队伍，朝前方的山脉围了过去。地图上那3个孤零零的小红点已经近在咫尺。夏目看到对方变换阵型，嘴角微微勾起。很好，他还就怕对方直接莽上来。5人一组吗？那他就不客气了。小王，做好准备。王超润舔了舔嘴唇，肾上腺素飙升，眼神中满是兴奋和紧张。身为阴影中的刺客，就是要在刀尖上起舞才得劲。这还是他第一次正式在遗迹大陆野外 PK。当然，昨天夜里被人撵着跑不算。夏目扫了眼地图，带着王超润直接向猛虎工会最左侧的队伍迎去，雨堂则按照计划向后退去，吸引注意力。雷天震紧盯着地图，自然发现了他们的动向，心中一怔。3人还分开，这是什么意思？他没有细想，继续有条不紊地在聊天群中指挥。老于，小心点，有2人朝你们那地方去了，注意看周围有没有其他学生，有的话通报一声，我们马上赶过来。离得近的就先过去支援，剩下人跟我先把后面那小子解决，他肯定就是那个王宇轩。老大你也太谨慎了，放心，2个学生而已，我这次带了不少控制道具，他们只要露头就死定了。副会长于成自信满满，其他几人神色也很轻松。会长这是杀鸡用牛刀啊，谁说不是呢？就算他们把同学都叫过来帮忙也没用，这年头初中生都能创建工会，还敢叫魔王，真是笑死个人。就在这时，无尽的闪耀光芒从峡谷另一侧朝这片区域蔓延，众人隐隐看到一位戴着墨镜、俊逸不凡的少年从道路尽头向他们跑来，身后还跟着一大群怪物，光明正大，不带任何遮掩。于成伸手挡住刺眼的光线，朝前方甩过一道洞察术。看清对方面板后，他瞳孔一缩，惊声喊道：是王宇轩，那个风灵刺客！他连忙眯起眼睛，紧张地打量着四周，眼泪被光刺激得哗哗直流，似乎没看到其他学生。他有些搞不懂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学生真准备一个人上？难道他的变身技能又能用吗？一时间，于成5人心中满是戒备，忍着刺眼的强光准备出手。3、2、1，夏木默数着身上闪亮护盾的结束时间，在最后1秒抬起手，往对面靠右位置的射手套了个盾。一轮太阳再次从峡谷中升起，于成等人意识到不妙，刚准备回头救援，却被闪亮的强光闪了个正着，捂着眼睛发出一声哀嚎。那位脆皮弓箭手懵了，他看着身上突然出现的护盾，不知所措。对方人还怪好的，怎么给自己套盾？等等，他不是风灵刺客吗？还没等他想明白这些问题，原本追逐着夏目的庞大怪群呼啦啦全部涌向弓箭手的位置，
直接冲散了5人的阵型。负200，吸收。负188，吸收。负188，吸收。负320，暴击，吸收。弓箭手大惊失色，于哥，救我！他没想到对方招数这么阴险。夏目微微一笑，顺手给众人挂上痛，随后从容离开，1秒也没多待。马德，被耍了！于成感受到身上剧烈的痛楚，怒吼一声，一拳轰入怪群，火光迸溅。他没有注意到，队伍里唯一的辅助牧师已经被怪群分隔开来，正手忙脚乱地给弓箭手释放治愈术。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突兀地浮现在他的前方。你壮汉牧师吓了一跳，挥舞着法杖就准备往下砸去。王超润嘴角勾起一抹坏坏的笑容，匕首自下而上，狠狠一撩。猴子偷桃啊！啧，听着都疼。王超润从容跨过牧师倒下的身躯，借助怪群的卡位遮挡，潇洒离去。被这么多怪物包围，又失去治疗，这支小队已经离覆灭不远。夏目并没有就此离去，以现在怪物积聚的数量，他还能消灭几支小队。老于，刚才发生什么了？猛虎公会的其他人看到这边的动静，顿时不再淡定。于成眼睁睁地看着队伍中那名弓箭手被怪物啃死，心中顿时一凉。快救我们！这么多怪，他们根本顶不住。一记大陆的怪难度可是很高的，平时一支小队碰上5、6只打起来都很费力，需要不断走位格挡，减少伤害。而现在冲过来的又何止30只。夏目在远处观望片刻，又偷偷摸了回来。借助植物的遮挡，他开始挨个给残血的怪物们挂真言术，一挂就是好几层，他们掉落的血量快速回复。里面还有只小精英的蜘蛛，血量很快也被补满。围攻的怪物顿时更加愉悦和兴奋，一路疯狂追击，咬得于成他们面无人色。很快，另一支队伍赶来。夏目平静地站在高处，用魔杖打出2发平 A， 触发饰品火网特效，将好不容易逃出怪群的于成收掉。随后，他再次给另一支队伍的法师套上闪亮护盾，光盾刺目的特效点亮峡谷，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王超润灵活绕后，冲着那位治愈骑士的屁股一顿狂乱突刺，对方惨叫一声，面无血色的倒在地上，再也没能爬起来。他看向剩下几名脸色苍白的猛虎公会成员，邪魅一笑，比了个割喉的手势，然后转身就溜。懂不懂苦痛刺客的含金量啊？嘿嘿，万军从中取上将首级，宛若探囊取物。第127章正面对决。当前地图猛虎公会人数4478，连灭4队之后，雷天震终于反应过来不对，不要追了，都回来。看着那些成员临死前传来的消息，他面色凝重。特殊技能能够吸引怪物的光盾，风灵刺客什么时候有这种技能了？在这片全是高级怪物的落日峡谷，落单的职业者要被怪物围上，哪怕不死也得脱层皮，何况那2个阴险的家伙总盯着队伍里的治疗下手。他们真的只是学生吗？会长，现在怎么办？2个身形健硕的奶爸提着治疗锤走上来，神色明显有些惊慌。他们已经听闻有个极其变态的刺客专攻下3路，而且似乎能让人产生真实的痛感，鸡飞蛋打，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一起过去看看吧。雷天震沉着脸冲周围的工会成员喊道：弟兄们都靠紧点，把辅助职业围在中间，别让他们找到逐个击破的机会。事情显然已经超出他的预期，对方竟然能找峡谷中的怪物当帮手，着实不可思议。另一边，雨堂在山地间拼命奔跑，不时用魅惑5步叠减伤层数，再加上缓效治疗药剂，勉强将血量维持在安全线。身后的怪物越聚越多，情况十分危险。咦，不追了吗？雨堂已经有段时间没听到身后的动静。他打开地图，看着上面的小红点逐渐朝夏目2人的方向移动，心中顿时一松，连忙掏出隐形药剂灌下，脱离战斗。20金币、10金币、15金币。夏目一脸晦气，这帮家伙出门前居然还能想到把金币存起来，导致他收获不佳。王超润在旁边看得咂舌，他们2人已经联手杀了20个9级职业者，如此梦幻的战绩，他刚开始想都不敢想。猛虎公会的那些小队气势汹汹地赶来，然后被夏目带着怪群埋葬在落日峡谷间，就跟葫芦娃救爷爷似的。这些装备不错的9级职业者，好像实力也不咋地嘛，怪不得卡等级不突破。如此看来，灭掉一个普通公会好像也没那么难。不知不觉间，少年的心态发生了转变。敢惹魔王者都得死！王超润眼中满是战意，不过当他的视线扫过地图时，脸色瞬间一变。不好，猛虎公会的人聚在一起了。哦，学聪明了吗？夏目打量着周围的地形，丝毫不慌。那就让他们来。虽然人多的话，之前的战术不管用，但对方想抓到他们也没什么希望。王超润很快也意识到这一点，紧绷的神经一松，他嘿嘿一笑。
居然怕了，真怂！老子一人都能把他们杀穿。夏目瞥了他一眼，转身向后走去。那剩下的就交给你来解决。王超润傻眼。哎，别啊，夏哥，会长，我开玩笑的。两人来到一路绕上山峰，王超润思索片刻，问道：咱们也去找小雨会合？不，再等等。夏目淡淡开口，他没滑翔翼，容易被追上。王超润看着陡峭的崖壁，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我们可以用滑翔翼甩脱他们。不对啊，夏哥，猛虎公会的人应该也有滑翔翼，他们追上来怎么办？他们最好有。夏目微微一笑。王超润不解，什么意思啊？夏目回过头，拍拍他的肩膀，意味深长道：小王，我们的目标可从来不是逃跑。王超润心中一颤，紧接着不由兴奋起来。两人刷着怪，一路悠闲地走上开阔的山顶。不多时，地图上周围的红点逐渐重合，身后传来各种技能的爆炸声。雷天阵带着猛虎公会的成员缓缓靠近，他们人太多，一路吸引了不少野怪，所以行进的速度并不快。见夏目二人悠哉地站在山顶等自己，他一挥手，示意众人停下。两大公会隔着隆起的山石遥遥相望，一边是单立孤，一边人多势众。你就是王宇轩？雷天阵握紧手中的巨斧，怒气冲冲地喊道：王宇轩。王超润一愣，他朝夏目甩了个洞察术，面色顿时变得古怪。刚才他还真没注意到夏目改名字。哎，可怜的王宇轩被夏魔王盯上，连转学了都不得安宁。是又怎样？夏目一脸平静。雷天阵语气森然：好，很好，杀我的人还敢宣战，以后有本事别让我碰到你们，否则见一次杀一次。王超润不服气：明明就是你们猛虎公会的人先招惹我们的。哈哈哈！雷天阵狂笑：小子，这里可是我们的地盘，你们老师难道没教过你们怎么遵守别人的规矩吗？所以你的意思是，那些路过的人就活该被你们欺负了？夏目淡淡问道。我不是来跟你讲道理的。雷天阵摆摆手，不耐烦地开口：小子，不要以为有点背景就沾沾自喜，一记大陆可没那么好混。哈哈哈！王超润模仿雷天阵的样子狂笑，他一脸高傲与不屑地望着对面那群五大三粗的汉子，岿然不惧。怎么，你们猛虎公会难道连我轩哥的名号都没听说过？雷天阵一怔，心里直犯嘀咕：什么鬼名号？不就两个连9级都没到的小屁孩吗？不过对方刚才的表现又让他有些不太确信，难道说他们背景不是一般大？王超润双手叉腰，颇有气势地喊道：你们不妨去打听打听，在东区的学院，谁不知道咱一技杀神王宇轩？猛虎公会的成员听得一愣。东区？他们不就在东区吗？难道是那几所贵族学院的？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满是茫然。一技杀神芦苇，你听说过吗？没有啊。你呢？不造啊。小子，你不是月影学院的吗？雷天阵很快发现了破绽。王超润面色一僵，他挠挠头：我们是旧识，对，那个我刚从东区转到月影学院的。夏目无奈，这货演技太拙劣，他都有点看不下去了。扫了眼对方的信息，他打断道：雷天阵，你们还有什么遗言要交代吗？哼，年龄不大，口气倒是不小。雷天阵眼神一冷，冲身旁一挥手：给我上，杀了他们。第128章击退与策略。7级风灵刺客和一个大概率是专属职业的7级刺客，面对猛虎公会数十个9级职业者，雷天阵完全想不到自己怎么输，哪怕是后排一人一个小技能，都足以将两人击杀无数次。见猛虎公会的众人已经接近攻击范围，夏目从背包中拿出机械改装炸弹，预判好位置往前方一丢。负150，昏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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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他和王超润两人直接转身从峡谷上方飞了下去。漆黑的羽翼在空中展开，神秘而华丽。滑翔翼，雷天阵眉头紧锁，不愧是大学院，还没到9级就拥有这种东西。不过滑翔翼相当耗魔，而且能够飞行的距离并不长，他不觉得对方有机会逃脱。追！雷天阵没有丝毫犹豫，直接下令。被炸药弄得灰头土脸的几个近战心中憋屈，二话不说冲到崖边，直接展开滑翔翼朝夏目二人追去。对于在一技大陆混迹多年的9级职业者，滑翔翼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基本人手一个，顶多就是材料和做工差点。有2名法师尝试在崖边搓火球，不过因为夏目二人已经飞出去很远，火球根本瞄不准。见身后的天空中各式滑翔翼飞舞，王超润有点慌了。夏哥，这样真的没问题吗？万一……夏目微微一笑，没有万一。说罢，他身形一转，朝不远处的山崖上落去。
见状，王超润深吸一口气，硬着头皮跟上。两人几乎同时降落在崖边。王超润因为没有魔法，使用的滑翔翼跟大多数近战职业一样，是另一种自带冷却的款式，也就是说，短时间内他无法再次使用。准备好了吗？夏目转头看向天空中的一片阴影，缓缓戴上墨镜。放心吧，夏哥。王超润握紧手中的匕首，兴奋点头，心中满是紧张。那接下来就交给你了。夏目拍拍他的肩膀，直接将闪亮护盾套在少年身上。下一刻，无尽的光在崖顶绽放。操，这是什么？啊，我的眼睛！瞎了，要瞎了！空中传来一阵惊叫与咒骂声。飘在空中的猛虎公会成员们没有一点防备，他们仿佛看到一轮太阳在眼前升起。有几个落在后面的职业者，此刻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滑翔翼不知歪到哪里去了。王超润独自站在崖顶，望向拼命捂着眼睛，歪歪扭扭降落在面前的几个壮汉，热情一笑：“嘿嘿嘿，大爷，咱们不如玩点刺激的。”他迈着妖娆的步伐走上前，匕首在掌心翩翩起舞。必杀技，猴子偷桃！啊！所过之处尽是一片凄惨的叫声，将刺客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远处即将落下的几个汉子眯着眼睛瞥到这一幕，瞬间下身一凉，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们惊恐地扭动身子，开始紧急调转方向。但周围一片悬崖峭壁，大多数职业者的滑翔翼根本不足以维持飞行那么久，掉下去必然直接摔死，进退两难。操，给老子滚开！一名长相粗犷、胡子拉碴的男子在空中拼命蹬腿，神色惊恐地护住要害，想要强行降落。刹那间，一道道温柔的白光落在他身上。男子眼神迷离，紧绷的神经陡然一松，双手无力地垂下。说时迟，那时快，王超润 Z 型小碎步近身，一个帅气的360度托马斯回旋踢正中要害。负66暴击，咔！哦，胡子男痛哭失声，居然没有立刻昏倒。夏目走上前去，将他一把拎起，朝悬崖下丢去。卧槽，会长你力气好大！王超润看呆了，这壮汉看上去足有200斤的样子，居然被夏目轻松提起。难怪当初在交流赛上，对方扔他们跟扔球似的。当前地图猛虎公会人数4378、4278、4078。昏迷失去战力并不等于死亡，所以猛虎公会实际损失的人数要比看上去更多。另一片悬崖上，戴上遮阳镜的雷天震远远望着这一幕，气得暴跳如雷。尤其是夏目当着他的面将几个昏迷的猛虎公会成员从悬崖上丢下，他只觉得脸皮都在疯狂抽搐。王宇轩，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老大，还追吗？几个没来得及用滑翔翼的远程职业颤声问道。他们捂着裆，脸都绿了。在对方诡异的技能面前，护甲如纸糊一般，根本起不到防护的作用。追还追个屁啊！雷天震咬牙切齿，他剩下这点人都不够死的。先回工会。撂下这句话，他转身就走，完全不敢回头，生怕自己再看一眼就会忍不住冲上去跟对方拼命。真要被那2个毛头小子团灭在落日峡谷，他们猛虎公会的脸就丢尽了。当然，现在也没好到哪去。来时足足64个成员，走时只剩下一半不到，关键连对方一根毛都没伤到，他都快要气出内伤了。见老大不发话，一众公会成员也只得垂头丧气地跟在他身后，欲言又止。猛虎公会纵横峡谷这么多年，何时受过这种委屈？这2个学生卑鄙无耻，不讲武德，简直比他们还要混账。一想到对方的种种手段，他们只觉得浑身发寒，完全不敢提追击的事情。带走远一些，雷天震的神色终于恢复平静，他缓缓握紧双拳，开口道：“哼，别急，那2个学生不过就是仗着地形优势罢了。一旦走出这片峡谷，他们那些稀奇古怪的技能就没那么有效，到时还不是任由我们拿捏？”会长，你何来的自信？众人心中默默吐槽，但嘴上还是附和道：“老大英明，这2个小崽子阴得很，不能被他们牵着鼻子走。我们可以假装撤退，等他们追上来，再设下陷阱，将他们一网打尽。”见众人士气回复，雷天震冷哼一声：“既然敢直接对我们宣战，我就不信他们能忍住不追上来。”他嘴角勾起一个阴险的笑容：“我们的位置虽然暴露，但其他公会没有啊，我可以让巨熊公会替我们出手，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众人眼睛一亮，纷纷拍起马屁。这样的话，他们也不用冒着风险动手了。不过这样的话，又得欠那死肥婆一个人情，真 TM 的不爽。哼，算了，人情老子可以欠，但王宇轩今天必须死。老大说的对。另一边，王超润兴奋地看着自己的战果，热血澎湃。原以为猛虎公会是个惹不起的庞然大物，现在看来不过是只哼哼唧唧的病猫，这就夹着尾巴溜了。他还没杀爽呢。
见地上躺着的汉子即将醒来，他上去就是2匕首，让你们在落日峡谷横行霸道，让你们欺负学姐，让你们乱杀 NPC。夏哥，咱追不追？王超润明显有点上头了，痛打落水狗可是他的最爱，今天他要超神。天光明亮，风和日丽，夏目站在山头，宽大的披风猎猎作响，仿佛奏起一支华丽的乐章。他思索片刻，转身开口：走吧，我们先离开这里。离开？王超润一愣，似乎听懂了夏目的意思，不过他看着地图上远去的红点，表情疑惑。离开落日峡谷吗？为什么？猛虎公会明显不敢再来招惹我们。自己想。夏目瞥了他一眼，并不做任何解释。原本挺聪明一小伙，怎么都快成10万个为什么了？这片区域又不是只有那家公会。第129章，椰林海滩。猛虎公会在落日峡谷扎根多年，若是说连1-2个关系较好的盟友都没有，夏目是绝技不信的。哪怕他们风评很差，之前对方自以为占据着绝对优势，不可能想过去求援，但现在可就说不定了。损兵折将后，那位雷会长必然不会再像刚才那般冲动，毕竟他们的位置完全暴露，他大概率会寻找其他非公会成员来帮忙。万一对方派出刺客小队，宇堂和王超润几乎必死无疑。夏目不准备冒这个风险，至少在位置暴露的期间，他们最好撤得远远的，这样也能降低猛虎公会的防备。毕竟对他而言，这场公会战才刚刚开始。给宇堂发过消息后，几人决定先去椰林海滩会合。椰林海滩就在落日峡谷边上，离他们现在的位置不算太远，而且那里是一记大陆的旅行胜地，无数学生和网红在那里拍照打卡，对方应该不敢当着人群出手。总之，十分安全。一旁的王超润听到椰林海滩，顿时两眼放光，兴奋之色溢于言表。日光、沙滩、泳装美少女，一时间他都快忘记自己还身陷公会之战。夏目提醒道：我们不是去玩的，你们2个悠着点。放心吧，夏哥，我没问题的。王超润拍拍胸脯。两人开着滑翔翼在峡谷间穿梭，很快追上了东躲西藏的宇堂。老夏，快给我讲讲刚才发生的事。一见面，对方便好奇地围在旁边，嘴都没停过。从峡谷深处绕出来，周围的怪普遍只有4-5级，对他们造不成什么威胁，宇堂和王超润都能轻松解决。周围人流越来越多，显然跟他们一样，都是去往椰林海滩的方向，不少人脸上都带着度假般的轻松表情。夏目3人顺利融入人群，天空是一望无际的蓝，风从远处吹来，逐渐带来一丝潮湿和新鲜的气息。日光暖融，全新的景象很快出现在面前。椰树、海洋、沙滩，不愧是度假胜地。叮！发现椰林海滩，属性点+1，又是20点血量到手。夏目伸了个懒腰，跟着兴奋异常的宇堂2人往海滩边走去。落日峡谷，啾！一只黑不溜秋的鸟飞过，不明物体在空中划过一道优雅的弧线，落在雷天震的额头上。汉子伸手一挡，嘴里骂骂咧咧：动作快点，陷阱都布置好没？老大，都放好了。一群猛虎公会的成员们埋头干得起劲，在道路旁隐蔽的地方放置各种禁制和陷阱道具，守株待兔。雷天震满意地点点头，他看着地图上逐渐靠近的小红点，眼神冒火。还敢追上来，等会看你们怎么死。周围的地形十分开阔，没有那么多山崖可以用滑翔翼，只要被限制住，根本跑不掉。他冷笑一声，挥挥手：别磨蹭，大伙继续往前走，不要被他们看出来。1刻钟后，有人终于忍不住发问：老大，他们好像没往这边来啊。地图上那2个小红点虚晃一枪，在中途直接绕路，迅速转向另一边，似乎根本没有继续追击的意思。糟糕，被骗了。雷天震反应过来，差点气到吐血。他恶狠狠地盯着那个出生的男子，要你说，老子又不瞎。先回去。雷天震狠狠挥动巨斧，将旁边粗壮的古木直接砍倒，似乎在宣泄内心的情绪。关键他还不能打草惊蛇，要是被对方发现自己的意图，一跑了之，那他们得硬生生吃下这个哑巴亏。离定位消失还有6小时，现在他们也只能等巨熊公会的消息了。椰林海滩，海风吹过，带起阵阵清凉。在宛若梦幻般美好的世界里，心中的烦恼仿佛都被抛之脑后。老夏，我们之后还要去找猛虎公会麻烦吗？宇堂开口，他踩在细沙上，闭眼倾听着浪潮拍岸的声音，似乎颇为享受。这是少年从小到大第一次见到海洋，果真如书上所说，远比那些湖泊和溪流广阔。不过要等定位消失。夏目神色平静，反正猛虎公会的驻地就在那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不急不急，会长，咱先好好度个假再说，打打杀杀多没意思。王超人的目光早已被周围打扮清凉的小姐姐们勾走。卧槽，你们快看，
8点钟方向，这身材绝了。夏目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个身穿比基尼的女子正和朋友靠着椰树摆拍，汹涌澎湃的波浪吸引了众多目光。他倒吸一口凉气，这得有 F， 不，我觉得应该是 G。王超润摩挲着下巴，一脸笃定。小王，看不出来，你经验还挺丰富啊。夏目惊讶，哪里，会长谬赞，我不过只是博览群书罢了。王超润不知从哪里掏出把羽毛扇子，在身前轻轻挥动，一副高谈阔论的模样。就在这时，周围几个女子笑着路过，嘻嘻，哪来的小屁孩，怪可爱的。哎，怎么到处都是学生，一个个都太嫩了，老娘不好意思下手啊。就是，都没发育成熟。王超润脸色一黑，他默默将手中的玩具扇子收起，陷入自闭。夏目和雨堂不厚道的笑了起来。嘿，小王，想不想要他的联系方式？雨堂扬起下巴，不怀好意的看向王超润。小雨，你能要到？王超润一脸不信。等等，他突然想到什么，眼睛一亮，莫非真没规矩，以后要叫宇哥，懂吗？雨堂冷哼道。宇哥，小弟初来乍到，还望宇哥多多提携。王超润飞速放下身段，一脸渴求。还有以后引怪，没问题，都包在我身上。王超润满口答应，根本没有认真听。雨堂嫌弃的瞥了他一眼，这还差不多，等着。好的，宇哥。王超润乖巧点头，一脸期待。夏目沉默，他没有理会雨堂投来的问询目光，假装自己在看风景。假正经。雨堂双手插兜，转身大摇大摆地朝沙滩上那2个身材极佳的女孩走去。不多时，几人打成一片，甚至开始一起摆拍。周围的目光顿时变得更加火热。王超润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大脑直接宕机。他突然觉得大胸妹子似乎也没有那么香了。第130章偶遇。联系方式要到了，人也给你们带过来了。雨堂一脸疲惫地走回来，随意地冲王超润和夏目说道：好兄弟啊。王超润按着他的肩膀，感动到热泪盈眶。嗨，小弟弟，你们好呀。那位身材傲人的女子脸上挂着甜美的笑容，大方地朝他们打起招呼。白月河 LV9， 职业泡沫术师。女子化着淡妆，略显成熟，她穿着红色比基尼，傲人的身材一览无余，长发披肩，奶白色的肌肤上挂着点点晶莹的细纱，极具诱惑。近距离看，她的容颜其实不算特别出众，但对小男生杀伤力巨大。你好。王超润红着脸扭过头，完全不复之前的健谈。小雨堂，这就是你朋友吗？好害羞啊。与白月河同行的女子打趣道，她的长相同样甜美可人。雨堂一脸无语地看着王超润，就这家伙还会害羞？嘿嘿，王超润挠挠头，憨憨地笑了起来。面对成熟的大姐姐，他的抵抗力直接被削减为0。夏目简单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他将雨堂拉到一边，有些疑惑地问道：喂，你把他们拉过来做什么？怎么，老夏，你难道不开心吗？雨堂斜眼瞥向他，他一撩头发，哥的魅力无人能挡。夏目恶寒地移开视线，行了，好好说话。哈，你一定想不到，是月河姐说要过来认识一下你们的。雨堂笑着解释道。夏哥，他们在遗迹大陆待了近20年，认识一下肯定没坏处。20年？夏目微微一怔，对方面容相当年轻，真是一点看不出岁月留下的痕迹。是啊，他们说每隔1、2个月都会来这里拍照，算是保留回忆。雨堂想了想，坏笑道：老夏，人家经验丰富，你可不一定把握得住。呵呵，小瞧谁呢？夏目自然不甘示弱，看着他刚走上前准备搭话，就听到王超润一脸激动的开口：哇，姐姐好厉害，你们公会还缺人不？加我一个，反正。夏目，他脚步一顿，满头黑线。小王，嗨，少年感受到身后不善的目光，神色一僵。夏哥，我开玩笑的，你还想不想加入联盟了？夏目淡淡开口。哦对，看我这脑子。王超润一拍脑袋，解释道：月河姐，我们几个当初约好一起去联盟，所以你看他又急了。急你个大头鬼啊！雨堂上去就是一巴掌呼在他脑袋上，别总是口无遮拦的。晓得。王超润陪笑。你们几个感情还真好。白月河掩嘴轻笑，他扭头看向夏目，眼中透着一丝淡淡的好奇。哇，雨轩弟弟，你觉醒的居然是风灵刺客吗？好厉害。那肯定。夏目一副飘飘然的样子。因为工会战没有结束，他暂时并不打算更换马甲，所以还得继续带入王宇轩的角色。顶级职业啊，你们没进联盟的话，不如来我们工会算了，咱工会漂亮女孩子可多了。另一位小姐姐笑嘻嘻地说道。
她叫阮月，职业是拳师，挺有反差萌。见夏木没有表示，他又补充道：就算不加入，也欢迎来做客，反正离这里不远，到时带你们玩好玩的，嘻嘻。王超润咽了口唾沫，附在夏木耳边说道：夏哥，我打听过了，他们的工会叫巨熊，果然有料。这名字……夏木面色古怪地扫了眼白月河，无语凝噎。取这名字的会长该不会是女性吧？那还真是够随性的。你们两个小男生怎么回事？一点不爽快。我和白姐好心邀请你们，居然还扭扭捏捏的。阮月似乎有些不高兴。夏木一怔，苦笑摇头。阮姑娘误会了，我们很愿意去做客，只是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心说这姑娘性子也太急了点，话语跟连珠炮弹一样，说个不停。那就好。阮月笑着摸了摸王超润的头，小弟弟长得还挺俊，站着别动，姐姐给你好好拍几张照，到时介绍几个好看的妹妹。啊！王超润一脸羞涩，已经被迷得走不动道：这怎么好意思？我拍照？夏木眼神一凝，总觉得哪里怪怪的，该不会真有这要巧吧？相遇即是缘分，我们也来合张影吧。白月和美眸打量着夏木，轻声开口。夏木退后半步，歉意地笑了笑：白姐，还是算了，我有镜头恐惧症，不喜欢拍照。是吗？女子眼神中略带一色，她没有强求，而是转过脸看向雨堂。你们待会准备去哪里玩呢？叶林海滩人比怪多，又以吵闹恶心的渔人为主，显然不会有学生选择在这里练级。雨堂感受到周围投来的无数视线，突然想起夏木之前的提醒，他犹豫地问道：月河姐，这里人太多了，有没有安静点又能看到海的地方？那当然有啊。白月河嘴角微微勾起，声音妩媚撩人。我知道一个好地方，那里不仅人少，而且说不定还有机会听到美妙的人鱼之歌呢。第131章特殊 NPC 落日峡谷巨熊公会驻地。或许因为会长是女人，所以里面的男女比例还算平衡，气氛十分活跃，欢声笑语不断。此时阁楼里，一位虎背熊腰的女子正翘着二郎腿，悠闲地靠在太师椅上，满脸诧异。杀一个学生给5000金币，老雷他们这又是发什么疯？他就是巨熊公会的会长熊余音，职业是德鲁伊。跟猛虎公会不同，巨熊公会是个半休闲公会，而且常驻0-9级地图，对野外 PK 向来没什么兴趣。招人的门槛非常低，公会正式成员足有500来号人，还有些小学院的学生，大多数人暂时都不准备突破10级。平日里大家就结伴逛逛地图，刷刷副本，倒也悠闲自在。底层的地图非常辽阔，哪怕生活个几十年也不会让人觉得腻。当然有个缺点，怪物掉落的钱币少，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对于职业者来说，他们只是最普通的那一群，而且早已习惯了这种闲散的生活，进阶反倒是没什么意义。新地图虽好，但要熟悉各种新的怪物情况，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对他们来说很麻烦。熊余音的天赋其实还不错，不过几十年前就嫁了人，巨熊公会就是她和她老公白墨一起创立的。谁知道呢？一旁的白墨穿着厨师服，端上一盘水果，笑着开口道：阿英，咱没必要为了钱干这种事，那好像只是几个孩子吧。他是个厨师，长得白白净净，又高又瘦，两人站在一起倒是莫名有些般配。熊余音闷闷地应了一声。老公，有些事不是我想不干就不干的，猛虎公会那帮家伙是什么样子你也清楚，到时又是没完没了的骚扰。哼，这就是他们求人办事的态度。白墨一脸气愤，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去？可能是有什么隐情吧。熊余音想了想，纠结地开口道：月河正巧和那几个孩子在一起，你看到他拍的照片了吗？我想不行，绝对不行。还未等他说完，白墨一拍桌子，似乎有些急了。熊余音讪讪一笑：我还没说完呢，又不是让他去杀人，就是先帮忙拖住他们，等猛虎公会过来，反正那几个孩子不可能发现。那不行，我妹妹上次就被他们骚扰过，我不放心，你赶紧让她回来，我这就发消息给她。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要不这会长你来当？我不是那意思，只是月河也不小了，你难道还要管他一辈子？熊余音轻叹一声，劝道：没事的，我待会跟老雷约法3章，咱只负责找人，钱少点就少点。他环顾四周，看着老旧的墙面，眼神复杂。公会现在这么多人，也该稍微翻修一下，不然给新人印象不好。白墨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轻轻握住熊余音那双大手。阿英，辛苦你了。少来。熊余音难得娇羞了一阵，他突然想起什么，指着桌案上的照片：老公，你看这孩子长得真俊呐，咱以后的孩子要是也能……白墨看着跟自家妹妹站在一起，笑容格外灿烂的雨堂，微微一怔。是啊，长大了一定是个大明星。猛虎公会的人真是太畜生了，竟然连这么小的学生都不放过。月河跟我说，
他是男孩。啊！椰林海滩，海风轻轻吹拂，日光倾斜在水面上，荡起淡淡波纹。夏目几人跟在2位女子身后，朝茂盛的椰林走去。真的有美人鱼吗？雨堂一脸兴奋。肯定有的。阮月扭头微笑。不过应该在深海，我们也没亲眼见到过。白月河跟着补充道。据说他们一般会在每月的第1个星期日出现，因为这天风浪最小，我们也是卡着点过来的。你们运气倒是不错。嘿嘿，美人鱼，我来了。王超润眼睛一亮，忍不住吹起口哨。见他这副样子，阮月笑着提醒：小弟弟，海里的怪可不少，你别想着游过去找他们，否则到时谁也救不了你。心思被戳穿，王超润老脸一红。嘿嘿，咱可是高雅之人，主要是来听歌的。最好是这样。阮月靠近一些，笑着摸了摸他的头，感受到指尖的温润触感，王超润狠狠吞咽了口唾沫。夏目走到白月河身旁，故作天真的问道：白姐姐，你们的工会大吗？有多少人啊？哎，我想想，应该不算大吧。白月河思索片刻，笑着望向他：我们就是个休闲工会，大概500-600人的样子，平日里很热闹的。哦，夏目点点头。跟猛虎工会比呢？哈，那怎么比得了？我们性质完全不一样。说着说着，白月河突然反应过来，他微微一怔，紧接着有些心虚的望着夏目：你问猛虎工会做什么？夏目看着女子变幻的表情，嘴角微微勾起，事情似乎变得有趣起来。想到这，他摇摇头，义愤填膺的开口：月河姐，你是不知道，我们昨天本来在落日峡谷碰到一只稀有精英，结果猛虎工会那帮人突然窜出来，二话不说就把我们的怪抢了，甚至还想连我们一起杀掉。要不是身上带着几个稀有的保命道具，估计你已经见不到我们了。啊，这样啊，确实是他们的风格。白月河悄然抿起嘴唇，松了口气的同时，心中也涌起一丝愧疚。实不相瞒，猛虎工会在我们内风评很差，大家都看不惯他们。想起自己之前出门时被他们一顿骚扰，白月河不由握紧拳头。那白姐姐，你们工会能帮我们报仇吗？夏目一脸期待。这白月河微微别过脸。宇轩弟弟，我们只是个休闲工会，大家都不擅长 PK， 而且猛虎工会的人财大气粗，属性和装备又好。夏目心中了然，他思索片刻，不解地问道：那帮家伙难道很有钱？白月河微微点头，神色黯然。猛虎工会是7级工会，而且还有机会更进一步，当然有钱。原先落日峡谷还有好几个小工会的，但都忍受不了他们的欺压，选择搬走。夏目若有所思：6级工会吗？每张地图的工会等级是有上限的，像0-9级地图，工会等级最多只能提升至2级，10到19级则是4级，7级刚好对应30到39级地图。而且工会等级不是那么好提升的，需要大量资金升级基础设施，而且还得完成各种繁琐的考核。虽然跟晨光协会那种大工会没法比，但就其发展，已经超过70%的小工会了。没想到你们之前竟然遇上这种事。白月河内心陷入剧烈的挣扎，他望着一旁的少年，轻声开口：姐姐劝你们一句，猛虎工会可是很记仇的。我其实……就在这时，雨堂突然惊呼出声：你们快看，那边有个钓鱼佬！真的耶！阮月眨眨眼睛，是新出现的 NPC 吗？我们上次来好像没有。夏目的注意力仿佛一下子被吸引过去，不过他走出2步，突然转头疑惑问道：对了，白姐姐，你刚刚说什么？没说什么。白月河眼神慌乱。哦，那大家一起去看看吧，说不定能触发什么剧情。夏目笑容灿烂，似乎刚才只是在闲聊。白月河望着少年的背影，悠悠一叹：这么善良可爱的孩子，怎么就被猛虎工会盯上了呢？第132章深海中的垂钓。看地图，代表猛虎工会的小红点们还在落日峡谷到处晃悠，似乎完全放弃了追击。他们不急，夏目自然也不急。他的视线落在远处的 NPC 身上。钓鱼达人桑切斯特 LV9， 生命值3700。看模样是个沧桑的外国大叔，他手持鱼竿坐在高耸的礁石上，稳如泰山，嘴里叽叽咕咕喊着：钓鱼佬永不空军。这种地方也能钓到鱼吗？雨堂等人脑袋上不由飘出一个问号。路过的其他职业者也发现了这个奇怪的 NPC， 纷纷走上去搭话，试图接到某些稀有的任务，可惜对方一脸无动于衷，懒得搭理他们。喂，大叔，你在钓鱼吗？阮月好奇地走上前问道。戴着草帽的桑切斯特瞥了他一眼：废话，不然我钓你啊！靠，你这人能不能好好说话？王超润撸起袖管，一脸不忿。桑切斯特用怪异的腔调回了句：小屁孩，带一边玩泥巴去！你……王超润吃瘪，差点跟对方吵起来。夏目一把拦住王超润，朝雨堂说道：你去问他是不是冲美人鱼来的。
跟这种 NPC 对话，魅力应该有很高的门槛。他猜测雨堂的初始魅力值应该比自己高些，成功的几率也更大。雨堂点点头，他走上前，大声道：“喂，桑大叔，你有见过这里的美人鱼吗？”“没有。”桑切斯特不耐烦地回答道。不过当他转头看到雨堂，顿时发出一声惊疑，钓竿都跟着一抖。花海面的鱼线动了动，紧接着一只黑色的长筒靴被他勾了上来。众人，这个钓鱼达人该不会是对方自封的吧？嗨嗨！桑切斯特将靴子重新扔回海里，转身从礁石上跳下，慢悠悠走到雨堂身前，开口道：“这位可爱的冒险者，你难道也听说过美人鱼的传闻？”雨堂看着夏目发来的消息，神色瞬间变得自信。他故意调整语气：“当然，我们一直在探索美人鱼的秘密。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午夜时分，他们便会在这片深海中高歌。”“哦。”桑切斯特眼神一变，神神秘秘地开口道：“小子，看来你了解的还真不少。实不相瞒，本大师走南闯北，最喜欢收集各种珍稀鱼类。不知今晚你愿不愿意陪我走一趟，去揭开那位人鱼小姐的神秘面纱？”雨堂大惊，这家伙居然想钓美人鱼，太异想天开了吧！丁系统的提示音适时响起，特殊任务：深海中的垂钓。任务描述：护送钓鱼大师桑切斯特前往深海，并在月光礁石上捕捉一只歌唱的美人鱼。01。任务奖励：大量经验、金币、钓鱼大师的友谊、美人鱼的眼泪。请选择是否接受。雨堂连忙选择是，这可是特殊任务，肯定没有拒绝的道理。只是他有些疑惑，这任务奖励好像并不怎么丰厚的样子。还有美人鱼的眼泪，那是什么？特殊材料吗？见夏目等人没接到任务，雨堂继续开口问道：“对了，桑大师，我可以带同伴一起吗？”桑切斯特摆正草帽，高冷地点点头：“可以，别拖后腿就行。”这家伙王超润气得咬牙：“行了，小王，你跟一个 NPC 较劲，至于吗？”雨堂笑着安慰道：“不过话说回来，这外国的 NPC 确实挺古怪。”雨堂没有细想，他很快将任务共享给众人。夏目等人接过任务一比对，惊讶地发现任务奖励中只有经验和金币，并没有后面2项，这似乎有点配不上特殊任务的奖励。夏目猜测，真正的奖励可能藏在任务过程中。阮月两人却是十分惊喜，对他们来说，光是30金币的任务报酬已经非常夸张了，更别说还能亲眼见证美人鱼的存在，这可是极为难得的经历。遗迹大陆中，像这种机缘其实不少，但大多数普通的职业者根本无法遇到。想到这，白月河心中愈发愧疚，他犹豫着要不要将真相告诉夏目他们。可爱的冒险者，晚上海滩见。桑切斯特朝雨堂挥挥手，潇洒一笑，背着鱼竿转身离去。好的。雨堂满脸激动，要是他一个人，说不定还真未必能接到这任务。这趟遗迹大陆之行实在是太丰富多彩了。此时，其他职业者也反应过来，纷纷厚着脸皮围上前。小兄弟，你们刚才是怎么接到任务的？就是有没有什么技巧，能不能分享一下？小兄弟，任务名额还有吗？能不能加一个？我输出贼猛。别听他的，看我面板，攻击500加狂刺，绝对带飞。雨堂被围在中心，朝夏目投来求助的目光。还有名额吗？夏目偷偷打字问道。雨堂扫了眼任务面板，好像最多6个人，他们现在5人，还能加一个。夏目点头，随后微笑望向众人，高声道：“大家看过来，关于美人鱼传说的超稀有任务，最后一个名额竞拍，价高者得喽。”第133章，出海，太无耻了，竟然还收钱！就是凭什么我们帮忙做任务还要给你钱？都别去，看他们几个没到9级的弱鸡怎么完成特殊任务。一时间群情激愤。不过喊归喊，竞拍价格已经暗中提到300金币，毕竟特殊任务的含金量摆在那，总有人愿意交钱。夏目对此毫不担心。这时，远处传来一个平静淡然的嗓音：“在下愿意出500金币，任务算我一个。”夏目抬起头，只见一位气质不凡的少年挤了进来，看上去有些孤傲。风银 LV9， 职业疾风剑客，生命值2030，能量值100-100。身为输出职业，血量居然能上2000，这家伙装备不错呀。其他职业者听到对方喊出500金币，直接把竞价翻了近1倍，纷纷选择放弃。夏目见无人竞争，爽快地答应下来，将少年拉入队伍。学长哪里人？北区天龙学院，马上快毕业了。风银淡淡开口，性格倒是直率。哦，那学长这是想临走前留点回忆？雨堂好奇问道。风银打量了他一眼，不着痕迹地别过脸，脸颊微红。算是吧。聊了一会，夏目发现
这位风吟学长倒是没有看上去那么难交流，而且对方应该多少有点背景。天龙学院虽然没怎么听说过，但好像是北区比较有名的学院，地位应该跟月影学院等老牌强校差不太多，里面的学生素质大多不会低到哪里去。几人悠闲地聊着天，在椰林海滩四处闲逛。王超润和雨堂不断打听着北区的情况，风吟也没什么架子，有问必答。神州除了中区外，其他几个区大差不差，顶多培养风格不同罢了。东区和北区剑术体系丰富完善，对近战职业的培养比较上心，经常争抢有潜力的人才。南区魔法学院林立，为联盟培养了不少赫赫有名的法师。西区则是综合发展，什么都带一点。白月和两人在一旁安静地听着几人交谈，没怎么插话，毕竟他们早已脱离学院，来一记大陆也是为生活而奔波。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10小时的倒计时结束。夏目等人已经看不见地图上猛虎公会的位置，当然对方也无法追踪到他们，也不知道做特殊任务的话会不会离开这片地图。夏目瞥了眼白月河，故作随意的开口道：抓美人鱼的话应该得去深海，那里可能属于隐藏地图，正常没法到达。风吟认真分析道。闻言，白月河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连忙发消息谎称自己和夏目他们已经进入特殊地图，地点无法确定，需要过1-2天才能带他们回来。另一边，雷天正看到熊会长传来的几张照片，也逐渐放下心来。他又象征性的催促几句，并预支了一部分金币，心里已经迫不及待看到对方震惊和恐惧的表情了。收到这批烫手的金币后，熊鱼鹰和白墨对视一眼，脸上浮现一丝淡淡的苦涩。夜晚的海滩一如既往的美丽，晶莹细软的沙粒被月色镀上一层浮光，清晰地映照着翻涌而来的浪潮。无边的椰树下，戴着草帽背着钓竿的桑切斯特抬头朝这边看来，伸手朝众人挥了挥。雨堂兴奋地走过去，满脸期待。大师，我们怎么过去？桑切斯特自信一笑，指着不远处的海面开口道：那是我的钓船，怎么样，帅气不？只见月影层叠的海面上，一艘华丽的金色小船静静地躺在翻滚的波涛之上，船头处的细绳被固定在椰树上，绷得很紧。哇，好厉害！雨堂瞪大双眼惊呼道：这家伙确实有点东西。王超润也不由嘀咕了一句。风吟走在最后，他望向那艘仿佛由黄金打造的小船，突然觉得500金币花得很值。船体并不大，容纳7人已经有些勉强，大家只能并排坐在一起。桑切斯特解开固定小船用的绳索，在船头悬起的操控屏上轻轻一按，这艘金色小船就劈波斩浪，朝着深海进发。卧槽，居然还是全自动的！王超润眼睛都看直了，他嘴角流下了羡慕的泪水，小声嘀咕道：真想把他给抢了。自从加入工会后，少年的思维正在潜移默化发生改变。说实在的，夏目也有这想法，不过这艘船明显已经超出了当前的地图等级，他们就算抢到应该也没法使用，毕竟系统肯定不会支持这种漏洞。船逐渐驶离晶莹的海滩，周围漆黑的浪潮涌动。好黑呀！雨堂缩在船舱一角，脸色发白。夜黑风高，放眼望去，整片海域就他们一艘小船，哪怕船皮金光闪闪，也还是显得阴森无比。别害怕，不会有事的。阮月笑着安慰道：你们要是半夜在风暴港湾乘船，那浪才叫一个大，特别吓人。真的吗？那要是掉下去怎么办？雨堂缓缓抬起脑袋，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下方漆黑的水面，结果被溅起的水花糊了一脸。掉下去也没事，我的泡沫技能可以让你们在水上停留一小段时间，足够回到船上了。白月河看着众人，语气带着一丝兴奋：你们要不要试试？算了，众人纷纷拒绝，哪怕头顶有月光照耀，周围依旧太黑了，还是带船上好。夏目此时也没有用水上行走的打算，他总觉得这片海域隐藏着莫名的危险。就在这时，在前面调整航线的桑切斯特转过头，一脸兴奋地冲众人喊道：冒险者们，前方有月光鱼群出没，正好现在还没到美人鱼出现的时间，你们帮忙守着船，我去甩2钩热热手。说罢，他也不顾众人的意见，直接放缓船速，开始熟练的穿饵。月光鱼，那好像是制作炼金药剂的一种特殊材料，相当稀有，目前只有风暴港湾中心出产，没想到椰林海滩的深水区域竟然也有。众人面面相觑，特殊剧情这就要开始了吗？第134章章鱼之灾。夏目放眼望去，前方的海面上涌动着晶莹而细碎的银色光斑，就像是浮起的月光，一簇簇一片片揉成一个巨大的面团形状，逐渐朝船这边扩散开来。周围的黑暗都被驱散，众人纷纷站起身，惊讶地望着这一幕。好美！风吟轻赞一句，神情有些复杂。差不多在遗迹大陆待了3年，回过头来却发现自己仍有很多地方未曾探索。也好，便在这趟旅途中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哦，这么多！
桑切斯特嘿嘿一笑，潇洒地站在船头，朝水面那片游动的月光挥出一杆，脚下海浪翻涌，他的身子却稳如泰山。不过10秒，他猛然拉杆，一条通体银白、身形细长的月光鱼在空中划过一条优美的弧线，落在桑切斯特脚边，被他收入背包。不愧是钓鱼大师，水平还是有的。钓鱼老永不空军。桑切斯特手舞足蹈地喊了一声，语调极其古怪。他说的什么？雨堂好奇问道。可能是某种祈福仪式吧。夏木笑着解释道。我猜他可能想飞。一旁的迎风认真地拆解词汇，说得头头是道。不愧是高年级学长，知识储备就是丰富。小子们，待会可能要有大家伙来了，你们在旁边守护好我。哦吼！桑切斯特兴奋大喊。王超润不屑道。切，大惊小叫的，这鱼难道还能变成怪不成？虽然嘴上这么说，但他还是目不转睛地望着月光鱼群中的细长吊线，等待着对方口中的大家伙。突然间，雨堂表情变得惊恐，他轻轻拍了拍王超润的肩膀，开口道：王哥，你身后。什么？王超润淡定转头，顿时被吓得汗毛倒竖。卧槽！只见漆黑的海面上，恐怖而庞大的轮廓缓缓浮现，与静谧的月色合为一体，一根根巨大的触手高高耸起，仿佛擎天玉柱。在一记大陆中，只要说起海洋，那不得不提到巨型章鱼怪，那可是很多职业者挥之不去的梦魇。尤其是乘船的时候碰到，那基本上就是船毁人亡，运气好的话还能剩2块板子。喂，老桑，快掉头掉头啊！雨堂急了，直接冲到悠哉钓鱼的男子身前。没事的，这点小麻烦我相信你们能解决。桑切斯特漫不经心地说道。雨堂一怔，原来这也是剧情中的一环吗？大家小心！风影挡在2位吓呆的女子身前，长剑瞬间出鞘，面色凝重。轰天空中的触手猛然甩下，砸在小船边，带起一阵阵恐怖的浪涛，众人已经完全站不稳了。夏木看准时机，朝海面的黑影甩了个洞察术。巨型章鱼怪 LV 精英统领，生命值30000，30000。剧情 BOSS 吗？这血量还挺厚的。关键现在在海面上，搞不好对方一触手下来，船就得翻。月河姐，你有办法让我们站在海面上吗？风吟思索片刻，突然想起什么，扭头问道。白月河连忙点点头。可以的，不过只能持续1分钟，你们要及时回来。说着，他抬起手，一道淡蓝色的光弧在掌心跃动，落在风吟身上。浮沫，远远看去就像一个透明的淡蓝色泡泡将它包裹，伴随着些许属性的提升。风吟小心翼翼地向外跨出一步，稳稳落在漆黑的海面上。有效！泡沫术师这个职业他还是第一次见，能让职业者拥有水战的能力，还是挺有战略价值的。见远处的巨型章鱼怪准备再次发动攻击，风吟不敢迟疑，飞速向前冲去。疾风斩-866暴击，笔直的剑气从中心划过，切割在即将下落的触手上。少年脚步轻盈，顺势朝侧方闪躲。紧接着，他再次近身，长剑在空中划过一道优雅的弧度。半月斩-672-544。月河姐，我们也要！看着风吟大展身手，王超润和雨堂也耐不住寂寞了。套上浮沫技能，又找夏木要了个恢复 buff 后，两人不再害怕，纷纷从船上跳下，朝远处的章鱼怪冲去。3人操作都很精妙，章鱼怪空有庞大的躯体和一身蛮力，拿他们毫无办法。阮月也逐渐摆脱恐惧的情绪，壮着胆子离开小船，想要上前输出。不过他把握不好触手钻出水面的时间，很快就被逼了回来。在众人一顿集火下，触手怪血量飞速下降。见状，夏木也慢悠悠地给对方挂上了个痛。-300。看样子这剧情 BOSS 还挺简单的，连个像样的技能都没有，只要算好触手的落点就能轻松通关。当然也多亏了白月河的技能。他不由看向船头，闹出这么大动静，钓鱼大师桑切斯特仍在专注的钓鱼，仿佛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扰，心态真好。不到60秒，这只巨型章鱼怪便轰然倒下，总共爆了不到10金币，有点惨淡。在风吟的建议下，众人选择平分，雨堂和王超润才掉了半血左右。在一阵愉悦中，被夏木很快不满，没想到这章鱼 BOSS 居然是个银样蜡枪头，真是虚惊一场。这时，一直待在船头的桑切斯特也终于钓到第3条月光鱼，笑得像个纯真的孩子。他收起不断蹦跶的月光鱼，转身看向众人：“辛苦诸位，算算时间，我们也该启程去找美人鱼了。”话音刚落，海面上的月光鱼群似乎被什么东西惊动，飞速朝四周扩散，看上去就像是大片月光被切割成不规则的碎片。水面不断起伏，不好！桑切斯特似乎察觉到什么，面色一变，
不再像刚才那般淡定。他如一只受惊的兔子，急匆匆赶回驾驶位，将船速一下子提到最大。金色的小船就像是装了电动马达一般，疯狂向前窜去，晃得众人胃里翻腾。这 NPC 又搞什么？刚经历过一场大战的王超润头晕眼花，有些不满地喊道：“小王，你看那后面。”一旁的夏目淡定提醒道。王超润转头看去，神情顿时一僵，额头直冒冷汗。只见身后的海面上，一条条恐怖狰狞的触手脱离海面，遥遥指向小船的方向。第135章新的剧情任务。密密麻麻的触手从漆黑的海面升起，在夜色中不断舞动，遮蔽住皎洁的月光。巨浪翻滚，不断拍打着船尾，金色的小船来回颠簸，如同暴风雨中的一叶扁舟。这么多统领级章鱼怪，雨堂咂舌。刚才他还觉得这个剧情 BOSS 有点简单，弄了半天是群居生物。MD， 快点，再快点啊！粗壮的触手砸在王超润身旁的水面上，吓得少年直接抱头蹲防。他仿佛能嗅到触手上那股浓郁的腥臭气息。任务不会让我们把这些玩意儿全杀了吧？风吟脸色发白，他思索片刻，强装镇定地分析道：“我猜测这个阶段的主题应该是逃离。雨学弟，你跟我来船尾防守，别让那些触手把船打翻。”好。雨堂缓缓挪到众人后面，掏出大盾，摆出防御姿态。白月河也一脸紧张，他抓着船上的扶手，随时准备给两人加持浮木。见状，夏目微微点头，对方的猜测很合理。前期几乎所有职业者都不擅长海上战斗，系统的特殊任务不可能一点活路不给。看样子，只要逃出章鱼怪的攻击范围就行。老夏，这样真的没问题吗？雨堂抹了把脸上的海水，微微靠过来。夏目沉吟，这次的任务跟美人鱼有关，我觉得可能需要撑到他们出现才行。靠，那还得多久？雨堂看着越来越近的巨型触手，紧紧咬牙。他之前死过一次，不想再体验那种身体被撕裂般的痛苦。再坚持一会，很快。夏目安慰道。陌生的海域，信息有限，他现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就在这时，前方的桑切斯特怪叫一声，紧接着小船陡然转向，差点把雨堂两人直接甩飞出去。众人东倒西歪，被冰冷的海水溅了一身。搞什么？好脾气的风吟都想骂娘了。刚才他正要发起进攻，结果差点跟袭来的触手来了个亲密接触。阮月发出一声尖叫，前面也有。众人一愣，随后惊恐地看向正前方。其实不止前面，周围的海面上，一条条巨大的触手猛然从水下钻出，仿佛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囚笼，将金色的小船包裹在中央。桑切斯特急得满头是汗，操控着这艘黄金小船四处打转，根本逃不出去。尊敬的冒险者们，现在该怎么办啊？我 TM 怎么知道？雨堂气呼呼地看着他，刚才能跑的时候不跑，还有闲情逸致钓鱼，现在知道怕了。算了，跟一个 NPC 计较什么？人，啪！又一条触手从高空砸落，涌起的水浪差点将小船掀翻。阮月一个没站稳，直接被卷进海里。好在白月河眼疾手快，给他挂上浮沫，这才没有被延伸而来的触手抓走。他手脚并用爬上船，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再也不敢起身。大半夜的，着实有点吓人啊！桑大师，章鱼也是鱼啊，你就不能处理一下吗？王超润大喊。桑切斯特哭丧着脸，冒险者们，别说风凉话了，赶紧想想办法。众人还想再问几句，系统的提示音突然在耳旁响起，叮！触发剧情：海上逃亡。描述：在巨型章鱼怪的围攻下，至少支撑10分钟，并保证钓鱼大师桑切斯特的安全。任务奖励：海钓技能。卧槽，10分钟，这不是要人命吗？雨堂举起大盾，被横扫而来的触手拍得一个趔趄，身体向后栽倒。大家努力撑住，这奖励很不错。风吟神色一喜，一剑将探来的触手劈开。钓鱼并不算副职业，属于人人都能学习的技能，对于厨师和炼金术师来说尤为重要。毕竟水里的材料一点不比陆地少，而且更加稀有。在遗迹大陆，有些休闲职业者甚至靠钓鱼赚到人生的第一桶金。这次的奖励是海钓技能，看着就比那些普通的钓鱼技能强，说不定能钓到更高级的材料。只可惜不是技能书，否则转手一卖，起码1000金币朝上。反正对学生而言，钓鱼确实有些浪费时间，以后再学也不迟。啊！救命！身后传来惊恐的尖叫声，却是阮月又一次被甩到船舱另一边，附近的触手顺势从水面钻出，缠上他的躯体，将女子拖入海中。给我松开！王超润一匕首狠狠扎在触手上，触发真实伤害。负322暴击，可惜并没什么用，对于庞大的巨型章鱼来说，不过只是挠痒痒罢了。少年反倒被疯狂甩动的触手击飞出去。于是
夏目等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阮月被一条条触手包裹缠绕着，逐渐沉入海底。他不断挣扎，但却根本无法逃脱，最后只能绝望地看着血条一点点消失。雨堂不由咽了口唾沫，眼角微微抽搐。这种死法可不太妙，到时候难免会留下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另一边，风吟微微蹙眉，陷入纠结之中。死亡掉经验是绝对无法接受的，所以他已经准备好用保命道具溜了，只是心里又有点不舍得这次的任务奖励。只要撑10分钟，不对，现在应该是9分27秒，再等等看，说不定会有奇迹发生。船舱右侧，夏目握紧扶手，身形随着小船肆意颠簸，他的神色略显无奈。这任务难度确实够变态，正常情况下，谁能在一群精英统领的围攻中撑够10分钟？还是在海上？而且说好的美人鱼呢？弄了半天，心心念念的美人鱼没见着，反倒是一直在跟一群触手怪玩耍。夏目心态有点小崩。啪！巨大的触手如鞭子般朝黄金小船抽来，直接将船体抽得翻了过来。啊！众人纷纷落水，包括桑切斯特在内，齐声发出惨叫。漆黑而冰冷的海水中灌入嘴里，又腥又咸，极为真实的体验让众人如坠冰窟。雨堂正在海面上扑腾，突然间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双腿好像被什么滑腻腻的东西缠上，紧接着一股巨力将他往水下扯去。就咕嘟一口水灌下，他再也发不出任何声音。其他几人自顾不暇，桑切斯特死命抱着 Q 自己的黄金小船，连连哀嚎。他大半个身体在水下沉沉浮浮，背后的钓竿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就在众人绝望之时，耀眼的白光陡然在海面扩散，仿佛一下子将黑夜转化成白天。第136章美人鱼之歌。闪亮护盾。被扯入海下的雨堂看着亮如白昼般的水面，不由瞪大眼睛，嘴里拼命吐着泡泡。他心中一阵激动，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的稻草。来了，他来了！王超润手忙脚乱地掏出墨镜戴上，不知为何，他的神情也跟着莫名一松。会长终于不伪装了吗？虽然不清楚对方该如何解决这场章鱼之灾，但经过之前一系列的事件，他决定选择盲目的相信。风学长、白姐，你们找机会救人，这些东西交给我。夏目平静地指挥道。水上行走技能有了用武之地，他踩在翻滚咆哮的海面上，冰蓝色的光晕拖在脚下，宛若踏波而行。好！强光扩散，刺得风吟和白月河完全睁不开眼，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茫然点头。一时间，所有的仇恨都集中在夏目身上。海面无数触手先是一滞，随后疯狂朝夏目卷来，场面极其震撼。夏目给最近的触手刮伤痛，转身就跑。他表情逐渐恢复冷静。从刚才雨堂等人的战斗情况来看，巨型章鱼怪的触手攻击并不能直接锁定目标，这也就意味着里面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间。只要反应足够迅速，他就能避免大部分攻击。浪潮涌动，夏目的身形在无数扭曲的触手间飞速穿梭，将光芒一路带向远方。-210吸收，-250吸收，-210吸收，-380暴击吸收，-210吸收。虽然因为周围的章鱼触手实在太多，中间不可避免遭受到一些攻击，但好在伤害不算高，都被闪亮护盾抵消。看来系统有人性的，这些巨型章鱼统领空有厚厚的血量，却没有相应的攻击力，或者说他们的攻击力被触手分散了。13.5秒一过，夏目直接开启守护与荣耀之戒的主动效果，生命值提升750点，护盾吸收量来到4600点，稳如泰山。护盾一旦被打破，水上行走效果也会消失，那他可就完蛋了。不过夏目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正值黑夜，月神之戒的效果也能完美发挥，移动速度提升 20%， 冷却减 10%， 还有附带的夜视能力，让他在漆黑的海面上如履平地。金色小船处，众人目瞪口呆地望着远处的闪耀人影，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卧槽，太牛逼了！戴着墨镜的王超润比了个赞。雨堂连续吐出几大口海水，神志不清地喊道，他的血量已经快要见底。白月河和风吟顿时反应过来，连忙开始救人。浮墨一开，众人接连摆脱翻卷的浪潮，重新回到那艘被掀翻的小船。桑切斯特被众人拉上来，哀叹连连。我那根珍藏了82年的鱼竿，还鱼竿，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王超润灌下一瓶恢复药剂，没好气地说道。刚才的经历太过真实，以至于让他升起一种在鬼门关走过一遭的错觉。反正他以后肯定要去高级地图看看，得提前适应这种一命通关的感觉。宇轩学弟没事吧？风吟有些在意。王哥他应该不会有事。雨堂挠了挠头，心道一声好险。哦，风吟一挑眉，
这学弟有点意思，居然一个人拖住那么多统领怪物，而且看对方刚才施展的技能，似乎并不像风灵刺客，很奇怪。他决定回去找人查查看。东区什么时候出了这么厉害的新生？白月河望着夏目消失的地方，面带一丝震撼，居然能够自如的在水上行走，而且凭一己之力拖住这么多精英统领，好厉害！难怪连横行霸道的猛虎公会都拿他们无可奈何，非得用出这种招数。他身上到底藏着多少秘密？另一边，夏目心中默默计算着时间，10分钟吗？呵，实在是太久了。这段时间都够他把这些怪连续杀好几遍。他注意到身后的触手明显要比之前攻击小船时慢，原来他们也是怕痛的。月光洒落，海浪翻滚，无数阴影在水中挣扎咆哮。远离众人后，夏目不再一味躲闪，他重新装备上赤焰狂潮，开始进攻。暗炎术痛夹杂着魔杖频率极高的攻击，不断触发烈焰绳索，造成伤害和减速，这让夏目躲避得更加轻松。-300，-120，-300，-120，-120，减速，燃烧。周围的数只巨型章鱼怪血量在飞速下降，它们的攻击打在护盾上，冒出一个个伤害数字，却根本破不了盾。毕竟夏目的闪亮护盾已经叠到第3层，60%、50%、40%。随着时间流逝，一头头巨型章鱼怪倒在海面上，遮天蔽日的庞大身躯化为破碎的数据流消散。对其他职业者来说，这些皮糙肉厚的怪物十分难杀，但在夏目眼里，不过是行走的金币和装备罢了。没有狂暴，没有特殊的技能，他们甚至连血色神殿中游荡的小怪都不如，简直就是一场屠杀。漆黑的浪潮翻滚，夏目沉稳地躲避着触手的进攻，魔杖挥出最后一击，触发火焰绳索效果。-300，-120，-279，减速，燃烧。章鱼统领的血条消失，爆出一堆金币。最后一只，夏目弯腰开始捡金币。刚过5分钟，周围便已看不到任何狰狞的触手。风平浪静，这片海域再次恢复原本的模样。该回去了。不过这是哪里？夏目环顾四周，他惊讶地发现，清冷的月光下，远处几片浮礁闪烁着晶莹的光彩，像是由7彩钻石构成，美丽异常。丁发现人鱼之礁，属性点+1，这好像是……夏目不禁有些激动，他开启魔影之翼的光学隐身特效，静静地踩在水面上，一动不动。很快，原地只留下一个虚幻的轮廓，在飞溅的水花中若隐若现。又过了几分钟，一道优雅而曼妙的背影出现在浮起的礁石之上，在月光的映照下，美得不可方物。夏目屏息凝神，静静地看着这一幕，眼瞳微微睁大。细腻如珍珠的肌肤下，长长的鱼尾随着他的姿态不断摇摆，充满了神秘和诱惑。紧接着，纯净空灵的歌声如同涟漪般缓缓弥漫开来，仿佛是大海的呢喃，轻柔而悠远，回荡在月光照耀的海面上，久久不散。沉入碧海，直抵云边，月色荡漾，梦幻中徜徉。潮起潮落，岁月如歌谣。日出时分，晨曦抚摸脸颊，夕阳西下，美梦似水渐消。第137章，弗林雅的请求。歌声在海上飘扬，直抵远方。椰林沙滩上，三三两两的职业者驻足抬头，微笑着倾听从远方传来的轻柔歌声。啊，好美！桑切斯特闭上眼睛，心潮澎湃。真是不虚此行，不虚此行啊！月光洒落，海潮涌动。雨堂等人趴在黄金小船上，期待地望向远方，似乎在寻找美人鱼的踪迹。夏目神色陶醉，近距离听到人鱼少女的歌声，那种体验感完全不同，仿佛身心都被净化了一般，飘然欲仙。五彩晶莹的浮礁上，美人鱼似乎注意到了什么，微微转过脸。她朱唇轻启，天籁般的歌声似乎能够穿透心灵深处。夏目眼瞳微微睁大，好漂亮！透过澄澈的月光看去，她的皮肤剔透如珊瑚，头顶上覆盖着闪亮的鳞片，眼睛清澈明亮，像海洋中的宝石一样。冰蓝色的长发如海藻般柔软，随着水流舞动，微光闪耀。小巧的嘴唇红润饱满，微微含笑，真是梦幻般的生物。这才是遗迹大陆真正的美人鱼，比雪雪 cos 的人鱼少女还要美上很多倍。嗨嗨，夏目承认自己曾经有过幻想，如今亲眼看到如此美丽梦幻的人鱼少女，他已经心满意足。随着美妙的音符逐渐消散，整个海域都安静下来，只剩下哗哗的海浪轻响回荡在耳边。人鱼少女并没有立刻离去，她微微闭上眼，仿佛在享受月光的洗礼。过了几秒，她转过头，视线落在夏目的位置，俏皮一笑：“冒险者，我看到你了。”她的声音如海波般悠扬，格外悦耳动听。夏目尴尬一笑，
踏着海浪朝前走了几步，一时间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叫弗林雅，刚刚成年，很高兴认识你呢。少女身姿曼妙，优雅甩动着鱼尾，朝他热情地挥手。我是夏木，你的歌很好听，谢谢你的夸赞。咦，你身上居然有水精灵的祝福，好厉害！弗林雅轻掩小口，脸色似乎有些意外。我之前好像通过了他的一个小考验，厉害呢。弗林雅捧手比心，他歪着头望向夏木，可爱十足。那么，亲爱的冒险者，你愿不愿意帮我一个忙呀？什么？夏木一怔，难道又是特殊任务？是这样，海里的封印就快要破除了，里面有头大家伙，我无法独自解决。如果你愿意帮忙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弗林雅低着头，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虽然我实力低微，但冒险者，我会努力和你一起战斗的。丁系统冰冷的电子音响起。特殊任务，弗林雅的请求。任务描述：在人鱼少女弗林雅的帮助下，彻底打败海底封印的怪物，并尽量保证弗林雅不死。难度系数较高，建议团队完成。推荐人数10。任务奖励：弗林雅的友谊。特殊成就：隐藏地图开放，深海鱼人礁。是否选择接受？隐藏地图。夏木大吃一惊，他还从未听说过这种奖励，上课和资料也没有提到过。难道是指针对他开发的地图？不管怎么说，这任务肯定要接。是。见夏木接下任务，弗林雅从礁石上一跃而下，很快游到他身边，绝美的脸蛋上挂着明媚的笑意。冒险者，你可以召集同伴了。夏木思索片刻，淡淡开口：直接开始吧，我不需要同伴。他本想把雨堂拉来，但是仔细一想又放弃了。如果是陆地上的战斗，雨堂和王超润他们能发挥不小的作用，但这是海上，他的光盾只能套给一个人，人多反而要分心治疗，还不如自己单挑。再说不到2分钟就能解决的事情，又何必要麻烦他人？弗林雅小嘴张成 O 型，他疑惑地望着夏木。冒险者，你确定吗？夏木点头。少女见他坚持，也没多说什么，开口道：那好吧，我这就去解开封印，你千万小心。说罢，他鱼尾一甩，转身没入海面。夏木望着他优雅的背影，其实很想说一句：别把难度调太高。也不知道水底藏着什么东西，估计要比章鱼统领强多了。踩在晶莹剔透的礁石上，夏木重新给自己挂上水上行走的 buff， 静静等待弗林雅破除封印。在此之前，他决定先通知雨堂他们一声，于是把聊天群的屏蔽解除。消息再次刷屏：雨堂、夏哥、老夏，你还活着吗？活着的话吱个声。王超润，夏哥，你那边是不是解决了？我们现在很安全，那个钓鱼佬又 TM 开始钓鱼了，烦躁。雨堂、夏哥，我们来找你啊。夏木想了想，回复道：我这边也安全，而且美人鱼也已经找到。王超润，卧槽，在哪？王超润，会长，快发张图片，求求了，色。雨堂，我也想看。夏木，待会再说，他去开启封印了，等等可能有个 boss 要打。雨堂，王超润，会长，你一个人？不是吧？雨堂，竟然不带我们，委屈点 JPG。夏木，算了，下次吧，你们死了多不好。他说得很委婉。雨堂，王超润，夏木，还有，你们待会小心点，别被波及到。雨堂，王超润，什么意思？交代完毕，夏木心情愉悦的屏蔽聊天群，只剩下一脸抓狂的雨堂和王超润在群里疯狂灌水。宇轩学弟是不是有消息了？风吟看到两人复杂的表情，好奇的打听道。技能已经到手，那位钓鱼大师又赖着不走，他现在闲得发慌。他没事，应该还要过段时间才能回来。雨堂解释了一句。那就好。白月河心中松了口气，他决定等任务结束，就向夏木等人摊牌。他想到夏木刚才发来的信息，连忙走向桑切斯特。桑大师，我们先换个位置，待会可能……话还未说完，他只觉得脚下一阵颠簸，原本平静的海面剧烈翻滚起来，金色的小船直接被10米高的巨浪拍飞出去。啊！毫无防备之下，众人再一次落水。第138章八爪领主。翻滚的海面，夏木完全无法维持身形的平稳，他半撑在地上，望向面前的那头庞然大物，内心巨震。真大，都够全校师生吃上1年了。八爪领主 LV 封印 BOSS， 生命值15万每60万，魔法值3万每20万。用洞察术看到对方信息的那一刻，夏木很想仰天狂笑。这封印妙啊！电！一旁的人鱼少女弗林雅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水晶雕琢的法杖，朝空中轻轻一点，翻滚而来的海浪骤然停滞，
仿佛在他们周围形成一个无形的领域。夏目终于能站直身体，他刚刚破除封印，实力还未恢复，我们赶紧进攻吧。福宁娜姐说道。她面色微微发白，不自觉地躲在夏目身后，又小声补充一句：冒险者，小心他的触手。你也小心。夏目点点头，戴上墨镜。他犹豫片刻，又从背包中掏出一副小巧的墨镜，给福宁娜也戴上。人鱼少女甩动着漂亮的尾巴，一脸疑惑。下一刻，耀眼的光芒从夏目身上涌现，宛若神之降临。哇，好亮！福林雅惊叹。夏目转过身，平静地看向如同山岳般的巨大章鱼，开始 Z 型走位。暗炎术痛，-3892，-3892，伤害直接拉满。一切顺利的话，只要不到40秒就能结束战斗。一根根巨大的触手在空中飞舞，随后猛然朝夏目横扫而来，速度比之前那些统领快了好几倍。夏目直接被击飞出去，头顶冒出一个巨大的伤害数字，-2500，吸收。卧槽，这家伙有点恐怖。弗林雅法杖一挥，淡蓝色的光芒将夏目包裹，他下落的身形一缓，轻盈地落在地上。随后他又朝 BOSS 释放出一个水弹攻击，-555。不得不说，人鱼少女的能力还挺全面。有了经验，夏目不会再给 BOSS 经验，他磕下一瓶速度药水，直接在海面上狂奔起来，转向、跳跃、翻滚，密集的触手紧随其后，被他一一躲过。打这种无锁定攻击的 BOSS 是最需要操作的。13.5秒一过，闪亮护盾的 CD 转好，夏目再次给自己加持上护盾。此时 BOSS 的血量已经下滑1/3，不到10万。就在这时，一阵粘稠的毒雾从 BOSS 的身上扩散，在海面凝结，冒着怪异的幽蓝色光芒。与此同时，八爪领主潜入水中，血量停止下滑。-500，毒素吸收。-500，毒素吸收。-500，毒素吸收。夏目脸色微变，这毒有点猛啊！就在这时，一道柔和而纯净的白光落在他的身上，中毒的效果随之消失。夏目回头一看，只见弗林雅表情神圣，他正举起法杖，嘴里正在念诵着一段晦涩的咒语。夏目面色一变，他的血量是不降了，但弗林雅的生命值正以每秒300点的速度飞速流逝。该死的剧情设计！弗林雅 LV9， 生命值4300-5500，魔法值5700-13000。按照这个速度扣下去，他现在的血量只能坚持15秒。不过还好，夏目是个牧师，既然他替自己解毒，那自己就给他加血，正好。真言术玉10连刷，-300，-300，加550，-300，加550。弗林雅的血量迅速回升，没过几秒便已经被补满。人鱼少女满脸潮红，她撑着法杖，将鱼尾微微卷起，羞涩开口道：冒险者大人，不用管我了。没事的。夏目走过去，伸手扶着她柔软光滑的身子。弗林雅的脸颊如同珍珠般光滑柔润，在白光的映衬下，仿佛映照着海底珊瑚的颜色。小巧的墨镜遮住动人的眼眸，反倒是增添了一丝优雅和神秘。清新的海洋气息从她身上飘来，恬淡而迷人。不行，这也太诱惑了。夏目强行转过脸，心跳微微加速。难怪网红都喜欢 cos 遗迹大陆的生物，气质确实令人心折。5秒，10秒，15秒，周围的毒雾颜色更加深邃，对弗林雅造成的伤害也从一开始的300提升到600，翻了近1倍，似乎就是在逼迫挑战者放弃。冒险者，我支撑不住了，你一定要赢啊！弗林雅靠在他的肩膀上，楚楚可怜地说道。正在重新叠治疗层数的夏目一脸无语：姐，你还满血呢，说什么遗言？不过这 BOSS 的2阶段确实恶心，毒雾没完没了。就在这时，数根触手从海面钻出，朝夏目袭来。八爪领主的触须 LV9 精英，生命值6000，居然还单独分离成小怪了。夏目丝毫不慌，此时他的盾早已叠满，近2万点的吸收量可不是开玩笑的。触手怪的攻击打在护盾上不疼不痒，他干脆站着不动，一边挂痛一边抽空给弗林雅治疗。有回蓝天赋在，他几乎不用担心魔法值的损耗。3分钟后，小怪全灭，海面不再刷触手怪，毒雾也渐渐消散。夏目知道应该是要进入第3阶段了。轰！浪潮翻滚，在空中倒卷，形成一堵近20米的水墙。八爪领主巨大的身躯重新浮现在海面上，压迫感十足。夏目正欲进攻，突然脚下一颤，整个人被突然钻出的触手击飞到天空，进入僵直状态。靠，还有这招！冒险者，危险！弗林雅在底下急声呼喊。空中的夏目感觉大事不妙，
这应该是 BOSS 的点名技能。可惜现在只有他一个人，被点到也是理所当然。滑翔翼开！他刚准备展开滑翔翼逃走，却发现几根触手已经围了上来，避无可避。一股巨力传来，夏目直接被八爪领主的触手拖拽至地上，控得死死的。负3270，吸收。他反应飞快，先使用刚 CD 好的守护与荣耀之戒，提升750点最大血量，然后释放出一个闪亮护盾，再给 BOSS 挂上痛。行云流水的打出这套操作，夏目整个人便被滑腻腻的触手缠紧，动弹不得。负1000，吸收。负1000，吸收。负1000，吸收。远处的人鱼少女一点办法都没有，只是满脸悲伤地望着被触手吞没的少年，似乎已经看到结局。负1000，吸收。负1000，吸收。夏目拼命挣扎，但无济于事，他现在甚至连技能都放不了。这 BOSS 的技能完全不讲道理，一点操作空间都不给。怎么办？夏目深吸一口气，冷静地思索对策。护盾值飞速削减，撑不了多长时间。不对，等一下 ，BOSS 被他挂上痛，血量似乎也没多少了吧？他刚才粗略地看了眼分裂触手怪后，八爪领主的血量下降些许，应该在8万左右。那么按自己目前的最大血量4622来扣血，只需要18秒，他身上的护盾应该也能支撑差不多时间。好像有机会，还没输。八爪领主似乎察觉到他的挣扎，无数触手缓缓收缩，周围的空气愈发稀薄，一阵强烈的窒息感传来，夏目眼前一黑，逐渐失去意识。第139章，紫色饰品。海面上的风浪终于平静下来，王超润和雨堂趴在金色的船头，合力将钓鱼大师桑切斯特从水里拉了上来，累得一屁股坐在船舱里。刚才在水里都快泡成浮尸了。阿 T 与学弟，你问问钓鱼佬，任务有什么进展没？风吟坐在甲板上，有气无力地问道。一旁，白月河裹着一层棉衣，冻得瑟瑟发抖。遗迹大陆的体验相当真实，除了受伤被血条减少替代，其他大致跟现实世界没有差别。毛都没见到，哪来的进展？雨堂漫不经心地扫过任务栏，突然发出一声惊叫：靠，怎么还克扣我的奖励？只见任务奖励栏中，原本的美人鱼眼泪已经消失不见，只剩下钓鱼大师的友谊。雨堂揉了揉眼睛，冲正吐着泡泡的桑切斯特质问道：喂，钓鱼的，我奖励呢？什么奖励？桑切斯特不明所以，他一个咕噜爬起身，抬头看了眼天上的月亮，开口道：哦，你是想和我学习钓鱼技术吗？那个待会再说，我们得赶紧去找美人鱼。啊！雨堂抓狂地捂着头，虽然不太清楚美人鱼的眼泪是什么，但一听就知道是个极为稀有的极品材料，毕竟书本上都没提到过。算了，问 NPC 也没有意义，他应该并不知道任务和奖励的事情。雨堂轻叹一声，不再询问。其他人倒是没什么反应，毕竟他们是被共享的任务，本来就没有这2项特殊的奖励。王超润微微蹙眉，风浪平息，夏目那边还是联系不上，也不知道对方那边的战斗到底怎么样了。他心里像是被猫抓的一样，好奇不已。过了良久，桑切斯特终于恢复状态，开始慢悠悠地调整航向。黄金小船劈波斩浪，开始朝大海深处继续行进。哗哗，连绵不断的浪涛声像是远方的低吟，深远而悠长。2道虚幻的身影在眼前重合，又无声的远去，脸上似乎挂着深沉的悲伤。爸妈，夏目眼皮微颤，从梦境中惊醒。他又梦到前世的场景，但仿佛很遥远，就像是另一个人的记忆。脑袋底下软软的，滑滑的，像是垫着一个弹性十足的高级枕头，很舒服。夏目缓缓睁开眼，神情顿时一僵。那张美丽到梦幻的脸庞近在眼前。弗林雅双手托腮，笑盈盈地看着他。冒险者，你醒了。夏目脸颊微微一红，他意识到自己好像枕在对方的鱼尾上。原来他的鱼尾这么软吗？他还以为全是个人的鳞片呢。好想摸一下。不对，自己在想什么？夏目连忙起身问道：弗林雅，我昏迷了多久？就一小会吧。人鱼少女思索片刻，微微一笑。冒险者，刚才真是担心死我了。回忆逐渐复苏，夏目环顾四周。BOSS 呢？看来自己最后应该是打赢了。他从五彩缤纷的浮礁上站起，检查着自身的状态。守护与荣耀之戒的保命效果又处于冷却的状态，那3秒无敌实在太关键，真就差一点同归于尽。夏目心中暗道一声好险，不然自己直接亏炸。他抬头看向远处，宽阔的海面上，点子光如同星星般闪烁，像是铺满了闪亮的宝石。幸好掉落还在。他连忙走过去，捡起八爪领主掉落的装备，足足5件紫装，7件蓝装，还有一堆金币、道具和材料。
不愧是被封印的海上终极 BOSS。夏目仔细回顾了一下刚才的战斗，觉得单打独斗并不是长久之计，以后还是要找几个靠谱点的队友一起才行，否则碰到点名技能容易暴毙。雨堂和王超润当然算，不过他们装备和属性还没成型，一时半会帮不到自己。魔王公会现在还是缺乏人才啊，得多招揽些潜力型人才。夏目摇了摇头，将这些想法抛在脑后。他看向查看躺在背包中的几件紫装，第一件就带给他极大的惊喜：八爪领主徽章，紫色唯一。饰品：拾取后绑定。装备：你的攻击和技能有 10% 几率在自身周围生成一条领主之处，协同攻击目标，最多5条。使用：领主之处将从地下钻出，强行束缚目标，持续5秒，同时目标受到的物理伤害减少 30%， 冷却时间30分钟。需要等级9。竞技场神器啊！夏目主要看重第二个效果，5秒的控制时间，要是解控技能交过，那队友大概率直接凉。单挑也很恐怖，夏目毫不犹豫地选择装备。这样一来，他的2个饰品栏都满了，而且应该已经算是提前毕业。想找到比八爪领主徽章更好的饰品，恐怕得去10到19级地图了。海潮戒指，紫色。手指、戒指，装备后绑定，加8智力，加13耐力。需要等级9。装备：脱离战斗后每秒恢复 1% 生命值和魔法值，包括其他能量，处于水域地区效果翻倍。装备：在海面上移动速度提升 10%。使用：呼唤海浪在水面前行，速度提升 50%， 持续3分钟，冷却1小时，只能在海面使用。鉴定完毕，就是个海上玩具，限制条件过多。夏目犹豫了一下，还是准备自用。他把荣耀和守护戒指切换下来，准备等12小时的 CD 结束再装备上。八爪领主的罩帽，紫色。头部皮甲，装备后绑定。23护甲，加18敏捷，加13耐力，耐久度80。需要等级9。装备：造成的暗影伤害提升 20%。装备：命中率提升 2%。装备：攻击时有几率提升 30%闪避，持续3秒。特殊：透气性良好，戴上很舒服。夏目取出灰绿色的章鱼头套，只觉得一阵恶心。虽然属性和效果都不错，但这玩意真是给人戴的吗？怎么说呢？在小王兑换前，自己最好还是不要给他看外观了。第140章回归与告别。最后一件紫装，幻潮者手套。手不甲，装备后绑定。13护甲，加16智力，加12耐力，加6精神，耐久度75。需要等级9。装备：水系法术造成的伤害和治疗提升 20%。装备：施法速度提升 0.1秒。装备：每5秒回复10点法力值。相当不错的法系装备，不过2个词条夏目都用不上，毕竟他的技能全是瞬发，而且也没有水系法术。不过他现在还没有手套装备，自己用也行，万一自己以后学到不错的独条型水系法术技能呢？夏目微微有些心疼的装备上，感觉上千金币离他而去。一身神装下，他的生命值终于突破4000。夏目 LV9， 职业牧师神眷，生命值4114，魔法值1210，魔法值也顺道破千了，虽然没什么用，顶多能让滑翔翼更加持久。夏目心潮澎湃，0-9级的地图上，现在他基本上可以横着走了。苏学姐给的一记卷轴，说不定也能尝试1、2。蓝装夏目已经看不上了，里面倒是有几件板甲和锁甲。雨堂1到9级，差不多就能蓝装毕业。当然，前提是他得有足够的贡献点，不劳而获可不是魔王公会的风格，起码你得去抢。剩下的几件高级材料，夏目也留在背包里，准备等以后找人打造装备。等等，这是什么？只见背包的一角，不知何时出现一个精美的银色口哨，有点像是微型海螺，上面刻着看不懂的魔法纹路。弗林雅蒂信物，使用在深海鱼人礁使用，可以召唤弗林雅现身陪伴，持续7天，冷却14天。获得途径：特殊成就美人鱼的守护者。卧槽，还能这么玩？夏目豁然转身，只见弗林雅正坐在晶莹的礁石上，安静地梳理着冰蓝色的长发。月光洒落，少女背后裸露的大片肌肤如同白瓷般细腻光滑，纤细的柳腰盈盈一握，美得不可方物。她咕咚一声咽了口水，不行，再怎么说她也只是个 NPC。弗林雅见夏目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微微一笑，开心地说道：冒险者，封印的怪物被打败，我现在自由了，以后你可以常来找我玩哦。少年木然点头，竭力控制着自己飘飞的思绪。平静的海面微微起伏，神秘而浪漫。
他看着月光下的人鱼少女，只觉得一季大陆实在太美好了。就在这时，远处传来雨堂的高声呼喊，打破了这份静谧。喂，老夏，看这里，看这里！雨轩学弟。夏木转身看去，浪潮的尽头出现一艘黄金小船，正飞速朝鱼人礁驶来。夏木尴尬一笑，朝小船挥了挥手，来的真不是时候。他想了想，准备先跟弗林雅道别，谁知少女鱼尾一甩，灵巧地游至他身前，随后在他脸颊上轻轻一吻，触电般的感觉弥漫全身。少女轻柔美妙的声音在他耳畔回荡：“再见，祝你旅途愉快哦，冒险者。”说罢，弗林雅向后一跃，曼妙的身影消失在海面上，只剩下水花点点。夏木摸着脸颊，怔怔失神。他好像被 NPC。正往这边赶来的雨堂和王超润等人同时愣住。雨堂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那道美丽的身影该不会是美人鱼吧？王超润则是不断发出怪叫声，心里羡慕嫉妒恨。钓鱼任务还有这种福利的吗？他似乎错过了1个亿。风吟抹撒着下巴，嘴角一歪，似乎对刚才发生的事很感兴趣。不过他突然想起什么，疑惑地朝雨堂问道：“等等，你刚刚喊他什么？”雨堂身体顿时一颤，干笑着解释道：“那个王哥有时眼神不太好，所以我们有时也喊他老瞎子。”哈哈哈哈！阿润，你说是不？啊，对对对！王超润一拍大腿，这个老瞎子简直太气人了，怪不得连张图都不肯发，这是准备金屋藏鱼啊！老瞎子，风吟微微蹙眉，勉强接受了这个解释，但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夏木踏着波浪回到黄金小船上，雨堂上前勾住他的脖子，一脸八卦：“快说说，刚才那是怎么回事？”就是，夏哥你太不厚道了，都不让兄弟们看一眼。王超润嚷嚷道。夏木没好气道 ：“NPC 有什么好看的？弗林雅可能有点怕生，所以就提前走了。”哟，连名字都叫上了。一边去！夏木简单描述一遍刚才的经历，略过击杀 BOSS 的部分，这才勉强满足了众人的好奇心。不过雨堂等人看他的目光还是怪怪的，总是想将话题绕回到弗林雅身上。毕竟人鱼少女最后告别的一吻实在太令人震惊，连桑切斯特都背着一根新鱼竿走过来，笑眯眯地拍着他的肩膀：“不错嘛，小伙子，听说美人鱼会亲近幸运之人，看来你福缘深厚啊。”哼，夏木干笑一声，突然想到一开始接到的任务，不由开口问道：“桑大师，弗林雅算是我的朋友，你看。”哈哈，桑切斯特摆摆手，爽朗大笑：“没事的，钓鱼重要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我曾经也钓到过不少珍稀鱼类，最后大多都选择放生，能够亲眼目睹传说中的美人鱼，这趟已经不虚此行。还好有你们在，否则我已经被那些章鱼拽进海底了。看不出来，这钓鱼大师的性格还挺豁达的。”丁众人同时收到提示，任务深海中的垂钓已完成，获得经验加30000，金币加30。王超润等人欢呼雀跃，总算可以回陆地了。夏木却是微微蹙眉，这次任务的风险跟收益好像完全不成正比，反倒是一路上频频触发的特殊事件，让奖励暗中翻了不知道多少倍。光是杀普通章鱼统领，他都拿到好几百金币，而且还有海钓技能和弗林雅。莫非本身的海钓任务难度并没有那么夸张，但他幸运值过高，触发事件远比其他人容易，所以才碰上章鱼袭击和封印事件。桑切斯特刚才也说过，美人鱼更亲近幸运之人。无数线索在夏木脑海中串联成线，他大概能触碰到一丝隐秘，不过具体该怎么利用，还得再好好考虑一下。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另一边，雨堂正在琢磨钓鱼大师的友谊该怎么用。跟其他人相比，他的奖励似乎也没什么不同。桑切斯特似乎察觉到少年的苦恼，他把小船一横，缓缓走到雨堂身边，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可爱的冒险者，既然你我有缘，这里有一门独特的钓法，今天就传授给你。第141章，拆穿与合作。钓鱼大师的友谊果然有用。除了海钓技能之外，雨堂还额外学习到钓取稀有鱼类的方法。当然，这需要钓鱼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才能使用，算是海钓技能的进阶操作。雨堂屁颠屁颠地跟在桑切斯特身后，不断练习着甩竿，之前的不快一扫而空。稀有鱼类，这可是个长久的生财之道。在一季大陆，凡是带上稀有2字的材料最是值钱，不怕卖不出去。像之前的月光鱼，一条就价值10金币，更别提那些极为罕见的鱼类，那可是有价无市。大海是个巨大的宝藏，蕴含着丰富的资源，只是大多数人无法获取罢了。风吟看得眼热不已，不过他这次获得海钓技能也算是不错的收获，至少500金币没有白花，而且这种独特的经历也是很难碰到的。众人又在海上待了一会，直至月亮逐渐隐没，一路无事发生。
桑切斯特驾驶着小船，稳稳地将众人送回海岸。临走前，他将手上那根鱼竿送给雨堂，笑着开口道：“可爱的冒险者，期待下次见面时，你能成长为合格的钓鱼者，给我一个惊喜。”“一定会的，桑大师。”雨堂郑重地接过鱼竿，双眼冒光。钓鱼大师的幸运鱼竿，拾取后绑定。描述：陪伴桑切斯特数年的一根鱼竿，保养得很好，沾染了各种珍稀鱼类的气息。耐久度7575，需要海钓技能。装备：幸运值+1。装备：使钓到稀有鱼类的几率获得略微提升。好东西啊！夏目和王超润看到鱼竿效果后大感惊讶，自带幸运的鱼竿，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对于钓鱼佬来说，这简直是极品鱼竿，赚大了！雨堂喜滋滋地抱着鱼竿，有种去风暴港湾大钓一场的冲动。再见了，冒险者们！桑切斯特大笑着挥手告别。钓鱼佬永不空军，老桑，下次见！雨堂热情挥手。直到黄金小船彻底消失在海上的迷雾之中，众人才意犹未尽地走向椰林。回想起来，这段旅途着实令人难忘。只可惜损失了一名同伴，阮月最终还是没能救回来，不过也只是掉些经验而已。他过2天就能重回遗迹大陆。遗迹大陆的相遇和分别总是来得很快。特殊任务结束后，风影也提出告辞：“学弟，我有事先走了，加个通讯，以后有机会一起。”他心中难免对夏目等人的身份有些好奇。这几个学弟未免也太厉害了一点，难道都是贵族身份？尤其是那个叫王宇轩的小家伙，秘密很多。不过既然对方没提，他也不好意思问，只是简单的攀下交情。反正自己都要升学去新地图了，也不必在意这些。夜色微凉，海风吹拂，静听波涛声，只觉星空璀璨，月影皎洁。月河姐姐，我们现在也没什么事，要不去你们工会驻地逛逛？王超润仿若随意地问道。他踢着脚边凸起的沙粒，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好啊好啊，雨堂也颇感兴趣，他打开地图看了看。现在出发的话，天亮应该能到吧？这个……白月河一脸为难，他看着一脸纯真的雨堂，不知如何开口，该怎么解释呢？要是实话实说，对方会不会直接翻脸？就在这时，夏目伸了个懒腰，出言打断：“别闹了，大半夜的，赶紧睡觉去，你们不累我还累呢。”王超润抬头望了眼天上高悬的月亮，悻悻作罢。也是，那等早上再说。经夏目提醒，他也开始觉得有点疲惫，毕竟之前在海里一番折腾，消耗很大。雨堂疑惑地看了夏目一眼，总觉得他似乎有话要对白月河说，于是他看向王超润，开口道：“走，我们先找地方铺帐篷去。现在估计没地儿了吧？”王超润嘀咕了2句，双手插兜跟在他后面。因为是旅游胜地，椰林海滩周围到处都是安全点，完全不用担心遭受怪群攻击的问题，所以海滩和椰林中到处都是支起的帐篷。见2人走在前头，开始选择安全点，夏目淡淡的瞥了白月河一眼：“月河姐，你跟我来一下。”啊！白月河身子一僵，伸手指了指自己：“宇轩弟弟，你叫我？”夏目环顾四周，朝一旁椰树较密集的地方走去。附近的地面长满了各种浅色的植被，与不远处的沙滩相连，泾渭分明。哎，你等等！白月河犹豫一阵，咬咬牙，抬腿跟上。2人往前走了一小段，夏目缓缓停下脚步。这里已经比较偏了，周围一片漆黑，也没有帐篷在。冷风拂过，带着海洋的气息。白月河缩了缩身子，不明所以地望着眼前的少年。你想？夏目转过脸，轻声问道：“月河姐，猛虎公会的人到底给你们开了什么条件？”月光洒下，照亮了少年的半边脸颊，另外半边则沉在阴影里。他的笑容看在白月河眼里，有种说不出的阴森。啊，你怎么知道这件事？女子连连后退，胸口剧烈起伏，她的眼神中浮现一丝惊恐。夏目无语地看着他，看来事情比自己想象的还要简单。这就承认了？难道巨熊公会就没其他人可派吗？他轻叹一声，语气多少带着些刻意。想不到你们巨熊公会竟然跟猛虎公会是一丘之貉，我和雨堂他们真是看错你了。不是的。白月河痛苦地捂住脸，会长人很好的，向来不干那种事情，我也没准备帮他们。你们快跑吧，我就说我跟丢了。哦，夏目嘴角微微勾起，现在说这些是不是有点晚？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瞒着你们的。女子一脸愧疚，完全不敢直视夏目的眼睛。之前任务拿到的金币我也赔给你们。见轻易击穿了对方内心的防线，夏目也没有继续压迫下去。眼前的女子看上去似乎并没有什么心机，真是白在遗迹大陆待这么多年了。他想了想，沉声开口：“我想跟你们会长聊聊。”
正在不断道歉的白月河一怔，他蓦然抬头：“你想聊什么？”“当然是合作的事情。”夏目看着他的眼睛，一脸玩味。“既然猛虎公会都能找你们合作，我们魔王公会又凭什么不可以呢？”第142章同盟。白月河怔怔地看着眼前的少年，对方身上似乎有种与年龄不符的成熟，而且他刚才好像提到魔王公会，那难道是某个神秘的恐怖组织？想到这，白月河大脑一片混乱。巨熊公会，灯火通明，喝酒的喝酒，聊天的聊天，睡觉那是什么？大晚上的怎么可能睡觉？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身为数据生命，他们无惧病痛，也不会有太多身材方面的烦恼，通宵自然是家常便饭。啤酒炸鸡安排上，副帮主老白的炸鸡那可是一绝。熊鱼鹰大口咬着被炸至金黄色的鸡腿，正跟几位工会高层商量带薪下本的事情。白墨坐在一旁神游，他还在担心自己妹妹的事。本想着让猛虎工会自己过去解决，结果白月河非说要把那几个少年带回来，让对方省点力气，真是让人提心吊胆。突然间，正指着地图侃侃而谈的熊会长神色一变，声音小了下来：“等等，你们先安排，我这边有点事情。”白墨见状，心中顿时一紧，是小何那边？这个倔脾气的妹妹，有事也不知道先联系自己，非得阿英说才管用。熊鱼鹰微微点头，安慰道：“别着急，还没出事，我会想办法的。”他深吸口气，转身朝自己房间走去。那少年到底有什么目的？椰林中茂密的叶片呈羽状排列，风一吹便开始沙沙的抖动。白月河怯怯地望着夏目，开口道：“我已经连通会长的语音了。”夏目点点头。遗迹大陆里，只要不处于副本秘境、遗迹或是独立地图，好友之间就可以使用远程通话功能。不过一般情况下也没什么使用的必要。一接通，熊鱼鹰那中气十足的嗓音便传了过来：“小同学，有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别为难月河，他并不知情。”他一开始姿态就摆得很低，身为一个休闲工会会长，他谁都惹不起，只能夹着尾巴做人。虽然会里人数多，但都是些乌合之众，平日里喝喝酒、吹吹牛皮还行，要是猛虎公会真打上来，他们也只有投降的份。夏目微微一笑：“熊会长，我这次不是来跟你算账的，有个提议你可以考虑下。我们魔王公会正在起步阶段，需要整合大量资源，所以希望贵公会能成为我们坚实的盟友，以后共同进退。”魔王公会？熊鱼鹰眼皮一跳，眉头紧锁。该死的老雷，只说是几个年轻的学生，其他什么信息都没告诉他。还好他们没敢轻举妄动，否则要是惹上这种光听名字就很恐怖的组织，说不定整个公会都会受到牵连。可那几个学生又怎么会加入这种组织呢？是被迫还是……想到这，他试探道：“小同学，你还年轻，未来的路很长，不要一时失足。那是我自己创立的公会。”夏目淡淡开口，他大概能猜到对方在脑补什么。这公会名确实有点奇异，不过他很喜欢。至于其他人的看法，跟他有什么关系？白月河瞪圆眼睛，嘴巴张成鸡蛋大小：“你的公会？”对方这才第几次进遗迹大陆，连等级都没满，居然就创立了自己的公会。语音对面的熊会长也沉默了，他只觉得嗓子发干。“你们公会有多少人？这你最好不要乱打听，反正绝对会超出想象。”夏目扯开话题，装作不耐烦道：“所以熊会长，你考虑好了吗？我耐心有限，现在要是不答应，以后可就不会有这么好的条件了。”其实从在海滩上见到白月河开始，夏目已经盯上巨熊公会。人多，实力差，又没什么野心，这样淳朴的盟友上哪找去？而且他们在遗迹大陆经营多年，若结盟的话，夏目最头疼的资源和信息劣势都有机会补全。最巧的是，对方也在落日峡谷，离猛虎公会很近。成为你的盟友，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熊鱼鹰犹豫片刻，语气软了下来。他已经开始被夏目牵着鼻子走。夏目眼神中满是自信。好处有很多，其一，你们遇到的所有战斗上的麻烦，我们都可以帮忙解决。其二，我们公会的成员水平皆是一流，可以带你们下高难度副本，获取装备。至于其三嘛，未来2年内，我会帮你们尽情扩张势力，成为这片地图上的一流公会。语音那头呼吸变得急促起来。熊鱼鹰愣神片刻，质疑道：“若真如你说的那般，又为什么要选中我们这种普通的小公会？”他不太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普通？夏目摇摇头，开始忽悠：“不，你们一点都不普通。认识月河姑娘后，我发觉你们公会的理念非常不错，很贴合魔王公会的风格，友好、和谐、阳光。”白月河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原来自己居然替公会挣到这么多印象分吗？熊鱼鹰沉默，他一时间有些分不清夏目说的是真是假。夏目语气一肃：“熊会长，我想猛虎公会对你们来说也是个巨大的威胁，
不如这样，我先解决掉他们，咱们再谈，如何？什么？熊鱼鹰大吃一惊，你们要灭掉猛虎公会？在落日峡谷，猛虎公会猖狂已久，就算很多职业者已经突破10级去新地图，但留下的成员实力在9级职业者里已经算得上出众，也不是没人能治他们，只是对方关系网复杂，大公会打他们得不偿失，小公会又是被虐的份，只能忍这份气。遗迹大陆这样的组织有很多，比起恶名昭著的猎杀者，猛虎公会这点破事根本不算什么，反正这片地图又不会真死人。我们已经开战了，他们损失惨重。夏目平静开口，熊会长，我猜猛虎公会的那位应该没跟你们提起过这件事吧？雷天震当然不会提，在自己的大本营被3个学生打得丢盔弃甲，这件事他隐瞒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往外抖露？白月河伸手掩着嘴，看向夏目的目光中带着一丝崇拜。没有，熊鱼鹰瓮声瓮气地说道，显然有种被欺骗的愤怒。怪不得出手那么阔绰，原来发生了这档子事。不过他慢慢冷静下来，还是没有贸然答应。抱歉，小同学，哦不，宇轩会长，还是等你们公会赢了再谈此事吧。我也需要点时间跟大伙商量一下。熊鱼鹰准备再观望一阵，毕竟魔王公会的出现太过突然，而且开出的条件又那么夸张，他怕里面有诈。鹰姐，白月河想要帮着说2句，却不知如何开口。他总有种预感，现在拒绝，到时一定会后悔。当然，熊会长可以慢慢考虑。夏目慢悠悠的开口，此刻仿佛又不着急了，搞得熊玉英心中忐忑不已。他心中冷笑，等自己打败猛虎公会后，对方再想结盟的话，那可就是另外的条件了。第143章，闪击驻地。一棵歪斜的椰树下，宇堂和王超润好不容易选定位置，开始埋头铺设简易帐篷。这种从现实世界带来的道具，只能手动使用，有些麻烦。夏目和白月河姗姗来迟，女子脸上还带着一丝淡淡的泪痕。月河姐，你们俩到底干什么去了？王超润眨眨眼，好奇问道。没什么，就聊聊天。白月河尴尬一笑，微微别过脸。他不想这件事弄得人尽皆知。你们先别扑了。夏目淡淡开口，自然的转移话题。我们直接去落日峡谷。玉堂停下手中动作，惊讶万分。你不是想睡觉吗？夏目瞥了他一眼。现在不累了，先把事情解决了再说。闻言，宇堂不由嘟囔道：你这家伙想一出是一出。王超润皱眉，他将夏目拉到一边，压低声音：夏哥，怎么突然这么着急？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我准备拉拢巨熊公会成为盟友，所以咱们得先帮忙把猛虎公会灭掉。夏目言简意赅。什么？王超润一脸惊喜，他扫了一眼白月河，兴奋道：那月河姐他们也会出手？没想到会长一声不响就拉了个盟友来，这样他们对战猛虎公会就轻松很多。不，就我们3个。夏目面无表情地打破他的幻想。对付一个猛虎公会还要请外援，丢不丢人？你以后可是要独当一面的。王超润泪流满面。听听，这叫什么话？他们就3个人，不是300个人，请外援哪里丢脸了？宇堂凑过来，不确定地指了指自己。我也可以上吗？猛虎公会的职业者可不是新生交流赛上的小白，就他现在这点属性，根本撑不住几下攻击。夏目摩挲着下巴，思索片刻。你当诱饵就行。宇堂自闭，转身开始画圈圈。白月河见3人刻意避开自己交流，眼神中闪过一抹黯然。捅破那层窗户纸后，他已经不好意思再上前搭话。猛虎公会驻地坐落在落日峡谷外围的一片空地上，周围山清水秀，草木丛生，几乎算是所有安全点中最好的位置。里面像是一个巨大的庄园，各式公会建筑高大阔气，明显达到2级的标准，可以容纳数百人同时在内。虽然是凌晨时分，但里面灯火通明，外面的银甲 NPC 卫兵把守森严。草丛中，3个小脑袋依次抬起，飞速观察着周围的地形。老夏，我们真要动手啊？宇堂有点紧张。当然。夏目微微一笑。怎么，你们怕了？倒也没有。王超润咽了口唾沫，面带憧憬道：我只是在想，我们公会什么时候也能搞个这么豪华的驻地？他们魔王公会现在甚至连驻地都没有，一穷二白。快了。夏目扫视一圈，感觉很满意。确实不错，只要他们愿意迁走，这地方就是我们的。王超润干笑一声，自己到底是进了什么强盗组织？看夏目这样子，猛虎公会就算不想搬迁也不行了。不过仔细一想，他又觉得兴奋不已。那些大公会的驻地建筑虽然更加豪华气派，但哪有自己亲手建成的爽？他到时可以在中间设计一栋属于自己的超润公馆。老夏，我要右边那片角落。宇堂指着一幢塔楼，眼神明亮有神，显然也跟王超润有着同样的想法。没问题。
夏目欣然同意。还没打呢，他们已经开始考虑瓜分驻地的事了。小心，好像有人出来了。雨堂飞速缩头，轻声提醒道。王超润也进入隐身状态。一共6个，不急，等他们走近一些再动手。夏目视线扫过，心思急转。猛虎工会此时应该根本不知道他们回来的事，那位雷会长恐怕还在等巨熊工会的消息。至于巨熊工会泄密，夏目对此倒是并不担心。且不说对方没有这个胆子，他们这次过来并没有带上白月河，具体抵达时间也不可能被猜到。很快，那几个醉醺醺的职业者从工会大门走出，看样子喝得不少。一季大陆里低级酒水非常容易酿造，因此价格极其低廉，完全可以尽情享用，而且很难喝醉。所以很多工会都建有自己的酒馆，免费提供酒水，这也是加入工会的福利之一。冷风一吹，几个人便差不多缓过来，他们似乎是准备去峡谷间杀怪。半夜人少，更容易发现精英或者稀有怪。王超润握紧匕首，观察着对方行进的方向。4个近战，1个远程，1个辅助。没有刺客，那就先解决辅助。见几人靠近，夏目冲雨堂使了个眼色，对方配合的站起身，轻咳一声。谁？听到动静，走在最前的狂战士反应很快，直接掏出武器。其他几人也疑惑地望了过来。那个几位大哥，我不小心迷路了，请问椰林海滩怎么走？少年轻靠在树旁，怯怯柔弱的声音飘了过来。魅惑，发动。王超润扭过头，死死捂着嘴，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声音。太恐怖了，这谁受得了啊？咕咚，吞咽口水的声音接连响起，几人揉揉眼睛，还以为眼前出现了幻觉。那位男法师收起武器，朝前走了2步，一脸猥琐的笑容。小妹妹，这么晚了还赶路呢？要不先来我们工会休息一下，明天哥哥们送你过去。穿着学生服的少年微微退后2步。这不太好吧？会不会打扰到你们？怎么可能？我们工会最乐意帮助像你这样可爱的学生了，不用客气。就是，放心吧，小妹妹，咱可是大工会，安全绝对有保障。另一人不怀好意的开口道，语气明显不能让人信服。到时陪哥哥们喝几杯。那好吧。少年轻轻答应了一声，随后装作脚一滑，身体朝树后倒去。哎呀，我脚扭了，你们可以来扶我一把吗？几名汉子眼冒红光。没事吧？别怕，我这就来。让我来。你们几个滚开，他是在叫我。几人互相推攘着挤上前。冲得最快的狂战士最先来到树后，他脸上的惊喜转为疑惑。咦，人呢？昏暗的树林中蓦然吹过一阵阴冷的风，草木随之摇摆。没有一点防备，也没有一丝顾虑，王超润就这样突然出现在落到后面的辅助身边，潇洒一笑。猴子偷桃啊！第144章，你敢单挑吗？治疗职业两眼一翻，身形缓缓倒下。前面一人听到惨叫声，骇然转身，却见一道白光闪烁，他只觉得身体轻飘飘的，像是泡在温泉中一般，猛然一哆嗦。王超润趁机近身，匕首在空中划过一道森林的弧线。快，准，狠！啊！那位大剑师还未掏出武器，便痛苦的捂住裆，蜷缩在地上，哀嚎连连。王超润脚步不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他身形如鬼魅，飞速冲向下一个目标。身为月影学院的最强新生之一，他的操作水平毋庸置疑。仅仅过了数秒，为首的狂战士也被击中要害，面容扭曲的跪在地上，额头直冒冷汗。一旁的夏目抬手挂痛，并开始用魔杖攻击，补足剩余的伤害。瘫倒在地上的几人毫无反抗之力，血量飞速下滑。当前地图猛虎工会人数3278、3178、3078。小树林中，猛虎工会再灭一队，人数锐减至27。遗迹大陆中，死亡虽然不致命，但灵魂受到损伤，一般也需要休养1-2天，所以那些被击杀的工会成员暂时还未回归。夏目也是看准这一点，才选择这个时候打上门。毕竟对方人数齐全的话，消灭起来还真有点费劲。此时正在副本中的雷天阵表情骤变，连 BOSS 都顾不上打了，扯着嗓子大喊：回驻地，赶紧给我回驻地！原以为那几个少年已经是瓮中之鳖，没想到小丑竟是他自己。他连发数条信息给熊鱼鹰，对方却始终未回复，像是睡着了一般。巨熊工会很好，雷天阵咬牙切齿，他完全没想到自己竟然被对方摆了一道。他们怎么敢的？还想不想在落日峡谷混了？驻守在工会中的猛虎工会成员们也得知了这一消息，聊天群已经彻底炸开，人心惶惶。真开战了！起初所有人都觉得魔王工会是个笑话，3个人就敢朝他们宣战，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现在原本78人的工会被杀的只剩27个，连副会长也死在他们手上，形势莫名逆转。冷风呼啸，
昼夜即将交替，天空中已经出现细微的光芒。虽然在猛虎公会驻地里有18个装备精良的9级职业者，但他们却连大门都不敢出。马德，那3个小崽子欺人太甚，老子要出去砍了他们！一位汉子狠狠将酒杯砸在桌上，脸涨得通红。他们猛虎公会什么时候被人压迫到这个份上？哪怕那些大公会的人来，也得跟他们客客气气的。老陈，别冲动，那几个学生技能太古怪，等会长回来再做定夺。怕个卵！你们这群怂货不敢去，老子自己去，老子 TM 一挑3。陈狂戴上墨镜，又给自己裆里垫上一块挡板，大步朝门外走去。走出大门，陈狂环顾四周，大喊道：“你们听好了，老子就在这里，有本事别玩阴的，出来真刀真枪干上一场！你们还真当我们猛虎公会是软柿子不成？给我出来！”夏目甩了个洞察术。陈狂，职业狂风刀客，生命值250，蓄力值0100。狂风刀客前期算是个不错的高攻职业，对方装备和属性应该也相当不错。见对方脸上戴着墨镜，夏目知道他应该已经有所准备，于是将目光转向雨堂。你上！好嘞！雨堂眼中闪烁着兴奋之色。之前光看夏目和王超润表现，显得他像个花瓶，他也希望跟其他人切磋一番，了解下自己现在的实力。想到这，他直接从树后走出来，挑衅的勾勾手：“大个子，有本事你就过来单挑一场，不准叫人！”见雨堂出现，陈狂先是一愣，随后一脸古怪的开口：“你小子到底是男是女？”虽然知道对方有3个人，但之前在山崖战斗的时候，他并未亲眼见到过雨堂。当然是男的，你难道聋吗？雨堂不耐烦地看着他：“别废话，刚才不是叫得很狂吗？现在怎么怂了？哼，老子会怕你个娘娘腔！”陈狂怒气冲冲地朝雨堂走去，提刀就砍。雨堂举起盾牌格挡，眼眸微冷：“陈狂是吧？你死定了！”脚步交错间，雨堂轻易判断出对方的操作和反应都不如他。狂风刀客前期又没有锁定技能，这一战能赢？魅惑5步，裁决之手，金色的巴掌从天而降，将陈狂扇了个趔趄。他的墨镜被打掉，脸上出现一个红色的巴掌印。-66，-126。啊呀！给我死！汉子头发竖起，眼神中满是怒气，长刀挥舞的密不透风。格挡，格挡，格挡！狂风撕裂斩，蓄力值1满，陈狂迫不及待地用出技能，可惜却被雨堂一个翻滚躲掉。低级职业者的战斗中，技巧和操作占了绝大部分，所以当初夏目即便不用任何技能，也能轻松打赢陈独。雨堂虽然不如夏目，但比起陈狂这种卡等级的职业者，操作不知道高哪里去了。对方脱离学院已久，对最新的技巧和身法一无所知，而且麻痹于酒色之中，反应早已迟钝。他凭借的仅仅是长期以来的战斗经验和那股凶悍和充满压迫感的气势，说白了就是个纸老虎。或许对普通的9级职业者来说，陈狂是厉害的高手，但在雨堂眼里，对方不过是年纪大点、属性高一点的菜鸟罢了。-120，-118，格挡，-226。雨堂步伐开始飘忽不定，他采用绕身位的战法，几乎不给对方格挡的机会。虽然不是容影，但陈狂也打得非常难受。他眼睛能看到，但身体却反应不过来。不行，这样下去要死！见血量只剩下一半不到，陈狂彻底清醒。他悲哀地发现自己居然连眼前这个7级的骑士都打不过，都是些什么变态？对方每次都能完美预判他的攻击并格挡，全程基本没掉多少血，太恐怖了！这就是名校的学生吗？蓄力值再次聚满，陈狂刻意等了一会再放，却还是被雨堂轻松躲过。他终于怕了，转身朝后逃去。雨堂并没有追击，而是露出一个嘲讽的笑容。这家伙也太不经打了！不，银亮的匕首狠狠刺下，发出一声轻响。王超润一怔，滚开！陈狂只觉得双腿间一凉，惊叫着胡乱挥舞起长刀。哟呵！王超润用匕首轻巧地架住对方的进攻，转到汉子身后。他眉头一挑，嘴里念念有词：“老陈，你的准备工作好像没做全啊，给我躺下！”下一刻，一道凄厉的叫喊响彻林间。啊！